他刚被冤入狱还没10分钟，4个富可敌国的哥哥没有帮他请律师，反而让法官判他死刑。可他们看到妹妹出狱后有了新哥哥，他们全都后悔了，跪着求女孩回到他们身边。但一切都晚了。今天是沈优出狱的日子，看到他从铁门内走出来后，二哥沈之文将保时捷停到他面前，摇下车窗，虚伪的道：“爸妈让我来接你回去，这2年你也算吃了苦，等你回去，我们会好好补偿你的。”语气十分公式化，偶尔透露那么一丝抱歉。沈优只感到一阵恶心，你们合伙让我给沈星顶罪，把我送去坐牢，现在却让我回去说补偿我，是你们贱还是我贱？沈优是沈家从小被抱错的真千金，虽然3年前就被认回沈家，却遭到全家人的厌恶，就连4位亲哥哥都时不时的对他进行冷暴力和语言霸凌，生怕他夺走假千金沈星的一切。反观沈星，他不仅是沈家团宠，任何需求都能第一时间被满足，就连他恶意将一个同学推下楼，把人摔成瘫痪，沈家人都能为了保护沈星，联合起来伪造证据，不仅把罪名套到沈优头上，还哄骗他要在法庭上认罪，这样他们才会帮他脱罪。沈优傻乎乎的等着这个承诺，可等来的只是冰冷的镣铐，最后在狱里的被人欺负死。而眼前的他，是巧合之下进入沈优身体的一缕幽魂。回忆完悲催原主的所有身世，沈优脸色更冷了。沈之文眼中露出一丝厌恶：“你以为我想来接你吗？以你现在身上的黑历史，能让你回家就不错了。你别不知好歹，小新还在家里等你，给你准备了蛋糕，别让小新失望。”沈优冷笑：“我的黑历史还不是拜你们所赐，尤其是你，我的好哥哥沈大律师，当初陷害他为沈星顶罪坐牢，沈之文可没少出力。”沈之文的脸色变了一下：“那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我只能保护小新。”沈优骂了句：“真是一群神经病！”而后直接往前走。沈之文皱眉：“你别忘了你坐过牢，现在的你离开了沈家，估计连路上的乞丐都不如。”就在此时，一辆迈巴赫停在了沈优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个男人，快步走到沈优面前，恭敬地弯了弯腰：“请问是沈优小姐吗？”沈优点头：“我是。”男人更加恭敬了：“十分抱歉，来晚了。沈优小姐请上车。”看得沈之文面露诧异，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这辆车的型号全国不超过5辆。沈优嗯了一声，在上车的时候转身看向呆愣的沈之文：“对了，不想回沈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喜欢跟牲畜们待在一起。”说完，沈优长腿一迈上了车，司机还识时务地把车尾气往沈子文脸上喷，气得沈之文眼神都变得格外阴沉。是谁？除了沈家，谁还会在沈优出狱的时候来接他？还有他现在说话怎么动不动就骂人？坐牢把脑子坐傻了吧？此时的迈巴赫正驶向林家老宅，司机恭敬的道：“沈小姐，我们林总听说您要出来了，十分激动，本来他是要来亲自接您的，但今天刚好老太太犯病，他先一步回了老宅，让我来接的您。”沈优轻嗯了一声，上一世的沈优是一门第39代传人，机缘巧合下在狱里认识了林家掌权人林思义，仅通过口述便判断出了林家老太的症状以及很多医生诊不出的病情，这让林思义对他信任有加，因此林思义便经常帮他在狱里花钱打点。作为回报，沈优承诺出去后会为林老太治病，同时他心中无声承诺：“你放心，既然我用了你的身体重生，以前欺负过你的人，我会一一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边，沈之文回到家后将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听得全家人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难看。沈府怒了，他还敢不回家？可真会端架子。大哥撇了撇嘴，亏小新还给他做了小蛋糕，真会践踏别人的心意。三哥根本不担心，放心，他早晚会回来的，外面根本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们都很清楚，沈优身上分币没有，如今除了沈家，他根本无处可去。沈星一副死绿茶的样子，他委屈的抹了抹眼泪，都怪我，沈优肯定是因为我才不想回来的。四哥不高兴了，你怪自己做什么？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沈星忽然想到什么，等等，二哥你说有一辆豪车把他接走了，什么豪车呀？以他的人脉，应该不可能认识这样的人了。一时间，沈家所有人都面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不知道，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沈之文低声疑惑，沈星皱眉，难道是他自己联系的车，然后故意装模作样给我们看的？他的猜想得到了全家的认同，毕竟在回到沈家之前，沈优的养父母是普通穷人，他又进了监狱2年，目前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乞丐，那应该是了。现在随便哪个 app 上都能租到这种车，装个样子罢了。三哥嗤笑，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此时的林家老宅也是同样热闹，妈这病对他来说也是折磨，不行，妈才70岁，而且妈遗嘱都还没写，到时候财产怎么分？吵什么？先把妈安抚下来，就知道吵。林思义一拍桌子怒道，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把妈的病治好。林思义虽然是林家最小的女儿，却掌管着林家的经济大权，所以他一发话，刚刚还在吵架2个兄长都偃旗息鼓下来。说的轻巧，怎么治？妈这怪病治了多少年了都没治好。老大冷笑，以我们林家的财力，什么样的专家都找过了，连病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谁说治不好的？林思义沉声道，再等等，说不定就有奇迹发生。他今天出来了，只要他出来就有机会，这话你信吗？妈的病世界顶级专家都没法治，这世上还有谁能治？大嫂冷哼了一声，妈病了这么多年了，要能治早治了。这话也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到了低谷。林老太太5年前得了一种怪病，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昏睡，而只要一清醒，她浑身便如千万只蚂蚁一般啃咬，痛苦不堪，甚至全身抽搐。为了让老太太减少痛苦，只能每天给她打镇静剂，并让她长时间保持睡眠。可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无望的时候，一道清淡的少女声平静从屋外响起，我能治。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了门口，门口的女孩看起来不到20，戴着鸭舌帽，穿着一身 T 恤直筒裤，看着挺清爽，但在他们林家看来，这孩子挺穷酸的。什么人啊？谁放他进来的？林老大猛地站了起来质问，林思义却激动了起来，沈优，你回来了。沈优看向林思义，唇角也微咧了咧，看到林思义这么激动，其他人的脸上
纷纷露出诧异的表情。要知道林思义为人最是稳重，轻易不会露出其他情绪。他现在整个人都镇定了下来，看着沈优介绍道：“他就是能救妈的人。”听到这句话，林家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你在开什么玩笑？就他这小屁孩也能救人？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咱妈的病世界顶级专家都治不好，他能帮点什么？林思义的脸色沉了下来。沈优是我请来给妈治病的，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沈优没有理会这些话，接过林思义递来的红木盒便打开检查，里面是头发般粗细的9枚银针。沈优很满意，收好银针就问：“病人在哪里？”老大站了出来阻拦：“不是，你真的要让他给妈治病？你疯了吧你！”沈优扫了他一眼：“我说过我能治。”林家这边的人还想说什么，却被另一道声音打断了：“这位小姐这么有信心，那要是治不好呢？”这道嗓音清冽轻佻，人还没出现，已经给人一种玩世不恭。当他迈进房的时候，那颀长的身躯和挺拔的身材，充满了一种男性独有的荷尔蒙和张力。来人大概20岁出头，穿着一身的剪裁得体的高定西服，五官如篆刻般立体，组合在一起有种过分的漂亮。左耳戴着一枚金属质感的耳钉，桀骜又张扬。而在他身后，10几名保镖分开两侧恭敬站立，个个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他一来，林家的这些人脸色都变了，甚至那眼神里都带上了几分讨好。你怎么来了？林思义有点惊喜。陆思年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沈优，冷冽的视线居高临下。这位小姐还没回答我刚刚问的话。沈优扯了下嘴角，没治好你给我当爹，治好了我当你活爹，如何？治病本是他跟林姨之间的交易，外人的插入让他有些心烦。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竟有人敢这么对年少爷说话，他是不想活了吗？不成想陆思年竟答应了。好，男人嘴角弧度深了深，眼里略有几分凉意，盯着沈优，带他去见老太太。众人赶紧动身让路。沈优心里暗暗诧异，这男人看起来并不是林家亲戚，为什么在林家会有这么大的话语权？他平了下眉，然后转身才跟着林思义进了里屋，其他人则是留在外间等候着。屋内的林老太太此时正清醒着，她眼睛疑惑地看着陌生的沈优：“我是给您看病的医生，不用紧张，放心就好。”沈优开始取出盒中的银针，他的声音很清淡，但却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老太太眼里的疑惑也打消了，开始全身放松了下来。沈优先是用了几道巧劲给老太太的经络按捏了一遍，紧接着又拿起几枚银针，手腕一动，把5根银针打进了老人手臂的穴位，瞬间插着银针的穴位开始冒出一股股气烟，而老太太全身抽搐一下后，她脸上的痛苦渐渐消失。林家人透过观察玻璃看到了室内的情况，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震惊，这沈优施针的手法堪称飞针走穴，出神入化。陆思年的瞳孔也紧缩了起来，这样的力道和精准度，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快，老太太身上的那些浮肿起来的疙瘩渐渐消失，凸出来的那些经络重新回到皮肉之下，病症消除了许多。等沈优完成治疗出来，对着林家人吩咐完遗嘱后，才放他们进去探视老太太。陆思年也蓦地站了起来，经过沈优身边时，他停留了一下，声音低哑地喊了一声：“活爹！”沈优唇角微勾，陆思年嘴角的也伸了伸，而后继续快步迈进了房门。等林家人再次出来后，所有人对沈优的态度变得毕恭毕敬。对不起，沈姨小姐，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有我们林家能帮得上的，您只管说一声。陆思年在完成探视后接了个电话，走之前目光在沈优身上深深的看了一眼，眼底满是毫不掩饰的欣慰和探究。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请我的活爹吃一顿饭。说罢转身离开。沈优看着他装13的模样，撇了撇嘴，排场挺大，人也挺装，真看不惯这人。林思义迎上来笑呵呵的道：“悠悠，谢谢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儿，是我们林家的千金小姐。”沈优唇角牵了牵，好，本只是让林姨帮他安排好出狱后住的地方，但没想到竟给他把身份也安排上了。沈家虽然也是豪门，但林家的资产和公司市值在国内首屈一指，这样算下来，林家千金的身份比沈家千金更有分量。在林思义把沈优送往别墅的路上，顺便跟他介绍起了陆思年。陆思年是我的侄子，不过整个林家除了我之外，他跟其他人都不亲。这孩子性格有点古怪，很少人能跟他亲近，不过他心是好的。老太太生病以后，他也帮忙找了许多名医，只是都没什么结果。林思义笑着看了一眼身边的沈优，家里人这么给阿年面子，是因为阿年是陆家的妖孙。京城陆家，沈优搜遍原主记忆都没找到相关信息，但从林家人对陆思年既谄媚又害怕的态度来看，恐怕不止林姨说的这么简单。说话间，车子开进了别墅，别墅的位置在市区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少女的喜好去布置的，看得出林思义是花了心思的。离开前，他忍不住抱了抱沈优，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妈妈，我家就是你家女，先好好休息2天，等休息好了，林姨就给你举办一个接风礼，去过去的晦气。林思义调查过沈优的身世，知道他被亲人打压和入狱的真实原因，除开感恩沈优治好了老太太外，他也是真的心疼这个小姑娘。沈优的心这一刻暖了暖，家人给不到的温情，竟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感受到。林思义又拿出一张金卡，里面有1000万，你去随便花，还留下一个秘书，让沈优有什么需要随时跟秘书提。林思义走后，沈优先是洗了个澡，又美美的睡了一觉，好好享受自由的时光。睡醒后才慢悠悠的打开智能手机，一登录通讯软件就立马弹出几条消息，全是沈家人给他发的，无一例外是向他施压，让他赶快回家，还有一些骂他不懂感恩的话。看完沈优毫不留情，一一打字骂了回去，不等他们回复，又将人全部拉黑。沈家这几兄弟想让他回家，无非是为了沈星，他们怕自己在外面乱说替罪的事，或许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而这点愧疚只要让沈优回到沈家，他们便没有了。毕竟在他们看来，自己为沈星顶罪是理所当然，现在肯让他回家就已经是一种恩赐。一个在外面养大，跟他们不亲的妹妹，怎么比得上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的妹妹？至于沈星，更是巴不得自己不回去，毕竟自己和沈家的血缘关系对他来说始终是威胁，而沈家父母觉得生不如养，就算是亲生女儿也比不上他们放在身边养大的养女，更何况原来的沈优是在穷人家长大，样样都不比上从小就被用心栽培的沈星。第二天，在沈优吃完早餐后，无
吴秘书出现了，男人一副社会精英的打扮，五官端正帅气，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培训。考虑到沈优脱离了社会2年，吴秘书便提出带他出来逛商场，可以买点喜欢的东西。沈优没有拒绝，一进商场，吴秘书就直接带他先逛了奢侈品店。他刚拿起一款包看了看，耳边就传来熟悉的声音：“三哥，这个包配我吗？”沈星拿着一个包，转身看向陪自己来逛商场的三哥沈树。沈树双手环胸：“我妹妹这么可爱，什么都配。”沈树的双胞胎弟弟沈木也笑道：“小心，你三哥最近可穷死了，你就别指望他了。”店里的柜姐们都忍不住偷偷讨论起这三兄妹，真羡慕沈小姐，有2个又帅气又宠她的双胞胎哥哥。你不知道，沈小姐还有2个更帅的哥哥呢，一个是总裁，一个是大律师呢。都说沈家4个哥哥都是出了名的妹控，店员们的低声讨论和羡慕的眼神让沈优的虚荣心得到无比的满足，他满眼都是得意，跟2个哥哥撒娇：“哥，我也觉得这个包和我特别配，给我买吧。”不料兄弟2人都为难的挠了挠头，要不下个月吧，或者过段时间再买。沈树哄着沈星，沈星立马就变了脸：“我不，我现在就要。”“哎呀哥，你就现在给我买嘛。”他手上那款包，如果那位小姐买不起的话，麻烦帮我拿过来，我看上了。年轻清冷的女生忽然响起，一下就吸引了他们3个人的注意。看清来人后，他们3人齐齐变了脸色。沈星的声音尖锐的刺耳：“沈优，你怎么会在这里？”又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沈优，他一个刚出狱的人怎么穿得这么好，而且脸色看起来这么红润，皮肤比他都还要好。沈树和沈木也震惊地看着他。沈木冷冷的：“你还好意思出现在我们面前？二哥去接你时，你为什么不回沈家？你跑去哪里鬼混了？还把我们全都拉黑，你把我们沈家当什么了？”沈优笑道：“我怎么不能在这里？”他看向柜姐：“那个包我要了，我看这位小姐半天也不买，应该是不喜欢吧？”柜姐为难地看向沈星：“沈小姐您要吗？”沈星瞪大了眼睛：“你买得起？”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沈优，你别搞笑好不好？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算了，我知道你这辈子都没来过这种奢侈品店，你不会以为那个包是10几块钱的地摊货吧？他完全把沈优当成了来搞笑的小丑，又压低声音跟沈优说：“你就不要丢沈家了脸了。”沈优扬了下嘴角，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递给柜姐：“帮我把这个包包起来。”一看到金卡，柜姐顿时眼睛发亮，对待沈优态度都客气了几倍不止。“好的小姐，我这就为您协商。”瞬间沈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但他根本不相信沈优有钱。“沈优，你别装了，你根本不可能有钱。”两兄弟看到那张卡也很疑惑：“你哪里来的钱？”沈树的语气带着一种冰冷的质问。沈木更是愤怒：“你神经啊，为什么你非要跟小星抢东西？没看到这个包是小星看上的吗？”沈优笑了：“我买什么东西要你们插手？我们有关系吗？更何况是你们没钱，难道我有钱不能让我买吗？”一句话把兄弟俩都噎住了，毕竟对外他们从来没承认过这个妹妹。柜姐可不管这些家长里短的，谁出钱他就卖给谁。沈小姐，这个包毕竟是您先看上的，如果您现在付款的话，我们就卖给你；如果您现在没办法付款的话，我们就卖给这位小姐了。这话却一下激怒了沈星，她可是堂堂沈家大小姐，柜姐这是在瞧不起她，认为她没钱吗？谁说我不买的？谁没钱谁在装谁自己心里清楚。她立马看向2个哥哥，可怜巴巴的眼神配上她长相可爱的脸，更惹人怜爱了。沈优只是冷冷笑了一下，他知道沈树沈木不可能有钱给他买这个包的。爱牛市这个包价格不菲，现在沈树沈木还在上学，爸妈平时给的零花钱也不过10万，再加上沈星经常闹着让他们给他买礼物，估计两兄弟手里不会有多的钱。如他所料，沈树和沈木脸上都露出一丝为难：“小星，要不下次买吧？”“是啊，妈给的零花钱都花完了，下个月哥凑给你买呗。”沈星顿时面色变得跟吃了10斤屎一样难看。沈优看向柜姐，柜姐立马会意，直接去刷卡了。沈优继续随意的消费，这个和那个不要，其他的全给我包起来。小姐，我这就给您包起来。柜姐满脸都是笑容，潇洒的举动让原本还因为一个包纠结的沈星脸上就跟打了好几巴掌一样火辣辣的疼。两兄弟对视了一眼，沈树沉声质问：“沈优，你哪来的钱？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情？”沈木一脸的不可思议：“你钱哪来的？”很快卡刷好了，包包也给沈优都包好了。这个时候吴秘书才走进来：“小姐，都选好了吗？”沈优微笑：“选好了，不过遇到几只狗，爱叫得很。”沈木脸上立刻涌出愤怒，想要动手。沈优，你说什么？你疯了是吧？你可别忘了老子是你哥。吴秘书眼疾手快，一只手就把沈木的手给擒住了。沈木的胳膊顿时动弹不得，咬牙说了句：“放开我。”沈优淡淡道：“是吗？我不记得我有哥，我是孤儿，知道吗？就是全家户口本只有我一个那种，而且我怀疑你们家有超雄基因，建议去医院检查检查。”刻薄的话听得沈树沈木都急眼了，这亲妹妹脑子进水了吗？这么诅咒他们全家？沈星看了看吴秘书，又看了看沈优，然后一脸的不可置信：“你被包养了，所以你才有钱对吧？”沈优，你怎么能这么堕落呢？你知不知道你做这种事，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会很失望。吴秘书想要解释，却被沈优拦下：“那你赶紧回家告诉他们，你连个包都买不起，沈家千金混的还不如我一个孤儿。”沈星气得眼眶发红：“你不要脸！”沈优没有理他，让吴秘书把包都提了过来，睨了他们一眼准备离开，但刚走出店门口又折返了回来，似乎想起还有什么事情没做，然后一耳光甩到了沈星脸上，清脆的巴掌声让店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对着沈树沈木更是2巴掌。兄弟俩根本没想过他会打自己，而且这耳光打得又快又狠，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沈优目光冰冷，一字一句道：“记住，是你们对不起我，见到我就应该跟老鼠见了猫一样给我躲好，而不是在我面前跟疯狗一样乱叫。当然，你们要是喜欢当后者，我这只手专打恶狗。”他说完这句话，才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离开。兄妹3人听到这话都有点心虚，沈家的确对不起沈优，他们害怕沈优把替罪的事当众说出来，所以只能忍下来。沈星低声啜泣着：“就算我们对不起他，他也不能这么做呀，他都坐牢了，爸爸妈妈还愿意让他到沈家，难道对他不好吗？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本来都做好准备，等他回来就离开沈家的。”兄弟俩立马又安慰起沈星：“你离开做什么？要离开也是他离开，他还敢动手打人，下次哥一定把他教训回来。”眼见店员们都小声的
的在吃瓜讨论，沈星立马生气的走了，双胞胎兄弟也紧随其后。而就在奢侈品店的楼上，陆思年双手撑着趴在栏杆上，完整的欣赏完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奢侈品的楼上有专门的 VIP 休息室，栏杆外还有一层落地玻璃，这种玻璃里面能看清外面，但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小脾气挺爆，唇角勾起一丝弧度，眼中流动着几分玩味，看起来比在林家老宅见到时还要有趣。他收回目光，缓缓转过身，对着秘书吩咐，去查下楼下那几个人，晚上之前把他们的资料发给我。还有，我要知道林姨和那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停车场处，吴秘书恭敬询问，小姐，刚刚的事需要跟林总那边交代一下吗？吴秘书是知道沈优的身份的，若是他想让林家解决沈家这些麻烦事，其实也不难。沈优悠闲的走在前面，心情一点都没有被刚刚发生的事所影响。不用，是我自己的事，不必特地告诉林姨。沈树和沈木这对双胞胎，在学校和网络上都有相当庞大的粉丝群体。四哥沈木是职业电竞选手，脾气暴躁，说话也难听。沈优在沈家的这3年，沈木对他的语言暴力输出最多。三哥沈树虽然还在上大学，但已经有演艺公司提前签了他，还没正式出道就已经发行过唱片，网上称之为未来的顶流。大哥沈锦州是 Z 市最年轻多金的总裁，二哥沈之文也是业内十分出名的律师。而沈星为了让自己成为被所有人羡慕的人生赢家，买了不少营销通稿吹捧4个哥哥，又给他们冠上宠妹狂魔的名号，再加上自己还算漂亮可爱的脸，由此攒了不少粉丝。准备回去的路上，沈优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沈优，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挂着塑料袋跑了过来。沈优，真的是你啊，你出狱了。沈优淡淡的看着他，有事吗？妇女皮肤黄黑，脸上是一种市侩又刻薄，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人，你说你也是活该，还好没影响到我亲女儿，不然我才不放过你。他打量着沈优，奇怪了，怎么坐了2年牢，样子比以前都还要精神漂亮了。以前沈优看起来总是死气沉沉的，现在脸色红润还有光泽，素颜怎么都跟明星似的。吴秘书皱着眉，这又是什么牛鬼蛇神？你现在回沈家了吧？还有人为你提包买东西，看样子你过得挺好啊。他眼睛露出一道金光，又上前2步，那你肯定不缺钱吧？你弟弟没考上高中，上了个私立的学校，贵得要死，反正你也用不了什么钱，不如把钱拿来供你弟弟上学。沈优平眉，大妈，我缺不缺钱跟你有关系吗？你儿子上学找你亲女儿去啊，找我干嘛？有猫饼吧你？女人脸色顿时变得歇斯底里。沈优，你别忘了，那10几年是谁养的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回了沈家就忘了你是哪个娘养大的。沈优脸色平静，你说对了，我这人天生就爱忘恩负义，倒是你亲女儿沈星最知恩图报了，你也陪我亲女儿比，也不看看沈家是喜欢我亲女儿还是喜欢你。沈优眼底泛冷，但很快笑了起来，你说的对，沈家的财产以后肯定是你亲女儿的，所以沈家的钱就是沈星的钱，沈星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所以你要钱找我没用啊，得去找沈星。哦对了，我刚还看到他在隔壁商场买东西，你现在去找他没准还能碰上。闻言，女人用猪脑子思索了几番，而后瞪了沈优一眼，那是当然，以后你在沈家好好照顾沈星，给他打打下手，要是让我知道你敢跟他作对，看我不收拾你。说完他就快步朝隔壁商场跑去了。沈优双手环着胸，嘲弄的掀了掀嘴角，然后转身离开。沈优的养父母家姓赵，是个极为重男轻女的家庭，养母是个惯子狂魔，养父是个赌鬼。沈优从小到大都是作为一个赔钱货被贱养长大的，没少挨过毒打，直到被沈家找回去才脱离这种困境。但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从地狱跳到另一个深渊。而作为沈家的团宠，沈星当然不可能回到赵家，尤其是4个哥哥对赵家嫌恶不已，生怕沈星回去受苦。在沈优回来当日，他们好像都忘了，他们的亲妹妹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赵家。为了留下沈星，沈家给了赵家一笔补偿金，把他们打发了。拿了补偿金的赵家承诺再也不打扰沈星，但以沈优对这家人的了解，这笔钱恐怕早就已经被赵老爹赵顺赌光了，所以他们肯定会去找沈星要钱。果不其然，赵母陈凤马上就找到沈星，小心我的亲女儿。一见他，沈星的脸色顿时变得跟吃了屎一样难看，这个乡巴老妇女喊得很大声，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还有些人看向了沈星。沈星一向嫌贫爱富，瞬间觉得自己丢脸死了，他根本不想看那个女人。沈树和沈木也都尴尬了一下，同样不想跟赵家人有牵扯，但陈芬讨好的笑着，还想伸手过去亲热。沈星退后好一步躲开，还压着声音警告，你干嘛？别乱喊。他心里十分紧张，生怕被人知道自己跟这个村姑有关系。陈芬笑着又跟沈树沈木兄弟打了个招呼，小新的哥哥你们好，你们是小新他哥，也相当于是我的儿子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话听得2兄弟脸都拉了下来。沈星连忙说，你别乱说话行不行，我们跟你没关系，你到底想干嘛？这村姑是听不懂人话吗？陈芬讨好的笑道，小星啊，是这样，就是你弟弟最近要上学，咱们家没钱了，你能不能给点货车？他看向沈树沈木双胞胎兄弟，哥哥们这么宠你，也一定很喜欢你弟弟，要不多凑点。沈木忍住自己想要骂人的冲动，真不要脸。沈树也不想当众丢人，拉着沈星就要走，却被陈芬一把拽住，小星你可不能不管你弟弟，那可是你亲弟弟，沈优跟他没血缘关系，那小贱人不管就算了，你不能不管啊。陈芬嘴里这个小贱人说出来时，2兄弟神色都微微变了一下。沈星一把将陈芬推开，我跟你不熟，跟你儿子更不熟，以后别来打扰我，我爸妈已经给了你们一笔钱了，别想来我这里要好处。接着他一个后空翻弹射进车里，陈芬还想追上去，但车子已经开走了，车里的气压很低，尤其是沈树和沈木2兄弟。沈星含泪小声道歉，3哥4哥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我心里只有你们才是我的亲人。闻言兄弟俩神色才缓和了一些，其实他们的不高兴除了那村姑在公开场合下让他们觉得丢人之外，陈芬骂沈优的话也让他们心里不舒服。再怎么样沈优也是自家妹妹，就算他们再不喜欢她，外人也没资格骂。
沈木皱眉说道：“跟你没关系，幸好没让你回这种人家去，不然有这种妈真是丢死人了。不仅丢人，还要被这种家庭吸血，我看就跟电视上那些极品亲戚差不多，早该断绝关系。”沈树也安慰地摸了摸沈星的头，就是又穷又没见识，还没骨气。沈优被这种人养大，也难怪会变成这种拜金女，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沈星绿茶发言，沈优也很可怜，沈家的一切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沈木冷冷道：“什么叫本来该属于他的？这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沈星抿着嘴委屈轻轻嗯了一声，在兄弟俩看不见的时候，嘴角才得意地扬了扬。沈优，你这个没人要的乡巴佬，拿什么和我斗？可沈星却不知，兄弟俩也因为刚刚陈芬所说的那些话，心中对沈星产生了些隔音。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刚获得自己心里一丝认可的沈优，此刻正在给他们找定罪证据。Z市医院内，沈优刚从护士那了解到，当初被沈星推下楼的女同学陈欢，此时还是植物人的状态，昏迷不醒，而且以后能醒来的机会也微乎其微。沈优问护士：“他父母呢？”他父母很忙，刚开始的时候还经常来，不过后来就很久才来一次了。护士说完就走了，看来是拿了沈家那一大笔钱后，看到女儿没有醒来的可能，也不想再继续治疗了。沈优走到陈欢的床边，伸手碰了碰她的额头，然后一路滑向她的鼻尖下颚，直到她的心口。现代医学没法让她醒过来，但是沈优有，只是稍微有点麻烦，想要为自己洗脱罪名。陈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证。沈星推陈欢下楼的地方没有监控，看到陈欢出事，沈星吓得赶紧去找哥哥们帮忙，而监控那会正好拍到沈优从附近路过，他们就直接把这件事推到沈优身上。沈优回忆完后心里有了计划，便从腋下取出一枚银针，从陈欢的后脑勺缓缓刺了进去，片刻后才从病房里走了出来，对着吴秘书说：“回去吧。”吴秘书恭敬道：“是。”林总说：“陈欢这边的医疗费您不用担心，一切都有林家。”沈优点头：“帮我谢谢林姨。”回到去别墅前，沈优特地去买了许多中药，回来后又开始制药。这里的药太稀缺了，而且药材本身所携带的植物灵气不足，所以他只能制出一些次品，但这些次品就算是在他之前的时空里，随便在黑市上都能卖出100万的价格。想要更纯正、更灵气、更足的药材，他必须重新培养药材幼苗。很快，他找到了黑市的网上渠道，注册账号后就把炼好的药挂上去售卖。要在这个世界生存，首要的就是钱，所以他需要快速赚钱。虽然他能靠治病赚钱，但短时间内也没法找到很多有需求的病人，所以他联系了吴秘书，让他帮忙安排一份来钱快的工作。吴秘书很快便给他递来一本剧本，他介绍道：“没有比拍戏来钱更快的，主要是沈小姐长得太漂亮，绝对是靠脸就能吃饭。”沈优手轻点了点桌子，看着手里的剧本陷入了思索。坐过牢也行吗？娱乐圈不是最怕演员有黑料吗？沈优从记忆里挖出好几个塌房艺人。吴秘书摸了摸鼻子，这件事除了林总和沈家应该没人知道吧？想想也是，这件事涉及到沈家的秘密，他们不可能到处宣扬，而他们对外宣称的也是沈优出国了，所以就连沈优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去替沈星坐牢。那辛苦吴秘书帮我安排一下。沈优微笑，吴秘书对这件事似乎格外兴奋。好的，小姐。哦，对了，小姐，您的入学手续，林总这边也重新给您办好了，您想什么时候回学校去继续读书都可以。曾经在赵家的沈优，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赵家，可那2年的牢狱制让他梦想破灭。沈优轻轻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了，替我谢谢林姨。第二天在去剧组的路上，沈优手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只听沈父在电话里怒声道：“沈优，你给我回来，你长本事了是吧？现在还去给别人当情妇了，你才多大，怎么就这么顽劣？”沈母的声音也在另一边响起：“你还要不要脸？我们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要不是小新告诉我们，我们都还蒙在鼓里。我警告你，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沈家的机会，否则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认你。”沈优平眉：“你们脑子要是有问题的话，建议去看看医生，别来我这里犯病。怎么，你们是不知道根据我国刑法，包庇罪犯和伪造假证据是要被判刑的吗？”沈优一句话直接让电话那边熄了火，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沈家父母像是直接被掐住了7寸，都没了气焰。沈优啊，这件事你也要理解爸爸妈妈，但这并不是那你现在堕落的理由。沈父虽然气焰变低了，但话语中还是带着浓浓的掌控欲，而且你跟小新也算是姐妹，这种事情你该挺身而出。我们也说过等你出来好好补偿你，你怎么就非要这么叛逆呢？沈优呵呵2声，你听听你们说的是人话吗？说完这句话他就直接挂断了话，然后把手机设置成了拒接陌生来电。沈家所有人都那么恶心，他们当初把沈星所有犯罪证据都清理干净，吃准了自己没有犯案证据，为了沈星他们还真是煞费苦心。但沈优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还要帮原主拿回本就属于他的东西。很快他便到了影视城，这次吴秘书是要了个女武的试戏名额，戏份不多，但是人物有高光时刻，很适合他这种新人。试戏现场，下一个导演已经很不耐烦了。沈优走进去时，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都战战兢兢，试戏的女演员也一个接一个的垂头丧气走出来。工作人员打量了一下沈优，态度冷淡：“你也是来试戏的是吧？这边过来换衣服。”刚说完，工作人员突然看到新进来的人，连忙狗腿的迎上去，把沈优直接丢一旁。“秦少好，沈小姐好，二位这边请。”沈星甜甜的嗓音响起：“我是来试戏的，请问我可以用自己的妆造吗？”工作人员点头：“当然可以，导演就在那边，您好了直接过去就行。”秦瑞讨好的哄着：“小新，你放心，这个角色肯定是你的，我和你大哥都是这个剧组的投资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沈星一脸不好意思：“哎呀，我希望我能用实力进去，我才不想被别人说是带资进组呢。”
秦瑞宠溺地摸了摸沈星的脑袋，好，你当然是凭实力进去的。两人的出现让沈优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一个是原主读书时的暗恋对象，一个是自己现在随时会忍不住扇巴掌的对象。以前沈优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在又一次的霸凌中，秦瑞的出面化解了他的困境。从那以后，原主就喜欢上了秦瑞，甚至还给他写过表白信。但那封表白信莫名被人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处，让少女的悸动的心成了一个笑话，还因此被人起了外号，叫他秦少的舔狗。但即便如此，曾经的沈优也依然为秦瑞默默付出，直到他看到秦瑞和沈星接吻，偷听到他们谈话才知道，原来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沈星。秦瑞喜欢沈星，在沈星的授意下，秦瑞将他的表白信贴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丢人。表白的事也传到了沈家几个哥哥耳朵里，在他们看来，沈优就是个妄想插足的第三者，他们轮番对沈优进行语言暴力，就连沈家父母都觉得他丢人，所以也没有外公开他是沈家真千金的身份。在秦瑞的甜言蜜语下，沈星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然后带着自己的妆造师去化妆了。而原本应该先去试戏的沈优也被通知排在了后面。看着剧组工作人员对沈星的态度，这2年沈家和秦瑞没少为他的造星梦铺路。当沈星妆造出来后，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那就是沈家的千金，真正的白富美。哀大小姐也来演戏，这不是跟我们抢饭吃吗？你们知道吗？这部戏是沈小姐的哥哥和她未婚夫赞助的。剧组的演员们脸上都是艳羡，这妥妥的是小说团宠女主的配置啊！家里有宠妹狂魔的4个哥哥，外面还有个宠她如命的未婚夫，让在场的人嫉妒又羡慕，也都心里明白，这个女医生的角色他们都没戏了。过了会，导演都等得不耐烦了，沈星才穿着特地改过之后收腰显身材白大褂，妆容精致的走了过去。她自信满满，女医生的戏份虽然不多，但却很容易出彩。到时候她再营销一些配角艳压主角的通告，不就大火了吗？原本的她志得意满，拿捏着大咖的架势，可在看到沈优瞬间脸色就变了。你怎么在这里？秦瑞这时才看到沈优，他皱起眉头，看向沈优的眼神带着嫌恶。你怎么出来了？秦瑞不知道是沈优跟沈家的关系，但沈星告诉过他，沈优因为做坏事被抓去坐牢了。沈优靠在身后的架子上勾唇道：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沈星上下打量着沈优，难道是你金主给你安排来试戏的？秦瑞疑惑，金主？沈星笑着嘲讽道，他被包养了，可能被塞了个小角色吧，我等会就跟导演说一声，可别让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秦瑞的脸上嫌恶之色更甚，你这种人就没有一点自尊自爱吗？沈优双手环着胸，神情不耐，我有没有自尊自爱是你们的狗嘴说了算的吗？秦瑞被骂的脸上挂不住的怒道，你还是个女人吗？旋即他想到了什么，满脸的鄙弃，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所以才堕落的吧？在秦瑞看来，毕竟沈优以前喜欢过自己，后来变得堕落，恐怕是因为对自己爱而不得而导致的。这话把沈优给逗笑了，他眼神赤裸，上下打量着秦瑞，感谢你让我见识到了物种的多样性。秦瑞听得更难受了，正要说话却被沈星拉住，你跟他废话什么？沈星明显有点不满，刚好这时导演那边在催促，沈星便朝着试戏的场地走了过去。导演看着他穿着改成收腰的白褂，大波浪卷发，精致妆容的妆造，忍不住皱了皱眉，面色也有些发冷。开始吧，他不冷不淡地说了句，但率先走进片场的不是沈星，而是另一个穿着普通白大褂的演员。沈优抢在沈星前面进入了情景，恰好各方就位机位也已经开始拍摄。今天试的戏份是女医生从接到通知到进入手术室的一场戏，并且是无实物表演。只见沈优立刻披上白大褂并迅速扣好，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整理，皱巴巴的。虽然没有实物，但他的动作可以说是十分干练和熟人，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一丝多余，甚至连走路都是带风的。这谁？导演眼睛亮了一下，助理低声说，这女生叫沈优，原本现在就该轮到她的，不过被这位沈小姐插了位置。沈星急了，立马道，导演，明明现在该我先演，她懂什么演戏，还不让她下来。助理正要上去叫沈优下来，但却被导演阻止了。导演盯着镜头，别打断她。沈星没办法，只好愤怒地盯着抢走她位置和风头的沈优。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沈优吸引了，在她身上，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所带来的魅力。他迅速赶到手术室，每一道程序都熟练而干练，就好像他就真的从事这个职业一样。就连手术时那些细微的表情，在镜头里都让人跟着他悬了起来。他连手术的每一道程序和动作都熟悉的可怕。一个高冷干练专业的女医生就这么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仅仅是这些戏就已经让他这个角色具有魅力，更别说他那张漂亮的脸蛋，还有那身清冷的气质更是加分。当试戏结束后，剧组工作人员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专业，太专业了。而沈优也穿着白大褂走了下来，不过是双手习惯性的揣在兜里，这些小动作和他的气质简直就跟医院里的专业医生一模一样。前世的沈优虽然主学的是中医，但他对西医也有涉猎，尤其是手术外科。为了研究西医，他还在世界一流的医学院研读了多年，最后是被家族的人给拽回去的，就怕他一不小心拿个西医的医学奖，让家族长辈们心里不平衡。导演对他很满意，你叫沈优是吧？脸上也难得带上了笑。沈优微笑回答，是。导演点点头，不错，演得很传神。沈星恨恨地瞪了一眼沈优，看向导演开始告状，导演，刚刚明明该我上的，他故意抢了我的位置，这种故意出风头也不守规矩人品恶劣的人，难道不该有惩罚吗？沈优挑眉，难道不是你插队吗？本来就该轮到我吧。这么说起来，故意出风头不守规矩人品恶劣的人岂不是你自己？沈星被沈优的话堵得一时哑口无言，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白，因为沈优说的是事实。我没有。沈星嘴硬，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下一个。导演不耐烦地说了句，沈星这才不情愿地说了声是，瞪了沈优一眼，赶紧去准备了。沈优慢条斯理地走到另一边，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扔到了旁边的衣篮里。突然手腕袭来一阵痛感，秦瑞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腕，冷声训斥，你敢抢沈星的位置，好大的胆子啊，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么喜欢出风头。就在此时，另一边有人走了过来，年少，这边请。今天导演正在试戏选演员呢，所以有点吵，可谁知一走过就看到这一幕，剧组的人脸色
色顿时尴尬了起来。这好像是秦家少爷，不会吧？还在剧组呢，就要强制潜规则女演员，也太放肆了吧！陆思年看着秦瑞的眸子冷眯了起来，他抬了下手，身边的人都噤声了，没有再说话。他身子随意的往旁边靠了一下，唇角噙着一抹看戏的弧度，让我看看这只小野猫会怎么反击。沈优皱了皱眉，看着自己被抓红的手腕，另一只手抄起旁边的水壶，直接狠狠砸向了秦瑞的脸。秦瑞吃痛一声，立马捂住了自己的脸，水壶砸落在地上，秦瑞的脸也被砸出了一大块红色的痕迹，太阳穴的地方也在往外滴血。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沈星的表演上，所以注意到这一幕的人并不多，但他们周围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却是亲眼目睹，一个个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这个女人疯了吧，竟然敢打秦少！沈优，你疯了吧？秦瑞不可置信地盯着沈优，你敢动手打我？沈优活动了一下自己刚刚掐住的手，漫不经心开口，不好意思，狗咬我，我害怕。秦瑞摸了摸自己的太阳穴，当看到一手的血的时候，脸也越发冰了。你就不该被放出来。他冷冷，你是故意想用这种方法重新让我对你产生兴趣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不但用错了方法，你还会为此付出代价。秦瑞原本还觉得沈优可能是因为自己才会如此多，还有一丝愧疚，可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沈星这个时候试戏也已经结束了，但他本来以为会有巨大反响的时候，却只有稀稀落落的几道掌声，而就连这几道掌声拍着拍着也都尴尬的小声了下去。导演的脸色明显不太好看，沈优和秦瑞也都看了过去。沈优刚刚瞥了一眼沈星的表演才过来的，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医生却全装出镜，就连白大褂都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脸上无疑不再告诉镜头我很美，哪里像个医生，倒像个玩换装配的女优。导演皱眉，小动作太多了，还有一个职业医生会穿这种改过的职业装吗？你当观众眼瞎吗？沈星脸上被说得通红，但眼底却是满满的不服气。旁边的助理立刻小声说，导演，沈小姐是资方的人，这部戏沈家和秦家都有赞助。导演脸色有些难看，助理微笑着看向沈星，沈小姐去休息一会儿等通知吧。沈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角色肯定是自己的，所以也不着急。他转身看到沈优和秦瑞站在一起，脸色一变，立马走了过来。秦瑞，你脸怎么了？他诧异道。秦瑞冷冷地看向沈优，沈星不可置信，你疯了？沈优却只是微笑着说，秦少爷想潜规则我只是反抗而已。秦瑞脸色铁青，你胡说八道什么？沈优委屈地抬起手，故意捏着嗓子，你看秦少刚刚把我手都掐红了呢。刚刚周围所有人可都看到，这时候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也都渐渐围了过来。沈星像听到了什么笑话，潜规则你在痴人说梦吧？我知道你喜欢秦瑞，但你用这种手段你不觉得恶心吗？在场的一些人也都知道沈家小姐和秦家少爷在1年前就订婚了，所以现在对这个八卦都格外关注。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男人的身影阔步朝着他们走来，沈星抬眼就被眼前这个男人的容貌和气质吸引，人都愣了一下，但这个男人却直接上来就给了秦瑞一拳。秦瑞被打得直接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最后还是没站稳，踉跄摔倒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让现场也都发出了一阵惊呼。沈优也看向了这个突然走过来打人的家伙，一个背影就已经是肩宽腰窄大长腿的极致比例，站在那里就跟再完美不过的标本似的家伙，怎么看着挺眼熟？沈星愣愣道，你是陆思年？他曾经在一场拍卖会上远远的看到过陆思年，平时关于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新闻和照片都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可关于他的传言可不少。秦瑞艰难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到陆思年原本还打算起来报仇的狠厉的表情也马上变了。陆少，他诧异道。陆思年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子，淡淡道，我刚刚亲眼目睹了秦瑞骚扰这位小姐，正义感突然爆了，本人就是这么极具正义感。他说着缓缓转过头看向沈优，唇角浅掀了掀，染了几分邪气。此时在场许多人也认出了陆思年，听到他的话都忍不住抽了下嘴角。这话说的您自己信吗？这位也可是豪门圈商圈里出了名的狠人，能这么做秦瑞的，恐怕除了这位爷，其他人也没这个胆子了。哦不，还有这位小姐。沈优眉心蹙了一下，原来是他呀。看了眼被打的嘴都快烂了秦瑞，下手还挺狠。而有了陆思年突如其来的作证，沈优刚刚所说的话自然成立了，也没有人敢去反驳他的话。秦瑞即便想解释，可也知道陆思年是故意的，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面。他低声又不服气地说，陆少，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沈星的声音也刻意加成了娃娃音，又想显得自己能和陆思年这种身份的人平等对话。陆少，你是不是误会了？秦瑞是不可能骚扰他的，以前他到追秦瑞的事情学校里好多人都知道，秦瑞不喜欢他，所以他才用这种手段。你也不能光凭眼睛看到的就冤枉人吧。最后一句话隐隐约约还带着一点撒娇的成分。陆思年目光危险的冷眯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我眼瞎？沈星立刻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陆少你怎么会他认识的？沈优挑眉，声音还在加，但加的没刚刚那么自信。陆思年根本没理会他，径直走到了沈优面前，俩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木香味也越来越浓。沈优平眉，陆思年弯下腰，垂眸看着他，双手也忽然撑在沈优背后的桌子上，就这么当着众目睽睽的面把沈优给捉东了。因为俩人的身高差，所以沈优还是维持着刚刚的站姿，一动都没带动的。活爹，你追他，就跟疑惑一件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似的。陆思年英俊的脸上是肆意妄为的桀骜，眼里的痞气都快溢了出来，眉梢轻挑着道，他配吗？沈优淡冷出声，是不配，但我又不耳背，你不用靠这么近说话。好家伙，这下所有人不仅知道秦少不配，还知道了这位小姐是陆少活爹了。围观群众们都一脸吃瓜的激动，甚至还有忍不住现磕起来的，这身高这颜值简直绝配好吗？沈星的眼里都愤怒的生出了火星，沈优怎么会跟陆思年这样的人认识？而现在脸肿的老高的秦瑞脸色也难看极了，如果不是身边的保镖过来扶着他甚至都想找个洞钻进去。这个时候导演那边也派人过来宣布结果，您好，沈优小姐，恭喜您成功拿下都市传说的女医生江淮的角色，您的档期。工作人员过来看
看到眼前这么劲爆的一幕，话都说不利索了。陆思年缓缓站直身子，他将袖扣系好，隐藏在袖子内那性感漂亮的肌肉线条一闪过。沈优的目光在他指腹上的茧上停留了一下，谢谢，我知道了。他礼貌地笑了笑，而沈星的声音却瞬间尖了好几个分贝。你说什么？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质问，为什么是他？工作人员为难地说，这是导演的决定。沈星忍住内心的愤怒和不甘，低声在工作人员耳边说，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想要沈家和秦家的赞助了吗？明明他们之前都说好了的，自己过来就是走过场。这个导演竟然敢出尔反尔。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着，导演是根据现场试戏的表演来决定的。沈优小姐对职业的理解和张力都非常足，一看就是做了足够的准备的。如果你们觉得有意义的话，导演说可以将两位的镜头放出来让大家评判。沈星深吸了一口气，你们真的要让一个被包养、黑料无数的人来演这部戏吗？这话立刻就让所有人精神了。他指着沈优，犹豫了一下说道，他被一个有钱人包养了，私生活不检点，他就是靠给别人当情妇上位，所以才能来这里试戏。你们想让这种人败坏剧组的名声吗？沈优知道沈星不敢说他坐过牢，他既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沈家的亲生女，也不想让自己胡说八道。陆思年眸子微敛了脸，目光也看向了沈优。沈优唇角冷脸了脸，沈星，我有没有警告过你，这张狗嘴别乱咬人呢？沈星立刻想起了上次挨打的事情，脸色也有点发白。对于这俩人的剑拔弩张，周围的人顿时大气都不敢出。沈优凉凉开口，占着我的位置，还在我面前放肆，这么嚣张吗？假千金，你住嘴！沈星立刻打断了沈优的话，你胡说八道什么？但围观群众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什么？假千金？对哦，这俩人都是姓沈，会其实是一家人吧？难道沈星小姐是假千金？怎么可能？沈星小姐可是沈家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圈子里出了名的命好，应该是仗着都是姓沈碰瓷吧？别说，我觉得沈优看起来要比沈星更像沈家那几个哥哥。沈星立刻换了副神色和模样，我只是见不得你这种人品败坏的人而已，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谁不知道你在学校倒追过秦瑞，现在看我们在一起，所以才故意用不干净的手段来和我抢这个角色。他收住了嘴，没有顺着沈优的话说下去，他害怕自己是假千金这件事闹大，真被传了出去，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假千金了。秦瑞一只手捂着脸走了过来，冷声道，把你们导演叫过来。沈优勾了勾唇，他当然知道沈星转移话题的原因，他不慌不忙地把手机翻了出来，打开了某直播软件。本来陆思年准备往前两步说几句的时候，却看到了沈优这个动作，不由又停下了脚步，退了回来，站在女孩边上看起了他的手机直播，顺带瞄了一眼直播的标题，上合国际千金带资进组面试被刷，待未婚夫撒泼打滚威胁撤资。陆思年有点愣住，就这么直接，俩人就这么随意的站在那里，跟认识许久一样，没有一点违和感。尤其陆思年单手揣着裤兜，目光下逆看沈优手机的样子，竟还让人看出了一丝纵容。工作人员没什么反应，只说导演在忙，眼见秦瑞没什么用。沈星立刻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委屈小声哭诉了两句，哥。过了会他又将电话递给工作人员，话里是掩饰不住的高高在上，我哥说要跟你们亲自通话。这位工作人刚刚跟领导层是对接过的，所以下意识的看一眼陆思年的眼色，在男人的眼神试一下，他打开了免提，对方的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威胁，我是沈锦州，你们不按规矩办事，就不怕我们撤资吗？我们沈家和秦家为什么投资你们这部剧，你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我妹妹得不到她想要的角色，那我们会直接撤资，你们这部剧也别想拍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这部戏拍不下去。赤裸裸的威胁清晰的在场每个人都能听到，也让在场的人都变了一下脸色。其实资方三人这种事并不罕见，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就没什么不可，但像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沈星却得意的扬了扬嘴角，他从小就享受惯了这种被哥哥护着的感觉，沈家的背景和每个人对待他的宠爱都让他骄傲得意，所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也早就将自己当成了人人宠着的公主，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反正总会有人为他出头和买单，而他只需要装一下可怜和撒撒娇就够了，所以他认为导演一定会妥协。突然有个工作人员跑过来急声说道，现在这里有人在直播，都有网友打电话来骂了。闻言所有人都的脸色都变了一下，沈星神色更是难看，什么直播？顿时大家都看向了沈优和陆思年站的位置。沈优招财猫似的笑着对沈星打了个招呼，嗨，而沈星震惊和恐惧的脸也出现在了屏幕正中间。是你？他愤怒地瞪着沈星，要不是顾及自己的形象，他都想冲上去抢了沈优的手机。陆思年笑盈盈地走了出来，话却是对着手机另一边的沈锦州说的，沈总挺嚣张啊，但手也在走出来的一瞬间盖向了沈优的镜头。沈优已经录完了该录的，所以顺势退出把手机关了。你是谁？沈锦州的声警惕狐疑地从电话那边传出来，鄙人姓陆，陆思年的陆。他漫不经心地往前走了两步，一字一句道完后，才给了个工作人员一个眼神。工作人员识趣地挂断电话，并还给了沈星。而办公室里的沈锦州在听到这句话后，整个人也都愣住了，眼神也流露出一丝凝重。陆思年怎么在那里？秦瑞畏惧地看了一眼是陆思年，也明白沈星这个角色拿不下，他冷冷看了一眼工作人员，对着愣神的沈星说，小心，我们走。沈星盯着沈优的眼珠都快冒火星子了，不甘心的被动的被秦瑞带着走了。秦瑞一边走一边拨通电话，低声说，刚刚直播的内容对全网删除，小心回去再说，我先去医院。围观了一场好戏的吃瓜众人也都悻悻散了，大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怕惹火上身。陆思年也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懒洋洋的吩咐，刚刚都市传说剧组的曝光直播都给我一键恢复，顺便收购两家公关公司，对秦家和沈家都往高了报价，明白吗？挂断了电话后，陆思年才看向了沈优。沈优问，你是不是五行缺点什么？陆思年难得目光流露出一丝清澈的愚蠢。什么？沈优答，我看你挺缺德。沈优见过缺德的，但陆思年这样的还真第一次见，他甚至觉得陆思年有病，要不要给他扎两针？谁知陆思年因为他的话笑了起来，目
光也在他身上流连了起来，唇角勾着一抹邪气。沈小姐也不赖。沈优视线也在陆思年身上上下游移了一下，不得不说，近距离看这个男人更加完美，充满了属于男人的性张力，五官立体分明，眉眼间有着一种精致感十足的深邃和硬朗，整个脸型的线条流畅，柔和又不失独属于男人的那股锋利。作为一名医者，沈优特别喜欢每个物种里长得完美的那个，尤其陆思年的骨骼是几乎完美的比例，以及肌肉分布所产生的美感，他十分欣赏这个男人的身体。而陆思年也感觉到了他看自己那不太正常的眼神，眸子也深了几许，他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很满，这种想法让他下意识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一种别样的悸动也有那么一刻从身体里呼之欲出。刚刚泄了，沈优说了句，不过我和沈家之间的事情，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就别插手了。他这个人不爱欠人情，也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事情，毕竟在他想要发癫出口气的时候，他还是要亲自来才舒服。原本的沈优是个胆怯懦弱的人，所以从前沈家的人各种冷暴力和语言暴力也不会反抗，被秦瑞当狗一样的玩也不会为自己出气。也许是原本的沈优积累在身体里的那股子恨意，让他现在对沈家人根本留不下一点脸面。陆思年对沈优所说的话并不生气，反而眼神中隐隐有着一丝欣慰。沈小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并没有想过要帮你。沈优不置可否，准备转身走人。那么作为见过2次面的朋友，今天我能约沈小姐一起吃顿饭吗？陆思年忽然开口。沈优脚步停了一下，回头看向目光直直盯着他的陆思年，澄澈幽深的眸子明晃晃地倒映着他身影，那噙着笑意的眼睛像是勾人的妖精，美丽又危险致命。他笑了一下，突然地说了句，好巧啊，我们又见面了。陆思年看着他，眉稍微挑了一下。沈优语气上扬，一起吃个饭。陆思年眼里也染上了几分笑意，妖孽的分外蛊惑人心。好啊。男人的秘书和剧组经理都诧异地相视了一眼，这是什么套路？他们怎么看不懂啊？沈小姐刚刚那话怎么跟在泡陆少似的，还反客为主的邀请陆少吃饭？最主要是陆少看起来还一副很愿意的样子。秘书奇怪地看了一眼沈优，陆少不是不喜欢主动的女人吗？沈优其实也是一时兴起，故意逗陆思年玩玩，没想到他还挺配合。既然都开了口，沈优也只能应下，我想吃火锅。陆思年唇角微勾，好。半个小时后，沈优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火锅，又看了眼对面的陆思年。现在的他脱了外套，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他穿衣服很随意，衬衣最上面一颗的难得扣从来不系，西装也从不会穿的特别规矩。明明举手投足都有世家公子的贵气，但行事却一种属于黑道大佬的那种凌厉。据他所知，陆思年是圈子里出了名手段很辣的很，但他鲜少在大家面前露面。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小时候他就能把得罪他的人揍进医院，性格顽劣的众人皆知。长大之后就变本加厉了，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心情不好的时候谁都别想在他面前留面子，所以整个豪门圈子里的人都很怕他，背后又有人称他陆家小祖宗，就连林家那些人看到他都不敢造次。但沈优却发现，陆思年这人看似桀骜不驯，但每件事都在他的分寸之内，也能将每件事都控制在他的掌控之内。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不知道沈小姐能不能给我解惑。陆思年没动筷子，看着沈优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唇角也微咧了咧。当然，沈小姐也可以拒绝回答。沈优裹上蘸酱吃了一口，吞了之后答，那我拒绝回答。陆思年眉梢扬了一下，我反悔了。沈优继续吃，反悔无效。陆思年脸色崩了一下，然后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他单手撑起下巴，就着这个姿势围观起沈优吃火锅。那我不问了。他笑盈盈的，话里莫名的有种纵容的宠，仿佛现在看沈优吃火锅比问问题更有趣。你才是上河国际真正的千金吧？他忽然缓缓出声。沈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吃着自己的没回答。我林一很喜欢你，他这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是不婚主义者，所以你不用顾虑。他既然认了你当女儿，你就是林氏的千金小姐。他的话好像是在告诉沈优，现在他在林家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林一认他当女儿也是纯粹的喜欢他，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就自然不会有人来质回他的身份。沈家在圈子里的地位也不过如此，跟林家相比可是远远比不上的。他话里别有意味，也让沈优明白，陆思年应该已经知道了他和沈家的关系。虽然今天他说了一句沈星是假千金，但也不是所有人一句话就相信了他。估计这男人也知道自己跟沈家有仇，所以才会说这么一句。沈优咧嘴笑了一下，看着他，我谢谢你了。虽然是假笑，但是因为沈优本来长得就足够漂亮，在他灵魂重生以后，又把身体养得健康透亮的，这么一假笑，两颊的肉也变得嘟嘟的，特别像橱窗里的芭比娃娃，看得陆思年都有伸手去捏捏他的脸的冲动。刚这么想，他就这么做了。当手捏住少女脸蛋那软软嫩嫩时，男人微微愣住了。原来女孩子的脸蛋这么好捏吗？像是滑溜溜又软嫩的鸡蛋一样，自己都怕用力给碰坏了。沈优皱着眉，声音都冷淡了，捏够了吗？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好好说话，突然捏自己脸做什么？陆思年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眼眸深深地看着沈优，眼角飞扬着一丝痞气。如果我说没捏够的话，是不是我还可以申请继续？沈优平了平眉，眼神古怪地打量着陆思年，你该不会有肌肤饥渴症吧？陆思年刚想接话，却被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打断了。沈优，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去出国了吗？什么出国？明明是去乡下喂猪了，你们还真信他出国了呀？一男一女的声音分别响起，沈优和陆思年同时看向说话的人。来人看样子是一群大学生，一共有5、6个人，似乎是来聚餐的。正好他们以前都是沈优的同学，身份全都非富即贵。沈优是跟沈星在同一所私立高中念书，但是家里人不准沈优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让他为沈星考虑考虑。原本的沈优性格受到赵家的影响，本就怯懦，心地也善良，所以答应了，以至于沈星从中作梗，让大家都以为沈优一旦口中说出了沈家2个字，就是在碰瓷沈星，故意炒作自己吹牛。沈星怕沈优有了朋友就会说出真相，便起哄让所有人在排挤他，导致在大家眼里，沈优就只是一个穷酸又想要攀附有钱人
人的土包子。尤其是他倒追秦瑞的事情被闹得满校街之后，更是成了大家的笑柄。沈优，听说你这2年回乡下喂猪了。其中一个男生已经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陆思年，嘲笑又自觉风趣地说：哟，怎么还换目标了？以前不是秦少的舔狗吗？陆思年眼底已然泛起了寒意，他身后站着的秘书也凉凉地看了一眼那个男生，在陆少吃饭的时候来捣乱，不是找死吗？反观沈优，好像没什么反应，还在悠悠地喝着汽水。张浩，你傻呀，喂猪哪有找有钱少爷赚钱啊？另一个女生在不远处笑道，毕竟对他这种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找男人了。这话让其他几个同伴都跟着笑了起来。喂帅哥，别怪我没提醒你，你面前这个女的，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插足别人的感情。有个女生故意来说。陆思年抬眸看了一眼沈优，只见沈优已经优雅地擦了擦嘴，他微凉的嘴角微扬了扬，看着沈优的目光揶揄，是吗？正好，我就喜欢插足别人感情的人。这话差点没让沈优笑出声来。闻言那女生不可置信，你是不是有病啊？陆思年身子微微往后靠了靠，眉眼掀起几分随性，巧了不是，我有病，他是医生。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甘心的继续诋毁，他这种穷酸土包子根本就是图你的钱财。陆思年嘴角微掀，看着沈优回答，鄙人不才，就是钱多。但此时的他眉宇之间显然出现了几分不耐，他的反应让大家脸色都有些难看。这年头怎么还有人上赶着当冤大头的？沈优看着陆思年的眼神非常明显的写着几个字，玩够了吗？他缓缓看向他们，平静的开口，怎么是畜牧局的门没关好吗？怎么就把一群畜生给放出来了？我跟你们很熟吗？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他慢条斯理的对回来，让那几个老同学都愣了一下。这跟他们以前认识的沈优不太一样了。以前的沈优每次被说只会龟缩起来，根本不敢顶嘴，现在不但骂他们，怎么还骂得这么凶？沈优，你说什么呢？你别太过分。刚刚说话的女生厉声道。沈优好奇，你们刚刚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吗？嘴巴这么臭。沈优，你这个贱！女生话都还没说完，就发现嘴巴已经僵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她惊恐的开始大喊大叫，但却像失声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其他人都害怕了起来。你怎么了？丽丽，你别吓我呀！沈优把手收回来，像个没事人似的，拿起旁边的湿毛巾擦了擦手。陆思年的眸子却眯了起来，目光也落在了那个女生颈外侧下颌，在那个地方有着一枚极细的银针，如果不用心去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刚刚沈优只是状似随意的挥了一下手，就这么就把那枚银针打了出去。沈优慢条斯理的开口，我这个人很擅长治病，尤其是野鸡失控综合症。张浩指着沈优质问，是你做了什么？沈优没理他，而是看向陆思年，我吃好了。说完后他直接站了起来，然后看向他们几个人，所有人都愤怒的瞪着他，但又害怕他。记住，我以前喜欢秦瑞是我傻逼，但以后谁敢在我面前再提这件事，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有多傻逼的话，你们的下场就会和他一样。还有，知道我在乡下养猪，就应该知道我挺会对付畜生，所以没事别在我面前碍眼。说完，沈优打了个响指，经理立刻走了过来。小姐您好，请问有什么吩咐吗？沈优拿出一张金卡，今晚店里本小姐包场了，清场吧。经理双手接过这张卡，忙不迭地说，是，我马上就去办。这张金卡是林家作为报酬和报答送给他的，只要有这张金卡，他在林家旗下的任何的消费都是免单，且享有一切服务特权。而这家火锅店正好就是林氏旗下的餐饮店。沈优也是进来之后才发现的，老同学们看的都傻眼了。他们知道这家火锅店背靠的是林氏，沈优怎么会有这种权利，随便就能让他们说清场就清场？哑了嗓子的女生想说什么，却一个音节都发不出，但还是惊恐又恳求的望着沈优，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沈优留下一句，等你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他自然就会好。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在他走前，张浩还想追上去，指着沈优的背后骂，别以为你傍上有钱人了就了不起，你是个什么货色谁不知道？你无。张浩的喉咙被锁住，霎时整个人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那股锁喉的力量甚至让他脚尖都渐渐离地。他惊恐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其他的人也都害怕的退后，根本不敢出声。只见陆思年单手锁住张浩的喉咙，手臂青筋暴起，藏在黑色衬衣里的肌肉线条也被拉得过于血脉喷张。他目光冷寒，脑袋微微带着几分痞气的歪了一下。你再说一遍呢？陆思年现在很不爽，本来应该是他英雄救美，显摆一下自己实力的时候，但现在却莫名有种自己和沈优男女对调的既视感。看着自己现在都被沈优忽略了，这让他更不舒服了。正好这个男人撞上枪口，陆思年气也就撒在了他身上。他手腕一甩，一个成年男人竟然就这么被他甩到地上。张浩捂着自己的喉咙，半天发不出声音。在刚刚那一刻，他真的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陆思年将手收了回来，身边的秘书立刻递上手帕，他接过手帕擦了擦手，直接将手帕砸到张浩的脸上，这才迈着长腿朝着沈优追去。在他们离开之后，经理这边也开始清场赶人了。不好意思，各位还请离开，今晚我们店包场了。他们几个人脸色十分难看，但也只能灰溜溜的走。沈优走出门口时，陆思年也追了上来。很抱歉，今晚这顿饭让沈小姐吃的不够愉快。沈优淡声道，应该是我说抱歉，毕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陆思年嘴角微挑，我送你回去。沈优此时已经拦下一辆出租，不用了。见沈优不愿意，陆思年也不再追问，他打开车门，上车前回头看了陆思年一眼，目光在他刚刚掐了王浩的那只手停留了一下，扬唇夸了句力量不错，说完才上了车走人。陆思年手抄进了裤兜，惬意的看着出租车离开的方向，脸上挂着笑意，也多了一抹深色。沈优坐在后车座，看着后视镜里逐渐变成一个黑点的陆思年，寻常的人不可能会有那
那样的力量和爆发力。陆思年绝对是经过特训的，他对人体再了解不过，除非天生基因强大，否则无论是身体的状态还是他的核心爆发力都不会这么强。而且从他手上捡的位置来看，莫非他是奥特曼转世吗？他收回目光，开始闭目养神。回到别墅后，沈优登录了黑市网站，看着账户里新入账的余额，还算满意。只要他的药开始在黑市上进行贩售，那后续他就不用担心，客户自然会找上门来。这天晚上可忙坏了沈锦州几兄弟。从直播播出以后，沈家4兄弟就变得忙碌了起来。那场直播虽然只有几分钟，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网上全都是在骂沈星和沈锦州的，原本宠妹狂魔的遮羞布也被掀开，暴露出了霸凌的本质。俩人的社交平台评论区也被沦陷了，什么宠妹狂魔，我看就是赤裸裸的霸凌。哟，这就是平时营销里说的乖乖小公主沈家千金吗？这嘴脸可真吓人啊！你们兄妹所思好吗？可千万别来祸害普通人，这就是大小姐演戏吗？有哥哥保驾护航就是不一样啊！请问这是可以报警的程度了吗？只有我羡慕沈星投胎好吗？想演戏就演戏，还有哥哥砸钱，妹妹没拿到角色一个不爽就直接撤资，简直小说女主人生赢家好吗？前面的请你清醒清醒，大部分人都会是被大小姐掠夺的普通人，而不是大小姐。各位重点别搞错了，该嘲讽的是这对兄妹对剧组的态度啊！沈总，请问你还缺妹妹吗？当你妹妹是不是就能拿影后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被大家忽略的声音，不是没人觉得拍视频的女孩子那声音好好听吗？姐妹，我发现了，我还发现那只盖向屏幕的手也好好看，是我截屏下来欣赏的程度。舆论的力量很快让网友们对沈星和沈锦州的冷嘲热讽铺天盖地，毕竟这对一直正面形象的沈家来说，无疑算是一桩丑闻。如果丑闻闹大，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到沈家的生意，所以这件事让沈家格外重视。而且平时的沈星表现出来的人设也截然不同，沈星所营造出来吸粉人设，虽然是千金小姐，有着父母和4个哥哥的无脑宠爱，是沈家团宠，但自己却一个善良的乖乖女，也喜欢用自己实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因为自己是个小笨蛋，所以哥哥们总喜欢帮忙。这样的千金娇娇女人设，正是所有普通女孩子们所幻想的，因此将自己的美好幻想也投射到了沈星身上。可直播里沈星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她的黑暗面。比起千金大小姐带资进组不给角色就撤资的行为，大家更关注的是人设的崩塌，所以沈星也受到了许多粉丝和黑粉的攻击。虽然秦瑞为了保护沈星，在一开始就让人删掉了视频，但是很快那些视频和截图又被恢复，就连那些难听的言论在删除后也被恢复。从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搞他们。可是，一向小公主待遇被网民们追捧的沈星，什么时候听过这些话，受过这种委屈？看到那些攻击他的话，他愤怒地摔着家里的东西，然后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大哥沈锦州脸色也十分难看，是有人在故意搞我们，爸已经发话了，赶紧把这件事解决了。二哥沈之文淡淡道：“放心，我会让人去收集证据，到时候欺负过你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沈硕安慰着：“水军买好了，已经在开始发力了。”沈木皱眉：“要不找家公关公司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个视频对小新对沈家都不好。”沈星哭着说：“我都没做错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骂我？”他委屈地咬着下唇：“我只是要演个小角色而已。如果不是沈优故意直播出去，他这么恨我，竟然想毁了我，他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难受的要命。我早就说过，我不在意这个身份，我可以还给他，只要他回来，我们都会好好补偿他。可他……”沈星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却不住地流了出来。沈树重重地砸了一拳茶几。沈优到底想干什么？他怎么能这么过分？不知道这样做会对小新造成多大的伤害和影响吗？沈木冷冷道：“我看恢复那些帖子就是沈优干的好事。”沈之文摇头：“不可能是他，他哪有那么大本事？肯定是他的金主搞的。”沈优的这一系列行为，还有沈星的添油加醋，都让他们相信了沈优真的被有钱人包养，而且这个金主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就连沈优去试戏拿到那个角色，恐怕也是他金主安排的。沈锦州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更可能是陆思年的意思。那通电话里，陆思年是在故意告诉自己他的身份，那么网上的骂人帖子也可能是他授意恢复的。可沈锦州不明白，为什么陆思年会掺和进来这件事？如果真的是他的话，这可是他们沈家都得罪不起的人物，他跟沈悠悠到底是什么关系？沈锦州看向李沈星，最近几天都低调点，我找公关处理这件事。至于沈优，他低声道：“我会找他好好谈谈。”沈星委屈又乖乖的点头。很快，沈锦州便找了2家公关公司，2家公关公司保证能消除小部分负面影响，但价格比其他公关公司高出了1倍，因为其他公关公司根本不接沈家的单子，逼得沈锦州即便知道不可能完全消除负面影响，也只能花高价让他们进行公关。关于他们的负面言论起起伏伏的，消失一会后又会很快再回来，对此沈锦州也只能认了。没多久，沈之文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声明：“我将收集证据，对抹黑我妹妹名誉的人发送律师函，望各位好自为之。”如果是按照以前，网友们几乎都是一边倒，羡慕沈星命好，对沈之文也会吹捧一番，纷纷闹着要当他妹妹。但现在他发出这条声明后，却成了两边倒，一半的人在嘲讽和故意，一半的人力挺沈之文，让哥哥一定要保护好妹妹。不过很快就有了一个新注册的叫何方律师的账号也发布了一条声明：任何被沈家发律师函的网友都可以找我免费辩护和打官司，包赢的。嚯，这一下网上可热闹，有人在扒何方律师到底是谁，却扒不出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只扒到一个在3年前曾经十分出名的同名业内大佬何方大律师，而这位何方大律师战绩可查，胜率高达 99%， 可以说业内的头部头。沈之文虽然名声也大，是少见的年轻一辈中有实力且胜率相当高的翘楚，但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在那位何方律师面前只能算晚辈。只不过那位何律师在3年前就突然销声匿迹，所以当这位何方律师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猜测会不会是从前的那位大佬，但如果真是以前那位业内战神的话，
怎么会突然因为这种事下场？事情发酵的越来越热闹。与此同时，不知道谁扒出了沈优的账号，他的账号也沦陷了，许多沈星的粉丝也冲到沈优的账号底下，还有剧组账号底下开始谩骂：你要不要脸？听说你就是那个仗着自己也姓沈就碰瓷沈家，还抢了沈星角色的贱货。退一万步说，就算沈星和哥哥这次做的不对，你这个直播的人难道就没错吗？如此歹毒的用心，谁还看不出来吗？同样都姓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有什么资格跟沈星比？以后这个女的演的剧，演一部我抵制一部，吐了。对于这种跟风倒的网友，他并不在乎，也不想浪费功夫。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在他眼前的话，他倒是会一人一个耳光雨露均沾一下。看着网友满满的攻击话术，他就知道是沈星搞的鬼。沈优顺手就发了条动态，动态配了张沈家兄妹的照片，文字：沈家兄妹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啊？妹妹不会是偷了别人的人生吧？就在这条动态发出没多久，他的账号底下很快就安静了，而显眼的几条评论，比如真的不太像哎，以前都没发现，沈星怎么跟沈家谁都不像啊？是啊，别说，真不像。没多久，这些言论句被举报掉了，就连沈优的这条状态也在被举报。不停在家里刷着手机的沈星一直在看反馈消息，怎么举报不掉呢？他烦躁的要命，都让那么多水军去举报了，怎么都举报不掉。沈优不知道，吴秘书已经把沈优的所有社交平台账号都特别打了招呼，只要沈优不发布违法的东西，平台都是不敢动的。当攻击沈优的人如潮水般退去，沈优放下手机，收拾了一下才下了楼。今天林一也过来了，指挥着家里的佣人搬东西，这个摆这边就行，小心点，别把小姐吵醒了。林思义小声的说着，转头一看才发现沈优就站在身后。小优，你醒了啊？沈优也笑了笑。林思义看到沈优穿上了自己买的可爱睡衣，脸都笑得灿烂的跟花似的。作为单身贵族，现在有了沈优当女儿后，林思义就跟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尤其是沈优长得还漂亮，怎么打扮怎么好看。最近他每次出门看到漂亮的衣服和包，总是忍不住买回来送给沈优，想象着被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沈优，竟然比签下1个亿的合同都有成就感。我特地买了些女生喜欢的摆件过来，没打扰你休息吧？沈优笑笑，当然没有。林思义询问，听说你在后院开了一片地出来种药植，地方够用吗？不够的话再买一栋别墅。沈优轻咳了一声，够用了。这栋别墅他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后院挺大，而且别墅后面那片区域是无人居住的，连着山，这样的地方最合适他培育药植。那行，如果不够用的话，跟林一说，需要助手的话，我给你聘请几个医科大或者农学院的高材生过来。对于林思义的热情好意，沈优还是婉拒了。助手他已经另有人选。今天林思义过来的早，正好两人一起吃了个早餐。最近老太太身体越来越好了，按照你说的，每天都会做一下复健，让她多活动活动，没了病魔的折磨，她现在每天都睡得特别香，每次都跟家里人问起你，说有机会还要好好谢谢你。真没想到竟然恢复得这么快。林思义现在都还有点难以置信，这还没多久呢，老太太就已经恢复得快健步如飞了。这换做以前他想都不敢想。如今圈子里也知道他们林家出了个神医，好多人都在打探这位神医的消息，想知道到底是谁。已经有人出大价钱想要问诊看病，毕竟老太太的病那可是连世界顶级专家都看不好的疑难杂症。沈优点了点头，虽然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但因为他长时间卧床，加上发病导致神经和身体器官都有损坏，所以还是要注意休养。等我忙完再去看看他复诊。林老太太得的是一种罕见病，目前唯有沈优知道怎么医治。林思义立刻笑道，不用的，过几日的晚宴老太太也来，到时候你直接给她看就行了。沈优点头，也好，这样他也不用特地跑一趟。闻言林思义也笑了起来，看着沈优欣慰地叹息了一声，轻轻的声音有点感慨，真好，原来有个女儿说说话的感觉这么好。沈优怔了一下，旋即也浅浅扬了扬嘴角。对了，林姨，洗尘宴那天你记得给我之前的沈家也发下邀请函，我这有场好戏要上演。南岸咖啡厅，这个时候的咖啡厅里人并不多，但是大部分的客人都看向了靠窗位置的卡座，视线时不时的停留在那穿着一身休闲装戴着棒球帽高马尾的少女身上，随性恬淡的气质和漂亮的侧脸让大家都忍不住多看，还以为是哪个明星呢。而少女的对面同样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男青年长相清秀，不是让人会注意的帅气，但却有一种社会精英所有的独特气场，而且这种气场里还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屌丝气质。更奇怪的是，这种明明违和的气质在这个男人身上却一点都不冲突，收拾的还挺干净。夏优勾唇，这个男人就是昨天给夏优发短信的那个人。对面的男人也笑了一下，来见你，当然要收拾干净点。在监狱里的时候，夏优结识了几个有门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都多少在里面受过夏优的恩惠，也有人约定出来之后找他收留，眼前的男人就是其中一个。夏优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这卡里还有点钱，你来安排。男人伸手接过夏优手里的银行卡，笑，这么信任我？夏优咧嘴微笑，用人不疑，但你也应该知道辜负我信任的下场。江澄眉梢挑了一下，将银行卡收入囊中。最近的一部新电影《都市传说》可以投点。夏优随口说了句，端起手里的热咖啡轻轻吹了吹。江澄，娱乐行业。夏优，我演了个角色。江澄，女主。夏优，配角，30S 戏份。江澄，行。忽然江澄想起，钱够花吗？夏优抬眸看向江澄，会越来越多的。说完已经抿了一口咖啡。自从林老太太的病好以后，已经有不少病人找上门来，这些人非富即贵，都是这个世界排得上名号的有钱人。越有钱人越怕死，
也越容易染上一些平时罕见的疾病。这些疾病或许不会要人命，但是却能让他们生不如死。因为有钱人身上最容易沾染一些脏东西，而且一旦寄生就很难消除。林姨已经跟他提了好几个想求医的人，但他也不是什么病都诊治。这件事交给了吴秘书，按照他的要求筛选病人，加上黑市上的收入，所以他现在倒也不担心收入来源了。听夏优这么说，江城也就不用问了。夏优说有钱，那就一定有钱。放心，1年之内，我会让你的资产成倍数的往上翻。江城勾了勾唇，对夏优保证。夏优脸上没什么反应，只是淡淡道：最好是。江城16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上了世界一流的金融大学，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攻读完成了硕博，且在校期间就已经成为了风云人物。靠自己的创业和投资，身家资产过100亿，但却在最鼎盛的时候遭到身边朋友的背叛，被引诱犯下经济罪，而也因此得罪了某个投资大佬，被追杀回国后自首。按理来说，他们在监狱中是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的。夏优之所以能接触到他们，则是因为他成为了狱医，所以其实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很不错，跟普通犯人全然不一样。毕竟他为监狱省下不少钱，也解决了不少因犯人疾病而产生的问题。江城是前2天才出来的，夏优知道他出狱的时间，所以一给他发消息，他就知道是谁了。接下来江城和夏优说了一下规划，两个人也聊了一会儿，直到被一个人打断。当那细裤长腿的男人走过来的时候，一股凛冽的气场也随之压了过来。江城抬了下头，故意笑着问了句：你朋友？夏优也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熟。江城哦了一声，准备继续说，但想开口又闭上了嘴，转而不耐烦地说：先生，我俩说话呢，你跟个电线杆子杵在这儿礼貌吗？夏锦州命令的口吻，麻烦你离开一下，我有事要跟他说。江城没有离开，而是看向了夏优。夏优知道夏锦州今天是不跟自己说话不肯罢休的，所以跟江城点了点头。江城这才起身离开。江城走后，夏锦州坐在了江城的位置。可能因夏锦州常年处在上位者的位置，所以即便坐下来看向夏优的挥手，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不回夏家，在外面当这种下贱的女人很开心吗？仔细一看，跟夏优长得还有个几分像。夏优勾唇，说的好像回夏家当你们下贱的牛马，我会很开心一样。张口闭口都是贱字，跟你们的好妹妹不愧是一家人，天生就是吃屎长大的，嘴巴又脏又臭。夏锦州精冷的脸色也变得分外难看，唇线都冷抿了起来。夏优，别忘了我是你亲大哥，你嘴巴放干净点。夏优笑得真诚，我是孤儿，我户口本都死绝了，你算什么东西？夏锦州完全没想到现在的夏优会变成这样，虽然从几个弟弟口中听出了现在的夏优变得不可理喻，还喜欢人身攻击，但真正体会到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可思议。这2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进去应该是好好受教育，而不是让你变本加厉。夏锦州沉着声音厉声训斥。夏优懒懒地往后靠在靠椅上，手里轻轻摇着咖啡。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问你们啊，不是你们一家人害的吗？我应该进去受教育。你在说什么呢？教育我不该帮别人顶罪，我活该信了你们。夏锦州，麻烦你说话的时候先过过脑子，不然我会以为小脑萎缩遗传了你们全家呢。而夏锦州的气焰也在夏优的话里一点一点被压了下去。过去的事情先不提，他显然也不想让夏优一直拿之前的事情来说事，毕竟那件事的确是夏家对不起他。夏优勾唇，夏锦州让自己留着血缘关系的亲妹妹去给自己的养妹妹顶罪，你们一家这2年都睡得安稳吗？夏锦州深吸了一口气，小心单纯，而且他有很好的未来，不该毁在那件事上。我们原本打算等你回来再好好补偿你，可你自己非要自甘堕落，处处跟小新作对。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好好和你谈谈。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夏优冷冷咧了下嘴角，没说话。他倒要看夏锦州能说出什么花来。离开那个男人，回到夏家，为这段时间来的行为给小新道个歉。以前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你想要做什么，我们也可以尽量满足你，前提是你不能和小新产生冲突。夏锦州还找补了一句，我不是偏心，但这么多年来，小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爸妈也对他寄予厚望，所以你也不能影响到他。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非要针对他和我们的话，你也别我不念我们的血缘亲情。夏锦州已经认定夏优是被包养了，所以他现在才能打扮得这么光鲜亮丽，否则他一个刚坐牢出来的人哪来的钱买衣服？作为一个毫无人脉也不在上流圈子里的年轻女孩来说，就像小新说的那样，不会有别的可能了。夏优眉头听得直皱，已经快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打断了夏锦州的话，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仗着自己脑袋有病就为所欲为是你们家的传统吗？
夏优本来就不是个忍耐力很强的人，他觉得自己能忍到现在已经算是极限了。夏景舟俊逸的脸上也染上了冷意，警告道：夏优，你别太过分了。夏优嗤笑了一声，然后站了起来，拿起手里还剩一半的咖啡，直接泼向了夏景舟的脸。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上瞬间被咖啡流了满面。夏景舟的脸色也冷得发寒，死死地盯着夏优。我说过，我户口本都死绝了，我是孤儿，懂吗？别来攀亲戚。还有，只有你们欠我的，没有我欠你们的。对不起，我就应该有对不起我的觉悟，你们就该跪下给我道歉，求着我原谅，懂吗？而不是到我面前来发病，显示你们是有多畜生。夏景舟紧紧捏着拳头，似乎在极力隐忍着。你们一家现在最好安安分分的别来招惹我，否则我哪天心情不好，就满世界宣告你们做的那些恶心的事情。你没有证据。夏景舟冷眼盯着他，仿佛对下夏优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即便你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信你。夏优，既然我们有办法摆平那件事，你就该知道我们也有办法摆平你。夏优唇角咧了咧，那你们还真是该死啊。说完这句话，夏优起身就走了。夏景舟本来就难看的脸色，这个时候更凝起了一层寒霜。他今天来其实并不想和夏优闹得这么僵的，虽然和这个妹妹没有感情，但毕竟还有血缘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兄弟虽然跟他不亲近，但心里还是认了这个妹妹。只是如果和小新比的话，夏优自然是比不上。而2年前的事情也让他们其实心里有一丝愧疚，所以这一次夏景舟是想跟他好好谈谈，带他回夏家，让他别在外面自甘堕落，也能避免他对夏家小新做出不利的事情。可没想到他竟然一点都听不进去，而他骂的那些话他更是无力反驳，所以只能用更强硬的态度。但是他想，只要他用点手段，夏优自然就会乖乖听话回到夏家。他一个坐了牢出来的女孩，一无所有，他只要知道到底是他背后的男人是谁。夏优只要一碰到夏家的人就觉得晦气，果然以后出门应该看看黄历。夏景舟也是有点本事，能找得到他。不过也不奇怪，夏家在市区内有不少资产，那么也就有自己的眼线，所以他能直接到这个咖啡店来找自己。真晦气，今天得回去跨火盆。夏优蹙眉，准备回去的时候，却意外见到了3道熟悉的人影。那一家3口正是夏优从前的养父母和他们的儿子。看样子他们3个人正从商场出来，手里提着一双价值好几千块的品牌运动鞋鞋盒。夫妻俩哄着自己的儿子，笑着上了辆车，打车离开了。他们哪来的钱？赵父是个赌鬼和酒鬼，赵母更是好吃懒做，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到处去借钱。至于他们的儿子更是个惹祸精，因为过于溺爱，经常大家惹是生非。他们上次还来找自己要钱，这次竟然有钱给自己的儿子买这么贵的鞋子。难道？他拿起手机给吴秘书打了个电话，帮我盯着点赵家，看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挂断电话，夏优看着赵家一家3口离开的方向，大概已经猜到了他们钱的来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算是报应。他自从那天见到养母陈芬以后，就故意让人告诉了他们夏星的学校位置，还有夏星经常出入的地方。以前夏优在夏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对夏星的一些行程和喜欢去的地方也了如指掌。接下来不需要他做什么，以赵家的贪婪自然会找上夏星。如果不找夏星，就会去找夏景舟他们。毕竟他们的亲女儿坐拥万贯家财，而他们的儿子却读书都没钱，还欠一屁股债。有了上次夏优的点醒，陈芬自然就会把主意打到自己的亲女儿身上。以前夏优在夏家的时候，他们都是找的夏优，因为他们拿捏夏优习惯了。但现在夏优不在夏家了，而且他没钱，他们一家人自然就会把主意打到夏星身上。夏星害怕他们出去乱说，更不想让他们出现在自己面前，自然就会花钱去解决。但是赵家是什么样的吸血鬼，夏优再清楚不过，一旦粘上了，可就摆脱不了了。曾经在夏优身上发生过的事，总该要在夏星身上再发生一遍，这样才公平。他打开车门上车，驱车回别墅。没开多久，忽然他被一黑色轿车超车，他皱了皱眉。本来他倒没什么反应，但那辆车却又一个急刹停在了他前面，害得他差点没反应过来，直接撞了上去。但那辆车停下之后就没动了。虽然现在这条道上的车流不多，但依然影响了交通。夏优按了2次喇叭，前面那辆车都没反应，他才走下车。而他刚走下车，那辆车里的人也急急忙忙下车了，但是慌忙赶向了后座，将后座里的一位老者扶了出来。而那老者浑身抽搐，脸色发黑，双手不断的在打摆子，眼睛也瞪得老大。在夏优的眼里，那老人的整个面部都已经被一股黑色的气所蚕食了。先生，先生，那个从驾驶位下来的男人神色紧张。您还能坚持吗？先生，忽然身边传来一道年轻女孩的声音。
怎么不直接送去医院？司机急声道：“本来是要去医院的，但是先生这次突然是发病太严重了，我怕车子的颠簸会加重，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甚至连抬头看夏优的分心都没有，全副身心都在这位老先生身上。让一让，年轻女孩的这句话才让司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要做什么？夏优看着全身打摆子的老者，眉心轻蹙。我是医生，让我看看。男人有点犹豫，因为夏优太年轻了，看着也不像医生的样子，而且先生的身份特殊。还是说，你想继续在这里堵路？夏优淡淡道。男人看了一眼后面的车，最后还是让开了。那麻烦医生了。他虽然不抱希望，但这种时候也没办法了。虽然让开了，但他的眼神还是警惕地盯着两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夏优走上前，半蹲下身子，一只手按住了老先生，在他肩膀的位置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挪位按压了2下。原本打摆子的老人浑身突然弹了一下，这一下把男人吓得够呛，但在反应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老人已经没有再打摆子了，竟然安静了下来。而此时夏优另一只手已经探向了病人的鼻息，紧接着撑开了他的眼睛观察了一下。老人眼白浑浊，2只眼睛的眼白里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淡淡的黑色斑点。在男人好奇的时候，往前看的时候，又发现夏优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根银针。他正要问，却见那枚银针已经刺进了老人的后颈处。随着他手指的动作，一股黑色的气体也随着那银针的地方缓缓冒了出来。这一幕更是看得男人震惊不已，眼睛都瞪大了。此时老先生已经开始渐渐转醒，睁开了眼睛。清醒的老者已经没有了刚刚那无力的模样，神情和状态都变得精神矍铄，那双眼睛也变得清醒坚毅，缓缓坐直了身体。先生！男人激动的都快哭出来。老者看了男人一眼，而后看向了身边的女孩。夏优将那枚银针取出，银针上已然染上了一点黑色的垢印，不过他很快就将那银针收了起来。男人不禁好奇，这女医生到底将银针收到了什么地方？2次他都没看清，那银针是怎么拿出来的，又是怎么收起来的？暂时没事了，不过治标不治本，这一次应该可以保证你2个月不复发，但之后就不一定了。这个老人的病有些奇怪，他暂时还不了解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不过即便是知道，他也没有把他治好的义务，毕竟他又不是搞慈善的。但是为他暂时解决痛苦是很简单的事情，也能让他短期内不再发作。听那个男人说他有药，所以后面也能靠药维稳。夏优收好东西站起来，话是对那个年轻男人说的，没事了就把车开走吧，别在这里挡路。男人忙不迭点头，好好好，我马上。谢谢医生小姐。老者看着夏优，也明白了是这个小姑娘救了自己。小姑娘，谢谢你出手相救，请问方便刚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在哪家医院上班？老者礼貌地询问。夏优微微一笑，萍水相逢，我叫活雷锋。他说完也礼貌回了一个点头，然后转身朝自己的车走了过去。老者看着夏优离开的背影，也笑了笑。走吧。男人立刻把老先生扶了起来，让他进车里坐好，伺候好之后才转去了驾驶位，驱车离开了。夏优见他们车往前开了，才踩了油门，在前面的路口右转，跟前面那辆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正好看到了夏优的从车子往另一个方向行驶离开。先生，今天运气真好，没想到路上竟然遇到了个神医，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平时先生的发病时间，今天不该发病的，所以他们今天就没带药在身上，没想到今天竟然会突然发病，真是吓死他了。老者平复过来之后，看起来状态也好了许多。是啊，这个女娃娃竟然用一枚银针就让我好了，这是中医吧？他低声疑惑道。可是我以前也看过中医，根本没有办法像他这样能够用这种方法治疗的。司机也点头，我也觉得神奇。先生您不知道，这位小姐那手法和动作简直神了，电视上拍的都没她那么厉害。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个骗子呢。老者吸了一口气，我这种病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在不吃药的情况下缓过来过，没想到这丫头年纪轻轻竟然有这样的本事，就是可惜不知道这个姑娘叫什么。司机也笑了起来。老者笑笑，他不是说他叫活雷锋吗？闻言司机也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司机耳机里接入了一个电话。是，马上就到了，路上出了点意外，老先生好好的，您放心。好的，阿彻少爷。挂断电话，司机笑道，是阿彻少爷，问我们现在怎么还没到。听到阿彻少爷的名字，老先生眉眼里带着几分淡淡的怒气。这小子，我看他现在日子倒是过得挺潇洒。夏优回到别墅之后，把今天用了的那枚银针拿了出来，将上面的黑垢也剔除了下来，放在显微镜之下研究。这种病他还没见过，所以特地把这枚银针带回来，好好研究一下。
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们家族的传统。虽然许多罕见病的分类都大同小异，但病因却各有不同。他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病他都见过。世界一直在变化，比如后面出现的核辐射的病例，从前就没有。所以为医者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期间，佣人上来了一次，送来了3日后晚宴要穿的礼服。不过见到夏优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放下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另一边的庄园里，听陈叔说你们在来的路上出了点意外。陆思彻将茶水倒好，笑着递到了老爷子的面前。老爷子拄着拐杖，身体坐得笔直，看着陆思彻端茶改过来，突然一拐杖打到了陆思彻的腿上。陆思彻顿时吃痛，抿了下嘴，但还是勉强的挤出了一丝笑意。爷爷，见到您孙子也不用这么激动吧。老爷子冷哼了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3年干了些什么事。我这一路走过来，听你干的那些缺德事，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丢下你的那帮兄弟，扔下你的责任回来，就净干些丢人现眼的事是吧？说着，陆思彻又挨了老爷子一棍子。陆思彻也只能忍着，谁叫眼前这位老爷子是他干爷爷呢？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也跟亲生的没什么区别。老爷子是陆思彻亲爷爷的战友，在陆爷爷战死后，他为了纪念陆老爷子，就改姓了陆，把陆思彻也当成了自己亲生孙子。所以两人的感情其实和亲生的也没什么区别。陆思彻轻咳了一声，认真道：爷爷，不信谣不传谣，道听途说的东西您怎么也当真了？老爷子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然后才说起了今天遇到的事情。今天在路上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发病了，正好路上没有带药，病来得快，如果不是那位小姑娘，可能你现在见到的就是我的尸体了。老爷子平静地说着，他的药是另一位警卫员随身携带的，但并没有跟他在一起走，因为刚好警卫员有亲戚在 Z 城，所以去探亲了，原本明天就回来。而按照从前的发病频率，本来今天也不该发病。闻言，陆思彻的脸色也变了。陈叔，铿锵落地的声音让陈叔身体也猛地一下站得笔直。药呢？陈叔小声说，在阿茂那里，阿茂去探亲了，明天才回来。而且按照从前的规律，先生才从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再次发病。好了，这件事怪我，事发突然，谁也想不到。老爷子摆了摆手，才继续说了起来。不过我这病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竟然可以通过不吃药的方式缓解的。老爷子忍不住赞叹，他竟然只用了1枚银针就让我恢复了，而且还说至少2个月内我都不会再发病。年纪轻轻的，没想到医术竟然这么精进。听到老爷子的话，陆思彻眉心不禁拧了起来。银针这2个字让陆思彻脑海里下意识的就浮现出了夏优的脸，还有他当时在林家老宅为林老太太施针的画面。是啊，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个用这种方法让我的病有所缓解的。陆思彻眸子微眯了起来。那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长什么样？老爷子见陆思彻这么关心，也认真的回忆了起来。大概身高1.7米左右吧，戴着个帽子，模样挺漂亮的，眼睛大大的，看起来有点不是很想跟人说话的样子。至于名字，他看了一眼陈叔，陈叔轻咳了一下，然后说，他说他叫活雷锋。陆思彻已经知道是谁了。老爷子笑了笑，这丫头倒挺有意思的，还真是乐于助人。陆思彻皱眉，乐于助人？他来帮忙的时候难道没说什么吗？他可不是个乐于助人的人。老爷子当时的状态并不知情，所以只有问陈叔，陈叔，他让我们别挡着路。陆思彻轻勾了勾嘴角，眼里也多了一丝果然如此的笑意。虽然他是医者，但是他可没有随便出手救人的习惯。老爷子的声音却沉了下来，我真想再见他一面，他既然有办法压制这种病，那是不是能治好呢？如果能治好，其他的老兵应该也有救了吧。他说这话时神色也染上了一丝哀伤，而陆思彻也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眼底也暗了暗。老爷子察觉到什么，也不再提。好了，你也别想了，我这次过来，一是为了散散心，二是为了过来看看你。当然我也带了口信，京城那边让我问你什么时候能回去。他顿了一下，当然我不勉强你，一切看你自己的意思。陆思彻淡淡嗯了一声，就跳过了这个话题，显然不愿意再多谈此事。爷爷不是说想再见到那个女孩一面吗？陆思彻忽然开口提起。老爷子狐疑，怎么？陆思彻唇角勾了勾，很快就有机会了。老爷子古怪地看着陆思彻，脸上也浮现出一丝好奇来。陆思彻没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夏家，夏锦州见了夏优回去以后，夏家一家人也都坐在了一起。夏父和夏母听完他们说的话后，脸色已经可以用铁青来形容。既然他非要执迷不悟，以后就当做没有这个女儿。夏父沉声冷冷道，我可没有这样丢人现眼，给别人当情妇，心肠歹毒的女儿。夏母有着精致妆容的脸上也是一片冷遇。
我早就说过，在那种家庭能教育出什么好人来？就算他身上流着我们夏家的血，可一点都没继承到我们的基因。这一身的反骨和下作不要脸的行为，恐怕都是在那个赵家学来的。夏欣连忙上前安抚起了夏母，妈，你别气，为了这样的人气，坏了身子怎么办？贴心的女儿让夏母脸色稍微好看了点。幸好当初让她去帮小新顶了那件事，我们的小新才是我们夏家的掌上明珠，怎么能因为一个无意的过错有了污点？夏母很欣慰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儿如此乖巧，这也是她教育的成果。还是小新贴心乖巧，哪里像那个夏优？夏母冷冷道，既然他不回来，那以后都不要回来了，我们夏家就当没有这个人。你们4个也记住，你们的妹妹只有小新一个。其实夏家父母最开始刚刚接夏优回来的时候，还是带着一丝补偿之心和亲近的念头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血缘。但赵家表现出来的样子，还有夏优回到夏家后唯唯诺诺，又总做一些让他们厌恶的事情，才逐渐让他们对夏优越来越疏远，也越发不喜。4兄弟相识了一眼，都没说话，但都还是都默契的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觉得夏优出狱之后，整个人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就算每次见面跟他们都有冲突，但不可否认，现在的夏优根本不像是坐过牢出来的样子，甚至是有些耀眼。他骂他们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无意戳到了他们的痛点，让他们不得不跟着思考。所以现在他们4个人其实对夏优还有着一种跟从前不太一样的复杂的心情。夏欣听到妈妈的话，脸也暗暗满意的笑了起来。妈，你真好，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和爸爸妈妈和哥哥们成为一家人。夏欣感动更多流泪。夏母拍了拍夏欣的脑袋，乖，你放心，你永远都是我们家的宝贝。好了，别提他了。夏父摆了摆手，像是挥去什么晦气的东西一样。3天后是林氏主办的晚宴，几乎邀请了所有国内排得上号的豪门名流。我们夏家也收到了请帖，这场宴会你们都要重视一下。据说是林总为了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女儿，是为他女儿办的喜晨宴。夏景舟皱眉，女儿？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林总有女儿？夏母也奇怪，谁知道呢？但最近我出去打牌，听到好几个太太们说，林总最近经常跟人提起他女儿，好像喜欢她的不得了，但谁也没见过。夏父，林总这样的女强人，就算没结婚，有个孩子也很正常。看他对这个女儿的重视程度来说，到时候你们可以多跟这位林千金走动一下，对你们，对夏家也有好处。夏欣立刻甜甜的笑道，放心吧爸爸，我肯定会和这位林千金做好闺蜜的。夏父点了点头，不过想起最近网上的事情，还是警告了他们一下，网上的负面的舆论尽快消除，剧组的事情处理好，我可不想到时候在宴会上丢人。作为大哥的夏锦州点头，我知道，我会尽快处理好。夏之文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皱了下眉。现在网上关于这件事依然在持续讨论中，虽然热度没之前大了，但负面的舆论却并没有消失。有个何方律师的撑腰，一些网友更是肆无忌惮。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何方律师到底是不是以前那位业内大佬。如果是他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一回归就要跟自己作对。难道真如大哥所说的，他是受陆家那位的指使？随后的2天，夏家和秦家对都市传说剧组撤资的消息也传了出来。原本夏家和秦家都以为剧组要么会妥协，即便不妥协也会派人来找他们说说好话，可剧组却根本没理他们。网友们笑死，你撤你的资，谁怕你啊？不会真有人觉得自己有点钱就了不起了吧？别说了，就凭都市传说剧组的硬气，等上映了我也要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能让夏家千金如此痴狂，想用撤资威胁剧组换角色，结果人家鸟都不鸟你们，哈哈哈哈！这种爽剧我爱看，就喜欢打脸这种自以为是的有钱人的剧本。别问，就是我仇富。不过很快就小道消息传出，都市传说剧组早就接到了2笔投资，而且第一笔的大投资比秦家和夏家加起来的都多。剧组的不妥协和角色的流失让夏星恼怒不已，最后也只能装死，把直播视频的事情糊弄过去。小姐，林总要待客，所以先去了宴会场地，这是给您安排的妆造师，您可以慢慢过去。吴秘书笑着将一排妆造师带了进来。林小姐好。专业的妆造师们一排10几个对着夏优整整齐齐行礼。夏优也冲着他们点了下头，微笑，麻烦你们了。这哪里是妆造师，这分明是一个团队吧。林姨还真是在这种事情上格外上心。这场宴会是林姨早就安排好的，对林家来说是对她的答谢晚宴，也是林姨介绍她的一场宴会。而对夏优来说，她也的确需要一个身份，所以她也没有拒绝。而且她和林姨现在也有了感情，从一开始单纯的交易，现在也多了几分真情实感。吴秘书把妆造团队带进来之后就出去等着了。而在夏优化妆期间，化妆师和造型师们一个个都不禁对夏优的皮肤状态和漂亮的脸蛋赞不绝口。
恐怕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的女孩。夏优本来就是习医之人，会养生，他们也有一套独有的对自己身体的养护方法。而且他从成为御医之后就开始了泡药浴。一个人外在的模样和给人的感受都是由内而散发的，所以只要内气内息调理的好，驱除体内的杂质，外在的表现自然就会胜人一筹。这比任何护肤产品都有用。因此即便他在牢狱2年，整个人看起来也很透亮明净。林小姐素颜都很漂亮，妆后简直精致的像个娃娃了。我还从没画过这么服帖的底妆，林小姐的皮肤也太好了。难怪林总说让我们可别打扮的还没本人素颜好看呢。那是因为林小姐原本就很漂亮吗？夏优也礼貌地笑了笑，这个身体的确是长得好看的，夏家的基因其实就不错，从夏锦州4兄弟就能看出来。只是以前的夏优因为养父母家的关系，从小营养不足，面黄肌瘦，加上不会打扮，思想束缚以及不够自信，导致以前的夏优才不那么惹眼，跟娇生惯养穿戴奢侈品的夏星比起来，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现在镜子里的夏优跟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也越来越像了。维纳尔酒店作为 Z 是星级规格最高的酒店，平时普通人路过都只能仰望的一个地标，今天却已经被包场。酒店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酒店内灯光璀璨，极具格调的轻音乐从里面传来，伴随着贵客们的说笑声。夏家子女多，光是车都停了一排。夏星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公主裙从车上迈了下来，夏叔立刻绅士的过来，让她搭着手臂，如公主般走向了酒店门口。夏家的其他3兄弟也如骑士般的跟在他身边，如护卫着公主的王臣。4兄弟英俊不凡的外表和夏星的待遇足够吸睛，刚抵达的贵客以及门口的客人们都忍不住回头看向了他们。这就是 Z 市上河国际夏家4位公子和夏家千金，这么大阵仗，真把自己当公主呢。今儿主角可不是他，喧宾夺主了吧？你不知道这位夏家千金只要参加什么活动，这4个哥哥几乎都在，都是这种待遇，众星捧月似的。别的不说，夏家的4位公子都好帅啊，双胞胎好可爱。如果我也有4个哥哥，算了，多4个哥哥分家产，我一点也不高兴。我好像听说这夏星跟他们可不是亲生的。豪门圈子里的人不像寻常的普通人，他们本就家境优渥，甚至有的比夏家更有钱，所以不会羡慕夏星，更多只会点评一下，也不会做什么自己被团宠的梦。毕竟对他们来说，多一个人分财产不是什么好事。除了一部分对夏家4兄弟感兴趣的人会去讨好夏星，毕竟4个优秀帅气的夏家公子的却很容易招惹桃花，而对夏家来说，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这样把夏星捧着宠着，所以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看自己的眼神也让夏星认为那是嫉妒和羡慕，嘴角的笑意也扬得更高了。夏家父母挽着手等自己的子女们过来，脸上也都是满意的笑容。4个儿子出类拔萃，唯一的女儿也十分优秀，这当然让他们当父母的十分骄傲了。他们一家人在大家的视线中也走进了酒店，但却在进入厅前被安保拦下了。请问是上河国际夏总和夏夫人吗？夏明长点头，没错。安保，一张请帖最多2个人进，你们人数太多了，需要补请帖。这话让夏明长脸色也变得有点尴尬。不是，一张请帖是一家人吗？这个时候走过的其他贵客也有偶尔张望过来的，这种注视也让夏家现在每个人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生怕他们认为好像他们夏家是来白嫖的，故意占便宜的。是啊，请帖不都是一张一家吗？夏夫人也犹疑地询问。4兄弟和夏星也相视了一眼。不好意思，你们家还需要补3张请帖。安保只是公式化的微笑。那怎么补？夏锦州低声沉沉问道。安保微笑，100万1张，请这边专人办理。听到100万1张，夏家每个人都石化了。夏木也忍不住张了张嘴，什么？100万1张？这怎么不去抢？虽然对某些场合来说，100万1张的入场券并不算贵，可是他们还要补3张啊，那就是300万。而且这也并非什么门槛极高的晚宴吧？虽然是临时做东，可也不是什么十分特殊的宴会吧？可夏家众人已经盛装出席，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打退堂鼓，更不能让其他人看他们家的笑话，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去把这300万补了。夏锦州刷卡的时候，眉头都皱得老紧了。虽然他不缺这300万，可钱用什么方式花出去，对心情还是有影响的。补了请帖之后，安保才放了夏家进去，而刚进去，他们便见到了秦家的人。2家热情的打招呼，夏家父母和秦家的长辈也走到了一起说话。秦瑞因为受了伤，上次被夏优砸的伤还有疤，所以今天并没有参加这场晚宴。长辈去说话，
夏欣也跟认识的2位千金聊天去了，而夏家的4位少爷也成为了在场分外吸引人的、让人瞩目的美少年。老大帅气高冷霸总，老二斯文俊逸，业内知名大律师，老三老四这对漂亮双胞胎，一个是电竞行业崭露头角的新星，一个在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开过2次小提琴世界巡回演奏会了，甚至还登上了世界顶级歌剧院进行演出。所以夏家的这4兄弟早就已经在圈子里颇有名气，加上还有颜值的加分，每次一出现就会引起许多豪门千金们的关注和爱慕，所以圈子里的这些千金们也很乐意和夏欣走动交往。夏欣忍不住吐槽，这林家是不是也太小家子气了，请帖还只能2个人用，额外补还要100万一张呢。平时表面上跟夏欣算交好的千金皱了皱眉，有吗？没听说啊。另外一个千金小姐也奇怪地看夏欣一眼，我也没听说，我们家来个4个人也是一张请帖。他们聊天的地方不远，离夏家父母和4兄弟都很近，所以说的话也被夏家4兄弟听到了。听到其他人这么说，4个人也都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别人不用补请帖？夏锦州隐约觉得事情有蹊跷，但如今已经花了钱，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有等宴会结束之后再去调查一下这件事。夏欣跟这些千金们愉快地聊着天，我可真是够倒霉的，前段时间遇到个黑粉，拍了我的视频，故意污蔑我。你们也要小心点，遇到这种人太可怕了，像我们这种女生稍微红一点就是这样，总有那些嫉妒心很强、歹毒用心的女人。虽然前几天有网上的丑闻，但事情不大，而且对豪门的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交际。夏优在来到宴会场地之后，便在人少的地方四处走动了一下。林氏举办的这场晚宴牌面不小，贵宾满目，大家都在应酬交际。虽然夏优在人少的地方，但她实在是太耀眼了，因此虽然低调的活动还是被人注意到了。那个女孩好漂亮，以前从没见过，是谁家的千金啊？有个年轻贵公子好奇问了句，另一个拿着红酒杯的年轻男人也摇了摇头，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应该是豪门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吧。小声的议论和视线的注视不断的传染着，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缓缓走在假山水池边的夏优。林思义特地给夏优安排了一个十分瞩目的出场，但怕夏优等的时候待得闷，所以让他出来透透气。他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所以特地选了这个造景庞大但人少的地方，但没想到还是被注意到了。一门中人的体质特殊，修行的医术越是和自然接触的越多，就更有利于自身体内气的循环。现在他已经和身体融合，也继承了他本身灵魂所携带来的特质。他自是不知道，当他自身与这山水之气结合在一起时，身上更有一种出脱凡尘的韵味，耀眼的让人难以移开目光。而这种气质并非浓妆艳抹，也不是在漂亮的礼服能展现出来的。这种场合中贵公子本就多，对夏优的瞩目也让他们心中纷纷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自然夏家这边也随着大家的目光和议论声注意到了夏优。哥，我怎么觉得那个女孩像夏优啊？夏木低声说。夏锦州也皱了皱眉，看向了夏优的方向。那个穿着香槟色礼服的女孩，礼服上宛若缀着点点星光，而她则像是万千星光所衬托的那一颗最耀眼的星芒，周身都像是被蒙上了一层滤镜，连一个侧脸都漂亮的让人无法呼吸。一瞬间，好像她跟其他人都不在一个图层似的。是她，夏锦州轻声道。夏之文也愣住了，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夏树眸光微敛，我差点还以为认错人了，跟以前的她相差太大了。出狱之后的夏优，其实他们就发现不一样了，但今天的夏优，说是公主他们也信，就算什么都不做，就站在那里都格外耀眼。原本脸上还挂着笑意的夏欣，在看到夏优后，脸上笑意瞬间全无，脸色也在顷刻发白，眼底阴郁。他怎么会在这里？夏明长夫妻也诧异了一下，那不是夏优吧？夏夫人犹豫不定，很快便有人上前去搭讪了。翩翩的豪门公子端着红酒上前，只是个画面都氛围感十足。那位好像是厉家的大少爷，厉少竟然会去搭讪，真是罕见。您好，这位小姐，请问能认识一下吗？这位贵公子绅士的一笑，微微颔首。夏优听到声音才抬起头，眼前的年轻男人身量修长，穿着高级烟灰色的西装，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着一种儒雅斯文的帅气，年纪应在25岁左右。他礼貌地点了一下头。你好。俊男美女本来就是养眼，更何况厉城本来就是豪门圈子里十分低调的世家公子，本家还是京城那边的，是真正沾了贵这个字的。都说厉城眼高于顶，没想到也会有主动搭讪的一天，所以更让大家注目。而这一幕也正好落到了另一个进入宴会场内的男人眼里。陆老爷子见搀着自己的陆思彻忽然不动了，见他定定地看着某个方向，他也顺着陆思彻的视线看了过去。
但离得远，他看的也不是太清楚。不过他能感觉到这小子好像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叫厉成。厉成微微一笑，目光柔和地落在夏优身上，不知小姐芳名。而在厉成主动走过来搭讪以后，其他蠢蠢欲动的少爷们也都偃旗息鼓了。都不用等夏优说话，夏星的声音低低就响了起来。夏优，你来这儿做什么？随着夏星后面慢慢靠过来的，还有2个夏星关系还算不错的千金小姐。厉成见到夏家的人过来，眉心轻蹙了蹙，不过见他们好像认识，也便没开口。夏家4兄弟和夏明长夫妇也远远地看着，没有靠近。毕竟在这种场合下，他们是不能跟夏优扯上关系的。而刚刚也是夏星主动说过去看看，还说去劝说一下夏优。夏明长夫妻还感叹了一下夏星的懂事。夏优目光淡淡扫向了夏星，夏星先是看向厉成，抱歉的一笑：“厉少爷，不好意思，这是我以前的同学，看到熟人了，所以我才过来看看，不好意思打搅你们了。”厉成目光只在夏星身上停留了1秒的时间，便挪开了。豪门里的千金小姐他见过的多的是，夏星这样的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厉成的冷淡让夏星的脸色僵了一下，不过很快便恢复了过来，看向夏优，状似压低了声音小声说：“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要是被这里的人知道你是被包养的，都会看不起你的。这里可都是真正的豪门夫人小姐。”他模样装的语重心长：“我不计前嫌，过来提醒你快点离开是为你好，到时候引起别人注意闹大了，所有人就都知道了。”夏星的样子看起来好像真是过来特地提醒夏优似的，但分明话里都在告诉别人，夏优只是一个被人包养的女人而已，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下贱货色。果然，听到夏星的话的那些原本还对夏优有美色滤镜的人，现在眼神都不一样了。虽然豪门里也有不少玩得花的人，也有单身带着女伴过来的，但包养的情妇性质就不一样了，那是让这些千金小姐和贵夫人们最看不起、最痛恨的角色。夏星身边的那个千金小姐看不下去了：“夏星，跟这种贱女人多说什么？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你还跟她好声好气？赶紧让她滚，别破坏了这场宴会的档次。”就是，怎么什么样的人都来林氏的晚宴了？另一个千金也冷声嗤笑了一句。来之前，夏星就跟他们说了夏优一些难听的话，比如嫉妒夏星，还喜欢碰瓷自己，上次故意泄露直播的人也是他等等，导致夏优在他们这里成为了一个不要脸的拜金坏女人。厉成也皱起了眉头，但目光却还是在夏优的身上。当看到夏优从容噙着淡淡笑意的脸，也静观其变了起来。我很奇怪。夏优唇角微微牵了起来，每次我在哪儿，你总能闻着味儿找过来。夏优眸光凉冷，看着夏星，老实说，我也很怕得狂犬病的。这话里明明白白的在骂夏星是狗，是个人都听出来了。夏星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歇斯底里，面上装成无辜的样子。你这人怎么这样？我是在为你好，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你以为来了这个地方，你就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你这种身份只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夏优唇角凉凉勾了勾，缓缓一字一句道：“谁告诉你我是被人包养的？”厉成的眉眼也流露出了一丝兴味，似乎这个时候才真正对夏优感兴趣。夏星皱眉，装作疑惑的样子：“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如果不是你的男人带你来这里，你应该也来不了这里吧？像你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方才说话，千金也跟着夏星的话后面质疑：“一个乡下出身的土包子，如果不是被有钱人包养带进来的，那你是怎么得到林氏的请帖的？以为穿了深盗版的高定就是公主了吗？你别忘了，乌鸦再怎么也不会变成凤凰。像你这样的女人才出现在这种场合，才真是让我们丢脸。”另一个千金也嗤笑了一声，满脸的不屑。他俩也是有点不爽夏星这副小白花的样子，对这种人态度还这么好做什么？更别是说这个女人还害了他。虽然离得稍微有点距离，但因为夏星有意的让他说的话让给大家听到，而且本来他们这里就被瞩目，所以周围的人大多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包括夏家的人。夏优唇线扬起，语气里也染上了一丝锐利：“我的身份？我哪种身份？”在夏优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吴秘书也走了过来，恭敬道：“大小姐。”一看到吴秘书，夏星立马道：“就是他。”夏星故意说是道：“你不就是跟着你帮的这个有钱男人来的吗？不管怎么样，你不也不能这样自甘堕落呀，你这样会破坏别人的家庭，会被人骂大街的。”而夏星的话也让大家明白，他的意思是这个男人就是那个漂亮女孩的金主。不是吧？吴秘书也干这种事？他不是林总的秘书吗？吴秘书诧异地看了看夏优，却见夏优嘴角只是似笑非笑，带着一丝看好戏的意味。秘书？一位千金疑惑了一句，夏星心中都忍不住嘲笑出了声，面上却是不解：“什么？原来只是一个秘书？夏优，原来你的金主只是一个秘书？你怎么被一个秘书就给包养了？”夏优知道
夏欣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就是装的善良乖乖女，只是偶尔骄纵，有着小小的公主病。正是这样，所以夏明长夫妻和夏家四兄弟才那么喜欢她。是，只要在人多的时候，夏欣就会特意表演自己的这种人设。而此时，历程似乎已经明白什么情况了，唇角的笑意也深了深。吴秘书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正准备说话的时候，一道嘹亮含着笑的女声已经响了起来：“小优，你怎么还在这里？妈妈不是说了，让你跟着吴秘书过来吗？”随着那穿着高定晚宴女士西服，身上带着上亿珠宝的美丽贵妇人走过来，大家也都纷纷让开了路，而林家的人也多拥在她身后，目光充满善意，笑盈盈地看着夏优。夏优也咧开了嘴角，喊了一声妈。吴秘书也立刻上前：“林总，我本来是过来带大小姐过的，不过临时出了点状况，好像引起了一点误会。”他说后半句的时候，故意看了一眼夏欣那3个女生。夏欣顿时脸色难看的如皲裂一般。什么？你喊他什么？不只是夏欣，所有人都愣住了。夏家父母和夏家4个兄弟也都上前走了过来。什么？夏优怎么喊林总妈？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2位刚刚还跟着夏欣羞辱夏优的千金也都看向了夏欣，眼神也都带着一丝埋怨。俩人此时脸色都难看的低声怒道：“你不是说她就是个被包养的情妇吗？你是故意骗我们的。”至于刚刚看了下热闹的围观人群，这下更是滑稽，但滑稽是针对夏欣他们那3个人的，跑过来羞辱了人家一顿，还把人家林总的女儿当成了被人包养的情妇，这怎么都衬得他们3个人像个笑话。豪门圈子里的吃瓜事件不少，但大家当面看到这种神级反转的还是头一回。林思义蹙眉：“误会。”吴秘书只是尴尬的笑了一下，这种话他不适合说。夏优缓缓走向了林思义，这位夏小姐和这2位。当他看向另外2位千金的时候，却发现他俩已经离夏欣远一点了。他笑了笑，这位夏小姐认为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是被男人包养了，跟着男人进来的。夏优的笑盈盈之间，话说的大方又得体，好像丝毫不为刚刚的误会而尴尬，言谈之间看起来也没有一点斤斤计较的意思。这样的大气和体面，也让大家顿时对刚刚的误会而感到可笑，就连刚刚被误会的时候都那样不骄不躁，这言谈举止才真正像是林家这样的大户人家的千金。难怪林家的人一个个看他都是满脸的欢喜和欣赏。林总最近也总在外人面前那样吹捧自己的这个女儿，那是因为这个女儿有被吹捧的资本啊。2位千金脸色尴尬的笑了笑：“不好意思，都是误会。如果不是夏小姐说的那么当真，我也不会相信的。”是啊，太好笑了，我还当真了呢。虽然2位千金平时算是和夏欣关系不错，但在这场合他们也知道明哲保身，而且这件事他们本来就是听信了夏欣的话才会去找夏优麻烦，要不是夏欣，他们也不会这么丢人。再说夏优都明显没跟他俩计较了，他们自然知道这个时候抱谁的大腿合适。这可是林氏的千金，比夏家的千金含金量可高多了。夏欣要不是有那4个哥哥，他们才不会跟他来往呢。林思义冷笑：“可真是什么谣言都往我女儿身上泼，夏小姐这样的女孩子，真是很难不让人怀疑你的家教呢。”在听到林思义说夏优是自己女儿的时候，夏家每一个人脸色更是震惊极了。夏夫人的脸色尤其格外难看，在听到林思义这句话时更是难看到了极点，而大家看向夏欣的眼神更是宛如看一个小丑一般，这样的眼神让夏欣根本受不了，脸上的样子也快伪装不下去了。夏夫人走了过来，和夏欣站在了一起，尴尬挤出笑脸：“林总，都是误会，小欣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造谣呢？”“您误会了，对方是林氏的老总，作为家长他只能走出来打圆场。”他虽然跟林思义说话，可却看向的是夏优，似乎在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夏优。夏家其他人也走了过来，目光难以置信地落在夏优身上，似乎他们怎么都不明白夏优怎么会变成林氏的千金，而他们本来以为夏优是被有钱男人包养的这个认知，如今显得是多么的可笑。夏优站在林思义身边，华贵的礼服将她的肌肤衬得更加雪白，精致的五官在妆容的加持之下更为惊艳美丽，就连她身上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首饰，在她的身上都完全被人忽视。她这个人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最耀眼的存在，少女的魅力和介乎于亲熟之间的美，让人根本挪不开视线。在夏优走过来的时候，林家的其他几个同辈也都靠向了夏优和她打招呼：“夏优姐姐。”年幼的看着夏优满眼的喜欢，过来就来亲近了。稍微年长点的哥哥的也眼中藏不住对夏优这个妹妹的喜欢，小优妹妹。有的同辈在夏优救林老太太的时候他们见过，所以对夏优又有不一样的崇拜，这更让在场的人对这位林氏千金多增添了一层人气高的滤镜。夏夫人忍不住道：“林总，
您是不是认错了人啊？夏明长也试探性地问。对啊，林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夏锦州眉头也皱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夏之文走到夏锦州身边，低声问了句。夏锦州冷冷道：你问我 TM 问谁？林思义精致的脸也冷了下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女儿我还会认错吗？他缓缓转过身，面向了所有人。顿时属于林思义女强人的气场全开。今年我林思义做东，邀请诸位贵客参加今日这场宴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大家介绍我的女儿。他笑着看向了身边的夏优，她叫夏优，她很美丽也很优秀。作为一个母亲，我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儿，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照顾我家小优。他的话不紧不慢，停顿和语速都拿捏得刚刚好，也能让几乎在场的人都能够听到。而随之聚光灯也打在了夏优的身上，将她衬得如真正的公主般尊贵美丽。在他的话落下之后，大家的掌声也随之响起，伴随着一些夏优的夸奖和恭维。几乎每个人都满脸笑意地落在夏优身上，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喜欢。尤其是有儿子的人家，都甚至想着要跟林氏联姻了。放心吧，林总，您的女儿我们一定好好关照。是啊，林千金真是优秀漂亮。只有夏家的人呆愣在了原地。没有什么事情比当众打脸来的更让人难受。现在夏家就是这样，被他们嫌恶的女儿，现在却在被所有人吹捧，甚至还成为了林氏的千金。这怎么不让他们心里有着一种强烈的落差？而且现在这个女儿还喊着别人妈。夏欣不甘心地盯着夏优，一只野鸡凭什么当公主？一个夏家不要的人凭什么享受这么多人的追捧？穿得那么漂亮，成为所有人瞩目的对象，这样的人分明应该是自己才对。可现在的她却像是个小丑，让人看够了，笑话被人遗忘。就连爸爸妈妈和哥哥们都在看着她。她不甘心，她引以为傲的夏家千金，现在在林氏千金面前根本什么都不是。她更害怕哥哥们和爸妈被她吸引目光后就不要她了。夏优的目光淡淡扫过她，冲着她笑了一下，仿佛是在故意嘲笑和挑衅她。历程首先走了过来，唇角噙着笑意。原来这么漂亮的小姐是林氏千金，这样一来也省下了介绍的环节了。当然最后几个字他是看着夏优说的，是在对应刚刚他和夏优的谈话。或许是因为这个男人自带儒雅的斯文气的缘故，在别人说来有点冒昧的话，在他说出来却十分自然。林思义对历程的态度也是好的不一般，笑道：阿成，以后你可要多照顾妹妹。历程勾唇，目光看着夏优，自然。林思义看历程的眼神也不由笑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另一道声音却强势地打断了他们的话：林爷，妹妹让我来照顾不就行了，喊别人干嘛？夏优一听到这声音，就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人群自动分流开一条路，陆思彻迈着长腿缓缓走了过来，而在他身边则斜着一位老者。历程也看向了陆思彻，镜片之下的眸子也闪过了一道锐光。见到陆思彻的时候，大家倒也不奇怪，毕竟陆家的确跟林家有点亲戚关系。这小祖宗3年前从京城跑到 Z 市来，接管了陆家在 Z 市的产业，那可以说得上是肆意妄为，铁血狠辣。这3年的做派，加上京城陆家的名头和地位，所以在场的人都对这位陆少十分害怕和忌惮。毕竟这可是一位即便是被人偷拍了照片放到网上，也能让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全部瞬间消失的手眼通天的人物。只不过比起陆思彻，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跟陆思彻一同走过来的那位穿着中山装的老者。当他们相携走过来时，现场都变得肃静了不少，都没有人敢大声喧哗了。但凡是在这个圈子里年长一些的，亦或是关系深入一点的，都知道陆思彻身边的这位老者，那可是国将，地位都不是他们在场任何一个豪门能比的。尤其是一些长辈，神色都变得恭敬了许多，就连林思义神色都变得惶恐和受宠若惊，立刻上前去搀扶着陆老爷子。叔叔，您怎么来了？他声音都谦卑恭敬了下来。就连历程也微微冲着陆老爷子微微颔了颔首。陆叔叔。夏优也诧异了一下，这不是上次路上犯病的老爷子吗？陆老爷子笑着看着夏优，我听阿彻说能在这儿能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你这里这么热闹。林思义狐疑，救命恩人？他好像明白过来什么，看向了夏优，眼神询问。夏优笑着回答，上次回来的时候路上遇见了这位老爷子。陆老爷子满眼慈爱地看着夏优，故意打趣道：活雷锋。夏优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没错，是活雷锋。当时他救这个老爷子的时候也没想过他们会再见，所以他也不打算认识，但没想到竟然都是认识的人，而且还是陆思彻的长辈。陆思彻也笑了笑，爷爷，你看，我就说能见到你的救命恩人吧。他虽然话是对老爷子说，但目光却是看着的夏优。
这场面也让得宴会的所有豪门对林氏千金刮目相看了。人家不仅仅漂亮得体大方，还能这么和陆老爷子谈笑风生，甚至如此得陆老爷子青睐，光是这人脉就已经足以让不少千金小姐们眼红又羡慕了。要知道，陆老爷子这样的人平时都只存在于传说中，偶尔会在新闻联播里听到，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一句话就能让主宰一个门户的生死兴衰。他从不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可这次竟然会为了林氏千金出现在这里，就已经可见林氏千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历程也别有意味地看了夏优一眼，仿佛有种惊喜连连的诧异。夏明长夫妻更是傻眼了，明明是被他们嫌恶的女儿，现在却成为了人家手中的香饽饽，甚至连林家都因为他的关系而得到了陆老爷子这样的人的优待，这怎么不让他们眼红和难受？心中堵得慌。看到宛如众星捧月般的夏优，四兄弟更是心情复杂。他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夏树疑惑。夏之文沉声道：“这话你该去问他。”是啊，夏优怎么会认识这些大人物？夏锦州现在也明白，为什么在剧组的时候陆思彻要帮他了。可是明明他才出狱，他哪里来的时间去认识这些人？夏之文低声沉沉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告诉我？”林思义扬怒地说：“虽然林家和陆家算是有交情，可也只是在商言商，真正跟陆老爷子这样的人物是根本攀附不到的。所以林思义今日也很受宠若惊，整个林家都蓬荜生辉。”林思义立刻招呼了两句，先让吴秘书带陆老爷子去后面休息。他知道陆老爷子这种人并不喜欢这种场合，是看在夏优的面子上才来的。陆老爷子也没有拒绝，正式走之前别有意味地看了一眼陆思彻和夏优。在老爷子走后，陆思彻才先唇：“林姨，论关系也应该是我和夏优妹妹更亲近一些，所以妹妹让我来照顾就好了，用不着旁人。”傲慢里却又带着几分独有的占有欲。历程微笑，亲近归亲近，但总是不一样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相斥的过于明显。夏优看了眼俩人，一下没反应过来，他们两个人怎么突然争执起来了。林思义好像明白了什么，只笑着打圆场：“那当然是多多益善了，哈哈哈哈！大家都照顾照顾妹妹。哎呀，自己的女儿就是优秀，到时候选谁当自己女婿好呢？好像选谁都很合适，哈哈哈哈！”林思义忍住内心的兴奋，压下那和自己女霸总人设不符合的少女心。旁边的吴秘书忍不住暗道：“怎么感觉林总自从有了女儿之后，人都好像变得少女了？”陆思彻看向夏优，眉梢冲着他稍稍挑了一下。夏优，他好像在用一种很另类的方式和自己打招呼。妹妹觉得呢？陆思彻冷不丁地问了句，还尤其加重了妹妹两个字，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历程也眯起了眸子。以林家和陆家的关系来说，陆思彻的确可以喊夏优妹妹，可这一口一个妹妹的，却喊得夏家的四个兄弟脸色都有些难看。论亲近，他们才是夏优的亲哥哥，他根本就不是林家的千金。夏欣突然大声的话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紧紧握住了拳头，走到前面，看着夏优：“林阿姨，她根本就并不是您的女儿，而且你不知道她做过。”他话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的也僵住了，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说。他很想说夏优坐过牢，可是却还害怕自己说出来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他立马改了口：“她怎么可能是您的女儿呢？一定是她骗了您。我以前和她是同学，她品行不端，我们所有人的都知道的。”夏夫人见也忍不住再次问：“林总，她怎么会是您的女儿？这里面是有什么误会吧？”夏木本来就不爽夏优现在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立刻跟着开口：“林总，夏优的确品性有问题，我们以前认识她，您肯定是其中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夏优看向夏家，唇角噙着讥讽的弧度：“夏小姐，你都能是夏家的千金，我为什么不能是林家的女儿呢？”林思义也怒了：“夏优是不是我女儿我还不清楚吗？即便是收养的女儿，那也是我女儿。怎么，你们夏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里污蔑我女儿，我看你们品性才有问题，安的什么心？这种客人我们林家可不欢迎。”林家的怒火让夏夫人也闭了嘴，脸色难看的看了一眼夏明长，却被夏明长瞪了一眼，警告他不要乱说话。夏夫人皱了皱眉，她也不是故意的，她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夏锦州上前打圆场：“不好意思，林总，家母和妹妹可能只是认错了人。”夏明长也说着好话：“是啊，林总别生气，回去我就说说他们。”夏欣不甘心，可这个时候也知道该闭嘴了。夏优目光也一一扫过夏家的人，然后缓缓走上前，将手里红酒杯里的酒水直接全泼在了夏欣的脸上。原本妆容精致的夏欣顿时狼狈不堪，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发出一阵惊呼，似乎谁都没想到夏优会直接这么对夏家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夏家的每个人也都变了脸色，愤怒地盯着夏优。夏欣尖叫了一声，捂住了自己的脸。
历程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眼镜之下那平静的眸子也泛起了一丝涟漪，似乎眼前的女孩每做的一件事都在他的意料之外。而陆思彻似乎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唇角挂着笑意，十分纵容地看着夏优。这才是他认识的夏优，一次两次的踩在我脸上，在我妈妈在贵客们面前对我造谣抹黑，真当我没脾气吗？夏优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夏家的家教还真是堪忧。他目光扫到夏明长夫妻脸上，教出个这么丢人的女儿，你们夏家也该好好检讨检讨，你们说是吗？夏优无视着夏家每个人看他的眼神，唇角也弯了弯，当然，你们夏家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夏优泼夏家千金酒水就算了，他们没想到夏优竟然还连带骂了夏家所有人，在场的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林氏千金也太生猛了吧。可他们又觉得仿佛就该这样，谁被造谣还被这么当着所有人面羞辱不骂回去啊？这不是应该的吗？这才是这种大家千金该有的魄力，这 TM 爽翻了好吗？又不是豪门千金没脾气。从此时夏优居高临下的气场和眼神都让他们的脸上仿佛有种火辣辣的疼，这话更是把夏家每个人都戳了一刀子，周围人的眼神更让他们觉得丢人。夏锦州目光冷沉，却只能警告地压下冲动的夏树和夏木。林总，老太太听说这边有人对大小姐不敬，说让您将人请走就是，我们林氏的宴会上不欢迎这样的人。有下人走了过来传话。林思义淡淡点了点头，知道了。他看向夏明长，夏总，请看好您的家人，如果再继续闹事，让我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那我就只能请你们离开了。他看向夏优、小优，陪妈妈过去一下。阿彻、阿成，你们两个就先自便一下。夏优微微一笑，好。陆思彻和历程也微点了下头。夏星捂着满脸的狼狈，这种强烈的身份落差和夏优的打脸让他情绪几乎崩溃，冲着夏优的背影怒道，养女算什么女儿，你根本就是个假千金。陆思彻眸子冷眯了起来，看向夏星的眼神也染上了一丝冷滞的寒意。历程也皱了皱眉，周遭的人也脸色也是精彩纷呈，可却都不敢说一句话。心道，夏家怕是完了，夏家千金这没有一点眼力劲儿啊，也不知道夏家几个那么优秀的儿子怎么有个这么愚蠢的女儿。就连跟夏家平时往来密切的秦家这个时候都皱起了眉头。夏星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平时不是挺乖的吗？夏家每个人的脸色更是精彩。夏星在说完之后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立马看向了爸爸妈妈和哥哥们。爸妈，他想解释什么，可看到现在爸妈和哥哥们的神情也慌张了起来。夏优停下脚步，在林思义愤怒准备发作的时候，夏优安抚了一下林思义，余光回向身后。夏小姐原来对自己假千金的身份很有自知之明，夏优的声音不小，所有人都能听到。不过夏小姐这话可能怕是会伤了你养父养母和哥哥们的心吧。夏优弯起嘴角。林思义也冷声道，你认为自己不算女儿，可不代表我林家不把小优当亲女儿。来人，把夏家给我请出去，我们林氏晚宴供不起这尊大佛。很快就有高大的安保走了过来，强制性的将夏家请离酒店。林思义吩咐完便和夏优继续从人群离开。陆思彻看向夏明长夫妻，最后看向了夏锦州，唇角冷冽，有这么个女儿可真是你们夏家的福气。讥讽的反话是都能听得出来，更何况陆思彻本就从不给人留面子。留下这句话，陆思彻也迈着长腿朝着夏优慢悠悠地走开了。历程也淡淡地看了夏家的人一眼，随后也迈着步子走了上去。夏总，夏夫人。安保面无表情地开口。而此时夏明长夫妻感觉到周围人的是视线，脸颊只觉得火辣辣的疼。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待遇，被林氏晚宴赶出去，这是多么丢人的事。以后他们在圈子里以后的都恐怕抬不起头来了。更不用说夏锦州四兄弟，两个已经是事业有成，是圈子里的佼佼者，双胞胎兄弟也是无论到哪里都是焦点，从小到大四个人就是被人瞩目的存在，本身就无比骄傲，也从没受过今天这样的气。现在还落得个被林家赶出宴会的下场，让他们都有些抬不起头来。当然其他人议论的更多的还是刚刚夏优骂夏星假千金的话。难道夏星真不是夏家亲生的？听到周围怀疑的目光，夏星满脸都是不安和惶恐。最后是夏家兄弟把夏星护着离开的，你该让我好好骂他们一顿。林思义冷哼了一声，如果不是为了气他们一顿，我根本不会给夏家送请帖。林思义是知道夏优的过往的，也知道夏家对他做的事，所以今日他本身就有故意为难夏家，让夏家难堪的意思。但没想到夏家不但自己撞上了枪口，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过分。这一家子可真不是东西。林思义都为夏优感到愤怒，但更多的是心疼。明明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在他们面前，
可他们却只会质疑和诋毁他，反而对他们的那个蠢货养女宝贝的不得了，即便是有感情也没这样偏心眼的。真难想象这时候为人父母能做得出来的。还有夏家的那几个儿子也是一个德行，明明夏优才是受委屈的那个，才是应该得到爱护的那个孩子。林思义忽然之间庆幸自己没有结婚生子，否则他真担心自己成为夏夫人那样的母亲。但现在白得到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又让他觉得幸运。夏优唇角微扬了扬，您骂他们可没我骂的凶。这点林思义承认，笑道，这倒是没错。夏优骂起人来那叫一个六亲不认，不过今天也给您添麻烦了，让今晚多了一场闹剧。夏优抱歉地说。林思义拍了拍夏优的手，你是我女儿，有什么麻不麻烦？本来我今天就打算给他们个教训。夏优心中一暖，也浅浅笑了起来。我只觉得太便宜他们了，毕竟他们，林思义声音都冷了几分，想到他们对夏优做的，就恨不得让他们立刻受到该有的惩罚。夏优眉梢微挑，不急，他们欠下的债总要还的，夏家欠夏优的他都要拿回来，只是不急于这一时，要让他们彻底受到惩罚付出代价，也需要足够的证据。只是不过他想要的，他们所承受的惩罚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以前夏家之所以那么护着夏欣，那是因为夏欣表现出来的乖巧懂事善良，从小有着优渥出身的千金小公主，在名媛教育之下，更是让身边所有人都赞叹喜欢的存在。这让有着4个儿子的家庭的夏家自然对夏欣宠爱不已。可如果这个他们所以为的善良懂事可爱的小公主，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并且让他们夏家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且让他们夏家丢人了呢？他倒是想知道夏欣以后在夏家的处境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还会像之前那样宠爱夏欣吗？夏优跟着林思义来到了宴会的后方，此时陆老爷子正在和林老太太寒暄。妈，小优来了。林思义笑着把夏优带了过去。林老太太一见到夏优，脸上立马就溢开了笑意。小优，老太太满脸都是慈祥，快过来让我看看。今天的林老太太可以说是容光焕发，比起上次夏优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天壤之别。只不过上一次见到夏优，夏优对老太太来说只是医生和救命恩人，但现在对夏优明显多了一丝亲昵和亲热，毕竟今天是外孙女了。夏优微微一笑，您别动，我给您复诊一下。林老太太也乖乖地坐好，周围林家的人都抿嘴不让自己笑出声。平时在家里，老太太可没这么听话，因为病好了的原因，天天可闹腾了，怎么劝都劝不听。这下可好，夏优让她别动，老太太还听话了。夏优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老太太的身体，张嘴，舌头伸出来，好，眼睛，手指在她的颈下和脖子后面的地方探了一番，然后才搭在了她的脉象上。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都等着夏优复诊结束。经过上次夏优在林家露那一手，现在在夏优看诊的时候，他们都会保持安静。陆老爷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片刻后，夏优站了起来，恢复得很好，但是最近应该运动量有点过大了，可以减少一点活动量，多休息。林思义笑，我都说了，让您按照小优说的做适量活动，你还每天早晚都去跳广场舞呢。这话说的林老太太倒是不好意思了，就跟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被老师听到了似的，尴尬的咳了一声，知道了，我后面会注意的。陆老爷子淡淡道，夏优，为什么你给他看病还要复诊？给我这个老头子就只扎了1针啊。听起来陆老爷子话里有点酸味儿，他俩都是夏优手下的病人，但林老太太不但有诊治，还有复诊，而对他这个老头，夏优到现在却连问都没问。陆老爷子觉得不舒坦了。林老太太看了一眼陆老爷子，刚刚说话还好好的呢，怎么陆老爷子现在还吃上醋了？老太太是我的病人，我当然要复诊。夏优解释。陆老爷子双手拄着龙头拐杖，沉声道，丫头啊，要你治病需要什么条件？林思义和林老太太相视了一眼，也都没接话。不过林思义一招呼了一下林家其他的人去应酬。夏优唇角勾了勾，回答陆老爷子的话，钱以及看我心情。对于夏优的回答，陆老爷子点了点头。在刚刚和林老太太的聊天中，他也知道了原来老太太的病其实也是夏优治好的。要知道林老太太的病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不治之症，甚至连病的名字都没人知道，可现在却这么轻松就被医治好了。现在就连医学界都在查夏优消息，只不过林家将夏优的消息给封锁了。如果不是他亲自来一趟和林老太太聊天，恐怕也不会知道传到京城里的那位医治好了林家老太太的神医，没想到竟然就是给救了自己一命的女孩。而看到夏优一过来就对林老太太嘘寒问暖还复诊的，明明老爷子也被夏优看过病，但夏优却对他不闻不问的，导致他心里也不那么舒服了。加上这么多年
夏优也是唯一一个能在不吃药的情况下让那个他缓解发病的医生，所以他才有此疑问。而夏优看病，除了心情的影响之外，对方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无论是什么，都要付出代价。这也是医门的规矩。医门所习的医术不是纯粹的传统医术，传承以及对医者本人的要求极高。医者的一个行为便能够逆天改命，从阎王手中夺人。医死人，生白骨。而医门中人大多长寿，身体也比普通人更加干净纯粹，更能力驱除世间所产生的杂质，所以他们信天道，但也能逆天道，也认为气运乃天成。对于病人来说，毫无代价便重获新生，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坏了自己和医者的气运。所以医门自古以来便有这种病人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可医治的规矩。而现代的这些医生，病人本身就是需付出代价，且治病大多是模式化、固定的病症、固定的治疗方式，对医生本身的要求不高，只需要规范化的学习就能够做到。所以医院里的医生们和他们医门里的人本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代价当然最直接简单的就是钱。林思义微笑着为夏优说话，陆叔叔，小优有小优治病的规矩，这我们也是不干涉的。自从林老太太的病好之后，打听夏优的人可太多了。说实话，找夏优治病的人都在排队。林思义也没透露关于夏优的消息，只知道林家有这个渠道，连带着林家也再次跟着夏优沾了沾光。而林思义也从不干涉夏优是否治病，一切都看他自己的意愿。夏优也笑着点了下头。就在这个时候，清朗好听嘹亮的男人声音穿了进来，钱我出，妹妹要多少随便开价。陆思彻也缓缓走了过来，穿着西裤的大长腿在陆思彻身上有种独有的魅力，分明是玩世不恭的样子，却有一种 A 的过于炸裂的荷尔蒙。他嘴角噙着笑意，目光看着的却是夏优。陆老爷子皱眉，这小子今天怎么跟孔雀开屏似的？陆思彻妹妹两个字咬得让夏优嘴角微微抽了抽。他怎么觉得陆思彻喊妹妹这两个字的时候都有些刻意的成分。老爷子忽然站了起来，思义啊，带我去那边走走吧，坐久了还怪不舒服的。林老太太也站了起来，正好我也该走动一下了。林思义哪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立马笑着带着他们去另一边走动了。他们离开后，这里就只剩下了陆思彻和夏优。夏优目光毫不掩饰的上下欣赏了一下陆思彻的身体，虽然陆思彻看着像个纨绔二世祖，但其实夏优发现，无论是陆思彻的行走站坐、身躯和体态都是板正的，就连那种鼓痞劲儿也丝毫不影响他那体态扑面来的属于男人的阳刚硬朗。钱随便我开。陆思彻眼里泛起一丝衣色，故意凑近了夏优，嘴角挂起邪似的弧度。当然，你要是对我身体很满意的话，我也可以用身体当做报答。虽然夏优打量他身体的眼神没有欲望，但这种眼神却让他浑身火热。他是男人，还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当然知道自己的那种火热是什么。而他也能看出来，夏优的眼神里分明是对自己的身体的满意，因为这样的眼神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赤裸裸的每次见面都喜欢打量他身体的眼神，让他竟然还有些喜欢，不像其他的女人，那种眼神让他厌恶。而夏优也是唯一一个这么光明正大、眼神赤裸的。陆思彻的声音像是勾人的妖精，蛊惑的夏优的耳根都有些痒痒的。他眼神更赤裸地扫描着陆思彻的身体，如果眼神能开车的话，这时候夏优的眼神已经撵上了高速公路。你眼神故意落在他的胯间。陆思彻眉梢轻挑，等着他后面的话。想的倒是挺美。夏优语带嫌弃。陆思彻脸色僵住，眼睛也危险地眯了起来，喉咙里一字一句吐出他的名字夏优。在夏优看起来，现在的陆思彻就像是被他踹了一脚的小狗，冲着他汪汪叫一样。夏优唇角也牵了牵。另一边，厉成在应酬的时候，目光却瞥向了夏优和陆思彻两人所在的位置，看到两人相谈甚欢，镜片下的眸子也凉了几分。对面的人打趣，看来厉少这次难得的心动，怕是要让人捷足先登了。厉成从容的淡淡笑道，游戏才刚刚开始，还没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花落谁家。而厉成这话却让对面的人有些意外。他和厉成认识多年，厉成其实很少活动在是富二代圈子里，但谁都知道厉成，就像所有人虽然没怎么见到过陆思彻，但却知道陆思彻一样。豪门也是分档次的，一般的富二代跟陆思彻和厉成这种京城扎根，而且是以家族代代传承下来的世家，是完全不在一个台阶上的。他们才是真正金字塔顶尖的人物，而且他们往往跟京城政坛或者军方有着一些紧密的联系，也只有他们才足以称之为真正的贵公子。厉成因为接管家族企业而活动在了 Z 市，斯文俊雅，帅气多金，想要爬上厉成床上的女人不甚其多，可厉成却从未表露对哪个女生有兴趣过，这一点
倒是跟陆少差不多，只是陆少行事太狠，大多数的人是怕陆少的。相比之下，历程就要儒雅许多了。虽然他们知道这种儒雅里实际上是一种不外露的狠，可也比陆少好说话太多。看来厉少这一次是认真了。男人谈笑着，半开玩笑地说。历程没说什么，只是看着远处夏幽和陆思彻所在的方向，意味深长地轻抿了一口红酒。而此时宴会里的这些千金小姐们，大多人的目光都忍不住地往历程和陆思彻的方向瞟。毕竟这两个男人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都是截然不一样的风格，可都是秒杀所有男明星的英俊和帅气。不，应该说只是在气质上就远不是那些男明星能比的。可惜这两个男人，一个如黄泉荆棘般危险又致命，而另一个则如高岭之花，只可远观，高不可攀。此时被赶出宴会酒店的夏家一家人，每个人的脸色都阴沉无比。夏明常也是少见的对这个养女发了脾气。平时爸妈是怎么教你的？怎么连一点眼力见都没有？知道我们有多丢脸吗？夏夫人想到自己以后跟其他阔太太们打牌，估计都要矮人一截了，脸色也不太好看。本来是习惯性的想帮夏欣说话，但这个时候也都没帮她说话了。而且夏欣刚刚最后说的那句话也的确刺到她了，养女就不是女儿，还骂夏幽是假千金。可夏欣自己也是他们夏家的养女啊。这话不仅仅是让夏夫人心里不舒服，让夏家所有人心里都不舒服。四兄弟也没有说话，脸色都有些沉了，仿佛他们都没想到夏欣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再加上他们进这场晚宴就多花了300万，现在不但300万打了水漂，还落得个被赶出来的下场。夏欣抱着夏夫人的胳膊，委屈地哭诉着：“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她那样喊着别人妈妈，为妈妈感到难过。明明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现在却为了攀附更有钱的林家都不认你们，我才那么生气的。”听到夏欣的话，夏夫人也心软了。小欣是冲动了点，但你也知道小欣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夏明常怒道：“你还好意思说？还不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一点都没眼力见。”夏欣轻咬着下唇，可怜地看向了4个哥哥。夏之文叹了口气，摸了摸是夏欣的头，知道错了就好了。夏叔，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小欣，如果不是因为夏幽，妹妹也不会这样。谁知道夏幽竟然能成为林氏千金啊？夏木点头：“是啊，爸。也不知道夏幽用了什么手段，估计赶我们出来也是他故意让林总这么干的，就是恶意报复。”闻言，一家人也都沉默了。他们的确更想知道夏幽到底怎么会成为林氏的千金，这一切简直让他们到现在都还觉得难以置信。夏锦州沉声道：“得罪了林氏，以后恐怕……”夏明常脸色沉郁，别说得罪林氏了，我看今晚在场的人以后都要戴有色眼镜看我们了。夏欣根本不敢说话。先回去吧。夏锦州率先上了车，一家人也都前后上了车，驱车回家。都被赶出来了，他们总不能一直站在酒店门口吹风。夏欣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虽然刚刚他也得到了安慰，心里稍稍放心了点，可从上车到回去的路上都没有人再跟他说话。夏欣心中忐忑，心里更是恨不得夏幽去死。如果不是他的话，今天他根本不会这么丢脸。夏家的离开也无疑引起了宴会内一阵议论热潮，说不定林氏千金说夏家那位假千金是真的，看那位夏小姐跟4个哥哥可是一点的都不像。林氏千金不可能说的假话吧？听他骂夏欣假千金的时候，你们没看夏欣脸都绿了。这么说的话，我2年前也听过一点小道消息，说其实夏家还有个亲女儿，但夏家还就喜欢这个养女，所以没让那个亲女儿见人。不是吧？这么狗血？等等，林氏千金也姓夏，她该不会才是夏家的亲女儿吧？不然夏欣怎么死咬着林氏千金不放？怎么可能？要真是他们亲女儿，这么优秀的女儿早就认了吧？除非他们脑子有病。就是俩人放在一起，气质也差太多了。林氏千金才是真正的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千金样子。今天天气不错呀。夏幽转了话题，虽然现在是夜晚，而且是室外宴会的场地，只能看到漫天的人造灯光，陆思彻却还沉浸在刚刚夏幽对他的调戏里。先回到我刚刚的话，你是对你看到的有什么不满意吗？他压着的声音带着几分危险。夏幽，我也没看到什么呀。陆思彻唇角咧了咧，眉眼染上了几分桀骜的放浪。如果你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话里有话，一股野性的暧昧扑面而来。不得不说，这样的陆思彻简直像是行走的催情药，轻而易举的就容易让人被他所勾引。夏幽蹙眉，我正儿八经中医，你在说什么呢？这假模假样的样子，却是让陆思彻嘴角弧度更深了几分。夏幽撩了就跑，是不对的。他一字一句轻声说，气息落在他的耳边，目光也深深的凝视着他。夏幽轻咳了一声，机智的转移了话题，
你爷爷的病不好治。虽然他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但莫名的脸也有了点燥热感。虽然知道夏优是故意转移话题，但关于陆老爷子的病，陆思彻是很重视的。条件你开。陆思彻看着他，那目光里似乎多了一种别的东西。只要你能治他的病。夏优看着前方，准备5000万吧，我会考虑的。陆思彻笑了笑，虽然听起来夏优没答应，但实际上已经答应了。此时宴会内的舞乐已经响起，大家也都已经进了舞池里翩翩起舞。就在这个时候，厉成向着夏优走了过来，他绅士的弯腰微笑，美丽的公主，我能邀请你一同跳舞吗？陆思彻周身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目光淡冷的看向了厉成。夏优礼貌的笑笑，我不会。厉成抬眸，镜片之下的那双眼睛笑起儒雅温和，没关系，我教你。温柔耐心的话让人难以拒绝。夏优本来也难得的对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有好感，出于礼貌也就不拒绝了，所以他轻点了一下头，抬起手，而他正要搭上厉成的手，就被另一只手捉住了。陆思彻冲着厉成微笑，不好意思，所谓先来后到，要跳舞也应该是我先才对。厉少，你说是吗？厉成也看向了陆思彻，勾唇，的确凡事有先来后到，但陆少也应该明白，人该有礼义廉耻。不温不火的回对，实际上却是一种对陆思彻挑衅的嚣张。陆思彻的微笑渐渐敛去，两个人看似平静的目光也泛着针锋相对的火花。而厉成说出这句话后，夏优这才觉得厉成其实也是个狠人，毕竟陆思彻这样的人，一般人也没这个胆子这么挑衅。陆思彻手腕的力量抓得夏优还一时动不了。一段时间不见，厉少说话可比从前难听了不少。陆思彻凉凉开口。厉成微笑，比起陆少，我还是自愧不如。吴秘书过去在林思义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林思义这才看了一眼陆思彻和厉成所在的方向，他眼睛亮了亮。这种场面，他摸出了手机，赶紧把这难得的一幕拍了下来。吴秘书，他那雷厉风行、霸道严肃林总呢？夏优把手用力抽了出来，看了他俩一眼，要不你俩去跳吧。说完，他提着裙子转身就走了。有病！这俩人不对付，把他夹在中间干什么？陆思彻放下手，看向夏优离开的方向，嘴角轻挽，口吻带着一种充满占有欲的宠溺。我这妹妹性格就这样。厉成清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深邃的眉眼也染着几分凉意，都没什么血缘关系，就别攀亲戚了吧。不难看出，夏优其实林思义收养的女儿，但这不重要，只要他承认并公开了夏优是林氏千金，那么夏优就是林氏千金，是他的女儿。所以夏优和陆思彻根本没有血缘关系。陆思彻嘴角的弧度敛了起来，面无表情的冷声沉沉的警告，别打他主意。可对厉成来说，这句话却并没有神威胁效果。他目光看向陆思彻，唇角浅浅的牵了牵，凭什么？陆思彻眸光冷凛，周身的那股气场也发生了变化。夏优离开后，被林家的人亲戚们拥了过去，在林家一众同辈们的崇拜和热情中，度过了这场晚宴最后的时光。而林氏千金夏优也真正通过这一场晚宴成为了豪门新贵。同时，夏家的一场闹剧也成为了圈子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关于夏兴是夏家假千金，是养女的八卦也在圈子里传了出来，但夏家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发声明。而夏兴一旦看到有这种帖子或者讨论，就立刻举报，让人去删掉。他才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假千金，知道他真正的父母是赵家夫妻那样的土包子。夏锦州也发动了自己所有资源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夏优是如何成为林家的女儿的。但不管他怎么查，都查不出什么来。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去了林家。夏锦州沉声道，那他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林思义？夏志文摇头，我也很奇怪，入狱之前那3年，他可一直在我们家，一切活动轨迹我们都很清楚，他连活动都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席过，怎么会认识这些人？他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而且出狱接他的人就是林总的秘书，也是昨天的晚宴他才认出吴秘书，才知道夏优那天出狱的时候就是林家去接的他。兄弟俩怎么都想不通，夏优坐牢这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晚宴那天晚上的夏优太过耀眼，这种耀眼让他们心里都升起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甚至还有种心理不平衡，就好像那本该是属于他们的，现在却是别人的。以前他们的目光总是在夏兴身上，从来没有注意过夏优，也因为从前的夏优一点都不惹人注目，所以即便夏优是他们亲妹妹，回到了夏家，他们也丝毫没有在她身上停留过目光。但现在的她，即便是他们也忍不住会被她所绽放出的光芒所吸引。如果他没有刻意针对他们夏家和小新的话，也许以后注意点他的情况，我怕他会针对报复我们夏家和小新。夏锦州淡淡道，经过昨晚的事情，
恐怕圈子里的其他家族会因为林家而疏远我们了。夏之文心不在焉的点点头，夏之文其实想说，他觉得小新最后骂下优假千金的时候，让他听着实在是不舒服，但是想了想又没说，毕竟小新是自己最疼的妹妹，他们4个兄弟从小就发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会好好保护这个妹妹的。而这一场林氏所举办的晚宴，虽然是上流社会圈子里的宴会，但也是有些消息流出来的，尤其是关于林氏千金美貌和林家对她的宠爱，以及夏家被因为夏家千金而被哀林氏晚宴赶出去的消息，都已经出圈的小范围传播。不过夏家4兄弟有手段，封锁了不少关于夏家的负面消息。大小姐，关于赵家，这是他们最近去的地方和接触的人。吴秘书把资料送来的时候，夏优正在看都市传说的剧本，虽然戏份不多，但毕竟是挣钱的活儿，他对待挣钱的事情一向都比较认真。他放下剧本，把吴秘书递来的 tag 上面的资料翻看了一眼，看到上面赵家所接触的对象和做的事情，他嘴角勾了勾，再给他们透露几个夏星经常去的地方，还有夏锦州4兄弟也别放过，好兄妹就应该一起面对。吴秘书点点头，好像对做这种事很有兴趣。好嘞，赵坤的债主可以让他们逼得狠点。夏优云淡风轻地说着，一边继续翻起了剧本。是。吴秘书继续说，对了，关于入学的事情，校方那边在询问您什么时候入学。夏优，暂时不急，再说吧。吴秘书，好。接下来夏优抽时间去医院再次看了看陈欢，并按照疗程为陈欢施针治疗。经过这次治疗，陈欢虽然还是没有清醒，但是脸色却比之前看着稍微好了一些，已经有了气色了。我还会再来的。他看着床上的陈欢轻声道。说完，转身离开病房走出医院的时候，却意外见到了拎着自己儿子来医院的陈芬。你这小子又跟人打架，你看你伤成这样，妈妈多心疼啊。黄毛少年一脸不耐烦，死老太婆一天啰啰嗦嗦烦死了，能不能闭嘴啊？陈芬却不生气，你这孩子，妈妈这不是心疼你吗？跟着在后面的中年男人也说，儿子说的对，你就是啰嗦，男孩子打架有什么，这才是爷们。这时候的陈芬眼尖的跟什么似的，一下就看到了夏优，立马就朝着夏优跑了过来。你给我站住！夏优还没走2步就被陈芬蹒跚的身躯给挡住了去路。陈芬上下打量着夏优，你最近做什么去了？穿得这么好。正好，你弟弟要看病，去把你弟弟医药费给付了。夏优唇角冷冷咧了咧，关我屁事！转身就走。陈芬脸色难看，你站住！夏优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医药费是吧？找你亲女儿报销啊？那可是你亲生的，肯定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弟弟受苦的。他在夏家那么受宠，随便说说好话，让你去夏家当个保姆，都比你现在挣钱多好几倍吧。别说钱了，夏星认识的白富美那么多，没准连你儿子的婚姻大事都解决了呢。陈芬一边思索一边说，那是当然。不过很快他想起了自己现在要做的事，你现在先给小阔把医药费给了。赶紧的。夏优蹙眉，什么品种的垃圾分类，还真分一家去了。虽然陈芬听不懂，但知道夏优在骂人。好啊，你还敢骂我？但夏优说完那句就继续走了。陈芬想追上去，可夏优已经进了电梯，他墨镜一戴，挥手拜拜。陈芬气得破口大骂，你这个小贱人，你别忘了是谁养活的你，翅膀硬了是吧？我亲女儿可比你强多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等着，等我亲女儿继承夏家的资产，你可一星半点都没有。黄毛少年冷哼了一声，这个赔钱货现在可真是蹬鼻子上脸了。亏我当年知道他是豪门千金的时候还讨好了他一下呢，谁知道夏家对他连狗都不如呢。赵坤啐了一句，讨好他有个屁用，他又不是你亲生的。好在你亲姐姐现在被他们当个宝似的，这些有钱人傻，竟然对假女儿还这么好。不过这个死丫头说的也对，你亲姐姐认识那么多白富美，你多讨好她一点，到时候让她给你介绍个女朋友。黄毛少年也嘿嘿笑了起来，放心吧爸，我这么帅。夏优懒得跟这家人纠缠，主要是这里人多，他真怕自己会忍不住动手。既然赵家非要找自己麻烦，那他也只有转移到夏星身上了，毕竟这是他应得的，多一分都是夏优曾经替他承受的。离开医院之后，夏优才去见了一直想见他的何方，也就是网络上最近名声大噪，明摆着夏场卫和夏家作对的何方大律师。何方是半年前出狱的，因为过失犯罪而入狱，所以曾经的业内大佬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3年。但如今他已经重新执照，也重新回到了行业内。诺，去找他，他会给你安排的。夏优递给何方一张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坐在夏优对面的何方穿着一身正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帅气算不上，但却很是清秀的一个年轻男人。不过因为气质的加成，
让他整个人也有一股别样的帅气。他接过夏优手里的名片，江城，念了一下这个名字，嘴角勾了勾，排在我前面，你先见的人是他。夏优不置可否，拿起奶茶喝了一口，他知道怎么安排，我的资产都在他手里，跟着他你才有工资拿。何方把名片收了起来，你还挺信任他。夏优，这不是有你吗？正好要是他公款私用的话，你能给我告诉他。何方，好家伙，这形成了闭环了是吧？何方从文件袋里拿出了一叠资料，这是我这段时间调查到的一些东西。何方，夏家四兄弟这些年为了维护夏星做的一些霸凌事件，还有陈欢被推下楼事件相关的一些资料，但资料很少，也不全。陈欢出事后，夏家为了抹去夏星的痕迹，花了不少功夫。夏优一边看，何方一边说，那个地方是监控死角，唯一的人证只有陈欢，其他的人都是被买通的人证，因为你正好经过了那个地方，所以故意把矛头指向了你，所以这个案子要翻还有点困难。何方皱眉，说不定可以从陈欢以前的同学入手，调查夏星的动机。夏优知道，虽然何方查到的资料就这么一点，但其实他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因为夏锦州和夏之文将这件事的确抹得很干净，所以现在的话，要么让他们自爆，要么陈欢醒来。夏优淡淡道。何方点了点头，目前是这样。夏优眉梢挑了一下，我知道了。对了，夏之文联系过我。何方笑了一下，你猜猜他找我做什么？夏优没猜的想法，喝了口奶茶，看向了奶茶店外面陆陆续续的说笑着走过的大学生们。他问我是不是跟陆思彻有关系，还问我是不是曾经业内的那位何方。何方主动坦白了，他算是知道夏优毫无兴趣跟他玩猜猜看的游戏。说起来，以前我没坐牢的时候，夏之文曾经还想拜在我的名下，成为他业内的人脉呢。何方这句话说的玩味，没想到短短几年，他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大律了。你这个二哥这么年轻，如果不是招惹上你的话，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夏优嘴角弯了弯，不置可否。夏家四个兄弟的确基因优良，每个人都有极具天赋的地方。夏锦州是学霸，15岁的时候就考上了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回到家族继承家业，这在全国内的同龄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夏之文同样毕业于一流的政法大学，高材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功成名就，依靠夏家和夏锦州的人脉，迅速跻身业内翘楚，官司胜率高达 96%。夏树夏木也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闪闪发光。不过夏优知道，这4个人的名气也有一些营销的成分。4个人有实力不假，但实际上也并那么名副其实。夏星为了抬高自己，所以这几年4个哥哥买了不少营销通稿。毕竟4个哥哥吹捧的越高，那么对他而言也就越发有利，他团宠小公主的含金量也就越高，羡慕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我跟他最大的不同是，我当年是过失犯罪，而他是知法犯法。何方声音冷了下来，律师界不能容下这种渣子。也正是因为是过失犯罪，所以何方还能重新能当律师。他本身也是为了正义而过失犯下错误，被人算计送进了监狱。夏优抿了口奶茶，淡淡道，的确是渣子，不过渣子不止他一个，只是进监狱也太便宜他们了。他看着夏优，他不知道夏优想做什么，不过看起来只是进监狱的话，的确太便宜这些人了。他笑了笑，故意问，从现在开始我可以算是你的人了吗？以后再被人问起，我能说我是林氏千金夏优的私人律师顾问吗？夏优咬了一下奶茶吸管，看向何方，眼神上下瞄了瞄，和他都老大不小了，名分就看得这么重要。何方他就随便问问逗逗夏优，倒也不是那意思。这话怎么问得那么奇怪？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认识夏优之后，他还就挺喜欢得到夏优的承认和认可。这或许是源于夏优本身的一种人格魅力。就像当初在监狱里，明明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在很多监狱犯人的眼里，她甚至应该算是最轻而易举被猎杀的猎物，可她却能成为那些最难搞定的犯人们的镇定剂，甚至让他们望而生畏。毕竟她在监狱里的手段可比在外面很多了。很快都市传说剧组开机了，夏优也进组把自己的戏份给拍了。他的戏份少，几乎都是一遍过，所以拍摄结束的时间也很快。结束之后，导演立马上前对夏优发起了下一部戏的邀约。这样漂亮又演技好，而且还没什么架子的新人演员，简直可以说万里挑一。而且夏优身上有种其他所有女演员都没有的气质，一旦上大荧幕，她预感一定爆火。所以他已经拍了许多关于夏优的花絮和物料。但同时，导演和剧组的各大平台账号评论区几乎都是抵制夏优和抵制这部戏的。而且随着夏优进组的消息传出，愈演愈烈。
虽然夏锦州和夏星以及夏家的负面舆论并没有消失，但并不影响夏星的粉丝们对夏优和剧组的谩骂。就连夏优杀青当日都遭到了黑粉的攻击。夏优刚走出剧组就被迎面砸来了一个鸡蛋。你这个抢戏卡，不要脸的贱人，抢了夏星的角色，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夏优的额头被砸出了血，吓得周围的人都发出了惊叫声。你去死吧，你这个靠男人包养上位的贱货。黑粉还在骂。夏优摸了摸额头，看了眼手上血，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拿起手机报警。110吗？这里有人恶意伤人。报完警之后，夏优又拍了张那个叫嚣着黑粉照片，淡定的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平静地看了一眼那个叫嚣着的女人，当作没事发生一样上了车驱车离开了。但这件事却迅速爬上了热搜。同一时间，何方大律师的官博贴出了律师函，而攻击夏优的黑粉也已经被抓。网上的风向也是两边倒，都来当演员了还这么玻璃心，不就是被骂几句吗？至于吗？这胡咖哪来的公主病？还告粉？何方大律师为什么要帮夏优站台啊？他什么人啊？没人注意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我笑了，抢戏咖果然戏多，讨厌你的人那么多，你告得完吗？但同时也有不少网友们纷纷站在了夏优这边，有的人三观给狗吃了，别人打你报警不？评论区震碎我三观，这就是夏星的脑残粉。夏优姐姐帅惨，我就喜欢这样干脆利落的。告他妈的牢底坐穿！谁还在说夏优是被包养的？有证据吗？张嘴就是造谣。我说我是爹，你怎么不承认？我听说夏家前段时间参加一场晚宴，因为夏星被赶出来了，还有人说夏星是假千金，没人吃这个瓜吗？对，我也听说了。姐妹你号要没了，上个发这个瓜的人已经被炸号了。我看这个黑粉就是夏星指使的吧？大小姐还没真正出道呢，就已经把自己当大咖了。夏优在家里制药的时候，打开手机就看到了无数条消息涌入，但他最热闹的却是他是评论区里点赞最高的几条。第一是夏星的留言：夏家星宝，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要有点善心比较好。这条评论收获无数赞，评论后面全是对夏星的吹捧。人美心善小公主就是我们星宝了，公主什么时候真正出道当大明星啊？有钱有颜的千金心善小公主，我真是爱死了。可恶，明明我们星宝去试戏是给他们剧组一个爆火的机会，他们都不珍惜，却用了这种恶心的坏女人，活该呼穿地心。点赞第二的是夏之文的留言，适可而止。下面的评论则全部都是迷妹们和夏星的疯狂的粉丝。二哥你来了，二哥你要保护好公主好吗？不能让公主受委屈，也不能让公主的粉丝受委屈。哎呀，大型护妹现场，兄妹请我磕死了。有二哥在我就心安了，谁都不能欺负我们的星宝。呜，大哥夏锦州和三哥夏树，四哥夏木怎么还不来啊？夏优才刚刷新一下，评论又瞬间爆了。原来他被买了热搜，难怪评论区越来越热闹。夏优抽空在评论区先回复了一下点赞量最高的夏星，塑料袋呢这么能装？然后往下滑到夏之文的留言，回复不把你当人，你还真不说人话了。回复完之后，夏优才改了个签名，上合国际夏家人与狗不得随地大小便。这样也不会误伤自己了。在夏优回复完这兄妹俩和改完这个签名之后，立马又再次火了。他好会骂，夏星塑料袋，上合集团夏家人与狗不得随地大小便，等等好几个词条都纷纷冲上了热搜，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好几位平时不怎么露面的低调白富美千金和二代公子纷纷点赞了夏优的签名和他的回复。这些都是平时再低调不过的豪门富家小姐少爷们啊。虽然他们平时的账号不怎么用，但并不影响网友们扒出他们的身家背景。光是偶尔发的一张生活照，那都是富得难以想象的存在。但现在这些名媛们竟然都在点赞夏优的签名，这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吗？夏优到底什么身家背景啊？竟然人脉这样牛逼吗？而这些名媛千金和少爷们，那都是极少露面的。即便是在某些星光璀璨的场合里，这些千金少爷们都是作为极更为尊贵的嘉宾和客人们出现。虽然普通网友们不了解上流圈子，但也知道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重量级人物，明星在他们的眼中都不过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作为千金小公主的夏星备受追捧。但这些千金少爷们平时可都不怎么活跃的，连动态都极少发，现在却都出来为夏优点赞了，这让大家不禁都纷纷开始猜测夏优有什么样的身家背景了。虽然夏优也姓夏，但因为抢戏和夏星的矛盾缘故，大家都没有联想到夏优和夏家有什么关系。即便有联想的，也因为夏家兄弟对夏优的态度没有了怀疑。毕竟如果真是一家人的话，关系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网络上关于夏优身份的猜测也一下流言四起，夏优不会也是什么千金小姐吧？哈哈，之前骂夏优是什么土包子的黑粉来看看，人家的人脉可比你们的夏星好多了。人家夏优可是低调的隐藏大小姐，哪里像这位夏家的公主，哪里都有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同样都是姓夏，差距可真大。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营销千金小姐了。夏优以前是我同学，家里穷成那个逼样，还读贵族学校，怎么可能是千金小姐？就是这个夏优的爸妈那德行才恶心，又穷又坏，这种人家的女儿能是什么好人？虽然夏优在上流圈子里已经是名人了，但他们也不会把夏幽灵是千金的身份到处去说，这跟他们的教养有关。当然，别人的事情别人自然有自己的安排，所以他们并不会随意去插手这些网上的争议。但点点赞或者有时候阴阳怪气两句还是可以的。当然，夏优是不知道自己所带来的又一场腥风血雨的，回复完之后就下线了，继续在实验室里制药。现在的他的药在黑市上已经供不应求，已经流通到黑市里的药也已经被拍卖出了更高的价格，这在夏优的意料之中，所以并不意外。即便是在另外一个时空更为发达的平行世界里，他手里的药品同样是千金难买。只不过现在因为头一批的药的药材不是他自己培育的，这个时空的药材已经失去了本身植物的灵气，属于是次品，他自己亲自培育的药材制成的药才是上品。黑市上甚至已经有不少人出高价买他的信息，想要找到他。不过黑市本身就都是假 IP， 用于保护每个买家卖家的身份和真实信息。夏优又在自己上网的时候给自己多套了几层壳，所以除非对方是顶尖的黑客，不然是根本查不到他的真实信息的。一门的继承人也就是一门每一代的家主，而一旦继承这个位置，除了本身就要学习的国学相关的技能之外，还就必须精学许多生存技能，因为可能随便一个技能都能保命，计算机也是其中一项。如果不是顶级黑客，是很难查到他的。只不过夏优不知道的是，当他的药一流入黑市，也被世界医药组织 WMO 注意上了。这种药是黑市上新出现的外伤药，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愈合伤口和组织，并且让人在6个小时内不受伤势影响任意行动，且在6个小时后也没有任何副作用，伤口的恢复也是快得惊人，比世界上任何外科手术都要有效。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拿着那枚药丸，眼里也是不可思议。最开始限量发售了20枚，似乎都被雇佣军团买走了，后来零散出售的也被一些运动员买走了，而现在这些雇佣军团正在大量求购，并且在到处打听卖家的信息。这种药对于常年战斗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神药，也正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之后深深感觉到了这枚药带来的价值，所以现在都在重金求购。自然，当这枚药问世之后，一些国家军方也在密切关注。这枚药物的价值真正被发掘出来的话，那简直能让许多行业都被重新评估。另一位成员也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医药天才，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已经做过这枚药物的拆解了，但就算知道成分和配比，我们也没办法复刻出来。如果能把这样的人才吸纳到我们组织来，对人类来说恐怕会是真正的一大进步。迈尔斯的神情都激动了起来，能让一位被写进教科书以及在各大学校都挂着伟人画像的医药学家都如此激动，足以可见这一枚药对他的震撼。药，陆思彻眉心轻拧了拧，什么意思？陆老爷子缓缓道，是京城那边发来的消息，说你正好没事，让你多关注关注，有时间的话再查一查。陆老爷端起茶水在嘴边吹了吹，军方还是挺重视的。陆思彻勾唇，不在其位还想让我干活，白嫖也不是这样干的。陆老爷子喝了口茶，还不是想让你回去，搁这儿跟你套近乎呢。毕竟京城那帮家伙也就只有你能镇得住。自从陆思彻离开，那帮家伙就跟无主的野狗似的，拴都拴不住。陆思彻不置可否，只是随口问了句，他们查不到吗？陆老爷子淡定回答，查不到。陆思彻皱眉，那我他妈查得到个屁。陆思彻放下原本交叠的二郎腿站了起来，行了，暂时没打算回去，让他们别浪费时间了。陆老爷子眉头也紧紧拢了起来，但也没说什么。陆思彻嘴角忽咧了咧，再说我还得为您老爷子求医呢。说到求医，陆老爷子脑海里也想到了夏优。他不知道陆思彻和夏优之间的交易，但作为病人，还有为了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得了这种病的战友，如果夏优真的能为他诊治并且医治好这种病，那么夏优一定会是军方的大功臣。夏优这丫头啊，我倒是很喜欢。他挑了一下眉，故意说，不过我看喜欢他的人可不少。陆思彻嘴角的笑意也渐渐敛了起来。陆老爷子缓缓说了起来，说起来，历城那小子小时候在京城的时候是不是就经常跟你打架来着？没想到长大了可比小时候沉稳了不少。历城本家也是京城的，
而金圈的这些少爷们小时候也都几乎认识，有的甚至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而陆思彻和历程也是从小认识，但关系不好，从小就打架，装样子罢了。陆思彻淡淡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还不清楚吗？”忽然他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就看到了关于夏优的最新消息推送。他悄悄把夏优的平台账号设了关注，所以任何有关于夏优的消息都会推送到他手机上。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陆思彻皱了皱眉，不过看到夏优改的签名的时候，又突然笑了起来。看到陆思彻笑的那样子，陆老爷子就隐约猜测到了跟谁有关，也摇了摇头笑了笑。他忽然觉得让阿彻留在 Z 城未必不是好事。他还记得3年前见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如从地狱里爬回来一般，整个人都只剩下了半条命，仿佛一半的灵魂都已经留在了地狱里。这次来 Z 城见到他，他才觉得他好像渐渐活了过来。圣都学院作为 Z 城的贵族高校，也是世界知名的商学院，这里几是国内最多富二代聚集的地方。夏星作为学院的风云人物，每次出现都会受到许多学生的瞩目。而夏星在看到网上铺天盖地对夏优身份的臆测，脸都白成了纸。夏星，这个夏优不是我们之前学校里的那个吗？怎么一下这么火了？就是我还听到有人说他其实就是林氏千金，怎么可能啊？这种话也有人信。跟在夏星身边的2个女学生纷纷踩着夏优，她们跟夏星关系好，还是夏星4个哥哥的迷妹，从高中开始就是夏星的跟班了，还在夏星的授意下排挤和欺负过夏优。夏星脸色难看，冷冷道：“我怎么知道？谁知道他怎么骗人家的？这该死的贱人，到底是怎么成为林氏千金的？一个土包子，连自己亲生父母哥哥都不要的下贱货色，又怎么能跟自己相提并论，甚至比他的身份还要高？也不是空穴来风吧？我以前就觉得夏优跟他那父母也不是很像，不会真是被抱错的千金小姐吧？”张妙妙随口猜测，可这话却刺激到了夏星。啪！他一耳光扇在了张妙妙脸上，打得张妙妙莫名其妙，脸上火辣辣的疼。“你打我干嘛呀？”张妙妙带着哭腔。夏星瞪着他：“什么被抱错？他就是个假千金，根本不会有人喜欢他。他那种下贱身份的人，你还真以为他是真千金吗？”张妙妙被骂得抿嘴没有说话。林楠劝说夏星：“妙妙也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夏优那种人肯定不会是什么真正的千金大小姐啊，一副乡巴佬穷酸样。”夏星冷声威胁道：“你们2个别再让我听到这种话，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夏星才转身走向了校门外。此时正是放学的时候，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同校的学生。张妙妙不满地看着夏星的背影，一边哭一边说：“他有什么好拽的？我还听到有人说他才是假千金呢。前几天不是还被林氏晚宴给赶了出来吗？”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女生走了过来，似乎听到了他的话，笑着说：“是不是假千金我不知道，不过他被赶出去我倒是看见了，这么丢脸的事情他还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脸皮还挺厚的。”这个女生说完就走了。夏星虽然在学院里粉丝和追捧者甚多，但对于一些家世更好的千金小姐来说，即便崇拜和喜欢夏星的哥哥们，但对夏星这个人是没什么好感的。学校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夏星，对于这些没有追捧自己的人，夏星一贯也不怎么搭理他们，属于井水不犯河水。毕竟夏星的哥哥们都是宠妹狂魔，都是难惹的角色。那女生走后，2人也相视了一眼。原来夏家被林家晚宴赶出来是真的。夏星不是还有4个哥哥吗？也被赶出来了吗？在他们的认知里，夏星的4个哥哥无所不能，谁都要给几分面子，竟然还真的被赶出来了，这也太掉价了吧。林楠安抚：“好了，夏星本来就忌讳这种事，尤其是讨厌夏优，以后别在他面前提了。”张妙妙撇撇嘴，在别人面前那么装，这些年怎么对我们的？什么夏家小公主，还不都是他自己吹捧出来的？他俩因为跟夏星认识的久，而且因为他俩家世不如夏星，加上夏星很喜欢承诺介绍自己哥哥给他们认识，所以他俩一直都对夏星言听计从。但这些年夏星根本没正式在他的哥哥们面前介绍过他们，只偶尔让他们见了一下，他都根本不让他们主动跟他的哥哥们说话，说他哥哥们都不喜欢主动的女生。到现在他们也没什么幻想了，只是不敢得罪夏星。林楠低声劝说：“好了，别说了，你忘了陈欢吗？”提起陈欢，张妙妙的脸色也变了，她可太知道当年陈欢因为跟夏星作对是什么下场了。后来陈欢突然出事，夏优也紧接着放出消息说休学去国外了，学校也不让谈论这件事。很多人都怀疑夏优跟陈欢的事有关，也有人亲眼看到过夏优经过陈欢摔下去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消息说出国了，但不少人都认为夏优坐牢去了。可他俩知道夏优和陈欢根本就没有矛盾，反而是夏星
引导他们和学校许多人都欺负过陈欢。但事情过去了2年，陈欢的事也被大家遗忘了。夏优的出现也让大家觉得他不像是坐过牢的样子，便没有再提起。尤其是上次有人见过夏优，还说夏优和一位有钱人家的贵公子在吃饭。夏优看起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还一身的名牌，所以他不可能去坐牢了。可陈欢当年所遭遇的对待，还是让现在的他俩心有余悸。破风电竞俱乐部，夏木在打练习赛的时候，被身边的队友叫了一声：“夏木，夏木，你看，这个女孩跟你长得好像啊，好漂亮。”夏木不耐烦地取下耳机，这才看向了队友手机里的照片，顿时脸色一变：“你哪来的照片？”队友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我网上看到的，有人发出来的。”队友手里的那张照片正是夏优，而且看起来像是偷拍的一张的剧照。剧照里的夏优带着淡淡的笑容，像是自带着光环的清冷美人。这该不会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吧？跟你们长得真像。另一个队友走过来：“怎么可能是夏木妹妹？这要是夏木妹妹，我早就让介绍给我认识了好吗？”“滚吧你！要是夏木妹妹，我已经先下手为强了好吧？我就喜欢这一挂。”俩队友吵吵嚷嚷的争着，要是夏木妹妹，谁能抢着去追求？而两人也都没注意到夏木的脸色有些阴沉。“我有妹妹，她能比得上小新。”俩人也没注意到夏木的语气变化，继续半开玩笑的说着：“这不是知道你宝贝你家夏新吗？你们几个宠妹狂魔，谁不知道啊？但说真的，你那妹妹真不是我的菜。你家那妹妹那小公主我可不敢招惹。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妹妹被你们惯得太厉害了。我比较喜欢女神系的。你看这个女孩有没有一种仙女的感觉？”两个队友都是见过夏木的妹妹夏新的，夏新也来过他们俱乐部，玩游戏又菜又总想让他们让着她，不让着她就不高兴，所以俱乐部里夏新的舔狗还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有1-2个很喜欢夏新的，只不过碍于夏家这几个宠妹狂魔的哥哥，也就偃旗息鼓了，没什么想法了。谁愿意一天天的跟几个妹控哥哥们争宠啊？而且这些人还一个个的都不好惹。听着这俩人一个劲儿的夸夏优，而且还想着当他妹夫，夏木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尤其好像在他们的眼里，夏优好像比夏新更让他们喜欢，这更让他心里不平衡了。就看张照片，你们就喜欢上人家了？肤浅！他键盘一摔，站起来往外走了出去。两个队友相视一眼，他们不就开玩笑吗？怎么夏木这么大反应？你俩傻逼啊！这个女生好像跟她妹妹有仇的，因为什么抢戏吧？另一个队友看不下去了，走过来说：“你们这不是上去贴脸开大吗？”两个队友面面相觑，难怪反应这么大，原来是宠妹狂魔综合症发作了呀。夏优忙完之后，才看到手机的转账消息，银行卡到账5000万点00，同时也看到了陆思彻的发来的好几条微信消息。够吗？不够再说。很忙吗？在忙什么？要见一面吗？聊聊老爷子的病情。半个小时后。我是你的小三吗？不敢跟我聊天，怕被你老公逮住。哼，其实我也没有很想你回我消息。活爹，回我一句话要死啊！看到陆思彻发来的未读消息，夏优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家伙是狗吗？在那次剧组试戏吃了顿晚饭过后，陆思彻不知道怎么拿到了他的一些联系方式的，直接就加了他微信好友。从加他之后，时不时就会给他发个消息来刷下存在感。但夏优懒得搭理他，主要是因为他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他一般都懒得回消息，而且他对手机的依赖性也不高，所以看的也不多。他回了个问号过去，正要放下手机，就收到了陆思彻的秒回。你别误会，我没等你回消息。夏优一副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平时看起来不是挺嚣张吗？这装给谁看呢？人呢？陆思彻的消息又发了过来，他唇角勾了勾，然后回了条消息，约个时间。陆思彻秒回，好。夏优放下手机，走到了窗户，撑了个懒腰，看着窗外的一片明朗的晴天，脸上也难得挂起了一丝明媚的笑意。其实这个世界好像也没那么糟糕。陆思彻看着自己和夏优的聊天框，唇角也止不住的往上勾了勾。几天后，或许因为夏优在网络上一些照片出圈，加上剧组颇受好评，以及和热度大的缘故，一下接到了好几个综艺和节目的邀约。不过夏优已经将自己的商务全都交给了江城，所以也就直接让江城那边进行了对接。江城已经用夏优的资产盘活了一家快要倒闭的娱乐公司，并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投资。现在夏优既是这家公司的签约艺人，也是这家公司的幕后 boss。 他们说你当嘉宾就行，林氏大小姐的身份他们可不敢乱来，只是估计想要借一下你的热度，毕竟你现在可算是网络红人了。江城笑着说，这钱应该挺好拿，你去露个面就行。普通网友们不知道夏优的身份，
但这些人娱乐圈的老油条们可是能查得到的，所以邀约夏优的时候也十分客气。而且林思义的那场介绍夏优的晚宴，将他介绍给那些圈内的名流们，本来就有为他铺路的意思。这些名流大佬们手底下或许就有娱乐圈的产业，他们当然也会卖林家的面子，特意打个招呼。更何况以林家对夏优的重视程度，只要他们能讨好这位林家大小姐，那么自然和林家也能拉近一些关系。跟林家拉近关系，那对他们而言也是锦上添花。夏优缓缓走下楼，一边讲电话：“你安排好就行。”说完挂断电话，夏优已经走到了别墅门口。他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然后开车去了景明园。景明园是现在陆老爷子的住所，是一座安静的中式园林庄园。而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占地面积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提前打过招呼，所以夏优的车直接就开了进去。他下车之后就直接进了会客厅。佣人见状连忙过来：“请问您是夏小姐吗？”夏优点头：“他们人呢？”佣人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您来得这么早？老先生在后花园里锻炼呢。您先坐，我去跟他说一声。”夏优也跟着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愣了一下：“时间这么早吗？”他又看了下自己的手表，才发现手表坏掉了。“不用了，那就让老爷子先锻炼吧。”夏优说。佣人点了点头，笑着说：“那您先坐。”夏优嗯了一声：“你们洗手间在哪儿？”佣人指了指楼上，楼上左转您就看到了。房间里面的洗手间今天下水道出了点问题，所以您只能用外的。夏优点了点头，他也没打算去人家房间里上洗手间。他放下东西上了楼，准备去洗手间方便一下，顺便洗个手。按照佣人的指引，他上楼没走2步就看到了一个洗手间。洗手间门是关着的，夏优已经默认里面没有人在，所以直接推开了门。而这一推开门，一股水汽瞬间扑面而来，哗啦啦啦，花洒水流的声音戛然而止。夏优看到赤裸精壮的男人身体的时候也愣住了，对方也没想到夏优会突然冒出来，整个人都怔了一下。夏优眼神几乎是不受控制的看完了眼前的身体，近乎1.9米的身高，8块腹肌，充满了男性荷尔蒙 A 爆了的肌肉曲线，就连身体上的那些旧疤都迸发着属于男人所独有的性张力。在这样的身材面前，那张帅气而棱角分明的脸都仿佛能被忽略。但有一样玩意儿还真不能忽略，是根本忽略不掉。夏优目光毫无准备的往下一扫，我去，这是他不付费就能看的吗？看够了吗？陆思彻的话里带着几分揶揄。夏优脸上也有点尴尬，赶紧转过身：“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里面有人。”“鬼知道里面有人在洗澡啊？怎么有人洗澡还不反锁门呢？”佣人跟他指的时候可没说里面有人。陆思彻也没想到夏优会闯进来，他本来是打算洗完澡去接他的，没想到他竟然提前来了。他平时也不在这个洗手间洗澡，今天因为房间淋浴间的水龙头有点问题，所以才会在外面公用的地方洗。陆思彻在夏优转身的时候就拿起浴巾过围住了下半身。夏优立马开门准备出去，门口外面就传来了佣人的声音：“夏小姐，我看门开着，你在里面吗？”佣人见洗手间的门还吸着个缝隙，所以才在外面问了一声。毕竟夏优是客人，担心客人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听到外面的声音，夏优下意识的就把门给关紧了。“我在。”他立刻说了句。要是佣人进来看到这一幕，或者他出去让人看到陆思彻，怕还以为他是什么偷窥狂魔。他警告的看了陆思彻一眼，示意他噤声。陆思彻好整以暇，挂起一抹似笑非笑。“好的。”佣人说完后也立马下去了。夏优呼出了一口气，准备开门出去，是可身后的气息却朝他包裹了过来，浓郁的男人气息朝他笼罩而来。身后的男人也靠向了他身后，一只手将门给堵住了。即便隔着一层空气，他也能感受到那块燃烧起来的温度，仿佛只要那火源一碰到他，便会如燎原之火，不可遏制地将他燃烧。“你不是很喜欢看我的身体吗？”陆思彻的声音轻轻吐在他的耳边，让他的耳根都痒了起来。“怎么，现在不看了？”陆思彻的声音带着几分刻意的撩拨。夏优现在被夹在门和陆思彻之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你别多想，对我来说，你的身体跟标本没什么区别。毕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身体，他从小到大都看多了，解剖的也不少，所以对他而言根本没什么忌讳的。看活人跟看死人也区别不大，唯一的区别只是有的人身体更好看一点，值得让他多看2眼罢了。所以让夏优对人的裸体也不会产生别的想法，一块有肉的排骨架子罢了。即便是换一个人也是一样的。还有，让开点，是你硌着我了。夏优皱眉，陆思彻眉梢挑了一下，目光下移，眼底暗了暗，该死。夏优感觉陆思彻往后退了一点，
他开门准备出去，外面又响起一阵拖地的声音。夏优的手放在把手，算了，该怎么解释是陆思彻的问题。手一动，准备开门，可他的腰身忽然被掐住，被陆思彻拉了回去。这逼仄的空间里，他都还没反应过来，嘴唇便被一片湿热贴了上来。可那吻住他的男人，从最初的轻轻贴上来的浅长折指，开始变得越来越肆虐。而他想动手，可双手刚动，就是又被他轻而易举地反剪在了身后。夏优自认也是有身手的，而且不差，但在陆思彻面前，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力量悬殊。他的技巧和力量都恰到好处，将他禁锢的让他无法撼动半分。果然如他所料，陆思彻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富家少爷，这种身手和反应速度，那是得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才会有的。他湿发的水滴顺着他的发丝一滴一滴地落到了他的脸上，顺着他的脸颊滑落进了他的锁骨。夏优皱眉，腿已经屈膝顶了上去，而陆思彻似乎早有防备，在夏优发起攻击时已经侧身躲开。他垂着头看着他，缓缓松开禁锢他的手，笑得浪荡又邪肆。一头湿润的头发凌乱的让人浮想联翩。我不是每一次都能有这么好的忍耐力的夏优。陆思彻盯着他，低哑的声音带着一股情欲的味道，不要招惹一个男人的生理极限。你是学医的，难道不知道男人的本质就是禽兽吗？每次夏优用那种赤裸的眼神打量他的时候，那种眼神都让他恨不得一口将他吞进肚子里。即便那眼神没有一个一丝一毫的欲望，可正是这种无欲的清冷，才这么让他着迷。从前他不信一个女人能让一个男人理智全无，也不信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不觉得禁欲是什么难事。当然，也从来没有什么女人能提起他的兴趣。但是自从夏优出在他的目光里，一切都有了例外。他才发现，原来一个男人真的可以不受控制。夏优被吻得嫣红的嘴唇冷冽了脸，你自我认知还挺清晰。虽然空间逼仄，但夏优现在身体自由了，也就有了反抗的能力。夏优出手快准狠，可却难以碰到陆思彻，每次都差之毫厘。突然，夏优脚下一滑，整个身体都往后倒去。陆思彻立刻往前伸手搂住夏优的腰，但这个大动作之下，陆思彻的脚也滑了一跤，眼见要压向夏优，他用尽全力抱着夏优翻转了一下两人的位置。砰！刚回来的陆老爷子一进到会客厅，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声音，立马站了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在楼上拖地的佣人也石化了。少爷，夏小姐。老爷子健步如飞地跑上楼。当他们看到砸在地上的整块门板，以及叠在一起的夏优和只围着重点部位浴巾的陆思彻的时候，俩人都在原地呆住了。陆老爷子脸差点僵住了。这……佣人的嘴巴也震惊的能塞下一个鸡蛋。刚刚他来的时候，洗手间不是只有夏小姐吗？夏优现在几乎整个人扑在了陆思彻身上。谁知他一抬起头就看到了吃瓜的两人。陆思彻有点吃痛，眉头都紧紧拧了一下，但当看到老爷子和女佣的表情的时候，也立马解释，不是，爷爷，您别误会。夏优脸色也有点尴尬，洗手间有点滑。陆老爷子咳了一声，立马转过身去，哎呀，我什么都没看到。这年头年轻人啊，就是不一样，老喽。女佣也赶紧跟着转身走了。少爷，夏小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下楼的时候，陆老爷子还低低的说了声，这门什么质量，怎么这么差？女佣忙不迭的道歉，是，老先生，我马上就让人换了，家里全都换了，多检查一下。是。陆思彻看着下楼的方向，又看了看已经从自己身上爬起来的夏优。夏优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忍不住的踹了地上的陆思彻一脚。陆思彻被踹了一脚也不吭声，就是可怜兮兮的望着夏优，看着还挺委屈。夏优皱眉，男人可真会装。10分钟后，夏优已经坐在了会客厅，而陆思彻也已经换好了一身衣服，坐在了夏优的对面。此时气氛有点诡异。陆思彻摸了摸鼻子，轻掩住唇边微微掀起的弧度。夏优也在纠结要不要解释一下，但看陆老爷子一副眼观鼻鼻关心的样子，好像并没有想知道的样子，所以夏优还是决定不解释了。难道说自己去上洗手间遇到了陆思彻洗澡，自己还把他给看光了？这不能说，要是说了，非要他负责怎么办？陆老先生的病我查过了，目前在现代医学上没有记载。您上次病发的时候，我收集了点样本回去研究。你的病？他微微顿了一下，而陆老爷子和陆思彻都在等着他的后话。夏优唇角咧了咧，我能治。听到他口里的这3个字，陆思彻的神色也变了，眼中也泛起了一丝亮光。陆老爷子也有些激动，真的吗？丫头，你真的能治？夏优点了点头，只不过我需要施针，施针过程可能会有些难受，需要您忍耐。而您也一定要遵从我的医嘱行事，一旦不遵医嘱，我就会停止治疗。
你的病不是一朝一夕能治好的，需要一段时间的疗程，所以治疗期间你需要待在自习室。陆老爷子激动道：你放心，我呀已经退休了，所以我能待这里。夏优轻轻嗯了一声，片刻后才说：这种病应该不止你一个人得吧？陆老爷子和陆思彻相视了一眼，陆老爷子点点头，轻声叹息道：我是幸运的，至少我还活着。夏优也淡淡笑了笑，心中了然，那些不幸运的死得很惨。陆老爷子沉了沉眸，眼里也染上了些许哀伤。夏优能够范围性传播，那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不过这暂时不重要，我先给把你的病治好。他管不了那么多，毕竟他又不是圣人，他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病人治好。医者最忌讳的就是悲天悯人，否则只会将自己画地为牢，难以取舍。而且他也看得出来，这种病有可能关系到什么秘密，毕竟陆老爷子是军人，说不定和军方有什么关系，而这些他们自然也会有忌讳，不见得能对他说。当然他也不想知道。陆思彻眸子深了深，陆老爷子也多看了夏优一眼。夏优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盒子将工具拿了出来，在桌子上一字排开，把窗帘都拉上，施针过程不见光。佣人立马将整个大厅的窗帘全都拉上，整个厅内立马变得黑漆漆的一片。但陆思彻的目光却能清楚地看到夏优的一举一动，也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离开景明园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本来夏优是要自己开车回去，但陆思彻却把夏优直接拐进了自己的车，然后直接打电话喊了个拖车，把夏优开来的车拖回去。夏优，不是，陆思彻是不是有毛病啊？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夏优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被拖走了。如果不是他已经没精气神了，简直当场就想扎陆思彻几针。走吧，活爹，我送你回家。陆思彻笑得灿烂。原本还觉得无语又生气的夏优，听到陆思彻这话，也暂时没了脾气，懒得跟陆思彻这种流氓行为计较了。他今日为陆老爷子看病所用的针法，名为天速九针，而天速九针也是一门传承中最难也是最厉害的一种行针之术，对施针之人本身要求极高，而且极为耗费心力和精神力量。如果是前世的自己倒是没什么影响，但现在的自己这个身体还是差了不少。虽然他在养生，但还是不够，毕竟前世的自己是从小就泡在药池里长大的，而这个身体算是半路出家，所以治疗下来过后，夏优也有些疲乏。陆思彻一边开车一边低声说起了关于这个病的由来。爷爷的病是20年前感染的，和他一样感染的还有他的战友。事实上，每一支派去当地驻扎的部队都会有一部分人得这个病，而得到这个病的人80%都死了，死得十分凄惨，只有一小部分活了下来。但即便是活了下来，也会饱受病痛的折磨，是必须依靠药物才能活下去。而那些死去的人，临死前会变得和野兽一样，撕咬同伴，以同伴的血肉为食，最后发疯了一样的吃自己。他说着说着，发现夏优没什么反应，转过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夏优已经睡着了。他的脸色也不如平时那样红润，甚至有些发白，看上去也很是疲惫。他没再说话，只是安静的开车把夏优送到家。幸好他叫人把他的车拖走了，不然以他的这种状态开车，估计半路都睡着了。他嘴角勾了勾，把他送到了别墅门口，但是他没叫醒他。陆思彻的目光也落在了他身上，看着他的侧脸，不知不觉的就看入了神。中间林思义回来了，意外的看到陆思彻的车停在这里，还诧异了一下，结果看到副驾驶位睡着了的夏优，也了然了。他准备过来说两句，但陆思彻却抬起手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然后眼神示意了一眼夏优。林思义便明白了，他笑着点点头，然后先进了别墅。这栋别墅虽然是林思义送给夏优的，但他偶尔会过来小住一下，因为这里离公司比较近，所以林思义不是很忙就会过歇歇，顺便带点东西来看看夏优。夏优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黑了，而他还在陆思彻的车上，不过休息了一下，他精神会恢复了许多。你怎么不喊我？他揉了揉自己眉心。陆思彻手放车门的边缘，撑着脑袋，眉眼噙着笑看着夏优说，看你睡得挺香，怕吵醒你了你不高兴。夜色下陆思彻的眸子显得分外明亮，那种玩世不恭的肆意里也染上了几分明媚。夏优清醒了一下脑袋，然后推开车门直接下车，习惯性的说了句谢了，但刚说完他就看到了停在家门前的自己开去景明园的那辆车。等等，他谢什么？不是这家伙非要送他回家的吗？不客气。陆思彻声音里含着笑，紧接着便听到了车子发动的声音。夏优眉心轻拢了拢，转身看向那辆黑色轿车离开的方向，脑海里也忽然想到了今天白天发生的事。他不会误会什么了吧？要不要哪天给他解释一下，他其实对他的身体
纯粹是一种出于完美标本的欣赏。而对于那个吻，夏优也没有放在心上。人类的发情跟身体激素的分泌有一定关系，那种场合之下，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垂体后叶激素分泌过于旺盛也正常。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低声思索，看来这个身体还得多养养，这点精神力完全不够用啊。夏优回到别墅的时候，又见到了放着大包小包的沙发以及正在收拾的林思义。见到夏优回来，林思义立马笑着招手：小优你回来了，快来看看，我给你又买了几件衣服，来让我看看合不合适。还有这几个包，你看你喜欢吗？夏优笑：不用试了，您买的我都喜欢。林姨每次过来都会给他买很多衣服，全是一些奢侈品名牌。他出狱后本来也没衣服穿，所以现在身上的衣服都是林姨买的。他好像特别热衷给他买衣服、买饰品、买包包，但夏优不太热衷这些，就只会穿一些衣服。所以林思义现在大多买的都是衣服，恨不得把夏优打扮成个洋娃娃，每天都穿不重样的。林思义笑道：那你也要试试，我就喜欢我的女儿穿得漂漂亮亮的，不用结婚生子就能白得一个这么好的女儿，她简直不要太开心。以后我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家有女儿了，我自己也有一个，还比别人家的女儿都好。林思义满脸都是笑意，认认真真的在给夏优选衣服。夏优也笑了起来，只是此时他仿佛能感受到身体残留的曾经的夏优灵魂的悲凉，而这种悲凉里还有一种淡淡的感激。夏优知道，虽然原主已经死了，但人在死之前，如果心中的怨念过深的话，便会残存一部分的意识在身体当中。对于这个一点，他也无法解释，毕竟自己穿越时空借尸还魂本身也很难解释。当年夏优回到夏家之后，作为亲生父母竟然都没给夏优买过几件衣服。刚开始回到夏家，夏家父母说要给他买衣服的时候，夏欣立马跳了出来，说他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可以给夏优穿。妈，我还有好多衣服没穿过呢，送给夏优穿就好了，这样你们就不用破费了。夏母笑道：我闺女真懂事，夏优啊，小欣的衣服可都是名牌，既然她不穿，你就拿去穿好了。现在知道你衣服多了吧？买那么多还不是压箱底了？现在知道拿出来给人家穿了。夏父一脸的宠溺。于是夏优被接受了夏欣那些不穿的所谓名牌衣服，而夏欣跟扔垃圾一样，把那些衣服都扔给了他，然后转头就又以衣服都给他穿了为由去买新衣服了。可那个时候的夏优常年在赵家和农村养成的朴素气质，根本不适合夏欣的那些衣服。当穿在夏优身上的时候，得到的只是夏家所有人的嘲笑。夏欣，哈哈哈哈，夏优你怎么这些衣服穿到你身上就这么奇怪？要不以后还是让妈妈给你买其他衣服吧。夏锦州，不伦不类。夏之文，不是所有人穿上漂亮衣服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夏树，你是在搞笑吗？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小欣的衣服适合你吗？夏木，哈哈哈哈，果然不是谁都适合穿小欣的衣服。夏优的亲生父母也是一脸的嫌弃，就好像他穿这些衣服是玷污了这些衣服一样。后来夏优再也不敢穿那些衣服。夏家，妈，你看我新买的衣服漂亮吗？夏欣拿着新衣服在自己身上比来比去。夏母微微皱了皱眉，你都多少衣服了？每个月都买几十件还不够你穿的。夏欣连忙拥上去撒娇，哎呀，女孩子不就是要漂漂亮亮的吗？夏欣也感觉到了这2天妈妈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冷淡，所以赶紧撒起了娇。刘诗玲看到女儿这讨人喜欢的样子，心中那股郁气也稍稍散了点。最近她出去打牌，其他豪门太太们对她的态度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而且许多门第更高的太太们都不怎么搭理她了。以前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阔太太们询问夏欣的情况，讨个热络，但现在都问都不问了，只是偶尔会提起一下老大和老二。他还从关系好的人一个太太那里听到说，现在豪门圈子里都在讨论夏欣那天晚上在林氏晚宴上的行为，说一点都不像是豪门养出来的千金小姐，还有在夏欣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别说，夏欣这丫头还真不像你和你夏先生，跟他4个哥哥也长得不像，你家是不是基因突变啊？听到这话，刘诗玲脸都绿了。我跟你说啊，这亲生的跟收养的就是不一样，收养的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而且这基因是遗传的，那是先天性的东西，那可是养不好的。你知道那谁之前收养了个女儿，后来那女儿跟个混混跑了，还败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财，拿去接济自己亲生父母了。啧，不过我看你们家夏欣还是很乖的，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是孝顺的孩子。那太太说这话也带着一点八卦和试探的味道，好像真想知道夏欣是不是夏家的亲女儿。刘诗玲立刻反驳，就算小欣不是我亲生的，那也是我一手带大的，是我们亲自教出来的，跟其他那些养女怎么能一样呢？更何况自己养出来的才有感情，她是不可能做对不起我们夏家的事情的。见她反应这么大，那太太也尴尬的笑了笑，不继续这么话题了。
而是说起了林氏千金。那是。对了，我听说林氏林总的那位千金可漂亮了，最近听到其他太太们都赞不绝口。不过你说巧不巧，林氏这位千金竟然也姓夏。感觉到夏夫人周身的气场变化，这位太太也赶紧闭了嘴。她并没有参加林家的晚宴，只是听其他太太们说起过，对当场的情况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也不清楚这位林氏千金可是当场泼了夏星一身的酒水，对夏家也没客气。然而刘诗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人对夏优的吹捧和称赞也让她心中十分不舒服。尤其是当有人拿夏星和夏优对比，夏星成为了陪衬的时候，一个她不喜欢的亲女儿，一个是她看重宠爱的养女，怎么都让她心里不舒服。她看着身边的夏星，越看那张脸竟跟她的亲生母亲陈芬的脸越来越像，这不禁让她眉头也皱了起来。虽然她心里认为夏星才是最值得自己疼爱的女儿，可那些话去还是让她心里产生了一丝膈应。所以看到夏星买了这么多奢侈品，心中忽然就有点不太舒服了。以前夏优在家的时候，她好像都没给夏优买过几件衣服，都是夏星主动把在自己的不穿的衣服送给夏优穿。当时她还觉得夏星懂事，现在才想起来，夏星送了夏优自己不穿的衣服以后，就马上又买新衣服了。可夏优和夏星身材不一样，夏优从小营养不良，所以身体瘦得皮包骨，加上气质不行，所以穿上夏星的那些名牌衣服跟穿假货似的。当时他甚至还十分嫌弃自己的亲女儿怎么这么土。可这次在林氏晚宴上见到夏优穿高定气质过人的样子，见到他叫别的女人骂，他内心是有一丝崩溃和愤怒的。再看看眼前就只知道买奢侈品的夏星，他心情都不好了。还是要适可而止，你都多大了，家里再有钱也不能乱花的。他不满道。夏星撇撇嘴，知道了妈妈。最近你和秦瑞怎么样了？他问起来。夏星看着自己新买的奢侈品首饰，还可以，跟以前差不多。刘诗龄点点头，你跟他多培养培养感情，再过段时间就是你20岁生日了吧？正好，到时候把你们的婚事也一起定下来。虽然两家一定口头上定下了婚约，但还没正式办订婚典礼。最近秦家对他们家的态度也没以前热络了，得快点把两家的婚事定下来。夏星皱眉，妈，我一定要嫁给他吗？他在林氏晚宴见过陆思彻和历城之后，忽然觉得秦瑞也就那样了。他明明可以嫁到更高的门第去吧，嫁给秦瑞岂不是耽误了？而且他觉得历城和陆思彻比秦瑞要帅多了。最近他听到很多人提起历城，说他在金圈如何厉害的，比起历城，秦瑞都还不够给提携的。所以现在他对秦瑞也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那不然呢？我们两家都说好了，而且你俩感情不是挺好的吗？当初你还非要闹着跟秦瑞谈恋爱，你哥哥们还气了好一阵才接受的。夏星推脱说，哎呀，妈，我年纪还小嘛，我还要当明星的，这么早就订婚了以后对我事业不好的。这么说的话，刘诗龄想想也是。夏星看了看刘诗龄的脸色，故意说，妈，有件事其实我不想跟你说的，但是夏优实在是太过分。于是夏星把夏优在网上骂他和夏家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给了刘诗龄听。刘诗龄气得猛地一拍桌子，这个夏优真是反了天了。夏星也低声叹了口气，妈，我觉得他现在特别恨我们，都是我不好，他应该是因为我才这样针对夏家的。而且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成为了林氏的千金，林家那么有钱，也难怪他不愿意回来，连自己的亲生的家人都不要了。这时候夏景舟从楼上下来，刚好听到了夏星说这句话。他皱了皱眉头，淡淡道，你别忘了，你也不是爸妈亲生的，语气明显带着一丝不满。他的话让夏星怔了一下，这才惊觉到自己说错了话。夏夫人也反应了过来。夏星说夏优因为林家有钱而不愿意认他们，那他呢？他不认赵家的人也是因为钱吗？他的这些话很难不让作为养母的刘诗龄不多想。曾经深厚的母女情现在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他脸色也一时有点不太好看。以后说话先动动脑子。刘诗龄没好气地训斥了一句。夏星连忙点头，知道了妈妈，是女儿说错话了。夏星抬起头看了一眼大哥夏景舟，可夏景舟却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过多的目光，下楼之后就出门了。夏星心里有些惶恐害怕，大哥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难道是因为夏优？想到夏优，他心里的恨意和憎恶就快要喷薄出来。林氏千金，这个贱人凭什么拥有这一切？他才不会让他就这么好过。夏景舟想到夏星刚刚说的话，就想起了夏优，想起了夏优骂他的那些话。他皱了皱眉，坐在车里给林思义的秘书打了个电话。你好，我能约见一下林总吗？我是夏景舟。哦，夏总，不好意思，我们林总很忙的，暂时不预约任何会面。夏景舟沉默了一下。那你知道夏优住在什么地方吗？抱歉，
我不能随便透露大小姐的住址，如果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挂了。电话那边很快就传来了机械音。夏锦州沉默地看着手机，容色一片冰冷。他心情有些烦躁，除了因为夏优之外，还因为最近夏星的亲生父母经常出现他所在的地方去骚扰他，借着夏星的名义找他要钱，还恬不知耻的让他们的儿子喊自己哥哥，甚至还想让自己给他们儿子一份工作，这简直是荒谬。他一次两次没搭理，可他们却还是能几次出现在他会才出现的地方，跟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一看到赵家那家人的嘴脸，他就觉得恶心。回家看到跟他们长得有些相似的夏星，所以也有些迁怒。林氏资义城公司大楼，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林总。就是，你跟林总说，我可是夏优他妈，让我们进去。夏优就是个骗子，林总你可别被他给骗了呀。陈芬一家三口跑到了林氏门口来闹事，声音又吵闹又大，惹得林氏的一些员工都不禁看向了他们。保安把他们拦在外面准备报警。你们再在这里闹事我就报警了。陈芬一副无赖的样子，你们报啊，我告诉你们，夏优可是我女儿，我今天就是来揭穿这个诈骗犯的。而正好此时林思义从大楼里走了出来，一见到林思义，陈芬立马冲到了林思义面前去。您就是林总吧？听说您认了夏优当女儿，我跟您说啊，这个夏优人品有问题，从小就不检点，喜欢撒谎骗人，我可是他的养母，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林思义面露冷色，而他身边的吴秘书也紧紧地皱起了眉头。赵坤也抢着说，就是您是被他给骗了吧？怎么会认他当女儿呢？您别看他年纪小，心思可坏了，我们可是一手养大他的啊，但他现在却根本不认我们，这样的人简直就该天打雷劈。林思义眸子冷眯了起来，看向赵坤，一耳光扇在了赵坤的脸上，因为太用力了，他的手也被扇得生疼。像你这种人也配当夏优的父亲？他厉声冷冷道，你就该去死。他甩了甩手，疼死我了，然后看向保安，给我报警，把他们都抓起来。保安立正，是。说完，林思义又看了他们一家三口一眼，才带着吴秘书离开。而他们一家三口一听要报警，把他们抓起来，顿时炸锅了。凭什么抓我们？就是凭什么抓我们啊？你们想干嘛？撒手！任他们一家再怎么无赖，但几下就被保安们制服了，热闹也一下散去。看这家人的样子，大家只以为是什么泼皮无赖来闹事的，也就没在意了。吴秘书疑惑，他们怎么会到这里来？林思义上车后冷哼了一声，这还用说，肯定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指使的。这一家人真不是个东西，亏他们还是小优的养父母，哪有当父母的这么说自己的女儿的？同样都是养女，看看那夏星被夏家宠成什么样了，越说他越是心疼夏优了。摊上这么两个家庭，真是倒了大霉了。赵家是什么东西，他早就调查过，没想到竟然还能跑到他的公司大楼这里来闹事，真是胆大包天。当他林思义是吃素的吗？夏家，吴秘书猜测。林思义静默了一会儿没说话，而是给夏优打了个电话。这个时候夏优正在看江城给他签约的综艺方案策划，一档电竞节目的嘉宾，还有一档户外生存真人秀。哦，赵家来闹事了。夏优唇角牵了牵，手指在桌沿轻轻点了点，那就闹大点吧，麻烦干妈了。自从晚宴过后，夏优就改了口，私下里叫林思义干妈，这样关系也更亲近一些。只不过外人面前夏优还是会喊妈的。挂断电话，夏优的眼里泛起了一丝凉意，他都不用思考，都知道赵家一家三口是谁指使去闹事的。既然他想闹，那不如就闹大一点。林思义放下手机，看向吴秘书，去办点事。吴秘书点了点头。跟吴秘书交代完之后，林思义认真思考了起来。阿年，你说小优这么聪明，不如把他培养成公司继承人如何？吴秘书皱眉，可是林总，林氏是家族产业，继承人也需要才从林家本家挑选。大小姐，她虽然现在是您女儿，但始终不是林家的血脉。林思义缓缓道，也未必非要是林家的血脉，只要他名义上是林家的人，能够撑得起整个家族的产业，那么也能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能力比血缘更重要，我宁可看着在一个能力强的人手中守住林家的产业，并将林氏的产业延续下去，也不想看到一个无能之辈将林家败得渣都不剩。吴秘书没说话，只是心里为林思义的格局而感到有些微微的诧异。不过这些年林氏的确没出什么能力佼佼者，后一辈有些青黄不接。大小姐现在已经名义上是林家的人，养女也的确可以拥有继承权。她也知道林思义并不是心血来潮动这个心思的，这些日子的接触，她能感觉得到大小姐除了性子野了点，她是有城府有脑子有能力的。对于夏家，她既能精准打击，又能让自己免于麻烦。而今天赵家来闹事，她的做法既让她感到意外，
同时钦佩于夏优的心计。他停顿了一下，算了，我再看看吧。也许这个位置对他来说，他还瞧不上呢。江澄见夏优接了个电话之后，便似乎在想什么，好奇，怎么出什么事了？夏优继续拿起了刚刚还没看完的策划方案，几个人渣来找麻烦。不过没事，很快就会有热闹看了。既然夏优说很快有热闹看，江澄也就不追问了。现在你在网络上风评也是两极分化，不过估计你也不在乎这些舆论，我就不说了。但热度还是很大的，你的剧照留了一部分出来，还挺出圈的，现在关注你的人可不少。娱乐圈这些人都是趋热度的，所以邀请你的节目还真不少。我挑了2个来开价高，也比较靠谱的。江澄挑眉，不过这2个节目的拟邀嘉宾里都有夏家的这位千金夏星，听说是挺早就定下的，为了给夏星刷脸进娱乐圈，也是巧了。夏优淡淡嗯了一声，挺好。江澄，夏优嘴角微咧，像是恶魔一样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弄死他。江澄又补充了一句，这档电竞综艺里还有夏家老四夏木的战队。夏优，哦，弄死他们。江澄，很好，不愧是他老板，不愧是北城监狱一霸。对了，还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江澄声音也压了压。夏优看向他，什么事？江澄低声说，各国军方都在查你，不只是军方，还有一些其他势力都在查你的信息，你稍微注意点。黑市上的货音都被盯上了。江澄暂时接管了夏优黑市上的生意，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门路，曾经能在短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积累和成功创业，靠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国外国内江澄都是有人脉的，只不过有些人脉并不那么正经。夏优唇角淡淡勾了勾，我知道，他自己设置的隐蔽网一直在遭受攻击，所以他当然清楚有人想要强行破解他的 IP 地址，能找到我也算他们的本事。前世他所在的世界里对一门的存在是知晓的，更会因为他名声的加成而让他制的药在黑市上溢价，但他的药在这个世界出现就是一种降维打击，会被注意上也很正常，就看那些人有没有这个本事找到他了。我的药填出苗了，消了服刑也快结束了吧？夏优询问。江澄点头，快了，就在这个月。夏优轻轻嗯了一声，到时候我亲自去接。江澄不满，我怎么都没这待遇？夏优挑眉，只是笑了笑。而就在第2天，关于一家3口跑去林氏大楼门口撒泼的新闻也在各大平台方出现，并且警方也随之通报了赵家一家3口寻衅滋事拘留的通告，并且有人将赵家一家3口的照片也在网上被爆了出来。这家人我好像见过，贼不要脸，还重男轻女。这3个人现在就住在我家隔壁，男的是个赌鬼，女的泼辣不讲道理，他们儿子更不是个东西，经常去骚扰人家漂亮小姑娘。当然，关于赵家一家人的说的那些话也被人翻译了出来。林总还有女儿吗？我怎么不知道？等等，林总的女儿是夏优？不会是那个夏优吧？卧槽，夏优是林氏千金，这么低调吗？那之前其他大小姐们的点赞就完全说得通了。之前不是还有夏星粉丝说夏优是靠男人上位吗？不是说她被包养了吗？现在打不打脸？这才是豪门真正低调的千金啊，跟夏星那个高调营销的样子简直是高下立见。什么林氏千金？你们没听见他们说了，夏优才是他们的养女吗？从小人品就有问题，难怪现在成了抢戏卡。你们想舔林氏千金，别拉踩我们小星好吗？什么胡咖也来蹭热度，我们小星才是真正人美心善的小公主，不是什么土包子能比的。全豪门只有星宝才是真正的团宠公主，4个哥哥的团宠是什么含金量，你们懂吗？此时林氏官方号关注了夏优的账号，并在底下评论大小姐好。紧接着平时鲜少出现在大家视线里的几个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官方号也都先后关注了夏优的账号。最让大家震惊的是，就连厉氏集团的掌权人厉成的个人账号竟然也关注了夏优。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厉成却在夏优的签名上点了个赞。啊，厉公子也能这么接地气吗？这不是厉公子吗？我没看错吧？卧槽，真的是厉公子，是我那有钱帅气多金又低调的斯文儒雅气质男神老公啊。姐妹该醒了，别做梦了。这几个意思？夏优是厉公子关注的第一个女生吧？虽然厉成很少露面，但毕竟厉成这几年经常登上一些商业杂志以及一些特殊的大型场合。虽然他很低调，但部分网友们还是知道他这个人的，毕竟他的长相实在是不低调。这种豪门世家的公子，光是气质就一眼能区别于所有人，甚至厉公子也成为了独属于他的称呼。而这一波关注不但坐实了夏优林氏千金的身份，还坐实了夏优作为林氏千金的含金量。至于赵家的人说的那些话，也有人出来证明赵家这一家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被打为了故意想要抹黑夏优的极品亲戚，让先前抹黑夏优的黑粉们以及夏星的粉丝们的脸被打得啪啪响。黑粉们也闭了嘴，这么多大佬，他们哪还敢去乱说啊？难怪这些年林总都没孩子呢，原来是流落在民间啊。该不该说夏优不愧千金小姐，就算有这种养父母，但气质和美貌真是绝了呀。当初夏星和夏锦州威胁剧组的话简直像个笑话，恐怕他们也不知道夏优的身份吧。你懂什么啊？大哥那是宠妹，有什么不对吗？大哥只是护短而已，保护自己的妹妹有什么错？除了关于夏幽灵是千金所带来的讨论之外，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另外的滑点。你们有没有发现赵家这一家三口跟夏星长得好像啊？是啊，尤其是他们儿子跟夏星简直像是亲生的。怎么这么像？他们才是一家人吧？有人说赵家是被人指使才去林氏集团大楼给夏优泼脏水的。朋友们，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陆思彻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容色也是一片冰冷。您交代的事情我查过了，档案里当初是夏小姐主动认罪的，而夏小姐的辩护方正是夏家二少爷夏之文。陆思彻目光在这些资料上扫了一眼，这件事被夏家捂得很死，到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当初夏优是去坐牢了，而其他痕迹也被抹得很干净，目前查不到其他的漏洞。陆思彻淡淡道，如果夏家没有想要掩盖什么，就不会捂这件事，无非是不想让这件事被讨论，被所有人知道，从而降低关注度，免得让人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东西。秘书疑惑，那陆思彻眸光冰冷，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所以夏优坐牢的事本身就有蹊跷，他更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当初认罪怕也是被诓了。真有人会这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和亲妹妹吗？秘书都觉得背脊发凉。陆思彻眼底森凉，冷哼了一声，他目光斜着看了一眼手机上弹出的一些消息，去查查这些年跟夏星有关的人和事。秘书点头，明白。忽然陆思彻看到了弹出的某条历程和夏优关联到一起的消息，面色也沉了下来。怎么哪里都有他？他虽然关注了夏优，但是他却并没有私人的认证账号。准确的来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也不能有。陆家的身份也注定了他们不能随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给那2个公关公司找点活干。陆思彻凉凉开口，是，我马上去办。网上关于夏优的身份还有夏星跟赵家人的相似讨论的热火朝天，但处于讨论之中的主人公们却还不知情，因为此时的夏星正缠着自己的哥哥带自己去靶场。哎呀哥，你就带我去嘛，我听说立成也会经常去哪里。夏之文狐疑，你又看上立成了？夏星腼腆的笑了笑，哪有，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他嘛。你和大哥是俱乐部的会员，应该也会经常见到他吧。夏之文对妹妹的要求习惯性的有求必应，倒不是经常，看运气吧。你要我带你去也可以，但在那里可别乱跑。夏星兴奋的点头，放心吧二哥。夏优泡完药浴出来，只觉得神清气爽，果然还是得自己培育出来的药材能够发挥的药性更大。他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去见下一部戏的导演，但刚开车上路没多久就收到了一条语音消息，林涵，夏优姐姐，我被欺负了，呜呜呜。夏优刹车停下，直接反问，在哪儿？地址。林涵是干妈的侄女，因为见过几次夏优的战斗力输出，对夏优很是崇拜，不仅加了夏优好友，还隔三差五的会跟夏优问好，分享一些自己的日常。林涵比夏优小几个月，但却天天姐姐姐姐的，喊得甜得不得了。林涵的声音愤愤不平，不止我被欺负了，还有我大哥呢。发完语音之后，林涵紧接着发了个定位。夏优看了眼地址，方向盘一打就转向了定位的方向。靶场。在贵族子弟经常玩的娱乐活动里，射击是门槛最高也是最昂贵的一项，所以人也是最少的，且俱乐部以及靶场的建立也十分严格。Z 是只有1个靶场，全国也不超过5个，其中京城就占了2个。对于普通会员靶场不发实弹的，能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的，无一不是金字塔顶尖的军政2代、金圈贵公子。但Z 是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会员都是空包弹，除了历城。自从历城来了 Z 市以后，他成为了唯一一个实弹射击训练的会员。而对于这些有钱人家的少爷们来说，在靶场里添彩头比试也是常事。林家兄妹也是俱乐部会员，今天本来在这里训练，但没想到秦瑞也在这里。知道秦瑞跟夏优有过节，所以林家兄妹也没客气，双方便吵了起来。在这里靠的是实力说话，你们没这个实力就把嘴乖乖闭上。秦瑞冷冷道。林涵不服气，你算有什么本事？你也不过比我哥多2环，你要有本事你别喊外援啊。林冲拉了一下林涵，让他别冲动。夏星双手环胸，笑道，我哥就是比你哥厉害，怎么了？你不服气也只能憋着。秦瑞也笑道，知文是我准姐夫，不算外援吧。现在你们输了，
输了就得有惩罚，该怎么办不用我提醒你们吧？夏星也看好戏的样子，虽然没看到历程，但看到林家兄妹被教训，他心情也不错。林家算什么东西？有哥哥在，还不是得低自己一等？夏星无脑崇拜的样子，也让夏之文宠溺的笑了起来。前段时间被他亲生父母骚扰的烦躁也暂时消散了不少。秦瑞很是嚣张，怎么输了不服输？刚刚不是说了，谁输了就学狗叫吗？那就再比一场，加码把这次的一起算上。清冷朗朗的女声忽然响起，而大家也都看向了说话的人的方向。夏优。秦瑞一看到夏优，脸色顿时跟吃屎了一样难看。上次夏优砸他那一下，现在他的脑袋都还隐隐作痛。夏优姐姐。林寒立马凑到了夏优面前，满脸激动，你真的来了？林仲不知道夏优要来，低声问林寒，你怎么把夏优喊过来了？林寒撇嘴，我就是跟夏优姐姐说一下嘛，夏优姐姐让我发定位我就发了。林寒年纪小点，对夏优要格外崇拜一些，而林仲则不想麻烦夏优，也不想让夏优卷进来，毕竟夏优是林家的恩人，现在也是他的妹妹。夏之文看到夏优，脸色也微变了一下。夏优。夏星的手立刻挽着夏之文，好似害怕夏优一样，往夏之文身边躲了一下。二哥，夏优不会打我吧？夏之文看着身边这个害怕的躲在自己身边的妹妹，又看了一眼对面大方从容的夏优，第一次他感觉到了夏星这个妹妹好像也不是那么得体。如果是从前，夏之文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但现在有着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夏优那么亮眼，就不由自主的让他有了这种对比。就像当年夏优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不由自主的和夏星对比，对夏优嫌恶一样。夏之文是夏优出狱之后第一个见到的人，也是第一个挨夏优骂的人，也是亲手把夏优送进监狱的人，所以他自认为应该是4个兄弟里跟夏优之间接触最多的人，也是最熟悉的。秦瑞虽然有上次被夏优打的阴影，但不得不说，这次看到夏优，他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夏优几眼。夏优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漂亮，皮肤越来越好，这都是掩藏不住的。夏星当然也发现了这点，心里嫉妒的要命。他不明白为什么夏优坐了2年牢还能变了一个人，他是在牢里整容了吗？夏优先问了一下林寒，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总的来说，就是他俩因为自己跟秦瑞起了冲突，然后打赌比赛。刚好这个时候，夏之文和夏优来了，也一起参与了进来。而他们打赌的赌注就是谁输了谁是狗。现在对方正逼着他们履行承诺。林仲枪法不如夏之文也很正常。夏之文作为律师，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学过枪法。夏锦州和夏之文都是俱乐部的会员，夏锦州更多的是玩票性质，但夏之文更多的是为了不落下枪法，所以有空就会来靶场练练。秦瑞冷笑，语气高高在上，怎么？难道你要帮他们学狗叫吗？上次的林氏晚宴秦瑞不在，但是他听说了一些事，从夏星的口中也知道了夏优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成为了林氏千金，而且还仗着这个身份让夏星难堪，所以现在在秦瑞的眼里，夏优就是个心机重、小人得志的坏女人。林仲直接挡在了夏优面前，冷冷道，跟我妹妹没关系，这件事是我应下的，我履行赌约就是。夏优意外地看了一眼林仲，似乎是感受到里的夏优的目光，林仲脸颊微微有点滚烫，但声音却是掷地有声地重复了一遍，夏优是我妹妹，要履行赌约也是我履行，跟我妹妹没关系。林寒也点了点头，他也没觉得林仲说的有什么错，因为夏优现在林思义的干女儿，那跟他就是姐妹，在关系上当然也就是林仲的妹妹了。而且林寒知道哥哥很喜欢夏优姐姐的。夏之文那张看起来斯文气十足的脸也有了一丝皲裂，冷冷出声，她怎么就是你妹妹了？她姓什么你不知道吗？他的反应让秦瑞和夏星都不禁看向了他。秦瑞是不知道夏之文这么大反应什么情况，夏星的脸色却有些难看。林仲皱眉，我不管她姓什么，我只知道她现在是我们林家的人，就是我妹妹。林仲兄妹俩从小家教就比较严格，而在一个相对有爱的家庭里长大，所以对夏优的接纳度也很高。加上夏优救了他们的奶奶，又厉害又漂亮，现在又是他们姑姑的女儿，有这样的人当家人，他们简直求之不得。听到他的话，夏之文脸上的神情也越发的冷。不过是没有血缘的兄妹，你还这么护着他？他语带讽刺。这话让夏星的脸色也变了一下。夏优皱眉，实在是忍不住骂人，你搁这儿玩什么双标呢？你都为了你这个养妹连违法犯罪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你还有脸质问我林仲哥哥？说你是畜生都辱畜生了。一口林仲哥哥把林仲给喊脸红了，而这句话也让夏之文和夏星兄妹俩脸色都一阵青一阵白。他们都没想到夏优会这么口无遮拦，他疯了吗？怎么什么都说？夏之文眼神闪过一丝心虚，眼神也别开不敢看夏优。
只强硬地反驳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夏星愤怒地看着夏优，低声警告：“夏优，你最好别乱说话。”夏优唇角勾了勾：“我想说什么，你管得着吗？世界抱他以疯狗，他就得比疯狗更疯。当你去梳理沙比的逻辑，只会发现他常年用沙比的熟练度打败你。所以对这种沙比，夏优从不给脸。毕竟心虚的人又不是他，做了亏心事的人也不是他，他还就喜欢看沙比们抱团鼠窜的样子。对夏优这种油盐不进，夏星也有了害怕，转头看向了夏之文。秦瑞听到夏优的话，也看向了夏之文和夏星。他最近一直听到有人在传夏星是假千金，难道是真的？还有什么非法犯罪的事？夏优在说什么？夏之文冷着脸，只说了句：“说话最好三思而后行，说话要负责任。”夏优看了他2秒，那眼神竟然连夏之文都有些发怵。夏优冷笑：“你们该庆幸我现在没工夫骂你们。”说完，他才看向了秦瑞：“刚刚你们打了个赌。”秦瑞看向夏优：“不错，输了的人学狗叫。”林仲和林寒相视一眼。林仲愿赌服输，我来。夏优却拦了一下林仲：“再开一局，我加码。刚刚你们的赌约翻倍。”秦瑞盯着他，眯了眯眼睛：“你什么意思？”夏优：“我说的很清楚了，再开一局。刚刚你们的赌注加在这一局里，这一局我跟你们比。如果我输了，不但学狗叫，还带上他们一起学狗叫，绕场1周。如果你输了，你们3个。”夏优扫了一眼他们3个人：“你们3个绕场1周，喊林仲是你们爸爸。怎么样，赌吗？”这一句话他甚至带上了挑衅。可能因为他们这里过于热闹，所以本来就不多的在靶场训练打枪的会员和招待们也纷纷看了过来。夏优姐姐，林寒劝说你不要跟他们赌。林仲也不满：“不关你的事，你不要插手。”夏优话都说到了这里，秦瑞也不可能拒绝，但最先应下的却是夏星。好，这可是你说的。夏星盯着夏优：“不能反悔。”夏优：“反悔死全家。”突然，夏之文以及林家兄妹都看向了他。夏之文皱眉，沉默却眼神冷厉。林仲和林寒，他们俩也是被带上全家了吗？你……秦瑞目光都是嘲弄：“这枪你会拿吗？”夏优歪了下头：“你先。”秦瑞从旁边拿起自动手枪，戴上护目镜，走到靶场前。随着10枪射出，6枪命中靶，都在5环到9环之间。对于一个业余玩家来说，秦瑞的枪法不算好，但比普通人也强多了。夏星一脸得意：“夏优，你根本就不会射击，还敢打赌？现在你后悔了吗？”秦瑞也很满意，已经是胜券在握。夏优眼神都懒得给他，而是看向了夏之文：“你。”一个字而已，但夏之文却知道他的意思，并且已经下意识地拿起了自动手枪。“快点，我没耐心。”夏优冷声催促。夏之文看了一眼夏优，这才缓缓走到靶场前。10枪9枪命中靶，2枪靶心。二哥好厉害！夏星激动的鼓掌。夏之文走回来的时候，夏星立刻跑了上去：“二哥你好厉害！可惜我害怕枪声，不然我可要你好好教我。”夏星一边撒娇一边夸夏之文，但从前每次他撒娇都会宠溺的摸他头的二哥，现在却没有任何动作，对他的撒娇也没什么回应。夏星皱了皱眉：“二哥怎么了？”夏之文只是看着夏优，似乎在看夏优会怎么做。当看到夏优直接拿起了本属于林仲的自动手枪的时候，他沉声道道：“你现在道歉，跟我回一趟夏家，我可以让这个赌约取消。”语气也放缓和了点，并且认为夏优应该会识好歹。可夏优根本没搭理他，而是专注地盯着前方的靶子，右手拇指轻轻一磕，空弹匣就滑落了查出来。左手接住的同时，掌心的另外一个满弹匣已经推了进去。一套换弹匣的动作漂亮的行云流水，熟练的就跟玩过千百次一样。而他的这个动作也让夏之文闭了嘴，不仅仅是让夏之文闭了嘴，也让周围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这拆枪和组装的速度，即便是职业军人也不一定能达到吧？就这一个拆枪和装弹的动作，立刻就吸引住了其他客人们以及俱乐部管理人员们的注意，下意识的就看向了夏优现在所在的位置。本来他们只当这边是一些年轻人的玩闹，所以一边往这边看看热闹，但也没怎么给多的注意力。可就这么个并不高调动作，却低调的引起了不少高玩的注意。林家兄妹也愣住了。林仲以为夏优只是吓唬他们的，没想到夏优还真会啊！光是从这个动作，他就能看出来，这绝对是个用枪的高手。林寒都看呆了。虽然夏优这一系列动作的时间很短，但林寒经常跟着哥哥在靶场，自己也有学习，所以也知道夏优就这个动作就绝对不简单。只见夏优连那些装备都没带，直接抬起手，一套标准的射击动作，紧接着就是一串连续射击，毫无间隙。
当这一连串射击声响起的时候，另一边的靶场有人皱起了眉头。是新人吧？觉得这么连续射击很爽，根本不管能不能命中。另一个正在擦拭手枪的男人没什么反应，看起来并不感冒。可当他们听到广播里忽然传来一阵鼓乐声的时候，脸色都变了。这是靶场的规定，连续命中靶心5枪，就会在整个靶场的广播里给点彩头，播放出一段振奋的鼓乐声。这也是靶场为了满足客人们的脸面所特意定制的。而每满5枪的连中靶心，每一次的鼓乐都有所不同。5枪中靶心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看来不是新手。开始说话的那个男人笑着说道：“要出去看看热闹吗？”他问历程。历程单手将弹匣推进了手枪，没说话。就在两个人说话的瞬间，靶场已经响起了10枪连中靶心的鼓乐。这一下，原本看热闹的客人们都被吸引了过来围观。本来他们还以为是俱乐部的那2位大佬来了，但却没想到竟然会是一个新人，而且还是一个女生。夏之文满脸的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秦瑞也是震惊的说不出话，耳边的鼓乐都让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幻觉。夏星的心理落差则更是巨大，他都认定了夏优是在胡说八道，现在对方却狠狠地给他们一巴掌。夏优不但会射击，竟然还把靶命中，不可能，他怎么会？我都不会的东西，他怎么会？夏星现在心里疯狂的嫉妒和愤怒，咬紧了下唇，因为对方是2个人，总数为20枪。虽然现在以夏优的命中靶心数就已经算赢了，但是按照规则，他还要打10枪。但弹匣已经空了，没有子弹了。他伸手，子弹。林仲正要解下自己的子弹包，用我的。突然响起的一道好听磁性的男人声音，让夏优也看向了来人。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夏优也诧异了一下，然后目光挪到了他手里递来的手枪上。历程儒雅浅笑，谈吐徐徐从容，子弹管够。他也没客气，从历程的手里把枪接了过来。谢了。他弯了弯嘴角，10发子弹，不会浪费你一枚。闻言，历程的眉眼也含上了一丝笑意。好。看到历程主动接枪，其他的客人们也都纷纷睁大了眼睛。在靶场里稍微玩得久的客人都知道，这个靶场里有2位射击大佬，但这2个人平时很少有人见到。每次这2个大佬出现在靶场的时候，鼓乐声就跟不要钱一样。但这2位大佬几乎不会同时出现，所以也没人同时见到过他们。而历程就是其中一位。平时厉公子就只在自己的专用场地，但今天不但出来了，竟然还借了自己的枪。能让历程这样的人借出自己的枪，这女孩到底什么来路？夏优举起手枪，转身看向历程，说了句实弹。实弹和空包弹他只要掂在手里就能分辨出来。刚刚他们打的全是空包弹，但历程手里这把里面装的却是实弹。看起来这个靶场也分3、6、9等，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实弹玩的。也是，毕竟是能出人命的东西，就算是靶场也不能随便发放实弹。历程只是弯了一下嘴角。夏优看向靶场内的靶子，但很快便移开了本来的固定靶，而是看向了移动靶。他人也往旁边走了2步。因为历程的出现，导致他们周围呈现出了一个客人组成的观战团。虽然人不多，但对于在靶场玩票的客人来说，已经算多的了。毕竟这个俱乐部的门槛就高，客人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当夏优往旁边走了2步，将手枪对准移动靶的时候的所有人都诧异住了。他竟然还要打移动靶！突然，只见移动靶道开始自由组合。砰！一道清脆的声响，人形移动靶额头正中1枪，紧接着很快又是又快又脆的几道声响。10发子弹打完，所有子弹全部正中移动人形靶的额头红点部位。瞬间热烈的鼓乐声响起，仿佛昭告天下一般，响彻整个靶场。而且这是移动靶，鼓乐声和刚刚的声音也完全不同。就算是没过来观战的，也听到了10连中移动靶心的鼓乐声。一时间，所有人的嘴里都不由发出卧槽的声音。靠！牛啊！打固定靶命中靶心还不算什么，打移动靶都能10发命中，是真牛啊！这不会是职业射击运动员吧？卧槽，这准透，1枪都没漏。这样牛叉的人不会是另一个大佬吧？不是，另一个大佬也是男人。这在靶场来说，一个女生能打出这样的准透，他们都是第一次见。他们都怀疑夏优的身上是不是装了 AI 系统了。稍微懂枪的人都知道，俱乐部配备的手枪都是全自动手枪。虽然可以连发射击，但一连发准透可就低了许多。但他却能每一个都命中靶心，这才是让他们觉得真正牛叉的地方。打移动靶，大家几乎都会选择步枪，用于瞄准。全自动手枪可是没有瞄准镜的。秦瑞的脸色这个时候也难看极了。你竟然会射击？他质问的语气都带着一丝震撼。夏之文则是愣住了。
他没想到夏优竟然这么厉害。如果他只是会射击的话，他也会只是诧异。可他现在20发子弹，一发没落下，而且每一枚子弹都命中了靶心，剩下的10发子弹甚至还是移动靶，即便是自己都根本无法做到，或者他连10连发子弹全中固定靶心也做不到。但夏优竟然能做到，夏欣更是忍不住开口质问：你不可能会的，你怎么会有机会学？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射击？不管是夏优的表现，还是历程主动借枪，都深深刺激到了夏欣。在他的眼里，夏优这样的人就该是远远不如他的。以前他就跟条狗一样被夏家嫌弃，只配要自己不要的垃圾。他的脸上也因为愤怒和难以置信而涨得通红，嫉妒都快要从眼里溢了出来。历程的目光看着那些被命中红点的移动靶，金丝边眼镜之下的目光也微敛了脸，眼底也有一丝诧异。夏优没有理会他们的质问，打完10发子弹之后，将手枪还给了历程。谢谢。历程把枪收了回来，然后递给了身边专门为他服务的一个女接待。这么准，姐们儿，你要不要玩玩步枪啊？旁边还有半自动步枪。听到这声音，夏优才看向了历程身边的一个年轻男人。这个男人一看就是非富即贵的富家公子，很年轻帅气，不过比起举止翩翩、斯文儒雅的历程来说，这个年轻男人却显得要跳脱得多。现在这个男人正神采奕奕地看着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奇事物的兴奋。夏优没答应也没拒绝，下次吧。他出手只是为了林仲和林寒，又不是为了出风头。现在他完成了赌约，就没必要再继续了。殊不知，他这句话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一下。什么？他还会步枪？那会狙击枪吗？我去，好想看他步枪是不是枪法也这么准。这是哪位神人？以前好像没见过。好像是林氏的千金，林总的女儿。我能现在拜她为师吗？我喊她一声师傅，她能答应吗？场内一时间也挺热闹，毕竟观战团的人也不少。而问夏优这句话的年轻男人则眼睛亮了一下，看了旁边的历程一眼，然后又看向了夏优，笑得露出了2颗虎牙。那说好了，下次你来打我的枪。历程微拢了下眉心，夏优只是笑了笑，看向了还在一脸不可思议盯着移动靶子的秦瑞。我们的赌约作数吗？算你赢还是我赢啊？他听起来十分平淡的语气嚣张，甚至挑衅，但这样的语气放在他的实力面前，那就是再正常不过。谁 TM 有这实力不嚣张啊？要是他们有这实力，都横着走了好吗？而他这飞扬的神采让所有人都被他所感染，尤其是林仲和林寒。林寒现在腰杆都挺直了，比起夏优还要嚣张。不会有人输了不认账吧？林仲也冷笑，就是不会有人要赖账吧？一时间，大家的目光也都看向了夏之文兄妹和秦瑞。历程和身边的那个男生也看向了他们。那男生了然：你们在打赌啊？那输了要做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夏之文阴郁的脸色仿佛连呼吸都透着怒意。秦瑞也抿了抿嘴，脸色难看，有些支支吾吾。我……夏星冷冷道：这不算，分明是你故意下套的。你休想侮辱我二哥！你故意瞒着你会射击，才让我们答应的。因为历程在的缘故，夏星故意没有提秦瑞，而他也认为自己这么做会更让他的护短的人设招人喜欢，也会更让二哥对他心疼。但他却不知道，现在他在这种境况下说这番话，却只让人觉得他胡搅蛮缠，输不起。这里玩的大多是一些好战的慕强分子，追求刺激和爽快，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他们更喜欢肾上腺素带来的刺激感，无疑夏优带给了他们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所以他们当然会站在夏优这边。不管有什么前提，那都是夏优赢了。玩不起就别赌，输了在这里找借口，那还赌你妹呢。这好像是夏家那个有4个哥哥的夏小姐吧？哦，我听说过，那个什么4个哥哥疼她如珠如宝，夏家团宠那个吧？这说的什么屁话？知不知道愿赌服输啊？还怪人家会射击，倒反天罡啊？脑子被宠坏了吧？夏之文一个大律师，应该不会输不起吧？历程唇角淡淡咧了咧，输不起就别玩。历程的话自然带起了周围围观人群的附和。他身边的那年轻男人也笑道：老妹儿，你到底是在帮你哥说话，还是在为你哥丢脸啊？这话问的兄妹俩神色都变了。夏优指向夏星：我记得是你先答应的，那就从你开始吧。当然，你们也可以跟我再比一场，像我刚刚那样加码。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能赢的话。嚣张，这才是强者应该有的嚣张。周围的围观人群都兴奋了，他们甚至希望再来一场。他们还想看看这位女大佬的枪法。秦瑞皱眉：赢？这他妈谁能赢啊？加码也赢不了啊！再比还不是输？输了谁知道他还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惩罚？他也不是不服输的人，
但输给夏优还是让他觉得心里不舒服极了。可刚刚夏优的表现却也让他对他和以前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夏欣想都没想就拒绝，我不，我凭什么被你侮辱？哥，他看向夏之文，委屈的不得了，他怎么能这样？我又没错。从小被骄阳宠着的夏欣根本不可能受这样的委屈，更何况眼前这个人还是夏优。秦瑞劝说，算了，小心，都到这个时候了，不服输丢脸的也是他们。你，夏欣怒道，你还有没有一点自尊？夏优皱眉，我耐心有限。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正好最近他在调整身体，可以试试身体的力量怎么样了。夏欣看向夏优，平时的伪装都难以再克制，眼里都是歇斯底里的阴鸷。我才不。他的话还没说完，脖子就已经被夏优的手锁住。夏之文，你做什么？放开他！秦瑞，小心！夏优只是从容的皱了皱眉，我说了，我没什么耐心，快点！随着夏优手的收拢，夏欣的脖子也越来越难受，眼泪也飙了出来。哥，秦瑞，他现在只能哭着求救。围观的客人们此时也不敢出声了，大气都不敢出。原本还想上来调节的工作人员都刹住了脚步。林寒和林仲两个人相视一眼，没说话，但神色都同样坚定。就算夏优动手了，他们也还是站在夏优这边，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一起承担。夏优作为医生，当然能把控好力度，他能让夏欣难受的要死，但也能让他活着。所以夏欣的脸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痛苦，脸也变成了紫色。秦瑞咬咬牙，看向林仲，低声喊了句爸爸。夏之文面色阴郁的小声说出了2个字，爸爸。那历城身边的男人憋不住的想笑，差点就笑出声了，还是历城斜了他一眼，他才忍住。林仲也轻咳了一下，突然升级当爹了，还有点不太习惯。林寒也抿了抿嘴，想笑又不想笑的。夏之文冷声道，行了吧，夏优，你快放了他。他不敢动，他怕自己有了动作，夏优会做出更可怕的事。到现在他已经完全不了解现在的夏优了，他简直就像个疯子，你根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做什么。秦瑞也见识过，所以他也一样不敢动。夏优看向夏欣，唇线微咧了咧，明明看起来笑得很是乖巧可爱，但对夏欣来说却如恶魔对他展开了笑容。夏欣浑身抽凉，一种恐惧由心底升起，痛苦使得他面容扭曲。他已经觉得自己快死了，对死亡的害怕让他艰难地看向了林仲。爸，爸，喊了这2个字，夏优才松开了手，而夏欣就像个破布娃娃一样，直接被扔在了地上，浑身脱力，冷汗直冒。夏之文和秦瑞立刻上前把夏欣抱了起来。夏之文离开前冷冷盯了一眼夏优，要是小新有什么事，我不会放过你。说完他就抱着夏欣快步离开了。秦瑞也看了一眼夏优，目光里似乎很难将眼前的这个人和以前的那个夏优是重叠在一起。他神情复杂，只低声说了句，我是愿赌服输的。说完这句话，他才快步跟着他们离开了。夏优微挑了一下眉梢，凉凉地看着他们3个离开的身影。还有绕场1周呢，跑这么快做什么？林寒冲着他们喊。而其他客人们见他们散了，也识趣的离开，回了自己的位置。不过依然能看到三两的讨论，看来这件事估计得成为靶场好一阵的话题了。林寒现在对夏优简直崇拜的双眼冒星星，夏优姐姐也太厉害了吧，以后能不能教教我呀？林仲也是一脸事情结束之后的放松，没想到你枪法这么好，亏我还以为我们输定了呢。林寒仰起头，哥，这你就不行了吧？你得学我，无脑相信夏优姐姐。林仲笑了笑，目光灼灼地看着夏优，也不反驳，是，以后我要无条件地相信夏优妹妹。夏优也扬了扬嘴角，是，哥。听到这个字，林仲嘴角的弧度都快咧到了耳根，笑得都有些傻乎乎的了。林寒也忙喊着，还有我，还有我。夏优摸了摸林寒的脑袋，小妹。林寒这下满意了，从林仲站出来保护他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妹妹的时候，在夏优心里就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妹。想想也很可笑，自己的亲生哥哥在对面保护他的养妹，而自己身边这个毫无血缘的哥哥却能站出来护着他。历程和身边的男生相视一眼，似乎对这温馨的一幕有了点不一样的思绪。姐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射击啊？也太厉害了。林寒好奇问了句，夏优只是笑了笑，没回答。他的枪法是从小练的，一门的人经常会遭遇到世界各种组织的猎捕、追杀、抓捕等等，所以在那个世界，他从小就被扔去了部队训练基本的生存技能，而失真也需要准头，对力量和精准度拿捏的会更细一些。枪法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上手并没有难度。他虽然习惯性的用银针自保，但不代表他不会热武器，加上他本身有点天分吧，
学习能力比较强，所以在成了部队里各项第一的时候，就被家族赶紧弄了回来，生怕被那些狂热分子强行把他留在部队。家族里的人说他是这么多代继承人里唯一一个几乎每一项他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都能练到满分的人，即便不是满分，那也是顶尖。他回过头看向了还没离开的历程和他身边的那个男生，他看到眼前这历程这副看似温文尔雅的样子，忽然想起刚刚自己的粗暴，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人给吓到。主要夏优对于这一家子人渣实在没什么可忍的，曾经的夏优在他们面前受的委屈，现在总要让他们还回来。他当然也没蠢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他又不是真癫子，但总得让他吃点苦头。他微微一笑，先招呼厉公子。厉成薄唇微扬了扬，没想到我们再见面是在这样的场合。他目光看向了夏优刚刚射击的靶子，你让我很意外。这句话里更多的是夸奖。林仲和林寒虽然也认识厉成，但跟厉成不熟，所以这个时候也没去搭话。虽然他们都是二代，但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圈子，并不是都能玩得到一起，也不是都很舒适，只是有时候处于社交需要去交流一下而已。厉成是金圈的贵公子，而是还是属于金字塔顶尖的那个圈层，来到 Z 市也依然如鱼得水。厉家跟林家是世交，所以厉成才会出席林氏晚宴，对林思义也十分尊敬。夏优礼貌性的弯了弯嘴角，会在这里见到你，我也很意外。这算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上次见面还是在林家的晚宴上，只是最后结束的也并不怎么愉快。嘿嘿，妹子，我叫顾霆锋，是厉成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啊。旁边那个男生见没人介绍他，干脆做起了自我介绍。林仲和林寒相视一眼，顾霆锋，他怎么也来自一市了？顾霆锋一样也是金圈的少爷，而且还是出了名的风流，每年光是绯闻女友都有好几茬，不是什么名模就是什么当红女明星，也是出了名的走肾不走心。刚刚他们还没怎么注意，没想到还真是他。夏优笑了起来，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夏优，叫名字多生分，以后我就叫你妹子，你可别忘了，下次打步枪给我看看。顾霆锋还真是个自来熟，而且几句话就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夏优也只是笑笑，没说答应。顾霆锋还想说几句，但被厉成看了一眼，才收了话匣子。不过看得出来，顾霆锋对夏优很感兴趣，一直在偷偷跟夏优用面部表情交流。夏优嘴角笑意也深了深，这是我朋友，说话做事都有些随性，你不要介意。厉成看着夏优，眼神几乎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只是他的目光并不浓烈，可能因为戴着眼镜的关系，让他的注视都显得温和，不会让人觉得不适。金丝边眼镜的儒雅大帅哥，这不典型的斯文败类的外貌模板吗？不过败类不败类的夏优不感冒，不介意。夏优随口回了句，他对顾霆锋又不熟，属实是没什么介意的。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靶场内的经理走了过来，然后看着夏优激动地说，您就是林家的夏小姐吧？夏优对这个称呼稍稍愣了一下，然后点头，是啊。经理立刻握住他的手，夏小姐，您以后能经常来吗？我给您免费办一张 VIP 卡，只要您随时来就行。经理的眼里充满了一种资本家的渴望。林寒见状赶紧拍打经理的手，撒手撒手，干嘛？握手就握手，抓这么紧干嘛？经理这才惊觉自己的失态，将自己的手撒开了，脸上尴尬的笑，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以后夏小姐您随便来，我们俱乐部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只要您有时间过来都打枪就行。美女神枪手，光是这个噱头就已经是流量密码了，更何况这位夏小姐还不是普通人，那可是林家的千金，另外两位大佬他攀不着也不敢攀，但美女效应可要大多了。林仲看向夏优，可以答应，反正免费的。林寒也笑道，那以后夏优姐姐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过来了。听兄妹俩这么说，夏优也就点了点头答应了，反正白嫖的不要白不要。经理激动的不得了，靶场的不怕菜鸟多，就怕高手少，只要夏优选择到他们俱乐部偶尔露露脸，已经能让他们靶场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了。刚刚他看了他射击的情况，就连他经营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女枪手，甚至可以说整个俱乐部里也就厉公子和另一位能和他一较高下了。好好，谢谢夏小姐，以后您就是我们俱乐部的贵宾了。经理开心的脸上都笑得满是褶子。紧接着经理立马跟厉成打招呼，讨好的笑道，厉公子。又看了看顾霆锋，顾少爷，俩人点了点头，示意没什么事。经理也就识趣的又跟林家兄妹打了个招呼，吹嘘了几句才下去了。夏优目光收回来，能把生意做到这份上的都是人精，而且能经营这种地方的背景也不会小，但面对客人却还这么客气，是个会做生意的人。厉成的目光看向夏优，徐徐开口，
你知道这个俱乐部里另一位能用全自动手枪打出这种精准度的人是谁吗？夏优猜测，你，历程应该也是个玩枪的高手。对于这些二代少爷们，家里有些背景的，玩枪对他们来说，除了玩票性质，也有自保的一项技能，就跟自己从前一样。甚至对于一些军政家族背景的，枪法不能落下，还是家族规定。从刚刚历程出现的时候，周围人的表现来看，历程明显是这个俱乐部 top 级的枪法。历程对于夏优猜测自己似乎挺高兴，眉眼都含上了些许春风。不是我。夏优好奇，不是他是谁？历程目光落在他脸上，只缓缓说了3个字：陆思彻。在说出这3个字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他的反应。夏优闻言只愣了一下，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看他神情并没有透出别的什么情绪，历程的嘴角也微伸了伸。身边的顾廷峰疑惑地看了一眼历程，他怎么觉得历程话里有话？历程笑，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夏优耸耸肩，也没什么好意外的。陆思彻的身体就不是普通人的体魄，身手他试过，是专业训练过的水准，甚至还更高。他的身上有弹伤留下的痕迹，他至少经历过军方的系统化训练，所以会玩枪，还是个高手，也就不意外了。历程镜片下温和的眸子也伸了伸，笑道，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吗？他看向自己所在的靶场，我那边随便你玩，和刚刚一样，子弹管够。林仲拢了拢眉，看表情好像不大高兴。而历程的靶场，夏优可是有史以来被邀请的第一个人，就连顾廷峰都有些意外。夏优习惯性的体面的敷衍，下次再说吧，反正不管什么，只要涉及到答应或者不答应的，答应了吧也不一定能做到，不答应又不太好意思的时候是，他通常都用2字真诀，敷衍。下次谁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下次还有余地，下次真是个好东西。对于他的敷衍，历程也不生气，只微笑着说了个字，好。顾廷峰摸了摸下巴，好像明白了什么。当夏优和林家兄妹一起离开后，顾廷峰和历程也往他们原本所在靶场的位置走。顾廷峰，陆思彻是什么时候来到 Z 市的？历程，3年前。顾廷峰，他这人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竟然这3年都在 Z 市。他这几年没太关注，但只是听说了陆思彻回来了。可因为陆思彻不在京城，所以他听到的消息也少。你跟他见过面了？顾廷峰问。历程淡淡道，见过。顾廷峰，没打起来吧？历程没回答，只是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看向了自己所在靶场里的枪械。顾廷峰摸了摸鼻子，也不问这种欠揍的话了。这位夏优小姐，她瞄了一眼历程的脸色，还真厉害啊，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孩，这么准的枪法，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学的。顾廷峰笑道，下次我可得好好问问。你说要是我能追到她，以后那不是倍儿有面子。历程走过去，把手枪换了个弹匣，一边淡声开口，别用你那脑子来试探我，也别动那不该动的心思。话刚说完，一枚子弹就已经打了出去，正中靶心。顾廷峰没有一点被戳穿心思的尴尬，反而眼里更好奇了。你真的看上他了？历程又开了一枪，顾廷峰顺着他刚刚发射的弹道看过去，中的却是一个移动靶。历程没回答顾廷峰的话，只是看着那移动靶说了句，陆思彻也盯上他了。顾廷峰挑了下眉，双手枕在脑后，靠在后面的墙上，仿佛看好戏似的吹了声口哨。这么激情吗？他笑着调侃。历程没说话，但顾廷峰从历程那眼镜之下看到了，并不像是玩笑，也不是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好像对那个女孩是认真的。历程这个人他了解，他不是什么人都愿意主动去接触的，或者说他就没见过历程主动去接近什么人。夏优真的是他所见过的第一个，不管历程对他是什么样的心思，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夏优是肯定感兴趣的。如果说陆思彻也盯上他了的话，那岂不是更有意思了？历程是俱乐部里的 VIP 客人，但他平时很少来，就算在我们也很少见到他。林仲跟在夏优身边说，他有自己的单独靶场，其他客人都是见不到他的。林寒也点了点头，对，我也是第一次在俱乐部见到他。他们俩跟在夏优身边，跟夏优介绍刚刚的那几个人。林仲，历程这个人，我听我爸说是个很不简单的角色，是那一圈子的继承人里最早一个完成家族考验并完成权力过继的掌权者。前些年因为家族在 Z 市的生意有点问题，所以这些年就一直在 Z 市当负责人。厉家之前是从正方退下来的，算是比较早的大一二子弟，这点知道的人不多，算是圈子里的秘密，知道的人也就仅限跟京城走得比较近的。他停顿了一下，陆思彻的性质跟他差不多，但陆思彻好像……他皱了皱眉，那边背景更厉害一些，反正我爸他们每次说起陆家的时候都挺忌讳的。夏优当听八卦，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夏优姐姐，我真搞不懂，
你说那夏星就跟个傻子似的，怎么夏家的人还那么护着他？以前还听说他是什么大小姐楷模，我看他那样子可一点都没有教养。林寒实在忍不住吐槽，就是靠炒作吧，给自己立人设骗粉丝。林仲也说，以前见到过他几次，他那几个哥哥都宠他宠得不得了。我听以前的同学说，学校里得罪过夏星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林寒冷哼了一声，不要脸。说话间，夏优已经走到了自己停车的地方。他扬了扬嘴角，一个人装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有句俗话说得好，本身就是垃圾，总会散发出恶臭的。林仲狐疑，这是俗话吗？确定不是你自己说的？夏优挑眉，你猜？林仲抿了抿嘴，不太自然的别开了点眼神。夏优也只是笑了笑，然后上了车。夏星是什么样，夏优最清楚不过，本来就是个喜欢营造人设、装模作样的东西。只是以前他一切顺风顺水，当然能伪装得很好，但现在他每次看自己的眼神里，都能明显看出他现在的歇斯底里，对他的疯狂的嫉妒和怨恨。而一旦人失去理智，就会降智，又哪里维持得住他装出来的人设？遗传到底还是遗传。赵家一家三口也是有这种基因在的。死不要脸，恶臭又颇蛮。见他要离开，林仲急着开口，你开车慢点，还有这次谢谢你。林寒也跟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夏优把墨镜戴上，你不是说你是我哥吗？一家人说什么谢谢？说完，夏优挥了挥手，就开车离开了。见林崇看着夏优离开的车子发呆，林寒撞了一下林仲的胳膊，哥，你傻了？林仲收回目光，走得也太快了，我们还没说几句话呢。这话听着有股幽怨劲儿。林寒笑，又不是见不到了，反正夏优姐姐现在是林家的人，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啊。林仲想想也是。林寒感叹，夏优姐姐也太厉害了，看到夏星兄妹和秦瑞那个样子就解气。林仲也跟着感叹，眼里也流露出了一丝别样的东西。是啊，他真让人意外。夏家，夏之文在书房跟夏景舟说起在靶场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夏景舟甚至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会射击，还枪枪中靶心。夏景舟皱眉，你在开玩笑吧？夏之文，你可以去俱乐部看回放。夏景舟沉默了好一阵之后，他去哪里学的？难道他坐牢的时候还抽空去学了一下射击？夏景舟说出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荒谬，甚至荒谬的可笑。夏之文却还是认真的回答，不可能，监狱里不会让犯人有摸到枪的机会，更别说射击了。其实从他出狱那天，我就觉得他不一样了。夏之文低声缓缓道，你难道没有发现她更漂亮，也更自信，更让许多人喜欢了吗？夏之文没有说，在夏优的对比之下，他们的养妹夏星显得毫无光环，让他也不由自主的会将目光更多的停留在有血缘关系的夏优身上。夏景舟当然发现了，他沉默了几秒后，淡冷道，你刚刚说他喊林仲哥哥。夏之文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提起这茬，他的神色也有了一丝明显的预色。林仲的父亲是林思义的大哥，按照他们现在的关系来说，林仲和他是表兄妹。夏景舟冷嗤，真是什么人都上，赶着来认亲戚了。哥哥，毫无血缘关系的也能叫哥哥？自作多情。夏优连我们这几个亲哥哥都没放在眼里，他竟然还想当他哥哥。夏景舟的话充满讽刺，可他亲口喊了林仲哥哥，还护着他们为他出气。夏之文面无表情地说道，拿我们为他出气。虽然夏之文面无表情，可他的口吻却明显带着一种不满的情绪，而他也在故意将这种不满的情绪传递给夏景舟。这种令人讨厌的感觉，他当然不能一个人承受。只可惜老三和老四在上学，不然这两个也一样逃不过。夏景舟捏紧了拳头，忽然猛地在书桌上敲了一下，认外人当哥哥都不肯回夏家，他真当我们死了吗？夏景舟低声怒道。看到夏景舟这副愤怒的样子，夏之文心里才平衡了一些。看来大哥也跟自己一样，也这么不爽啊。而兄弟两人都没发现，从前对他们来说在这个可有可无的亲妹妹，现在却在影响着他们的心情。他们甚至在为了夏优喊了别人哥哥而感到不爽，甚至是吃醋嫉妒。明明夏优才是他们血缘关系的妹妹，不是吗？明明她应该回到夏家，即便他们做过了对不起她的事情，那她也是夏家的人。可她现在不但不认他们，还真的当他们死了，甚至她已经有了其他那些虚假的亲人。她现在油盐不进，说什么都没用。而且她说小星也不是我们的亲妹妹。夏景舟皱眉，小星怎么能一样？她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沉声道，他就是极恨小星。夏之文没说话，虽然他也有这个认为，他如果是因为小星的话，下次跟他好好说说。夏景舟淡淡道，我们愿意分一部分的感情到他身上，
让他别在外面丢人现眼，该回夏家就回来。坐牢的事情，我们也会补偿他。夏之文嗫嚅了一下嘴，还是没忍住开口。我觉得他会骂你脑子有问题。他跟夏优出狱后接触的几次来看，夏优根本不会吃夏景周给的这种甜头。夏景周脸色也顿时变得难看，他沉声道：坐牢那件事，他如果说出来的话，虽然我们处理得很干净，但以他现在的身份，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一些事情来对我们不利。放他在外面也是个定时炸弹，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把他弄回夏家来。夏之文垂了垂眸，神色也有一丝复杂。聊完之后，夏景周才想起什么的问了一句：小新怎么样了？夏之文：没什么事，受了点惊吓，这几天嗓子发不出声音，但没什么大碍，休息下就好。闻言，夏景周也没再追问，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对夏新已经没有了从前那样的紧张和关心。然而就在他们在书房刚说完没多久，就立马看到了找赵家去临时闹事的事情，并且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夏新和赵家夫妻和他们的儿子长相相似的讨论。夏新刷到的时候，觉得仿佛天都塌了。夏新的长相跟赵家才是一家人吧？夏新不会是赵家失散多年的女儿吧？说起来，夏新确实跟夏家四兄弟都长得不像哎。夏新本来是想让赵家一家三口去找林思义多说些夏优难听的话，让林思义对夏优厌恶，就像当年他也是这么干让夏家厌恶夏优一样。可他没想到这三个没用的东西竟然把事情闹这么大，还被抓起来拘留了。他打开手机看着自拍里的自己这张脸，好像他不管怎么化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摆脱这张脸本来的样子。他气愤地把手机扔在了地上，没用的废物。赵家这一家三口时不时地找他要钱，他们经常出现在自己会出现的地方，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总是拦着自己要钱，说要给他们的儿子上学，还有医药费，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他简直怀疑他们在自己身上装了定位，怕他们在自己的朋友面前乱说，所以他每次只有给他们钱。而他看到夏优那个嚣张的样子，所以专门让他们三个人去找林总，让那该死的夏优被林思义嫌弃。他猜测夏优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才成为林家的女儿的，还要让夏优的养父母出现，那夏优说了什么谎肯定不攻自破，到时候他就可能被林家扫地出门。可他没想到现在却火烧到了自己身上。晚饭的时候，夏家一家人的气氛都沉默的有些诡异，四个兄弟都默默的吃着饭。夏新本来是想让哥哥们主动说出靶场的事情，但谁知道夏之文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打算开口。夏新张了张嘴，正要说话，夏树却开口了。现在网上都在怀疑小新不是夏家亲生的，爸妈，你们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夏明长夫妻自然知道这件事，他们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内容，所以现在才心情不好的。毕竟夏新现在名义上是他们的女儿，看到别人一直在说她长得像那三个人，他们心里当然不舒服。而且那三个人还是夏新的亲生父母，丢脸都丢到警局去了的人渣败类。夏之文放下筷子，不如直接发一个声明，告诉大家小新是我们夏家的养女，这样以后也没什么麻烦了。说出这句话，让桌子上的一家人神色各异。夏木哥，这样不好吧？我们都守这个秘密这么久了，突然告诉大家小新是我们夏家的养女，对小新不好吧？而且这不是间接承认小新跟赵家那三个人有关系吗？夏夫人皱眉，我可不想跟赵家那一家三口扯上关系。夏新的脸色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脸色都是白的，他眼睛通红，眼泪也委屈的流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他嗓音哑着，但夏明长夫妻只以为因为难过导致的，所以没多想。而他的话也让夏家一家人明白，也许养女这个生命的公开的确会对夏新造成影响。为了保护夏新，夏之文的这个提议还是没被同意。夏新脸上都是肉眼可见的难受和委屈。夏景周沉声道，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公关一下了，我等会儿就去安排删除这些帖子。夏新立马感激地看向夏景周，眼泪汪汪，甚是惹人怜爱。夏景周皱了皱眉，现在的夏新的样子让他下意识和那神采奕奕、狂妄爽朗却浑身滴着光芒的夏优做对比。现在的夏优就从不会这样哭哭啼啼的。夏新的确不像夏家的任何一个人，但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安抚，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他顿了一下，继续说，但你平时自己也要注意，现在是网络时代，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所有人知道。既然夏家的大小姐，就要有点大小姐的样子。夏夫人点点头，带着几分训斥的口吻，你哥哥说的没错，自己注意点。夏新轻咬着下唇，委屈的点头。夏家以前选择不公开夏优的身份，也是为了夏新，不想他因为突然养女的身份而受到伤害。但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也不想公开一个让他们夏家丢脸的女儿和妹妹。可现在
夏星的所作所为和他的身份，却渐渐给夏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也让夏家对夏星的态度在渐渐的发生变化。更别说还有个现在被大家称赞的夏优在那里作为对照。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电话响了，佣人接了之后，看向了夏明长夫妻。先生，夫人，是警方的电话，说是找小姐的。闻言，所有人都看向了夏星。夏星脸色煞白，夏明长作为一家之主，直接走了过去接电话。他的脸色随着接听电话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难看，最后挂断电话，看向夏星。警方来电话说，赵家人口中说是你指使他们去林氏闹事的，传唤你去警局一趟。顿时，夏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挂上了诧异和震惊。夏夫人猛地一下站起来，怒道：夏星，你竟然背着我们和赵家联系，你当初怎么答应我们的？夏锦州也皱起了眉头。夏之文没说话，夏树和夏木赶紧站起来安抚夏夫人。我没有。他哭着看向夏夫人，妈，我没有，你相信我。另一边，夏家现在估计热闹得很，警方那边跟我说了，说赵家那一家子一听说被拘留，而且还要留下案底，就吓得把夏星让他们来捣乱的事情说了。林思义心情不错，他们交代说是夏星承诺，只要他们过来林氏这边找我闹事说你的坏话，就能给他们一笔钱，还跟警方说夏星是他们的亲闺女，但是夏星不让他们说出去，不然他们一分钱都别想要。听说把警察都给整无语了，现在正以为教唆寻衅滋事传唤夏星，估计夏家现在正鸡飞狗跳的。林思义冲着夏优竖了个大拇指，小优，你这一步棋实在是妙。夏优挑眉，一边看着最新发表的医学学术期刊，一边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疼点怎么行？从前夏优刚被认回夏家的时候，那一家子见到赵家的人无一不是嫌弃，而且再三嘱咐夏星不能跟这家人有接触。当时也是拿了一笔钱给赵家的人，让他们不允许再见夏星，也不准他们往来。但赵家这一家人可不是什么善类，贪得无厌，无赖泼皮，只要他稍微一怂恿，他们就会跟吸血虫一样的缠上夏家。而夏家一直以来当成宝贝一样宠着的女儿，不但跟着家人在暗中走动，甚至还暗中指使他们去闹事，甚至闹到了警察局去。夏家每个人的表情，他想想都觉得精彩。当初夏星也是用了同样的招数来对付自己，让夏家对他嫌恶。赵家一家三口为了稳固夏星在夏家的位置，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听了夏星的指使，在夏家面前说了许多关于夏优的不好，让刚回到夏家的夏优本身就带了不好的印象。现在他还想同样方法，真是蠢货。夏家那一家子贱人既然这么宠着这个女儿，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那就让这个女儿带着他们夏家下地狱吧。林思义靠在沙发上斜撑着脑袋，不禁感叹，小优，你怎么这么聪明？夏优阴郁的表情散去，露出一丝完全不一样的笑容，干妈，你也很聪明。他只是一句话，干妈就能领会到他的意思。林思义平常纵横商场，被各大媒体夸赞，都没被夏优这句话夸来的心里高兴，因为他知道哪些话是恭维，哪些话是真的。于是林思义开始试探性的询问，小优啊，你对管理和生意有没有什么兴趣啊？我听吴秘书说，你好像也有做生意的打算。夏优抬起头，觉得干妈话里有别的意思。林思义继续说，就是吧，咱们林氏集团最近几年公司业务拓展的越来越多，干妈也有点力不从心了。不如你有时间的话来公司帮帮干妈。虽然干妈说的委婉，但夏优已经明白了林思义的意思。他拿起了旁边的另一张他的通告单子，干妈，我也有事业，爱莫能助啊。林思义拿过他手里的那张通告单，看了一眼，皱眉，然后，什么破综艺还要我女儿亲自去参加？什么破剧还要我女儿亲自去演？夏优当然是不可能去林氏管理公司的。她虽然是林思义的干女儿，算是他的养女，但这也只是一个身份，他不会借着这个身份而去觊觎林家的一切。即便干妈送到他面前，他也应该拒绝。正好借着他现有的工作，还能把干妈给婉拒了。忽然林思义的手机响了一下，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家族群，发现家族群里的小辈们不知道在聊什么，但主题非常明显，全都对夏优表现出了12分的崇拜，尤其是林涵，连自己的备注都改成了夏优姐姐的小迷妹。这还不算什么，他又往上一翻，嚯，林仲这小子改的什么名字？夏优喊过哥哥的男人。林家的这些晚辈们虽然说各个教养各方面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可不会随便对一个人有这样的膜拜，他们也从来不追星。但现在这一个个的对夏优怎么都变成这副德行了？他看看又在淡定看医书的夏优，然后又看了看热闹的群里。小优，你最近做什么了吗？夏优啊，迷茫的眼神十分清澈。林思义笑着摆了摆手，没什么，你继续。真是越来越搞不懂这些年轻人了。然而其实夏优在靶场的射击和枪法
并不只是在林家的年轻一代中传开，以为那天有围观群众，而且多数都是二代圈子里颇有钱有权的人，所以豪门子弟里也听说了靶场里的事情，也知道了林氏千金夏优竟然是神枪手。血气方刚的少爷们开始到处打探夏优的联系方式，想拜师，想认大佬的，也有想认识传说中的牛逼人物的。而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传到其他靶场去了。都知道自义市的靶场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女神枪手，全自动手枪，打一动靶，百发百中。自然陆思彻那边也收到了风声，或者说从夏优离开靶场后没多久，他就已经收到消息了。而这个消息是历城派人传给他的，很难不让人怀疑历城不是故意的。他早就说过，历城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披着一张斯文面皮的禽兽罢了。而陆思彻也很快要到了靶场那边的监控视频，他坐在视频面前已经连续看了无数遍。很可惜，这样的场面他没有见到。历城也正是抓住了他这个心思，所以才故意让人把这件事传进他的耳朵里。陆思彻的心底也有一丝郁结，可看到夏优视频慢放的每一个动作，却又让他肾上腺素飙升。他眯了眯眸子，这种专业的握枪姿势，还有那么强的预判能力，不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这种枪要打出连击，就已经注定会失去命中率，可他却能每枪必中，说明他将每一个枪的偏移以及他每次的手感都能准确的做到预判。当然更可能的是他拥有强大的手感，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任何人都学不了了的。他忽然想到夏优每次行针的时候那飞针走穴的手法，哪怕是在他面前，他有时候也看不清他是怎么动手的。你已经看了整整2天了，怎么能看出花来？陆老爷子走了过来，目光也看向了眼前的剧目，里面正好定格在了夏优举枪的瞬间。就连他也忍不住赞叹，这丫头确实不简单，太让人不可思议了。这种枪法就算是在王牌部队里也少见。陆思彻唇角咧了咧，所以您猜他会不会被王牌部队注意上？陆老爷子愣了一下，哎，你的意思是？陆老爷子忘了这茬了。他作为老兵当然知道，靶场除了是给这些贵族少爷们玩票之外，其实靶场跟军方也有一定的联系。靶场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把场内枪击命中80%以上的客人们的视频传送给军方，因为军方也需要吸纳人才，毕竟一名顶级狙击手就算是整个军方也没几个，而且要培养一个的成本是极大的。可如果有天才横空出世，那就不同了，他们甚至可以省去培养的时间成本。而夏优明显有成为一名王牌狙击手的潜质，如果被军方看到了，是必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历城其实本来也是个被军方所注视的人，但他除了偶尔去部队训练一下，是没有进入部队的意愿的。厉家有厉家的安排，军方也不会去跟厉家抢人。而且历城的枪法虽然好，但在同样的环境同样发弹速度下，他不一定有夏优的准确率高。刚说完，陆思彻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对方说了几句话，陆思彻眉头就淡淡的拢了拢。不知道，关我屁事。他忽的嘴角一咧，泛着一丝痞气和狂妄。不好意思，我现在可你妈没这个义务。片刻后，他嘴角的笑意敛去。我说了，我不知道，没听说过，想要自己想办法。对面话还没说完，陆思彻就把电话挂断了，脸色也变得冰冷。陆老爷子大概猜到了什么，军部给你打电话了。陆思彻冷哼了一声，偏偏给我打电话，当谁不知道他们肚子里装的什么心思，贼心不死。陆老爷子也笑了起来，拄着拐杖在旁边的沙发坐下。还不是想和你多亲近亲近，想让你回京。你在 Z 市当然要给你打电话了，就跟当初我要回来的时候特地让我跟你说好话一样的道理。陆思彻没说什么，只是随手点了个根烟，然后站了起来，走到了旁边的落地窗边。等我再想想吧。陆思彻吞吐出一口烟雾，看向了窗外。陆老爷子也沉沉地叹了口气，是，其实你现在也挺好的，比起当年我最后见你那一面的时候好多了。陆思彻不说话，只是烟头一直在燃烧着。听你那语气，那边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夏优的事？陆老爷子适时地转移了话题。陆思彻点头，靶场的视频他们看了，问我知不知道有这么个人。陆老爷子，你说的还真没错，他们还注意上这丫头了。陆思彻淡淡道，他要做什么是他自己的意愿，哪怕他天生就是一名医生，也不该被理所应当用来治病救人，他没这个义务。所以他的态度也很坚决，这件事他也不会告诉夏优。陆老爷子点点头，那丫头一看就是个有自己主意的人。随着他笑了一下，上次黑市上的要的他们也找你，那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都找你，这件事刚好发生在 Z 市，更没理由不找你了。提起药的事情，陆思彻一时间脑海里仿佛闪过什么药，他想起那边给他提供的消息，黑市上流通的那种药
似乎是在2个月前开始出现的。而2个月前，正是夏优出现在林家之后的时间。他眸光微敛，眼底也深了些许。很快，夏优作为嘉宾参与的一档真人秀要开始直播录制了。这个时空的综艺节目为了噱头，几乎都是直播和录制同时进行。直播的时候赚一波流量，等到播出的时候再赚一波流量。而也因为节目组提前放出了你邀嘉宾，夏优和夏星海报的放出立马引起了海啸般的热闹。同时都市传说剧组也放出了夏优的一些花絮视频，蹭了一波热度。当夏优的高清花絮一放出来，一时间之前关于对于夏优演技和抢戏的质疑也都被打消了，甚至还给夏优吸了一波演技和颜值粉。我总算知道导演为什么选夏优了，不只是因为漂亮，漂亮只是我们夏优微不足道的优点好吗？哈哈哈哈，笑死了！你可别说夏优漂亮，等下夏星的粉丝听到高又要破防了。哈哈哈，姐姐这神仙演技，杀我！白衣天使的诱惑，天哪，这真的是新人吗？换我是导演，我也选夏优啊！同样都是千金小姐，人家夏优可是凭实力被选上的，不像某些人带着哥哥来玩霸凌这一套，结果打脸打马腿上了。这个人是谁我不说，我看谁又在犯贱蹭你星姐的热度。你星姐从小就火，团宠文照进现实的人间星光小公主，4个哥哥的宝贝，别来蹭好吗？谁不想成为夏星？没有人不想成为夏星，所有女生的梦想你星姐，夏家掌上明珠根本看不上你这破电影。小星综艺首秀，陪哥哥一起上综艺，超越时空电竞，敬请期待。笑死，这夏优除了脸能看，还有什么能看的？你们就这么肤浅吗？这么多千金小姐里，就夏星一股营销咖的味道，太 low 了。用无情铁嘴夏优的话来说，你装你妹呢！当初造谣泼脏水的事，夏星的粉丝怎么不回来回应一下？我听说夏星进局子了，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像跟起那段时间赵家去林氏闹事有关系。所以夏星不是夏家亲生的这个事根本不是空穴来风，说不定是真的。夏星和赵家真是一家人。很快负面言论就被众多的夏星粉丝给举报了。夏星因为经营自己的人设多年，所以去全网的粉丝并不少。就算他防了脱粉一波，还有不少死忠粉，其战斗力堪比当红流量。只是现在稍微顾及了一下夏优背后的林氏，他们也不敢像之前一样辱骂夏优了。而夏星被警方传唤后，因为最后夏家出面，才让夏星没被拘留，只是罚了一些款，被警告了一次。赵家生怕自己坐牢，所以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夏家也知道了是夏星暗中跟赵家勾连去林氏闹事，夏家父母愤怒地训斥了夏星一顿。这件事让他们丢脸极了，要是传出去，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见人。夏星和赵家父母的接触更是让他们心里愤怒。4兄弟看到赵家那副嘴脸的时候，也都直皱眉，毕竟这家人可骚扰过他们不下一次了。最后夏星又是哭又是委屈的认错，说自己是气不过夏优不认自己亲生父母和哥哥，才让赵家去的，气不过夏优攀更有权有势的林家而不认夏家，为了替爸妈和哥哥们出气，也怕夏优是用了什么手段，怕以后有什么事连累夏家，才让夏优的养父母去说了几句实话。而他的话也正好戳到了夏家每个人的心上。夏家父母毫无意外地原谅了夏星，也都心疼他被赵家连累。想到夏星马上有综艺要上，4兄弟也立刻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不让外传，还做了一系列的公关洗白他之前的一些黑料。可虽然表面上和谐，但实际上夏家父母心中已经开始出现隔阂和隔应了。尤其是夏夫人看到夏星和赵家一家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养不熟悉白眼狼几个字让他心里直发怵。这段时间他本来就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说这些，加上看到了网上不少说关于夏星和赵家长得像的言论，导致他现在看到夏星的脸就出现了一丝膈应。而夏明长虽然没有明说，看夏星的眼神也俨然不如以前那么溺爱和喜欢了。夏优知道的时候，毫不意外的是讽刺的笑了一下。电话那边是吴秘书的声音，看起来夏家那边似乎并没有对这件事有什么后续的反应。夏优勾唇，我知道了，随时注意着赵家那边的动静。哦对了，顺便把夏星是假千金的消息卖给一些狗仔营销号，顺便告诉他们赵家住哪儿。说完，夏优就挂断了电话，继续驱车开到了北城监狱。最近干妈继续吴秘书给他用了，他怕夏优没有方便的人用，特意把职场老油条和对自己是无比熟悉的吴秘书继续给了他用。他本来想拒绝的，但想到自己的人的确最近都在忙事业，所以也就继续把吴秘书留下来了。吴秘书办事靠谱，效率也高有分寸，用起来确实很顺手。他知道以夏星的手段，一件事还不足以动摇他在夏家的位置，毕竟他只靠撒娇和哭哭啼啼就得到偏爱，只要撒几个谎，夏家也会去选择信他。更何况夏星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马上就要步入娱乐圈，夏家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什么事，但裂痕一旦开始就只会无限增大。而现在
这个裂痕已经开始出现了。毕竟她已经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儿了。她把车子停在了监狱门口，看了一眼手表，没过一会儿，一道人影已经走了出来。她目光四下巡视，最后落在了夏优所在的这辆跑车上。她笑了一下，然后快步朝着夏优走了过来。片刻后，她已经坐在了副驾驶位上。女生年纪大概在25岁上下，长相清秀，皮肤是冷白色，看起来有点病态。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接我。她的声音冷冷淡淡的，听起来一股死气，毫无活力，有种平静的死感。夏优对她这种平静的死感已经十分习以为常。我这人没多少优点，说话算数算一个。他自认自己也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否则前世在那个世界也不会招一群仇人买凶到处来暗杀自己。他既不慈悲为怀，性格也很随机，完全凭借心情办事。好在虽然优点不多，但够用。夏优，正好我最近有点忙，我的药田需要人打理，回去之后我会教你怎么做。你有自己单独的实验室，设备齐全，随便你折腾。闻言，雪娜的眼睛也亮了起来。夏优看到了他的表情，继续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留在我这里。雪娜是一名医学高材生，她对药理有着近乎痴迷的喜欢，曾是快要冉冉升起的一名医学界新星。她曾研究出了一种新型药物，的确被导师窃取了成果，并被导师陷害她研制被国家禁止的药物而送进了监狱，最后被转到了北城监狱。世人所不知道的是，北城监狱看起来只是一所普通的监狱，但实际上北城监狱里面还有一所狱中狱。这所狱中狱关押着的都是一些十分特殊的罪犯，比如天才犯罪或者是一些精英犯罪的罪犯。他们罪不至死，但却因为在各自领域都有着一定成就而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性格怪异，总是闹出很多麻烦，所以他们也成为了监狱长十分头疼的存在。因为这帮人又不会死，未来出去之后说不定还会成为业内精英，成为国之栋梁，甚至有的已经被上面预定了。所以面对这一批罪犯，管理就成为了最头疼的问题。直到夏优出现，我跟你。雪娜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夏优笑了一下，继续开车。世界最大的医药公司应该在你服刑期间就已经给你留了位置，你还可以再想想。雪娜依然没有犹豫，我说了，我跟你。短短的6个字里还有点不耐烦了。夏优唇角弧度微深，雪娜，跟那帮蠢逼做牛马，不如给你种地。夏优，话是好话，就是怎么听着怪怪的。雪娜只对学术有兴趣，对给谁做牛马是没兴趣的，但这个谁能给他带来最大的价值才是他在意的。夏优的医术他见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有夏优这样的医术。他会医也会药，只有跟着夏优，他才可能接触到他曾经接触不到的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诬陷他的导师去坐牢了，是夏优给何方的任务。何方查出了雪娜导师剽窃多个学生的成果，发表论文，检举入狱。快到家的时候，雪娜才好奇问出了一句，你要去忙什么？夏优，上综艺赚钱。雪娜皱眉，堕落。在他看来，搞学术的人就该安心搞学术，不该抛头露面。夏优，他只是顺应这个世界赚钱的潮流，怎么就堕落了？不赚钱你养我？雪娜不说话了。最新一批的药虽然在黑市上价格不低，但谁会嫌钱多？夏优现在可算是白手起家，不像从前一门世代累积的资产多够他造的。别墅里见夏优多带回了一个人，都没什么反应，对待雪娜和对待夏优一样，当成主子一样伺候。不过别墅里的佣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夏优的实验室和药田他们都是不能踏入的。雪娜接回来之后，就暂时安顿在了夏优的别墅里。当雪娜看到夏优种植在药田里的药材的时候，眼睛都发光，整个人身上的那股死沉沉的气息都变得活泛了起来。我可以做研究吗？夏优，当然。然后夏优也没想到自己这2个字造就了一个未来被各国争先抢夺的中药种植专家以及药学家。他也不知道，在江城跟雪娜接连出狱之后，原本早就在外面等着他们出来想要重用的一些公司和猎头们全都扑了空。把雪娜接回来之后，药田有了人照料，夏优也进入了超越时空电竞的录制棚。电竞综艺的录制时间为半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夏优都会住在节目组安排的酒店。江城为夏优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理，叫小鹿，是个圆脸短发长相可爱的女生，但办起事情来却十分利落。他给陆思彻发了个条信息，交代了一下陆老爷子的情况，叮嘱了几句话，等他忙完再复诊。而在这条消息前面，还是陆思彻昨天给他发的消息，他没回，因为陆思彻几乎每天都会刷下存在感，有时候发个表情，有时候问他在做什么。夏优偶尔会回1-2句，但大多数时候都懒得回。在陆思彻底下的聊天框是历程的好友添加信息，只有好友添加消息，
两个人还没说过话。当他消息发送过去之后，陆思彻立刻秒回：好。又过了一会儿，我身上的旧伤有点隐隐作痛，下次也顺便给我看一下。200万。夏优没回答。陆思彻身上的伤他见过，陈年老伤了，问题不大，不影响生死。他懒得看。陆思彻500万。夏优瞄了一眼，然后回复了2个字：成交。陆思彻，你掉钱眼子里去了。夏优唇角微咧了咧，只回了一句：等我忙完。虽然陆思彻没回，但夏优也能猜到他现在脸色有多难看。陆思彻看着手机夏优回复的消息，眸光泛着浓浓的郁气。没点钱，还真没法跟他交流了。哼，还好老子钱多。不说陆思彻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光是陆家的资产就足够他挥霍1个世纪，而且还是每个月都花到没地方花的那种程度。所以陆思彻现在什么不多，还就是钱多。看完陆思彻回的消息，夏优就把手机熄屏了。刚熄屏，手机却忽然震动了起来。他接起电话：你好，是夏优吗？夏优皱眉：你是谁？你好，夏小姐，我这边希望能和你见一面，面谈一下。电话那边的声音有种体制感。没空。夏优直接挂断了电话。对于这种上来什么都不说就想约见面的没有礼貌的人，夏优完全不想说第二句话。那电话又再次打来，夏优直接摁掉了，以及拉黑。除了没礼貌之外，夏优还有种不好的预感，对方很显然像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人找他不会有什么好事，他现在没工夫去理会这些麻烦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麻烦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优姐，怎么了？助理小声问了句。夏优微笑：没事，你继续开车。小陆点头：前面马上就到了，导演那边通知说从您下车就开始拍了，您要不要准备一下补妆什么的？小陆当过不少艺人的助理，所以对这些流程都相当熟悉了。过了前面就全都是摄像头，全方位拍摄所有嘉宾们的一言一行，而这都将直播出去。事实上，有的艺人从酒店就已经开始拍摄了，只不过夏优的身份特殊，而且是新人，虽然目前有流量，但也不是节目主要想捧的对象。夏优，不用，直接过去。江澄说了，他作为嘉宾就每期拍摄的时候露脸，然后随便说2句话就行了。小陆却夸了起来，也是，优姐就算素颜都很漂亮。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皮肤状态不化妆都跟化妆了似的呢。小陆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也见了许多少女偶像，可都没有一个像夏优这样原生态就能好看成这样的，简直就跟加了滤镜似的。比起夏优，其他什么明星夸上天的生图都弱爆了。小陆顺手打开了车上的直播间频道，哎，他们好像已经开始直播一会儿了。夏优也看了眼直播间，直播间里现在正是夏欣在保姆车里的直播。夏欣盛装打扮，做的小公主造型，妆容精致，全身上下都是奢品。她正拿着手机给自己的几个哥哥们嗲嗲的发语音：哥，哎呀，我快到了，你别担心。二哥，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乱说话，不会给哥哥带来麻烦的。行了，小树，小木也在现场，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你弟弟吗？夏欣的表情无奈又娇宠，像个在溺爱的蜜罐子里长大的公主。而她跟哥哥们的互动更是让弹幕上的粉丝们疯狂。这是什么神仙兄妹，磕死我了！哈哈哈哈！星宝竟然喊3哥4哥小树小木，太可爱了吧？哪有妹妹这样喊哥哥的？好可爱的叫法！上天呐，求你也赐我4个这样的哥哥吧！信女愿1个月吃素。星宝太可爱了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夏欣这样的生活啊？团宠小说原来是真实存在的。这什么极品绿茶，上次抢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夏优，你装你妹呢！夏优，你装你妹呢！夏优上次在网上是对夏欣的话，早就成为了网友们玩的梗，现在更是被拿来复制刷弹幕了。被带出场的夏优沉默，他还能用这种方式成为千军万马？小鹿也瞄了眼夏优，难怪节目组会邀请优姐，这是故意想搞事吧？而夏欣还在维持她的团宠小公主形象，笑着对镜头说：我知道大家很想听我哥哥们说了什么，现在我悄悄给大家听哦，嘘，不要告诉我的哥哥们。这一下弹幕上的粉丝们都兴奋了，全都激动的，又是给夏欣送礼物，又是跪求听哥哥们的语音。当听到哥哥们的语音的时候，弹幕上更是疯狂不已。大哥不愧是霸总，星宝你还缺嫂子吗？哈哈哈，我好心动。哥哥，我也是你们失散多年的妹妹啊。之前那些说夏欣不是夏家亲生的打不打脸，是不是亲生的人家能不知道吗？就是这一看就是亲生啊，只有亲生的才会这么宠。养妹能得到这种待遇，造谣的能不能歇一歇？就算长得不像又有什么关系？虽然但是呜我磕骨磕了，哪个哥哥都跟耐心宝 CP 啊。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正好这个时候，夏欣接受了一下跟拍导演的采访。
最近有传小新不是夏家亲生的，不知道小新对这个说法怎么看？夏新脸色明显僵了一下，然后一副你在搞笑吗的表情。你觉得呢？我哥不知道，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的？在我家床底下偷听的吗？而且我想，就算我不是亲生的，哥哥们应该也不会离开我，对吧，哥哥们？他俏皮的对着镜头，反正我也不会允许你们有别的妹妹的。跟拍导演小姐姐也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小新也太逗了。弹幕夏新的粉丝们也开始刷屏，听到了吗？你住人家床底下，你怎么知道夏新不是亲生的？这么喜欢造谣吗？造谣别人不是亲生女儿的是什么心态？夏新这算是澄清了吧？哈哈哈哈！小新这占有欲。看着热闹的弹幕，夏优唇角微扬了扬，凉薄的眉宇间也泛着一丝淡淡的看好戏的味道。他还注意到夏新好像面部发生了一点变化，夏新的面部明显进行了一些调整，跟原来的脸有了一些区别。弹幕也有人发出了疑问，但很快就被淹没了。整容了？难怪最近夏新的粉丝们到处拿着他的照片去控评，说要告那些说夏新和赵家是一家人的造谣者。恰好这时候吴秘书给他发了一组照片，是狗仔蹲守赵家拍摄到的画面，还有夏新进出警局的照片，只不过前后都有着重重的伪装，让人看不到他的脸。但出入警局是夏家陪同的，所以就算看不到他的脸也能知道他是谁。他放下手机继续看向直播，现在直播已经切换成了另一个明星嘉宾，但夏新的粉丝们还在弹幕刷屏，引得这位明星的粉丝们还是在弹幕上斥责怒骂。夏家的人此时也在看直播，毕竟这是夏新的综艺首秀，节目里还有夏木。为了给夏新保驾护航，加上习惯性的对夏新的宠爱，所以他们也都在关注这场综艺直播。夏家，夏夫人，这丫头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夏明长，你不是说他就是你亲生的吗？永远都是我们夏家的一份子吗？夏夫人嗫嚅了下嘴，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我最近总想到他不是我生的，我心里就不舒服。你看看赵家那一家三口，万一基因是有遗传的怎么办？夏明长也不说话了。算了，我相信我自己的教育，小新绝不可能是赵家那种人。夏夫人虽然是这么说，但怀疑的种子一种下就已经无法拔出了。她现在尤其担心夏新会不会拿夏家的钱去给赵家，所以现在零花钱都已经开始卡了。相信小新。夏明长也点了点头，沉声道，而且这个节骨眼，他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家也有影响。夏夫人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就是担心。你说要是自己亲生的，哪会有这个问题？夏明长一想到夏优胸口就是一股郁气。行了，别说了，相信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女儿，那件事都做了，夏优现在是不可能跟我们家一条心的。夏氏上和国际大楼，夏锦州在听到夏新的话后皱了皱眉，以前还不觉得，为什么现在他总觉得夏新身上有一种矫揉造作，而且夏新占有欲十足的那句话也让他十分不满。他为什么不能有别的妹妹？夏优可是他的亲生血缘的妹妹。在事务所看直播的夏之文同样脸色沉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到夏新理所当然地说着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总让他会想到夏优，而一想到夏优，他的脸色就不太好看。身边的助理笑道，您妹妹真可爱。夏之文只淡淡笑着回了句，是吗？哇，这位小姐是谁？好漂亮。随着助理的惊呼，夏之文也看向了直播屏幕，只见屏幕中戴着墨镜的少女穿着随性的背带裤直接走向了录制棚。少女扎着高高的马尾，满满的青春娇嫩感都快溢出了屏幕，虽然戴着墨镜，但雪白的肌肤好像在阳光下会反光一下，让人根本移不开眼。当夏优出现，一瞬间便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漂亮姐姐杀我！夏优妹妹，我刚粉上你，我是你的演技和颜粉。卧槽，节目组还真把夏优请来了，这是想搞事？傻逼节目组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星宝跟夏优有过节啊？请夏优干嘛？节目组给个说法。果然天生丽质是并不需要过多的装扮的，妹妹太漂亮了吧？节目组真是什么人都请了，为了噱头脸都不要了。人家是林氏千金，你是什么东西啊，在这里指指点点的，又不是亲生的，不过是个养女而已。弹幕的热闹分为三波，一波吃瓜群众，专门看热闹来的，毕竟夏优和夏新算是世仇了，大家都好奇能擦出什么火花。第二波是被夏优圈粉的路人，喜欢夏优的率直毒舌低调。第三波就是夏新的粉丝了，弹幕全都是对夏优各种挑刺，有说她整容的，也有说她靠手段欺骗林氏女总裁攀附有钱人的。同时大家注意到许多神秘账号开始在为夏优人气打头，并且瞬间就把夏优投到了断层第一，打赏刷的火箭几乎就没有断过。这一下惊呆了众人，这些神秘账号
不是都是那些低调的有钱豪门千金和少爷们吗？夏优就人气这么高吗？人脉这么好吗？这些少爷小姐们的刷榜让这些普通的粉丝们望尘莫及。原本还在第一的璀璨带着王冠的夏星头像瞬间被挤了下去。以林家的几位少爷小姐们为首，豪门圈子里有名有姓的二代们都来了。原来有钱是这种感觉吗？随便刷一下就上百万了。少爷小姐们，你们还缺保姆吗？我可以。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要是这么有钱，我的道德底线有多低。夏优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人脉啊？上次夏优骂夏星兄妹的时候，他们也来点赞了。1、2、3、4、5、6、7、8，那位不是出了名的纨绔公子哥儿吗？他竟然也是夏优的好朋友。还有那位风流成性被称为夜店小王子的贺少爷也来了。这些人的出动并不但把网友惊呆了，都把节目组给吓着了。这些少爷小姐们那随便一个都是能请来当嘉宾的人物啊，平时让他们上个节目都挑3拣4嫌弃这那的，现在全都出现在他们直播间了，这简直是天赐的流量啊！请夏优真是请对了。震惊的还有不少纨绔二代们的家长一辈，纷纷好奇的要命到处打听夏优这个横空出世的千金到底是怎么把这些眼高于顶的臭小子们给搞定的，简直就跟团建似的。他们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真正的目的，那是想拜夏优为师学枪法。夏优那天在靶场的行为已经在圈子里传疯了，更别说当天还有就在现场的，简直是装逼天花板。俗话说得好，没有男人不爱枪，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当逼王之王，尤其是这些纨绔子弟们。所以看到夏优一上综艺，全都跑来露脸了。再说跟林氏千金搞好关系又不亏，怎么某团宠千金连这些人脉都没有啊？是不想吗？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好吗？某位靠着天天营销自己几个哥哥的营销咖，就别营销什么团宠大女主爽文了，都是姓夏，难怪夏星的粉丝这么针对夏优呢，是怕自己比不上夏优吧？天哪，我要是有这样的人脉哦，不得起飞。夏优到底怎么做到的？这说明人家虽然是林氏的养女，但自己也是有本事的，不然怎么会将这些富二代少爷小姐们拿捏？不像某些人天天就会卖弄自己的几个哥哥，自己啥也不是。毕竟夏优和夏星的都姓夏，而且又存在矛盾，自然网友们也喜欢拿他们来比对。在金钱的力量之下，夏星的粉丝们一个屁都放不出来。而夏星当得知夏优一出场榜单上的人气已经和自己断层了，当时脸色就黑了。看到那些刷榜的人的时候，更是极度的咬碎了牙。就在这个时候，给夏优刷榜的榜1榜2立刻换了人。会刷榜吗？陆思彻看着那榜单眯了眯眸子，身边秘书也看了一眼，然后立刻道：会的彻少。陆思彻，刷个第一。是。夏优对这一切还不知情，只是跟着节目组的摄像头进了到录制棚。不过他作为嘉宾先休息，还轮不到他出场。而每个嘉宾都有自己的休息室，所以也互相见不着。这档电竞综艺是以邀请几大战队的人气选手，再匹配2个几个组成战队，最后互相 PK。而夏优作为的嘉宾其实跟观众差不多，只是作为观众代表坐在席位上，偶尔说说话，点评2句。夏星则属于明星行列了，跟明星一个待遇，最后会选择一个战队共同作战。他要露脸，当然这样才有更大的曝光度。在他后场的时候，夏优就在休息室里闭着眼睛休息，直播间里拍摄到的就是夏优休息的画面，轻松自如，就跟回了自己家一样的轻松。对比其他明星们和战队的热闹，夏优这边就跟世外桃源一样，尤其是夏星那边时不时的就跟镜头互动。啊，你说夏优啊，他也来了。夏星当作好像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之前是有点不愉快，不过我也不在意了。林氏千金啊，其实我以前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故意尴尬的笑了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这就不禁让大家都开始怀疑夏优以前是不是有什么黑料啊。恰巧这个时候有人爆料，夏优以前上学的时候知3当3，主动倒追小新的男朋友，什么下头女也配碰瓷我们星宝，知3当3这么恶心，真的假的？夏优看起来根本不像啊。抵制3姐，难怪赵家会去找林氏大厦找林总，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夏优人品有问题啊。关于夏优知3当3的话题也在瞬间冲上了热搜。也就在这个时候，林家的千金小姐林涵直接发了一条状态，她也配。林氏的公子林仲也少见的露面了，转发了林涵的状态，并发出一句给我妹妹提鞋都不配。一时间舆论紧急反转，大家都开始怀疑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在大家震惊万分吃瓜的时候，节目也已经正式开始录制了。优姐，该你出场了。小鹿提醒。夏优这才睁开眼，看到工作人员们也已经过来请他了。2大战队和明星们此时已经出场完毕，到主持人介绍嘉宾的阶段。夏优是第2个出场的。接下来让我们隆重介绍下一位嘉宾，林氏千金夏优夏小姐。
当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台上的夏星拳头都紧紧捏了起来，夏木也皱了皱眉头。夏优缓缓走了出来，带着几分随意，摘下了墨镜的他五官也更为清晰。直播里的他几乎算是不施粉黛，可却好看的跟其他人都好像不在同一个图层。他坐在那里就自带一股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气场，像是一块漂亮的清清冷冷的玉石。直播间的导播都似乎特别偏爱他，总会忍不住的对他的脸多拍一些美丽的瞬间。当他坐下之后，旁边的另外一位嘉宾也礼貌的和夏优打了个招呼，夏优也礼貌的点了下头，好像是个业内的导演，但夏优不太熟悉。夏木身边带来的队友立刻撞了一下夏木的胳膊，小声说：“我的女神来了。”夏星听到了，如果不是有摄像头，这个时候他的脸色恐怕难看的都想要杀人了。夏木也皱了皱眉，对于夏优这么受欢迎，心情也有些复杂。好了，最后一位神秘嘉宾。主持人兴奋激动的声音带起了所有人的情绪，就连台上的明星们都好奇了起来。神秘嘉宾？没听说过啊。神秘嘉宾？有多神秘？是谁啊？一点风声都没有啊。夏优也被吊起了好奇心，他还以为就俩嘉宾呢。还有一个，那就是厉氏集团的总裁厉成。让我们欢迎厉总。主持人自己都止不住的激动。夏优挑了下眉，只见一身白色西装的厉成在工作人员恭敬的引领下，朝着夏优身边走了过来。而他从出来的那一刻，目光也不由自主地落在夏优脸上，唇角也浅浅弯了弯。今天厉成戴了一副无框的眼镜，让他整个人更多了一种禁欲的斯文气。他一举一动都是充满风度优雅，英俊的外貌在他这种过人的气质氛围感面前都只是成为了锦上添花。厉成的出现让网友们疯狂了。厉成，我的互联网老公！卧槽卧槽卧槽！节目组竟然请了厉成，我要死在老公的腿下！太帅了吧！瞬间秒杀在场所有男明星。厉成走过来，先跟夏优笑着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直接坐在了夏优的旁边，这让工作人员都愣了一下。原本他们是安排厉总坐另一边的，因为他们害怕有人磕厉总和夏优的 CP， 或者出现一些无法控制的场面出现。要知道，厉总是很厌恶这些绯闻的，但没想到厉总竟然主动坐在了夏小姐的旁边。工作人员诧异，但网友们却不知情，还以为是特地这样安排的。当厉成坐下，十分熟稔的笑着轻声说：“很惊讶吗？”夏优还好，然后半开玩笑的说了句：“怎么，你也要出来抛头露面赚钱？”厉成眼里噙起笑意：“夏小姐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两个人的对话虽然不大声，但却正好被收进了直播里。毕竟这俩人都不习惯这种带着麦录制节目，已经忘了这回事了。所以不光是在场的人，网友们都听到了他俩的对话。厉公子跟夏优是什么关系？怎么他们看起来也这么说啊？这几句对话怎么这么好嗑？我要死了！什么都嗑，只会让我营养均衡。道德在那里？底线在哪里？ CP 名在哪里？事实证明，夏优就是讨人喜欢啊，连厉总都对他另眼相待。我可从来没见过厉总跟哪个女生同框过。夏星见到厉成的时候，原本也激动得不得了。他本来就喜欢厉成，想要甩了秦瑞追厉成，但是怎么都拿不到厉成的联系方式，也偶遇不到这个人。在经过上次靶场的时候，他对厉成的爱慕也更浓了。这样一个被人仰望的男人，才应该成为她的老公。这样，就算没有夏家，她也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小公主，是名媛贵妇，又有一辈子享受不完的富贵。更别说厉成还长得这么帅。所以，当厉成和夏优说笑的时候，夏星简直嫉妒和气愤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主持人也立马笑着询问：“看样子，我们小优和厉总好像很熟，你们是之前就认识吗？”夏优：“不太熟。”厉成：“之前就认识。”两个人几乎是一起说的。说完，厉成还看了夏优一眼，噙着笑意的眼神意味不明。主持人对俩人的回答稍稍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笑了起来，打着圆场化解尴尬。厉总和小优可真是默契呢。谢秘书盯着捏紧了手里钢笔的陆思彻，脖子都忍不住想往后撤，就怕一个不小心被迁怒，殃及池鱼了。一个常年不在综艺里露面的人，突然出现在这种场合里。陆思彻唇角咧起一抹冷意：“你猜是为什么？”谢秘书这样哪敢猜啊？所以机智地保持了沉默。陆思彻眸光冰冷，说了4个字：居心叵测。厉成这个人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算熟，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知道的。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不会做没有目的的事情。这种综艺跟厉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也想来不喜欢卷入娱乐圈的这些绯闻中，所以按理来说他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那么缘由也就不言而喻。就在这个时候，秘书接了个电话，点了点头之后，旋即在陆思彻耳边低声说道：“是顾霆锋顾少爷，
说想见您一面。顾廷峰，他皱眉，片刻后知道了，你安排一下时间。是。吩咐完之后，陆思彻的目光继续落在了直播的荧幕上。而此时，在经过历程和夏优的小插曲掀起了一阵小波澜之后，节目也进入了正题。主持人故意询问夏星：我们从小火到大的夏星同学也来了，请问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参加我们这档电竞综艺呢？夏星笑眯眯地说道：小时候我想玩游戏，我哥老说我笨，这次我要证明给他看，我可不笨。夏木也笑了一下，眼里宠溺。主持人继续追问：那小星现在技术怎么样？夏星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嘴，然后一脸委屈地看向夏木：得靠我哥了。弹幕：什么神仙兄妹情，小星也太会了吧，好可爱，小星不会电竞白痴吧？哈哈，很好笑吗？电竞白痴也来上节目，那不是浪费所有人的努力？说的好像夏优也会似的，看他那样子，估计连这个游戏怎么玩都不知道吧。看到夏星那装模作样的样子，夏优皱了皱眉，就是个蠢货，来拖后腿的。他点评了一句：带妹局。江城说的，他的任务就是时不时的点评一句，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话不但引得台上的人变了脸色，弹幕上更是变成了两大极端。卧槽，哈哈哈，这是能说的吗？我院才称之为鉴察达人，我就说这夏星说话装的要死，真带妹局。夏优虽然话难听，但也是实话，哈哈哈哈。他不会觉这样自己很可爱吧？我之前还真觉得他可爱，但夏优这么一说，我突然就觉得夏星好蠢啊！不会说话能不能闭嘴？是嫉妒人家哥哥不带你吗？小木愿意，星宝愿意，关你屁事！夏优就是嫉妒夏星，毕竟他的成长环境可没有哥哥疼，我们星宝有哥哥。夏星故意看着夏优道：夏优姐姐好像对我有什么意见，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说的，这样背后说多不好啊。夏优皱眉：我没跟你直接说吗？我也没背后说吧。还有，别喊我姐姐，听着怪难听的。我是孤儿，没有妹妹。历程抿了抿唇，眼角泛着一丝笑意。夏星脸色也变得难看，直播的导演镜头都吓得晃了晃，他都不知道话该不该直播出去。这位请来的嘉宾也太猛了吧！其他战队成员和明星们也都愣住了，这话是可以说的吗？是剧本吗？现在的剧本都这么生猛吗？他们怎么不知道？夏星想说什么，却又如鲠在喉，想骂夏优，可又在直播，所以只能忍下来，面上不高兴的委屈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这句话和表情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同情，纷纷帮夏星说起了话来。历程淡淡开口：是不好听。夏优正要好好骂夏星这个装货两句，听到历程开口，下意识疑惑的看了他一眼。历程赞同的点头：他叫你姐姐，是难听。夏星本来就不好看的脸色，听到这话仿佛要裂开了。他委屈的咬唇看着历程，可历程从始至终都没看他一眼。大家也没想到历程会突然来这么久，都诧异极了，更别说观众们了。夏木不满地看了一眼历程，最后落到了夏优脸上。某位林氏的千金，说话最好注意点。夏木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警告。夏优勾唇：你们夏家的兄弟都喜欢威胁人呢，这话都不算内涵了，已经是明指了。这话让所有人都想起了当初夏锦州和夏星威胁剧组抢角色的事情。夏木也立联想到了，所以脸色铁青的也不再说话。而夏星见到有自己表现的机会，立刻一副被踩尾巴的样子说：不许你说我哥哥。夏优附赠了夏星2个字：傻逼。主持人都吓得赶紧把话接了过去。好了好了，我看现场的氛围也十分火热啊。没错，咱们电竞就是这么激情。主持人看这个情况，赶紧开始了分组，让2个战队按规则开始选人。但这一下弹幕和网上可就热闹了。夏优这一犀利的几句话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谁看真人秀直播看过这样的场面啊？这确定不是剧本吗？直播呢，这是啥都能说吗？厉总怎么老对夏优说悄悄话？哈哈哈哈！厉总，你说你是不是看上夏优了？天，我还是第一次在综艺上见到这种名场面。夏优的嘴巴是催了毒吗？夏优是不是有病啊？能不能滚出去？不要嫉妒我们星宝的太明显。这就是无所畏惧的林氏大小姐吗？家底人脉丰厚就是牛啊！哈哈哈！我愿称之为我的嘴替。夏优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姐妹们发现没？夏优不是乱说，他只是针对夏家兄妹，他对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没错没错，夏锦州先前威胁剧组的事情我还记得，难道你们都忘了？夏优怎么不骂别人呢？你们懂什么？那是哥哥宠妹妹，威胁剧组怎么了？只要星宝有需要，哪怕我们哥哥与全世界为敌，都要保护星宝的。懂不懂团宠的含金量啊？网上的讨论马上就爆了，而现场都还没来得及消音，夏优的话就已经直播出了。在现场分战队的时候，
导演立刻小跑到了夏优面前。夏小姐，就是您能不能稍微那么委婉点？导演讨好的说，您这样太直接了，我怕到时候影响不好。夏优疑惑，不能太直接。那我委婉点说。他说，毕竟他是来赚钱的，既然导演这么说了，那他也得听一听。导演连忙笑道，好好好，然后又跟厉成打了个招呼，厉总好。打完招呼，导演才下去。厉成看向夏优，目光揶揄，在直播秀上说这么直接的话，你就不怕被网友们骂？夏优弯了弯唇，那你怕吗？厉成笑了，意思也不言而喻。已经到厉成这种高度的男人，又怎么会怕网上这些舆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甚至他也可以在瞬间让这些舆论消失。夏优挑了下眉，也只是笑笑。他又不是夏星，那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一直活在伪装的人设里。他做任何事情只凭借心情，而他对正常人也有对待正常人的方式，但对待夏家和赵家这种尽是人渣的类别，不用把对方当人就行。更何况这家还是法制卡，夏优从来都把这家人当畜生，就是可怜原本的夏优，无论是养父母还是亲生父母，也都没把他当人。这个综艺的金主之一就有夏家。厉成平静的轻声说，所以你要小心他们给你穿小鞋。夏优笑，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了。厉成唇角也掀了掀，拭目以待。节目组现在当然不敢给夏优穿小鞋，毕竟夏优如今是林氏千金，人脉更是好的可怕。这个节目背后的老板当初也是参与了林氏宴会的座上宾，仅仅凭借这些，节目组可是不敢对夏优做什么的，所以他们对夏优才这么客气和谦卑。更不必说现在夏优是节目的流量，光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都已经冲上无数个热搜了。就算2选1，节目组都宁愿会让夏家兄妹多被夏优骂一骂，好博流量。比起得罪林氏和夏优身后的无数2代豪门小姐少爷们，他们宁愿得罪夏家。当镜头转过头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夏优和厉成说完话转过头的样子，而两人时不时的说悄悄话的模样，一时间也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磕 CP 的冲动。毕竟男巨女靓，而厉成又总在帮夏优说话，这种自然又不经意的糖聊的 CP 粉们食指大动。舞台上双方战队也选好了自己的队友，夏目的破风战队第一个就选了夏星，一时兄妹情和兄妹 CP 的词条也在整个直播间刷屏，夏星的粉丝们都激动得不得了。就在选好人之后，夏星忽然开口说，不如让嘉宾们也一起加入战队吧，这样不是更好玩吗？主持人笑了一下，可是我们规则里没有让嘉宾们加入哦。夏星看向夏优继续说，就是要打破规则，大家才觉得有趣。厉成哥哥，你说对吗？最后一句话他是看向厉成说的，笑容甜美，而他的一句厉成哥哥喊的厉成皱紧了眉。主持人目光看向了导演，征询导演的意见，导演则看向了嘉宾席。导演，直播间的观众都在说让嘉宾也加入。身边的副导过来说，厉成淡声道，我跟夏星小姐不是很熟，还是别这样叫，会让人误会。夏星却继续笑着说，你比我大，叫哥哥很正常呀。厉成皱眉，夏优唇角抿了抿，厉成败在斯文上了，要是陆思彻直接就能让他闭嘴。夏星撒娇，哥，我们让厉成哥哥加入我们战队好吗？另一个队员，可是我们人数够了啊。夏星，让一个人不要上场就好了。这话让夏目和其他队员们神色都微微有了一丝不太好看。夏目也皱了皱眉，这样不好吧？夏星撒娇，反正只是一场娱乐比赛而已，有什么关系？战队的其他2个队员神色都微微流露出了一丝不满，他们才是战友，是靠实力走到这里的，凭什么让夏目妹妹说让他们下去就让他们下去？然后特意看向了夏优，既然作为嘉宾来参加这个节目，肯定会玩这个游戏，对吧？在导演和主持人沟通了一下之后，主持人，那么3位嘉宾的意思是？导演笑着摆了摆手，我年纪大了就不玩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玩吧。夏优微笑，好啊。厉成，随便。主持人也激动了起来，立刻说，那请双方互选吧。夏优和厉总作为第6人加入战队，不过为了战队的可看性，最后由双方队长决定最后是否让嘉宾上场。夏目为了夏星直接选了厉成，夏星也对厉成发起了撒娇攻势。另一个战队见状，在不满之下也只能选夏优了。本来每个战队和明星的分配比例不但是为了让明星露脸，也是为了让队员们能更火一些，现在却被夏星一句话搞得他们必须要让一个人失去露脸的机会了，所以大家都不太开心。大家都知道，虽然主持人话是那么说，可实际上最后队长都会让嘉宾上场的。不过我不加入任何战队，我单独作为第3支战队，我不希望有人失去一个表现的机会。夏优忽然开口淡声说，可是就你一个人吗？组成第3支战队的话人数不够啊。主持人问。夏优笑，我带人机。
从夏目选人开始就没答应也没说话的历程开口，还有我。夏优看了眼历程，历程唇角微咧，你可以把我当人机。直播间的观众们热血沸腾了起来。夏优人也太好了，我真的哭死。夏星真是自私啊，为了自己花痴竟然让别人失去表现的机会，这就是你们的小公主吗？队员们欠夏星的吗？他怎么这么理所当然啊？刚刚磕夏星和厉总的人呢？你们真是什么都吃得下啊？没看见人家都不想搭理他吗？夏星滚啊，别凑我南山。历程莫挨老子。夏优要带人机组成第3支战队。我就说历程跟夏优关系不一般，可拉了。哈哈哈，可以把我当人机，厉总也会这么可爱吗？夏优好装啊，到时候别丢死人了。夏星我记得好像有男朋友吧？这样真的好吗？活在清朝吧，你出嫁又不是出家，怎么不能花痴了？更何况夏星还没出嫁。而夏优的这个举动却一下让破风战队的其他成员们和另一支战队南朝战队的成员们对夏优好感倍增，之前对他的偏见也消失了，甚至觉得刚刚夏优骂夏星的话都骂得贼帅。夏星感觉到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夏优身上去了，心里不甘的要命，眼底也闪过一丝恨意。他面上挤出一丝笑意，你说的这么轻松，那你玩登顶一定很厉害吧？到时候连个技能都放不出来，连累了别人可是会被骂的。虽然是笑着说，可夏星的话却明显是在带节奏。夏优故意笑着说，是很厉害啊。而夏优这句话大家都以为他是故意在放狠话，看着就像是在吹牛。在另外2个有职业队员的战队面前竟然说自己很厉害，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反正吹牛不要钱是吧？对方可是有职业队员，夏优说这话也不怕脸被打肿，就是坐等吹牛不打草稿的人脸被打烂。观众们纷纷发出对夏优吹牛的鄙夷。夏星压着心里那股憋气也笑了起来，那我们拭目以待。他等的就是夏优这句话，现在他话说的越满，到时候只会被骂得更惨。他现在不敢真把夏优惹毛了，到时候他发疯乱说话，所以他要让这些网友和观众们骂死他，让他人见人骂，成为过街老鼠，这样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了。很快主持人就定下来了新规则，夏优和历程作为嘉宾的第3支战队成立，最后作为2支战队决战之后的表演赛，也就是说谁赢了就会得到和夏优与历程组成的人机战队比赛的资格。定下规则后，节目进入了休息时间，开始播放起了广告。而无论是历程的综艺首秀，甚至是电竞首秀，还是夏优的话题，都拉满了期待性。整个节目的热度空前高涨。夏家人的其他3个兄弟在看到这个节目和直播间刷过的那些弹幕的时候，脸色都各有异样。但相同的是，3兄弟在看到那些说夏优嫉妒夏星有哥哥宠，所以才针对夏星的时候，心里都有了一丝爽感和优越感。而夏优和夏星出现在同框里的对比，夏星的暗淡，还有他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都让他们皱起了眉。夏优虽然说话骂人，但身上那股大气却是夏星根本没法比的，尤其他那恐怖的人脉，让他们都感到诧异。夏优到底凭什么能有这样的人脉？更别说夏明长夫妻。当知道夏优认识那么多豪门圈子里，平时他儿子交朋友都不好交上的那些有钱公子哥和小姐的时候，他们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样的人应该是夏星才对，他们梦想中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可现在夏星这个女儿好像谁都不喜欢她了，她连那些朋友都交不到，这让夏家父母本来就有些膈应的心里更加不爽。如果是夏优成为了他们想要的那种女儿，夏星让他们失望的话，这显得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都像个笑话。夏优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夏明长脸色阴沉，夏夫人皱眉，难道是因为林氏？是林氏给他铺路的？夏明长点头，有可能。旋即冷哼了一声，不就是因为林氏能给他好处，所以他才不认我们吗？当人家的养女有什么用？还真以为林家能给他分财产吗？夏夫人冷冷道。可刚说完这句话，他脸色也变了。夫妻俩都想到了夏星是他们的养女，以前他们还没觉得，一直都把夏星当亲女儿。可现在养女这2个字好像始终在提醒着他们，夏星流着别人的血，难道他们的财产以后都要分给别人的亲女儿吗？一时之间，夫妻2人心中都有了一丝动摇了。如果夏优现在在夏家，她是夏家的大小姐，那些人脉不就也是他们夏家的了吗？想到这里，夫妻2人神色都有些郁闷，真不知道他坐了个牢出来，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夏树沉声说道。夏树来公司找夏锦州的时候，正好和夏锦州一起看了这场直播。那些人他是怎么认识的？要说林氏的面子，也只有那些人的长辈才会给卖吧。这几个人可不是谁的面子都给的。夏树皱着眉头，现在那些给夏优打榜的账号，全都是眼熟的一些少爷小姐们的账号。
几乎每个都是身价百亿起。这些个可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刺头。夏树认识其中一两个，但关系并不算好，也仅限于酒肉朋友认识而已。他们那些人有自己的圈子，一个个都眼高于顶，是豪门里的顶层圈。跟他们比起来，夏家的门第都还够不着。夏锦州看着那些榜单上的人，而现在夏优榜单第一的位置被一个叫 X 的账号占领了。这个叫 X 的账号，他隐约觉得熟悉，好像见过，但又想不起来了。而当叫 X 的这个账号上来之后，底下的其他打榜的少爷小姐们纷纷哭穷，呜呜，没钱了，打不过打不过。正是哪位大佬，快来让我们膜拜膜拜。成为夏优姐姐榜一大佬的计划落空了。 QAQ 哥们儿真没钱了，能不能给我几个位置？夏锦州也有些疑惑。在这个圈子里，如果说在年轻人一代中有这个资本的人只有3个，因为只有他们在掌控公司，手里有钱有资本。一个是历城，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陆思彻，那个可怕又神秘的男人。一个分明很少出现在世人面前，却提起他名字豪门圈子里的人腿都能抖一抖的人物。他注意力从榜单上收回来，继续刚刚的话题。也许是因为靶场的事。靶场，夏树也想起来二哥说过这件事，那天他们在靶场发生的事情。但他一直觉得二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心中也一直存疑。即便他知道二哥不可能会在这种事上说谎，可那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让他难以置信。这些公子哥儿很是喜欢拿射击当玩票，也很喜欢在靶场比试，痴迷枪械。而那天靶场的事情，估计有不少人亲眼目睹，或者录了视频传到了这个圈子里。夏锦州诞生说，再加上林家兄妹本身圈子就广，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夏树不可思议，难道是真的？夏锦州沉了沉眸，看向了播放着广告的直播间，没有说话。夏优趁着休息的去后台喝了口水，顺便吃点点心，没想到却被夏木拦住了路。这就是你上这个节目的目的，羞辱小新，故意给他难堪是吗？夏木冷冷盯着夏优质问。夏优冷笑，这都被你猜到了，不过你猜错了一半，我还要羞辱你来着。夏木眉宇愠怒，你，夏优，你别以为你现在认了别人当妈，就有人给你撑腰了。夏优挑眉，夏新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他不是还仗着你们杀人放火呢，我就不能仗着林家辱骂畜生了？你们说话之前凡是先过脑子，虽然我不把你们当人，但你们也别太自甘堕落。我做的事情应该还远不及你们半分吧。夏优盯着夏木，为了夏新的一己私欲，就想要自己的战队的队员退场，你也配当队长？夏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被夏优指责的竟然找不到话来反驳。滚开，你不滚开的话，我快要喊人了。夏优冷冷道。夏新这时候又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夏优，你在干嘛？你怎么能欺负我哥？夏优看向夏新，却见到夏新身后偷偷跟了个摄像头，很显然这是夏新故意带过来的。果然，夏新单独的直播间，网友们也发出了疑问。夏优在后台欺负夏木，这是什么情况啊？没想到星宝带我们秘密探后台，竟然还拍到了这一幕。不会吧，夏优真的在欺负夏木吗？不知道事实，先不予判断。夏新很愤怒，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你找我哥哥麻烦做什么？夏新的声音说着都快要哭出来了。夏优皱眉，没人告诉你刚整完容别做大表情吗？你看你脸都变形了。夏新仿佛被点了死穴，脸色也唰的一下变得卡白。直播间里也都被弹幕刷满了。难怪我觉得夏新这次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原来是整容了。我就说今天他的粉丝怎么到处拿着截图说他跟赵家一点都不像，是在干啥呢？他不会是因为有人说他跟赵家那一家人长得像，所以去整容了吧？夏优怎么回事？哈哈哈！怎么一句话就戳中别人的死穴？哈哈哈哈！夏新整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像姓赵的那一家人。我去，我看出来了，夏新真的整容了，直播都不敢对他了。夏优继续懒懒地说道，还有，你整的再像我也没有用。克隆羊的故事你听说过吧？学人精没有好下场的。夏新立刻条件反射道，你乱说什么？不要污蔑我，我才没有学你。他说话的时候也不敢再做大表情，可反应却出卖了他。拿摄像头的也赶紧把直播画面前切了。他是夏新的助理，在夏新直播间自己开的直播，见势不对，他也不敢再继续直播了。直播呢？画面怎么没有了？我还等着看后续呢。后面怎么了？怎么了？别在关键时刻掐断啊。6. 第一次见到自己直播翻车的。夏新可能本来想拍夏优的黑料，结果被夏优爆出了自己整容的事，所以赶紧关了。只是妆容问题而已。夏优说什么你们都信？我们星宝天生丽质，才不需要整容。仔细对比看看，夏新的确现在更像他哥哥了，也更像夏优了。
夏优能不能去死啊？怎么天天胡说八道，污蔑小新妹妹？二哥能不能把这个人告到坐牢？夏优笑了一下，然后就要迈腿往前走，但夏木却没有让开。夏优不耐烦，还要我再说一次滚吗？夏木冷冷看着他，我会在游戏里教你怎么好好做人，只要夏优的表现够菜，那就够他被骂的。说完，夏木才让开了路。夏优，等你有资格跟我比赛说吧。说完，夏优就往前走了。夏木被气得脸色铁青，他和历程作为嘉宾，本身表演赛就是突然加进去的，最后胜出的战队和他们的嘉宾对比，是最不会破坏规则和赛制的，最后还能当成一个娱乐的表演赛，所以两个战队的获胜者才会跟夏优在游戏里相遇。夏优说的也没错。小木，夏星走到夏木面前，难受的快要哭出来了。夏木现在心情也很烦躁，看到夏星这哭哭啼啼的样子，他更烦了。谁让你去整容的，非要去招他干嘛？你不知道他要骂人吗？夏星没想到夏木对他态度变成了这样。你凶我！夏星愤怒又委屈，我整容还不是为了不想给你们丢脸，不想让别人拿我和他们家对比，我做错了吗？夏木皱了皱眉，看到夏星这样子，心里又自责了起来。他不该用这种语气对夏星说话的。对不起，是哥哥态度不好。夏木哄着夏星道歉，刚刚我也是被夏优气的。夏星擦了擦眼泪，不说话了，心里却恨死了夏优，巴不得他现在就去死。夏优回到休息室内，吃了点水果，听到电话在震动，他拿起手机接了起来，刚放到耳朵就听到了江城爆炸的火药味。能不能收点？能不能收着点我的亲爹？你要让公司的公关部瘫痪吗？还有那位打榜的榜一大哥到底是谁啊？夏优把耳朵离远了点，要是江城在他面前，估计唾沫星子都得喷他脸上。等江城喷完了，夏优才把手机贴向耳朵。什么榜一大哥？江城，算了，估计你也不知道，可能是哪个钱多的没地方烧的富豪吧。我再跟说一遍，你干啥都行，别给我公司整没了，到时候咱所有人都喝西北风去。夏优挑眉，你放心，喝不了西北风，公司就算垮了他也有钱。但江城是个事业脑，他表示绝对不能允许公司垮掉，再三叮嘱夏优了之后才挂断了电话。小鹿听到了江城的全程咆哮，忍不住道，优姐，江总会不会节目结束后对你？他做了个比划脖子的姿势，表情滑稽。夏优，他没这胆子，江城只是事业脑发疯而已，公司都是他出资的，江城还能把他炒了不成？不慌，问题不大。他很淡定，然后拿起小鹿给他买的奶茶喝了一口。小鹿忽然双手合十，然后一脸膜拜的看着夏优。夏优接过奶茶，怎么了？小鹿双手合十，小圆脸都是粉扑扑的。优姐，你简直就是我偶像，竟然能把夏家兄妹骂成那样，我看他们在舞台上脸都没好看过。在小鹿的职业生涯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简直就跟做梦一样。他差点都要以为会出直播事故了。而且关键是夏优那么不客气的话，竟然还没有被全网黑，网上风评竟然是2级，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听说他们兄妹经常霸凌别人，以前我有个朋友跟夏星是同学，就是因为跟夏星有了矛盾，所以最后被他们逼得转学了。小鹿皱着眉，所以从那以后我对他们兄妹就一直没有好感。可网上全是吹捧他们兄妹的，夏星更是火得不得了，他们有钱有势，有点黑料都被抹掉了。夏优闻言看了一眼小鹿，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小鹿面上虽然掩饰得很好，但夏优还是看到了小鹿眼里一闪似的恨意。小鹿很快又笑了起来，娃娃脸可爱的脸上人畜无害，所以我看到优姐骂他们的时候简直是大快人心。夏优看着小鹿片刻，你的那个朋友跟你关系应该很好吧？小鹿目光垂下，手里一边帮夏优收拾东西，算是不错，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夏优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追问，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丝计较。他拿起手机直接给吴秘书发了个短信过去，查查我的助理唐璐的同龄人际关系。吴秘书秒回，收到。夏优放下手机，又看了一眼小鹿，你身边有人生病吗？他问了一句。小鹿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没有吧。夏优微笑点了下头，也没再问。小鹿身上有病气，这种病气不是他自己的，应该是他身边长期接触的一个亲近的人，所以他才会这么问一句。既然小鹿不说，他就不多问了。很快休息时间结束了，不过夏优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休息时间里，关于夏星整容的话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只不过一直有人在压这个话题，降低讨论度。而对超越时空电竞节目组来说，这次简直是天赐的热度，从没有那次节目的直播能够招来这么大的流量。当直播再次开启，直播间已经挤满了人，几乎整个屏幕都被网友们的弹幕刷屏了。夏星真的整容了？快点快点，我要看下优毒嘴辣屏。节目组已经被资本控制了，夏优这样都还能留在节目上，
历程，我的虚拟老公，我的理由 CP 何在？给我一个理由。什么鬼？这么快 CP 名就出来了吗？夏优回到嘉宾席的时候，历程已经在等他了。坐在嘉宾席上的历程和周围的所有人都看起来格格不入，但是他又偏偏有夺去所有人目光的资本，就连观众们都希望导播偏爱他，多拍一下他。看到夏优回来，他的视线才在夏优身上落了一下。事实上，现在这边的棚里也只剩下了他们3位嘉宾。两支战队选好队友之后，他们还有一段磨合期，共同训练以及制定作战方案。而这所有的画面都将直播出来，夏优他们作为观察员会进行实时评论。主持本来想采访夏优的，但可能怕夏优口出狂言，所以采访了一下厉成。请问厉总，对于刚刚两支战队的选人有什么看法呢？不知道厉总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成员？厉成嘴角微微掀了掀，很公式化的回了一句没有。他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显然不想回答多的问题了。不过回答完之后，厉成有意的看了一眼夏优。你有喜欢的人吗？对，是厉成问的。主持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以为是厉成说错了，所以主持人也笑着。那么夏优呢？网友们，厉总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你有喜欢的人吗？直播间里顿时全是问号和感叹号。陆思彻手里的钢笔突然就断了，目光凉凉的盯着直播屏幕。彻少，对面的老总讨好的笑道，难道您是对我们的这个方案不满意吗？不满意的话没关系的，我们还可以再调整了一下。陆思彻看了眼静音模式的平板，他本来只是放在那里调了个静音，然后再谈生意上的事情，谁知他就刚好瞥了一眼，就看到了厉成说的话，还有弹幕上观众们的反应。即便没有声音，他也能看得懂唇语。而对面的王总还以为是自己的方案让陆思彻不满意，吓得冷汗涔涔的。谁不知道，自从这位陆家的太子爷接手 Z 市的生意后，整个 Z 市的豪门圈子呼吸都是绕着这位爷走的。让他不满意了，他可谁都不会给面子。出了名的狠人，之前有个暴发户想跟陆思彻谈合作，想在合同上阴他一把，现在这个人都已经查无此人了，据说连公司都没了。后来听到小道消息说这个人已经进监狱了，而且还被判得很重的那种，并且人都不是完整的，这更让合作方战战兢兢了，但也过滤掉了不少劣质合作方。彻少，王总试探性的又问了一下。陆思彻皱眉，不耐烦，闭嘴。王总立刻闭嘴，不敢说话了。秘书用眼神跟他示意，看了看旁边的平板，王总也瞄了一眼，这才知道陆思彻在看什么，于是他也乖乖巧巧的坐好，安静等着。原来彻少还喜欢看直播啊，真看不出来，彻少还是个电竞迷。夏优听到厉成的话，怀疑厉成是不是收了节目组的钱，故意来八卦的。他微微一笑，我也没有。厉成轻轻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眼下了微微挑起的眉梢。主持人赶紧把话接了过去，虽然现在没有，但我相信说不定看了他们的比赛之后，就会被他们所征服呢。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支战队的准备情况如何吧。夏优眼前的舞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荧幕，而荧幕上则是两支战队直播准备情况。按照他们的规则赛制，光是这样的准备和磨合直播都要放几天，攒够足够的热度和矛盾，然后才进行最后现场的比赛。陆思彻眉头拢了拢，此时弹幕上也刷着夏优和厉成般配的字眼，看起来更让他觉得刺眼。那两个公关公司养着吃白饭的吗？陆思彻突然的一句话让王总都吓了一激灵，看到那平板上刷的弹幕，谢秘书就明白了，彻少这是觉得碍眼了，他马上退下去办事。在谢秘书下去后，陆思彻目光从屏幕上收了回来，看向了坐在自己对面的王总。王总顿时正襟危坐，然后一脸陪笑，彻少，您说方案我看了，重新做一个。陆思彻的语气听起来显然心情不是很好，但这样的态度对王总来说已经是很知足了。他本来还怕彻少直接把气撒他身上呢。王总立马好的好的。另外节目现场正在播放两支战队的准备情况，夏优为了不把江澄惹生气，所以暂时也闭嘴了，毕竟他也不想自己刚开的公司就因为公关部爆炸而垮了。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因为夏优的沉默，所以导致直播反而没有之前有热度了。而厉成也几乎不说话，只是优雅的坐在那里，偶尔喝杯咖啡，偶尔会抬起头看了一眼夏优，和他耳语几句，这让直播间的嘉宾席就更沉默了，只有偶尔另一位导演嘉宾时不时的说两句。眼看直播间里只有两支战队的声音，主持人主动挑起了话题，开始把麦递给了夏优。于是接下来战队准备的时间里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当夏星撒娇然后不想训练的时候，夏优，我的看法吗？我建议战队直接换人。当夏星跟队训练次次拖后腿说，哎呀我好菜啊，我是笨蛋，我摆烂了，我不会。夏优，恶心心，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可爱吧？当夏沫安慰夏星，没事的小星，你就跟着我不会也没关系。夏优这么厉害，那输了就退出竞圈吧。看到南朝战队的几个明星们正在跟队友们积极练习，夏优微微手速不错，反应也快，长得也很漂亮，配合的不错，比隔壁带拖油瓶的好多了。当南朝战队分析新队友的情况时，夏优没毛病，分析的挺合理的。新加入的队友们都是进攻性，改为进攻性的打法很适合现在的他们。在面对南朝战队的夸奖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夏优也不是只会对人，还会夸人，而且夸的直接，一点都不委婉，并且在对他们对游戏的理解，夏优也有自己的看法，都说到了点上。这样让本来对夏优有恶意的观众们有所改观，但也依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夏优应该不是针对夏家兄妹，只是针对事实。怎么他不骂南朝战队的人？哈哈哈哈，不行了，夏优就是我的快乐源泉，他说一句我笑一句，这就是顶级嘴炮王者的实力嘛！爱了，就是，而且两边一看就高下立见。破风战队被夏星拖后腿，还引以为傲，又想偷懒，又跟不上进度。南朝战队这边多努力啊！两个明星也没有架子，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微微这一面，我现在对他路转粉了。只有认真努力的人才配得到喜欢吧？夏星他凭什么？就凭自己的4个哥哥吗？可不敢说，我怕夏星粉丝出来说我行我上，我上了我档期很忙的。之前夏星就说了自己不会啊，你们在对他期待什么？你行你上啊！有些人别太急，就算星宝不会又怎么样？别忘了还有夏木，我们哥哥会带星宝无痛赢的比赛的。看到直播间和网上的流量又上来了，节目组就安心了。果然还是得让夏优开口啊，他哪句话不是爆点？至于历程，虽然不怎么说话，但会回2句夏优说的话，跟他讨论几句。当然，讨论的话也很炸裂。看到夏星输了就撒娇，还骂对方不让他的时候，夏优有点恶心。历程确实，而这让把夏星平时都吹上天捧在手心里的粉丝们可受不了了。但他们又不敢去骂历程，只敢阴阳怪气几句历程。但对夏优却是重拳出击，在夏优的各大平台粉丝账号底下辱骂，而这也被其他眼尖的正义网友们发现了。夏星粉丝跟他本人一样爱男吗？厉总也说了呀，怎么不去骂厉总，光骂夏优？就是对男人唯唯诺诺，对女人重拳出击。难怪夏星看到男的就走不动路，天天4个哥哥4个哥哥，粉丝们也天天哥哥哥哥的，母鸡下蛋吗？夏星喜欢被男人包围，粉丝也都是拜爹要爱，一家人天天买通稿，什么豪门贵公子、豪门千金团宠小公主，这榜单现在连夏优的榜10大哥都干不过，丢死人了。但很快，这些网友们也遭受到了夏星粉丝们的攻击，双方人马在网上骂得有来有回，让其他明星的粉丝们都忍不住纷纷披着马甲来围观，甚至亲自上场。早看夏星不顺眼了，一个素人天天拉踩娱乐圈其他女明星，有病吧？仗着自己家里有点钱，天天蹭别的男明写通稿炒 CP， 还天天装无辜，结果被扒出来就是夏星大粉让搞的，可算是有人收拾他了。我忍他很久了，以前哪有人敢收拾他，跟他作对的都被他4个哥哥收拾了，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拯救我们了。在训练中的夏星玩手机时，看到网上的这些言论，脸都气得发绿了。有骂他整容的，还有拿他整容前后照片对比的，说他长得像赵家人的，还有说他整得像夏优是学人精的，更有说他爱男，挖出他那些以前拉踩其他女明星和男明星炒 CP 的黑料的。从小到大，夏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负面舆论。从前每次有不好的舆论出来，都会被大哥解决掉，哥哥们会为他摆平一切，他也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为什么他哥哥们会让这些言论出现在网上？他们不知道现在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吗？夏星从来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清楚，不管自己做什么，只要他的粉丝们去把那些说话难听的人骂得删屏，就不会有负面的舆论。而网友们都是被带着走的，只要网上夸他的话多，他们都会这样认为的。可现在网上的言论却让他受不了。哥，你看到网上说我的了吗？夏星故意当着直播镜头给夏锦州打电话，呜呜，哥为什么我明明没错，网上都在要骂我，呜呜。夏星打电话还找了个侧脸好看的角度，做出一副可委屈的小表情，让大部分的人都忍不住心生怜爱。但夏优的一句话却让现场沉默，假体都快出来了。主持人，姐姐没人让你在这个时候说话啊。氛围一下就破了。历程也抿了抿嘴，不过看了眼夏星，又看了眼夏优，似乎是在看夏星是不是真的整得跟夏优相似。夏锦州突然接到夏星的电话，眉头都拧在了一起，但还是配合着说了句：“你好好上综艺的，剩下的事不用管。”多年的暧昧的人设也让夏锦州自然而然地说出了这句话。但其实夏家一早就在公关了，可根本没什么用。他们还找了之前那2家公关公司
花了大把的钱砸出去，却没一点水花。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只会说我也不知道啊，让夏锦州有种仿佛被人骗了钱的愤怒感。夏之文已经在准备起诉那2家公司了，但又怕事情闹大不好看。夏欣哭着点点头，知道了哥哥。挂断电话后，他才离开了直播的镜头。兄妹之间的互动又让不少粉丝们吹起了团宠妹妹的标签，也有许多女粉喊着要给夏欣当嫂子。在这样的热闹之下，节目也来到了最后的决赛前的准备。在录制那天前，夏优和厉承正坐在酒店的卡座上喝咖啡。因为2个人都住在一个酒店，所以出来就遇见了。现在你可是大明星了。厉承揶揄地看着他，你的热搜已经碾压了近些年来所有明星的热度，空前绝后第一人。清淡温和的目光和他这个人给人的感觉一样，就像是夜间洒下的月光，柔和却十分清凉，带着点点禁欲的味道。他有种悄无声息的侵略感，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似乎一下就从很远的位置走到了你的面前。就像夏优明明跟厉承也不熟，没见过几面，但现在却坐在了一起喝咖啡，而且就好像老朋友一样。网络时代都是娱乐产物。夏优淡淡笑了笑，宠辱不惊。厉承看着他，深邃的眼眸难以看清被掩藏在镜片之下的色彩。你对这些事倒是不在意，跟你的年纪一点也不相符。夏优的身上其实没有一点她这个年纪的少女该有的一种蓬勃感。她好像对什么都不在意，不在意外界对她的看法，也不在意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或者在她眼里，一切的后果她都有承担的能力。她的承受力、意志和生命力都极其强大。她像是一团火焰，燃烧在冰山之上的火焰，又像是生长在枯骨之地的曼陀罗。这种矛盾感觉让人不由自主的就被他所吸引。至少在厉承的世界里，从小到大都没见如夏优一般的人。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喜欢奢侈品，喜欢漂亮的衣服和包包，喜欢被人追捧，喜欢成为耀眼的焦点。厉承唇角牵起一抹浅浅的弧度，但你好像什么都不喜欢。夏优不置可否，其实他不是不喜欢，而是这些东西他曾经拥有的太多了，所以没什么感觉。再昂贵的奢侈品在他眼里依旧是一串数字，看多了就没感觉了。厉承眼镜之下的眸子犀利地落在夏优的脸上。那你喜欢什么呢？夏优扬眉，疑惑地看向厉承，然后目光在厉承英俊的脸上扫过，最后落到了他的躯体。我喜欢好看的人，体标本。夏优作为一个学医的人，对于完美的人类身体还是有着特别的爱好的。当然不仅限于皮囊，他更看重内在，比如骨骼、肌肉、经络、脏器什么的。前半句让厉承的嘴角稍稍扬了起来，后半句让厉承的嘴角僵在了原处。不过以他的接受能力，很快就恢复了。他看着夏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等我死了，我的身体归你。这话里带着一丝不经意让人难以察觉的宠溺。夏优也只当厉承是开玩笑，顺嘴就笑着接了句好啊。闻言，厉承眼底也深了深，唇角噙着笑，就这么看着他。酒店的灯光落在他的眉眼，镜片反射出的光泽让他温和英俊的脸上都仿佛洒下了无数星光。而夏优在回答完之后便已经看向了另一边，所以没有注意到厉承此时的目光。他看到正好有2人对着他们拍。听说他们在磕我和你的 CP？ 夏优询问。厉承也看了他们一眼，反问有什么不好吗？夏优想起江城的话，直接就说了，我们家江总说了，让你别蹭我热度，捆绑 CP 不好，影响我事业。厉承，这个江总是谁？另一边，顾廷峰捂着自己被揍肿了的侧脸，满脸悲戚，我不就说了几句厉承和夏优有戏，你至于揍我这么狠吗？陆思彻赤裸着上身，精壮的薄肌也一览无遗，一看就是常年训练且自我管理十分严苛的结果。而在他的腰腹上、肩膀上、背脊之处都残留着一些疤痕和枪弹的痕迹，有深有浅，有大有小。因为才刚运动，所以身上还流着汗，而这个画面，那肾上腺素堆满了的荷尔蒙都快要从他的身上爆散出来。陆思彻将缠裹在拳头上的纱布一圈一圈取下，面无表情的脸上泛着一丝戾气。我只是刚好最近没人练手。他勾唇，你自己送上来是，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顾廷峰咬咬牙，在窝囊和生气里，最后选择了受窝囊气。他自己去旁边随时备着的冰柜里找了块冰来给自己冷敷。这么多年不见，怎么有人一来就打我呀？他很是不满，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他也不知道陆思彻真的对夏优的事情这么敏感啊。最近夏优和厉承都上综艺去了，他就是随口提了一下，网上磕他俩 CP 的还挺火呢。谁知道他就说了2句，夏优和厉承估计真有戏。厉承对夏优可能真有意思，夏优年纪小，以厉承的魅力拿下还不是轻轻松松。然后他就挨了一顿毒打，给他揍的脸都成猪头了。至于吗？小时候
他就挨陆思彻的打。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还在挨打呀？顾廷峰跟陆思彻虽然从小认识，但一直都是挨揍的那一方。他俩的关系算不上好，也不算差，因为顾廷峰这个人八面玲珑，跟历城那帮人关系也不错，而跟陆思彻从关系上来说还沾点远房亲戚。顾家和陆家也是算是世交，所以虽然陆思彻不喜欢他，但关系也处得还将就，所以他过来见自己，他才同意了。正好他有段时间没揍人了。说吧，你来找我做什么？陆思彻淡淡道，就因为想过来说几句有的没的。顾廷峰吊儿郎当的靠在旁边的冰柜，一边嘶哈嘶哈喊着痛，一边说，这么多年没看到你，这不是想过来见见你吗？虽然小时候陆思彻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几乎每年只有到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出现，但从陆思彻15岁过后，就几乎没什么人见过他了。像陆家那样的门第，也不会有人纠结陆思彻到底干什么去了。他们那种家族有家族的使命，陆思彻从生来在那个位置，就是注定了跟他们不一样的。他站在那么高的位置，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他也不会问陆思彻到底去做什么了。只是突然听到说他这3年出现在 Z 市，让他有点激动，也有点好奇。又因为在历城那里了解到陆思彻和夏优关系也匪浅，所以过来八卦一下。顾廷峰看着陆思彻身上的伤痕，话到嘴边还是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问。怎么想起来 Z 市了？他不痛不痒地问了个问题。陆思彻也走到了旁边，把衬衣重新穿在了身上。这边风景好。陆思彻一边扣扣子一边敷衍地回答。顾廷峰撇嘴，我看风景是挺好，难怪历城这些年也在。我说那个夏优妹子枪法是真好啊，你是没在现场看到？我看到了。陆思彻扣袖子的动作停顿了一下。顾廷峰啊？陆思彻声音冰冷，历城让人把监控发给我了。顾廷峰诧异，你俩关系好了？刚问出这句话，他就察觉到气场不对。陆思彻也凉凉地瞥了他一眼。顾廷峰立马好像明白了什么，尬笑了一下，那他人还怪好嘞，历城这在故意挑衅。不过这也的确像是历城的行事风格，他只是看着好像很好说话，实际上背地里也是个阴暗腹黑的主。他记得陆思彻以前骂历城就说他是个披着个人皮的眼镜蛇，阴暗扭曲爬行，有毒，把少年时的历城气得天天背地里找人去陆家告陆思彻的状。几句话的功夫，陆思彻的衣服已经穿好了。如果你最近在跟历城混的话，正好给我带句话给他。陆思彻淡声开口。顾廷峰，什么话？陆思彻眸子微冷，我看上的人就是我的。他想抢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有的东西不是他露个面就能轻而易举得到的。顾廷峰顿时觉得浑身都浸着一股寒意，比那贴在自己脸上的冰块都还要冰冷。他没说话，好像在斟酌该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发现了，陆思彻的霸道和小时候真是一模一样。他记得小时候陆思彻有一个手枪模型，但在一场宴会上，他的这个手枪模型被另一个更大的孩子抢去玩了，还想要陆家的长辈送给他。在那种情况下，陆家的长辈自然同意了，可没想到陆思彻却冲了过来，和那个男生扭打在了一起。陆思彻年纪比那个男孩小5岁，体型上也有悬殊，可他却发狠的跟他打得头破血流，都不肯停手，直到那个男生哭着说把玩具还给他，他才停手。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是年纪比他大但还是跟他同龄的，都对他有了畏惧，谁也不敢擅自是动他的东西。他是个抢起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不要命的人。顾廷峰从回忆里回过神来，看到陆思彻已经准备离开了。我今天还有个合同要签，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自便。陆思彻说完就从这个场地离开了。顾廷峰看着陆思彻离开的背影，眉头也皱了起来。这俩人不会都是来真的吧？顾廷峰忽然想起来，赶紧追了上去。撤！你等等，我还没拜访老爷子呢。他差点忘了这件重要的事情。他来 Z 市，家里那边特地叮嘱了他，让他去拜访一下陆老爷子，这才是正事。而第二天，超时空电竞也迎来了最后一天的直播。因为前期的铺垫，决赛那天直播间里挤满了人，但夏优榜一大哥的位置纹丝不动，而榜单上的其他少爷小姐们底下的留言也十分癫狂。少爷小姐们还缺保姆吗？要不你们看看我合适不？少爷小姐们一定很久没笑过了吧？少爷小姐们在砸榜单的时候能不能也顺便砸砸我？少爷小姐们不行啊，还是榜一大哥有实力。这让一众少爷小姐们敢怒不敢言，一受了一股子的窝囊气。他们确实不如榜一大哥有实力吗？夏优和历城他们又坐上了嘉宾席，和第一天一样，两支战队也都纷纷在舞台的两边做好了准备。登顶游戏原本是一款端游电竞，后来为了方便快餐化时代和手游互通，成为了最火热的一款手游。而这次节目也是主打的手游。
夏星坐在了破风战队的中间，身边是夏木。当主持人提问夏星，夏星同学最近练习的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狠话要放的？夏星，我本来就是游戏小白，懒得练了，反正小木会带我赢的，对吧？他看着夏木，笑眯眯地做出可爱的表情。夏木和战队的队友们都皱了下眉，但夏木还是点了点头。主持人也笑了起来，看来小新相当有自信。夏星故意看向夏优，我是相信我的哥哥。他故意强调了几句我的哥哥这几个字，然后冲着夏优笑，从小到大我都相信。主持人一副了然的样子，所以小新的哥哥们才这么喜欢你，不愧是团宠妹妹。夏星也笑了起来，眼神挑衅地看着夏优，仿佛在告诉夏优，夏家四兄弟只会喜欢他，夏优不过是个被抛弃的人罢了。历程也看了夏优一眼，主持人下意识地看向了夏优，说起来真巧，小优也是姓夏哎，我很好奇，小优也有兄弟姐妹吗？这话问得让夏木也变了脸色，目光也不自觉地看向了夏优。夏星唇角也咧了咧，这个问题是他故意让主持人问的，就是要在所有人面前让夏优难堪。夏家投了钱，主持人当然要给夏家一点面子，而这个问题也无伤大雅，所以主持人就答应了。夏优微微一笑，有啊。夏星很喜欢在他面前炫耀自己跟夏锦州他们的感情。在夏优在夏家的那3年里，夏星无时无刻的不再告诉他，他夏优在四兄弟的眼里连狗都不如，更别说比得上他的一根手指头。他处处宣示主权，并且很喜欢玩一些小把戏来让他们4个兄弟在他们2人之间2选1。毫无疑问，他们总是会选夏星。夏优永远都是被无视被抛弃的那一个，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稳固他在夏家的地位。夏优的回答让夏木神色微微动了一下，夏星也皱起了眉头。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他认为夏优就算说出了夏家的4个哥哥是他的哥哥，哥哥们为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夏优只是一个没人要见人，哥哥们为了自己都能让他替自己去坐牢，肯定不会承认他的。此时屏幕外的夏家其他3兄弟也都隐隐集中了注意力，甚至有点隐藏的一点期待感。因为自从夏优出狱以后，夏优就没承认过自己跟他们的关系。夏优对他们的厌恶和反感也让他们愤怒不已，尤其是夏优不认他们却喊林仲哥哥这件事，让他们心里更是膈应的要命。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吃醋，但不爽是真的，所以听到夏优说的回答，他们反而期待起夏优的回答了。夏锦州语气淡淡的说，如果他说出了我们算他还认我们夏家，还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妹妹，那么我可以原谅他的话对小新造成的影响，大不了把真假千金的事情公开，正好让他滚回来。夏之文也点了点头，到时候让他给小新道个歉就行了。夏树皱眉，他要是愿意认错回到夏家，我也同意公开他们的身份，只是小新要受点委屈，他们自己都没察觉到，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对夏新的偏爱没有从前甚改为深。夏优大气漂亮又耀眼夺目，人脉广，什么都会，还没什么麻烦，只是嘴巴毒了点，还是有血缘亲生的。对比之下，夏新好像除了会撒娇卖萌哭哭啼啼之外就什么都不会了，甚至最近还做了不少丢人的事情。晚宴上他害得夏家被赶出去，更是让夏家抬不起头，更别说还有赵家对他们的骚扰。赵家骚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的那些话，什么亲闺女，还说认他们当儿子，还要给他们的儿子安排工作之类的话，光是听着就让他们烦躁。对夏新那种毫无底线偏爱的心理也发生了一丝变化。主持人也很惊喜，哦，小优也有兄弟姐妹？夏优笑，我林仲哥哥185长腿大帅哥，林涵妹妹人间小天使，他们都很好的。这个时候的夏优因为毫无攻击性，所以看起来显得平易近人许多，真的有点少女的浪漫的和俏皮可爱。本来因为夏优攻击性太强而讨厌夏优观众们，这个时候都不得不臣服于夏优的颜值的氛围感之下。夏优说完这句话，他个人榜单的下面排名也发生了变化。林仲185长腿大帅哥在此，刷刷刷一顿火箭飞舞。林涵，他夸我是人间小天使哎，又是一顿火箭飞舞。他们不但在这里刷，甚至还在自己的账号发出了同样的一条状态，好像恨不得昭告天下似的。而他们底下的评论也是其他少爷们小姐的留言，呦呦呦185长腿大帅哥，呦呦呦人间小天使。夏木的脸色木住了，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他是一点都不想提起他们吗？夏星却没什么感觉，只是低声说了句，又不是亲生的。因为是直播，所以这句话也被收音了。星宝说的对，又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好炫耀的？又不像我们星宝可是有4个亲生的哥哥宠着的。所以夏优到底是林总的亲女儿还是养女啊？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感情很好。林涵多稳重的千金啊，哈哈哈！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养女就养女呗，养女还是不是有继承权？林总膝下无子，夏优可是唯一的女儿呢，真正的林氏千金。
人家是不是亲生的关你什么事？就你话多，我看你才不像是亲生的呢。夏木脸色有些难看，警告性的看了一眼夏星，看着这个靠整容才跟他们有几分相似的养妹，她也不是亲生的啊。夏星到底在说什么？而在夏优回答后，主持人又互动了一下另外2位嘉宾。厉成和隔壁导演又采访了一下南朝战队。南朝战队队长温和笑道：我的队员们都很努力，我相信我们会取得好成绩的，就算输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都一起为之努力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夏优挑了下眉，听说南朝战队背后的俱乐部快倒闭了，他要不要让江城把这个俱乐部收购过来？双方战队不一样的境况也让网友们吵了起来。毕竟一边带个拖油瓶，这个拖油瓶还不努力，并以此为荣抱大腿，而另一个战队则认真又努力，每个人都为之付出过，没有一个人摆烂，只有热爱和热血。截然不同的三观自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和争执，而节目组也顺势发起了关于遇到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是选择摆烂还是努力的话题，底下一片热闹。在双方开始备战的时候，夏家几个兄弟则还在因为刚刚夏优所说的话而沉默着，仿佛每个人都有种表错情的愤怒和尴尬。还有夏星那一句被收音进去的不是亲生的。夏锦州捏紧了椅子扶手，冷笑：林仲也算他哥哥，那我们是什么？夏之文也皱紧了眉头，冷冷道：因为林家势大，所以他瞧不上我们夏家了。夏树也忍不住发泄出心中的怒火，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如果不是我们把他接回夏家，他早就被赵家卖了，不过是让他去做个2年而已，至于吗？早就说过他出来后我们会补偿他，给他安排好未来的一切。夏树说着说着忽然也说不下去了，而大哥和二哥也因为夏树的话而沉默，直到夏锦州沉着声音说了句：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夏树动了动嘴，最后还是说：我知道了。这件事现在成为了他们心底的一根刺，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以前毫不在意的一个妹妹，现在却让他们总是莫名其妙的在意。当初是不是不该让他去顶罪？夏之文小声的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萦绕在他心里很久了。夏优每次用这件事骂他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都是既害怕又难受。这些年，其实他用自己的学法律的知识做了不少违背法律的事情，在之前许多事情都是因为夏星，可现在夏优骂他的那些话是让他开始感到十分的不安。夏锦州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在那种情况下，那是最好的办法。而这个时候，节目的直播现场双方已经开始了比赛，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比赛的画面中，解说们热血沸腾。为了让嘉宾们也参与其中实时互动，夏优他们3个人也坐在了解说席位旁边。而从比赛一开始，明显破风战队这边是4带1的局面，夏星的角色已经成为了对方提款机。夏星懊恼和不满的声音时不时的从麦克风里传出，并伴随着一阵阵的你们帮我报仇啊，想杀我就杀呗，就欺负我一个人不会呗，你们烦不烦啊？为什么光杀我啊？我不玩了，坐等我哥把你们都杀光，怎么就欺负我一个人啊？呜呜。而破风战队虽然以夏木为首打的十分激进，但也只有4个人的配合，甚至还因为时不时的要去救一下夏星，而导致配合也出现了问题。夏木的个人能力很强，但在对方的配合下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夏星成为了夏木的死穴，夏木的队友们也犹豫要不要救夏星，他们的战术也被对方的配合一次次击破，而且毫无还击之力。南朝战队每个人都认真听指挥，执行能力很强，就算技术不够也是配合来凑。双方还不到中场就已经优劣势很明显了。比赛进行到一半，夏优和厉总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或者你们觉得哪支战队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夏优唇角微微掀了掀，只有热爱和热血才不惧岁月漫长，摆烂的人是不配享受任何殊荣的。厉成弯了弯唇，夏优说的对。片刻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当别人在绽放光芒的时候，有的人却在拉着整个团队下沉，那么结果也就不言而喻。2人的话也立刻掀起了一片讨论的热潮，网友们也思考起了这场比赛的真正的意义，还有夏星不会就直接摆烂是否值得推崇。夏优说的太好了，摆烂的人是不配享受任何殊荣的，凭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一切？你行你上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好吗？夏星都说了自己是游戏白痴了，还要他怎么样？笑死，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有点人还出生就在罗马呢，你努力一辈子也够不上人家的起点，还努力？的确努力你不一定够得上人家的起点，但不努力你连地上的狗屎都吃不到。不是夏星就非救不可吗？你们的兄妹情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展示吧？夏星本来就不会啊，对自己的东西不努力怎么了？努力也没有效果呀，不摆烂怎么办？夏星就是故意这样的，老绿茶了，就喜欢让人觉得他身边的男人都得围着他转，真丢脸，亏我还认为真的能4打5呢。
不是喜欢演兄妹情深吗？赛前还说的那么厉害，现在打不打脸？果然大家都在吵，只有我默默的磕我的理由 CP 吗？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夏星又被杀了好几次。饶是他在强装着自己心态好，这个时候心态也快要崩了。夏木在指挥里对他说话的态度也越来越不满。你能不能别动？你就不能躲起来吗？你非要去送人头干嘛？比赛一共3局2胜，第一局破风毫无意外的战败。夏星取下耳机，冲着对方怒道：你们就光欺负我不会玩，算什么本事？不要脸！夏星早就被养成了受不得一点委屈的性格，心态一崩，他有些控制不住本性了。南朝战队的队长笑了笑，输赢又不是一个人的，你作为破风战队的一份子，我们当然要杀你了。难道游戏里还要让着你吗？夏星紧紧咬着下唇，愤怒地盯着他。另一个队员也笑着说：你不是有你哥吗？既然他都决定了带你，总不能就因为你就让我们放水吧？这可是战队赛。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是一点都不练啊，连个技能都放不出来。幸好你哥选了你啊，没来霍霍我们。夏优撑着下巴看起了好戏，唇角也勾着笑意。看来咱们的表演赛是遇不到破风了。厉成皱眉，这就是夏家千金，语气明显带着一丝嫌弃。夏星看向厉成，眼泪汪汪又委屈，可能是教养如此吧。夏优非常合适的说了一句，于是弹幕上纷纷开始复制夏优这句话。同时夏家的家教也遭受到了网友们的质疑。夏星眼里恨意都快化成了水，瞪了夏优一眼，然后看向了夏木，哥，下一把你可要保护好我。夏木没说话，队友们也都脸色有些难看。很快第二场比赛开始了，但意料之中，第二场比赛依然重复了第一场的结局，2把连败就没必要打第3场了。而南朝战队也获得了最后和嘉宾们进行表演赛的资格。夏木看着夏优坐上表演赛的席位，目光呆滞，似乎没有想到自己会输。身边的队友，你就非要选他？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什么水平，水平就算了，她根本不和我们练习，你真以为你自己带得动她吗？就是，还非要去救她。队友们也忍不住抱怨，本来他们就对夏星之前说把他们换下去的话有怨言，现在比赛输的，他们心里更是对夏星不满。这些话也听得夏木心梗，看到夏优看他那嘲笑的眼神，他更觉得无地自容，脸都丢完了。而夏星却还在责怪南朝战队光盯着他打，大骂不公平。当他们劝说的时候，夏星看到夏优坐在了表演赛的席位上，更是愤怒。他咬了咬牙，讽笑：他明明也不会，他就可以坐在最后比赛，你们节目组这是双标吧？他不明白，节目组明明就有夏家的投资，为什么还要向着夏优？主持人也尴尬了一下，哄道：好啦好啦，夏星同学别生气了。夏优笑盈盈地看向夏星，有本事你来坐我的位置啊。夏星面色难看，没本事就不要说没本事的话，不然就跟刚刚一样会死得很惨的。夏优笑着看了一眼夏木，故意说：是吧夏木？明显他也在嘲讽夏木。夏木也想到了之前他还说要在游戏里虐他，看现在自己却上场的资格都没有。厉成戴上耳机看了一眼夏优，提醒了句：准备开始了。夏优这才戴上耳机，拿起了自己的手机。不过因为误触，他不小心打开了常用的黑市网页，但很快他就把页面退出覆盖了。因为延迟手机还没投屏出去，所以也没被观众看到。最后的表演大家都当作是个调味剂，也没对夏优他们抱什么希望。毕竟一个临时组合哪里打得过人家配合默契经过练习了的半职业战队。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夏优的操作简直和职业选手没什么区别。历程虽然不太熟悉，但也上手极快，并且能很默契的对夏优打出配合和超炸裂的伤害。夏优支援，历程夏优来得挺快，历程一刀。南朝战队也轻敌了，完全没想到对方这么厉害。夏木也愣住了，看到夏优的操作，他简直难以置信。这是夏优吗？跟职业选手有什么区别？卧槽，我女神这么强！身边队友也惊呆了。夏优是隐藏的大神，这技术职业水准了吧？夏星也呆住了，他也没想到夏优是真会，而且玩游戏还玩得这么好。看到夏优的击杀视角，所有人都震惊不已。没人告诉我夏优这样牛啊，这是职业水准了吧？天，厉总这么会打配合吗？不是，他们是不是私底下天天玩啊？不然哪里来的这种默契？南朝战队竟然被杀穿了。不是听说他俩都不怎么玩游戏吗？游戏都还是参加节目线下的。夏星不是总说夏优根本不会吗？现在看看到底谁不会啊？卧槽，又杀人了，这是什么神仙操作？某人快看看，这就是你优姐，自己跟个废物一样。在弹幕一阵阵的卧槽和震惊中，表演赛也结束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最后竟然是双方同时推爆了对方的水晶。这种误差连系统都卡住了界面。最后解说人员们都站了起来，满脸震惊和激动，更别提观众们了。直播间已经是满屏的感叹号。因为是表演赛，所以最后节目组也卖了个关子，没有说到底是谁更快，也没有公布谁赢。南朝战队的队员们都朝着夏优和立成走来，一时间七嘴八舌。优姐你也太牛了，你怎么预判到我在草丛的？你刚刚那套丝滑的小连招能教教我吗？南朝队员们对夏优很有好感，毕竟如果不是夏优主动说单独成立一个队伍，说不定他们之间谁都有可能下去。也是因为那件事，所以他们在游戏里可没对夏星放水。无法再这样的，而在见到了他刚刚的一些操作之后，这种好感也变成了尊重和对大神的膜拜。双方其乐融融，跟刚刚和对破风战队的态度分明是两模两样。破风战队现在要叫破防战队了，看夏木的脸色都是青的。输了就输了呗，有什么好嘲讽的？比赛不就是有输有赢？不管怎么样，今天也是为夏星和哥哥们的兄妹情感动的一天。看明白了，破风战队的这对兄妹被南朝嫌弃了，哈哈哈哈。夏优也淡淡笑着回答一两个他们的问题。其实登顶这款游戏好巧不巧，在前世他的世界里流行过。平行世界里大部分的进程以及所流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从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游戏他从小就玩。而本来夏优天生就在许多方面有着不一般的天赋，所以玩着玩着就玩到世界排名了。其实吧，主要是手感还在，加上他穿进这个身体里的时候还年轻，所以肌肉记忆也习惯了。要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再晚个几年，就不一定能玩得这么丝滑了。夏星根本不愿意相信，眼睛通红。他怎么会的？他哪里学来的？就像上次在靶场看到夏优射击一样，明明夏优这种下贱的货色，在那种家庭里长大，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水准？他以前在夏家的时候更是什么都不会，连什么是电竞都不懂，更别说还坐了2年牢啊。周围人看夏优那追捧的目光，让他觉得眼睛刺痛。夏木在夏优身上停留的目光也让他心中抓狂不已。明明这一切的目光都该是他的。主持人的脸上也满是不可思议，没想到小优玩游戏竟然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的技术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夏优微笑，只是简单的回了句，就是有点天赋。他说的也是实话，而这句话也让大家都笑了起来。厉成也被采访，那么厉总呢？刚刚看厉总跟小优配合的这么好，不会私底下就在一起玩吧？其实真正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除了夏优的技术，还有所有人都没想到厉成竟然真的也会玩，而且技术还不赖。这种感觉有点像一直以来让大家仰望的神突然接地气了，不真实感。厉成缓缓回答，以前年轻的时候玩过几年。说着看向了夏优，镜片下的眸子泛着一丝色泽，微笑。我也没想到能配合得这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私底下和妹妹约着一起玩。这个时候在厉成的口中对夏优的妹妹称呼有种亲昵和宠溺感，而也因为加了妹妹2个字的称呼，显得他们之间关系也亲近不少，也少了一丝和他互动的冒昧。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根本没有私底下在一起玩啊。夏优也没驳厉成的面子，得体的笑道，当然。此时直播间里由 CP 粉们简直到了狂欢的地步，而观众们也都为厉成下凡而感到诧异不已。厉成综艺首秀也就算了，竟然还和一名美少女有着这样的甜蜜互动，简直是匪夷所思。夏星眼里溢满了愤怒和不甘，明明这是为自己刷脸捧自己的一个节目，现在却把夏优捧了起来。一个完全不如自己的人，一个坐过牢的乡巴佬。他忍住心底的怒火，看着夏优朗声开口，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记得不错的话，你以前好像都不会打游戏吧？夏优笑盈盈地看向夏星，似乎在等着他说。夏星故意说，以前你给秦瑞发表白短信的手机好像都是老人机，连游戏都没法下载吧？然后呢？夏优笑眯眯地问，眼里却是一片清寒。可这句话也无疑掀起了浪花。直播间又有人重提起了夏优之3当3的事情，就是重提，但因为之前已经有邻家兄妹为夏优说话，所以其实大家都只是把这个当成了谣言。可如今从夏星嘴里把这话说出来，又似乎是在坐实这件事。夏星故作疑惑，什么然后？我就是单纯的好奇而已。作为老同学，我都不知道你会玩游戏啊。我还记得你当时因为手机坏了，借了另一个同学的手机给你爸妈发消息，结果他们还以为你偷家里钱买了手机你呢，特地跑到学校里来打了你一顿。夏星说到这里，好像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一样，抿嘴半笑半不笑的，不好意思，就是突然想起这件事，觉得很好玩。夏星的话就是想告诉所有人，夏优就是个土包子，是个穷逼，他分明以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而且还被自己的养父母跑到学校来打了他一顿，那多丢脸啊！
也在故意引导把赵家甩到夏优的头上，把夏优跟赵家那一家人联系在一起。他现在再怎么光鲜亮丽，也掩盖不了那一身的土臭味。他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才不是什么千金小姐。果然，夏星的爆料让导演和主持人也始料未及，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有点人则瞪大了眼睛吃瓜。夏星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看着夏优，说了：“你以前的事情，你应该不会不高兴吧？”这个时候，直播间和热闹的不得了。啊，夏优，我的千金毒舌大小姐，人设崩得这么快吗？真的假的？还跑去学校打他？这也太丢人了吧！一个巴掌拍不响。之所以他养父母这么对他，应该也是因为他之前就干过这种事吧。他肯定自己也有问题，他都能知三当三了，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估计平时就经常偷钱，所以他养父母才追来学校。难道这件事可怜的不应该是夏优吗？他养父母什么德行？你们又不是没人爆出来过。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能是什么好东西？就算在那种环境长大，可现在却依然光芒万丈，出淤泥而不染。难道这不应该值得称赞吗？不可思议，竟然会有人嫌弃他以前的出身。先弄清楚知三当三这件事吧，不然我很难相信他的人品啊。经典茶言茶语 XXXXX， 姐姐不会生气吧？夏星是塑料袋吗？这么能装，正是看人家赢了觉得丢脸，又极度故意说的吧？在网友们激情开麦的时候，直播也在继续，都已经直播出去了，导演也没法喊停，而且两边都没有要喊暂时停播的意思，所以节目组也就只能继续直播下去了。立成眉心轻拢了拢，眸光深深地看向夏优，却见夏优的眉宇之间似乎根本没受什么影响，眼里一丝波澜都没泛起。夏优唇角浅浅牵了起来，我记得夏家应该不住在洞庭湖吧？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大家摸不着头脑。夏优看着夏星，眼里淬着冷意，嘴角却含着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碧螺春呢？夏星顿时脸色一变，而大家也明白过来，夏优这是在骂夏星茶。哈哈哈，好一个碧螺春，夏优就是我的嘴替，我可太喜欢这张嘴了，有啥说啥，谁也不惯着。女王大人，收下我的膝盖。夏优，你这是在骂我？夏星语气也变了，再也掩藏不住自己的愤怒。夏优顺势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也可能和你的家教有关。正好在看直播的夏夫人听到这句话，气得差点晕厥过去。而夏家此时就没有一个人脸色是好看的。夏优这是骂夏星，也要带着连夏家一起骂。夏优继续说，当然我的确我眼瞎少不更事，给秦瑞写了表白信，但写了又怎么了？你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吗？当年夏优的确是暗恋秦瑞，被夏星发现以后，夏星故作善解人意的让他去勇敢追求。夏优还以为夏星是好心，也并不知道秦瑞和夏星的关系，所以才会写下表白信，但没想到却成为了他们 play 的一环。夏星愣了一下，半天反应出来一句，难道不丢人吗？他现在都记得当初把夏优表白信贴在公告栏上，夏优被指指点点害怕又觉得丢人的恐惧的样子，而直播间却刷了起来。表白有什么好丢人的？就是年轻人表白很丢人吗？夏星有毛病吧？怎么不丢人？表白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就是丢人。夏大小姐，你几次三番的强调我只是林家的养女，那看来你一定觉得养女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那你一定觉得自己很丢人才对吧？毕竟你也是夏家的养女啊。夏星着急慌忙的想插嘴打断，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住嘴。夏优笑了，还有，你口中的我爸妈，可是你自己的亲爸妈，一口一个我爸妈，难道你连你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夏优皱眉，不会吧？夏家的家教差到这种地步，连自己的亲爹妈都不认。夏木也站出来说话，阻止夏优，够了。夏优，你别说了。夏优却根本没管夏木，而是继续冷声道，占了我的身份，还在我面前大放厥词，你觉得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狂吠？是我林氏千金的身份刺激到你了，还是我的优秀刺激到你了？这么喜欢给我泼脏水，你是什么垃圾转世吗？此时不管是节目现场还是直播间里，都已经张大了嘴巴吃瓜的状态了。骂完夏星夏优也没放过夏木，还有你这么喜欢恋爱妹人设，你不如就跟夏星凑一对算了，反正你们也不是亲生的，你说对吧？你稍微忍忍，说不定还能跟你三个哥哥共侍一妹，谁也别放出来祸害别人。夏木脸色铁青，屏幕外的夏家其他三兄弟脸色也一个比一个难看。2年前夏优故意拖了一下声音，笑道，毕竟夏家还有你的哥哥们为了你什么都做得出来，是吧？反正节目已经录完了，他忍这对兄妹也很久了。夏优故意说一半没把话说完，但就只是这半句就已经引得夏家每一个人都变了神色，尤其是夏星眼里尽是一片心虚和惶恐。即便夏锦州他们认为当年的事情已经没有留下一点证据，夏优说出来他们也能让他说的话无任何实锤，可却还是心虚。
这种心虚里或许还掺杂着一些复杂的情绪。夏景舟眸光也冷眯了起来，紧紧盯着那直播里的画面。可这个时候，似乎导演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立刻让人把直播掐断了。突然中断的直播间，此时却是比刚刚还要热闹无比，全都在发着问号，还有无数的疑问。我直播呢？我那么大一个直播呢？结束了？夏优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2年前发生什么了？说娃啊！实锤不是剧本，如果是剧本的话，应该不会掐断直播。等等，我瓜还没吃完。夏优说夏欣是夏家的养女，真的假的？让我看娃啊！我抓耳挠腮都快成猴了。有知情人透露，夏优不止一次提起过夏欣是假千金，难道是真的？所以夏优才是夏家的亲女儿，夏欣是假千金。那夏欣在秀什么啊？抢别人的爸妈，还抢别人的亲哥哥，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很自豪？如果这是真的，那夏欣也太恶心了，鸠占鹊巢的玩意儿，还天天嘲讽别人是养女，什么双标狗？难怪夏欣和夏优一言不合就吵架，原来有这么深的渊源啊！天天秀别人的亲哥哥是什么心理？他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小说女主吧？难怪夏欣要整容，还整得跟夏优那么像，一切都有迹可循了，原来是想彻底取代夏优，成为夏家的女儿啊！有这样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夏优，真是倒了8辈子霉。夏优也太惨了，在赵家那种生活本来应该是夏欣过的。很快网络上就炸开了锅，关于夏优真千金夏欣假千金的话题立马冲上了热搜第一，而且是在瞬间。在这个热搜冲上去的同时，夏欣像是疯了一样朝着夏优扑了过去。你住嘴！你胡说八道！他双目通红，抬手就想打夏优，但却被厉成率先反制住了手。厉成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夏欣神情恍惚，对着厉成哭着控诉他在污蔑我。他刚说完这几个字，夏优也就顺势一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而这一巴掌直接把他打脱了厉成的桎梏，或者是厉成故意撒开了手。夏欣整个人都往后一屁股摔在了地上。夏优皱眉，甩了甩手，就非要送上来挨打是吧？夏欣捂着脸，愤怒地看着夏优，眼神满是怨毒，好像恨不得把夏优撕碎。周遭的人看着纷纷不敢动，就连那些当红的流量明星登时都不敢张嘴。但吃瓜的好奇心又让他们忍不住的想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完。但导演却很识趣的让其他人全都散了，赶紧离开了这个录制棚。导演知道这说不定就是人家的家事了，这场直播事故出去，说不定林家和夏家都得找自己麻烦。他可不想这件事再闹大，到时候连自己的工作都丢了。人家的家事还是让人家关起门来解决好了。他们光速离开之后，整个录制棚就只剩下了厉成、夏优还有夏木、夏欣了。而夏欣见人少了眼中的愤恨和怨毒，也都毫不掩饰。就算你才是夏家的亲女儿又怎么样？夏家认你吗？夏欣恨恨道，你在他们面前算我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别人也根本不会相信我是假千金。似乎是想到夏木和厉成还在场，所以他立刻又赚了个口风。爸爸妈妈和哥哥们就是爱我，你嫉妒我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害我也没有用，你这样只会让爸爸妈妈和哥哥们更讨厌你。仿佛是他在控诉夏优，是夏优因为嫉妒他而陷害他一样。夏优歪了一下脑袋，你在说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跟你抢这一坨人渣的爱啊？夏木神色有些呆滞，夏优的话让他回过神。他看了看夏欣，又看了看夏优。你够了！夏木怒道，你到底想做什么？即便现在夏木心里已经不那么偏向夏欣，可现在他也只能站在夏欣这边。夏欣立刻故技重施，哥哥，都是我不好，他就是恨我才会再迁怒你们和夏家的。夏优一脸的不耐烦，行了，别装了，等会儿更有的你哭的。夏木死死盯着夏优，咬着牙一字一句，你知道你所做所说的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后果吗？夏优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无视了夏木，看向厉成，你还要看他们表演吗？厉成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眼下眸中的思绪。即便都看到了眼前的这种场面，他看起来都淡定异常，风度从容。说完这句话后，夏优就已经转身往外面走了出去。厉成在夏优转身离开的时候，看了这对兄妹一眼，也转身跟在了夏优身后。在走出去的时候，厉成才好奇地问了句，你刚刚说更有的他哭的是什么意思？夏优挑眉，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厉成也勾起了兴趣，你知道毁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夏优突然随意地问了句。厉成深邃的眸子也微微敛了起来，那就是毁掉对方最在意的东西。夏优唇角咧开一丝邪恶的弧度，这才应该是最顶级的惩罚，对吗？厉成只是看着他，没说话，但眼底却压抑着那泛起的丝丝涟漪。当然，我觉得像厉公子这样的人。夏优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笑得甜美，应该比我更懂。明明是甜甜的笑容，可眼里却是清冷彻骨。在这一瞬间，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却像是有种洞穿人心的能力，
直看到人的心底。片刻后，厉成户的嘴角绽开一抹笑意，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意外。顿了一下，他看着他眼中的情绪也肆意流露，嗓音温柔入耳，我很开心。夏优拢眉，还不明白他说这几个字的意思，小鹿已经慌忙过来了。其实导演和节目负责人早就看到他们俩出来了，但是谁也不敢上前，也怕上去就挨一顿夏优的骂。这种千金大小姐可跟那些资本捧出来的明星们不一样，那种流量明星他们能随时左右他们生死，可这种豪门老总却能直接让他们丢掉工作。佑姐，怎么样？他们兄妹没欺负你吧？小鹿满是担心，他刚刚在后台看到了直播的，他想冲进去，却看到导演又在疏散人群，不让他进去，所以他就只能在外面等。夏优笑了一下，怎么，你觉得我很像是被欺负的样子吗？小鹿这才放心，然后拉着夏优就走，快，我们先走，现在这边赶来了好多娱乐八卦记者，还有好多粉丝，我们先从另一边离开。夏优跟着小鹿走，顺便跟导演和立成打了个招呼拜拜。导演礼貌性的拜拜了一下，然后才呼出了一大口气，这位祖宗可算是走了。不过真没想到啊，林氏千金竟然是上合国际夏家的女儿，太狗血了吧。导演内心已经想到了导演内部群里吃第一手瓜被他们问来问去的样了。立成的助理也走了过来，低声喊了是句 boss， 有点担心的询问，您没事吧？看着夏优离开的方向，立成嘴角微微掀了掀，声音温凉，没什么，看了一场好戏。而当那些八卦记者和粉丝们跑到演播室外面的时候，却正好见到赵家一家3口人在外面仰着脑袋在望着什么。嘿嘿，儿子，等会儿有你喜欢的女明星，可要好好记着，到时候跟你姐说，让你姐介绍给你做女朋友。赵坤笑着搓手，满脸都是期待，还有点猥琐。陈芬拍了他一巴掌，那也是给儿子留着的，你别给我打什么歪心思。赵耀祖一脸得意，放心吧，我会记下来的，到时候跟我姐说。三人早就听说了夏星当明星上节目了，打听到夏星在这里录节目，所以他们就赶紧来了，也想来露露脸。对他们来说，豪门的规矩他们不懂，但他们知道露脸当了明星就会被所有人追捧，那不管做什么都有人送钱来，而且还能让夏星给他们儿子找个女明星老婆，那可就真是光宗耀祖了。一看到赵家这一家3口，人群也蜂拥而上去。三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个阵仗，顿时被吓了一跳。请问你们是夏星的亲生父母吗？娱乐记者们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请问你是夏星的亲弟弟吗？请问夏星和夏优跟你们分别是什么关系？请问上次你们去林氏大厦闹事，是不是也是夏星指使的呢？作为赵家人这种人家来说，他们觉得现在仿若被万众瞩目一样，就跟明星似的，一股虚荣也溢满了他们的脸上。他们现在可是在被记者采访呢，这可是露大脸了。赵坤笑得都合不拢嘴，哎，这个怎么好说呢？夏星都不让我们说的。陈芬满脸横肉都笑出了褶子，不过也没错，夏星啊，确实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你们看我儿子是不是跟夏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说着，陈芬立马把赵耀祖推到了他们面前。我儿子这么帅，这可是天生当明星的料啊，跟夏星比长得也不差吧。陈芬赶紧夸起了自己的儿子，这可是大好的机会，陈芬当然不会放过让自己的儿子当明星。我听说你们现在流行什么女友粉，看我儿子这样的岂不是能吸一大批的女友粉？哈哈哈哈！赵耀祖也挺起了胸膛，对自己相当自信，笑容满面。陈芬对儿子的吹捧让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稍许尴尬。虽然赵耀祖五官算是看得过去，可这一副二流子鬼火少年的模样，谁能看得上啊？而且一眼睛黑肿，神情虚浮，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陈芬话头上来了，我跟你们说，夏星之所以好看啊，还不是继承了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可也是我们村里的一枝花。什么夏优啊，哎呦，那个赔钱货也能跟我们夏星比？你们不知道夏优啊，连他亲生父母和亲哥哥都瞧不上他就算被找回下夏家，也是那什么山鸡插上鸡毛掸子装凤凰呢。赵坤打断他，什么像你，分明是像我，所以才能当大明星。就是夏优啊，他爸妈都不要他的，他亲哥也不要他，在夏家也是给我姐当丫鬟的。赵耀祖满脸的得意。有2个八卦记者也立马说，那你是夏星的亲弟弟，你要是进娱乐圈的话，夏星会帮你吗？赵耀祖年纪小，可不像赵家2口子稍微还顾及一下，之前还被家里人约束着不能到处乱说，说夏星说他们到处乱说就不给他们钱了，夏家的人也不准他们乱说，所以赵耀祖只能在自己的兄弟们面前过过嘴瘾。但现在这种时候，赵耀祖可就忍不住了，夏星可是我的亲姐，她到时候肯定会照顾我的。我妈说了，我姐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呢。再说了，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丁，她不帮我帮谁？只有我才能传宗接代，你们懂吗？
夏星好像根本就不认你们吧？他和粉丝可是一直在否认跟你们的关系呢。谁说他不认我们的？赵坤厉声道：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他不认我们是要被天打雷劈的。陈芬也说，就是你们这话说的真好笑，前几天他还找我们帮忙呢。那他为什么住在夏家呢，而不跟你们在一起？陈芬眼神鄙夷，当然是因为夏家有钱啊，而且吧，这夏家从上到下都舍不得我们家夏星，为了他啊，夏家可是连自己的亲女儿都没公开过呢。原本赵坤夫妻还有所顾忌，毕竟他们答应过夏家和夏星不能到处说这些事，为了能后续拿到好处，他们也的确遵守着这个承诺。但现在这种时候，他们俨然已经觉得跟夏星攀上关系只会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在这些记者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提问下，他们倒是把什么都吐了出来。这家人的爆料也让夏优和小鹿安全的上了保姆车。不过夏优在车上却用手机刷到了某音上关于这家人受采访的直播。什么？你还不信夏星是我亲女儿？你也不看看她这张脸长得像谁？陈芬怒道。小鹿忍不住开口，优姐，所以夏星真是假千金？夏优诞生开口，是不是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和夏家都是一丘之貉，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里。虽然夏优是这么说，但小鹿也知道夏优不会说假话。原来优姐才是夏家的亲生女儿，她眼眶也有些泛红。他们这家人好好的亲女儿不要，却偏要一个这么做作的养女，也太偏心了吧。虽然不知道夏家到底对夏优什么态度，可就从夏木对夏优的表现来看，就知道了夏家没有一个人是爱她的，反而是那个养女被他们宠上了天。不管是从前的养父母还是自己的亲父母，怎么都能这么对她，这太不公平了。小鹿愤慨的声音带着哭腔，幸好您遇到了林总，我看林家这边的人可对您才像是亲生的。小鹿明显十分共情，看着夏优的目光都带着一丝难受。想到夏优这样的人都还遭受过赵家那家人的欺负，都觉得心痛不已。那样重男轻女的家庭怎么可能会对夏优好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家庭，看却又是偏心养女偏心成那副模样。夏优也轻笑了一下，说了句是啊。而现在夏优也明显感觉到身体里的残存着的原本夏优的悲伤在淡淡的消失。每一次他对夏家兄妹说出那些话的时候，那种悲伤似乎就会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痛快。而他也察觉到，当这种情绪在他身体里变淡的时候，他灵魂也跟这个身体融合得更加紧密。赵家这三人是他让人故意引过来的，也算是他送给夏星的一份礼物。对这一家人并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他们知道现在蹭夏星的热度能够让他们得到好处，他们自己就会来了。毕竟他们可是天天巴望着他们的儿子能够光宗耀祖，怎么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赵家重男轻女，夏优从小被他们骂赔钱货，给赵耀祖做牛做马，在家里没少受虐待，连饭都是吃的残羹剩饭，所以以前才会瘦的皮包骨。回到夏家的时候，那个模样面黄肌瘦，被夏家嫌弃。在他们眼里，夏星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为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可什么都不会管。毕竟赵耀祖比夏星重要多了，而夏星这么在意自己假千金的身份，夏家也想方设法的瞒着这件事。那他自然要为原本的夏优把自己的身份要回来，属于他的东西，他可以不要，但不能被别人剥夺，也是他对这个身体原主人的承诺。看到直播的视频，小鹿的神色竟然也有几分畅快。优姐说的对，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里。这赵家不是什么好人，夏家也不是什么好人。小鹿想了想，愤愤地说道：他们就不是人。夏优这个时候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他接起电话，手机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什么时候给我看伤？不知道是还不是夏优的错觉，这次陆思彻的声音比起从前似乎要温柔一些，像是清凉的山泉清润地拂过他的耳畔，不像是来找他看病的，像是来找他谈情的。钱准备好了？夏优反问。陆思彻勾唇，马上到账。夏优，那等我安排。说完，夏优正准备挂断电话。等等，陆思彻忽然叫他的名字。夏优挂电话的动作也停了一下，他声音带着几分如同往常一样的玩世不恭，话中含笑，懒洋洋的，我的活爹，开心点，像是哄小孩时的纵容，却又有着他这个人独有的傲慢味道。夏优在怔了一下之后，唇角也浅浅扬起。知道了。直播里是赵家一家人跟记者和粉丝们你来我往的争执，就连夏星找他们去临时闹事这件事都爆了出来，一时间网上热闹极了，接连几天都霸榜在娱乐头条。但也有人能感觉到有人故意再降热度，将热搜，甚至在删除举报这些直播。可没多久，这些又被从小黑屋放出来了，节目组也随着这个话题被带了起来，而夏星在节目上的表现也遭到了无数议论，甚至还带动了一些毫不相关的行业下场了。比如整容医生拿出赵家一家三口的长相和夏星骨相的对比，
并最后得出结论，他们绝对是亲生的。而这个整容医生马上就被夏星的粉丝骂得关闭了账号，认为他是拿了钱故意这么说的。长得像就是一家人了，那你们跟星星长得像，你们是星星生的吗？我提醒某些造谣的人，我们二哥可不是吃素的，人家几句话你们就真信了。我说我是秦始皇，你们怎么不信？星宝是不是亲生的事，你们说了算的。夏家难道不知道吗？哥哥们，妹宝被欺负了，你们快来说句话啊！夏星的粉丝们真是死鸭子嘴硬，骨都烧成灰了，估计嘴巴还是硬的。粉丝到底是粉的夏星，还是粉的夏星千金团宠这个身份啊？就这么接受不了夏星是养女吗？起先夏星的粉丝们怎么都不承认夏星是假千金，认为都是夏优极度故意造谣，还纷纷艾特了二哥夏之文告他，告节目组。但夏之文却迟迟没有回应，反而何方大律师下场了，发文并艾特了一下夏优，手痒想打官司。鉴于之前何方一直都是站在夏优这边，所以大家也知道何方这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想告夏优，那就等着跟他打官司吧，并且接连发了一张表情包，配文收集证据中。这一下可震慑了不少给夏优泼脏水的人，毕竟当初线下攻击了夏优的人现在还在蹲局子。就在夏星粉丝们到处疯狂辱骂那些说夏星是夏家养女的网友们的时候，有匿名网友晒出夏星和赵家见面的照片，还有他们出入警察局的照片，以及对赵家一家三口的采访。夏星的粉丝们才开始闭嘴，但依然有一部分粉丝怎么都不愿意承认夏星是养女，并认为一切都是捏造的，是 P 图，还认为赵家一家三口是故意蹭流量博眼球，所以还有人去攻击赵家一家三口。赵坤他们哪里受过这种气，当即就把那天警局的事情曝光了，还把亲子鉴定都拿了出来，这才堵死了夏星粉丝们的嘴。而就在网上关于真假千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林氏集团的所有官方号全都换成了夏优的照片，并在照片后面特地打上了几个字：林氏大小姐夏优。这个操作无疑是在力挺夏优了。所有人都知道林家对夏优的喜欢和宠爱，不管什么真假千金，夏优就是林家的大小姐。更不用说林家的兄弟姐妹们都纷纷下场，阴阳怪气夏家宠养女弃亲女儿，偏心眼到没边。什么人家啊，连自己这么好的亲女儿不要，偏心死一个绿茶，是什么心理？夏家那一家人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吧？这世上还真有不要自己亲女儿而要养女的，就不怕家贼难防啊？建议他们家的人都去看看眼科，顺便也看看脑科。喜欢养女不要紧，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吗？他们这干的是人事吗？我就说有那个真豪门大小姐天天搁那儿卖弄人设，搞营销养粉丝的，原来基因里就是小家子气的，难怪了。要是我有夏优这样的妹妹，我做梦都要笑醒。夏家这四兄弟脑子是被马桶抽水抽走了，才会这么厚此薄彼吧？我要是夏优，我可要报复社会了。豪门千金少爷们之所以纷纷为夏优说话，除了他们本来就看不惯夏星之外，也因为他们带入了夏优的身份的视角。如果是他们被报错，本来该属于自己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们肯定会比夏优骂的还要难听。很快，夏家迅速陷入真假千金抛弃亲女的丑闻风波，一些知情人也开始爆料了一些关于夏星多次暗示别人夏优碰瓷他姓氏，让其他人误会夏优是攀附夏家的穷鬼。夏家这几天忙公关都忙得晕头转向，但那些帖子怎么都沉不下去，夏家的市值都因为这些舆论受到了波动和影响，而夏星在夏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让你上个节目，你惹这么大麻烦，夏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夏明常怒声指责，表现差也就算了，要不是这些网友扒查出来，我还不知道你竟然经常私底下和赵家见面。你既然这么喜欢你亲生父母，不如回你亲生父母身边去算了。夏星哭得抽抽噎噎，爸爸，我没有。刘诗玲脸色也十分难看，现在看着夏星的这张脸，她真是越看越恼火。还真像别人说的，养的就是养的，胳膊肘只会往外拐。你那个弟弟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要给他介绍女朋友？你把我们夏家的面子放在哪里？赵家被采访的视频他们也看到了，但赵家的那家人每说一句，他都气得人都快晕厥了过去。在那一刻，他真是恨不得自己没有这个女儿。赵家人说的每一句话，那都是对他的羞辱。我们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我看你真是随了你的亲生父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刘诗玲的脸上满是失望，而夏锦州四兄弟也坐在沙发上沉默着，一个都没说话。夏星满眼都泪，双眼通红，听到刘诗玲的话，立马扑了上去。不是的，爸妈，我只把你们当成我的亲爸妈。赵家没有养过我一分一秒，我怎么可能认他们？是他们威胁我，说我要是不给钱，就把我是假千金的事情说出去，让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是我太害怕了，我太害怕失去你们了，所以我才见他们的。
夏星眼泪汪汪的模样满是委屈，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肯定是夏优让他们这么做的。他恨我们，所以才故意这样报复我们。爸妈，你们要相信我，我可是在你们身边长大的女儿啊。刘诗玲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夏星哭成这个样子，听到他说的话，心里也软了少许。你要是不这么做，他会有你这些把柄吗？你明知道他对你对我们有怨恨，你还非要一次次的招惹他。你别忘了，夏优也是我们的女儿，你说的那些话也先动动脑子。夏星紧咬着下唇，眼中含着泪水。她是林家的养女，你就不是了？你最好也要有点自知之明，认清自己的身份。刘诗玲极少用这么重的口吻跟夏星说话，但这段时间以来，每一件事情都让她对这个养女越来越失望。偏爱归偏爱，夏优再怎么样，那也是他们亲生的。现在夏优的光芒，还有夏优的人脉，他都归根于了夏优才是继承了他们夏家优秀血统，就跟锦州他们一样，他的4个儿子都如此优秀，他亲生的女儿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反观现在的夏星，从前他觉得引以为傲的某些地方，现在他也觉得不过平平无奇。如今他想起来，夏星从小到大，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培养，也只是培养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千金小姐。但因为女儿乖巧可爱，而且又是最小的一个，加上夏星会讨乖撒娇，所以他们从小就宠她，还为她铺好了未来的路，让她从小到大都顺风顺水。可实际夏星根本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他以前觉得优秀的地方，最近却被其他太太打击了。甚至他已经觉得夏星现在远不如夏优好看。果然是别人家的孩子，没有继承到自己的优良基因，所以才要靠整容来让自己变得漂亮。他还担心夏星这个养女，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到头来变成害人精、白眼狼。看见赵家那一家人，他就害怕他们家族的基因遗传到夏星身上来。虽然这些心理现在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对夏星这个女儿彻底失望和反感，但也已经开始没了从前那样的偏宠和喜欢了。听到刘诗玲的话，夏星的眼底也泛起了一丝猩红色，他强忍着心中的恨意，攥紧了拳头，面上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妈，我怎么会是那个意思呢？我巴不得他回来，我知道他才是夏家的人，我只是见不得他伤害你们。他宁愿在林家占着个养女的位置，也不愿意认你们回夏家。我一直都把自己当成夏家的一份子，现在你们要是嫌我，我走就是了。夏星擦擦眼泪，让自己面容坚强，咬着下唇，这就去收拾东西。他低声委屈地说着，做事要上楼。夏锦州这时候才站了起来，沉声道：好了，没人要让你走。夏星止住脚步，哭着看向夏锦州：大哥。刘诗玲也叹了口气：你大哥说的对，没人让你走。你这是做什么？夏明长也怒斥了夏星一声：给我坐下。胡说什么？谁不要你了？虽然生气，但多年的感情始终让夏家人对夏星狠心不起来。夏之文平静地说道：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处理网上的风波，还有关于真假千金的事情。这些舆论不平息，已经开始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了。夏叔，二哥说的不错，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始作俑者是夏优，否则赵家的人怎么会刚好出现在那个地方？夏木皱眉，那赵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一家子仗着是小星的亲人，都好几次来找我们要钱了，烦都烦死了。夏木烦的根本不止赵家，还有这次上节目的事，他说的就很憋屈。现在不管是队友还是其他人，都因为这个节目和这场比赛对他开始变得冷淡了。现在一打开账号，底下全都是他的游戏粉们骂他骂夏星的，他们从不磕什么兄妹情，他们只知道菜就是原罪。所以夏木一股火气也冲口而出，这明显的不耐和愤怒也让其他几个兄弟纷纷皱起了眉。夏星脸色不安，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么丢人的事情，他们竟然还打着他的名义去找哥哥们要钱，他怎么会有这么下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自己不是夏家亲生的女儿？夏家这边在忙着思考怎么公关，而夏优则回别墅里大睡了2天。也就是在这2天里，夏优并不知道，他作为黑市里是药师的位置已经暴露了。某特勤处终于追踪到了，技术人员长吁一口气，拿着保温杯的制服男人走了过来，在什么地方？能定位吗？技术人员也穿着形制一样的制服，只不过颜色和肩章有所区分，不能精准定位，但已经划定一个范围了。就在这个位置范围内，已经2天没动了。技术人员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圈。那中年制服男人眯着眼睛看了半晌，然后拿着保温杯喝了一口白开水，然后一巴掌打在了这个技术人员的后脑勺。老子要看的是红圈吗？我要看的是定位。之前不就说大概位置是在 Z 市吗？结果还不是一个屁都没见着。领导骂骂咧咧，技术人员无奈道：长官，这个人很厉害，设置了多层加密，而且 IP 一直在变化，每个 IP 相隔千里，无论国内外都有。如果不是前几天他突然暴露，恐怕根本捉不到他，对方也是高手啊。那中年男人冷哼了一声：就是你菜。技术人员，
希望禁止中老年人网上冲浪。不过好歹是范围小了，这个活动地带范围，乔凡摸了摸下巴，眼睛虚了起来，好像跟那小子的活动范围很近啊。提起那小子，乔凡又想起了前段时间他手底下那帮家伙闹出的事。狼崽子离开了狼王，总是要发疯到处撕咬的。给 Z 市那边打个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给陆老将军去个电话。是。夏优在养足了2天精神后，是打开手机就是无数条消息弹窗提示，消息太多，他干脆就不看了，把手机扔到了一边，正好趁着空闲的时间制出好下一批上黑市的药。不过他刚下楼就听到了雪娜的声音，我今天早上在院子里除草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漂亮阿姨，她看到你在睡觉就没打扰你，不过让人送来了很多东西。雪娜双手抄在白大褂里的口袋里，下巴抬了一下，示意让夏优看客厅。夏优一看客厅，果然又是干妈的杰作，一堆奢侈品和一堆小零食。那是我干妈，我跟你说过的。夏优撑了个懒腰走向了客厅。自从雪娜来之后，别墅里的佣人夏优就辞退了，只剩下一个，因为雪娜已经兼任了药物种植看护士和别墅园丁。她还有强迫症，喜欢收拾东西，所以除了做饭的其他佣人也就用不着了。雪内点了点头，她看到我也不怎么惊讶，就是问了我几句，打了个招呼。夏优随口回，问你什么了？雪娜问我多大了，跟你什么关系，还问我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夏优刚塞进嘴里的一块面包差点给噎到。哦，还有漂亮阿姨还说什么网上的事情你不用管，她会摆平的。雪娜说完就转身准备进实验室了。好了，我说完了，我继续去看幼苗的培育情况了，该写记录了。等会儿，夏优喊了一声。雪娜疑惑地看向他，厌世死气沉沉的脸稍显得有了点生气。你听说过原石吗？夏优问。雪娜皱了皱眉，然后思考了起来，似乎是在翻找自己的记忆。好一会儿雪娜才说，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种，但我倒是听以前医学院的前辈们提起过一种，说是在地球上埋了数万年的一种石头，因为其本身吸收了许多精华和矿物质和能量，所以这种石头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能量体。雪娜缓缓说道，不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掌握将这种能量体释放出的科技，所以也只是猜测。不过当有这种噱头的物件出现在市面上的时候，往往也能拍卖出天价。夏优唇角咧了一下，我知道了，好了，你去忙吧。雪娜古怪地看了一眼夏优，离开的时候顺便通知了他一声，我准备过2天写一份期刊出来，投哪家你来决定好了。夏优就非得这么卷吗？他回过神看向手里的面包，一边吃一边思考了起来。根据雪娜的回答，看来这个世界也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原石这个东西在他前世所在的世界里是已经被发现并且在黑市上价格极高的宝贝，因为其含有能量，所以才被称之为原石。用最简单通俗易懂的方法来理解的话，可以说好的玉石也是一种原石。所以有的人在佩戴这种玉石之后，体质和身体的状况也会发生改变，能够温养经络，也能将人养得肤白貌美，甚至是辟邪不易生病。因此有玉养人的说法，而这种玉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原石。医门的人对于普通的医生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医者自己本身的力量。身体所蕴含的能量越高，那么所对应的医术也会更高。如飞针走穴，医者自身的精神力量越是强大，那么所注入的力量也会随之进入病人的身体，银针的效果也会更好。以及他们治病救人，所以对身体其实是有所损耗的。这种原石也能让他们行医治人养生。前世的夏优不缺钱也不缺原石，几乎市面上能出现的这种东西都被医门买下了。而他这个身体光靠药养还不知道得养多久才能达到前世的水平，毕竟这是个半路出家的身体，所以他才想起问一问作为医学生的雪娜关于原石的消息。他好好的吃了一顿早餐之后，才再次把手机打开，挑了几个聊天框看了一下消息。江城，你牛逼，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不然公司还真差点给你搞垮了。江城，不过公司的市值涨了，也算归功于你。还有，南朝战队已经在谈收购了，我也做好了关于公司旗下电竞这个板块的策划方案，你有时间看一下。然后是林仲和林涵的消息。林仲，妹妹，那些垃圾咱不要，以后我就是你亲哥。林涵，小猫蹭蹭点 JPG， 小猫贴贴点 JPG， 小猫亲亲点 JPG， 以及吴秘书发来的关于夏家那边的实时报道。其实夏优也只是让吴秘书注意一下夏家和赵家那边的情况，但吴秘书好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安插了那件事的，总能的知道别人家发生了什么事。比如夏家，说是夏星被他的养父母教训了一顿，但最后因为夏星卖惨打感情牌而心软。虽然面上是心软了，但实际上夏星的银行卡已经被控制了。一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显然没有从前那样亲近。看到这里的时候，夏优都忍不住问一句，
你在他们家安排奸细了？吴秘书竟然也不藏着。对啊。夏优沉默，还得是吴秘书，难怪干妈非要把他留给自己用。现在一家人忙着公关，忙得焦头烂额。关于真假千金的事情，对于夏家来说，成为了一桩弃亲女儿偏心养女的丑闻。不过之所以为成为丑闻，还是有赵家和夏星的影响。夏星在节目上的表现就足够被人诟病，又加上他一直营销的真团宠千金公主人设崩塌，以及和赵家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最新的流量密码。毕竟豪门秘辛，普通人都有窥探的心思，而夏星的粉丝们也都在等着夏星的声明。至于赵家那边，因为最近有许多媒体去找他们，所以他们正在享受当明星的感觉，每天都盼着有人去采访他们，甚至他们还在有心人的教唆下开启了直播，而直播也让他们尝到了点甜头，所以开始在直播间里口无遮拦。林涵发了个消息和链接过来，他们又开直播了，脸皮倒有够厚的。夏优顺手点了进去看看，一进直播间就是赵家那一家3口在家里开直播，而直播间里现在都已经上万人了。3个人还特地穿上了新衣服，整得跟过年似的，争先恐后的露脸。或许是这几天的热度给他们造成了错觉，也让他们掌握到了火起来的方法，所以他们在直播间里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口无遮拦了起来。什么千金大小姐，哪里比得上我们家的女儿啊？不然夏家为什么非要我们女儿留在夏家？切，别看夏优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还不是给我儿子当牛做马嘞？我以前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不听话就打呀。我妈说了，女人不打不听话。以前我的臭袜子都是夏优给我洗的，本来我妈还打算把它拿去给我换个老婆呢。有钱人怎么了？我姐也是有钱人，夏家的家产就是她的，她的就是我的，懂吧？女人要钱干嘛？我爸妈说的，我姐的钱都是得拿来给我的。而他们越说，直播间里骂他们的人也就越多，他们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甚至直接在直播间里跟网友们对骂了起来。最后直播间被举报低俗、虐待儿童、3观不正，很快就被封了，并且被拉入了黑名单，各大平台都不允许再让这家人进行直播。气得赵坤一家3口气愤不已。夏优勾了勾唇，赵家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根本不会以此为耻，只会把当初对夏优做过的事情当作炫耀。最近的爆火让他们自以为是的飘了，他们认为自己爆火之后就会和夏家一样有钱，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从前的夏优在赵家没过一天人过的日子，尤其是他们的那个宝贝儿子，自从赵耀祖一出生，夏优就沦为了赵耀祖的保姆，为他做牛做马，任打任骂。他在赵家甚至没有自己的床，他就睡在过道里，随时他们走过都会踢他一脚。有时候赵耀祖一生气，他们就会罚他去猪圈里跟猪一起睡觉。他们不让他上学，后来是村委会的人过来说免费让他上学，他们才松口。可就算上学，他还是要每天给他们做饭做活儿。所以在他回到夏家的第1天的时候，夏家每个人看到他的那个表情都充满了疑惑和嫌弃，他们似乎在怀疑她真的是他们的女儿吗？可亲子鉴定书就在眼前，让他们不得不认。夏星还故意拉了拉夏夫人的手，脆生生的好奇问妈妈，她身上怎么有股味道？她假装天真烂漫，却让整个夏家从上到下的每隔一个人对她有了个第一印象，就是臭。他们敷衍的询问了一下自己过去的情况。赵家当时害怕说虐待他夏家不给他们钱，所以故意说对他很好，是当亲女儿养的。夏家所有人都信了，却没想过如果他们真的对夏优很好，怎么会把他养成连个人样都没有？他们也没有去看他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对他们来说就只是家里多添了双筷子而已。夏优把手机放下，起来往实验室的方向走了进去。最新的一批药得上货了，他还得趁着有空的时间把下一批药做出来，等到黑市上的人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再一次挂上去。饥饿营销什么的，什么地方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贵了。所以他每种药只会隔很久很久才出售一次，而每次每种药物都是限量出售。除此之外，他也的确能力有限，毕竟他只是一个人，又不是制药厂能批量生产，而且制这种药是极其花费精力的。赵家一家3口直播，夏家这边也都看到了。当听到他们说的那些对夏优侮辱以及从前对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格外凝重。刘诗玲脸色难看，他们以前不是说对夏优很好吗？怎么会一直在虐待他？夏明长也冷凝着脸，我一直以为他在赵家过得很好，虽然那家人人品有问题，可毕竟以前他们也是把夏优当成亲女儿。怎么会这样？4兄弟相视了一眼，此时却都有着一丝心虚。他们没说话，因为他们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一切，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对于他们来说，那时的夏优不过是个陌生人而已，陌生人发生什么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即便他们知道夏优在赵家吃苦受罪，当时也没有任何感觉。
那时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妹妹夏欣永远留在夏家，不想让夏优取代夏欣的位置罢了。可是现在听到这家人所说的话，兄弟四人的眼底竟都有了一丝懊悔。以夏锦州和夏家几个兄弟的能力，从一知道夏欣不是他们亲生的时候，他们就调查过赵家，所以也知道夏优在赵家所遭受的一切。只是那个时候他们更不想让夏欣离开夏家，毕竟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而一个是被他们从小宠爱到大的妹妹，他们想无论换作是谁都会选在身边长大的妹妹的。所以即便知道当初夏优在夏家所遭受的一切，他们也没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庆幸夏欣没有在这样的人家里长大。所以夏木也知道，当时如果不是夏家把夏优认了回来，夏优恐怕已经被赵家卖掉，给赵耀祖读书娶老婆了。他们厌恶赵家那上不得台面的恶心低劣，所以也不喜欢在这种人家长大的夏优。但现在如今再听到这些话，兄弟四个人心底都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心情。夏欣此时哪里敢说话，可是他却能明显感觉到夏家所有人，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哥哥，都好像对夏优的态度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这让他害怕的不得了，他害怕自己一无所有，害怕夏优会取代自己。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坐牢出来的人还能有现在这样的资源，明明他的一生就该被毁了，他会被夏家厌恶抛弃，再也无法跟他竞争的一个废物才对。为什么坐个牢出来就不一样了呢？他就应该死了才好。是啊，他怎么没死呢？夏明常常夫妻也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夏欣，眼神颇为复杂。现在他们对这个女儿已经没有了以前的亲昵感了，尤其是当赵家再次说起夏欣是他们的亲女儿，什么夏家的钱以后也会是他们的钱这种话，更让他们一个个脸色难看不已。就算夏欣再怎么不承认，但心里这根刺已经扎进去了。现在他们已经对这个女儿开始疏离了，甚至现在已经万分后悔把夏优弄去坐牢。再怎么样，那也是他们自己生的，总不至于当白眼狼吧。把夏优劝回来吧。这话是夏锦州说的。夏之文也沉声道，只要他公开承认，说几句好话，夏家的负面舆论就会消失。夏欣的手也狠狠地捏紧，面色惨白。我看他不会回来的。夏树皱眉。夏木也嘲讽地说了句，他现在在林家，哪里还瞧得起我们夏家？虽然话是这么说，面色也好像根本不在意夏优是否回来，但说的时候眼底都划过了一丝别的情绪。夏明长夫妻也沉默了片刻，他们现在当然是巴不得夏优回到夏家。最近几天或许是因为爆出了夏优是他们的亲女儿，从前两家都不怎么搭理他们的豪门都跟他们打招呼了，而打招呼就是为了想和夏优认识一下。夏优人脉广，而且还跟陆老将军有渊源，跟陆思彻和厉成这两位金圈的贵公子都有关系，圈子里的人自然也想通过夏优搭上这些人脉。我同意锦州和之文的意见。夏明长沉声道。夏欣忍不住开口，爸妈，那我夏优要是真回夏家了，那他怎么办？他目光可怜地看向了四个哥哥。夏锦州看向他淡淡道，你只要闭嘴，什么都别说，还有别再在他面前提起从前的事。夏欣只觉得心里委屈极了，大哥从来不会对他这样说话的。夏之文皱了皱眉，最后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有夏树安慰了他两句，放心吧，贾千金又怎么样，你还不是我们的妹妹。夏木语气也一样冷淡，他当初可是因为你去坐牢的，夏家最对不起他的人是你吧？如果他真的回来了，你就对他好点。因为综艺的事情，夏木对夏欣也变得有些冷淡。夏欣抿了抿嘴，看了爸妈一眼，却见他们已经在跟夏锦州商量怎么去跟夏优沟通了。他眼泪啪嗒的落了下来，嘴唇都快被咬出了血。比起夏优是否回来，他更难受的是失去家人和哥哥的宠爱，尤其是失去哥哥们的宠爱，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眼底的恨意浓重，眼底仿佛也闪过了一丝杀机。这是什么？夏优看着陆思彻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叠文件，他今天正好过来给陆思彻看伤。刚进门没多久，陆思彻就让人在他面前放下了一沓文件。你看了就知道了。陆思彻唇角划过一丝笑意，平时都梳起来的刘海也软趴趴的垂着，看起来柔软又顺滑。比起平时那副乖戾的模样，现在陆思彻脸上也多了几分乖巧，像是一只摇起了尾巴的大狼狗。夏优疑惑地拿起了这一叠文件，他蓦地看向眼前正在脱衣服的陆思彻。你干嘛？陆思彻衣服已经脱了一半，正好露出腰腹的那一截，细腰薄肌人鱼线分明。陆思彻一脸无辜，脱衣服？不脱衣服你怎么给我看伤？夏优瞄了他一眼，才继续看起了手里的东西。当看到里面的内容的时候，眸子也冷眯了起来。这些内容里全都是这些年跟夏锦州和夏欣相关的事情。虽然何方早就在查了，但是何方手里的资料却没有陆思彻这里的详细。资料里记录着这些年因为夏欣、夏家四兄弟所做的不少违法或者违德的事。
比如自从夏星上学后，每一个得罪了夏星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从学校消失或者退学。夏星霸凌同学，被霸凌者绝望跳楼自杀，父母找上门却被夏家兄弟拿钱打发捂嘴等等事实，以及陈欢案件里在其中和夏家有勾连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其他罪证。其实何方也在查这些事情，但陆思彻这里的资料更为详细和丰富，他甚至连警方档案里的一些口供都拿到了。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夏优问他，一边放下了手里的资料。他问的是关于夏优被冤枉入狱的事，而这个时候陆思彻的上衣已经脱干净了。夏优抬眼就见到了某人赤裸裸的上半身，眉头也轻皱了一下。陆思彻笑了笑，忽然靠近夏优，整个人都扑了过来，双手撑在沙发上，却停在了距离他鼻尖10公分的位置。炽热的呼吸也落在了他的鼻息间，一股猛兽的危险气息顷刻笼罩而来。从见你第一面就知道了。陆思彻嘴角咧着一抹弧度，压着喉咙里的温度盯着夏优，谁让你非要认我当儿子呢？刚说完这句话，陆思彻眉眼就紧紧皱了起来，面色也有点难受，全身发麻，甚至动都动不了。陆思彻眸子微眯了起来，看向自手腕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刺进去的一枚银针，眼底也深了深。夏优一只手轻而易举地挥开他的手臂，把他推倒在了沙发上，自己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说话就说话，乱动什么？夏优看向无力瘫倒在沙发上的陆思彻，眉梢也微微动了一下。现在这样看起来没什么还手之力的陆思彻还真是怪啊。他唇角恶趣味地微扬了扬，乖，叫声爹我就给把针取下来。陆思彻眉头紧皱，目含幽怨地看着夏优，唇线却紧紧抿了起来，看起来就跟宁死不屈的良家妇男似的。这倒是把本来就有恶劣因子的夏优激起了几分玩性。他弯下腰，伸手跟逗狗狗似的挠着陆思彻的下巴。之前不是叫得挺欢的吗？现在怎么不叫了？比起陆思彻平时那副见人就容易咬两口的样子，现在就跟被迫上了防暴冲绳似的。陆思彻哑着嗓音，沉沉地道出了一个字：不。夏优笑了一下，拍了拍陆思彻的脸，咦，手感还挺好。再拍2下。陆思彻眉头都拧了起来。夏优也只是玩玩，他也没真打算让陆思彻喊他爹。他知道有的人玩闹的时候随便喊你爸爸都行，但真让他喊吧，反而宁死不屈。男人向来喜欢口是心非，他干脆先不把陆思彻身体里的银针拔出，就这么让他乖乖地躺在沙发上，然后开始看起了陆思彻身上的伤。你就这么看？陆思彻终于说话了，语气带着几分不爽。夏优勾唇，你这样不是挺好的？既然让医生看病，就要听医生的话。虽然上次看到过陆思彻的身体，知道他身上有不少伤，但今天真正检查起来，他心底却还是有些心惊，因为之前他看到的只是伤疤，看不到深浅。可现在细致看去，他才发现大部分都是致命伤。这是多大的命才能让他现在还活蹦乱跳的？不少伤都是在深1毫米，再偏一丁点，就足以让他下辈子重启了。那些枪伤也毫不掩饰地暴露在了他面前。命挺大，他凉凉地说了句。陆思彻目光落在他的脸上，没说话，只是就这么看着他。夏优也不问他这些伤是从哪儿来的，虽然事实上他看一眼就已经猜得到，陈年旧伤，但对于你来说，过去的时间也不算久远。有些伤看起来还没完全痊愈，应该偶尔还会有牵扯。趁着你现在年轻，身体好，还是能恢复的。夏优一边说，一边拿出了自己带来的伤药。我的药价值1000金，1个月之内就能让你的这些疤彻底消失。不用。陆思彻忽然开口。夏优疑惑抬眸，却正好撞入了盯着他的陆思彻的眼睛。那双眼睛如一汪深邃的泉水，缓缓地流动着粼粼波光，却又深沉不见底，让人难以窥探到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那些疤留着，他低声沉沉地说，不用去掉。夏优刚要上药的手微微一顿。好。夏优一言只是给他治伤，那些会复发的旧伤，这种外伤好处理，对夏优来说费不了什么功夫。在上好药之后，他又用银针走了一次穴位，看着黑烟从穴位里溢出，夏优才把银针取了下来。火气挺重，肝火过于旺盛，要是生理需求过于强盛，就自己用5指姑娘解决一下吧。年轻人火气旺盛是以正常的，所以夏优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陆思彻神色不自然地动了一下，眯了眯眼睛，你一个小姑娘说话这么狂野吗？夏优歪过头，挑眉轻挑，看着陆思彻，其实我还精通男科，要不我给你看一下。说完，目光也故意移到了陆思彻的裆部。陆思彻脖子绯红，似乎是磨着后槽牙在说，你觉得呢？夏优逗了逗陆思彻，心情不错，等会儿我给你开点补肾去肝火的药吧。在夏优转过身的时候，陆思彻眼神真是憋屈又恼怒，倒不是对夏优，而是对自己。他动了一下身体，把沙发上一件衣服扯了下来，盖在了自己下半身。
把那不受他控制的兴致勃勃的老二给盖住，眼里的光也暗了暗。这丫头真不管人死活。但陆思彻也懊恼，怎么夏优随便几句话就能把他聊成这样，真是见了鬼了。夏优收拾好东西，回过身就看到了陆思彻不知道什么时候盖在身上的衣服，他意外了一下，能动吗？陆思彻只是拢着眉，那模样好像是在控诉夏优一样。不能。夏优狐疑地看了陆思彻一眼，按理来说现在他能动才是正常的吧？那你好好休息，药我给你留下了，药方子我也给你留下了。夏优拿起包准备回去，他刚准备走手腕就被抓住了。他看向那只有力的手，扬眉，不能动。陆思彻目光定定地看着他，嗓音低哑，我送你回去。容不得夏优拒绝，因为陆思彻直接就爬起来了。夏优没有开车过来，他约好时间后是陆思彻派人去接他的，但现在他怀疑陆思彻是故意派人去接他的，不然按照他的脾气，要是他自己开车过来，可能他又要给他的车子叫一辆拖车了。陆思彻一边开车一边状似漫不经心的开口，我看你跟立成在综艺上互动挺多的，你们关系很好吗？还行吧。夏优回答。是吗？陆思彻语气似稍微带了几分酸味，可你们 CP 的人挺多的。夏优点了点头，那也正常，毕竟我俩都长得挺好看的。观众嘛，看到好看的男女都喜欢脑补。车子呼的一个急刹，夏优人也猛地晃了一下，这个好看的人就不能是我？陆思彻俊容冰寒。夏优愣了一下，啊，你想跟他组 CP？ 夏优奇怪，那你去跟他说啊，你俩肯定有卖点，听说现在粉丝挺好这口的。陆思彻本来就不好看的脸色现在更冷了，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他了？夏优，那你是要跟我？陆思彻不说话。夏优皱眉，咋的？你还想蹭我热度炒 CP 出道？陆思彻握方向盘的手收紧了一点，紧握了好一阵才缓缓松开。你跟他来往的时候多想我。陆思彻淡淡道。夏优不解，什么意思啊？陆思彻，这样你就会觉得我比他好上100倍。夏优，什么人能自恋成这样？夏优正准备说，却看到前面也停了一辆车，那辆车旁边站着的还是个熟人。陆思彻的目光也顺着夏优的视线看去，当看到那个人的时候，目光也透出一丝凉意，是来找你的。现在车子就停在夏优的别墅外面，所以明显他是特地来这里找夏优的。夏优皱眉，真是阴魂不散。他打开车门走了下去。夏之文听到开车门的声音也看了过来，在他的位置看不清车里的人是谁，只能隐约看到是个男人的模糊影像。虽然知道夏优现在的身份，他不太会像以前那样误会是他的金主，但还是微微皱起了眉。夏优走过去，无视掉了夏之文，直接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在他经过夏之文的时候，夏之文马上叫住他，夏优。这一次夏之文的语气里少了一种从前的高高在上。夏优停下脚步，看向夏之文，你不知道我在的地方都是夏家和狗禁止靠近的吗？或许因为之前已经领教过夏优的毒舌，所以现在夏之文的反应反而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我知道你有怨气，你也恨我们，但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你既然已经重新开始，为什么不能放下过去？夏之文看着他，低声道，我知道你是因为怨恨我们，怨恨夏星，所以才故意让所有人知道他是假千金的事情。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是假千金了，你也该出气了吧？夏优知道夏之文来找他不可能没有目的，说这么多无非是为后面的话做铺垫。你直接说，你想做什么？夏之文看着他，目光深沉，其实你还是在乎我们的吧，否则你不会把气撒在夏星身上。夏优都想笑了，他真的笑了。他对夏之文说，你知道吗？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夏之文容色也浮现出了一丝裂痕。夏优好笑，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很在意你们吧？这句话的杀伤力继续把夏之文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你是觉得我是在意那对偏心表面上说把我当女儿，事实却随便听信赵家污蔑我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都偏向夏星，而将我当成小丑的夫妻呢？还是在意把我当成狗一样对待的你们四兄弟呢？夏优冷漠的话不带一丝感情，尤其是你，我的律师好哥哥，将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用在自己亲生妹妹身上，把自己妹妹欺骗送进监狱，很有成就感吧？还是你觉得我会在意你？夏优每说一句，夏之文的眉头就皱起几分，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刺得夏之文面色都涨红了几分。夏优眼里的厌恶第一次让他觉得自己仿佛罪大恶极。夏之文深吸了一口气，我这次是想跟你好好聊聊的，我不想跟你吵架，这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思。夏优皱眉，你们全家也配称人？照过镜子吗？你们真觉得自己有人样吗？夏之文语气也变得有些冷，
你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不管怎么样，你也改变不了你跟我们流着一样的血的事实。夏幽勾唇，只是冷笑，虽然不说话，可这种态度却更让夏之文此时有些难堪。他把语气放缓了些许，爸妈知道你当初在赵家所受过的委屈了，希望你能回家，给他们一个补偿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只要你回到我们夏家，你就是我们夏家的千金大小姐。现在我们希望你和我们夏家一起发一份声明，我们公开承认你是夏家真千金，你也态度好一点。至于夏星，我们可以让他给你道歉，算作是之前所有事情的一个结束。夏之文的话还没说完，人就被突如其来的一脚给踹的直接往后倒退，飞摔了出去。夏之文身量不小，身高1.8米，能直接被这么踹飞，可见此人这一脚的力量之大，爆发力之强。但以夏幽的估算，这一脚其实留了力，如果真用尽全力，夏之文的骨头都已经断了。夏之文从没这么狼狈过，他爬起来，脸色难看的看向踹他这一脚的人。夏幽也看向了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边来的人。陆思彻手懒懒的抄在裤兜里，随性的姿态桀骜又张狂，他目光居高临下，审判性的盯着夏之文，眼底冰冷森寒。老子忍你已经很久了。夏之文虽然没跟陆思彻打过交道，但是也知道这个人，在几次场合里也远远的见过几次。而每次见到陆思彻的时候，身边的人总会提醒他，那位祖宗可千万别得罪，那可是真正金圈的太子爷。陆思彻呀，心狠手辣，谁都卖不了面子，千万别惹。大哥也会说，这个人千万别招惹。即便是历城在 Z 市这些年，也不会给人带来这种恐惧。只有他，虽然听说过陆思彻和夏幽之间关系有些不清楚，可他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见到陆思彻，而且还是这样的方式。夏幽皱眉，你踹他干嘛？陆思彻目光冷冷地注视夏之文，但嘴角也弯了起来。我看你想踹，就帮你踹了。夏幽，那谢了呀。陆思彻唇角微伸，不客气。夏幽确实是想这么干的。听夏之文说这番话，他都已经快忍不住了。不过没想到陆思彻竟然先动手了，而两个人的对话也让夏之文现在狼狈更为尴尬。他从小到大从没有过这样的处境，也从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这让夏之文的自尊心都像是被碾压在了地上摩擦。陆少，这是我们的家事。他冷声冲着陆思彻说。陆思彻冷声回道，什么你的家事？人家认你吗？就你的家事，自作多情。夏之文咬牙切齿，却碍于陆思彻的身份，即便是被踹了一脚，现在也不敢说什么。他看向了夏幽，沉声道，话我已经带到了，你好好想想吧。你实在是讨厌夏星的话，我也会想办法让他少出现在你面前。夏之文最后的一句话稍稍的停顿了一下，这一句是他自己的想法，跟夏家其他人无关。如果夏幽愿意还认他这个哥哥，还愿意回夏家的话，那他会把夏星处理好的。说完，夏之文才转身准备离开。陆思彻目光冰冷，盯着夏之文背影的眸子里都噙着几分寒意。夏幽讽刺出声，真正恶心的人其实不是夏星，而是你们。夏之文脚步顿住，从我回到夏家的那一天起，你们是对我的所做的一切，以及纵容夏星对我做的一切，才是杀死这一层血缘关系的罪魁祸首。夏幽眼底森冷，一字一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你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的，不会有人逃掉。他凉凉勾唇，这是你们该得的。夏之文身体微晃了一下，眼底竟也有一丝慌乱和恐慌，旋即他快步走向了自己停在旁边的车子，上车发动油门离开了。夏幽收回目光，心里扫兴，一看到夏家的人他就直犯恶心。虽然夏星令人厌恶，但真正害死夏幽的其实是跟他真正有着血缘关系的父母和4个哥哥，是他们亲手把他推入的地狱，而他们现在却又将一切推到了夏星身上。夏星不冤，但他们更该死。看来我那一脚踹轻了。陆思彻凉凉出声。陆思彻说这句话的时候，夏幽是真切的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杀气，是那种十分平静而从容的杀气，就好像手里沾染过无数条人命之后的平静。夏幽睨了一眼陆思彻，能让夏之文这种人对你毫无怨言，看来他挺怕你。现在他也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怕陆思彻了，毫无章法，没有规矩，既会动口也会动手，认识谁也不想惹上这么个魔王。陆思彻勾唇，他就不怕历城？夏幽显得他是的，这有什么可比的？我回去了。他收回目光，转身朝着别墅大门的方向走回去。陆思彻的目光也随着他的身影如影随形，直到夏幽的快走到大门的时候。夏幽喊他的声音是少见的认真。夏幽也将步子停在了原处，他注视着夏幽的背影。你做的任何事
都是以你的自由为意志。他声音微微停顿了一下，记住，你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勉强你。说完这句话后，陆思彻才换了副口吻，笑道：下次给老爷子复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夏幽微拢了下眉心，见陆思彻说完了，才抬脚继续往大门里走了进去。陆思彻唇角噙着一抹笑意，看着夏幽进了家门，直到看不到他这个人了，自己才转身走向了他停在不远处的轿车。而他嘴角的弧度也渐渐地敛了起来，容色也变得沉了。在他打开车门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眉眼清凉，锐利的眼里也泛上了一丝冷冽。想找人，去找警察，找我干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目光再次看向了夏幽别墅所在的方向，停留了几秒后才继续上了驾驶位。有没有这个本事收拢他，那是他们的事情，至于能不能找到他，也是他们的事情。想通过他来找到他，没门。夏幽回到家的时候，雪娜还一头扎在实验室里没出来。最近他在忙着写论文投期刊，所以夏幽也没打扰他，拿了一听冰可乐就直接上楼了。脑海里浮现出刚刚陆思彻说的话，眉心也轻轻拢了拢。怎么莫名其妙的？他莫名其妙的是陆思彻为什么忽然会这样说，但他也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因为这几天他察觉到以自己为圆心的附近多了一些徘徊的生人面孔，他的位置应该暴露了，就是不知道这一批找上他的人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了，只是估计对方还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夏幽倒是不着急，也不担心，前世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挺多的，他都已经习惯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看着阳台的落地窗外，目光也清零了里。陆思彻的话，莫非和这些人有关系？至于陆老爷子的病还没完全康复，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例行复诊。之所以还没完全康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现在本身的身体还不足以支撑他的完全治疗。而且老爷子的这种罕见病死气很重，说明这种病来势很凶，而且有不少人都死在了这种病因里，且杀死的都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才会汲取到这样的死气。在他们一门的古籍里有一种说法，世上任何物质之间都储存在一种交换和平衡，比如生和死，行医者救人的过程中也必将损失一部分能量，所以这部分能量需要对方付出代价来平衡。而疾病这种东西也是会蔓延和进化的，当他夺去一个个生命的同时，自己也会变得强大，并且这个生命越强大，那么这个病也成长得越来越强。就如医学界常说的，病毒在传播中进化了，是一个道理。而他们行医者只要见到这种病，就能看出这个病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了。越是死气重的病，对他们行医者来说，精神力就亏损越重。如果换作是前世的自己，治好陆老爷子的病倒不需要这么久，现在倒是要费一段时间，因为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元气，所以他才开始打探起了原石。不过最近黑市上好像暂时还没有相关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吴秘书打进来一个电话，是上次夏幽让吴秘书查的关于小鹿的事。夏幽接听完电话，微微思索了一阵。按照吴秘书所说，小鹿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叫思安，但这个闺蜜在3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割腕自杀了，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但虽然人救活了，可他人却已经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得了十分严重的抑郁症，身体似乎也受过许多伤，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但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思安在高中突然被退学，回家后就这样了。不过从吴秘书调查的资料里，思安当初正好跟夏星读的一个学校，还是同班同学。夏幽回忆了一下自己脑海里的记忆，3年前他已经回到了夏家，并被安排了和夏星同一所学校。可当时的夏幽是被孤立的，也是游离于所有人知道，所以对这个女生还真没什么印象。思安等等，好像唯一的印象里，夏幽有次在回家的时候见到过有个女生给当时开车来接夏星的夏锦州递情书，他当时听到夏星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好像就叫思安，但当时那封情书直接当着是思安的面被夏锦州丢了。当时的夏星还故作好心的跟夏锦州说，大哥，你这样不好，也是思安同学的一片心意啊。夏锦州皱眉，语气无奈又宠溺，我都说了别带这些人来我面前，下次再不听话我就不来接你了。夏星吐了吐舌头，哦，然后带着一种看笑话和得意的眼神看向了思安。思安当时都快哭了，骂了夏锦州一句，你不喜欢就不喜欢，扔了干嘛？知道我写了多久吗？骂完这句话，思安就哭着跑着离开了。夏锦州当时才有了点变化，皱着眉看向思安离去的方向。而当时的夏幽就站在不远处，也不明白夏星为什么要故意把思安带到夏锦州面前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夏星要用那种得意的眼神看着思安。现在的夏幽当然明白，死绿茶的伎俩罢了。虽然当时夏锦州也看到了夏幽，却直接无视了他，就好像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直接移开了眼睛。
接了夏星之后就直接走了。夏星挑衅又炫耀的目光在那时夏优的眼里是何其刺眼。他还听到他上车的时候故意说：“哥，夏优非要跟过来，我看他一个人回家怪可怜的。”夏锦州冰冷的声音从开着的车门传出：“你不知道他跟你回家会对你有影响吗？他又不是没长腿，不会自己走吗？”夏星假装委屈：“哦，知道了，我下次不喊他了。”夏锦州凉凉的看了一眼夏优，然后就再也没回头，接了夏星就直接走了。夏优在原地呆愣愣的看着那辆车的方向，神色恍然。同学们路过都会嘲讽他：“啧啧，他是在羡慕夏星同学吧？琼比是这样的啦，以为自己也姓夏，就想跟夏星比了。以后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嫉妒心强的很，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人家有霸道总裁哥哥，他有什么？有个土不拉几的爸妈，哈哈哈，恶心死了，还盯着人家兄妹看，那眼里的羡慕嫉妒恨都快溢出来了，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啊？”难听的话每个字都钻进了夏优的耳朵。他想告诉他们自己才是夏家的真千金，夏锦州其实是他的哥哥，可是他不敢，他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做。想到他们对自己说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敢说了。他知道自己如果说了的话，他们都不会放过他的。在赵家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夏优早就习惯了懦弱和胆怯，所以他只能被迫承受着所有人的恶意，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哥哥都得对自己有恶意，更何况是其他人呢？脑海里传来的残存下的悲伤感让夏优抹了抹眼角。有什么好哭的？你不敢的，我都做了。其实你看，也不过如此。与其内耗自己，不如惩罚别人。夏优笑了一下，你说对吗？其实原本的夏优早就已经消失了，现在留下的只是他曾经记忆里留在这个身体和脑海里的情绪。情绪是会因为肌肉记忆和意识体的记忆而停留在身体里的。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是现在的夏优的了，可某些记忆依然会容易触景生情。思安啊，他轻声念了一下这个名字。从小鹿身上的病气来看，看来现在病得不轻啊。而且夏星似乎还藏了不少事情，看来他抽空得去学校挖一挖了。毕竟当初和夏星同一所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和夏星如今在上同一所贵族大学。厉氏，厉总，最近网上的风波需要处理吗？厉成手里翻看着财务报表。什么风波？下属瞄了一眼厉成，关于您的一些绯闻，还有您和夏小姐的 CP 粉要处理一下吗？或者发个声明？厉成推了眼镜，跟夏优无关的绯闻处理一下，其他的不用管。下属沉默了一下，没有和夏小姐无关的绯闻了。您的绯闻只有和夏小姐的。厉成这才抬了一下头，那你问什么？下属，那也其实不用处理。关于您和夏小姐的一些传闻和 CP 热潮，似乎有公关公司在压了，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其实他主要是想问需不需要这边特别发个声明，或者撇清和那位林氏千金之间的关系，但没想到 boss 竟然根本不在意，这可真是头一回。从前不管是顶流女明星还是哪家的富家千金，想要借机会蹭 boss 或者想炒作，那 boss 撇清的比谁都快。CP 是早上炒的，声明是中午发的，而且谁敢这么蹭都会被厉氏警告。对于那些硬要蹭着 boss 炒 CP， 甚至妄想觊觎厉氏总裁夫人位置的人，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这一次 boss 竟然默认了，并且还挺高兴的。难道网上传言是真的？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顾廷峰竖着耳朵听着，脸上还贴着上次被陆思彻揍了的疤痕贴。什么人压下去的？厉成这才微微抬了一下头，眼睛下的眸子泛着一丝锐利的光。这还没查，不过应该是公关公司的手笔。厉成唇角扯了一下，眼底微亮，我知道了，下去吧。下属还是询问了一句，那这件事？厉成，不用管。好的。下属恭敬退了出去。顾廷峰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口，厉成，不是，你是真看上那丫头了呀？他本来以为厉成就只是对夏优有点感兴趣，毕竟他认识的厉成就算喜欢，也不应该喜欢一个小萝莉吧？好吧，虽然夏优确实是美少女，长得也不算萝莉那一挂的。厉成继承公司比较早，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一股子霸道总裁气质，加上老练的做派和沉稳的性子，所以让人很容易忽略掉他的年纪。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和夏优比起来还是相差了个6、7岁的，多少有点老牛想吃嫩草的意思。按照顾廷峰的认知，厉成就应该喜欢那种温柔知性的大美人才对。厉成抽空瞥了一眼顾廷峰，怎么要去告诉陆思彻吗？顾廷峰语塞，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给你俩传个话而已，我可别的什么都没说啊。陆思彻的话他都已经带到了，但是厉成就跟听了就跟个屁一样放了，只说了句陆思彻这嚣张的样子还真是跟以前一样讨厌，然后就没下文了。但顾廷峰还是从这句话里听出来了他的挑衅。厉成将椅子转向了后方，而后方则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
他迈开长腿站了起来，缓缓走到了窗边。窗户上也倒影出了历程修长的身影，玻璃映着的那张温文尔雅的面容也附着一层清寒和凉意。他让我认清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的时候，其实他也担心自己吧。历程镜片下的眸子里是一片冰凉，轻声嘲讽：陆思彻，原来你也有害怕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他可没打算拱手相让呢。顾廷峰眯了眯眸子，这俩人竟然还会因为女孩子而起冲突吗？因为真假千金的事情，还有夏兴和夏家兄弟的一些黑料在网上发酵，所以夏家立刻大面积的展开了公关，并且发布了声明。声明里公开承认了夏兴是养女，并且认了养女这个身份，也在这个声明认了夏优这个亲女儿。编造了几句场面上的话，并表示会一直将夏兴当亲女儿对待，夏优也只是跟他们之间有误会，生气吃醋而已。夏兴也发了个动态，抱歉让大家失望了。一时间夏兴的粉丝们只觉得天塌了，不少因为夏兴这个身份而粉上他的粉丝们纷纷脱粉回踩。我粉了这么久的千金团宠竟然是假千金，欺骗我感情。什么千金团宠，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就当我做了一场梦吧。鸠占鹊巢的东西，原来天天秀的哥哥们是别人的亲哥哥，你好意思吗？你对得起夏优吗？你明明早就知道吧，还故意引导我们去骂夏优，明明人家才是夏家的亲女儿，还当着夏优的面前秀人家的亲哥哥，当着人家的面踩脸，你真是恶心到我了。骗子，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梦想中的样子，结果没想到都是骗人的。但也有一部分粉丝们和所谓的理中客路人们因为夏兴的这句话而虐粉成功，纷纷为夏兴说起了话。是的，作为假千金，其实他也挺可怜的，本来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却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个冒牌货。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不是自己亲生的，一定很难过吧。夏兴也算幸运的，幸好没在那种人家里长大，脱离了那恶心的原生家庭。宝宝别哭，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他们，跟你没关系啊。这事也的确怪不上夏兴，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接受吧。看到这些言论，就有人忍不住骂了，替别人享了20年的福，那夏优就活该吗？是，人家夏优帮你受了10几年的苦，就是应得的对吧？但凡是个人都说不出这些话。请问你们三观还在吗？夏兴的问题难道不是过度营销自己的团宠人设吗？现在翻车了也是活该好吧。明知道自己是假千金，还各种阴阳怪气人家正主，这不是坏事什么？夏优受苦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在那里同情呢？建议夏兴把夏优吃过的苦全都吃一遍，才有资格说这话。笑死了，夏兴这冒牌货还有脸嘲讽人家是养女，直播截图我可都留着呢，哈哈哈哈！人家是养女，可是林氏光明正大的养女，哪像夏兴说都不敢说啊。用夏优话来说，养女就这么丢人吗？粉夏兴的都是想演红怪，做梦都想抢走别人的一切吧。就在夏家发出声明之后，几个兄弟的个人账号也都纷纷转发。这时候林氏集团官方号直接发了一条，大小姐只是林氏大小姐哦。这条帖子立马让大家明白了，林氏这是在争夏优的所属权呢。那意思摆明了就是我们的大小姐跟你们没半毛钱关系。林思义的个人号也紧跟着发了一条，我女儿跟亲闺女一样的，你们夏家没别的女儿了吗？非要认我女儿干嘛？紧接着林家的少爷小姐们也都纷纷出来认领认亲。林仲，你们没别的妹妹了？这是我妹妹林涵，夏兴跟你们家挺般配的，我夏优姐姐你们是高攀不上的。兄妹俩在得知真假千金事情后，简直是义愤填膺，为夏优鸣不平。他们都觉得夏家是瞎眼了，才会偏宠夏兴。他们恐怕根本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豪门圈子里都想排着队找夏优看病呢。夏兴跟夏优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们觉得夏家4兄弟和夏家夫妻都像傻瓜。夏兴那德行简直就跟赵家人一模一样。林家的意思很明显了，抢生意可以，不能跟他们抢夏优。而这个时候，林思义又晒出了夏优正式更名为林优的证明。这个改姓的证明一时间让夏家生生被噎住。看到的时候，夏家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得铁青，就跟吞了苍蝇一样难受。大家等待着夏优的回应的时候，夏优的账号也发了条动态，跟他们不熟，然后也晒了一张现在叫林优的证明。两家人毫无疑问，林家更为家大势大。林家一发出来，圈子里的全是来恭贺林思义、恭贺林氏的。毕竟不管林优到底是谁的女儿，就凭他跟陆老将军的关系，他就已经是贵人了。更别说他还被林家护着，被陆思彻和厉成看中。光凭这些，就林优一个人可比整个夏家含金量都高。虽然夏家有4个还不错的儿子，在各行各业里都有成就，但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之处，也没什么硬实力的地方。夏家本身的实力也就那样。听说夏家市上面还有个本家在国外，
但这么多年来，夏明长一家都没被本家眷顾，看起来也是个弃子了，并不被本看重。而且圈内人士也都知道点，夏家四兄弟虽然优秀，但也不是什么顶层级的人物。夏景舟虽然已经接任公司，可在历城这种家世背景下的世家公子比对之下，夏景舟也就不过如此了。至于夏家老二夏之文，虽然已经是业内知名的律师，但比起何方这样的律师，夏之文也只能算是新人，而且他也只会为夏家保驾护航，对其他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利益往来。至于另外一对双胞胎，虽然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成就，但依然对他们没有丝毫往来的必要可言。越是有钱人的圈子，就越是看重阶层、利益以及面子。别人家的4个儿子跟他们有毛关系，自然他们一点都不会犹豫地选择林家。至于夏家在声明发了之后，除了网友们，竟然无人问津，而网友们则纷纷表示，夏星跟夏家就锁死吧，这么喜欢营销团宠千金的戏码，就别拉林优下水了。林优已经改姓了，跟你们夏家可没什么关系，就你们这家人谁沾上谁倒霉好吗？干得漂亮，这是我看过最爽的剧情了。真千金永远都是真千金，假千金到底都是个冒牌货，浑身都是劣质的气味。林家跟小优就是最好的呜呜，小优终于遇上好人家了，连自己亲生父母和哥哥都不认，也太冷血了吧。不会因为林家更有钱，所以才不认自己亲生的父母了吧？这话麻烦对夏星说，请他先认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些人别太双标，夏星能死赖在夏家，夏优就不能在养母家了。林思义看网上的这些帖子，看得直皱眉，闺女，你看看这些网友真是好赖不分，这说的什么话？夏优淡定地给林思义倒茶，这是他最新研制出来的美容茶，加了一点中药里的美容养颜的草叶，既能提神醒脑，也能美容养颜，活血补气。林思义放下手机，直接吩咐阿年把这些说话难听的人的帖子都处理掉。吴秘书点头，好。夏优笑，不用，我又不在意。吴秘书看了下林思义的意思，林思义皱眉，那也不行，我才不想允许别人说我女儿的坏话。吴秘书也不问，直接转身去处理了。夏优看了一眼吴秘书，好奇问了句，干妈，吴秘书跟你多久了呀？林思义也没多想，有7、8年了吧。夏优他就没想过跳槽。林思义这话就不爱听了，他跳槽做什么？我给他开的工资又不低。夏优狐疑，他还负责你的日常起居。夏优也不是个八卦的人，但是有时候八卦都送他面前来了，他就忍不住问问了。比如今天看到吴秘书在给干妈叠被子，给她做早餐。虽然有佣人做早餐，但吴秘书是单独给干妈做的一份。林思义点头，是啊，这些年都是这样，不然我给他开那么高工资做什么？夏优轻咳了一声，还有别的服务不？林思义别开眼神，不太自然地说，偶尔吧。夏优本来只是随口一问，但干妈的回答直接让他差点一口茶都喷了出来。这么劲爆吗？不愧是霸道女总裁。吴秘书虽然长相不是特别帅的那一挂，但属于是耐看，而且越看越有味道的那一类型。社会精英，名校出身，男模身高，办事效率利落干净，这对要求极高的女霸总来说无疑属于对口了。林思义是不婚主义，所以身边有男人夏优觉得十分正常，谁还没个需求了？不过知道吴秘书还是干妈的地下情人，他还是有点小小的震惊的。但我俩没什么那方面的感情，我更看重的是他的办事能力。林思义也轻咳了一声解释，然后拿起夏优倒好的茶水抿了一口。吴秘书办事能力是挺强的。夏优点头表示赞同。林思义小声说，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在他面前提。他这个人平时看着是正儿八经的，有时候也挺小气。林思义对夏优是没什么隐瞒的，这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所以夏优问了他就说了，女儿这么聪明，肯定能看出来的。林思义本身思想也比较开明，否则也不会是不婚主义了，所以在夏优面前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俩人说着的时候，吴秘书也回来了，他看向林思义，办好了。林思义点了下头，你去忙你的吧。吴秘书抬眸看了他一眼，然后收回目光，点了下头，去忙自己的了。不过吴秘书也就是在旁边的桌子上办公，并没有去别的地方。他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林思义身边，或者在帮夏优做事。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林思义都是把吴秘书放在了夏优身边，让他用人。夏优也看了一眼吴秘书，端端正正的，完全看不出来一点地下情人的身份。两个人平时也没有一点暧昧的氛围。现在的长辈们都这么会玩了吗？不过干妈保养得好，看起来年纪也就30多岁的样子，气质非凡，又是个大美人，一点都没有岁月的痕迹，岁月也只是让她多了几分成熟的知性美，更有韵味和美感了。所以在她看来，干妈就算跟20几岁的小男生谈恋爱都很正常。不过我还真没想到，骂夏星和夏家的人也会这么多。林思义有点微微的意外，我请的水军都没派上用场。夏优淡淡勾了勾唇，
物极必反。夏欣越在意自己的身份，别人也只会在意他的身份，营销的越重，反噬的就越重。自己在意什么，别人就只会看到什么。其实只是一个真假千金的身份，根本不会让夏欣和夏家遭受这样的舆论风暴。但这几年夏家都在捧夏欣，夏家兄妹的所谓的兄妹情、妹控等等经典标签随处可见，几乎属于是霸凌大家的眼睛了。所以假千金事情爆发，夏欣和夏家才会被唾骂。越是营销一种人设过甚，到头来遭到反噬的也就越严重。在网络上，这也挺常见的一种塌房方式了。而夏欣在综艺上的表现，以及面对夏优时的嘴脸，也已经被直播出去了。这只会让他的假千金身份塌房塌得更重。林思义思索了一下夏优的话，点了点头，你说的对。他的粉丝们喜欢的也只是他所营销出来的什么团宠的身份，他又不是靠自己其他真材实吸引的粉丝，所以这个假身份戳穿，就自然有一部分人感受到了被欺骗。夏优对夏欣的下场是早有预见的，毕竟这一切也是他的安排，一点一点失去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让他们恐慌害怕、崩溃绝望，才应该是那一家人应得的惩罚。光是一个坐牢怎么够呢？哼，夏家还想把你认回去，想得美！我看他们现在就是知道你的好了。林思义一脸不平，夏优挑眉，不置可否。知不知道他的好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夏欣的表情一定很精彩，估计巴不得他死。至于夏家，那天夏之文来找自己，他就看出来了夏家现在对他现在态度的变化，那可不是什么悔悟，别指望出身悔悟，而是觉得他比起这个麻烦的养女和养妹，可能更少些麻烦。现在赵家整容风波，还有夏欣给夏家现在带来的麻烦和丢脸，还能让他们对夏欣跟以前一样的无条件宠爱吗？干妈不用管这家人，他们迟早要去吃牢饭的。夏优一边说一边喝了口茶。林思义听到这话，下意识地看向了夏优，却发现夏优一点情绪都没有，就跟说一件平常事一样。对了，我得去学校上几天学。林思义愣了一下，然后激动了起来。什么？宝贝，你终于要去上学了？夏优虽然不理解林思义为什么这么激动，但还是点了点头。反正干妈给他办了手续，他不去上学浪费了。二是从前的夏优梦想就是上大学，他去帮他走一圈。三，他去学校正好去找同学问问以前和陈欢和思安相关的事，虽然后者才是顺便，他找人倒也不一定非要去学校。林思义激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给你安排我早就准备好的学生打扮了。而就在2天后，传出了秦家和夏家解除婚约的消息。秦家和夏家是在2年前定下的婚约，也就是在夏优去坐牢的那一年，秦瑞就和夏欣订婚了。虽然订婚了，有了这个未婚夫，可夏欣却一直也不安分，还勾着吊着几个其他豪门公子。但这也都是一些圈内的八卦了。据说前几年的时候，夏欣身边的男人都是要过一道夏家4兄弟的筛选的，谁敢惹怒了他们的小公主生气，都会得到夏家兄弟的报复。所以夏欣虽然想勾着这些豪门公子，人家可都避之不及。见到夏欣就跟见到鬼似的，谁都不想招惹上夏家这一堆麻烦。而夏欣明知道自己的哥哥们是妹控，也会对他身边的男生有排斥感，对他过度保护，他却还是会故意去接近一些男生，仿佛这些人已经成为了他们兄妹 play 的一环。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圈子里的豪门少爷们看到夏欣兄妹就觉得晦气，赶紧跑了。因此他们兄妹虽然粉丝众多，也被许多网友追捧，可在圈子里的名声和风评却并不好。也就秦瑞头铁，从小就是夏欣的舔狗，舔了多年，夏家兄弟才勉强同意了让他成为了夏欣的未婚夫。但谁也没想到秦家竟然在这个时候主动退婚了。虽然事情闹得不大，本身知晓的人不多，但在圈子里这么一传，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夏欣得知自己被退婚的时候，脸色惨白愤怒，他直接夺过了电话，亲自质问，凭什么是他退婚？要退婚也是我退婚，你有什么资格退婚？夏欣从没受过这种委屈，在他看来，对方就是个自己的舔狗，只要自己勾勾手指就能言听计从，只能自己不要他，就是不能是对方退婚。即便他已经不想要秦瑞，他已经有了更喜欢想要的未来丈夫，可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被嫌弃的那一个。一向被捧在掌心里的骄傲的公主，哪里能容忍这样的侮辱？电话是秦夫人打过来的。夏欣啊，虽然我们2家有婚约，可是还没结婚呢。再说就算结婚了也能离婚，有什么不行的？秦瑞现在不喜欢你了，而且你又不是夏家的真千金，还有那样的亲生爸妈和弟弟，我也害怕到时候你嫁过来，你这亲戚也跟着来我们家吸血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像个泼妇似的，就跟你那个亲妈一样，哪有一点千金小姐的样子？你这些年对我们家秦瑞也不是那么专一吧？反正这件事就这么着了，婚约取消了。如果是夏家的亲女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谈谈的。夏欣紧咬着下唇，眼眶通红，
我要跟秦瑞说。但秦夫人已经把电话挂断了，电话开的是免提，所以夏家全家人都听到了，包括佣人们。而刚刚的电话还是夏夫人接的。听到这些话，她的容色也仿佛被人打了几巴掌一样难受。看到夏星那歇斯底里的样子，她脑海里也想起了泼妇一样的陈芬。夏明长和夏家四兄弟都皱紧了眉头，面容冷凛。夏夫人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面对这样的难堪，也没想到自己好好教育多年出来的女儿，她亲自养育出来的千金小姐，竟然会有这么难堪的一面。先前在林氏晚宴上，她只当是她为夏家抱不平才会那样，可现在夏星一次次暴露出来歇斯底里的样子，却让她现在不得不很怀疑基因的问题了。本来退婚的事情就已经让她不满，夏星的表现更让她脸上无光。再加上因为她本身心里就因为赵家有点膈应，对夏星也不如以前偏宠，所以以前觉得可能只是娇气的事情，现在却觉得越像陈芬那种人生的不懂事的孩子，越看越不舒服。夏星被挂断电话后还没回过神，便感觉到了来自夏夫人不满的视线。他马上看过去，面露委屈和难过。妈，他本来想像从前一样装下可怜，妈妈自然会来安慰他，心疼他，因为以前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秦家退婚就是秦家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受委屈的人是他才对。可夏夫人却冲着他冷哼了一声，你还好意思喊妈？夏星眼里浮现出一丝害怕。妈，他又喊了一声，但夏夫人已经愤怒地转身上楼了。夏明长也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行了，他妈已经够烦了，现在秦家退婚这件事，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办吧。夏星咬着下唇，满脸都是泪痕。爸，这明明是他退婚，妈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夏明长多的也不想说了，只是说这件事闹大了也丢人，我会再跟秦家那边商量一下，你自己也想想办法，不行的话这桩婚事就这么罢了。夏星不明白，爸，他都要退婚了，你还要我嫁给他吗？他都受这种委屈了，爸爸怎么还能让他嫁给秦瑞呢？为什么不给他重新选一门更好的婚事？以前的时候爸爸和哥哥们不都是这样说的吗？如果秦瑞对他不好，就给他找个更好的未婚夫，为什么现在都变了？他看着面露冷色的爸爸和几个没说话的哥哥，心里也越来越冷。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哥哥们都没在这个时候帮他说话了？夏明长皱眉，怎么就委屈了？你看别人家的小姐有像你这样的吗？秦瑞不是那么喜欢你吗？你就不会去挽回一下？要是真退婚了，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好嫁得出去？夏星看向夏锦州，似乎想从夏锦州这里得到一丝安慰。夏锦州却只是淡淡道，刚好我们公司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秦家那边的合作，如果两家婚事能成的话，对公司也比较有利。秦瑞喜欢了你这么多年，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就这么退婚了也的确有点可惜。夏树忍不住开口，可是这对小星来说是不是不太好？夏之文皱眉，他以前不是也很喜欢秦瑞吗？夏木没有吭声，但也无疑是默认了这件事。夏星脸上却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因为你们觉得我只是个养女，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了，所以你们现在才变了对吗？他含泪苦笑，以前的你们是从来舍不得让我受委屈的，如果是夏优，你们就不会这样对他了吧？夏锦州脸色微冷，你胡说什么？夏星擦了擦眼泪，哭得已经跟那个泪人儿似的。你们现在就是已经嫌我不是你们亲生的了。愤怒又委屈的吼完这句话，夏星就哭着跑着上了楼，把自己关了起来。夏星从小到大一生气就会用这种方式，而每次为了哄他，一家人都会想尽办法，每个哥哥们都会准备好礼物去把他哄出来，所以他也想用同样的方法证明自己在夏家的地位，也想证明他们还是在乎爱自己的。可这一次，客厅里的几个男人却没动一下。夏之文脸色的有些难看，他怎么好意思说这些话？如果不是为了他，当年怎么会？他的话虽然没说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2年前让夏优他们的亲生妹妹去顶罪这件事。夏木也一脸不高兴，真是忘恩负义。而这4个字也显然戳到了整个夏家的敏感点，尤其是夏明长，谁想养个女儿是白眼狼，说的难听点还是替别人养孩子。夏优虽然脾气不好，但可没他这么做。而且夏星什么都不会，一点都不像我们。夏之文低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沉默着没说话。但整个夏家的氛围明显在发生着变化。夏优不知道夏家发生的事情，也还不知道秦家退婚的事，但当他刚进校园就被秦瑞拦住的时候，脸上的晦气是显而易见的。他这才想起秦瑞只比夏星大1届，因为家世的缘故，所以他们都在一个学校。毕竟俩人在2年前就订了婚，所以大学也都安排在了同一所学校。其实是夏星的成绩很一般，考不上什么重点大学，秦瑞也是，所以就安排到同一所学校了。正好在国内又离家近，学校也还算不错，能让他们混个不错的文凭出来。而在他出狱之前，干妈就给他准备好了新的身份以及入学手续。
他坐过牢的历史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抹去的，能够让这些学校毫无芥蒂地接受他，应该是超能力的关系。当然，他本身在狱中的表现已经被上报了，说不定那边也给他争取了一些特殊待遇。具体的他不清楚，他只记得之监狱长跟他提过，他是有些特殊待遇的。怎么大清早的出门就看到不吉利的东西了？夏优皱着眉，明显看秦瑞的眼神里都是嫌弃。周遭有路过的同学看到夏优和秦瑞2个人都忍不住地停下了脚步，议论纷纷。那不是林优吗？夏家真正的女儿，我见过，以前我们一个学校的，但没想到她竟然是夏家真正的千金。以前夏星还老故意说她是碰瓷，让人暗中欺负她呢。果然真千金就是真千金，林优的皮肤好好，跟会发光似的。夏优光是站在那里就足够瞩目，主要是她也算是名人了，而且夏优本身就肤白貌美，光是美貌也足够令人瞩目。虽然不是那种长相十分惊艳的那一挂，可却自有一番清冷美人的骨相美的韵味。林优，秦瑞目光定定地看着他，眼里有着愧疚。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才是夏家真正的女儿。夏优拢眉，当初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嫉妒夏星的坏女生，所以才会那样对你，我不知道你其实才是夏家的女儿。林优，我们以前都是误会。秦瑞看向夏优的眼神里有着一丝复杂和别样的情绪，似乎他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误会一样。你有病吧？夏优忍不住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不会以为你这句话就能抹去你曾经做过的猪狗不如的事了？别乱说，我们之间可没有误会。夏优冷笑着勾唇，你既然爱夏星，就应该爱他的一切。难道他不是真千金，你就不爱了？秦瑞脸色微变了一下。夏优，当舔狗就该有当舔狗的觉悟。我已经退婚了。秦瑞打断了夏优的话。夏优微诧异了一下，稍稍挑了下眉。秦瑞这个舔狗会退婚，他倒是没想到。不过更多的应该是秦家的意思吧。夏星现在作为一个假千金，而且风评现在也陷入了低谷，还有那一家子不消停的亲生父母和弟弟。经过这几次一闹，怕是秦家也担心这家人会找上他们了。虽然是我妈的意思，但我也是同意了。秦瑞拢着眉头，我没想到夏星竟然是这种人，当年我也是受他蒙蔽，我不知道你的身份，也不知道你才是受委屈的那个。林优，我很后悔当年对你做的事情，也很后悔当初拒绝了你。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已经和夏星退婚了，我们之间也没有误会了，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秦瑞语气说的诚恳，可却听得夏优想笑。他觉得骂秦瑞傻逼都算是抬举他了。你，夏优唇角上扬，眼神带着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凝视，冷冷吐出3个字，你配吗？这3个字像是冷淬的利刃，直接刺进了秦瑞的胸口。你不会现在才发现你喜欢的人是我吧？夏优目光凉冷，还是说你现在移情别恋了？秦瑞被问的脸颊泛红，神色也不太自然。夏优勾唇，秦瑞，如果我还是当年的夏优，在当年的情况下，即便你知道夏星是假千金，你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他那一边来欺辱我吧？不是你听他的话来勾引我的吗？不是你们2个故意玩我，让我难堪被人嘲笑吗？秦瑞眼里闪过一丝心虚，当时我是听信了夏星的话，我真的以为你是坏女生，所以我才……夏优继续说，现在不过是你现在发现了，我不但是真千金，而且我还曾经喜欢过你，我比起夏星更加优秀，所以你才会对现在的夏星视如婢女视。说到底，也只是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导致你移情别恋了，对吗？甚至还妄图有一种可笑的征服欲。像秦瑞这种人，夏优一眼就能窥探出对方的内心。什么情情爱爱的，无非就是虚荣心和变心了而已。秦瑞似乎被撕开了什么遮羞布，脸色也一时变得十分难看。过了一会儿后，他试图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事后我开始被你吸引了。夏优笑，眼里淬着凉意，那又怎么样呢？把别人的真心和感情当成践踏的玩物的畜生，你配吗？他丢下这3个字，转身就准备离开。秦瑞整个人都怔了一下，仿佛脑子被什么撞了一下，浮现出一阵轰鸣。林优！秦瑞喊了一声，你以前明明那么喜欢我的。他看着夏优的背影，恳切地说，我们就不能重新开始吗？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和夏星联系，我会和他断得干干净净。夏优眉心越皱越紧张，妈的，忍不了了。他转身把肩膀上的背包直接砸向了秦瑞，原本还在滔滔不绝表白的秦瑞瞬间砸倒在了地上。看到秦瑞到底说不出话了，夏优才把背包继续背上，转身朝教室的方向走去。要不是这是在公共场合，他非得直接把秦瑞给打一顿。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更何况跟深情沾不上半毛钱关系，纯粹是来恶心人的。这所谓感情里唯一的受害者，恐怕也就是曾经的夏优了。
在他的记忆里，夏优之所以会喜欢上秦瑞，其实也是夏星刻意安排的。夏星让秦瑞故意绅士风度的在夏优落难的时候帮了他一把，又故意背地里单独示好了一下夏优，而这本身是他们这对颠公婆的情趣游戏。可对当时身处黑暗中的夏优来说，秦瑞的出现无疑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于是，一场被精心策划的邂逅就这么让夏优上钩了。情窦初开的夏优对那时帅气几多金又对他温柔绅士，还帮过他的秦瑞，自然会产生好感好暗恋的情愫。毕竟那时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就这样被他捧在了手心上。于是他将这份暗恋和倾诉写在了日记本上，上面写的满是对秦瑞的喜欢和倾诉。可有一天，他的日记本被偷走了。当再次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撕下来，将那些对秦瑞的爱慕的言语全都贴在了公告栏上。所有人都说那是夏优写给秦瑞的情书，那的确是，可那其实都是他从未想过送出去的情书，却被他们就这样公之于众。在那场闹剧里，他看到了秦瑞，看到了夏星，还有那些平时欺负过他的人。他们无疑不再嘲笑他，都在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有人骂他想吃三当三。他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就连秦瑞也只是在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冷冷说了句：你真恶心。被他喜欢，他真恶心。看还没走多远，夏优就听到他和夏星之间的对话。秦瑞，都听你的，把他的那些情书都公开了，我的小公主这下该开心了吧？你都不知道，每次他看我那眼神我都快恶心死了，这下好了，又要别人笑话我好久。夏星，哼，算你表现不错。那时的夏优脑袋已经埋在了阴影里，听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一边疯狂地冲上去撕着自己写的那些情书，一边忍不住的嚎啕大哭。从那以后，所有人都传那是夏优恬不知耻递给秦瑞的情书，但没有人知道那是夏优被偷走的日记本。毋庸置疑，那日记本肯定是夏星偷走的，然后把情书部分撕了下来给了秦瑞，让秦瑞去公开，故意让夏优难堪，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夏优深吸了一口气，每次夏优的回忆想起来就让他憋屈的想杀人。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同学林优。班导师微笑着介绍。夏优也走进了教室，礼貌性的颔首。大家好，我是林优，以后请多多指教。夏优的出现让在场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也眼前一惊，都没想到竟然能现场看到最近的大红人。大家都不禁私底下小声交谈。天哪，是林优，真的是他，我可太喜欢他了，我就是他的灵魂粉。我不一样了，我是他的颜粉，本人比电视上还漂亮多了，果然是真千金，天生丽质比整容怪好看多了。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听说还是第三者呢。我看他脾气好差，仗着家里有钱欺负人。夏优打了声招呼就去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老师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也拿起了一本书看了起来。这个世界的书跟他原来所在的世界内容相差无几，只不过这个世界的书在他那个世界已经被淘汰了，属于是历史产物，所以夏优看这些书就属于降维打击了。看了一会儿，他就无聊地打起了瞌睡。讲课的导师在上面看到他睡觉，也没有喊他。领导交代过，林优是特殊的学生，不用管他。虽然心里有点鄙夷这种靠钱来混学历的学生，但导师还是觉得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虚度光阴有点可惜。在夏优打瞌睡的时候，校园论坛上关于他的讨论却热闹得不得了，甚至还有人发起了新的校花投票，把夏优睡觉的侧颜拍了照片上传到了投票选项中。原本排名在第一的夏星的位置立刻就被挤了下去。夏星在看到校园论坛里关于夏优的帖子和校花投票的时候，气得把手机都摔了。而帖子里还有今天早上秦瑞表白夏优的专题，热度也居高不下。但很快就有人一个匿名的帖子大骂林优是贱人，勾引别人未婚夫，不要脸。有同学问，你是夏星本人吧？这么激动。这帖子立马说自己不是，只是一个看不下去的路人而已。可很快就有人扒出这个账号很多地方和夏星本人账号的相似之处，毕竟是学院论坛，都是需要实名的，虽然匿名了，可很多地方也能看出端倪。所以很快这个帖子的主人就不说话了。夏星因为避风波，所以在家里休息几天，暂时没去上学。可他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夏优就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看到秦瑞和夏优的照片，他更是气愤摔砸东西，直接打电话给了秦瑞。可秦瑞却根本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不耐烦了，秦瑞才拿起电话接了起来。秦瑞，你什么意思啊？你竟然背叛我！夏星愤怒地质问。秦瑞的语气很是不耐烦，什么背叛？我们秦家已经退婚了，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夏星脸色难看到了极致，冷声威胁，你凭什么退婚？你知道你会有什么后果吗？秦瑞，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都不是夏家的亲生女儿，你以为他们还会像以前一样护着你呢？
就算跟以前一样护着你又怎么样？像你这样的坏女人，我以前真是瞎眼了才会喜欢你。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舔了这么多年的女人是个冒牌货，我都被笑话死了。行了，别给我打电话了，好聚好散吧。说完，秦瑞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夏欣不死心的又打电话过去，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混蛋！他狠狠摔砸着房间里的东西，脸上都是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崩溃。房间外的佣人们路过，听到里面的声音，赶紧跑远了。下楼的时候，正好撞到了准备出门的夏夫人。夫人，刘诗玲也听到了楼上传来的动静，面色也崩了起来。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就只会跟他亲妈一样撒泼。他皱着眉，说完这句话就走出门了，没理会正在房间里发疯的夏欣。虽然有些嫌弃，但现在的刘诗玲也还没到彻底厌恶夏欣的地步。曾经他喜欢夏欣，宠爱夏欣，那是因为他把夏欣当成了另一个自己。他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认知，一样的社会关系，一样的品味，甚至穿一样的奢侈品，加上多年来的感情，所以他理所当然的会偏爱夏欣。在夏优出现后，有了对比，他更觉得夏欣才是自己培养出来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儿。夏优即便是有血缘关系，但已经被养成了完全和他截然不同的模样，所以他不喜欢夏优。别说夏优当时在夏家还做了许多令他讨厌的事情，可是现在夏欣却已经跟他想象中的女儿不一样了，夏优也不一样了，所以他对于夏欣的母女情也在开始渐渐变淡。秦瑞把夏欣的手机号拉黑，还顺便把夏欣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瑞哥，怎么是前任未婚妻啊？一哥们儿笑着扒拉了一下秦瑞的肩膀。秦瑞皱眉没说话。哎呀，当初就你头铁，非要追着夏欣，明知道他有4个变态的哥哥还冲上去，哥们儿都觉得你勇，没想到最后竟然搞了个冒牌货，哈哈哈哈。说着又几个男生加入了聊天。豪门这么多千金小姐，就夏欣最喜欢做，谁喜欢他谁倒霉。以前谁要是追夏欣，都得被他玩成狗，最后被他4个哥哥折腾一顿。他们家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就是，不过没想到啊，夏家竟然这么宠爱一个冒牌货，连自己亲生都不要。听说以前真千金回到夏家都过得很惨。是挺惨，以前不是跟秦少一个中学吗？那会儿据说都回夏家了，但夏家根本就不承认。他越说，秦瑞的脸色就越是难看。对了，那位真千金以前不是喜欢过你吗？你还拒绝人家了？那可是林幽哎，神枪手，靶场神话。听说上次在靶场把你都给虐死了。就是，这位姐现在可是我偶像，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能介绍给我认识一下不？另一个公子哥儿也拥了过来，眼睛都在发亮。说起林幽，秦瑞身躯也挺直了不少，上次是虐我了，可能是看我跟夏欣在一起气的吧。想到上次夏优在靶场的表现，他的眼里也不自觉地浮现出了一丝倾慕。他冷冷道：我警告你们，你们别打他主意。几个兄弟们笑着起哄：哟，秦少吃醋了？秦少不会这么快移情别恋了吧？秦瑞皱眉：什么移情别恋？我以前是被骗了。其中一个男生笑着说：那我劝你也别打林幽的主意了。秦少，你忘了历城和陆家那位爷可跟林幽关系匪浅，你还排不上号呢。听到这话，秦瑞的脸色也黑了下来。虽然秦瑞和夏优早上的事情是在校园里发生的，但奈何学校里也有不少豪门圈子里的少爷小姐们，所以关于秦瑞早上对夏优表白的事情也传到了校园外，自然也传到了陆思彻的耳朵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往他身上扑。陆思彻凉凉的语气里含着一丝冷意。现在的陆思彻正在林家探望林老太太，正好林家有几个晚辈在，晚辈们的朋友圈是相通的，消息也是群发的，所以就在陆思彻面前说漏嘴了。林老太太见陆思彻情绪不太对，不禁看了一眼其他几个小辈。虽然老太太不太清楚是什么事，但好像也明白是跟优丫头有关系。阿彻呀，我听你林姨说你跟优丫头走得很近啊。老太太故意问。现在的林老太太气色好多了，看起来甚至比起普通这个年纪的老太太还要精神矍铄。正好你帮我问问优丫头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林老太太瞄着陆思彻的神色，我看优丫头年纪也该谈恋爱了，我还想给她介绍介绍呢，万一跟咱们家的孩子看对眼了，那不就是亲上加亲了。林老太太还真一直这么想的，甚至都一直在给林仲做思想工作，让林仲努力把夏优追到，把夏优真正的变成林家人。陆思彻闻言脸色也微变了变，他唇角微勾，一张俊脸笑得人畜无害。祖母，他喜欢我这样的。林老太太皱眉，这小子真是仗着自己长得帅就这么猖狂。不过优丫头难道还真是颜控？同时看到这条消息的还有历城，听说秦家退婚了。历城看着手里的报告，唇角也浅浅勾起了一抹弧度，看来这位秦家少爷有点别的想法。他修长的手指翻开的报告的下一页，缓缓吩咐：听说秦瑞之前背着夏欣玩了个小明星，还怀了孕。秦家既然现在跟夏家退婚了，
不如给他们送个儿媳吧。下属立刻明白了历程的意思。明白。Z 大。夏优睡醒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没人了。大学的教室都是不固定的，所以上完一节课之后，大家就都走了。夏优大概睡了一个下午，教室里已经换了几拨人。看到桌面上有张试卷，夏优以为是留的作业，所以拿起笔在试卷上的题都做了一遍。奇怪，这什么科目的试卷，怎么什么类型的题目都有？虽然奇怪，但他也没想太多，把题目做完之后，走出教室去了一趟自己班导的办公室，把他的试卷写好了，自己的名字压了上去，然后才背着书包离开。在他刚走出办公室，班导师也回来了，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压着夏优的试卷，也诧异了一下。这个学生竟然还做了知识竞赛题，这是今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大学生知识竞赛试卷，答案都是网上没有的，所以并不在乎学生们怎么作答。许多学生都拿回去研究题目查资料了，可这个同学竟然直接就做完了，给他拿过来了。林楠，我今天看到他了，真的是他，可怎么和2年前不一样了？2年前他又土又丑又黑，哪有现在这么漂亮？张妙妙，是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他该不会用2年去整容了吧？俩人刚小声说这话呢，抬眼就看到了早就在前面等他们的人。夏优就靠着前面的树，神情带着一丝倦怠和慵懒。当看到他俩的时候，嘴角才牵了牵，好久不见。林楠心里莫名的有一丝害怕。夏优。张妙妙也下意识的后退了小半步，对眼前的夏优莫名的有一丝恐惧。你做什么？夏优嘴角一咧，笑脸动人。10秒后，啊，求你放了我吧。好的。林楠抱着身体在角落里扭来扭去上，面上痛苦不堪。张妙妙也是一样，仿佛全身都在被什么啃咬一般，痛得原地打滚。而这2个人的身上的某处穴位都刺进了一枚银针。夏优坐在一旁的台阶上，不紧不慢地剥开一片口香糖，塞进了嘴里。他还没说话，张妙妙和林楠已经自己主动开始什么都交代了。以前不是我们要欺负你的，都是夏星教唆，是他说你在碰瓷他，你嫉妒他。我不是故意欺负你的，夏优。对，都是夏星，都是他引导我们和其他人孤立你，求你饶了我吧。好的啊，2个人不断求饶，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狰狞和痛苦。夏优嚼着口香糖，就这么平静地看着他们痛苦地滚来滚去，神情漠然，直到他们俩人都快受不了了。夏优才开口，陈欢是怎么回事？张妙妙抢着第一个回答，我也不知道陈欢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夏星不喜欢陈欢。林楠也急着补充，我也知道夏星经常教唆别人欺负陈欢。夏优皱眉，原因？林楠已经难受的话都说不完整了，我也不知道，我就听他说陈欢是个贱人，是狐狸精。张妙妙也哭着说，对，好像是因为夏树打篮球的时候喝了陈欢送的水，后来陈欢还拿了舞蹈比赛第1的成绩，夏星却拿了第2，他很生气，我们怀疑陈欢变成植物人就是夏星做的。对，他那么讨厌陈欢，肯定是他。林楠也咬着牙回答。夏优继续嚼了嚼口香糖，看他俩这样子，好像根本不知道推陈欢把陈欢变成植物人的凶手就是夏星。夏星是变态，只要是有女生靠近他的哥哥，他就会故意让所有人孤立他，让其他人都去欺负他。对，如果他哥哥对那个女生有兴趣的话，他就会变本加厉。他每次都故意骗我们，说介绍他哥哥给我们认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才不会介绍给我们。夏优把手机拿出来，抬眸继续问了句，那思安呢？闻言，2个女生的脸色瞬间变了。提起思安，不管是张妙妙还是林楠，即便现在难受的要命，也都神色变得心虚和害怕了起来。你们可以选择现在跟我说，或者我现在报警让你们去牢里说。夏优坐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一听到坐牢，2人都被吓得脸色惨白。跟我们没关系，我什么都没做，我也不知道，都是夏星，我只是帮他找了几个人，其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2个人本来在身体的痛苦之下就已经没有了什么抵抗的意识，所以在夏优的质问下和威胁下，已经没有力气和想法去撒谎了。夏优伸出手，一股无形的力量仿佛牵引着那2枚银针，原本刺进穴位里的银针也在瞬间飞了回了他的手里，而他们2个人也如释重负，整个人都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地上，浑身冒着冷汗。飞针走穴是他作为一门传人必会的行针之术，自然他也会隔空取针，只不过隔空取针比起走穴对行医者本人的要求更高，不管是身体的内力还是医术的境界，都会影响施针和取针之术，而能做到隔空取针的，整个医门也数不出一只手来。前段时间的夏优其实也做不到在这种距离之外的隔空取针，不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身体的融合更好，加上养生的效果，他身体里的能量才能支撑他使用一下。把你们知道的关于思安的事情说出来，不然的话，
你们只会比刚刚还要难受100倍。夏优弯着唇角看着他们俩人，可这个模样对2个人来说却像是修罗煞神一样，吓得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颤了一下。但当他们发现自己能动的时候，心里立马就生出了别的想法。张妙妙刚拔腿想跑，救命字还没喊出来，他人就倒在了地上，整条腿都失去了知觉。张妙妙和林南脸上都是惶恐，林南也不敢跑了，眼里都是害怕。他们眼看着的夏优一步一步靠近，她穿着一双学院制式的皮鞋和格裙，细长的少女漫画腿，看起来就像是从动漫里走出来3好学生。但现在2个人看着靠近的她都害怕极了。夏优脚踩住了张妙妙的手，啊！张妙妙痛苦地叫出了声。夏优冷冷开口，当年你们这么对我做的时候会觉得痛吗？当年夏优在学校里的时候，张妙妙和林南作为夏星的跟班没少欺负夏优，也是夏星从前欺负其他同学的帮凶，所以夏优对他们没有一点手软。张妙妙立刻哭着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林优对不起，都是夏星唆使我们。林南也哭着不断道歉。夏优不耐的冷声问，告诉我思安是怎么回事，他跟夏星有什么过节？林南这才擦了擦眼泪回答，思安是以前我们的中学同学，他好像喜欢夏星的大哥，还给夏锦州送了情书。一开始夏星天天在我们面前说思安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十分得意，说他大哥才看不上思安那种贱女人。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夏星开始天天在我们面前骂思安，骂他是个骚货，连他哥都敢勾引，然后开始到处说思安勾引他哥，让思安被同学们孤立讨厌。再后来，林南看了看张妙妙，张妙妙接着说，对，那个时候夏星可生气了，而且好像那个时候我听说夏锦州和思安之间是有什么绯闻，有人见到过他俩单独在一起。后来夏星就问我们有没有认识一些小混混，就是那种社会上的人。林南嗫嗫如如，我就跟他说哪里有这些人，但没跟他介绍，我们平时也不会跟这些人接触啊。再后来没过多久，校园论坛里就传出了思安的一些不雅照，还有一些视频，这件事闹出没多久，思安就退学了，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了。张妙妙也点点头，我也是听说思安后来自杀了，但被救了回来，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夏优听完之后没说话，而张妙妙和林南相视了一眼，都在等着夏优说话。夏优拿手机录音打开，你们把之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2个人看着夏优的手机都有些抗拒，但在夏优威胁下，最后都还是把刚刚说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那撕心裂肺的疼痛，他们不想再经历一遍了。录音结束后，夏优把手机收了起来，1个月内把你们刚刚说的这些话公开到网上。夏优收拾好东西就准备走了，当然你们可以想办法把你们自己摘出去，怎么去说就看你们自己了。2人脸色浮现出一丝惶恐。夏优笑了笑，漂亮的眼睛里眯着一丝邪气，如果1个月内我没看到你们的爆料的话，那么这个录音我就会一字不落的公开。张妙妙和林南都愣住了，仿佛全身都泄力了一般。夏优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他们自己公开的话，他们还有能为自己辩解的余地，可他们如果不是自己，而是让夏优去公开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再辩解的机会了。留下这句话后，夏优就走了。他也得到了自己想知道，思安和陈欢看起来都是因为喜欢夏家兄弟而被夏星针对。按照夏星在夏家平时的人设，夏锦州他们应该是不可能知道夏星背地里做的这些事，但夏星倒是有可能颠倒黑白，就像从前对付自己那样，让他的哥哥们当他的枪使。所以陈欢和思安出事，跟夏家那几兄弟不一定就没有关系。他走出这条巷子，还没往前走2步，就停在了原地，转身看向早就在旁边不知道站了多久的男人。你是在等我？他问。站在旁边的男人有点眼熟，他见过，这家伙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也看到了刚刚他所做的事，所以他才会这么问。顾廷峰双手随意的抄在裤兜里，一副浪荡公子哥的模样，笑盈盈的手，是啊，只是没想到妹子手这么黑。他眼神瞥了一眼巷子里面，也不掩饰自己刚刚什么都看到了。夏优也看了张妙妙他们一眼，这是他们应得的，你要是觉得同情他们的话，我可以让你加入他们。原本还笑着的顾廷峰瞬间老实了，他才不同情可怜他们，他这个人本来就冷情，怜惜倒是有，毕竟是好看的女孩子嘛。但听夏优这么说，他也不敢说什么了，毕竟他相信夏优是真的能做到的。夏优打量了一下顾廷峰，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顾廷峰以为夏优不记得他了，立马自我介绍了起来，是我呀，妹子，我是顾廷峰，历城的朋友，你忘了？上次在靶场见过的，我还说下次约你一起玩呢。夏优当然记得，这个男人跟花蝴蝶一样，很难让人不印象深刻，把一身名牌都穿在身上，一点都不低调，全身就差写着我是富二代，快来钓我这几个字了。
顾廷峰弯下腰，和夏优的眼睛齐平，眉眼含笑。我也是陆思彻的发小，小时候一个院里长大的。夏优点了点头。哦。顾廷峰，哦，就一个哦。这妹子怎么一点反应都没？夏优继续迈步往前走。这人说半天也说不到重点上，不说找他做什么，他就懒得留下跟他废话了。顾廷峰见夏优都不搭理他，也赶紧跟着跑上前。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夏优停下脚步，无语地看向他。我问了你又不说，不问你又不高兴，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顾廷峰愣住，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梁。被女生这么嫌弃，他还真不习惯。他纵横情场这么多年，见过的女生什么样的都有，就没见过像夏优这种对他完全没有一点兴趣的。我是听说你来上学了，所以来你学校附近转转，看能不能碰到你。顾廷峰主动说了起来，这不是上次见了一面，好久没见了吗？所以来跟你特地认识认识。夏优从看到顾廷峰的时候就知道他找自己是没什么正事的，所以就没打算在他身上浪费什么时间。事实证明，他的感觉是对的。他听林寒说过，顾廷峰是京城那边的贵圈公子哥儿，出了名的情场浪子，风流子弟。但他除了花边新闻，其他倒是低调。如果非要说起这个人的话，也只知道是个家世牛逼、绯闻不断的豪门少爷。至于别的，媒体界却对这个人却一点也不清楚。这说明顾家背景也不一般，有让媒体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的本事。不过没想到，看到你在，顾廷峰离得远，虽然看到夏优在做什么，但却并不会知道夏优是怎么让他们那么听话，开始又是怎么让他们那么难受的。看到我在欺负同学？夏优笑着反问。顾廷峰被夏优反问的一下，不知道怎么接话了。他对夏优到底是不是欺负同学不感兴趣，但直觉告诉他，夏优不是那种会随便欺负别人的人。他只知道这妹子是个狠人，而且还有手段。见顾廷峰不说话，夏优也就没继续说，继续转身走了。顾廷峰却跟在他身后问：林佑，你跟陆思彻和厉成俩人跟谁关系更好点啊？你喜欢陆思彻那样的还是厉成那样的？夏优明白了，这人就是纯纯来八卦的。我跟他俩都挺熟的，你要是对他们俩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不是我吹，我跟你说，就没我不知道的事情。夏优停住脚步，后面的顾廷峰沉浸在自己的大话里，差点撞上来。你什么都知道？夏优好奇问。被忽视已久的顾廷峰忽然就感觉自己被重视了，还有点激动。那当然，你想知道什么问我就行。夏优思索了一下，然后问他，你知道最近有什么专门拍卖玉石或者买卖石头的地方吗？他本来打算回去问吴秘书的或者问江城的，但既然顾廷峰主动送上门来了，他就问县城的了。顾廷峰愣了一下，他还以为夏优要问他关于陆思彻或者厉成的事情，而且在今天见到夏优之前，他一直以为这个女生是有点会的，说不定是个情场高手，能吊着这两个男人为他明争暗斗。可见到夏优之后，却发现他根本好像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俩都似乎没什么兴趣似的。这种认知也让顾廷峰对夏优的好感反而也上升了不少。他认真想了想，摸着下巴思索，别说，我还真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另一边 Z 大门口，夏木站在门口等了许久，但都没等到他想等的人。夏树走到他身边，直接戳穿了他，你在等夏优。即便夏优现在已经对外的名字公开改成了林优，但是他们还是喊他夏优。夏木脸上也没被戳穿了的尴尬，只是有些泛冷。关你什么事？夏树勾唇，我知道，自从综艺节目结束之后，你就已经对他不一样了。虽然他们一直在争吵，虽然夏木被夏优骂得狗血淋头，可事实上就是，自从那场综艺节目结束，夏木就已经变了。夏树是他的孪生兄弟，所以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夏木的心情。夏木没有反驳，而是直接往前走上了车。虽然夏树因为专业的缘故，在国外的音乐学院挂着学籍，但因为常年在国内，所以也在 Z 大上课。有超能力在，上两个大学挂学籍修学分也不是什么难事。两个人的课程和专业不同，所以兄弟俩也很少一起回家。这次是难得的一起。夏木上车后就一直沉默着没说话。哥，我忽然觉得，如果没有2年前那件事就好了。夏树也微微变了一下脸色。如果没有2年前那件事的话，他会原谅我们吧？夏树皱眉，没有回答夏木的话，而是在沉静了许久之后才说，没有如果了。在他们看来，真正让夏优和他们决裂的是2年前的那件事。如果2年前他们没有为了维护夏心而让夏优去顶罪，也许夏优就不会离开夏家。夏树不知道夏木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转变，但作为孪生哥哥，他一眼就能看得出弟弟的变化。比起大哥和二哥，他们这对孪生兄弟更能感受到彼此的想法。夏木看向车窗外，
心里五味杂陈。他明明是挺讨厌夏优的，可是他每次骂他的话却又让他心底难受。他每次维护夏星，而看到夏优那副恶心的眼神，更让他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什么。从前他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开始在意起了他。尤其是综艺节目结束之后，破风战队的成员们都开始疏远他了，甚至已经有几个队员已经离队了。他被孤立了，因为夏星，俱乐部的负责人找他谈过，说他公私不分，无脑护自己妹妹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劲粉和队友粉们的不满了。而且夏星的表现也很让所有人失望，也对不起所有人的努力。大家对于他们兄妹都十分失望，甚至是抵制。就连他曾经要好的队友也因为这件事直接离队了，说不想下次再当他们兄妹的玩具。夏木从来觉得护着自己的妹妹是一件被人称赞并且正确的事情，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毁了自己的事业，甚至让他被所有人孤立。这让他觉得自己护着夏星这件事像个笑话。而看到夏优根本不需要什么哭哭啼啼的找哥哥们帮忙，他永远都会自己去承受一切，还能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好，他就开始越发的嫌弃夏星像个废物。如果夏星的表现像夏优那样，他根本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他有些烦躁的打开手机，却发现手机收到的最新的几条消息都是他几个那同学给他发的。夏木，求你了，帮我要个林优的联系方式呗，加个游戏好友也行。虽然你和林优关系不好，但怎么说也是你亲妹妹，你去说两句好话，让他教教我刺客这个职业怎么玩呗，那可是我本命啊。他是我见过玩的最牛逼的大神了。夏木皱了皱眉，又把手机关上。烦死了，怎么一直问。从他今天去学校开始，就不停的有一些人问他关于夏优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关注夏星怎么样了，仿佛身边的男生全都变成了夏优的迷弟，而女生们也都成为了夏优的粉丝，天天喊着漂亮妹妹贴贴。越是这样，夏木的心情也越发的烦闷。为什么现在跟他亲近的妹妹不是夏优？所以在放学的时候，他第一次主动在门口等起了他。他知道夏优不会住校，也知道他不会回夏家，但他就是鬼使神差在校门口等着。其实就算没有2年前那件事，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亲近。夏树诞生道，你忘了以前我们是怎么对他的吗？夏木脸色也一下沉了下来，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堪吧。夏树唇角微微勾了起来，比我们更难堪的是大哥和二哥才对。这话里含着一丝讽刺和自嘲，让夏木也想起了曾经夏优在夏家他们对夏优所做的事情，他们对他的嫌弃和厌恶，还有每次为了夏星而羞辱他，想把他赶走，而对他恶作剧。以前他们丝毫不觉得有错的事情，在现在想起来却都让他心中发颤。所以你其实真是夏家的女儿，是林家的养女。顾廷峰跟夏优一路嘴巴就没停下来过。夏优第一次有了想要把人毒哑的冲动，眉头都轻轻拧了起来。那能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成为林家养女的吗？我听说夏家那4兄弟户那个养女护得不得了，他们是不是眼瞎啊？我以前在京城就听说过，他们说这几个是顶级妹控，但我看来他们就是靠这个炒作火起来的，不然就凭他们那点能力，哪能火成现在这个样子？夏优挑了下眉。确实，夏锦州那4个兄弟的实力其实根本算不上顶级，在豪门圈子的贵公子里还不算能排得上号的。但这些年夏家深谙营销之道，自从吃到了兄妹团宠的流量之后，也一直在刻意往这方面去营销，而夏家4兄弟的能力也被抬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本身的高度。当然在普通人里他们的确是优秀的，只是名不副实罢了。顾廷峰作为真正的豪门贵少，身份地位都在夏家之上，所以所看的角度和普通人也是截然不同的。京城大院里的子弟是瞧不起这种野路子。不过我听说夏家还有个本家在国外，这事儿你知道吗？夏优摇头，不知道。在原主的记忆里的却什么都不知道。顾廷峰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也是之前听别人说起过，好像夏明常是被本家赶出来的，靠着本家之前扔在江州的一部分产业才做到现在的，但也只是一些传闻，真实性有待评估。夏优对夏家的发家历史倒是不清楚，但既然夏家有个本家的话，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说明人家也早就当夏明常死了。夏明常也显然做了什么事让他不敢去联络本家。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顾廷峰率先下车，特别绅士地走过去为夏优开门。这熟门熟路的样子，一看就不知道为多少个女生开过门。夏优看向前面的市场，看起来很简陋，也没什么特别的，外面就只有三三两两的小贩在摆摊，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夏优疑惑，他扫过记事的地图，根本就没有这个点。顾廷峰笑了笑，差点习惯性的把夏优当哥们儿靠他肩上，在快靠上去的时候又收了回来。那当然了，这种地方如果标在地图上，那岂不是人人都找来了？
每个国家几乎都会有1、2个这种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许多宝石商人和收藏家来这里进行交易和拍卖。当然也可能不只是宝石，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罕见的宝贝，但基本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天然珍宝。正好 Z 是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常年在进行货品交易和流通。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但我知道的也就只有这里了。夏优疑惑，你不是京城过来的吗？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顾廷峰勾唇，小声说，我妈是做珠宝设计的，所以她跟我提过。夏优了然，家里开挂了。他跟着顾廷峰进来市场后，直接进了一个外部电梯。随着电梯下沉，夏优的眼前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场景。里面是一条街市一样的存在，几乎全是玉石卖家和买家。你跟着我走，这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顾廷峰低声说，这些都是一些小贩，真正的好东西在里面。顾廷峰几乎是护着夏优进去的，故意把夏优挡在了自己身后，还特地翻了个口罩出来给夏优戴上。戴上，这里什么人都有。你长得太漂亮了，容易惹人注目。夏优也听话，乖乖的戴上了口罩。但就算是戴上了口罩，还是掩盖不住夏优身上的美少女气场，反而因为戴了口罩，显得更多了一丝神秘感。在顾廷峰看来，夏优一看就是学生妹，长得又漂亮，在这种地方鱼龙混杂的地方最危险了。但一看夏优戴了口罩，还是觉得不安全。可进都已经进来了，也只能带着进去了。夏优在走的过程中，也看了一眼周边的一些石头商人所卖的货品，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夏优虽然在黑市上现在已经是名人了，但黑市上关于这些玉石的交易却很少，消息也少。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不在黑市流通的，并且石头这种东西或者生活是原生态天然形成的那些珍宝，通过图片是无法感受的，所以这种交易基本都是在线下的交易市场。还没走几步，夏优他就被人注意上了。哟，怎么学生妹妹也来这里买东西啊？有个男人盯着夏优走来，目光里也带着几分打量。男人身材粗犷，面容不善，眼神淫邪。顾廷峰立刻挡了过来，冷声道，不好意思，这是我妹妹。夏优这个时候还在四处打量，虽然听到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但却没在意。可那个男人却并没因顾廷峰的话退让。是你妹妹又怎么了？你妹妹就不能介绍给我认识了？我看你妹妹裙子穿这么短来这种地方，也不是什么乖乖女嘛。不如跟咱们一起，哥哥们带你们去见识见识一些好货怎么样？男人的目光在夏优的身上就没移开过，尤其在夏优裙摆的地方停留，那眼神也不言而喻。现在顾廷峰十分后悔带夏优来这个地方，但既然带了他，也会保护好他，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你退后点，顾廷峰沉声道。而那个男人已经朝夏优靠了过来。什么好东西？夏优像是这才反应过来，顾廷峰就这么单纯吗？他是带了个傻子出来吗？这不会被人骗了还给人数钱吧？那个男人立马笑了起来，小妹妹，你跟我来就知道了。他说着就要过来搂夏优，可双腿却忽然觉得跪了下去。这变故也吓了顾廷峰一跳，周遭的人也哗然让开了一个空间给他们，纷纷看起了热闹。男人想动却怎么都动不了，双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夏优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他就跟个砧板上待宰的鱼一样，满脸惊恐，却无法动弹。直到夏优的脚已经踩到了他的脸上，他才痛苦的呜咽出声。顾廷峰立刻看了一眼夏优的短裙，发现是裤裙，才松了口气，还好没被这个流氓占到便宜。但夏优的彪悍却属实是惊到他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夏优的脚下发力，那个男人的脸立刻被碾得扭曲，满脸血痕。啊！夏优目光冰冷地看着他，说啊，好货在什么地方？周围的人也都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乖乖巧巧漂亮的美少女竟然这么狠，整张脸都被快被碾烂了的男人痛苦着支支吾吾。在那边拍卖场，夏优这才松开脚，而顾廷峰这才注意到那个男人的鼻梁骨已经被踩断了。那男人满脸的鲜血，根本看不出来本来的样子，就这模样，怕是连他妈都不认识。走吧，我们过去。夏优像没事发生一样喊顾廷峰走。顾廷峰愣了愣，然后点头，好，他都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可没想到就这么解决了。林优，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顾廷峰好奇地跟在夏优身后问。夏优扬了一下手，顾廷峰这才眼尖地注意到夏优手里的银针，他不可置信，就这个东西，这是什么新型暗器吗？可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暗器啊，这不是中医针灸的银针吗？而在这个市场的上方，一道目光也将刚刚的一切都收在了眼里。他也戴着黑色口罩站在看台上，身量修长而精壮，脚下踩着一双陆军靴，目光沉冷。顾廷峰带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视线看向了下面刚刚调戏的夏优男人，眼底也掠过一抹戾气。另一边，
站走在 VIP 通道里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目光也停留在刚刚夏优动手的地方。知道刚刚他是怎么动手的吗？他声线带着一种低频的阴冷，嗓音深沉，随意的话语间透着的都是一种上位者的懒散。不知道，属下没看到他动手。身后下属恭敬道。男人的脸几乎整个都笼在阴影里，看不清模样，只能看到他的右手拇指上带着一枚割血红扳指。他收回目光，继续迈着步子往前走。废物！他骂的2个字却让身后的下属浑身都颤了一下，就好像仅仅凭借着2个字就足有要了他们的命。在那男人走进去的时候，前面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让路，可见这个人身份的不一般。顾廷峰和夏优来到了前面的拍卖场，拍卖场上旁边有一块荧幕，上面介绍着今天会出场的所有的拍卖品，而这个拍卖场内所出现的人群也显然不是刚刚那些鱼龙混杂的人，这里出现大多都是富商，就算不是富商，看得出来都是家底丰厚有身份的人。你看，这里就是今天会拍卖的货品。顾廷峰跟夏优介绍了一下之后，找来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什么，工作人员立马客客气气了起来，跟顾廷峰说话都是点头哈腰。夏优扫了一遍今天的拍卖品，对每件货品屏幕上的介绍都很少，都只有寥寥几句，但对于每个物品的细节却拍得十分高清。有几样东西夏优在黑市上看到过，但通常这种进入拍卖的物品，黑市上都不会进行流通，只会有一些信息流出。他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这个世界对原石一类物品的存在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也已经发现了这种东西的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民间也有许多人发现了这种类似物质的能量作用。所以对于这种天然形成的珍奇宝物，在线下的这种交易市场里也会出现许多寻宝客。夏优的目光也落在了其中一张玉石的照片上，他目光微眯了起来，盯着这块玉石看了好一会儿。走吧，我们上去更好的位置，马上拍卖要开始了。顾廷峰喊了一声，夏优这才回过神，然后跟着顾廷峰走向了另外一边的看台。显然他们这个位置是很少人来的，而且是只留给贵宾的位置，所以其他地方挤挤囊囊，这里却只有零星几个客人。顾廷峰笑着低声说，咱们这个位置算是最好的了，这个场子的老板跟我们家算有点交情，所以虽然我不怎么来这种地方，但也能算是这里的贵客。夏优，这个卖场的老板？顾廷峰点头，不错，不过我也没见过，我只知道这个卖场跟我们顾家稍微有点往来，应该是生意上的，但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家里的生意不是我在管。顾廷峰上面还有哥哥，负责家族里的生意，而他只是个负责吃喝玩乐的少爷，所以对这些事情即便知道也知道的不多。不过夏优知道，像顾廷峰这种子弟本身就衣食无忧了，这辈子都在人生的顶端，实在是没什么好努力的，自然会躺平，好好当个纨绔子弟。只不过这种纨绔子弟再怎么看起来不务正业，实际上都不会是什么简单的角色。这很简单，就跟皇宫里出生的皇子们天生就会宫斗一样。忽然顾廷峰就跟见了鬼一样，脸色都变了，低声骂了句我靠。夏优皱眉，怎么了？顾廷峰收回目光，心虚地说，没什么，就是看到了个熟人。他怎么也在这里？被他看到自己带夏优来这种地方，他不会打死自己吧？现在顾廷峰觉得腿都是软的，下意识的往后稍稍退了一点。那眼神，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夏优也察觉到了顾廷峰的微妙反应，这是偷情被人老公发现了。夏优也朝着顾廷峰看的方向看去，但只看到了一个隐没进人群的影子，什么都没看到。但是那半个人影却有点熟悉。顾廷峰轻咳了一声，那个林优啊，你要是回去之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你主动要来的呀。夏优不禁好奇，顾廷峰这意思是在怕谁？难道还怕干妈查岗？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拍卖会已经开始了，一件件货品开始进入了拍卖流程，会场内的客人们也开始了竞拍。竞拍十分激烈，比起正规拍卖场合少了些繁琐的规矩，直接以竞价为目的，价高者得。顾廷峰不禁感叹，还是这种地方的拍卖刺激，比那些慈善拍卖会有意思多了。你别看有的人其貌不扬，其实可能就是帮背后的大佬来拍的。我听说是专门的鉴宝人来为雇主找宝贝的，光是这笔佣金就价值不菲。顾廷峰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能让他这么感叹，可见那些幕后大佬的身份已经不仅是非富即贵了。夏优瞄了眼身边，那这位呢？顾廷峰顺着夏优的眼神看向旁边的时候，神色也微僵了一下，目光冷沉，将夏优拉向了旁边一点。就在他们旁边，缓步走过来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极致简单的款式和剪裁却让他这个人衬得更加贵气，但这种贵气里却笼着一种阴郁的杀伐，让身边人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顾廷峰压着声音在夏优耳边说，他后面的保镖都是练家子，这个人应该不是国内的，没见过，但应该来头不小。
顾廷峰对于国内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是见过或者了解的，所以如果是他面生的大佬级别的人物，那一定是国外的。而且这个男人明显带着一丝混血感，身后的保镖也有好几个其他国家的人种，看样子应该是国外来的人物。夏优也瞥了一眼那个男人，没说什么话，收回了目光。而那个男也微微侧了一下目光，在夏优的身上不经意地落了一下，1秒的功夫已经收回视线，继续看向前方的拍卖会场。但只是这一眼，夏优就仿佛有种被利刃划过脖颈的危险感。他眉心微拢了拢，这个男人注意他做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目标物正在开始进行拍卖。夏优的步子也稍稍往前走了一步。那块石头看起来其貌不扬，外表被一层岩石块包裹着，只有里面发出一点点微绿的光。在场的人看起来都兴致缺缺，对这块石头并没有什么想法。毕竟拍卖场里的拍品也不一定全是宝贝，全都是靠买家去鉴别。而很多买家为了保险起见，都会只拍卖下一眼能够看出价值的货。虽然大多人都没意思，但也有几个零星的买手在竞价。在夏优准备出手的时候，身边的男人却先出手了。2000万！他身边的下属开口。在他出价后，前面的竞价的人几乎都偃旗息鼓了。夏优，2500万！夏优的声音响起的时候，顾廷峰都吓了一跳。那男人目光淡淡的扫向了夏优，他身边下属3000万。夏优，3500万。顾廷峰，林优哪来的这么多钱？4000万。夏优，4500万。顾廷峰拉了一下夏优，小声提醒：我没这么多现金啊。5000万。在那个男人的默许下，对方还在加价。夏优淡淡出声：这个东西对你的并不管用。那男人的眼神这才凛了起来，再顷刻就释放出了杀意。急什么？你没这个本事杀我。夏优的语气有种平静的猖狂。顾廷峰，我的老天老哎，林优这是在发什么疯？他在说什么？他都能感觉那蠢蠢欲动的对林优的杀意了。这些人可不是国内的人，要是真惹上了，那可真不知惹上的是什么玩意儿。哪怕是在国内，都不见得能安全。夏优的猖狂是因为有资本，而且适当的暴露自己的猖狂，有利于让对方不敢小看自己而忌惮。对方都对他表露出不善了，他当然是礼尚往来。而在对方的5000万开口之后，夏优也没打算再出价。顾廷峰见夏优就这么偃旗息鼓了，突然还是有点输人一头的不爽感，所以又说：我还有点钱借你。夏优意外了一下：你还挺讲义气。顾廷峰被这话夸爽了，那是当然。6000万。随着另一道男人声音响起，那道身影也缓缓走到了夏优的身边，直接把顾廷峰挤了过去。当这个人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一股熟悉的味道让夏优不需要回头就已经认出了他的身份。你这人！被挤开的顾廷峰刚要开骂，看到来人骂人的话都塞了回去，马上闭嘴了。虽然戴着口罩，但这人就算化成灰了，顾廷峰都能认得出来。7000万。另一边继续再加价。8000万。9000万。1亿。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补充了2个字：AB。顿时整个卖场哗然。1个亿的 AB， 币值是卖场的流通币的5倍，也就是5个亿。5个亿买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不知道品质的玉石，这根本是稳赔不赚的买卖，好吧？拿5个亿来这么玩，这是什么顶级纨绔子弟？还是钱多了没地方烧？但也有一些人再次认真的审视起了这块石头，在估量这块石头到底为什么能拍卖上这么高顶级价格。难道说是他们错过了什么？没看出这块石头的价值？夏优也十分诧异，忍不住开口：你家里有金山？他声音低沉：夏优，是他格局小了，这种等同于油田酋长的富贵什么时候能轮到他？而另外一边黑色西装男人目光和他相视了一眼，他收回目光后只低声冷淡地说了句：罢了，君子不夺人所好。他的华语很标准，甚至听不出一点外国口音。价高者得。他声音平静开口，借口只会让人觉得可笑，意思也很明显，他并没有认同西装男人的话，也不承认他所谓的不夺人所好。这游戏就是价高者得。所谓什么君子不夺人所好，反倒是听起来像是在故意让给他似的，让他别用这种借口。想要就加钱，是在打西装男人的脸，也是在驳他那句话的面子。夏优唇角勾了勾，乐得见这种热闹。西装男人眼角泛起一丝寒光，目光森寒。阁下还真是不买面子。分人。口罩下的声音带着一种冷冽的从容。西装男人虽然周身的气息阴冷的可怕，但他没再出价，也没有其他买家再出价。这块石头最终以5个亿的拍卖价格成交，也成为本次拍卖会场里竞价最高的货品。而那个西装男人也并没有在这里逗留，在这块石头结束拍卖的时候，他就已经转身带着人离开。只是走之前，他再次看向了那个男人和夏优。
目光在他们身上各自停留了片刻后，最后落在了夏优身上。他嘴唇动了动，眉眼清冷凛冽，容色平静。片刻后，他才收回了视线，继续阔步，继续离开了这里。随着他的走动，身后一群的人也都跟着在他身后乌泱泱的离开。夏优皱了皱眉，虽然那个男人刚刚没说出声音，但他却从他的唇语里读出了那句话，是一句华语，3个字：下次见。这3个字的时候是看着夏优说的，而他的眼神里在那时也隐隐地透出了一丝玩味和危险。显然，比起这个跟他抢拍卖品的男人，他对于夏优更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极其危险而致命的。夏优虽然读出了他的唇语，但脸色很是淡然，也对他的这种类似于预告性质的杀机并没有什么反应。他停手，估计是因为他没钱。夏优说，身边的男人口罩下的唇线浅浅勾了起来。我知道。夏优也笑了一下。那你还当这个大冤种？谁说我是大冤种？他眉头微皱。顾廷峰听到他们俩人的对话，一脸懵逼。等等，他是错过了什么吗？他应该什么都没错过，怎么突然他们俩说话自己就听不懂了呢？还有，夏优难道认出他是谁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听着两人的对话，他忽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明明自己才是一直参与其中的人啊。他会没钱？顾廷峰忍不住了。那种人怎么可能会缺钱？会是连几个亿都拿不出的人吗？夏优只是看了眼身边的男人，挑眉，这就要问他了。顾廷峰，搁这儿跟他打什么哑谜呢？怎么他就什么都不知道？问你。而他只是冷冷睨了一眼顾廷峰，顾廷峰立马就老实闭嘴了。我国禁忌在搞反诈，境内的任一家银行对于提取境外银行的提取额度都有限额，就算几家国际银行在额度上也一样遭到了削砍。简而言之，他有钱，但是他在我国境内无法提取支出，手续繁琐。当然可以从境外走，但显然他不想这么麻烦。他说完之后，顾廷峰才明白了点，那个人根本不是没钱，只是手里的现金流没有办法能拿出这么快。你也知道。顾廷峰看向夏优，夏优耸耸肩，不知道，我猜的。他这种人很明显不缺钱，能停手也不可能是为了给他面子，那只可能是没那么方便拿更多的钱了。聪明。顾廷峰为什么突然好像衬托的就他一个大傻子？夏优看向身边的男人，你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人。见他没继续往下说，夏优就没继续问了，但他却主动说了出来。西部维克多家族现在的掌权人洛文。夏优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反应，但顾廷峰却反应极大。卧槽，是他？那个黑白两道都闻风丧胆，踩着家族无数尸体上位的洛文。夏优对这个人的身份没记忆，所以也没什么感觉，但大概知道这应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顾廷峰却听闻过许多关于这个人的事情。维克多家族是西部的地下之王，从历史溯源几乎要追溯到一战时期，维克多家族就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地下帝国，然后一代代传承至今。每一个继承人上位都历经过血腥洗礼，所以这个洛文也是踩着无数尸体上位的狠角色。但就这样的一个狠角色，现在竟然来华国就遭受到了现金被控的滑铁卢。顾廷峰真是想想都觉得好笑。这个时候拍卖也已经结束了，夏优也准备走了。既然想要的东西没拿到，他自然也没兴趣待下去。当然，如果不是这家伙出来破坏了他原本的计划的话，说不定他还有别的方法从那个洛文手里得到这块玉。在他转身走的时候，顾廷峰也准备追上去，但刚转身就被扳倒摔了一跤。哎，卧槽！顾廷峰一个狗吃屎摔在了地上，都还没爬起来就看到了那双扳倒自己的陆军靴。他龇牙咧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我跟你讲，你别太过分了呀！哼！冷冷的一声让顾廷峰也闭了嘴。这家伙在林幽面前怎么不这么横呢？他也不是真怕这家伙，他们从小就这样，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方式，所以顾廷峰就算挨揍了也没什么气性。拍卖场外，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后方停着无流辆黑色轿车，像是王臣护卫一样跟在这辆黑色劳斯莱斯后方。那块玉石不要了吗？身边的人询问。洛文目光优良的看向拍市场的方向，低沉的嗓音缓缓响起，动资金有点麻烦。这个国家是全球各种管控上最为严格的国度，就连资金的流动都受到限制，哪怕他在全球每个银行都有雄厚的账户，也是唯一一个入境禁枪的国度，他们在这个地方并不如鱼得水，所以不想找麻烦。更麻烦的是那个男人。他沉声道。那个跟您竞拍的男人？下属小声问。洛文合上双眸，冰冷出声，军方的人。他跟各国军方几乎都打过交道，这个国家的军人有一种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质，这种特质能让他第一眼就感觉得出来，哪怕他看起来根本不像。
只不过他也并不能100%的确定。可哪怕只有60%的可能性，他也不想在这里惹上麻烦。因为如果对方真的是军方的人，那么对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盯上他了。至于那块玉，他还能想其他办法。不过比起这个，他更好奇的是那个女孩子口中所说的话，他怎么会知道？而且他好像一眼就知道那块玉的价值。他带了顶级鉴宝人在身边，所以才知道那块玉石不一般。可他是怎么知道的？他食指轻轻摩挲着大拇指上的鸽血红宝石扳指，那宝石晶莹剔透，如血色妖媚，在他身上衬得更有几分血腥的贵气。随着黑色劳斯莱斯的发动，后面的几辆车也如以暗中蛰伏着的军队，随着那辆黑色劳斯莱斯尾后而去。当夏优走出卖场，准备直接回家，他知道顾廷峰他们认识，所以他走的时候顾廷峰没跟上来，他也没放在心上，也默认了自己一个人离开回家。至于这个地方，他明天再感谢顾廷峰带他过来。而就在他刚准备离开的时候，身边却忽然迈上来了一双笔直的大长腿，高大的阴影笼罩下来，夏优整个人都被笼罩在了他这个人独有的气息里。都认出我了，还跑这么快，不会是想故意躲着我吧？他好听的嗓音3分揶揄3分认真4分不爽。夏优不走，难道在这里过夜吗？他确实认出来了，从他一走到自己身边，夏优就知道他是谁了。虽然戴着口罩，也换了一身平时不穿的打扮，但凭借他的眉眼骨相，还有他对他身上特点捕捉的熟悉，在他一走过来的时候，夏优就已经把他认出来了，认出了他的身份，所以也就不奇怪顾廷峰对他模样的熟认。那块玉我买下来了，他说。夏优皱眉，你这是故意在我面前炫耀来了？这是来气他的吧？明知道他想要，还故意这么说。要是前世的自己，几个亿他也是随随便便能拿得出来的，但他又不是败家子。那块石头虽然就是他想要的，可那块石头的品质并不能算上品，砸太多的钱他是舍不得的。更何况他的现金流更多在公司那边，现在公司拓展也需要钱，现在他的资金也还不够雄厚。在他问完这句话的时候，他面前却忽然多了一个木质小盒。给你的。夏优愣了一下，这是什么？他一边问一边接过那个小木质盒子打开。这不就是那块玉石吗？给你。他说。夏优诧异地看着他，他却不自然地皱起了眉，看我干什么？我买它就是为了送给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戴了口罩说话的缘故，现在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莫名的有一种磁性低压压的好听。他说的口吻理所当然，好像花5个亿买个玩具一样的东西送给夏优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夏优看着这枚玉石沉默了许久，好半晌，夏优才神情复杂地说，我现在对你有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听到夏优这么说，某人的神色明显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心脏跳动的频率也加速了，唇角也毫无意识地往上扬起。夏优，我想生你。某人本来扬起的嘴角也仿佛皲裂了，原本如沐春风般的眉眼现在也僵的只剩下了凉席席。他摘下口罩，露出了那张熟悉又俊美的简直有些过分的脸。他似笑非笑，咬牙切齿，就这么想当我爹？夏优摸了摸鼻梁，嘴角也隐去了一抹笑意。看着陆思彻这模样，他更有种逗狗狗的乐趣了。他一早就认出了陆思彻，熟悉一个人的话，就算是换了身打扮，把脸盖住，也一样认得出来。哪有电视上演的那样，随便换个打扮就认不出来了？这世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独特的气场和气质和身体，只不过对他来说，认一个人的肉体会更快。陆思彻直接把手里的那个盒子塞进了夏优的手里，被他5个亿买下的东西，就这么随意的跟塞什么似的。拿去。他这还带着一点不耐烦，但语气里却透着夏优如果不要他会更不爽的态度。夏优看着手里被塞进来的东西，忽地笑了一下，这就是你送礼物的态度？语气尾音故意上扬。陆思彻没送过人东西，被夏优这么一问，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又别扭又不爽的冷冷道，那要什么态度？冰冷的口吻却说着窝窝囊囊的话。夏优，他好像当真了。夏优倒是一下语塞了，而且心底也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莫名的有点想笑，不是取笑就是开心。见夏优光笑，陆思彻愣了一下，然后把东西收了过来，冷着脸，换个态度就换个态度。然后语气变得温和，本来就好听的嗓音再也夜色下像是潺潺泉水一样动人。你不是想要吗？送给你。这样快溢出水来的温柔，配上那张英俊的过人的脸，说是惑人的妖孽也不为过。夏优倒是没直接接过来。你5个亿就这么没了？他反问。陆思彻声音微低，我不缺钱，我就是看你想要才拍的。5个亿对他来说只是一笔数字。
而且都是他的个人财产，跟陆家的产业无关，也跟他现在手底下的公司无关。夏优本来想说的话一下堵在喉咙，他本来以为陆思彻拍下这块玉石是因为看出了这块玉石的不同寻常之处，或者有什么目的。除此之外，这块玉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你快接下。他皱了皱眉，催促着夏优拿下。夏优伸手接了过来，他也不矫情，他的确需要这个东西。我没有5个亿还给你，但我可以允诺你一个条件，就当作是回报。但这话好像让陆思彻不高兴了。我说过要你的回报吗？陆思彻语气稍冷，但话却是一点都不冷。给你就拿着，我陆思彻还没小气到送你的东西都要什么回报。夏优唇线浅浅弯了弯，把那块玉石从木盒里拿了出来，捏在手心。那就多谢了。从他的手接触到这块玉石的一瞬间，一股力量就从这块石头传递到了他的手心里，清凉的让他通体舒畅。果然是原石，虽然并不是顶级那款，但现在对他来说正好有用。看到夏优拿出了这块2个拇指粗的小石头，陆思彻也瞄了一眼。虽然他感觉得到这块石头好像不太一样，但却看不出什么，所以也不知道夏优为什么会想要这块石头。不过他倒是听说过有一种十分罕见的天然石内体是蕴含能量的，科学家是在近几年发现的，但样本极少，市面上就算有出现，也被一些收藏家或者鉴宝人收走了。这种能量石目前还在研究中，其内部的能量也还没提取出来，也不知道能作用什么，所以并没有对外公开。目前全世界掌握相关能量提取技术以及相关研究也少之甚少。夏优如果认识，那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是有用的，所以陆思彻并没有多问什么。看到夏优满意的神情，他的嘴角也上扬了几分。原来送他喜欢的东西，他也会满足。所以你跟顾廷峰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夏优点头，我的医术需要它，换言之，想给你爷爷治好病也需要它。陆思彻摸了摸下巴，这么说的话，那这5个亿倒也不亏。夏优挑眉，是不亏。陆思彻看着身边的夏优，也忽然的笑了一下，眼底也流淌着一丝柔软，眸光噙着光亮，满眼里都倒映着他的身影，眉眼里仿佛含着和煦的春风，都快把他的心都吹柔软了。夏优抬头想跟陆思彻说话，正好撞入了他的那双眼睛。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陆思彻看着他问。夏优从善如流，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陆思彻，这丫头怎么从不按常理出牌？你们等等我，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了呀？顾廷峰的声音打断了他们，而且快步的朝他们走了过来。看到陆思彻摘了口罩，顾廷峰也就不藏着了。彻老大，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林优可是我带来的，你俩走了我怎么办？陆思彻皱眉，淡淡道，你可以给厉成打个电话，让他来接你。夏优看出来了，陆思彻、厉成和顾廷峰3个人之间是3角关系。回到别墅后，夏优就进了实验室，把这一块原石重新处理了一下。雪娜看到夏优带回来的东西，一边在旁边看一边好奇，这什么玩意儿？雪娜手里拿着包薯片，狐疑的盯着夏优手里的玉石。夏优，好东西。雪娜盯着半天看不出来，夏优也没解释，而是问他，你论文怎么样了？提起论文，雪娜都提神了不少，准备发表了就发你选的期刊。还有你的药汁我又培育出了一些新的苗来，比之前那一批还要好。夏优十分满意。雪娜来了之后，她的药田也越来越繁茂，她现在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她的药田里，对这些药植实感兴趣，甚至为了培育和养这些药植专门进修了一下农学。夏优故意打趣，那我让未来的医学界大神给我种地，岂不是大材小用了？雪娜柳眉轻皱，怎么？腻了？不爱了？想换人了？夏优停下手里的动作，啥？雪娜轻哼了一声，只能我给你种地，你要是敢换别人，我就下毒毒死你。说完，雪娜就傲傲娇娇走了。夏优疑惑，以前也没听说雪娜这么喜欢种地啊。而至于今天晚上关于陆思彻为什么会来那个地方问题，最后陆思彻也没机会告诉他，被顾廷峰撞断了。但夏优猜得到，平时的陆思彻去什么地方都很高调，那排场比起洛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跟到处开屏的孔雀似的。但今天的陆思彻却换了一副样子，而出现在那种地方，要么是为东西，要么是为人。东西看起来没什么值得他亲自去一趟的，而且也不需要隐藏身份去，所以只有可能是为人去的。值得他去的人，那就只有一个，洛文。毕竟那种人在境内，应该对许多人来所说都是一种威胁吧。Z 是陆家。陆老爷子端起茶杯，吹了吹，我只是提一句，没想到你会亲自去一趟。陆思彻，这个人太危险了，我担心他会在 Z 市捅出什么篓子。陆老爷子点头，从他入境开始，军方就已经注意上他了。
但没想到他会直接来 Z 市，看样子 Z 市应该有他要的东西。陆思彻也端起了面前的一杯茶，没要到。陆老爷子抬头，啊，被我截胡了，东西呢？送人了。翌日，你是说破风战队离队的成员最近都已经被你收了？夏优听到江城的汇报的时候，还稍稍有点诧异，因为他本来只让江城收下南朝电竞俱乐部，没想到破风战队的队员也收过来了。江城的声音都带着笑意，我找人问过了，听说他们是不满夏木和他妹妹，所以才离队的。你是不知道，我一签下他们就立马官宣了，把破风战队气得够呛，还帮他们阴阳怪气了一下那对兄妹，现在网上可热闹了，咱们算是白白捡一波流量。夏优，果然最有效的商战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最近公司的资金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在完全获利的情况下，你的个人资产可以暂时不用动了。江城继续说，不过我最近看上了几个项目，准备做投资，想问问你的意思。夏优打开车门上了主驾，生意上的事情你看着办，法律顾问你找何方，钱的事找我。对了，有时间帮我查查夏家本家是个什么情况。江城勾唇，行，那你可得给我涨工资了。你知不知道最近已经有很多猎头在找我了？夏优眉稍微动，想跳槽了。江城刚准备回话，就被夏优接下来冷冷的3个字住了嘴。夏优，腿打断。挂断电话，江城看着手机嘴角掀了掀。涨工资的事就这么跳过了。江城笑了一下，把手机放下，继续看起了商业版图。江城喜欢赚钱，但不是个喜欢钱的人，因为对他这种拥有能力的人来说，钱只是一个衡量他价值的工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金钱，所以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在为谁赚钱，以及自己的价值。他是自愿跟在夏优身边的，出狱后也是夏优收留的他，把自己的底都交给了他。他当然不可能会轻易跳槽，但这几个月里已经有无数波人来找江城了，来自世界各地各大跨国集团的猎头开出丰厚的条件来，但都被江城拒之门外。同样在被挖的还有何方，许多企业和跨国集团也都顺便过来聘请何方当自己的法律顾问，以及想请何方为他们的私人律师。毕竟拥有一个无敌的律师，对这些有钱人来说等同于战士有了枪，所向披靡。所以何方收到的邀请不比江城少。曾经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就算坐过牢出来，也依然有不少大人物在等着抛出橄榄枝。但所有人都没想到，何方竟然只在一家娱乐公司里当法律顾问，而曾经被各大集团招揽的江城也只在 Z 市经营着一家娱乐传媒公司。所以 Z 市到底有谁在？夏优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去上学，路上助理小鹿还打电话问候了一下他。因为最近夏优想起来上学了，所以小鹿也跟着带薪休假了。主要还是夏优上一次综艺就几乎等于爆一次，公司的经纪人说曝光量不能太大，消耗神秘感，加上正好夏优也有点事，所以才暂时休息了。优姐姐，您看今那个夏星发的微博了吗？太绿茶了，竟然还有好多粉丝和网友开始同情他了，他们是不是都眼瞎了呀？还有赵家那3个人到处在说你的坏话，虽然大部分人都是有三观的，但也有一些人光听别人说的坏话根本不分是非的。小鹿说的义愤填膺，气都气死了。夏优一边开车一边说，是吗？听着夏优的声音好像不是很在意，小鹿的声音也都有点蔫蔫的了。他们这种人怎么没被抓起来？对了，优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小鹿询问。夏优把车停在校外，等我忙完就回来。小鹿，已经有几家影视公司和编剧在联系了，等您休息完呢。您上一部戏《都市传说》快要上映了，大家都很看好，都想签您下一部戏呢。不着急，我工作上的事情由江总全权安排。夏优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你不是有个生病了的朋友吗？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小鹿愣了一下，然后声音都变小了，还是那样吧。夏优按下手刹，一边下车一边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你那个朋友。小鹿沉默了片刻，优姐不嫌弃的话，下次我带你去见见他。挂断电话后，夏优才上了夏网，他都不需要点，关于夏星的热搜直接就弹进了他的眼里。夏星发了一篇小作文，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是个占了别人身份的坏人，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残忍？相处了20年的爸爸妈妈、亲哥哥都是假的，有天有个女孩子突然来我家，说她才是亲生的，你们知道我有多难受吗？就算爸爸妈妈和哥哥都说了会把我当亲女儿一样对待，我还是害怕。如果换作是你们，有那样的原生家庭，你们会回去吗？每当我想起和家人相处的一点一滴，我都难受的要命。夏星的整篇小作文都在卖惨和装白脸，虽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公愤，但也成功的让一部分粉丝开始同情他，纷纷开始为他说起了话。网络就是个这么好利用的东西。夏优一点也不意外，夏星现在这种地步只能装可怜来博得大家的同情。
但更多的人和脱粉的网友们根本不买账。好浓的茶味啊，这是什么极品龙井？那些在为夏星说话的人，不如让乐山大佛起来，你们去做。夏星这意思，他偷了别人的人生20年，现在又要怪别人出现了。这样吧，祝你们以后生的女儿都被别人狸猫换太子，让品德败坏的人家的女儿抢走以后你亲女儿的生活，然后等以后长大了，别人的亲女儿再继承你们的财产。不是，你现在难道不是应该给林幽道歉，然后把一切还给林幽吗？怎么还哭上了？怎么死皮赖脸的话还赖在夏家不走啊？家人们，我恶补了好几部真假千金小说，我已经知道后续剧情怎么发展了。夏星其实也很可怜，错根本不在他，可现在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全都冲着他来了？真千金就这么重要吗？夏星上大号说话，夏优一边走一边滑动着手机。看样子这次夏家没有再给夏星买水军压舆论，要是从前夏星在网上有任何一点负面舆论，就立刻会夏锦州公关的干干净净。不知道是夏家不行了，还是夏家这次没动作。这一段时间夏星在网上被正常讨论了，而在这个热搜里他竟然看到关联了一个秦瑞退婚报秦瑞情人堕胎疑似劈腿夏星的词条。夏优扬眉，这么劲爆吗？夏优有几天没上网了，得知秦瑞退婚的消息也是昨天听他亲口说的。没想到昨天还在他面前犯恶心的秦瑞，今天就被爆出鬼堕胎的丑闻。他印象里秦瑞就只是夏星的舔狗，总是在夏星周围打转。至少夏优那在夏家3年的记忆里，秦瑞一直都是作为夏星身边的绿叶存在的。除此之外，好像在夏星身边也没别的男人了。在从前夏优的印象里，秦瑞也因为夏优的暗恋蒙上了一层滤镜，即便后面滤镜破碎，也没觉得秦瑞会是个3心2意的人。没想到秦瑞竟然还背着夏星搞了别的女人。要知道以夏家4兄弟对夏星的爱护程度，要是知道秦瑞背叛了夏星，把别的女人肚子搞大了，那秦瑞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爆出这个消息的人是跟秦瑞有什么仇吧？否则在这个时候爆出这个消息做什么？但现在最气的应该是夏星吧，一向被捧在手心的夏星怎么能忍受得了秦瑞的背叛？他下车后给何芳发了个短信过去，我要看到赵家被告到倾家荡产。何芳很快回复收到，不过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裤衩都不剩。夏优挑眉，对何芳的回答很满意。夏优刚往学校里走，就有个女生喊了他一声，夏优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长相可爱清纯的女生朝着他小跑了过来，腼腆的冲着他笑了一下，快上课了，我能和你一起去上课吗？夏优见过这个女生，知道是和自己一个专业班级的，也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善意，所以也笑了一下。当然，女生眼里闪过欣喜，然后立刻走到了夏优的身边，跟他一起朝着上课教室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他悄悄拿出了手机，在群里发了个消息。他真的好平易近人，一点都不凶。群里的人立马冒泡，真的？我不信，除非你直播啊，那岂不是我输了？我还以为他根本你不会理你呢。我也好喜欢林优，我也想和美女贴贴，能不能把她也介绍给我认识啊？现在正在跟夏优一起去教室的女生抿住嘴角的笑意，看来她是学校里林优的第一个朋友哎。她回去就把自己新发布的真假千金的女主多添加一个校园里的好朋友进去，嘿嘿嘿。夏优不知道，其实现在的她在年轻里人气是极高的，就仅仅是之前那个综艺就已经让她圈了不少粉，更别说前面还有她拍戏放出来的路透，本身就已经吸了一部分的事业粉和颜粉。在电竞综艺上的表现以及直播里对夏星兄妹的话更是吸粉无数。毒舌又有实力的美女，还是狗血桥段里的真千金，美强惨的背景又凭借自己实力打脸了夏家，简直可以说是大爽文女主了。这比起那夏星曾经营销的所谓团宠女主人设，简直不要牛逼太多。更重要的是，夏优从不提自己的身份和背景，这更让所有三观正常的年轻人都对夏优崇拜不已。但大家在综艺上见到的夏优都十分凶悍，所以也都没人敢接近她，都处于一种想跟夏优结交却又害怕她的状态。这个女生还是第一个主动去找夏优搭讪的，而有了第一个女生打前锋，其他的人也都渐渐对待放开了胆子。于是今天夏优在学校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不管去哪里好像都有人意外地撞到她身边来。比如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走廊就会有一个女生不小心撞到自己，然后不好意思地跟自己赔礼道歉，脸上却都是抑制不住的笑意。离开的时候还特地地说了报了自己的名字和专业。比如去食堂的时候，又会突然有个女生倒进他怀里，然后害羞地说林优同学好香。夏优，请问他是穿越了吗？穿到古代当皇帝遭遇后宫妃子们御花园偶遇争宠的戏码了。而学校某内部群，林优老婆，果然老公就是香香的。林优今天摸我了，他也太好说话了吧，简直是天使，我撞到他都不生气的。真千金就是最刁的，终于能跟我偶像说上话了。他骂夏家兄妹的话我已经打印出来了，
以后我将反复背诵。姓夏的没一个好东西，想跟林优宝贝一起打游戏，呜呜，想被带飞。当然，夏优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只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娇弱，缺乏锻炼，走2步都能倒他怀里去。而这个时候，秦家那边也因为秦瑞爆出丑闻，人一团糟。秦夫人指着秦瑞怒骂：“你以前不是总追着那夏星背后跑吗？怎么还把别的女人肚子搞大了？你嫌现在我们家还不够乱是不是？”本来这种富二代的花边新闻其实并不会怎么引起大众的关注，也不会掀起什么波澜。圈子里大多数富二代玩咖们身上都有这些花边新闻，但谁让现在夏星是名人，只要是跟他沾了关系的都会被人拿出来讨论。本来秦家退婚就被不少夏星的粉丝们攻击了，现在又闹出这种丑闻，那不管退婚这件事秦家站不站得住脚，这件事都会让秦家颜面扫地。秦瑞咬牙：“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当初我明都处理好了的，谁让夏星那个时候做作的很，就是不让我碰，所以我才还会。他不明白这件事他早就处理好了，怎么突然就被翻出来了？那个女人她就是玩玩而已，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最后也算好聚好散，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爆出来？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夏星。当初如果不是夏星先勾引自己跟自己上床了，让他食髓知味，结果却又故意晾着他让他难耐，他也不会去找别的女人。秦夫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就你这样，人家林优怎么瞧得上你？你还想追他？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真去指挥他，你以为林家会放过你？秦瑞脸色也有些难看，阴沉着脸：“到底是谁干的？”秦父冷冷道：“你别管是谁干的，现在人人都在骂你渣男。你对林优表白的事情也闹得人尽皆知，林氏陆家太子爷和历城那边都在圈子里打了招呼了。现在我们秦家的日子可不好过，从现在开始，你离林优远点。”秦瑞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至于夏星，看夏家对他的态度吧，要是态度和以前一样，你倒是可以考虑跟他破镜重圆。秦瑞闻言皱眉，冷冷道：“我才不要跟一个冒牌货在一起。林优明明就是喜欢我的，当初如果不是他从中捣乱，林优早就是我的人了。”秦夫人也没好气道：“咱们儿子再怎么样也比那冒牌货强多了，你说什么胡话？”夫妻俩吵了几句也不欢而散了。他们走后，秦瑞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他们到底是谁干的？”他愤怒道：“那个女的到底怎么回事？”那边的声音弱弱的回复：“秦少，这得问问您了，看您得罪了什么人。”秦瑞想半天也想不出来自己得罪了谁要这么搞自己。另一边，厉总都已经办好了。厉成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淡淡嗯了一声。不过林氏和陆少那边好像也都对秦家有点动作。厉成唇角浅浅牵了牵：“我知道了。”听起来他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去准备点礼物，过几天去见一见林姨，顺便看望一下林老太太。是。厉成抬眸平静地看着前方，他知道有的事不能坐以待毙。陆思彻那种人，一旦给了他一丁点机会，就会像狼狗一样撕咬出血肉，他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某俱乐部门外，姐姐，林寒远远地看到夏优的车开过来，就在门口喊。夏优把车停好后才朝着林寒走了去，而林仲也早就在旁边等着了。看到夏优过去，他们也都赶紧迎了过来。林优妹妹。林仲看到夏优脸上也控制不住的滚烫，林寒过来就挽起了夏优的手臂：“你来就好了，我就说你要来嘛，不然多没劲。姐姐，你要不要换身礼服？正好今天的品牌商也有礼服的展出，你看上哪件咱们直接买下来就是。今天是某珠宝品牌举办的晚会，邀请了不少明星和豪门的名媛千金们。”夏优自然在受邀之列，原本他是不打算来的，但干妈因为要出差，鄂尔林市这边需要有人过来露个脸，所以夏优才会出现在这里。不过因为白天夏优在上学，所以穿的衣服也还是比较休闲的打扮。不用了，我今天又不是走红毯。夏优觉得自己这身衣服也见得人，也不用特地去换一身礼服这么麻烦。林仲摸着鼻梁低声说了句：“林优妹妹身上这身衣服就挺好看的，不比那些人穿礼服好看多了吗？”林寒皱眉：“那能一样吗？那些人怎么能跟我姐姐比？我姐姐是仙女。”听着林寒的无脑夸，夏优也忍不住扬起了嘴角。不过你说的话倒是没错，我姐姐就算穿着身衣服也秒杀他们。林寒一脸的骄傲。夏优自从出狱之后，身上几乎都是穿的林思义亲自打包购买的奢侈品牌，所以本身就有足够的排场了。而夏优现在被养出来的那股独特气韵，再好看的衣服在她身上也只会成为陪衬。林仲也跟着附和：“是，我妹妹穿麻袋多好看。”夏优轻咳了一声，她脸皮再怎么厚，被这兄妹俩这么无脑夸，那也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因为夏优懒得换礼服，所以林寒就直接挽着夏优朝宴会会场的方向走过去了。林仲就跟个保镖似的跟在他们俩身后，不过在林仲后面跟着的是他们真正的保镖。“姐姐，
你知不知道那个夏星和秦瑞在网上掐架呢？林寒兴奋地低声八卦了起来。夏优也诧异，是吗？林寒继续说，对啊，我跟你说，那个秦瑞不是爆出之前出轨，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吗？夏星又拿这件事做了点文章，又卖惨，然后他的粉丝们就去攻击秦瑞，那秦瑞哪里受得了，直接就当着夏星的粉丝面骂夏星是烧货，说当初都是夏星勾引他巴拉巴拉的，还故意拿他的哥哥们来威胁他，说他又当又立，明明主动给他睡了，后面还死不承认。夏优听着他俩狗咬狗，脸上也不禁讽刺地笑了笑。然后呢？虽然猜得到秦瑞和夏星会反目成仇，但没想到秦瑞撕破脸之后竟然这么狠。不过也是，有的事情对男人来说根本不重要，可是对女生来说，舆论却足以致命。对秦瑞这种纨绔子弟来说，睡了谁，睡哪个女人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尤其是这些暴露出来的事情跟夏星平时的人设完全是两个模样。林寒，然后啊，秦瑞还说当初他是喜欢你的，都怪夏星从中作梗，说你坏话，然后骗他去掉你。啧，姐姐你是没见到，当时他俩互撕那嘴脸，不过也爆出了好多料，至少大家都知道当年你是被冤枉的了。原本开始同情他的粉丝们因为这件事又脱粉了，笑死我了，哈哈哈哈。林寒脸上的笑忍不住，根本忍不住，脸都快笑烂了。话还是林仲提醒了一下他注意形象，他才抿着嘴。夏优也没想到自己错过了这么精彩的场面，他就上了一天学，怎么就又闹出这么多事？说着他们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接近那场，而周围投注在他们身上的目光也越多。那场星光璀璨，到处都是顶流明星，衣着华丽，谈笑风生。但夏优的出现无疑在最快的时间里夺走了摄影师们的镜头。林寒小鸟依人的跟在夏优身边，豪门姐妹还是这种黏黏糊糊的状态，确实是少见，大家都忍不住眼露出欣赏和艳羡。对了姐姐，我听说今天的晚会夏家也被邀请了，你说夏星会不会来啊？林寒小声嘀咕，他都这样了，夏家应该不会让他出门了吧？会来。夏优回答。林寒啊？夏优目光抬了一下，勾唇，诺，这不是来了吗？听到夏优的话，林寒和林仲都看向了另一边，果然看到了夏家一家人过来的画面。夏明长夫妻相携而来，笑着跟其他人打着招呼。夏锦州四兄弟也一起出席了，夏星也跟在他们身边，穿着漂亮的公主裙，故意走在了他们的中间，像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但夏家的几个兄弟这一次明显和往常有所不同，根本没怎么搭理夏星，所以夏星走几步没跟上的时候，他们也没等他，夏星只能提着裙子刻意大步跟着走上去。看到夏家一家人出现，场内的明星们和豪门也都没跟他们套近乎了，不像以前每次夏家一出现，他们都会主动上去打招呼。毕竟夏家的4个兄弟和那个团宠妹妹可是流量圣体，只要跟他们沾边就很容易增加曝光率，这对不少明星们来说都是蹭热度的好时机。所以从前每次夏家出现，总会如众星捧月一般被所有人吹捧，但现在有夏优在，他们当然不会冒着得罪林氏和夏优的风险去跟夏家亲近。更何况夏家最近也够丢脸的，儿子和养女都闹出了不少绯闻和风波，他们可不想去被卷进去。这么热闹的晚会上却根本没人搭理他们，夏明长夫妻的脸色也有点绷不住的难看。但这种场合也只能维持着表面的得体。夏锦州4兄弟也都皱起了眉，只有夏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而是一个劲儿的想要展现自己，要么撩撩头发，要么用手遮掩一下胸口，然后看着那些摄像头露出精心练习过的微笑。林寒实在是忍不住说，夏家脑子是不是有泡啊？这都还把他带过来，不觉得丢脸吗？林仲也皱紧了眉头，现在都还能把夏星捧手里，这家人真是没救了。他们不会是有什么把柄在夏星手里吧？他们3个人站在这里，周围也都是一些名流千金少爷们，像是把他们3个簇拥在其中一样。这也让他们这里成为了这场晚会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惹得许多摄影师都对着他们这里狂拍，比起顶流明星们都还要吸引摄影师们的注意。夏优随手从旁边的自助餐盘上拿起一块糕点，一边看着夏家那边一边说，估计是怕如果不带夏星更惹人非议吧，故意带夏星出席这种场合，估计也有想洗白的意思。以他对夏星的了解，绝对不会放过出席这种场合的，他只要卖惨再服个软，夏明长夫妻还是会让他来的。要说把柄，那确实是有的。夏星和夏家现在属于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估计夏家也会担心，要是对夏星不好，夏星把2年前的事情也捅出来吧。看样子他们一家子现在也是貌合神离。夏锦州那4人好像根本都不想搭理夏星，即便夏星一直主动搭话，想要营造出一种兄妹情深的氛围，都被4个兄弟婉拒了。其实夏优一直觉得这4兄弟跟夏星没什么区别，都是营销咖。
这4个人，一个总裁，一个律师，一个音乐才子，一个电竞明星，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事业，但偏偏又总喜欢在各种场合跟夏星一起出现。这不是爱慕虚荣捆绑营销是什么？包括整个夏家都是一种货色，不然怎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次的珠宝慈善晚会的主办方是国际顶奢品牌，按照惯例，每年一次在国内所举办的晚宴，出席的明星们大多都是品牌代言人，也有一些当红的顶流。这些明星们是一个圈子，而所邀请的豪门的太太、名媛千金以及这些有钱人是一个圈子。毕竟这些豪门有钱人才是真正的消费主力，也是真正有实力的消费者，是他们的客户。所以即便这里明星不少，可这些珠光宝气的名媛千金们显然比这些明星们更有地位。不过夏星这个假千金也明显被这个圈子踢了出去，大家并没有将他当成和自己同等的存在，看着他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鄙夷。也有不少人在说，悄悄谈论着夏星的八卦。你看到这假千金的嘴脸了吗？看来平时都是装的。就是我早觉得他做派一股绿茶了，上次还发通稿拉踩我，被夏家针对了好一段时间，连戏都被他们搞掉了。他跟秦瑞的瓜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以前我看夏家这4个兄弟都跟小说男主似的，现在看他们怎么一个个跟瓜皮似的。现在因为夏星的原因，大家看夏家都觉得有些 low 了。以前崇拜喜欢夏家4位公子的女生，现在也都失去了兴趣。毕竟他们想找什么样的老公找不到，对于这种妹控，而且还是这种恬不知耻的养妹，哪怕谈起恋爱都觉得晦气。别说夏星的亲生父母那副样子，他们又不是没见过。想到赵耀祖和赵坤一家人说让夏星给赵耀祖介绍女朋友，什么豪门白富美，他们都恶心死了。呸，真不要脸。林寒啐了一口，满脸都是嫌恶。夏家这边也看到了夏优，看到夏优的时候，夏明长夫妻眼里也泛起一丝尴尬，但很快就表现出了惊喜。夏锦州4兄弟从进来没多久就已经看到了跟林家兄妹在一起的夏优，他们说说笑笑，俨然像是真正的豪门兄弟姐妹，每一帧画面都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他虽然穿得很随意，却依然能成为所有人的目光中心，也反而因为这种随意，让他有种宛如公主在逛自家后花园的闲适和从容。比起其他盛装出席的明星和千金们，反而更加光彩夺目。她才像是真正的公主，真正的高门千金。跟在他们身边的夏星，一时间仿如有着天壤之别。夏星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是那么小家子气，好像是个上不得台面不入流的土包子似的。这让他们不禁想到了以前夏优回到夏家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总用这种眼光来看夏优，从而处处觉得夏星才配得上当他们的妹妹，只有她才是跟他们在同样的教育和环境下长大的亲人。那时候的夏优又土又丑，总是做一些丢脸的事情，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了。只是夏星的言行举动其实跟以前根本没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只是夏优。夏星也看到了夏优，原本脸上还带着笑意，立刻就僵在了嘴角，眼底也闪过一丝怨毒。他故意想挽着夏锦州，但手刚抬起来就被夏锦州避开了。大哥，他喊的这一声只换来夏锦州冷淡的一眼，而这一眼让夏星心都凉了半截。为什么会这样？大哥难道不喜欢他了吗？以前遇到这种事，哥哥们都是无条件站在自己这边的。明明是秦瑞对不起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这根本不是他的错。他们变了。发现他们一家人目光都看向了夏优的方向，他的眼中也含起了愤恨的泪花。是因为他吧？都是因为他，所以他们现在才变了。他想要继续跟夏之文和夏树、夏木他们亲近，但和夏锦州一样，他们都离他远了一点。尤其是当夏优看过来的时候，他们更像是怕被看到一样，跟夏星保持了点距离。夏之文淡淡道：你别忘了，我们不是亲生的，太亲近容易被人说闲话，以后都注意点分寸。夏木也补充了一句：二哥说的对，你还是自己注意点。夏锦州和夏树都默认了这句话。夏夫人听到之后也低声说了句：你哥哥们说的对，你们又不是亲生的，那么亲近干嘛？到时候万一被人说你勾引你哥哥多难听。而且现在夏星跟秦瑞的事情闹得也有点难看，虽然夏星一直说都是秦瑞污蔑他，他根本没有跟秦瑞上床，但这件事对夏星从前一直在夏家面前表现出的乖巧模样，也是一种人设崩塌。所以夏夫人可不喜欢自己的亲儿子被传出跟夏星之间有什么，到时候只会更难听，更丢夏家的脸面。原本今天这场晚会他们夫妻俩都不想带夏星来的，但夏星说他正好想借助这个机会澄清，而且他如果不出现的话，也害怕其他人会对他们家议论纷纷，加上又是一顿感情牌和卖惨，他们心软之下就把夏星一起带着了。听到夏夫人的话，夏星攥紧了自己的裙摆，眼底隐下自己的不甘心和愤怒，委屈的低声说：知道了妈妈，我会注意的。这声音都快要哭出来了似的。啧，又在装了，死绿茶。林寒撇嘴，
一张脸都能当个表情包了。他到底给夏家灌了什么迷魂汤啊？真搞不懂。自从知道夏优是夏家的真千金，林寒就尤其讨厌夏星，嘴巴就没饶人过，跟自己的小姐妹里更是见面就要骂一遍夏星，导致他的姐妹团现在看到夏星都条件反射的冒出3个字：死绿茶。哎，姐姐你说啊，夏星跟这4个哥哥又不是亲生的，他们会不会搞到一起去啊？夏优忍不住侧目看向了身边看起来天真可爱的林寒。林仲还以为林寒说的话有那么点黄暴，让夏优不高兴了。毕竟那夏家那4个也算是他的亲生哥哥，所以他准备教训一下林寒。谁知夏优却一脸认真的说：“你这倒是新思路，说不准他还真打算转变策略，把夏家4兄弟都给睡了。”夏星这个人十分喜欢男人围着他转，而且还有严重的胸控和占有欲。从以前他在夏家那3年时间来看，夏星特别喜欢跟他们4个人有亲密接触，不排除亲亲摸摸抱抱之类的。之前4兄弟对他丝毫没有一点避亲，任由夏星跟他们亲近。现在既然都不是亲生的了，夏星为了留在夏家，没准儿还真会搞出这种事。要真是这样，那他可就想去夏家装个摄像头了。林仲万万没想到夏优能这么语出惊人，准备好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林寒却激动的点点头：“是吧，是吧，姐姐。”林仲忽然开口：“他们过来了。”林仲说的时候，夏家那一家人已经朝着夏优走了过来。这一幕也让周围许多人，不管是明星们还是豪门，都下意识的看了过来。有几个明星们连场照都拍得飞快，就是为了赶来吃口瓜。夏星其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以前跟他一起玩的小姐妹。他马上熟络的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却立马互相聊起了天，当作没看到。夏星脸上僵着笑意：“你们这是做什么？故意孤立我？”俩人阴阳怪气的当作没看到他：“我们可不想被介绍给你那个弟弟，就是跟你玩不是自降身份吗？”夏星的脸上的笑意也稳不住了，紧咬着下唇，恨恨地看着他们：“可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们，你看你养父母都去找亲闺女去了。”某千金故意说道：“到底还是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吼，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俩人本来跟夏星以前关系也只能算是塑料姐妹花，还因为想认识他的哥哥，被夏星当了几次大冤种，被他玩了几次，没落井下石都算他们教养好了。听到他们的话，夏星立马看向夏明长夫妻和夏景洲他们，果然他们已经朝着夏优的方向走了过去。他脸色瞬间变得难看，紧攥着自己的裙摆，快步也跟了过去。“夏优，好久没见到你了。”夏夫人笑着的口吻里带着一丝讨好，眼里也带着一丝对自己亲女儿的满意。夏明长目光里也带着慈爱：“爸爸妈妈和你的哥哥们都很想你。”夏景洲他们4个人虽然没说话，但4个人的看夏优的神色都带着一丝不同以往的情绪，尤其是夏之文眼底的神色复杂而晦暗。双胞胎兄弟的情绪会稍微外露一些，所以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对夏优的态度现在既带着尴尬，也有着一丝想要接近的忐忑。不过他们4个人无一例外的是，看向林仲的时候，眼里都是明显的流露出了一丝敌意。林仲也感受到了来自这4个兄弟目光中的敌意，但他非但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很爽。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哥哥，被嫉妒的感觉怎么不爽？简直爽爆了好吗？怎么他以前当了林寒20多年的哥哥都没这种感觉？果然还是分妹妹。林仲挑衅的扫了他们一眼，然后故意对夏优说：“妹妹，他们谁呀？怎么好像跟你很熟的样子？”林寒这副茶里茶气的样子还是他哥哥吗？但林寒也十分默契的打起了配合：“是啊姐姐，他们说什么啊？你跟他们又不熟，怎么装的好像很熟一样？”夏景洲目光冷沉：“跟他最没关系的人是你们才对吧？”冰冷的声音让周遭的空气都冷了几分，这话也让林家兄妹脸色也有些难看。偏偏夏景洲这话还让他们不好反驳，因为夏家的却是跟夏优有着血缘关系。林仲冷哼了一声：“那要让你失望了，她可是我妹妹。”他尤其强调了一下这个“我”字，我们是兄妹关系，你们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妹妹可从没承认过你们吧？扎心吗？林仲也会，而且他早就看不爽夏景洲很久了。当初夏优去试戏的时候，夏景洲为了夏星是怎么对夏优的，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还有夏之文当初在靶场对夏优的态度，简直偏心的不要太明显。更不用说夏木，综艺节目上更是为了夏星屡次和夏优起冲突，甚至还放了不少狠话。这几个人就他妈没一个正常人，偏心都偏到外太空去了，根本就没资格当夏优的哥哥，也根本不配。林仲的反击，夏家4兄弟每个人都变了脸色，脸色阴鸷森冷。夏优眉稍微挑了一下，也没打扰林仲和林寒的反击。他知道他俩挺不爽这家人的，不对几句估计他们心里也不爽，所以他才没吭声。夏明长夫妻容色也都领了起来。夏夫人不满道：“
林少爷，再怎么样，夏优也是我们家亲生的，是我们夏家的孩子，是锦州他们的亲妹妹。你这样说有些过分了吧？夏夫人到底是当了多年的豪门太太，在这种场合里也知道该怎么说话，而她也明显的在故意拉近自己夏家和夏优的关系。毕竟她说的这番话也的确挑不出毛病，而且口吻既不满也稍带缓和，让人想反驳都不好把话说重了。夏明常见自己老婆说话了，自己也就没接话。夏优嘴角勾起一抹讽刺，没开口，而是晾了一下他们。夏优的态度一时也让夏家有点下不来台。他们是主动来找夏优的，也是想故意借着这种场合和机会，想跟夏优把关系缓和一下。所以夫妻俩主动上去说了好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而且还是在这种场合，夏优再怎么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吧。而且他们认为，以前夏优之所以对他们那种态度，恐怕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每次对夏优的态度不好，所以他才会叛逆的故意那样做。只要他态度好一些，夏优应该就不会不认他们的。他们现在想认回这个亲女儿，更想这个亲女儿能到夏家。现在夫妻俩已经彻底明白了，养女就是养女，再怎么养也不会变成亲生的。哪怕他们把夏欣当公主一样，但她身体里始终流着劣质的血液。只有他们的亲生女儿才是真正遗传着他们优秀基因。再加上他们也知道了夏优从前在赵家是让自己的亲女儿去给这个养女顶罪，他们心里更是愧疚，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所以现在想要跟夏优缓和一下关系。锦州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问过4个儿子的意思，他们也想要夏优回来。看着夏明常夫妻俩的样子，夏优眼里讽刺更浓。夏优活着的时候，他们怎么不当个人？人死了，在这儿装什么情深？夏优准备说话，却忽然被夏欣的话给打断了。夏欣声音噙着哭腔，哽咽地说：“你别不理爸爸妈妈，你要怪就怪我，我才是你要恨的人，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迁怒到爸爸妈妈和哥哥们。”周围的人虽然假装在应酬，但眼神都在往这边瞟。这可是现实版的真假千金啊，谁不想看看热闹？这集我看过，我昨天看的小说里刚更新到这里，假千金要开始装白莲花了。小说诚不欺我也，果然假千金为了留在养父母家，为了辞镜会装可怜，故意茶里茶气的拉踩真千金。娱乐圈里的俩明星好友低声的掩着嘴讨论，但面上却笑着眼睛大方的跟周围镜头打招呼。上次他跟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么拉踩我的，也算是恶人有恶报。夏欣的话也让夏优微微皱起了眉头。你什么垃圾蛋，这么能装？夏欣咬着下唇，目光委屈，波光盈盈的瞪着夏优，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一样。夏优凉凉开口：“你吃过苦吗？你睡过猪圈吗？你有差点被你的养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吗？有从小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打断了腿吗？有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哥哥们抛弃过吗？”夏欣脸色瞬变，目光也心虚。你什么都没遭受过，在这绿茶你妹啊！夏优冷声骂道：“谁给你的脸，站在我这个被你偷走了一切的正主面前阴阳怪气？哦，是你那重男轻女的亲生父母给你的脸吧？”夏优忽然想起什么，不好意思，我记错了，你都整容了，是整容医生给你的脸，难怪这脸皮假的让人恶心。夏优每次一提起整容，就跟戳到夏欣的痛点似的，他面上的情绪都难以控制住，怒火都从眼睛里冒了出来。但碍于现在他的处境，也只能忍下来。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因为我当了20年夏家的女儿吗？可这件事能怪我吗？夏欣想要把话题往自己是无辜上带。夏优嘴角微咧，不然呢？他根本不用跟这种绿茶讲道理，因为他自己也并不需要道理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夏欣被夏优的话堵住：“你是不对的，你怎么能这么想？”他费力的想辩驳，夏优跟听到什么好笑的话一样：“什么？你竟然还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你离开夏家去找你亲生父母，一家人嘛，就是要整整齐齐。反正你跟他们不也经常联系在背后偷偷故意搞我吗？”夏欣立刻反驳：“我没有，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夏优，我不信，除非你把聊天记录给我看。看到夏欣跟吃屎了一样的表情，夏优勾了勾唇：“还是你需要我去警方那边拿你上次指使你亲父母去林氏闹事的证据？”夏欣这下终于消停了，不敢再说话了。周围的闪光灯和镜头让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做太出格的举动。今天他是想要来装可怜博同情的，趁机洗白自己，现在却越跟夏优说话，反而他的黑料越来越多，他已经根本不敢说话了。夏优冷笑着开口：“识趣的话就闭嘴消停点，别逼我删你。”周遭的围观群众们之前也只是在直播里见到过夏优发飙，有的还以为剧本呢，没想到今天还真能在这种现实场合中见到这种场面。这年头竟然真的有人说话一点都不掩饰的吗？就算在这种场合里都毫不留脸面，可是听着真的很爽啊。比起他们平时说话都要注意别被人断章取义，小心翼翼，夏优说话简直让人乳腺都畅通了。
林寒也舒服了，果然还是姐姐厉害，虽然很粗暴，但却很解气。夏优对夏星所说的话，也让夏明长夫妻有点下不来台。4个兄弟的脸色也都不太好看。夏优啊！夏夫人尬笑着喊了一声夏优。夏优看向他，不好意思，我叫林优，跟你们夏家没什么关系。他看向夏锦州和夏之文他们4人，当然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以后别来乱认亲戚，不然我报警抓你们。听到报警2个字，夏家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了一丝不自然。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只要你原谅我们，以后夏夫人还想打着圆场说好话。夏优却直接把他的话打住了。夏优看了一眼周围，凉凉笑道，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道德绑架我，你也太看得起你们夏家了。被戳穿心思的夏夫人脸也一阵红一阵白。夏明长沉声道，夏优，不管你现在姓什么，你始终都是我们的女儿。夏夫人小声说，你都骂了夏星了，也该出气了吧。林寒，这话翻译过来怎么像，你都骂了夏星了，就不能再骂我了哦。夏锦州阴沉着目光，紧紧盯着夏优，你到底想怎么样？今天在这种场合，爸妈已经对你十分低声下气了，就是想跟你缓和一下关系。你别忘了，现在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夏优皱眉，在这种场合下来找骂事，你们自己犯贱，关我什么事？怎么还赖上我了？他都说了，在这家人有病，就喜欢甩锅，自己上赶着来犯贱，还非要怪他。就像明明是他们的纵容才导致夏优替夏星顶罪，他们却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到了夏星身上，好像他们什么都没错一样。哪怕道歉认错，都要特地选个场合。夏之文往前一步，沉着声音，你说话就不能正常点吗？我们现在对你怎么样，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听着夏家每个人对夏优的态度，夏星嘴唇都咬出了血。夏优眉头都拧成了川字，有病吧你们？再骚扰我，我就叫保安了。夏明长夫妻脸也都黑了下来。林仲直接挡在了夏优面前，再骚扰我妹，就别怪我喊人了。一天天乱认亲戚，我妹妹可没你们这种丢人现眼的亲戚。你们一家人不是有个什么团宠吗？林仲看向了夏星，诺，你们女儿在这里，别找我妹攀亲戚。林仲看向夏优，妹妹，我们走，那边正好在展出珠宝，你喜欢什么哥给你买。夏优也从善如流的点了点头，转身准备往林仲说的那个方向走。林寒也白了夏家一眼，跟在夏优身边准备走人了。虽然夏优并不在乎在什么场合下骂这家人，但公众场合他也不会太没分寸，他只是懒得与傻逼论长短，并不代表他是个癫子。夏锦州却忽然叫住他，夏优，他压着声音沉沉质问，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抹去过去的一切，才能改变你现在的态度？夏优心中觉得可笑，到现在夏锦州嘴里也还说不出一句求他原谅。这句话夏锦州声音压得低，所以只有他们几个人听得到。夏优停下脚步，声音凉薄而冷漠，抹去过去的一切，除非你们死，或者让你们的宝贝夏星回到赵家去，重新过一遍曾经的我过的日子。夏星看向身边的4个哥哥，可哥哥们却没有一个人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安抚他，他们都看着夏优，眼里都只有他。他看到这一幕，眼中才浮现出一丝惊恐和害怕，身子都颤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夏明长夫妻也沉着脸，脸色复杂。夏优忽然又想起什么，看向夏锦州，哦对了，听说以前你跟一个叫思安的女孩子走得很近呢。提起思安，夏锦州的脸色也在顷刻之间变了一下，而夏优也从他的神色里看出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同样听到这个名字变了脸色的还有夏星，本来就难看的脸色现在看起来更加惨白了。夏优微微一笑，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夏锦州目光紧紧地盯着夏优，你知道什么？夏优就跟陈欢一样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向了夏星，不如问问你的宝贝妹妹。提起陈欢，夏树的目光里也闪过一丝什么。夏家每个人这个时候脸上的神色更是各异，又是心虚担心。陈欢这个名字在夏家来说就是禁忌，就是因为陈欢，所以他们才不得已让夏优去给夏星顶罪。所以夏优一提起陈欢，夏家每一个人心里都发虚，更害怕夏优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看到夏家每个人的这副恐慌的样子，夏优的嘴角也勾起了一抹讽刺。最爆炸的新闻当然要在最合适的爆出，一次性如果打不死对方的话，只会跟狗皮膏药似的不断的增添麻烦。所以他在等陈欢醒过来，只有陈欢的指证是最有力的，既能让他们死得痛快，也能彻底为夏优洗去冤屈。所以现在他也只是偶尔吓唬吓唬他们，让夏家跟一群在热锅上的老鼠一样乱窜蹦跶。留下这句话后，夏优才继续跟着林仲他们走向了另外的珠宝展台。这次晚宴虽然是以宴会为主，但珠宝销售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最新款的珠宝会在宴会上进行展出，明星们作为代言人负责展示这些珠宝，
这些豪门千金名媛们才是这场晚宴的真正消费主力，所以在晚宴上卖出几十亿的珠宝销售额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林思义交代夏优的时候，就已经给他卡里花了3个亿，让他有看上的珠宝就直接买下。夏优对珠宝兴趣不太大，他上辈子从小到大珠宝奢侈品家里都是堆积成山的，毕竟一门存在那么久，物质累积还是相当可观。人家上门求医都是带宝贝来的，所以导致夏优在物质上基本没什么追求。不过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不错的给干妈挑一个，目前几个亿他自己还是能拿得出来的。看着夏优跟着林家兄妹一起离开，夏家这边也没再追上去，只是经过刚刚，现在每个人的神色都有些不好看。夏明长夫妻也没想到夏优竟然在这么多镜头下竟然还这么没顾忌，而他们原本想要跟夏优缓和关系的计划也落空了。可也因为夏优说的那些话，让他们根本没法反驳，甚至还因为夏优说的话让他们心底的愧疚感更重了。但也不仅仅是愧疚感，还有对夏优态度的恼怒，所以夫妻俩人沉默的都没说话。夏夫人更是没好气的看了一眼夏星，那眼神里有着明显的责备和不满。没你的事，你插什么嘴？明知道他不喜欢你，非要去他面前说话做什么？你是见不得我们母女说话吗？虽然夏夫人声音压得低，但女人的声音到底是比较尖锐的，所以附近好几个人都听到了。夏星立马委屈了起来，妈，我明明是帮你们说话，我只是看不得他这么对你们。难道我做错了吗？看到他这副样子，夏夫人更不耐烦了。她突然有点搞不懂，以前自己怎么会觉得这样的夏星怎么会可爱的。夏明长也沉沉的叹了一声，不高兴的看了夏星一眼。刚刚他说的什么思安是谁？跟陈欢有什么关系？夏夫人看向夏锦州低声问。夏锦州没有回答，但此时他和夏树的目光都冷冷的看向了夏星。夏星眼底心虚的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他们。他悲愤的情绪里带着一丝失望，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难道你们听不出来他在挑拨吗？夏锦州收回目光，可心中却已经起了疑心。因为夏优和林家兄妹的离开，看热闹的人也都纷纷走开，小声的聊着，而那些场内拍照的摄像头也几乎都跟着流量明星大咖们以及其他顶级豪门子弟们走了。当然他们拍最多都是拍的明星，因为许多豪门子弟们并不喜欢过多的曝光，地位越高的有钱人就越不喜欢过多的曝光量。夏家则刚好相反，而且因为这些年的话题度和流量，夏家基本上都会成为各大活动里摄影师们和主流媒体们的宠。现在也是一样，他们依然有许多话题度，所以还是有很多媒体在对着他们拍摄。可此时的夏锦州却皱起了眉，显然他们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被拍，似乎已经开始排斥和夏星一起出镜了。只有夏星在应付着这些镜头，有镜头拍他，他就会立刻扯出笑意，紧紧贴着自己的哥哥们。夏锦州站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在他走后，夏之文也走了。夏星本来就艰难挤出的笑意也有点维持不住了。哥，他微弱的喊了一声，神情可怜又无助。这么多年，他很会拿捏自己在这些男人面前最容易得到他们怜爱的模样。他每次这样做都会点得到哥哥们对他的怜爱和亲密举动，所以他还想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他们只是稍稍停了下，根本没转身看他，然后继续往另一边走了。夏树和夏木相视了一眼，也都转身走向了另外一边去。夏明长夫妻皱着眉头，也忙于和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打交道。他们也想要挽回一些面子，更不想因为夏星而让夏家被其他人说三道四，所以都想着去跟其他人多结交，打好点关系才好。夏家一家人都没留在夏星身边，很快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而周围的原本跟他还算有交情的千金小姐们也都躲着他，就跟生怕被他缠上似的。至于那些公子哥们也都笑着偶尔看他一眼，似乎在说着什么笑话。男人的圈子都差不多，而秦瑞也是跟他们在一个圈子玩的，所以知道一直在大家面前装清纯的夏星其实早就被秦瑞睡过这件事，都抱着一丝看热闹的心态。但夏星却并不知道，只以为是今天自己打扮得足够漂亮，吸引到了这些男人的目光。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足够吸引男人的，连自己那么优秀的4个哥哥都会被他调教得服服帖帖，其他男人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他？而他虽然瞧不上这些普通豪门子弟，但也若有若无的冲着他们故意表露，觉得他最容易勾引到男人的一面。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一家人？林寒一直吐槽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还有那个死绿茶，真当人看不出来他想做什么吗？还是我哥好，鉴茶达人。第一次见到夏星的时候就说了他茶里茶气的。林仲摸了摸鼻子，他记得那会儿在一个宴会上，夏星故意在他面前卖弄，一会儿装可爱，一会儿撒娇的，还动不动就哥哥哥哥的，就不能像个正常人。所以他一开始就对夏星没好感。夏优还颇为诧异的看了林仲一眼，是吗？林仲嘿嘿笑了一声，那可不，你哥我火眼金睛。夏优很捧场的夸，9999。夏优因为6番了。林寒给乐得没形象的笑了起来。
而他们这里其乐融融兄妹和谐的画面，也刺得某几个人眼睛发红，愠怒又嫉妒。夏幽余光瞄了一眼夏家所在的方向，才发现他们一家人已经四散分离了，也不像以前一样，不管走在哪里，四兄弟和夏星都是连体婴。他目光微眯了起来，从刚刚夏景舟的反应来看，好像他并不知道思安现在的情况，即便是知道，从他的微表情里，他也看出了思安这个人对夏景舟应该是个特别的存在，不然他不会这么大反应。还有夏树似乎对于陈欢这个名字的反应也比其他人更大。从夏星以前的那2个跟班的话里能得出，不管是陈欢还是思安，以前都跟夏星的哥哥们有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夏星如果是作为害这2个人的罪魁祸首的话，那必然是因为他对夏景舟和夏树的占有欲导致的嫉妒了。那如果夏景舟和夏树如果知道思安和陈欢都是夏星故意害的，他唇角弯了弯，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姐姐，你看这条珠宝好漂亮啊！林寒一脸兴奋，夏幽也看向了林寒珠宝展示柜，确实很漂亮，而且很适合林寒。所以夏幽说，你喜欢吗？林寒只是随着自己心意说，喜欢，不过这次出来我爸妈没给我多少钱，只能看看咯。林寒因为年纪小，而且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抵抗力，所以家里稍微会控制一下。夏幽笑了一下，看向旁边的一位专门负责珠宝展示也配货登记人员，这条项链。夏幽直接掏出了一张卡，刷卡登记一下。工作人员顿时激动不已，好，林小姐您稍等。夏幽补充了一句，送给我妹妹的。工作人员立马看向了林寒，脸都笑开了花，恭喜林小姐，您姐姐真好。林寒愣了一下，不可置信，脸上既有女儿家的娇羞，也有小女孩的惊喜。林仲也没想到夏幽竟然直接给林寒买了，他真怕夏幽自己钱都不够，皱了皱眉，小幽，你也太宠她了。夏幽笑着看向林仲，哥你要不？笑靥如花的夏幽实在是让人毫无招架之力。林仲皱着的眉头立马就被抚平了，还颇为不好意思的笑着说，不用了，我不喜欢这些的。我喜欢，怎么不送我呀？酸溜溜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傲慢里又带着一丝傲娇。而这边应酬中有人主动来找夏明长夫妻，我听说林老太太的病就是林幽小姐治好的，对陆老爷有救命之恩。我这边有几位国外贵族想要认识认识你们亲女儿，也想要得到了一个治病的名额，能不能问问你们林幽到底要怎么样才愿意给人治病啊？这个人一看也是背景不凡，一身的奢侈名牌，而这种人提起林幽的时候没有一点倨傲，反而都是一种谦卑和好奇。这态度和话让夏明长夫妻都愣住了，夏夫人甚至怀疑他问错了，什么？夏明长也愣住了，什么治病？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治病。虽然他们知道夏幽是陆老的救命恩人，但也只以为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一个巧合罢了。就跟电视上演的一样，可能陆老突发什么疾病，刚好遇到夏幽帮了个忙而已。可怎么现在听这个人说起来，夏幽成神医了？那男人皱了皱眉，你们真不知道？他本来以为虽然林幽跟自己亲生父母不亲近，但到底是亲生父母，应该知道他会医术会治病的事情，毕竟这技术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学成的，说不定以前学医的时候亲生爸妈知道呢。感情这亲生父母什么都不知道啊。关于夏幽会医术这件事，圈子里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但越是关系网庞大以及地位越高的就越知道一些。虽然林家并没有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但林家见证夏幽治病的人并不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结合林老太太对待夏幽的态度，所以自然就会有人查到林老太太的病是出自夏幽之手。事实上，如果不是林思义为夏幽拦住，早就有很多医学专家上门来了。毕竟林老太太的病曾经连整个医学界都没办，现在竟然都能活蹦乱跳了，说是医学奇迹也不为过。作为主治医生的夏幽自然颇受关注，只是在林思义的刻意保护之下，夏幽才没有被打扰。你弄错了吧？他还没大学毕业，怎么可能会医的？他又不是医生。夏明长皱眉，夏夫人也点头，就是啊，他才多大，怎么就成你口中的神医了？你不会是来诓我们的吧？那男人轻笑着嘲讽了一声，那看来你们是真不知道了。作为亲生父母，竟然连自己的亲女儿会医都不知道，难怪人家不认你们。夫妻俩现在也明白了，这个男人好像是说真的。看到这个男人要转身走了，夏明长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自己不知道，就好像会立刻丢失眼前的人脉。夏夫人脸色也是变了又变，跟夏明长相视了一眼。夏夫人立刻笑道，开玩笑呢，我们知道他是学过医术，但没想到这么厉害。夏明长也赶紧附和，是啊，我这个女儿跟我们有些误会，关系不是很亲近，但不管怎么样也是亲女儿，我们现在也想解除之前的误会，以后开开心心的一家人过日子。不过
我们也不知道她治病有什么规矩。我女儿性子比较独立，什么都不爱和我们说。夏夫人叹了口气说，他们哪里知道夏优会什么医术，以前也没听说过她学过医呀。而且现在学医不都是上了大学再学的吗？她坐了2年牢，大学也还没毕业，怎么会的？她又不是医生，怎么就会治病，还成神医了？夫妻俩虽然怎么都想不通，但这种时候当然都想长脸，不管真的假的，先应下再说。夏明长也说，不错，不过你想知道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名片，到时候我们帮你问问。这个男人闻言也点了点头，把自己的名片拿了出来，递给夏明长，那就麻烦你们了。如果林幽小姐那边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就是，也希望你们游说一下，只要她能答应，什么都好说。当看到这个男人名片的时候，夏明长神色也震惊了一下，语气也变得比刚刚还要热情。行，没问题，你放心吧，这件事我肯定放在心上。男人也微微笑了一下，有劳了。如果不是林家那边守口如瓶，而且有规矩，据说林幽看病需要先看病历才会决定是否看诊，而且还得排队。如果不是他亲自开口，都要按照规矩来办事。他作为一名贵族中的前客，也只能找林幽的亲生父母来找点近路了。林家那边对林幽的保护十分严密，而他也不敢亲自去找林幽谈。他见过林幽对人和发飙，性格喜怒无常，十分可怕。他自己去找他，直接挨一顿骂，也不想坏了规矩，得不偿失。毕竟对于这个年轻的女神医，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让他足够了解这个人。夏明长捏着那张名片，这可是豪门里所有人都最想得到的人脉资源，著名的贵族前客。当然他本身就是贵族，但作为前客，他比贵族们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我现在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了。夏明长低声说，我们的女儿可能真的会医。夏夫人忍不住说，那也不会这么厉害吧，比那些专家都厉害。即便这样，他还是有些不信，也许是我们对他了解太少了。夏明长沉沉叹了口气，要是早知道。夏夫人眸光也微暗了暗，心里也有了一丝懊悔。有什么早知道？要是早知道，当初怎么说我都会选自己的亲女儿。哪怕现在夏星依然留在他们身边，但他们对夏星已经没了从前那样的亲情。夏之文走到夏锦州身边，勾着唇低声说，大哥好像对思安这个女生格外的敏感。夏锦州沉着眸子没有说话。夏之文笑了一下，哥你也别怪我好奇，毕竟当年我是知道你对思安感兴趣的，但后来思安突然就转学搬家消失了，我也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当初这个叫思安的欺负过夏星，你为了替夏星报仇，应该也对这个叫思安的做过什么吧。夏锦州喝了一口酒，一大口红酒急速的滚下肚，他的冰凉的脸色里也透着一股灼热。是他说思安带着学生霸凌他，还在他的书包里放虫子，所以我……一向沉稳的夏锦州第一次眼里浮现出了一丝懊悔。夏之文想也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后来思安怎么样了？夏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夏锦州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后来思安突然就消失了，也搬家了，我动用了很多手段都没找到他。至于夏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夏锦州低声道，但我知道他或许知道思安现在在哪里。夏之文沉默了片刻，目光看着那故意在镜头面前故意摆弄的夏星，我们是不是为了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夏锦州也看向了远处的夏星，眼神里尽是冷漠。也许本来就是错的，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该去宠爱的人根本不是他。说出这句话的夏锦州也已经完全忘了当初在夏优回到夏家的时候，他曾认为夏优只是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在他眼中夏优连夏星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只有跟他们一起长大被他们宠大的妹妹才是他们的妹妹。他们无法接受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所谓亲妹妹，更担心因为夏优的出现而让夏星离开。毕竟那个时候夏优属于外来者、入侵者，对于这个夺走了他10几年豪门生活的夏星，他一定是想害夏星，想欺负他的。因此他们格外排斥和厌恶夏优，也厌恶他身上的穷酸味。让他为夏星顶罪，对当时的夏锦州来说是他认为十分正确的选择。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觉得一切都错了。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竟然把自己的亲妹妹送进了监狱，而他们护着的夏星却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单纯善良。夏之文深吸了一口气，比起夏锦州，他的心中思绪似乎更加复杂。也许从他出狱那天就不一样了。在两人交谈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旁边传来一阵阵带着夏优名字的聊天低语，他们也停止了聊天，听起了周围人的嘴里的议论。林寒的姐姐莉亚竟然这么宠妹，3000万的珠宝说买就买。什么时候我能有这样的姐姐？这可是今天第一件售出的珠宝呢，据说主办方那边都特地邀请了林优晚宴过后去合影呢。羡慕死了，林寒的运气怎么这么好，能有林优这样的姐姐。
哎，我之前还以为林幽这个人很不好相处呢，没想到还是个宠妹宠哥狂魔。刚刚他还问林仲要不要呢。噗！林仲也是命好，捡了林幽这个妹妹。那是陆少吧？他竟然也来了！哈哈哈！你没听到刚刚那边的人说，陆少也在求恩宠，要林幽给他买珠宝呢？我靠！那厉成你我小厉总呢？小厉总去哪儿了？厉总你快来，你的心选要被人抢走了！听着周围的声音，夏锦州和夏之文眉头也越皱越紧，夏锦州更是捏紧了手里的高脚杯。什么命好，他们可没半毛钱关系。夏欣也听到了周围人对夏优那边的议论声。当听到说夏优花了3000万给林寒买珠宝项链的时候，夏欣整个人都傻了。是林家给他的钱吧？他假装自说自话，拿着养母的血汗钱给别人送礼物，真不当自己是外人啊！什么？拿养母的血汗钱给别人送3000万的礼物？一个女生不可思议的声音忽然在夏欣身边响起。夏欣转头就看到了一个穿着顶奢名牌的年轻女孩，看起来年纪跟她差不多大，此时脸上正透着一股义愤填膺。拿着林阿姨的钱不当钱是吧？女生义愤填膺，我还以为她养女多好呢，原来是个白眼狼。夏欣虽然对这个女生一身的奢品十分嫉妒，但听到她说的话立马接上了。她小声说，是啊，我都看不下去了，林总对她那么好，她真把钱拿来随便挥霍。女生冷哼了一声，抬步就走了过去。夏欣得逞的冷笑，再有钱也还不是被自己当枪使。夏优看着眼前的双手插裤都弯着腰冲着自己卖乖微笑的男人，忽然觉得有点丢人，但因为陆思彻这张被女娲精心捏过的脸蛋，他这模样竟也戳中了在场不少女孩们的心。他们也没想过传闻中一向性格恶劣的陆少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虽然有许多只闻其名没见过其人的，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圈子里让人闻风丧胆的陆少的，此时也都被这个美少年吸引了。夏优看了周围一圈，发现很多摄像头都在拍他们。陆思彻也不在意，因为只要是关于陆思彻的任何照片都会很快在互联网上消失，连存档都找不到。买什么买？我没钱了。夏优拒绝。陆思彻皱眉，你都给他买了，为什么不给我买？夏优，她是我妹妹，你是吗？陆思彻看着夏优，静默了几秒。也可以是。林仲和林寒。不是，彻少平时都这么玩吗？他们没听说过啊。不是说从来没人能在陆思彻面前给他脸色吗？不是说从来没人能在陆思彻面前牛逼得过他吗？不是说不管男女就没陆思彻能给面子的人吗？现在怎么这位嚣张跋扈手段狠辣的大少爷在夏优面前能乖成这样？所以买吗？陆思彻眼睛期待地看着夏优，仿佛势必要得到和林寒一样的待遇。林寒现在可不高兴了，觉得陆思彻就是来跟争宠的。林仲也不高兴，早知道有人来争宠，自己刚刚拒绝什么啊？要是小优真答应买了，那不就剩自己啥也没了吗？陆思彻的眼神让人难以拒绝，就好像满眼里都只有夏优，期待的像个等着大人发糖的小可爱。夏优向来吃软不吃硬的，所以无奈答应。买。无奈的一个字，竟然还让人听出了一丝宠溺，让周围偷偷围观的好几个女孩子都忍不住捂住脸，一脸的姨母笑。哎呀，磕到了磕到了！我就说还是陆少跟林优比较配吧。天，要是我遇到这样的男人，何止买珠宝，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他摘下来。宝贝你醒醒，你不是林优，你遇不到这样的男人，那我就祝他们百年好合吧。呜呜呜！可恶，我还是占我的理由 CP。 现在的年轻女孩几乎都是网上冲浪重症患者，网瘾少女也多，一旦看到漂亮的人和氛围感强的男女，都很容易将美好的幻想投射到他们身上。而夏优和陆思彻，一个美女，一个俊男，又是这样的互动，很容易就会让人想入非非。听到夏优说这个买字，陆思彻嘴角才咧开笑了起来。夏优轻咳了一声，凑近陆思彻耳边小声说，别选太贵，2000万以内。他还要留点钱给干妈买礼物。至于陆思彻，控制下成本，他也不是不能给他买，就当是上回5个亿的报答了。陆思彻唇角的笑意更深，语调尾音上扬，好啊。他眼睛灼灼地盯着夏优，却是笑意溢满了。夏优看到陆思彻这么开心，不禁心道，这么好哄，难道男人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陆思彻当然不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他一个男人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或者说今天之前都不感兴趣，但现在因为夏优说要给他买，他感兴趣了。一道高调的女声却在这个时候突然打断了他们，拿着我林一的钱装阔到处给其他人买东西，你可真好意思。陆思彻微拢了下眉，看向了说话的来人。夏优也看向了这个女生，这女生一眼看上去就是趾高气扬的模样，一头大波浪的卷发，一看就是精心造型过的，妆容也比起女明星都还要精致，身上的礼服也是应季的最新款高定。比起 Z 市的这一派千金小姐，
整个人的气场和金钱味都要上一个档次。夏优的印象里没见过这个女生，但听她说的话，好像跟干妈认识，而且还有点多管闲事。林寒疑惑地跟林仲说：“哥，这不是谢灵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林仲摇头，不知道，但看起来好像情况不太妙。周围其他的人也都小声的议论：“谢灵是京城谢家那位千金吧？据说是红三代，我也听说过，他爷爷好像是将军。谢灵偶尔会参加一些综艺和节目，出场费高的不得了，就连一些影视剧有他参演的，过审都特别容易。所以他虽然不是什么当红明星，曝光度也不大，但地位其实跟娱乐圈其他人是远远不一样的，这才是真豪门啊！谢灵可以说是娱乐圈的珍珠，因为其不一般的身家背景，所以从来没有黑料，也从来没有任何绯闻，也没有对家敢搞他，地位也是其他女星所远远不能比的。所以所有明星和导演们、制片人等对谢灵都是巴结的份。现在看到谢灵和林有起冲突，大家也都抱着点吃瓜的心态，但这种场合可不是菜市场，大家吃瓜也只能偷偷的吃，一边在旁边应付着摄影师拍照应酬，一边偷偷的往这边看。所以宴会场内其实看起来一片热闹祥和，流光溢彩，到处都是帅哥美女、豪门先生和贵夫人。陆思彻目光凉凉的看向谢灵，眉心也轻灵了凛。谢灵刚刚根本没注意到陆思彻，因为刚刚陆思彻是侧背对着他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陆思彻也在这里。而现在他当然一眼就看到了陆思彻，整个人在呆愣了一下之后，眼里也浮现出了惊喜。是彻哥哥吗？谢灵已经很久没见过陆思彻了，他印象里上次见到他还是10多岁的时候，但少年时的陆思彻跟这个时候其实模样长相变化并不大，而他的这张脸谢灵见了就不可能会忘，所以才一眼将陆思彻认了出来，眼里也是惊喜不已。他就是因为听说了陆思彻在自缢室，所以才会特地往这边跑，只是一直没机会见到他，没想到今天竟然就这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陆思彻神色清淡，并没有什么反应，反而是夏优好奇问了句：“你熟人？”刚刚林寒已经悄悄跟他说了谢灵的身份，谢家跟林家也是世交，所以谢灵自然也跟林思义关系还算不错，当然是谢灵单方面的认为不错。林寒说林思义对谢灵也就是当普通朋友的女儿一样对待，并没有多喜欢她，但也不讨厌。以前的林思义对小孩子什么的都不太喜欢，所以知道林思义认了夏优当女儿的时候，其实林仲他们也是比较震惊的。他们都以为姑妈不喜欢孩子，而且又是不婚主义，没想到竟然会认一个干女儿。陆思彻摇头，不熟，人是认识的，但确实不熟。谢灵瞪了夏优一眼，然后继续看向陆思彻，一脸的不甘心：“彻哥哥，你忘了我吗？以前在大院的时候，我经常找你玩的。”陆思彻往夏优身边走了小半步，皱着眉：“别乱喊，谁是你哥哥？我们只是认识而已，又不是很熟，别弄得好像很熟的样子。”少年时期他确实见过这个女生，是爷爷一个同僚的孙女，小时候他们一帮人都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所以认识。但陆思彻一直都是跟男生玩，而且他比较特立独行，喜欢玩的东西也跟女孩子搭不上边，还觉得女生碍事。从小他就根本不喜欢跟大院的女生玩。这个谢灵他有印象，他经常在他玩的正高兴的时候来扫兴，所以他不喜欢谢灵，甚至可以说有点烦。谢灵看着陆思彻，恍然了半晌，委屈的抿了抿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彻哥哥还跟以前一样，每次看到他都这副嫌弃的样子？他以前还总以为彻哥哥是因为对他有意思，所以才会故意欺负他，不是说男孩子青春期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才会故意这样爱答不理的吗？可都这么久了，他怎么还这样呢？夏优看了看陆思彻，又看了看谢灵：“你前女友？”陆思彻脸瞬间黑了下来：“你前女友？”夏优神经。林仲林寒他俩干啥呢？这么嫌弃谢灵吗？陆思彻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小声说：“小时候邻居，每次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故意跑去我家告状，害得我回去就被我爸妈打了一顿，看到他就烦。”夏优严重怀疑陆思彻的女人缘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难道仅仅是靠这张脸吗？谢灵顿时看向夏优的目光里更多了一丝嫉妒，他扬了一下下巴，开始找夏优的麻烦：“你就是我林一收养的女儿林优吧？”夏优咧嘴一笑：“是啊，我是我干妈的女儿。”夏优这么笑起来的时候，就跟天真纯善的小女孩似的，让好多摄影师都忍不住对着这个时候的夏优咔咔猛拍。谢灵有些嫉妒夏优的脸，怎么皮肤这么好，这么近都看不到什么毛孔，肯定是做了医美。哼，以前听说她过得可穷了，现在被林一收养，还真是什么都来了。知道你是林一收养的女儿，你不用炫耀。谢灵说话俨然一股大小姐做派，就你能被林一收养，是你走了狗屎运。别以为你是林一收养的女儿，你就能随心所欲的花林一的钱了，那可是林一的血汗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拿林姨的钱在这儿装什么呢？谢灵的身份在哪里？平时不管对谁说话都根本不用客气，所以自然对夏优也没留半点情面。林寒往前走了一步，想要为夏优说话，却被夏优伸手拦住。夏优正要说话，陆思彻已经先开口：谢小姐家住太平洋吗？还是太平洋小警察？管得还挺宽。夏优倒也不必当嘴替。谢灵委屈地说：我在跟他说话，你护着他做什么？而且我说的又没错。他指着夏优，他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就是为了大手大脚花林姨的钱。你看得下去，我可看不下去。这钱是他的吗？拿着林姨的钱还给这个买给那个买呢？我看不下去，我就是要说。夏优声音带着凉意，就算我花的是我干妈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自作什么多情？要不我给我干妈打个视频电话，问问我干妈怎么说。对于谢灵这种多管闲事的人，夏优可没看出他是纯粹的好心。如果是纯粹的决定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并不会用这种激烈又刻薄的言辞。这不就是在故意贬低他而抬高自己吗？甚至不顾事实，只拿着这件事过来大喊大叫，自负而傲慢。也难怪陆思彻烦他。谢灵冷冷道：好啊，我正好告诉林姨，让她看看自己这个养女什么德行。在他眼里，林思义就是个十分独立的女性，怎么可能会容许自己的钱被这么乱花？况且还是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以前他都没听说过什么养女，这突然冒出来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夏优笑了一下，拿起手机直接打开了视频电话给在国外的林思义。对谢灵这样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夏优根本懒得去反驳和解释，不如直接让干妈跟他面谈有效。视频电话几乎是瞬间就接通了，那边出现了林思义妆容精致美丽的脸。我的宝贝，怎么了？是不是想干妈了？还是干妈给你的3个亿买珠宝不够用？不够再给你转2个亿？好家伙，林思义的话一出来，在场所有人心态都炸了。3个亿，林总随随便便给女儿就是3个亿来买珠宝，不够还能继续给？他们怎么就没这么好的妈啊？林总还缺女儿吗？而且平日里一向雷厉风行的霸道女总，竟然会笑得这么一脸不住钱的样子，简直是离谱。在场就没人见过现在林思义满脸笑容的模样。心态最炸的就是夏星了，他也悄悄跟了过来，只不过躲在了人群里面。而林思义的声音又中气十足，所以他也听到了。听到这句话，嫉妒的牙齿都要咬碎了。林思义竟然给他3个亿买珠宝，同样都是养母，为什么自己的养母就没提过给他钱买珠宝的事？今天看到其他千金小姐们买珠宝，把他眼红的要死，现在听到林思义的话更是难受。夏优凭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养母？他这种贱人就该死在牢里。同样脸色难看的还有谢灵。夏优也笑道：不缺，您给我的钱我还没花你。林思义不高兴了：你干嘛不花？给干妈省着干嘛？干妈的钱不靠你来花，靠谁来花？在场的其他人呜呜，阿姨，其实我也可以帮你花呀。林姨，是我是玲玲。谢灵也出现在了镜头里，给林思义打了个招呼。谢灵在林思义面前表现的比刚刚要乖巧得多，表现的好像也跟林思义很熟一样。好久不见了呀，林姨。林思义原本脸上灿烂的笑容也一下消失了。啊，你呀，玲玲是吧？怎么了？差别对待太明显，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林思义对待夏优和谢灵的区别。就这种区别，那人家林优花钱也是应该的。人家干妈都没说什么，谢灵跑出来说什么？虽然在场没人敢说谢灵，但心里却都嘀咕了起来。谢灵皱着眉说：阿姨，林优也太会花钱了吧？虽然钱是您给他花的，但他花钱是去人情去了，买的珠宝给这个送给那个送，这有点过分了吧？这不是拿您的钱做顺水人情吗？林思义愣了一下，然后镜头里看向夏优。谢灵眼中得意，林姨肯定是不高兴了。宝贝，你都送谁了？我这儿怎么没看到你的花钱记录呢？林思义虽然拿了3个亿给夏优，但毕竟钱的卡是绑了他手机的，所以每一笔花销其实他都能收得到消息。他根本没看到闺女买东西的记录啊。林寒主动承认，送我了，姑妈。还有我。这个声音让林思义看向说话的人。林思义傻眼了，然后笑了起来。阿彻也有份啊。陆思彻扬了扬唇，不过我的还没选好呢。林思义看了看陆思彻，又看了看夏优。难道现在是阿彻和闺女关系更胜一筹了？而这时候又一道声音响了起来，还有我。林思义看到走过来的男人，震惊道：历程。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向了历程。他手里端着红酒杯缓缓走来，看了一眼陆思彻，然后目光落在了夏优身上，温柔微笑：不介意也送我吗？夏优当他冤大头。
陆思彻脸也沉了下来。你没钱？厉成唇角轻扯。你能要，我为什么不能要？陆思彻冷笑。你能跟我比？厉成平静开口，有什么不能？这样的修罗场让林仲和林寒俩人都不敢出声了，在场的人也大气不敢出。谢灵也没想到厉成也来了，而且看起来也是冲着林幽来的，脸色也一时更为阴郁。厉成和彻哥都跟他是什么关系？他该不会是同时勾引了厉成和彻哥哥吧？夏幽皱眉，但林思义已经打起了圆场。好好，都买。他脸上的笑都有些挡不住了。果然啊，他就说厉成看他闺女的眼神不单纯嘛。夏幽目光从厉成身上收回来，这才说，不过我没花干妈给的钱。林思义啊？夏幽笑，我有点小钱，所以暂时没花您的。林思义也没多问什么，只无奈说了句，好吧，但是你钱不够，一定记得干妈这儿还有呢。好。夏幽笑了笑，然后跟林思义寒暄了2句后挂断了视频电话。周围的人有点小钱，几千万的珠宝随便买还叫有点小钱啊？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人家林幽根本就没花林总的钱，人家是花自己的钱。夏幽挂断手机，笑盈盈的看向谢灵。现在谢大小姐满意了？谢灵的神色有点尴尬，他还能说自己不满意吗？但他是真不满意啊，打个视频电话还打了自己的脸，有什么可满意的？但还是冷冷的对夏幽说，林姨愿意给你钱花是林姨大方，你花钱大手大脚就是白眼狼。夏幽上下打量了一下谢灵，你是不是耳背？谢灵立刻反应过来，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夏幽好笑，我需要跟你证明吗？再说我就是花林姨的钱又怎么样？你这么嫉妒你报警吧。嘲讽度拉满的一句话让谢灵脸色也顿时难看得不得了，他也确实不能怎么样，那钱又不是他的，他也只能逼逼几句。而且他还告诉了林姨，林姨的态度也根本不在乎。林幽的这句话显得他就跟个小丑似的。我哪里有嫉妒？他羞愤地回怼了一句，但也找不到话来反驳夏幽了，最后只能冷冷说句，真不要脸。夏幽挑眉，是比不过谢大小姐的2皮脸，连别人的钱怎么花都要管。谢灵气死你！他目光看向了陆思彻，彻哥哥，你看到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厉成眉梢轻动了一下，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看好戏的意味。陆思彻一脸不爽，都说了我跟你不熟，老周叫我烦不烦？厉成勾唇，是吗？可我记得谢灵不是跟你很熟吗？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陆思彻面无表情，声音冰冷，造谣。夏幽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故意学着谢灵的语气，彻哥哥，你看吧，我是什么样的人？这阴阳怪气的。所有人都沉默了，沉默又忍不住发笑，所以一个个都憋着笑意，尤其是林仲兄妹，他们第一次发现夏幽有时候骂人骂得脏，不一定要骂脏话，原来这种阴阳怪气也能骂得这么脏。陆思彻一张俊脸顿时更黑了。谢灵厌恶地看向夏幽，你是不是有病？夏幽现在不想在这个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所以眼神看了一眼林仲跟林寒，然后转身往另一边的珠宝站台走去。林寒和林仲自然都立刻跟在了夏幽身边，跟着他一起走了。不过林仲走的时候回头皱着眉看了谢灵一眼，谢小姐还是少多管闲事的好。谢灵和林家兄妹当然也认识，不是那么熟罢了。看到他们兄妹像跟班一样跟在林幽身边，还为他说话，一下更不爽了。我看你们兄妹俩才是自降身价，自甘堕落，竟然跟这种人混在一起，我都替你们俩丢人。夏幽蹙眉，眼中也泛起了一丝凉意。林仲脸色冰冷，林寒一脸骄傲的朗声挑衅，那你给我买3000万的珠宝呗，我俩就不需要你来替我们丢人了，跟你说话我们才丢人呢。我林幽姐姐肤白貌美，人美心善，有钱又大方，又不像你哪儿都比不上我夏幽姐姐，还要指指点点的，丢人死了。最后一句话说完，林寒还补刀的一脸嫌弃。林仲脸上的冷意散去，舒服了。林寒跟夏幽认识这么久了，别的本事没学到多少，但对人的本事还是多少学到点的。说完之后还故意看了一眼夏幽，一副求夸夸的表情。夏幽眉眼也浮现出一丝笑意，非常从善如流的夸了句厉害。林寒得意了，嘿嘿，贴夏幽身边更近了点。既然林寒对了谢灵，夏幽也就不说话了，继续往前面的站台走去。谢灵愤怒地盯着林家兄妹，胸膛都被气得剧烈起伏，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有几分扭曲。毕竟一向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讨好的大小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买珠宝？买什么珠宝？3000万他还不如自己买。什么肤白貌美的富婆，林幽这种养女也配和他这种名门之后比？他看向了陆思彻和厉成，仿佛想要他们说点什么。陆思彻却是冷睨了一眼谢灵，我看你才有病。说完这句话就跟上了去另一边的夏幽。谢灵气得跺脚，
彻哥哥。厉成没说什么，只是凉凉的看了谢灵一眼。谢灵叫住厉成，不可置信道：厉成，就连你也向着他？他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厉成往前缓缓迈走的步子停了下来，他神情淡冷，即便隔一副眼镜，也能让人感觉得到他眼中的凉薄。刚刚林仲不是说了吗？谢大小姐，还是少管闲事的好。平静的没有情绪的声音，却让谢灵的眼底也浮现出了一丝忌惮。谢灵怕厉成，虽然他也怕陆思彻，但比起陆思彻，他更害怕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厉成。因为小时候陆思彻帮过他，所以即便他怕陆思彻，也对他有着小时候英雄救美的滤镜。可厉成却根本让人看不透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而且他看似好像对谁都一样绅士礼貌，可分明是对谁都十分冷漠。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连厉成也要帮他说话。一个养女而已，又不是真的是林姨的女儿。现在就连厉成也往那边走过去了。他看了一眼周围，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各自忙各自的，似乎没人注意到他吃瘪，他脸色才稍稍好看了点。他目光扫周围的时候，看到了夏星，立刻冲着夏星趾高气扬地喊了一声：你过来。对于谢灵来说，就几乎不会有人的背景比他更厚，所以对夏星这样的女生，他才不会放下身段。夏星皱了皱眉，但还是朝着他走了过去。他直起背脊，想要不输谢灵。有事吗？他略带不满地问。刚刚不是你说你看不下去了吗？你刚刚怎么不说话？谢灵冷冷道。夏星，他脑子一转，我不敢，他会骂我的。谢灵冷笑，他骂你你就怕了？夏星低声说，她是我养父母的亲女儿，我之前希望她能回来认亲，可是她怎么都不愿意，觉得林家更有钱，连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都不认了。因为这件事，她对我有成见。听到夏星说的话，谢灵对夏优的厌恶感更甚了。果然是个嫌贫爱富的贱人。夏星也极恨地看向了夏优所在的方向。夏优此时正在看展出的珠宝。陆思彻虽然跟了过来，但却并没有跟在夏优身边。他好像听谁说过，女孩子挑选东西的时候要给她自由的空间，所以他所以的靠在旁边的立住，目光随着夏优的位置移动。此时厉成的身影也走了过来，他没说话，端起手里的红酒抿了一口。陆思彻知道厉成就在旁边，但谁也没对谁说话。认识谁都看得出来，两个人身边的气场是相斥的，好像谁也容不下谁。真是罕见，陆少竟然会对一个女生卖乖讨巧。厉成从容的话打破了二人之间本就微妙的平衡。陆思彻声线冰凉，关你屁事。厉成的面色看不出什么波动，好像并没有被掀起什么情绪。他抬手扶了下鼻梁上的镜架，说话嘴巴还是放干净点好。陆思彻懒懒纤眸，如果你离他远点，我倒是能满足你的愿望。显然厉成对陆思彻这样疯子一样的行为并不想理会。陆思彻这个人从来就是这样，离经叛道，只要是他要的东西，就像狼盯上了肉一样，别人多看一眼都会被他咬一口。所以有时候他觉得陆思彻就是疯狗，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条疯狗能让那么多人对他唯命是从。厉成和陆思彻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从来不好。就在这个时候，陆思彻忽然接了个电话。接完这个电话后，他远远地看了夏优一眼，然后才转身离开了。但走的时候，陆思彻拿着手机好像在打什么字。夏优正在给林思义选礼物，忽然感觉到身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这才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陆思彻，突然有点事，我先走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看了消息后，夏优才看了一眼刚刚陆思彻离开的方向，正好看到他的背影。这家伙还挺有礼貌。夏优转身继续挑选了起来，他看中了一条手链，气质很衬干妈。姐姐，这条手链好看。林寒也忍不住说道，好贵气，我刚刚好像看到哪个明星戴了，好多人都在拍这条手链。林仲作为一个直男，不是很能欣赏，所以就跟着自己的妹妹说，好看。反正他俩看上的他也只能说好看，不然岂不是扫兴。厉成远远看着夏优挑选珠宝，然后命人招来一个主办方的人。厉总，有什么事您说。厉成看着夏优的方向，林优小姐看上的珠宝都记我账上。他停了一下，如果有男士的珠宝就记在陆思彻的账上。主办方的人愣了一下，啊，记您账上没问题，但是陆少。厉成嘴角浅浅弯了弯，你放心，你去找他要钱，他会给的。主办方还以为是他们商量好的，所以也不疑有他，点了点头，是，我明白了，我这就吩咐下去。厉成淡淡了一声，还有，暂时先不要让他知道。明白了。工作人员这哪还有不明白的？厉总肯定是想偷偷为林优小姐买单啊，办了这么多届晚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剧情啊，真是令人激动。厉成微笑，
目光再次落回了夏优的身上，眼里也涌动着一丝不明的情绪。夏优知道有一道视线若有若无的在自己身上，那道视线虽然温和，但却有着一种浓浓的让人难以察觉的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好像背负了一层迷雾，让人根本看不清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他也知道那个人是谁，只是不带恶意的眼神，他向来不会怎么在意。而他跟厉成这个人也算不上太熟悉，交集也不多，所以他也不明白厉成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厉成哥，厉成皱了下眉，回过头就看到了不知何时出现在旁边的夏星。夏星一脸羞怯的模样，甜甜的笑，厉成哥，我能要个你的联系方式吗？我好久之前就想要了，不过都不好意思。夏星的这个笑容在家里练习过好多遍，就是为了下次遇到厉成的时候用的。在秦瑞退婚之前，他就已经决定要把厉成搞到手了，但没想到那个废物竟然先退婚了，还背刺了他。不管厉成知不知道这件事，他都要把厉成搞到手。只要他能和厉成在一起，他就不用怕夏家了，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夏家赶出去了。厉成眼底泛起一丝冷意，收起你的表演，我不喜欢。没什么起伏的话，却莫名让夏星浑身都爬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寒意。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说话都哆嗦。我没有，我只是想。厉成根本没有继续听他说话，迈着步子往前直接离开了。夏星还想往前，却被人拦下，正是厉成随身携带的助手兼秘书。不好意思，他公事公办地说。夏星委屈地咬着下唇，眼睛泛红，死死地盯着厉成的背影。谢灵嘲讽的声音响起，你以为厉成能看得上你？别做梦了。厉成这样的人，他挑了下眉，怕是谁都看不上呢。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看向了夏优那边，一股愤怒又爬了起来。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能让彻哥哥和厉成都对他另眼相待。被嘲讽了的夏星，一张脸被气得更红了。他紧紧咬牙，在谢灵没注意的时候，恨恨地瞪了谢灵一眼。他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出身好点吗？竟然这么对他说话，还嘲讽他。于是夏星故意说，我四个哥哥要是知道，才不会让我受这样的委屈。你四个哥哥？谢灵来了点兴趣。夏星眼里藏不住的炫耀，是啊，我四个哥哥，大哥夏景洲是我们上合集团的总裁，二哥夏之文。谢灵一脸不屑，切，上合集团啊，那你们家财产可真不够分的。夏星傻住了，面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一直引以为傲拿来当资本的四个哥哥，他怎么能不放在眼里？哦，对了，你还是假千金是吧？是个养女。那他们四个真倒霉啊。谢灵晦气地看了一眼夏星，然后才转身走了。像她这种身份的小姐，当然不会跟夏星这样的人为伍，毕竟跟什么玩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她可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 low。夏星敢怒不敢言，只是紧紧捏紧了自己的手，做好的美甲都几乎嵌进了血肉里。因为夏优在宴会上开始买珠宝的行为，也吸引了其他的血千金名媛们走向了珠宝站台挑选了起来。而此时明星们这边也迎来了一位新贵，恒天娱乐宫的老总江澄。在江澄出现的时候，聚光灯也打向了他，许多顶流明星们都走了上去打招呼，跟这位新进娱乐圈的造神者热络一下。据说这位江总在几个月前收购下了一家快要倒闭的娱乐公司，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盘活了这家公司，并完成了第一轮融资，而且用自己独有的手段挖走了不少其他公司的骨干成员。这几个月内，但凡是签约了他们公司的人，发展都好得离谱，甚至还签约下了南朝电竞俱乐部以及破风战队的前成员。只要这位江总决定捧谁，谁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当前的顶流。有人说这个人是个天才，眼光毒辣，投资一绝，而且总能把握到风口，吃上第一口肉。即便才短短几个月，可也已经宛如把整个行业内的这些大佬们军训了一遍似的。一个看起来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却是这么手段了得。有人说他是为背后的老板做事，也有人说这公司就是他的，江澄是隐藏的富二代。但只有一小部分对曾经国际商界的一些新闻了解的人知道，这个叫江澄的男人，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在整个世界闻名，后来却突然消失，如人间蒸发了一般。有人说他是触犯律法去坐牢了，也有人说他隐姓埋名，还有人说他改头换面了，也有人说他得罪了一些大佬被暗杀了。可如今他再次出现在商界，就说明了他的能力和他这个人都还在。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再出现在华国 Z 市，而且进军的竟然还是娱乐圈。今天晚上参加宴会的好几个明星都是恒天娱乐的，当然也包括林优。据说林优也是签约的恒天娱乐，只不过大小姐来娱乐圈都是当玩票的，大家并不怎么关注。可跟林大小姐在一家公司，也就侧面说明了恒天娱乐是能得到林氏的支持的。因此恒天娱乐比起其他娱乐公司现在在圈子里的地位，就跟雨后的春笋瞬间拔了起来。
更何况江澄年轻又帅气，当然也成为了免费的流量宣传。夏星已经和本来的经纪公司解约了，由于夏星的负面舆论经纪公司处理不了，而夏星又总是冲着经纪公司发脾气，所以经纪公司压力之下直接跟夏星解约。夏星解约之后就一直想跳槽到恒天娱乐，看到江澄出现也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接近江澄。那位就是江总啊，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是啊，娱乐公司里最年轻的高管了吧？什么高管？他应该就是恒天娱乐的老板，除了他我就没见过其他更高的领导了。不可能，江总开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过他也是拿工资的。啊，那恒天娱乐的老板是谁？竟然能把江澄这样的人拿下。我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好像在杂志上见过江总，是世界顶级的商业杂志。周围的议论声让夏优也看向了被簇拥在人群里江澄。正好江澄也看了过来，发现夏优在看他，故意冲着夏优眨了一下眼睛。夏优嘴角牵动了一下，就转过了头，继续听着林涵嘴里说的话。关注江澄的人当然发现了江澄的这个 wink， 但却不知道江澄到底是对谁 wink 的。顺着江澄眨眼的方向看到的也有好些人呢，也不知道是跟谁打招呼。姐姐，那是恒天娱乐的江澄，好像就是你签约的那家公司。林涵问了句。夏优点头，是啊。怎么，你也想去？林涵摇头，我对娱乐圈可不感兴趣。不过姐姐，你那部电影好像要上映了，我已经通知下去，让所有姐妹包场了。说到夏优拍的电影，林涵才激动了起来。夏优也笑了笑，指着刚刚选好的手链，冲着专门为她配备的销售说，这条手链也帮我备一条吧。好的，林小姐。选完东西之后，夏优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厉成，刚好厉成此时在跟人谈事。可在夏优看向他的时候，他却立刻有感应似的回头对上了夏优的视线，而后举起手里的酒杯，风度翩翩地冲着夏优扬了扬唇，眉宇间都是令人如沐春风舒适。夏优也礼貌性地笑了一下，但厉成的目光却没有立刻收回去，而是继续在夏优的身上多停留了片刻。在跟厉成谈话的老总笑呵呵地说，厉总跟林小姐的关系好像很不错。厉成只是淡淡笑了笑，有过几次交集。老总也只是意味深长，厉总啊，我听说年轻人的感情啊，好像就讲究个什么直线球，要是太慢了就会被人抢了。厉成嘴角挂着的弧度虽然没有消失，但却已经感觉不到半点笑意。原本开玩笑说着话的这位老总也忽然闭了嘴，尴尬的笑了一下，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厉成看向他，微微一笑，您说的不错。王总也立马陪着笑，不敢再乱说话了。稍微跟厉成有过合作的人都知道，厉成看起来好说话，但其实如果踩到了他的雷区，下场也是会很惨的。至于夏家那边，在这样的场合里已经开始有点无人问津了。四个哥哥也脱离了夏星，他们也不再是连体婴儿，也不再有以前那样的话题度。后来夏明长夫妻又尝试想要去夏优说话，但夏优身边往来的都是身份更加高贵的人，而这些人都十分客气的在跟夏优说打招呼，或者聊聊以后能不能有什么合作，也有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跟夏优介绍起自己的儿子的，导致夏明长夫妻也不好过去，只能远远看着。虽然现在的整个宴会看似平静，但却因为刚刚夏家和谢林的插曲，几乎大部分人都心不在焉的时不时拿起手机看朋友圈里有没有衍生八卦，然后再跟身边的人小声的交头接耳。在晚宴快结束的时候，夏优独自提前准备离开。林仲兄妹被他们的其他朋友叫去玩了，他们本来非要拉着夏优也去，但夏优不是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所以就拒绝了。按照干妈的要求，他跟几个林家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和交情比较好的人打了个招呼，也就没什么事。接下来也没他什么事，所以也准备打道回府。而他的离宴也让主办方的人一路相送，特地派了保镖将他送到专车前。在他走到专车前的时候，往旁边看了一眼，正好看到厉成也走了出来。在他出来的时候，身后也跟着4、5个的保镖。他看向了夏优，礼貌地点了下头。夏优也打了个招呼。当夏优准备上车的时候，林小姐，厉成忽然叫住了夏优。夏优知道这里没别人，所以他疑惑地看了眼厉成。厉成微黝黑的眸子里泛着清浅的笑意，买到喜欢的珠宝了吗？夏优点头，买到了。虽然没给自己买，但送人的都选好了。此时的夏优并不知道自己的所选的珠宝都已经挂在了厉成的账上，工作人员并没有告诉他，而也因为他先出示过自己的卡，所以他以为只是反应慢点或者花钱更迟一些罢了。听到夏优的回答，厉成嘴角的弧度也深了深。那有时间聊聊吗？夏优歪了下脑袋看着厉成，可那双眼睛除了平静的温和之外，根本看不出别的什么情绪。那副眼镜像是为他笼上了一层迷雾，连那黝黑的瞳孔都像是隐藏在迷雾背后，如月光清淡，凉薄又朦胧。夏优没第一时间回应，而是反问，有事吗？主要他俩之间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交集，
所以他才会好奇疑问。我听说林小姐会治病。厉成轻声说。夏优拢了下眉，看了他一会儿，正准备说话，却被夏木的声音打断。夏优，你等等！听到这声音，夏优脸色就变了。厉成也注意到了夏优脸色这明显的变化，好像只要他见到夏家的人，整个人就直接会变成攻击模式。也不只是夏家的人，只要是他讨厌的人，他从不吝于表现在脸上，甚至是嘴巴上。夏优看向朝他跑过来的夏木，没说话。夏木没想到厉成也在这里，看了一眼厉成，然后当他这个人不存在。他看着夏优，嘴里嗫嚅了好久好久，才说出几个字：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好。夏木是背着其他3个哥哥偷偷来找夏优的，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想要做第一个跟夏优关系好起来的人。明明夏优才是自己的亲妹妹，只要他道歉了，夏优就会原谅自己吧。哥哥他们拉不下脸来道歉，他不一样，毕竟他也不是最过分的那个人啊。夏优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滚。夏木皱眉，妹妹。夏优打断他的话，住嘴，别乱攀亲戚。我很高贵，你不配。夏木沉默住，脸色也有些难看。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不该那样做，让你难堪，我真的知道错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那样。他沉声解释。夏优还是第一次从夏家兄弟身上看到道歉服软的姿态。只可惜，狗咬了你一口，然后来冲着你摇尾巴，你就真的会原谅他吗？或许有的人会，但对于夏优这种人来说，只会一脚给他踹死。厉成全程保持沉默，没说话也没插嘴，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夏欣是养妹，跟我们始终不是一家人，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夏优看了厉成一眼，你的人借我用用。厉成秒会意，眼神示意了一下自己身后的保镖，4个牛高马大的保镖立刻上前夏木给架走了。你们干嘛？放开！夏木怒吼着，但他却根本挣脱不掉，一会儿夏优耳边就亲近了。夏优轻叹了一声，不借你的人用的话，我真担心我现场给他开瓢。厉成勾唇，你想给夏家每个人开瓢？夏优意外地看向厉成，这你也知道？他也确实是想的，每次看到那一家人的恶心嘴脸，他就真想给他们一个个脑袋开瓢，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的脑浆。厉成挑眉，我视力不错，言下之意我看得出来，不过我很好奇。厉成看向夏木刚刚离开的方向，如果他真心实意给你道歉，你会接受吗？说实话，夏优并不知道厉成知道自己的事情多少，只知道自己和夏家从媒体披露出来的事，还是知道自己坐牢的事情。如果他知道自己坐牢的话，问的这个话多少有点在试探自己是不是圣母了。咬过人的狗始终都是咬人的狗，改不了本性。之所以向你摇尾，那是因为看到了你手里有吃的。夏优语气平静冷漠，而这话却让厉成的眼底深了深，眼神更为深邃地看向夏优，微微扬了扬唇，轻声说，你说的对。以厉成的能力，查到夏优坐过2年牢不算难，只不过让他真正觉得奇怪和好奇的是，他坐牢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为他留下任何黑历史和记录，他的一些信息似乎也在被什么机构保密着。在外人的眼中，夏优消失了2年，没人知道他这2年去做什么了。夏家不敢说，压下了这件事。夏优出狱后，不知怎么成为了林思义的干女儿，并且让整个林家对他尊敬有加，而夏优又和夏家如此针锋相对，可想而知，2年前夏优坐牢必定是另有隐情。再看到夏家4兄弟护着夏欣那模样，那么2年前夏优坐牢的缘由也可想而知。原来夏家压下夏优坐牢的消息，并非是为了保护夏优，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养女儿夏欣。荒诞之极！厉成自认见过豪门不少肮脏事，可如此离谱的却是第一次见。但看眼前能说出这番话的模样，他便知道他根本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们。但厉成是聪明人，有的事情只要对方不说，他便不会主动提起，也不会主动开口，他只会问当前的事。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吗？夏优唇角浅弯了弯，当然。5分钟后，静谧的夜色街道，夏优和厉成2个人并肩徐徐散步，而在他们身后，厉成的保镖也在一定的距离外不远不近的跟着，刚好是能让夏优觉得舒适的一种距离。我想见你已经很久了。厉成的声音率先响起。夏优，这样啊，你是有什么病吗？他是真心发问，因为厉成先前已经问过他是不是会医术，现在又怎么说，很难不让他怀疑厉成是不是有什么病需要他治疗。厉成对夏优的脑回路似乎已经有些习以为常，唇边也泛起了淡淡的笑意。你是医生，这话应该问你才对。他声音如山间泉水划过夏优的耳朵，清灵动听，潺潺如许。夏优站在原地，看着厉成对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从他的眼口鼻到他的下三路，并直接抓起了他的手臂，拔起了脉。而历程一切都配合着他，没有反抗躲避一下。夏优皱了下眉，除了肝火有点重，没别的毛病。少熬夜，少喝点咖啡，饮食作息规律点，不然伤肝脾胃。夏优把手放下，历程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倒是不少，有轻微胃病、脾胃虚、火重，肝功能也有点轻微的问题，但都是不是什么大病。不注重养生的年轻人里，差不多都有这些问题。林仲和林寒更是重度患者，但历程可能因为长期锻炼的缘故，所以还不是很严重。对于这种小毛病，夏优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通常也不算做出诊，所以他也没要什么报酬。历程神色微微动容了几分，还真是神医。他语气噙着几分揶揄。夏优笑而不语。过了片刻，他们继续走了几步，他才说：“说吧，还有什么事？”历程眸光微闪。上次，夏优，历程，陆思彻找过我。夏优问是找你做什么？关我什么事吗？历程眸色微垂，他不准我跟你说话，也不准我接近你，否则就会对我做什么。历程的语气低沉，让夏优听了竟然会升起一丝怜惜感来。对你做什么？虽然但是好奇战胜了理智。历程，我也不知道，但他这个人我从小认识，虽然我跟他不太熟悉，但我知道，但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他要让为之付出代价的人都。夏优沉默了片刻，虽然说历程的这个样子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诧异感，但他觉得历程也没有撒谎，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撒谎，而且陆思彻的确做得出这种事的人。可是这又关他什么事？这应该是他们俩人之间的事情吧。他看着夏优，目光柔和，眼里似有无尽星光。我只会想提醒你，陆思彻这个人就像是狼，又凶又恶，占有欲和报复心极重。你如果和他关系走近了的话，就多注意一下，当心他会做出什么来。而且他向来神出鬼没，多年才出现一次，也许你现在见到他，可也许你下一次再见到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历程的声音平静的娓娓道来，听起来也没带任何个人情绪，只是在陈述着一个事实。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也是看你跟他走得有些近，有点担心。他说着忽然顿了一下，然后淡淡笑道，不过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但是历程目光灼灼地看着夏优，我并不希望你受到什么伤害。夏优神色微微动了一下，他微微笑了笑，抬手想要摸摸夏优的头，似乎又觉得这个动作不太礼貌，又克制地将手放了下来。你还是个小姑娘，他轻声说，隐约带着一丝叹息。夏优的目光也落在历程抬起又放下去的手上。夏优是个聪明人，虽然他在感情方面反应会迟钝点，但他还是能看出一些东西来，而他却是个没心没肺，在这方面从不上心的人，因为他看惯了生老病死，对人这种生物界定的也比较分明，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死人，越是这样，他对基于人的情感就越理智而淡薄，所以他几乎不会有自己的情感的袒露。当然，眼前的事和综上所述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情感十分稳定，还没有任何波动的点。历程，夏优忽然开口。历程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夏优，你也老大不小了。虽然没说话，但历程的眉心却轻拢了起来。夏优狐疑，你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吧？历程轻笑了起来。对于夏优的直线球，好他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话，历程的反应看起来也都习以为常，甚至是自然。他没有回答夏优的话，只是笑着说，其实我看起来也挺年轻的，不是吗？在别人说出来算是自恋的一句话，在历程嘴里说出来却只是一个事实，而且让人觉得他只是在说一句实话而已。确实，历程只是看起来成熟稳重点，但如果只是看脸的话，跟那些神颜小鲜肉区别也不大。夏优自认自己也不是什么正常人，他的行事作风向来有点区别于其他人，倒不是他特立独行，而是他天生就这样，所以小时候在家里也没少挨打，除了挨打之外，更多的是被家族里的那些老家伙们拿来试药。一毒一家，他们会治病，自然也会下毒，所以他们收拾晚辈的办法很多时候都是下药，要么扎针。但好像这个世界里的人不少都能跟他这个不正常的人十分和谐，而且共平，包括眼前的历程，似乎每次对他所说的话都能用一种包容而且平等尊重的方式来跟他对话。陆思彻不一样，陆思彻会跟他一起发癫，而他们两个人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像是野蛮肆意生长的王，一个像是王庭长大的绅士贵族，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也难怪会互相看不顺眼。而对于历程这句话里的别有用意，夏优也只是挑了下眉梢，没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有辆车停在了不远处，车里的人探了一下头，
棕色的大波浪卷发从车窗里飘逸地飞了几缕出来，冲着夏优的方向招了招手。我朋友来接我了。夏优说。历程没阻拦，只是有些可惜，原本还打算送你回家。夏优直接往车子的方向走了过去，头也不回地冲着历程挥了挥手，我走了。不过快要走到车子的时候，他才停下脚步。如果你只是对我有好感的话，那很正常，人总是会对自己好奇或者好看的异性产生好感。如果你是有别的想法的话，他扬起唇，不好意思啊，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如果是换做别的人，夏优不会说得这么明白，但这是个难缠的人，夏优觉得自己还是说清楚比较好。身后的人并没有说话，但夏优能感觉都到那一道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身上。夏优继续往前走，走到副驾驶位，开门上了车。在他上车后，车子便迅速驶离了这里。好半晌后，历程的神色才渐渐沉了下来。身后的保镖们并没有近前，他摘下了眼镜，取出一张纸巾，轻轻擦拭着镜片。没有眼镜的遮挡，是那一双侵略性极强的双眸，如同不见底的寒潭，泛着幽幽的光。唇角浅浅弯起，优雅的口吻却吐露出一股渗人的寒意。原来不喜欢这样的吗？此时的历程已经截然不是平时夏优所见到的历程，宛如古老的世纪贵族身上却流动着嗜血的残忍。他是谁？雪娜往后视镜看了一眼，历程，某集团总裁，富恩代。夏优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一下。雪娜，你在跟他谈？夏优，谈什么？雪娜，谈恋爱。夏优，我跟他没关系。雪娜放心的点头，我看你对他也没兴趣。雪娜继续说，这种男人最好别招惹，你要是实在是饿了，我带你去找男模。虽然是垃圾食品，但垃圾食品有垃圾食品的美味，而且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还可以换着吃。夏优，他有说自己饿了吗？但雪娜说的也有道理，垃圾食品虽然垃圾，但确实美味，换做男人也是一个意思。雪娜皱着漂亮的眉毛，要我说，你就该学学林怡，找个床伴在身边，听话还能帮忙做事，能干又能干。夏优不知说什么，只能说一句牛逼，以表自己对雪娜的佩服。雪娜又接了句，算了，咱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夏优，丧人都是这么个思维模式吗？夏优觉得雪娜是真想跟他过日子，他俩也确实在过日子。要不是他知道他和雪娜俩人都是性取向正常的人，他还真觉得雪娜就跟他那如花似玉藏在家里的高冷小媳妇儿似的。林优啊，性别别卡太死，他最近是在进修心理学吗？忽然雪娜的车被一辆黑色的轿车别停，雪娜脸色有些难看，什么品种的傻逼也敢别老娘的车。夏优却没心输地领了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对面的轿车里已经下来了3个人，径直朝着他们的车而来。雪娜正要下车理论，却被夏优按住了手。夏优沉声道，跑。雪娜反应很快，当即手就摸上了方向盘，油门一踩，打死方向盘，直接倒车调转方向离开。那3个人见状，脸色也是一变，往前追了2步，然后迅速跑回车上。紧接着黑色轿车飞快地朝着夏优他们的车辆追去。雪娜一边开车一边往后看，什么人？是来找你寻仇的？夏优看着身后的那辆车，脑海里闪过刚刚下车那3个人的形态特征，还有他们的小动作，不知道，也说不定是来找你的。夏优皱眉，那3个人身上明显有着不属于我们华国人的特征，虽然是同肤色种族，可你没发现他们的体态跟国人截然不同吗？而且他们有摸身裤腰的和后方的习惯，应该是常年习惯摸自己趁手的武器，这是个可能遇到危险时下意识的动作。他不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可明显来者不善。雪娜，我可没有这种仇家。他一边说一边看了眼后视镜，皱眉，怎么咬得这么紧？夏优往外看了眼，往人少的地方开。雪娜点头，方向盘直接开往了另一个方向，而后面那辆车依然在死死跟着，而且越是跟越近，摆明了是要死咬着他们不放。等到了一处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夏优才吩咐停车。雪娜一言把车停下，而后面的车也立刻跟了过来。夏优打开车门，从车上下去。雪娜也想下去，却被夏优眼神制止。雪娜这才停下往下迈的腿，然后缩了回去。此时那辆车的人也下来了。夏优靠在车身，直接开口，扬了下脑袋，哥们儿，找谁啊？走过来的3个男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有种身经百战的彪悍。你是不是药师？其中一个男人冷声质问。还是说那个女人才是？夏优立刻明白，这是从黑市上找上自己的，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境外的势力。虽然黑市本身就有层层加密系统以及对个人 IP 的保护，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有的人的确有这个本事能破解层层加密。抽丝剥茧，
然后找到他。只是看来只能找到他的位置，但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夏优勾唇，你猜？他们三个人冷冷看着他，随后三人相视一眼，根本懒得跟夏优废话，直接就朝着他直接走了过来，准备将他直接拿下。三人的速度很快，而在他们过来的一瞬间，夏优的瞳孔也蓦地凛了起来。在他们动手时，夏优迅速躲闪开，并以极快的速度绕过他们，从身后发起攻击。他一记后旋踢狠狠砸向其中一个男人的胸口，紧接着单手屈指反扣另一个男人的脖颈。明明不大的力气，却因为用的巧劲，四两拨千斤，让那个男人节节后退。机械性窒息的死亡感让男人的面部不断抽搐，可身体却还是坚持在反抗。夏优冷笑一声，手心银针顺出，他手腕反转，一枚银针直接扎进了这个男人的穴位之中。当银针刺入，仿如肉眼可见的有一股力量直冲他的体内，经脉和血液的流动都有片刻的凝滞，连带着他整个人都像是木偶，忽然整个人都断了一下，紧接着整个人瞬间倒地。雪娜十分兴奋地看着夏优动手，一瞬间她仿佛又想起了当初在监狱里的时候见到夏优收拾那些人的样子。她见到夏优动手的情况并不多，她很少真正展示自己的身手，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她自己独特的本领来降服别人，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的夏优的身手其实也是一流。但也正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夏优根本不靠身手而服众，反而对夏优更有种近乎于对神的膜拜。虽然知道夏优是用的他独门绝技银针刺穴来制服的对方，但直到现在雪娜都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理。这从医学科学上来说根本没法解释。虽然夏优阐述过给他听，可他还是不理解。即便从中医的角度，也绝对达不到他的水准。要知道，夏优的程度几乎可以说能够用一枚银针完全来主宰一个人的精神乃至肉体，这简直是超人类了。夏优告诉他说，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还是生老病死，只要他的身体和精神能够强到一定地步，他都能做到真正的主宰，真正的医死人生白骨。世间万物都具有能量，而他所习的医术能够让医者本身具备控制以及增强这种能量的能力，以此来达到让病人获得生的能量，并且使之能量进行交换。他觉得夏优的医术像玄学，但他说万物的尽头就是玄学吗？当然，夏优还说这一切都要以药理和医理为基础，只有了解人体，了解药对人体的作用，才能去操控它。所以雪娜之所以愿意跟在夏优身边，除了监狱内发生的事，更因为他对夏优的好奇，想好好研究研究他。如果有一天夏优死了，那他一定会拼命要到夏优的尸体。在雪娜脑海里闪过这些思绪的时候，眼前夏优已经放倒了两个人。另一个男人见夏优并不好惹，立刻从屁股后面摸出了一把枪，直接对准了夏优扣动扳机。砰！啊！雪娜尖叫了一声，子弹击碎了雪娜探透出来的玻璃窗。男人沉声怒道，识相的乖乖跟我走，否则跟我走的就是你的尸体了。夏优目光从雪娜身上收了回来，当他看向眼前的男人的时候，那眼中明显比刚刚冷了好几度，甚至眼底已经闪过了一丝杀机。是谁让你们来的？你只有一次机会。那男人冷笑，不好意思，收钱办事，我们只管把你带到老板身边去。他说着就直接朝着夏优的膝盖开了一枪，可这枪却打了空。当他反应过来夏优已经躲开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已经被一枚银针刺入，他的面部顿时开始抽搐，恶狠狠地盯着夏优，并用尽力气再次举起手枪对准了夏优。但这种攻击速度对他来说已经根本没有了威胁。他欺身上前，一拳直接砸向了男人的胸口的位置，胸骨碎裂的声音和力量直穿脏腑，整个人也不断往后倒退。当夏优准备补刀的时候，一枚子弹从他身后破空惹来，直接打穿了眼前男人的喉咙。当眼前的人倒地，夏优才看向身后，只见一辆黑色的大吉普就停在他的不远处。刚刚开枪的人就站在车边，昂首挺直的站立，目光锐利而漠然地盯着夏优。就算穿着一身便服，也能在这个人身上看出一股炙视的味道。夏优看了一眼他收起来的手枪，然后看向了吉普车。这个人只是下属，真正的人物在车上。就算没有跟对方直接面对面，但夏优能明显感觉到车上那个人盯着自己犀利如鹰隼般的视线。在夏优正疑惑这是什么人的时候，吉普车上又下来两个身量修长的男人。看那架势，夏优立马露出乖巧的笑，并举起了双手。雪娜迷惑脸，警惕地看着对方。半个小时后，Z 是某临时办公室。您好。
对面的男人客气地跟夏优打招呼。夏优目光扫了他一眼，这声音他听过，不是之前给他打过电话然后被他直接挂断了的那个声音吗？当时他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太偏执内，一听就会是个麻烦的人，所以他直接挂断了，也没再继续跟他们联系。当然对方也没有继续联系他。现在他们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眼前的男人年纪看起来也不大，30多岁左右，却是一身老干部气息。他双手合十坐在对面，目光定定地看着夏优。我朋友呢？夏优问。他是被强行带过来的，对方根本没征询他的同意，强制的请他过来。他看得出来，这一批人跟之前那批人不一样，也不是穷凶极恶之人，也不是对他有恶意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反抗，也没有反抗的必要。他还是看得出来什么样的人是能做掉，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做掉的。你放心，你的朋友我们已经送他回家了。男人认真的回答，他还提醒我们早点让你回去，否则他会找我们麻烦的。显然他说这句话并没有故意嘲讽的语气，只是在告诉夏优这件事而已，并且对雪娜的话还表示了几分对夏优有这样的朋友的一种赞许。听到这话，夏优就放心了，这确实是雪娜能说出来的话，因为他说话是不考虑后果的，做事也不会考虑后果，所以他并不会害怕对方是什么人。你们不是第一次找我了。夏优眯了眯眼睛，沈寒打量着眼前的女孩，很年轻也很漂亮，不，准确的来说并不是通俗的漂亮，而是她身上有种自内而散发出来的漂亮，就好像一块上好的玉，由内而外都是晶莹剔透的，没有一点瑕疵。可明明这么年轻，她的身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老辣。沈寒接触过这么多人的里，只有见到国外的一些少年杀手或者某些天才少年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相似的气质。而这个女孩子带给他的惊喜是一次又一次的，也是让他一次次意想不到的。原本因为那个家伙的警告，他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是最后他还是不想放过这样一个也许可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样的人只是留在民间，岂不是太屈才了？不错，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但似乎你并不想和我们交流，所以今天就只有稍稍冒犯了。他说话很礼貌也很客气，但也不卑不亢，让人觉得即便今天是冒犯了一点，但也是无伤大雅。既然对方也很直白，夏优也就不兜圈子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想要什么？沈寒看着夏优片刻，在这个女孩的眼里，只有对一切事物百无聊赖的从容，以及面对一切随遇而安的镇定。好像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惊起这个女生的一丝波澜，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但又比死水更加危险，仿佛则一潭死水不知在何时就会泛起惊涛骇浪。夏优没答话，继续等着他说。沈寒也从善如流，一开始我们只是在查一名叫做药师的黑市卖家，我们查到这个人的制药水平远远在世界任何一家制药集团之上，药效更是世界独一份，并且这些药物的原料药材明显是出自中医系，说明这个人必定是我华国人。他看着夏优娓娓道来，会制药，那么就一定会医。所以一开始我们把目标都放在国内近些年的医学天才和中医系的人才身上，但是很遗憾，我们排除了所有人，都没有我们想要找的这一名药师。最后我们通过技术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了 Z 市。他停顿了一下，解释，虽然黑市的层层 IP 加密足以拦住世界上 99% 的黑客，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方式。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方式是什么，而夏优也不用多问，他知道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是有自己的独特门路和方法，让自己能获得一些消息和线索。这些方法是秘密，也可能是见不得光的，但能有这种方式就已经足以说明对方背景的深厚和强大。虽然这个世界比起自己从前的世界稍稍落后一些，但那也只是整体而言，个体和少数人的先进是可以超前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如果出现了更强的能破解黑市隐藏 IP 以及自己的假 IP 的黑客，他也并不意外。但我们也只能锁定你在 Z 市这边区域，却并不能锁定你个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我从另一个系统部门的同僚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盯着夏优，2年前有个18岁的女孩子因故意伤人罪而入狱，而她被关押的监狱恰好是华国最特殊的监狱，因为这所监狱里还有着一座狱中狱，那里看押着最值钱的特殊罪犯。沈寒微微勾唇，有少年天才经济罪犯，也有学术界的新星，有声名赫赫玩转黑白的律师，也有着堪称天才的危险暴力犯人。这些人罪不致死，量刑不高，但却被世界瞩目，且被无数的人等待着出狱招揽。沈寒目光定定地盯着夏优，而你却在监狱里收服了这群人，并且成为了这所监狱的狱医，唯一一个能够自由活动的犯人，并且拿到了最上层的特殊待遇，将你的黑历史抹去，再不存在于你的履历之中。在这件事里，夏优属于特殊人群，特别人办特别事，所以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说明上层的人十分看重他，而且对他有特殊的照顾。那边的上层跟自己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沈寒并不能得到完整的信息。而后来我打听到了你为林家老太太治病的事情，以及在为陆老爷子看病的事实。沈寒笑了笑，你说这世上是如果所有巧合的事情都凑到了一起，那么它是不是就是必然呢？把药师和夏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诡异的制造出远超越当今医学水平的药物，并且能在临床得到相当准确的反馈。另一个则是有着现在中西医都无法企及的独门医术，并且能够治好现在医学界毫无办法的罕见疾病。这二者就算不是同一个人，都让人无法将二者断开联系。不过后来你还让我们有了一个惊喜。沈寒面带着微笑，对眼前的夏优越发有着一丝欣赏。夏优挑了下眉，我有一位同僚，让我帮忙问问林小姐，是否有成为一名王牌狙击手的兴趣。他话里噙起笑意。听到沈寒的话，夏优就已经明白了，他在靶场的表现也被这些人掌握了。不过他曾经听林寒他们说过，有的靶场背后会有军方关注，但他们显然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说的时候是带着夸张的语气的。靶场有枪械，除了手枪、步枪，还有狙击枪。在禁枪的华国，靶场内能有这些枪械，以及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开设俱乐部，背后跟军方有点关联，也是再正常不过。手枪以及步枪就算了，普通人玩票最多也就是步枪。枪械爱好者和射击爱好者，按理来说最多也就在靶场拿个步枪玩玩，但更具专业性的狙击枪出现在靶场里就有点过分了。正常人其实是根本不会去碰这个玩意儿的，那所需要的专业性就不是普通人能玩的。放个狙击枪在那里，不就跟钓鱼打窝一样吗？靶场不可能钓鱼，钓个狙击手对他们又没什么好处，那就只能是帮人钓鱼了。如果不是天才的话，培养一个具有天分的狙击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成本，要是能直接钓一个，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了。见夏优不说话，沈寒继续说，手这么稳，而且还能用全自动手枪打出100发100中的命中率，林小姐确实是个人才。他的话是真诚的夸奖，脸上也噙着淡淡笑意，满是欣赏。夏优微笑，就是一点爱好，他确实对什么都有一点天分，只要是他稍微爱好点的项目，基本都能轻而易举的达到顶峰。沈寒看着他，那么林小姐对制药也是爱好吗？虽然是礼貌的询问，但却给人一种无形的破人气场，像是有一股力量从前方朝着夏优缓缓压来，目光里有试探也有审视。夏优淡淡笑了一下，算是吧。虽然我会治病也会治点药，但任何医学生的都能做到吧。我就是喜欢看医书，所以自学了中医，这我承认，但你说的什么药师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听过这个名字。夏优不知道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目的，查他黑市上的药和身份就意味着会是个不小的麻烦。他可以暴露自己会医术的事情，可一旦暴露自己就是在黑市上的药师，那性质可能就不同了。从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能看出来，世界上找药师的人不少，黑白两道都有。一旦对方拿他药师的身份做文章，万一他拿个国家法律来阴自己，那自己岂不是又要去吃牢饭了？沈寒对于夏优不承认自己药师的身份也不意外，他也很聪明，没有继续跟夏优纠结这个身份的问题，而是直接说林小姐的医术出神入化，就这么被隐没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不是太屈才了？夏优笑而不语。沈寒，林小姐制的药现在也只是在黑市上限量贩售，所能得到的也只是金钱，不知道林小姐是否还有更想要的、更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夏优面上依然笑，心里却是暗骂老狐狸，这是想故意套他的话，让他承认自己就是黑市上的制药人。如果他一旦回答了后面那个问题，那么他也就无形中跳进了是这个男人挖的坑。我们学医的不讲究功成名就，只要偶尔能治个病救个人就行了。至于您说的什么远大抱负，您问错人了吧？夏优回答的一脸真诚。沈寒微微拢了下眉，不知道为什么，这话从眼前这个女孩嘴里说出来，总感觉怪怪的。他好像听说过他治病的报酬可不低呀，是不讲究功成名就，讲究报酬是吧？即便你不是药师，以你的能力也足以得到更好的资源和平台，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比你的祖国更强有力的后台了。林同学你觉得呢？沈寒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值得被瞩目的，只要你能够加入我们，那么你将得到最强有力的保护，也将会得到广阔的资源和环境。夏优没说话，而他似乎是知道夏优在想什么，继续补充说，你不用多做什么事情，也不用将你的独门医术交出来，我们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更会用尽最顶尖的资源保护好你。不过有一个条件。夏优眉梢轻微挑了一下。沈寒看着他，沉声道，在需要你时，希望你能出手相助。沈寒的这番话说实话是有点出乎夏优的意料的。
他以为他们找他是有别的什么目的的，至少不是现在这样温和的条件。他原以为可能会是怀璧其罪，又或许他们想利用自己。可从沈寒的话里却并没有那种强硬而令人不适的招揽，听起来反而更像是自己占便宜。只是他很清楚，这便宜可不是白占的。沈寒能确定眼前的女孩就是药师，哪怕他不承认。只不过他不承认的话，那么在明面上他和那些药没有一点关系，他们也没办法去询问跟进。但这不重要在，只要他这个人在就行。所以你的意思是想招揽我成为国家的人？夏幽反问，假装自己不是很懂。沈寒笑了一下，林同学是聪明人，我想我的话已经十分有诚意了。对了，今天袭击林同学的那几个人，除了我们击毙的劫匪之外，另外2个一死一伤，都是林同学做的吧？夏幽，我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沈寒，当然算。不过我们从这2个人的身体里检查出了2枚头发丝粗细的银针，能将失真术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救人杀人于一念之间，恐怕在当今世上，林同学应该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吧？从林小姐到林同学，现在沈寒显然说话的语气也显得更加熟悉了一些，无形之间在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夏幽淡笑，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沈寒从善如流，顺着夏幽的说，也许还有控真更厉害的人呢，但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世界恐怕再找不出第2个人来。在2个人谈话间，忽然门板被人轰的一声一脚踹倒。夏幽听到声音也看向了门口。沈寒看到门口的来人的时候，脸色也变了。站在门口的男人眼神阴郁发冷，目光从看到夏幽的第一眼就直直地落在他身上。也只有当看到他时，那阴郁发冷的目光才渐渐变得温和了一些。沈寒一下站了起来，路后面的话都还没说完呢，门口的男人已经大步流星地迈了进来。高大的身形所带来的气场远不同于平时的他，仿佛他每一步走来时都如同踏着山岳而来，庞然的气势令人见之生畏。甚至在他走进来时还未看清他的面容，只是一个身影就让人有种肃然起敬的畏惧。在确定夏幽没什么事之后，他目光才冷冷看向了沈寒，跟他交涉，直接开口，你想做什么？低沉的声音带着明目张胆的威胁和质问。沈寒轻咳了一声，那个陆，他话到嘴边忽然看了一眼夏幽，似乎在确认现场还有一个外人，所以并没有喊出他的身份，而是改了个口，陆少，你放心，我是充分尊重对方的想法的。陆思彻冷笑，半路上把人给劫走了，这叫尊重。他知道夏幽半路上被军方的人劫走后立刻就赶了过来，他知道这帮人是多想要找到他，也知道那些家伙看到这样的人就个狗见到了骨头似的，简直恨不得一口叼走。他们这帮人的套路他最清楚，表面上不强迫纯自愿，其实方方面面都在想办法扑对方为他们做事，哪怕对方拒绝了，他们也不会死心。沈寒被揭了短，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这可不能说是我拐的，说起来还是我们帮了他一个大忙呢。夏幽眸子微眯了一下，显然沈寒的职位并不低，但在眼前这个陆思彻面前似乎声音都不敢太大。要么陆思彻的身份地位在沈寒之上，要么纯粹是因为陆思彻这个家伙不好惹，所以这个男人直接避其锋芒，根本不跟他起正面冲突。而且看起来他们好像很熟。听到沈寒的话，陆思彻皱了下眉，目光也询问性的看向了夏幽。夏幽点了下头，确实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即便他们不出现，他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处理那些人确实个大麻烦。这是法治社会，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即便是处理掉杀手也会有后续麻烦，除非他带了溶尸水在身上。以前他到时候偶尔会带，但来到这个世界他还没配置这种药水带在身边的习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还是个小透明，还不足以吸引世界杀手的火力，不像在前世的世界里总有刁民想害他。陆思彻微微皱眉，看了一眼沈寒之后，目光回到夏幽身上，你们说完了吗？虽然是在问夏幽的，但其实是在问沈寒。沈寒笑了笑，这哪有那么快说完，我们还没好好聊聊呢。夏幽挑眉，唇角也噙起了笑意，不过却是看向了陆思彻。原本还一脸冷面煞神的陆思彻，在察觉到夏幽噙着笑看他的眼神的时候，冷面也差点有些绷不住了。他掩了一下面，眼神警告性的盯了夏幽一眼，但面上却是冷着脸，沉声道，行，那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聊。说完，陆思彻还真就当场在沈寒原本的位置上坐下了。偏偏沈寒还赶不走他，而沈寒的下属们也是面面相觑，但沈寒都没说什么，他们当然更不敢做什么。从陆思彻能进入这个地方就已经说明了，对于他这些人都是有着忌惮的，并且他本身应该是有权限能进入，否则这种隐秘而有着层层军事化管理并且有着严格把关的地方，陆思彻根本进不来。夏幽记得很清楚，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经历过多少重关卡，
夏优现在倒是越来越好奇，陆思彻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了。他曾经猜测过，陆思彻跟军方有关系。这个不难猜，陆思彻的身体就不是个养尊处优的身体，枪伤居多，并且很多都是陈年旧伤，以及他那极力掩藏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只有军人身上才有的那种特质，即便是穿上西装，也掩盖不住那股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匪气。而且，虽然陆思彻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是近乎暴徒一样的存在，可夏优却从没见过他做出过出格的事情。他处理事情有自己的一套手腕，是有底线的。加上陆老爷子的身份是退下来的国之将军，再加上他们口中所说陆思彻经常失踪，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多年没见过他，所以他很早就已经猜测到了陆思彻可能跟军方有关系，并且他怀疑厉成和顾廷峰其实都猜到陆思彻跟军方是有关系的，但他们都从未提起过，也没猜测过关于陆思彻这些年的去向，说明哪怕他们之间有矛盾，甚至有仇，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并不知道陆思彻和军方有关系，而是有其他的怀疑。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对于对方身份这种事，他们都保持了起码的尊重。沈寒见自己的位置被占了，倒也没说什么，就站在了陆思彻的旁边，继续跟夏优谈了起来。林同学，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是很有诚意的，也非常的需要你。沈寒的每个字都很认真，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到他的诚意。他也丝毫没因为陆思彻的在场而放弃自己的目的。虽然对这位陆少他是带有敬畏的，但却并不会因为他而忘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哪怕知道这个号称活阎王的男人不好惹，也依然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而陆思彻也没有因为沈寒没有改变而恼羞成怒，只是平静等待着。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属于他们的默契，那是一种源于信仰所赋予他们的默契。夏优没有回答，也没说话。在他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才说，我年纪轻轻的，其实也挺忙的。他的这个委婉的话其实已经替他给出了答案，但沈寒却还是不死心，目光也沉了下来。可现在有陆思彻在这里，沈寒也不想显得自己过于压力，所以他也只是轻叹了一口气，没关系，忙点好，年轻人就是要多拼搏。他刚说完这句话，身边的男人就已经突然站了起来。陆思彻淡淡道，既然你们聊完了，那我能带他离开了吧。沈寒面色略显犹豫，但最后还是笑着好奇问了句，当然了，不过我有点好奇，陆少你和林小姐是什么关系？他问的时候，目光在陆思彻和夏优之间游移。在找到夏优之前，他这边就已经收到过陆的提醒，让他们最好放弃，不要去打扰他。虽然话说的不好听，但他能听得出来是那意思。事实上在军部，没有人会驳陆的面子，但军部有多个系统，有的系统直属上面管辖，恰好沈寒所属的系统就是如此。陆思彻皱眉，正思考怎么回答。夏优已经提前帮陆思彻说了爸爸和儿子的关系。沈寒，不是这小妹妹胆儿就在这么大呢？陆思彻脸色也沉了下来，薄唇冷抿，但也没反驳。而他这不解释也不反驳的状态，更让沈寒纳闷和诧异了。这爷这都不生气，转性了？这换做别人，谁敢啊？这不是老虎嘴上拔毛吗？但一看陆思彻还真没生气，可以说一点怒容都没有。夏优说完也站了起来，准备走人了。陆思彻看向夏优，话却是对沈寒说的，那就麻烦沈主任送我们出去了。沈寒眼神示意了一下，手下立刻往前带路送人。夏优和陆思彻相视了一眼，然后往前走了出去。陆思彻在夏优身后离开。不过在夏优率先走出去了之后，沈寒却忽然叫了一声陆少。陆思彻脚步稍稍顿了一下，而此时夏优已经走了一段距离，并不能听见他们的说话。你也该是时候回去了吧。沈寒此时对陆思彻说话的语气比起刚刚敬意更重了些。刚刚的沈寒到底还是有几分克制自己对待陆思彻的态度的，现在仿佛才应该是他面对陆思彻真正该有的样子。陆思彻眼帘微垂，压着几许深沉，这件事应该就不劳烦沈主任操心了。说完这句话之后，陆思彻才继续走了出去，往前迈步离开。看着陆思彻离开的背影，沈寒也皱了皱眉。这个人，他们还真是纵容啊。换做别人，那是连他的1%的待遇恐怕都无法得到。但谁让人家有这个实力和资本呢？上面的一帮老家伙尤其看重这个人，要是他真的不回去了，或者出了点什么事，那可是要拼命的。他思维跳跃到林优身上，在林优身上他看到了和那个男人身上相似的一种东西，那是同一种人身上才会流露出的相似之处。只是林优这种人也似乎和他一样难以驯服。夏优被人带到门口的时候，刚好陆思彻已经走了上来。陆思彻看了一眼送他们出来的人，他们眼神交汇，那人自然而然的就低下了头，往后退了下去，似乎他眼神并不敢跟陆思彻正面交锋。而且夏优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几分对陆思彻的崇敬。
这倒是有意思，他明明不是陆思彻的人，却对陆思彻有着崇拜，而且那明显是一种慕于强者的眼神。夏优往后看了一眼，他们刚刚所在的秘密基地现在看起来就跟普通的房子没什么区别，很难看出这里面竟然隐藏着一个被军工科技所覆盖的领域。事实上他进来的时候是被蒙着眼睛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只能根据车子动的方向判断出大概位置。现在出来能睁着眼睛，估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陆思彻。基地在郊区，四周荒无人烟，只有马路上停了一辆陆思彻常开低调又奢华的迈巴赫。夏优左右看了一眼，好像在思考怎么不坐陆思彻的车回家去。倒不是矫情，而是人家还没开口，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坐别人的车回家。他不太喜欢去主动欠别人的人情。有时候夏优不拘小节，但在有的时候夏优还是有点内向的。但显然陆思彻看出了夏优这点小心思，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就上手把夏优单手抱了起来。夏优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悬空了。陆思彻的臂力十分有力量，就这么单手抱起他都轻松的跟提鸡崽子似的。而夏优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陆思彻身体所蕴含的真正的力量。在这种状态下，仅仅凭借身体的话，以他的身手，他竟然毫无反抗之力。这就像是就算你有一身再高的本事，但当你身体被受制的时候，你身体所具备的所有能力都将被压制。被全身捆缚住禁锢的人又怎么能跟人正面交锋？当然，他如果动用除了身体之外的能力，还是有反抗的能力的。只是陆思彻明显是来帮他的，而且他们本身关系也还算不错，所以他也并没有对陆思彻动手的想法。他正准备说话，人已经被陆思彻给塞进副驾驶了，并被关在了里面。夏优皱眉，不过也没说什么。砰！主驾的车门也被关上了。陆思彻脚下油门一踩，车子就已经发动了。想跑哪儿去？陆思彻的语气冰冷，还有几分傲娇劲儿的愠怒。夏优自然而然地系上了安全带。现在这个人这么了解他了吗？陆思彻冷哼了一声，开始兴师问罪。老子亲自来接你，你还想跑是吧？每个字都跟吃了火药一样，喷出来的都是火药味。陆思彻余光瞥了一眼夏优，见夏优坐姿乖巧地坐在副驾驶，视线平视着前方。这乖乖的样子让陆思彻火气都瞬间消了一大半。他什么时候见过夏优乖巧啊？这跟故意在撩拨他有什么区别？夏优其实是在想，陆思彻是怎么知道他想做什么？他什么时候这么了解他了？他倒不是真想溜，而是这种状况下，他被人半路截了过来，然后又被陆思彻带走。要是还主动要求让陆思彻送自己回家的话，岂不是有点太丢人了？他又冷哼了一声。你以为你自己一个人走得掉？夏优扬了一下眉，似乎在询问。陆思彻的语调比刚刚放下来不少，冷冷道：你应该看的，查出来这种地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绝密，要是你独自一个人离开，还没走两步就会被他们重新带回来，蒙上眼睛再亲自送走。多的话陆思彻没说，但他知道夏优能懂。夏优看了一眼陆思彻，那你就不担心吗？既然他们这么担心这个基地会被暴露，那么陆思彻也应该一样才对。他这样带自己走，那么自己就肯定能记得这条路，也知道基地的位置。他这样做，难道就不怕不担心吗？夏优曾经看过这片区域的地图，在隐藏自己 IP 的时候也查过附近所有定位，他根本没看到过这片区域有个基地，说明这个地方是屏蔽了卫星的。这样的地方应该在国内不止一个，或者说在全世界都有无数个。陆思彻皱眉淡淡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夏优笑问：身份不一样？陆思彻握住方向盘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拐了个弯，平静地说：我相信你。夏优原本脸上的笑渐渐变得柔和，容色也稍愣了愣，看着陆思彻的侧脸，他的脸上只是认真的平静，也是很寻常的说着这话，没有丝毫的伪装。夏优勾唇：那他们相信你吗？陆思彻淡淡道：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语气里的带着的几分让人并不讨厌的傲慢。他瞥了一眼夏优，看他只是神色平静地看着前方，反问：你没有话要问我吗？夏优唇角咧了咧，问你做什么？能说的话自然会说，不能说的话你自然不会说，而且我也没那么大的好奇心。夏优的话让陆思彻的目光也越发的柔和，声音都温柔了许多，嘴角扬着，油嘴滑舌，听起来明明应该是贬义的4个字，却是每个字都能听出一丝宠溺来。夏优也是没想到自己有被人说油嘴滑舌的一天，这是形容自己吗？他自认自己应该怎么都跟这4个字沾不上边吧。但陆思彻这种人说话向来都没什么道理可言，他也懒得去争论，佛系了。他们应该跟你说了不少，包括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吧。陆思彻忽然缓缓说了起来。夏优点头，陆思彻皱眉，什么跟我说话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
他就不爱夏优对自己说话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或者冷冷淡淡的样子。而他在夏优面前更是个藏不住情绪的人，所以想来想表达什么，就会直接在他面前表现出来。夏优想起他之前上网冲浪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形容人往往比较聪明，会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的一个网络用词——高需求宝宝。忽然觉得陆思彻这人跟这几个字挺对应的上。夏优反问：“那我这不就多了一个字？”陆思彻略显不满，但还是说：“也不是不行。”夏优没忍住弯了弯嘴角，抬手掩了掩嘴边的笑意。陆思彻在他面前的高需求的样子，和在别人面前那副冷面煞神的模样，有种让他觉得莫名好笑的反差萌。而这种反差也让他对陆思彻这个人怎么都反感不起来。陆思彻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口吻，才又继续沉声说了起来：“不管他们对你说了什么，一切的决定全都在于你自己。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一切，无需因为别人的话而改变你的初衷。你是自由的。”他每个字都沉着有力，也似乎拥有抚平一切波澜、平静人心的力量，如缓缓掠过海上的风，将那翻涌的汹涌波涛一点一点抚平，让大海重归于平静。这时候的陆思彻和平时的他又仿佛是矛盾的。夏优看向身边陆思彻的侧颜，直视着前方的目光锐利而平静。平时的他如波涛汹涌的海浪，不断翻涌，充斥着摧毁一切的力量。可现在的他却是沉静的可怕，将那能摧毁一切的源头也悄然沉于底下。夏优自然也想起了上一次陆思彻忽然对自己说的想通的一番话，他忽地笑了一下，眼里也闪烁了几分未有过的情绪。当然，我一直都是自由的。他知道陆思彻是在告诉自己，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该被任何人左右，他也不必被任何道德或者任何形式绑架。他永远是自由的，他做什么决定都以自己的意志为主。他想，陆思彻早就知道了这些人会来找他，会邀请他的加入，也会做出今天的事情，所以他其实暗中也提醒过他，所以才会对他说这番话。看似桀骜不羁的男人，心底却是藏着如针发般细腻的心思。陆思彻嘴角这才牵了起来，只要是你的选择，我都会帮你。那你呢？夏优问。陆思彻微愣，我什么？夏优问他，你的选择是什么？陆思彻面色凝了凝，目光沉静地看着前方，片刻没说话。夏优笑着说，我就随便问问，你也可以不回答。只是陆思彻说起了夏优的选择，他就顺口这么一问。好半晌后，陆思彻才缓缓开口，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意志，是我从小时候见得到他如一颗闪耀的星光，自世界冉冉升起时就伴随而起的信念。虽然陆思彻并没有说他是谁，可夏优却能从他的声音读出来那深入骨髓、被印刻进灵魂里的信仰和忠诚。一旦认定，陆思彻目光看向了夏优，深邃的眼底透着一股灼灼烈火，毕生忠诚。当夏优抬眸时，陆思彻的视线也刚好移开，唇角噙着笑意看着前方。他忽然想起历程曾经说过，陆思彻就像是一条凶狠的狼狗，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别人看一眼，他都会扑上去不要命的撕咬。可除此之外，他还具备另一个狼狗的特质，忠诚而认主，而且是认死的那种。夏优嘴里故意嘀咕了一声，那还挺像狗的。陆思彻嘴角噙着的笑意顿时也不那么明媚了，半晌过后嘟囔了句，狗就狗。他认了。夏优笑了一下，看向窗外。虽然陆思彻并没有透露沈寒的身份，也没有说关于自己的事情，但实际上两人都心知肚明，以夏优的脑子估计也猜了个8、9不离10。不管是你的医术还是你的药，现在都成为了很多人的目标。不过他们你不用的担心，他们不会害你，只是烦人了点，他们甚至会保护你，你就把他们当成免费的保镖就行了。其实还有一点陆思彻没说，夏优对陆老爷子的病的诊治，如果能真的将陆老爷子治好，那么对于整个军方来说都是恩人一般的存在。目前他们都还在等待陆老爷子病情的反馈。一旦陆老爷子真的能被治好，他估计会直接被军方的人抬走。毕竟得这个病的不止陆老爷子，未来也不会只是陆老爷子，倒是境外的势力，你要小心点。陆思彻一边说一边看了一眼夏优勾唇，要不你搬过来跟我住，正好你要给我爷爷复诊，也不用跑趟了。夏优沉默了几秒，你这算盘珠子都奔我脸上了。陆思彻也不否认，挑眉，那我过来陪你住也行。夏优倒也不必，这男人怎么越来越没有边界感了。不过今天跟踪并且袭击他的那几个人，看来他以后还会有麻烦，他得做点准备了，也得把自己的信息泄露渠道重查一遍，至少华师水身上得备点了，免得处理起尸体来还有点麻烦。毕竟这是在国内，要是在国外倒是不麻烦。陆思彻把夏优送回别墅，刚好在门口遇到了提着礼物上门的历程，正好今天林思义回国，暂时先在夏优的这套别墅这里休息，所以
历城上门名义上是拜访林思义的，但没想到会跟一起回来的陆思彻和夏优撞上。夏优开车下门，抬眼就看到了别墅门口提着东西的历城。提着东西的不只是历城，还有他随身的助理。他站在那里，玉身修长，目光凝冷地注视着夏优的方向，但眼神更多的是透过夏优看向他身后的另一个男人。历城。夏优疑惑了一句，他来自己家做什么？历城收回目光看向夏优，镜片也流动细碎的光。听说今天林一回来了，所以我特地过来拜访。正好也许久没有跟林一走动了。陆思彻的身影从夏优身后走了出来，声音也随之冷笑着响起，想跟林一走动就去林家，跑这里来做什么？两人之间的火药味瞬间浓重了起来，就仅仅是二人面对面站着，夏优都闻到了一股浓浓淡淡火药味。历城也不恼，目光只是看着夏优，平静地说，我跟林一怎么走动跟某些人也无关吧，有的人是不是管得太多了？目光是温和的，话是带刺的。你怎么坐他的车回来了？历城状似随口熟稔地询问夏优。陆思彻皱眉，说的好像你们很熟一样。但历城根本不理会陆思彻，他只是在跟夏优说话。夏优随便回答，路上碰巧遇到了。历城弯了弯唇，原来是碰巧。但陆思彻的脸上不高兴了，而他的不高兴显然让历城嘴角的弧度更深了几分。这时候刚好别墅大门打开，穿着一身休闲家居服的林思义走了出来。一开门就看到了三足鼎立之势的夏优、陆思彻、历城三人，人也顿时僵在了原地。不是，他出来接的时候不是只有历城吗？闺女和阿彻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这种场面，哎，闺女回来了呀，小彻也回来了呀，啊呵呵呵。他眼睛不停地冲着夏优眨了眨。夏优疑惑的眼神询问，干妈得干眼症了。林思义，得，看来女儿也是个反应迟钝的主。夏优准备进去了，发现陆思彻还没走，不禁回头问了一句，还没走的陆思彻，你怎么还不走？林思义，这是几个意思？夏优也就只是好奇的问，但对其他三个人来说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意味了。历城眉梢轻挑，平静地问了句，你怎么还不走？他重复问了一遍，可话里的意思却完全不一样了。夏优只是随口询问，事实上并没有感人的意思，可同样的话在历城嘴里却是兼具嘲讽和感人了。陆思彻非但不走，步子还往前迈了一步。我不走了，林姨，今晚我就在这吃饭了，打扰了呀。陆思彻就跟进自己家门一样随意，直接就跟在夏优身后进去了。林思义反应过来也马上说，行，那晚上都在这吃吧，正好热闹。历城也不发一言的直接迈着步子走了进去，阿姨也立马就过来接历城手里的东西来了。被落在后边的林思义不禁开始担心，晚饭不会打起来吧？吴秘书看着他们一个个进去之后，才等到林思义，他眼神里也有着一丝诧异。林总，小姐她怎么就带两个男人回来了？而且还是陆思彻和历城。林思义摇摇头，不禁叹息，我好像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夏优对陆思彻留在这里吃饭没什么意见，因为陆思彻也不是跟他说，而是跟干妈说的。干妈同意，他也不会赶人。至于历城，本来就是来看干妈的，他更不会把人赶走了。可能是因为知道有客人，所以雪娜没有下楼，只是在楼上看了眼夏优，确定夏优平安无事，才转身回了房间。陆思彻和历城自然都注意到了这个女生，历城没问，但陆思彻却开了口，她是谁？怎么跟你住一起？夏优看了一眼楼上，我朋友叫雪娜，她没地方去，所以我收留了她。陆思彻虽然轻拢了下眉，但也没说什么。历城也往上看了一眼，单声开口，管得挺宽。陆思彻同样冷声回了句，老子喜欢。历城嫌弃的蹙眉，无赖。而后看向夏优，唇线微抿，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还是没说。可这却端端给了人一种像是被欺负了却又隐忍的模样。林思义忍不住低声跟吴年吐槽，你说历城这小子怎么有种茶茶的味道？林思义虽然40多岁了，可除却在工作上的雷厉风行之外，生活上的林思义跟20多岁的女孩没什么不同。或许因为她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之外，并没有像普通女人一样被婚姻和岁月摧残，所以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十分年轻化，更是以5G 冲浪达人。一些时下流行的话更是用的炉火纯青。吴年摸了摸鼻子，轻咳了一声，不是吧，厉总不是这种人。在吴秘书的认知里，厉总跟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堂堂小厉总，温文尔雅的贵公子，怎么可能当茶艺人呢？但作为男人来说，他好像是看出了点名堂。小厉总他这的确不太对啊。林思义低声说，那谁知道，你看阿彻那样子，要跟他抢人的话，还能要脸吗？那必不能要啊。吴秘书开始怀疑他偶尔茶一把的样子，是不是早就被林总看穿了。接下来陆思彻
和厉成的针锋相对几乎就没停过，只不过一个是明目张胆的毒蛇，而一个则是不怒不躁的阴阳怪气。偏偏还没有谁能完全占据上风，你来我往的有来有回。夏幽见他俩话挺多，他也自然就去忙自己的了。他都上楼洗了个澡，顺便找人查了一下今天袭击自己的人的来路，还顺便再次加密了自己的位置和信息。下楼的时候，看到这俩人竟然还在是的你一句我一句。虽然他们说话的频率不多，但攻击力却十足，句句都往对方肺管子上戳。夏幽看到干妈坐在吧台上，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热闹，自己也走了过去，顺了杯酒坐在了干妈旁边。他俩吵完了吗？还没呢。林思义抓了把瓜子放夏幽面前，夏幽拿起一颗瓜子磕了起来。他俩是互为杀父仇人吗？林思义眼神不明地看了夏幽一眼，然后摇了摇头。夏幽狐疑，不会谁给谁戴绿帽了吧？不然俩人关系能这么差？顾廷峰好像跟他说过这俩人是从小认识的，但没说过关系为什么这么恶劣。林思义，有没有可能是夺妻之恨？夏幽震惊，这么劲爆？厉成口端起茶水轻抿了一口，淡冷道：你这种人无非是护食罢了，却从不考虑他人而言。你这种人意味着什么？陆思彻冷笑，那也比你这种表里不一的人好多了吧。夏幽和林思义相视一眼，而这个时候厉成已经再次开口，陆家的生意这3年在你手里没有被败掉，也真是令人不可置信。陆思彻冷喝了一声，经营厉家生意这么多年也还没什么长进，你也不过如此。林思义，这俩死孩子说什么呢？这把他这个长辈搁哪儿了？自己经营林氏20年，也只是将林氏的资产跨了一个台阶，可这两人，一个不过经营厉家的产业不到10年，一个接手陆家产业3年，而且还都是年纪轻轻的，不到30岁就已经成为了巨头大亨。虽然陆家的主要产业并不对外公开，但一些普通产业还是被人所熟知的，而这个圈子的人是很明白陆家产业的含金量的。这3年陆思彻接手江州这边产业后，C 市这边原本并不那么被人看重的陆家产业迅速崛起，成为营收来源的重要板块，也让这个陆家并不那么重要的产业都在 Z 市占据了一席之地。要知道，陆思彻从未经过商，所以他的横空出世也让圈内许多人都为之震撼。当然除此之外，他狠辣的行事作风也让圈内的人对他忌惮不已。同辈的纨绔子弟见到陆思彻更是见了他就绕道走。有人说，圈子的这帮子纨绔，唯一能治他们的人也就是陆思彻了。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不管怎么说，这2个人都是年轻有为，而且经商手段高明，不然不会将自己手里的产业经营到现在的高度。所以林思义听他俩这样说，简直掐死这俩臭小子的心都有了。这时候阿姨的饭菜也快做好了，吴秘书也捆着围腰在帮忙打下手。而对于吴秘书出现在家里，甚至还在帮忙做家务这种事，陆思彻和厉成仿佛就跟没看见一样，只是眼神在吴秘书身上看了一眼之后就移开了。他们小时候啊，好像就不对付，不过那会儿我见他们次数也不多，每次见到的时候大多都只是跟其中一个见面。林思义回忆了起来，阿彻从小性格就乖戾张扬，厉成倒是听话乖巧，但太有主见，一切事情的都由他自己做主。后来我也多年没见过他们了，没想到一个个都长成了现在的样子。林思义也有些感慨和唏嘘，都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性格真是天差地别。夏幽听顾廷峰说起过，他们京城的一部分高干子弟或者重要人物后代都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那时候他们都住在一个地方，大部分权贵子弟都厮混在一起。后来随着时代变化，大家都搬了出去，大院也就空了下来。这时候饭菜已经上桌了，夏幽喊了他们一声，吃饭了，你们吃不吃啊？林思义也招呼他们，阿彻、小程啊，快来吃饭了，别坐着聊天了。陆思彻放下交叠的2郎腿，率先站了起来，抢在厉成之前先将一双大长腿迈了出去。厉成不急不恼，在他走了之后才缓缓起身，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平静看向了餐厅的方向，而后才迈出了步子向那边走过去。吃饭的时候，雪娜才从楼上下来，并且直接坐在了夏幽身边。他目光凉凉地扫了一眼陆思彻和厉成，然后自顾自地拿起筷子开始吃饭。林思义很喜欢雪娜，也知道雪娜的性子，所以并不在意雪娜的不那么正常的行为，相反还觉得她可爱。林思义看着坐下的2个男人，笑着打起了圆场。难得你们2个来我这儿能一起吃顿饭，我都简直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我们家的饭菜合不合你们口味，要是有不爱吃的，我再让阿姨重新做去。他一边说一边看了一眼跟雪娜一样认真吃饭的夏幽。小幽有你们2个朋友，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麻烦你们照顾他了。这别墅现在并不是他名下的，是小幽的，他来只是过来蹭住而已，打着来拜访他的幌子到小幽的住处来，这不是司马昭之心吗？厉成这小子
还跟他玩心眼呢。夏优吃饭的动作微顿了一下，眉心也拢了一下。照顾他？怎么就照顾他了？厉成眼里润着温风细雨，我也好久没上门来拜访林姨了，所以今天特地来一趟，多走动走动，免得淡了本来两家的情谊。说着，他看向了夏优，妹妹很可爱，我年长一些，照顾她也是应该的。陆思彻眼神微凉，唇角却弯了弯，林姨不会忘了，我还是您的亲侄子吧？怎么这么见外？更别说小优和我的关系并不是朋友。厉成眉心微蹙了蹙，不是朋友，那是什么？林思义几乎是下意识地八卦了出来。一直在埋头吃饭的雪娜也抬起了头，一双眼睛好奇地盯着陆思彻。陆思彻却将目光挪向了喝汤的夏优。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夏优，似乎都在等着夏优的回复。厉成也看向了夏优，沉静的眼底似乎也在等夏优的答案。于是夏优喝完汤，一抬头就看到几双眼睛盯着自己。他愣了一下，啊，然后想起来刚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话。哦，父子关系。他说。雪娜皱眉看着陆思彻，你当爹了？陆思彻他倒是想。厉成没说话，只是嘲讽地牵了下嘴角。林思义轻咳了一声，你们年轻人的小情趣就不说了哈，吃饭呢。这么小情趣打情骂俏的话，让厉成听到了，岂不是赤裸裸伤人吗？陆思彻勾唇，知道了，林姨。随后看向夏优，扬起眉，用一种宠溺又纵容的口吻喊了一声，我的活爹。厉成本来嘴角扬起的弧度，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隐藏在镜片之下，只余下一丝冷冽。夏优，这臭不要脸的，是故意的吧？还有，他怎么觉得他们说的意思跟他说的意思根本不是一个意思？什么小情趣？怎么就小情趣了？雪娜也颇为诧异的看了夏优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夏优，是他错过什么了吗？于是这顿饭除了雪娜之外，其他人都吃得心不在焉，但也好歹从此时和谐到了用饭结束，只是气氛有些怪异。饭后夏优直接上了楼，有干妈在，家里有人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在场的，更何况还是这两个人。他们要走了，正在楼下跟干妈寒暄，所以夏优就干脆直接上楼休息了。今天的事情发生的有点多，他还需要好好捋捋，不管是袭击他的人，还是想要招揽他的人。至于雪娜，吃完饭就关进自己的实验室去了，除了睡觉他很少出来。虽然夏优在学术上也有点研究，但他跟雪娜不一样，雪娜对于知识的探索可谓是疯狂。他打开房门，人刚走进去，房门就立刻被人关上。夏优目光一冷，转身下意识就要动手，却看到了压在门板上的陆思彻。他一边的嘴角挂起一抹痞气又邪肆的弧度，食指放在唇边，示意他噤声。夏优皱眉，你不是在楼下吗？陆思彻一步就靠近了他的身前，那双垂眸俯视着他的眸子，占满了星光。我跟林一说，我去上个洗手间。他低哑的声音藏着一种隐忍的情绪。夏优皱眉，上洗手间上到我房间来了。他在楼上，他们在楼下，要上楼的话，他们肯定能看见吧？我翻上来的。他语气里添了几分像是小孩子做了坏事的得意。夏优门外有一条走廊，很短，连接着一个小阳台。那个小阳台刚好跟楼下洗手间旁边的一个窗台，要是身手好的话，的确能翻上来。你想做什么？他摸不透陆思彻现在想做什么。陆思彻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眼神里充斥着一种野性的欲望。他压着声音，就是有点危机感了，很不爽。夏优，什么？他的声音都还没落地，嘴唇就已经被一片温热堵住了，双手也被他的手十指交错地扣住。而那缱绻的吻，从片刻浅尝辄止的试探，瞬间变成狂风暴雨，蔓延肆虐，却又潮湿暧昧。陆思彻吃痛，却并没有离开他的唇瓣，只是清醒了些，目光依然流连在他的脸上，眼神却是委屈的狗狗眼，水光盈盈地看着他。血腥味在两人呼吸之间弥漫，却如催生着那生长在枯骨之地的曼陀罗的养分，让他挣脱那土壤，开出花来。夏优唇瓣猩红，冷冷盯着他，你乱发什么情？某人目光里也泛着一丝星光，低声压压地说，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很般配。陆思彻的那双眼睛仿佛都快把夏优嵌了进去，而陆思彻刚说完，就发现自己的右边脸有些麻木的疼，他手一摸，右边脸整个都肿了起来。他也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目光可怜兮兮又委屈地看向夏优。夏优勾唇，狗这么喜欢咬人，我不得准备点药。但看到陆思彻本来一张帅气的脸变成现在这样，一边肿得跟被马蜂蛰了似的，又不禁觉得好笑。尤其配上陆思彻现在的这副表情，尤其滑稽。再乱发情就不只是半张脸了。他威胁，那怎么叫不乱？他认真问。夏优，就非得发情？如果我们交往呢？夏优微怔了一下，不谈情。陆思彻皱眉，只说爱。那也行，爱着爱着就有情了。
俗话不是说日久生情吗？夏优直视着陆思彻，陆思彻，我觉得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比较好。陆思彻肿着半张脸也正色了起来，认真的听。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的确不讨厌你。可这并不代表我接受地下情一样的暧昧。人是有情感需求和生理身体需求的动物。你如果只是对我出于生理冲动，想玩玩的话，我也能奉陪。但我们就得说清楚。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被陆思彻打断了。不是。他目光定定地看着他，我对你不只是生理冲动。他低声沉沉道，更能够克制我这种冲动的是我对你的在意。他早就已经大于了这种冲动。我不是想玩玩，你也不可以玩玩。我喜欢你，所以不想别的男人觊觎你。因为嫉妒，所以我想亲近你。我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都是你。他每一句话就像是涂抹在一张白纸上的色彩，越加一笔就越加浓烈。夏优神色微动了一下，他并没有想到会从陆思彻的嘴里听到这些话。他每个字都是那么认真，他生怕自己误会，也害怕他的情感被误会。夏优对陆思彻也仅仅是在不讨厌并且有好感的状态，他从来没考虑过其他的东西。即便是陆思彻有时候发疯做的一些暧昧行径，在他看来也只是出于人体本能的一种多巴胺分泌状态下的产物，所以他从没放在心上，纯纯以陆思彻发神经来处理，自然对陆思彻也没有过界的感情。他刚刚之所以说那番话，也是察觉到了陆思彻和他所以为的不同，这种不同也让他产生了一种不安，就像现在一样。他的不安源自于陆思彻这些认真而真诚的每个字。夏优沉默了片刻，单向没结果。陆思彻，那你喜欢别人吗？夏优如实回答，没有。陆思彻勾唇，你至少还没朝别人走不是吗？那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双向呢？夏优眼角微颤了一下，抬手掩了掩扬起的嘴角，你还挺会给自己找补。看着夏优眼里闪烁着的笑意，陆思彻的脸廓也泛起了温和，嘴角往边上扯了扯，肿起来半张脸都掩不住他原生五官的帅气。他伸手轻轻捏了捏夏优的脸颊，那就这么说好了。夏优疑惑，说好什么了？陆思彻没说话，只是眼底深了深，掩着几许笑意。在夏优发愣的时候，在他额头快速蜻蜓点水的一吻，我得回去了。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才开了门，从夏优的房间离开。而夏优就这么看着他从走廊的阳台直接跳了下去。他轻拢了拢眉心，说好什么了？这人怎么说话就说一半？不会憋死吗？他复盘了一下刚刚说的话，也没想到他们说好什么了。不过想到陆思彻回去的时候，干妈和历程看到他脸上的红肿的样子，又不禁幸灾乐祸了起来。他转身关门，想起什么，抬头擦了擦额头。下次他干脆在自己额头和脸上也擦点接触性过敏的药物好了，省得这种人动不动就动嘴。陆思彻回到楼下的时候，林思义也准备送历程离开了。看到陆思彻回来的样子，林思义都愣住了。你这脸……陆思彻，哦，刚刚卫生间飞进来一只马蜂，折了。林思义震惊，什么？卫生间还能飞进来马蜂？陆思彻轻咳了一声，历程狐疑地盯了他片刻，目光最后停留在了他的衣服上，在他袖子上看到了一缕黑色的长发。他目光冷淡，林姨，那我就先走了。陆思彻跟历程几乎前后脚离开，历程了之后，陆思彻也就走了。林思义送走这俩人之后，才呼出了一口气。现在的年轻人怪有压迫感的。吴秘书上去关好门，林总，只是他们二人有压迫感。厉总和彻少本来就是不同于普通人。林思义点了点头，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确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对了，你该去忙你的了，这2天我在小优这儿歇歇，公司那边你帮我看着点。林思义一边说一边准备回去上楼歇歇了。吴年站在门口半天没吭声，在林思义快上楼的时候才开口，林总在国外这段时间都没找我。林思义知道这个找我的意思不是正常的找他办事，而是另一层意思。林思义国外有相好，所以在国外的时候自然不会找吴年。在国外吴年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秘，做着秘书该做的事情。原本林思义是打算把吴年留在国内帮夏优办事的，只是夏优担心他在国外没人用，所以吴秘书才跟了过去。林思义脚步停了一下，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也没当回事，继续上了楼。吴秘书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我回公司了。雪娜站在楼上的阳台，看着楼下男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男人真麻烦。他举起手里的一盆最新养育出来的药植，步入重地。就在夏优参加完珠宝晚宴后的短短的时间里，关于夏家珠宝晚宴彻底沦为了陪衬，被大部分名流排挤的新闻也占据了各大娱乐板块。夏家本来就是豪门中最经常上热搜的一个，在经历过这么多变故后，自然那也颇受关注。在晚宴中被大家冷落，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劲爆话题。除此之外，
林家大小姐林优一掷千金给妹妹买珠宝的事情也上了热搜。请问林优姐姐还缺妹妹吗？我保证没有4个哥哥。姐姐，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夏家这是罪有应得，夏欣又是哪里来的脸跟着夏家出席这种场合啊？看到林优的时候，她不觉得惭愧吗？我还是觉得林优太过分了，再怎么样也是亲生的，爸妈都低头了，她也太冷血了吧。林优拿的钱是养母家的钱吧？花钱这么大手大脚，别光说林优啊，夏欣花了这么多年养父母家的钱，怎么不说呢？我听说夏欣可能还涉嫌校园霸凌，欺负同学，不知道真的假的。没证据的事情别乱说啊，马上艾特二哥告你们。与此同时，趁着这个热搜，又接连爆出了一个重磅大料。有匿名的夏欣的同学用小作文的形式发表出了当初夏欣是怎么欺负同学，怎么对待思安和陈欢的。小作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管是时间线还是当中发生的小细节都十分清晰，并附上了一些曾经留下的照片证据。这2个账号的小作文已经发表，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夏家紧急公关，却压不下这热搜一点，只能不断的买水军去冲击和举报。但这2个账号的小作文已经被不断转载，并且引发了许多当年的同学们的评论。我跟思安是同学，这件事我好像知道，我听说后来他割腕自杀，但被抢救过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思安后来完全变了个性格，也不爱说话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人到处传他的裸照，原来是夏欣干的呀。思安当初倒追过夏景洲吧，当时放学我听到他给过情书呢。陈欢是摔下楼了吧，后来就办理退学了，但在校期间他经常被欺负排挤，我其实也很想帮忙，但我也怕得罪他们。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跟夏欣一个学校，他经常欺负人的，而且还认识不少混混。我跟我现在的同学说，他们都不相信，说什么这种团宠小公主根本不会自降身份做这种事的。现在看到了吧，什么叫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摔下楼了，是摔成植物人了。说是凶手已经被抓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谁。有了这些同学们的作证，这2个匿名小作文的真实程度提高了，网络上也是一片哗然。他们本来以为夏欣只是假千金，只是假盒装，但没想到竟然还这么恶毒。之前夏欣亲生父母的视频也被剪辑了出来，一时间关于夏欣霸凌、夏欣恶毒、亲生父母和亲女儿遗传等等热搜迅速霸榜。除此之外，引出的还有夏欣和其他男人的一些纠葛，也都被人爆出来了。有人说夏欣很喜欢故意吊着别的男人，明知道自己哥哥对他保护欲过强，却还是故意跟那些男生搞暧昧。明明有的男生并不喜欢他，却还是故意被他给害了。秦瑞看到这些评论，立马上微博开启了骂夏欣模式，一时间网上热闹的不得了，漫天都是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夏家响亮的耳光声让整个夏家都蒙上了一层阴霾，夏欣整个人都摔在了地上，脸颊红肿的都看不出本来的样子，加上他刚整容不久，这么大的力道让他整了容的地方也发生了偏移。你可真是个畜生，这些年我们家真是白养你了。夏夫人气得发抖，我竟然不知道你是这种恶毒的人，你还做了什么事是我们不知道的？夏明长愤怒地盯着夏欣，我们用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资源培养你，结果就培养出了一个跟你亲生父母一个德性的样子，你早该滚回你的亲生父母家去。网上的爆料让夏家迅速陷入舆论低谷，接二连三的负面新闻让夏家已经是负面缠身，现在又闹出这种事，现在夏明长夫妻已经将这一切都算在了夏欣身上。原本他们还想用公关和水军压下去，却完全不起一点作用。夏欣哭着否认，爸妈，是他们抹黑我，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们知道的，我黑粉很多，嫉妒我的人也很多，你们怎么能相信他们？而原本以前会为他说话的4个哥哥，现在也都只是冷漠地站在旁边，谁都没有打算为他开口。我不管网上说的是真的假的，我只想你现在滚出夏家，把我的亲生女儿换回来。夏夫人骂着骂着已经哭了出来，悔恨交加。而听到这句话的夏欣眼神也变得怨毒，妈，我才是你养大的女儿啊，这些年你忘了是谁陪在你身边吗？你的亲女儿她认你吗？她根本就不认你，只有我才留在你们身边啊，难道我想成为假千金吗？明明我才是最无辜的。夏欣歇斯底里不断哭喊，我们才是一家人啊。夏夫人气得胸口疼，被夏锦州让人扶了下去，一边走一边悔恨的不停说着，当年就不该让我女儿去顶罪的，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替别人养了20年的女儿，结果却养了个毒妇出来，这是要毁了我们夏家啊。夏夫人后悔不已，现在恨不得眼前的人是夏优而不是夏欣。听到这些话，夏欣的脸色越发难看，眼底的怨毒和恨意也越来越深。夏明长也不想再管这些破烂事，只是吩咐夏锦州把这件事处理好，怎么对夏家影响最小就怎么处理。说完，冷冷地瞪了一眼夏欣，冷哼了一声也上了楼。该骂的夏夫人已经骂了，
夏明常也懒得再骂。现在他看到夏星就烦。最近公司股票下滑，以前合作的很多企业现在都跟他们家取消了续约合作，他和老大一直在奔波公司的事情。他现在实在是不想再管家里的破事，但他现在心里也跟夏夫人一样，心里后悔不已。当初怎么就让自己的亲女儿去顶罪了呢？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哪怕夏优以前再怎么不起眼，那也是他们的女儿，现在依然能够光芒万丈。而夏星他们花再多的钱去养，也是别人的孩子，最后还不是养出个丢人的东西来。夏星咬咬牙，在夏明常离开的时候，爸，您可别忘了，我们才是一家人，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我跟夏家密不可分，你们跟我也已经分不开了，一荣俱荣，一允俱允，您不会忘了吧？这话让夏明常也变了脸色，不可置信地看向夏星，目光冰冷。他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眼底也满是失望和愤怒。好，这么多年真是养了个白眼狼。说完这句话，他就把一切都交给了夏景舟，甩脸离开了客厅。在两个家长走后，客厅里就只剩下了夏景舟、夏之文他们四兄弟和夏星了。夏星在地上啜泣着，一边擦着脸上的泪痕，但他还是扮作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看向了四个哥哥。哥，你们是最了解我的，你们知道我根本不会做出那些事。爸妈不相信我，难道你们也不相信我吗？从前在夏家，比起父母，四个哥哥可比起爸妈还要宠他的。即便最近他已经感觉到了四个哥哥对他的冷漠和疏远，但夏星依然相信他们是不可能这么轻易不要他的。他委屈地望着夏景舟，大哥，然后看向夏之文，二哥，你们曾经说过，就算我跟你们不是亲生的，我也是你们最疼爱的妹妹，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女生在你们心目中的地位比我还高，不是吗？他颤着声音说，目光也看向了夏树和夏木。我们还是最亲密的人啊，他们都在冤枉我，都想害我，你们会帮我的，对吗？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四个人却都无动于衷。夏之文目光冰冷地俯视着他，果然没一点像我们的地方。以前怎么会觉得你比我们的亲妹妹更好？夏之文因为夏星的缘故，现在事业上也遭受了不少挫折，加上2年前的那件事，现在也成为了夏之文人生里的一大污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悔，现在他越发痛恨那件事，也越发厌恶夏星。更不必说他的亲生父母还总来找他要钱，一副不要脸的样子。现在他的亲生父母已经因为造谣诽谤被何方提告了，被何方提告就必不可能有赢面。现在赵家夫妻都在咬死说是夏星指使他们的，到时候事情要是闹大，更不好收场。何方告赵家就可能只是做做样子，到时候赔钱的时候恐怕又要跟吸血虫一样缠上他们。想到后面的一切，夏之文就更烦了。夏星看着夏之文，语气也冷了几分，二哥，你什么意思？这一切最冤枉的不是我吗？明明最冤枉的人是我，有那样的亲生父母，难道是我的错吗？明明出尔反尔的人是你们，说好保护我的人是你们，现在是你们变了，不是我啊。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喜欢夏优了，可他也不认你们啊，他会像我这样对你们好吗？你们忘了他还坐过牢吗？因为他，你们现在不要我了是吗？他越说哭腔也越来越重，整个人都在抽搐，这副样子恐怕是谁见了都有些于心不忍。夏树和夏木相视了一眼，夏木冷冷道，别装了，真恶心，之前我没怎么就没发现，你每次在夏优面前和在我们面前根本就是两个样子。夏树冷漠开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做切割，这样我们夏家还不至于被连累。夏星听到这话立马跟炸了，不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你们别忘了2年前的事情，你们也是帮凶，我要是离开夏家，你们也全都完了。夏星几乎是无意识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他实在是太害怕了，太害怕被赶出去了。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愣住了，就好像一直以来伪装的模样忽然被撕裂，暴露出了自己最丑陋而真实的一面。看到四个哥哥冷漠的眼神，夏星整个心都咯噔了一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慌忙的想解释，但夏景舟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压着声音和自己隐忍的音质一字一句质问。网上的爆料是不是真的？他冰冷的目光没有一丝温度。夏优在学校里是不是也是你在带头欺负他？他每问一句话，夏星的眼里就越发心虚，拳头也忍不住的握紧。夏树也冷眯起了眸子。陈欢掉下楼，到底是你无意撞倒掉下去的，还是你故意的？我查过爆料的那2个人的后台账户信息，这2个人曾经都是你身边的人，不可能说谎。夏星面色白了白，他声音很低很低，委屈的颤抖。你们竟然不信我？夏家在因为这些爆料出来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而夏优也知道了自己那天购买珠宝的所有费用都已经被人代付了。查到是谁了吗？夏优平眉，是他。那天晚上给他珠宝付款的人是历程。
可他明明走的是自己的账，他还要以为是延迟，所以当时没有扣费。怎么会是历程给自己结的账？他又打了个电话去主办方，负责人笑眯眯地告诉他，是小丽总说的，挂在他名下，不要告诉您。您这知道了，可别说是我说的。小丽总可太有心了。夏优挂断了电话，然后给江城打了个电话，查一下历程的账户，帮我汇一笔钱过去。小陆看着夏优又是接电话又是打电话的，不仅询问优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夏优挂了电话后思索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没什么，你朋友住这儿吗？他看着眼前的出租屋询问。小陆点头，神色怅然。他出事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了，我每周都会来看他，就怕他出事。他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拿起钥匙打开了房门。优姐，待会儿你小声点，别吓着他，他现在受不得刺激。小陆低声叮嘱。夏优轻点了点头。随着小陆把门推开，夏优也跟在后面走了进去。夏优之前答应过小陆来见一见他朋友，正好今天小陆给他的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一趟，所以就顺便把夏优一起喊过来了。夏优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来见一见思安，只是最近事情有点多，择日不如撞日，他也想来看看思安如今怎么样了。忽然他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涵给他发来的消息，直接甩了2个链接给他，是2个爆料夏星在学校欺负同学霸凌的帖子。夏优看到这2个帖子就知道是张妙妙和林楠，还差几天就到他所说的期限了，所以他们趁着夏家上热搜，夏星黑料缠身的时候约好一起爆料，在这种时候曝光，无疑是在把夏星往死里弄。看来这俩人对夏星的仇恨倒是不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曝光。夏优本来也不担心他们会不按照自己所说的做，在选择曝光夏星和曝光他们自己之间，他们必然会选择曝光夏星，毕竟他们自己发小作文可以把自己避重就轻，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胁迫者。但如果是夏优曝光录音的话，那可就不要了。夏优熄灭手机，看向了眼前的出租屋。出租房内有点乱，小陆习惯性的收拾了起来。房间里的人听到有人进来，立马跑了出来。小陆，他头发披散着，面色苍白，穿着睡衣，身形枯瘦。当看到夏优这个陌生人的时候，立马躲了起来，吓得惊声尖叫。小陆立刻上去抱住他安抚，没事没事的，安安，他是我朋友，是来看你的，你别害怕。可是女孩却像没听见似的，眼眶通红，一边哭一边疯狂地冲着夏优大喊大叫，瞳孔圆睁，似鬼一般，不要这么对我，不要这么对我，求你了。小陆也忍不住跟着哭，安安你不要这样，你别害怕，没人欺负你了，是我呀，我会保护你的。夏优平静地看着思安，现在的他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朵，正在一点点凋零。他缓缓走过去，将手放在了思安的额头，轻声说，我不是伤害你的人，别害怕。思安盯着夏优的脸，这才渐渐地趋近于平静，但胸膛却依然还在剧烈的起伏。夏优指缝里出现了一枚银针，轻轻地刺入了他的太阳穴。思安在平复好情绪之后，人也在瞬间昏迷了过去。小陆吓了一跳，安安，安安。夏优将银针取出，他没事，我只是让他休息一会儿，刚刚他情绪太激动，需要平复一下，10分钟后他就醒来了。小陆知道夏优会医术，毫不怀疑的点点头。他将思安扶到了沙发上，又拿来毛巾给他擦了擦脸。优姐你坐，我先收拾下。小陆把茶几和沙发都收拾了一下，把桌子上吃剩下的面包和泡面桶都扔进了垃圾桶里。夏优看着小陆习惯熟悉的模样，轻笑，你跟思安的关系很好。小陆笑了一下，我跟安安小时候就认识了，小时候我们是邻居，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我爸妈天天打架，他们只要一打架我就会跑去安安家，他会给我煮面做蛋炒饭吃。想起以前的事情，小陆的声音都变得温暖了起来。安安的父母在国外，但其实他父母早就离婚了，只是谁都不想带着他，所以他长期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只有阿姨照顾他。但因为安安家里没大人，所以那个阿姨对他不好。小陆擦了擦眼角的泪，可是安安还是会每次都为我留下好吃的，因为他学习成绩好，所以还会给我补课。后来他上了中学，我就在他隔壁学校。我听他说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比他年长几岁，他还给我看了他的照片。一开始他的还是跟以前一样开朗的，可后来不知怎么了，他开始变了，变得郁郁寡欢，变得敏感。夏优当着一个倾听者，静静地听着。再后来安安出事了，他声音也沉了下来，他被人欺负了，而且被退了学。当时我刚好离开了本地几天，当我回来的时候，安安已经搬家了，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可找到他的时候，他却差点死了。小陆擦了擦眼泪，他在家中割腕自杀，如果不是我找到他了，恐怕他已经死了。但在那之后，他精神也出现了问题，也就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夏优，后来就是你在照顾他了吗？小陆点点头。安安的爸爸妈妈在得知他患病以后就没再出现过。虽然安安不正常了，
但是还能吃东西，也记得一些基本的自理能力。我每周过来看看他，给他买点吃的，收拾下房屋。夏优目光看向思安，睡着的思安看起来清纯又漂亮。毫无疑问，小鹿口中思安以前喜欢的人就是夏锦州。而从那天晚上夏锦州的反应来看，他对思安的感情似乎也没那么简单。后来我去调查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鹿的眼中浮现出一丝恨意。我查到了夏家，我知道安安变成这样一定跟夏家兄妹有关，他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夏优点头，他们确实是畜生。小鹿满脸都是愤恨，握紧了手，眼里的杀意也流露了出来。但为了这帮畜生把自己搭上去了不值得。夏优又补充了一句，其实夏优之前在录制店进综艺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小鹿对夏家兄妹的恨，那是一种带着杀意的恨，恨不得他们死而后快，所以他才会让吴秘书去查小鹿的社会关系。所以其实你并不清楚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问。小鹿点头，我只是具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夏星在欺负安安，而且他甚至还找了校外的一些小混混强暴了他。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小鹿几乎是咬碎了牙齿说出来的，每个字都痛恨不已。在他一开始得知夏优是夏家的女儿的时候，其实小鹿犹豫了一阵的，但看到他们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样子，才明白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也明白了夏优也跟思安一样，都是被夏家欺负的人，所以小鹿才会格外的对夏优好，对他的一切事情也格外的上心。夏优看向沉睡着的思安，从他状态反应以及他刚刚涣散的眼神来看，现在他大脑和神经都出现了问题。心理疾病所引起的精神病，加上身体状态极差，也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但对他来说，治好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还挺简单的。可即便能让思安恢复成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但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理疾病。也就是说，他可以解决因为心理疾病造成的精神病，让他的大脑正常运转，神经系统恢复正常。可前者的心理疾病，他是不好干预的。倒也不是不能干预，而是他的干预属于非自然干预，等于是强行催眠。对思安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这几年我也没什么钱，没法给思安看病，只能断断续续的买一些药物对他进行治疗。小鹿叹了口气，但都没什么用。不过聊胜于无吧，他的病我倒是能治。不过夏优看着思安，我需要点报酬。小鹿眼睛一亮，激动道，什么报酬？优姐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能给你的我一定给你。夏优看向小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这眼神看的小鹿还怪不好意思的。作为报酬，你给我白打工3个月吧，没有工资。小鹿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这？夏优先唇，怎么觉得报酬太高了？那我……小鹿不，小鹿赶忙否认，激动的都快哭出了声。我是觉得您要的是不是太少了？夏优打断了小鹿的话，不过我先说好，我只能治好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病，他心理上的疾病最好还是靠他自己。而且心理病会引发生理病，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他的心理疾病不及时得到治疗，那么他也有可能再次变成现在这样。这就像是抑郁症等相关心理疾病一样，当心理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引起身体上的各种器官的不良反应，分泌失调等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神经和大脑。因此这也并不是一句你想开点就会好那么简单，身体上也同样会带来痛楚，那不是幻觉，也不是假象。小鹿点头，低声说，能让他的身体恢复正常，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都怕他继续这样下去，早晚会变成行尸走肉，最后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夏优笑，那就好，被夏家害的人总要一个个都去给他们找点麻烦才行。思安和陈欢都是被夏星害的无辜女孩，多叠加一些罪恶，才能让他们遭到更多的反噬。夏家，夏锦州站在窗台点了根烟，面色沉郁，阴影之下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房间里，夏星敲打房门和愤怒的哭喊声成了一道嘈杂的背景音，直到片刻后，夏星的声音才消停下来。夏树走到了他身边来，把他关了禁闭。夏木在安抚他，虽然说是安抚，可这几个字却说得十分冷漠。而就在2年前，夏优还在夏家的时候，他们也曾说过相似的话，只不过关禁闭的对象并不是夏星，而是夏优。而显然夏木的安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抚，而是让用某种方式让夏星闭了嘴。我刚刚去问了林南还有秦瑞他们。夏树目光也淡冷地盯着窗外，当年他的确骗了我们，也一直在背着我们在学校里欺负夏优，暗中勾连他的亲生父母，对他进行造谣。至于家里的事情，我想很多应该也他故意编造出来的吧。他们4个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宠着夏星，除了从小一直把她当成亲妹妹之外，还因为夏星在他们面前一直表现出来的乖巧懂事，心地善良。而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夏星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原来一直以来夏星不仅仅是在欺骗他们，
还做了许多让他们厌恶的事。他们本来就因为夏优开始对夏星越来越不喜，现在又发现了这些事情，让他们或许本来对夏星还残存的一些感情也已经消耗殆尽。夏景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低声说：“从一开始就错了。”夏树的眼里也含着悔恨，他现在想到当初他们对自己亲生妹妹的样子，就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可现在即便是打自己一耳光，他也无法让他原谅自己。他知道夏木其实早就开始期待他的原谅了，他不想告诉他们，也在隐瞒自己这个双胞胎哥哥。他想要这个妹妹，可现在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跟他分不开了。2年前的事情把我们绑在了一起，他如果出去到处乱说的话。夏景舟目光阴冷，垂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什么。可此时2个人似乎都想到了当初夏优在夏家他们对待夏优的样子。他们也曾因为夏星说夏优偷穿他的衣服，私底下警告过他，而将夏优关进了小黑屋，不让家里的下人给他送饭，饿了他好几天。我没有，他哭着低声说，我什么都没做。他似乎只会说这句话和哭，连狡辩都不会狡辩，一副懦弱又胆怯的样子，还配上他一身的土包子气息和消瘦的皮包骨，甚至有些难看的模样，让他们看着更加嫌恶。夏树，你什么都没做，难道是小星做的吗？小星不会撒谎，那就只有你会撒谎了。夏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像你这种人肯定觉得自己是真千金就能把小星赶出去了，一切都是你的了。你还想报复小星，抢走了属于你的一切是吧？我警告你别做梦了，小星的任何东西你都抢不走。夏景舟冷冷道，你死不承认的嘴脸真让人感到恶心，就跟你的养父母一样。类似这样的事情似乎在夏优回到夏家之后经常发生，在他们眼里夏优是肮脏的，是不配回来的，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令人嫌恶的气息，他就应该是跟他的养父母一样腐烂又恶臭，被养在淤泥里人就跟淤泥里一样肮脏，所以他理应是坏的，是恶毒的，是妄想往上爬，想要害夏星的。当然夏星也有意无意之间说和做了许多让他们这样认为的事情。比起一个突然回来的陌生的妹妹，他们当然会选择相信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在他们面前表现的善良可爱又讨喜，跟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的夏星。其实现在想想，那时候他不会辩解，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应该是因为他曾经在赵家就已经受了太多委屈，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吧。夏景舟深吸了一口气，萦绕在指尖的烟圈也越来越浓。当初夏优在赵家所遭遇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全然不知情，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却并没有觉得夏优是受了委屈，甚至还庆幸夏星不是在这样的人家里长大的，却忽略了夏优本身就是受害者，她才是他们的亲妹妹，却在赵家遭受了那样的折磨。人在偏心的时候看什么都是有滤镜的，他们那时候偏心夏星，他们护短，对他们来说保护夏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可现在这种偏心褪去，那些他们认为正确的一切的本质也渐渐显露了出来。夏树也沉默了片刻，忽然开口，那个思安，你是喜欢他的吧？夏景舟没回答，兄弟俩就站在这里，谁也没再说话。可夏景舟自己很清楚，当年思安失踪以后，他到处去找过他，可他却听信了夏星的话，相信了思安喜欢了一个混混，退学跟那个混混私奔了。他其实第一次见到思安的时候，并不是那天放学，而是在夏星手机上的视频里，他录制的一个学校里的视频，里面就有思安。他穿着一身活泼明媚的背带裤，扎着一个丸子头，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当时夏星故意指着思安说他对自己有意思，看到过他的书里夹着自己的照片，他比夏星大5岁，也比思安大5岁，所以他没想到思安这样的小女孩竟然也会对自己有意思。那天他特地去接夏星放学，却碰巧见到了那个女孩，他知道是夏星故意带她到自己面前来的。小女孩的把戏他看得懂，自己的妹妹的小把戏而已，他都当成小玩闹和撒娇。思安那天递给了他一封情书，他收下却扔了。虽然对这个女孩子有几分兴趣，但他也并没有到要收下她情书的地步。他以为她会哭，却没想到她却骂了他。也正是因为他骂了他，他反而在心底里有了点他的位置。后来他有几次他跟思安碰巧偶遇，他都没再搭理他，就好像那封情书不曾存在过。他依然明媚开朗着，每天放学会去喂学校周边的流浪小动物，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他开始有些恼怒，明明他给自己递了情书，他是喜欢自己的，怎么能当成完全没有发生过？他开始故意插入他的生活，出现在他的四周，他们之间开始有了些交集，他也满意。可是后来夏星哭着来找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哭。他发现夏星的身上有几处淤青，在他追问之下才知道是思安做的，还从夏星口中得知思安接近他就是为了报复他，因为他讨厌夏星，所以故意勾引他的哥哥，想要挑拨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甚至还给他听了录音。他信了，录音里也的确是思安的声音，
他没想到思安竟然是个表面看起来乖顺，实则恶毒狠心的女人。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思安跟一些小混混在一起的照片，还有他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那一刻，他的怒火瞬间达到了顶峰，恨意和愤怒充斥着他的大脑。欺负他妹妹，欺骗他的人，他绝不会让他好过。他跟学校里的高年级的人打了招呼，在他的授意之下，思安在学校里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难过。再后来，他就退学了，突然一下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那一刻，他忽然心也变得空落。他疯了一样的命手底下的人到处找他，可却都没找到他的下落。最后是夏星告诉他，思安出国了，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只是看到了有个老男人和他在一起的画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停止了寻找思安。那时，夏星还安慰了他很久，虽然思安不喜欢我，可是大哥如果喜欢他的话，我肯定会接受的。只是没想到那个时候的夏景舟根本毫无怀疑的选择相信了自己的妹妹，毕竟那是自己宠到大的妹妹，怎么可能会欺骗自己？可现在，他逼问了夏星，可夏星却怎么都不承认，也不知道思安的下落。如果当初一切都是假的，无论是夏优还是思安，那他都一定会让欺骗他的人付出代价。夏优从思安的住所离开的时候，顺便将林寒发给他的帖子转发给了小鹿。看到帖子的小鹿激动差点喊出来，身边醒来的思安懵懵懂懂。怎么了，小鹿？在经过夏优的治疗，思安现在神智已经恢复了过来，但怕刺激到思安，所以夏优走之前都没有问过思安关于夏家兄妹的事情。他也不需要问，他只需要这是一名受害者就行了。至于过程到底如何，人家也不见得想要去提起。他留下了一个药方，只要小鹿按照药方和医嘱监督思安吃药和好好养生，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会很快恢复正常。夏优把2个帖子转发给小鹿之后，顺便上自己的账号上网看了一眼，网上几乎都是关于珠宝晚宴的讨论以及夏星的黑料曝光，但毕竟这些只是爆料，时过境迁，所以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爆料，也有一部分夏星的死忠粉和所谓的理中客在帮夏星说话，而他账号底下的评论更是热闹。真假千金忠实读者，倒反天罡，我第一次听说假的还能欺负真的，他竟然这么欺负过林幽，实在是太过分了。白莲花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出什么样的人，用在夏家最合适。他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教出夏星这么玩意儿，不像我们林幽出淤泥而不染。明早吃什么？呜呜呜，林幽宝宝也太惨了，求你重生吧，重生把这个假千金干掉，别受委屈了。等待林幽成为影后，幽宝，你才是美强惨，呜呜呜，夏家不配你。还好有林家作为你的后盾，从今天开始，我买产品只买林氏的，良心人家肯定是良心产品。麻辣鸡翅，抱歉以前还觉得夏星是无辜的，再怎么样也不该怪到夏星身上去，可是看了这些爆料，他可真是个畜生啊。夏优各大平台都是粉丝们和路人的留言，随便一个状态下都是10几万条，粉丝量也是暴增。当然，本来这段时间以来，夏优的粉丝量就已经追上夏星了，现在已经有要赶超的趋势。因为激增的粉丝量，江城那边的商务都收到不少，只是考虑到夏优的特殊性，所以只挑拣拣了几个优质的商务。就这么短短时间内，夏家和夏星都快被网上的舆论淹没，就连夏家4兄弟也受到了牵连，同样处在巨大的负面舆情中。而爆料的那2个账号，有人扒出来了他们的身份，不过在这巨大的流量里，他们的身份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有零星几个人提到了他们俩的名字，以及曾经跟夏星的关系，不过已经无人在意了。比起2个素人的名字，所有人的注意力当然在夏家兄妹的身上，当然还有夏优。夏优在珠宝晚宴上一掷千金，以及跟夏家再次发生矛盾的热搜还没退去，又遇到了夏星的黑料，再加上一些周边人士，比如秦瑞的搅和，即便是夏家买再多水军，也根本压不下去。林家的人也专门在这时候来落井下石了。林仲，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幸好我妹妹没有在这样的人家里长大。林寒，也许这就是赵家的遗传基因吧，天生蠢坏。哦，也有夏家的养育，一家7个愣是养不出一个人，还好我姐出淤泥而不染。下面纷纷评论，林大小姐骂得好脏啊，这一句话骂了2家人，林小姐不愧是林家人，跟林优是姐妹，严重怀疑林寒是跟林优学的，哈哈哈哈。林优，好了妹妹，你可以出师了，不愧是林优一掷千金的女人，有事是真上。夏优关掉手机，网上的舆论虽然只能讨论一时，但给夏家和夏星造成的影响不会小。而现在夏家的情况，大概率会因为夏星带来的负面而切断和夏星的关系。毕竟对夏家来说，即便夏星是团宠，可夏家并不缺孩子，而且之所以宠着夏星，一部分原因也是从前夏星的营销给夏家带来了无限风光。如果夏家还和以前一样对夏星极尽宠爱的话，可能还会想办法捞他。
就像当初让夏幽顶罪去把夏幽送进监狱一样。但现在显然，夏家已经不是从前的夏家了。如果夏家真的要跟夏星切割开，后面怕是的狗咬狗了。夏幽很期待看后面的好戏。以夏星的性格，绝不可轻易离开夏家。而夏家那群曾经将夏星宠得如珠如宝的人，又会真的跟夏星切割开吗？同时，大家发现历城的官方账号也发了一条状态，厉氏旗下所有产业未来将杜绝与夏家的合作。在大家纷纷吃瓜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厉家发这条动态之前，陆氏更早也发过一条类似的动态了。而这个陆氏正是陆家那位太子爷陆思彻接管的陆氏。虽然低调，但却极具影响力，普通人就算不知道，但只是看其他大佬们对那个账号的态度，就已经知道其地位到底有多高。有陆、厉、林三家的态度在这里，等于基本整个豪门圈子都会将夏家排斥在外。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不能得罪，这些人都是人精明的很。Boss， 公司账户里多了一大笔钱，现在财务和会计那边正急得不得了，刚刚找我来问问您。厉城签合同的动作微顿了一下，多少钱？助理5000万，5000万不是小数目，所以现在整个财务部门直接报上来了。厉城眸光清冽，似乎已经了然了什么，查不到转账主体，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转进来的。我知道了，下去吧，告诉财务那边不用管。这一句话里，厉城的声音明显的染上了一丝凉意，而助理也感觉到了 boss 的不悦，也不敢再多说话，说了个明白就立马下去了。厉城放下了手里的笔，看向了放在旁边的手机，手机还没熄屏，里面的照片正是他们在上同一档宗的点点时候被 CP 粉们拍下来的同框照。本来是没有任何暧昧环境的同框画面，却因为网友的抓拍和氛围渲染而看起来截然不同。这么生分吗？他眸光微凉，轻轻的声音潜藏着一股隐忍而沉郁的味道。Z 是陆家，听说网上最近挺热闹。陆老爷子在家里一边打着太极一边说。陆思彻今天难得也在家，不过他手里却并不闲，手里的特殊定制 pad 不断投射出虚拟 3D 的画面，看起来像是一些地形图，又有一些武器模型等等。这种特殊定制 pad 是军部某些特定人群才配备的。这个 pad 能直连军部核心系统，并且直接对接上下级发布命令和通知。当然，这个 pad 保密极高，不仅仅是软件，硬件也配备独立的保密程序。除了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打开这个 pad。您老爷子闲着没事儿，也开始上网了。陆思彻话里衔着几分揶揄。哼，老子不但会上网，我还知道你跟厉家那小子不对付呢。陆老爷子一个野马分鬃，换了个姿势。厉家那小子不是个简单的，你自己可得醒着点，别到时候人家不声不响的把人抢走了，你哭都来不及。对于大院里那几个出挑的孩子，老爷子还是知道的。虽然他跟陆思彻亲爷爷是战友的关系，但其实他们圈子是差不多的。对于厉城这个人，他也多少了解一点。从前那孩子小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跟他这边走动一下。厉城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而且不显山不露水，做什么事都是不声不响的，一鸣惊人。比起混不吝的陆思彻来，厉城简直称得上温柔。可这小子吧，挺会藏，所以也不是个什么简单的。陆思彻勾了勾唇，他没机会。陆思彻的话让陆老爷子不禁回头去看了他一眼，见那小子神情淡定地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边滑动着眼前的 3D 影像。但除了陆思彻的角度，其他任何角度都是看不见上面的内容的。从他的角度甚至只能看到一点光。你这小子还挺自信，陆老爷子吐槽了一句，可别到时候阴沟里翻船了。陆思彻挑眉，爷爷，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者很难居上吗？陆老爷子，老子懂个屁，当年我跟你奶奶那就是媒婆说亲，互相看上了。不过你爷爷那个时候也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你奶奶那会儿也是一枝花，可漂亮了。提起以前，陆老爷子也满脸怀念，脸上也难得的浮现出了一丝铁汉温柔。陆老爷子的妻子过世的早，是因病去世的，而他也因为工作的特殊原因很少回家，他的儿女不理解他，也因为母亲过世的原因对陆老爷子产生了隔阂。他们举家迁到了国外，很少再回来，也几乎没再跟陆老爷子来往。只有2个孙儿女会偶尔在逢年过节时回来看看他，似乎只有这2个小辈们能理解他。他们虽然没在国内长大，可却十分忠于自己的祖国，也因此十分敬重他们的爷爷。这一点也是陆老爷子十分欣慰的事情。只不过因为环境的缘故，他们的常驻地依然是国外，所以很少回来。而在陆老爷子的眼里，陆思彻是不一样的，不仅仅他是当成自己的亲孙子，那是比自己的亲孙子还要重要的存在。陆思彻关掉投影，桀骜的眼神里染着几分倨傲和凌厉，那是因为有人又争又抢。
他一字一句的开口，每个字都噙着几分独属于他的狠劲和凶蛮。即便他是笑着的，可依然能让人感觉到那背后放肆的占有欲。陆老爷子闻言也没再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就这小子的性子，怕是谁敢从他的嘴下抢人，都得掉一层皮。陆思彻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了那天在夏优家里和他在狭小空间里表明心意的画面。其实那一天不，或者说他从未想过他的心意会在那样的场景和那天坦白出来。他原本即便是看清了自己的心，可也只想先温水煮着。但历城那个家伙显然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的上门给了他危机感，让他那天控制不住的单独找到他，表露了自己的心意。这么多年在生死边缘的生活，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什么话不能留着，有的事情一旦等待下去就没有结果了。所以他才会在那天告诉他，至于夏优的想法对他而言不重要，也不管他有没有喜欢的人也不重要。他没有喜欢的人，那么他就会去成为这个人；如果他有，那么他就会去将他抢过来。他不擅长谦让，也不喜欢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被抢走，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手。听说上面有人已经找到他了。陆老爷子活动了活动肩颈。陆思彻点头，是人才系统那边的人，直属上面管。这帮家伙挺贼，找得挺快。陆思彻冷笑了一声。陆老爷子皱眉，这个系统的人你管不了，但他们也能给你点面子。那林幽那丫头呢？她怎么说？陆思彻平静开口，他没说什么，不过应该对他们没什么兴趣。其实他们这帮人虽然不要脸，但也不是什么强取豪夺的人。你放心，只要那丫头不答应，他们不会怎么样的。陆思彻当然知道，所以才没太过担心。他担心的反而是他和夏家之间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夏家不管是名声还是生意上，都今时不同往日。他虽然有推波助澜，但真正主导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而且不只是这样，据说夏家现在内部也有不小的矛盾。作为曾经夏家的团宠夏星，现在也已经快要失宠了。按照他对夏优的了解，对付他自己的仇人，他的性格应该是不会容忍夏家这么久的。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会遵循社会制度的一个人，他更看重自己的心情，随自己的心意办事。他之所以现在还在放任夏家，用一种毁灭性的手段，渐渐让夏家支离破碎，让他们每个人失去自己看重的一切，更像是出于什么目的？似乎是刻意为之。他是在复仇，但又不像是在为自己复仇，并且不只是在复仇，似乎还要得到一些旁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他才担心的是夏优。他不知道他会做到什么地步，但他却不能去干扰他，只能调查一些资料和他能拿到的证据给他送去。想好什么时候回去了吗？陆老爷子忽然开口询问。我看现在你应该也在为回去做准备了吧？虽然这些年陆思彻从来没有疏离过训练，但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尤其勤快，每次回来他都能看到这小子身上一身的火药味。而且最近几个月陆思彻的状态也明显不一样，身上的那股暴力也少了许多，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臭小子的样子。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去了？陆思彻站了起来，走到了窗边，点了根烟。从你上次独自去地下交易市场盯着那个洛文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陆老爷子缓缓坐回了沙发上，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洛文这家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头号需要注意的危险人物，虽然他还没上 SSS 级通缉榜，那我估计也是迟早的事情。你去盯着他，不就是怕他在境内闹出什么事情来吗？陆思彻没回答。但如果那天不是在境内，而是在境外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已经交火的你死我活了。反正上面也一直派人在催，你再不回去，京城那边可能真的出什么幺蛾子。陆老爷子喝了杯茶，咂巴了一下嘴。哦对了，过2天我应该要复诊了吧？林有你帮我约约，要是有机会的话，想想办法把他也带去京城吧。需要他的可不止我啊。陆老爷子的话让陆思彻神色也动了一下，想的倒是挺好。他笑了一声，不过很快语气也凝沉认真了起来。不过我会想想办法，因为不管是陆老爷子说的前者还是后者，他都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前者他也想，后者他也想。夏家的事情闹得纷纷扬扬的时候，夏优这边也查到了那天袭击他的人幕后主脑。消息是境外的一个专门打探消息的掮客传来的，这个人是夏优在国外的消息人脉，任何境外的消息他都能有办法查到，在全世界也是榜上有名，甚至有时候就算是官方也得找他进行合作。而这个人只要钱加上有本事，所以到现在混得都不错，也没有人想去动他，毕竟动了他就等于动了自己的一条人脉。夏优是通过江城和他联系上的，后来江城也不知道夏优用了什么手段，
这个家伙就甘心情愿地为夏优办事了。查尔斯，上次袭击你的人是职业雇佣军，常活动在边境地区。他们背后的老板是 A 国的一个财阀家族的人，似乎是因为家族里有人得了一种罕见病，但吃了黑市上售卖的药物有成效，所以一直在命人找药师的下落。据说他们家族花了50个亿雇佣世界最好的黑客查到你的地址，又花了10个亿雇佣这些人把你带回去。发完这段话之后，他又接连发了一些关个财阀家族的资料以及雇佣军的资料过来，资料十分详细。查尔斯，哦对了，查这件事的时候我查到洛文势力好像也在查你，但不确定是不是你，我觉得跟你有点像，所以就把这个消息拦过来了。洛文势力4个字几乎不需要什么解释，但凡混道上的都能明白这4个字的含金量。西部地下势力教父，坐拥整个西部地区地下帝国的王，维克多家族的当今掌权人洛文。查尔斯忍不住好奇，你还得罪洛文了？看到这句话，夏优觉得好像自己要是说一句是，查尔斯就会马上跑路似的。夏优，就是见过一面，可能对我一见钟情了吧？查尔斯，骗鬼呢？洛文是什么人？他听说每年送到洛文床上的男人女人数都数不过来，都是世界顶级的面孔，但他对女色和男色都没多大兴趣。不过有传言说他有固定的性伴侣，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夏优说的会一见钟情的人？扯淡！他更倾向于夏优肯定是得罪了洛文这个家伙。夏优勾唇，谢了，这些人帮我关注一下，有事我会再找你，钱会按时打在你账户上。查尔斯，收到。最后查尔斯还是发过来一句，别得罪洛文。夏优挑眉，对洛文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在国内，洛文这种人进了华国都不敢携枪，他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他不出国，他就不信洛文还能因为他对他2句话来国内追杀他。50个亿聘请黑客，他皱着眉，还不如我自己去自报家门，把那50个亿吃进自己嘴里。怎么没人告诉他这回事啊？50个亿够他努力搓药丸子多久了？也就是因为他吸收了那枚原石之玉的能量，现在整个人的精神力能供给他平时使用医术的频率和强度，不然他现在的身体炼药搓丸子也够费力的。目前黑市上还挂着他的药，但跟之前一样限量卖。不过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了名气，所以目前黑市上等他每次挂出药物开售的人，每次都是蹲守着抢。虽然夏优的价格一直没变过，一开始就定的高价，可一旦流入黑市，就会比原价高出好几倍，且还被人抢破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制药人当然就会被不少人盯上了。当然，这点夏优也一早想到过，毕竟是过来人，他有自保的能力，所以从来不担心。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走向窗边。窗外隐约能看到有1-2个人影徘徊在他家附近。当保镖还是不错的，他调侃了一句。在他家附近徘徊的正是朝他递出橄榄枝的那些人，也就是沈寒的人。虽然他拒绝了他们，但他们还是派人一直在暗中保护他。这样的行为倒是让他产生了不少好感。他放下水杯，拿起刚刚查尔斯给他发的资料扫了一眼。他刚把这些资料划下去，就看到了班级群弹出来的消息。蒋琪琪，什么？林优是全校唯一一个满分卷？张良，不是全校唯一一个，是全市唯一一个。请严谨一点。弹琴，卧槽，膜拜大神！从今天开始，林优就是我的神。许涵涵，还好林优早就是我的神了。楚苑，这世上真的有又漂亮又聪明这样的女孩存在，还要不要人活了？群里忽然爆发的讨论，而且涉及夏优，所以才让夏优多看了一下，翻了翻聊天记录，翻到最顶上，他才看到原来是有人拍了一张公告榜的图发到了群里，而那张图上是一张分数名单，在旁边还贴着写有他名字的试卷。看到这张试卷，夏优才想起来，好像是他上次上学的时候放学做的一张卷子，他还以为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就顺手做了。没想到不是学校的考卷，是世界顶尖学府联合出的题卷，用来筛选一部分沧海遗珠。题目不会特别难，但综合性特别强，而能完成题目的人极少，全世界能做到满分卷的人恐怕都找不出1-2个，所以班级群里才会这么热闹。也不只是班级群热闹，现在整个市的校园论坛都在讨论。在夏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再次成为校园名人了。夏优皱眉，难怪当时他看那题目也不像他专业的，涉及的领域也不少，还奇怪专业老师出这些题目做什么，原来根本就不是学校的卷子。卷子上的题目他上辈子在另一个世界里见过，而且也做过，所以对他来说算不上难，毕竟他在另一个世界也是名校高材生，加上正好那些题目是他本身领域涉及过的，所以他能全都答出来。原本这事儿都已经被他抛到脑后了，没想到竟然掀了一点波澜。虽然只是校园圈子，但因为夏优身份特殊的缘故，
关于他的智商已经开始被许多相关的机构所瞩目了。试卷的事情对夏优来说也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学校里和班级的同学却对这件事热衷的不得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依然在上学和偶尔参加一些活动，但夏家的生意却出现了问题，而夏家的生意也越来越差。当夏家夫妻发现，即便是用夏星去联姻解决夏家困境，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夏星儿也失去了他最后的价值。当夏优再次听到夏家那边消息的时候，据说夏家已经将夏星赶出了夏家。姐姐，你不知道，我听说那个别墅区的人那天全去看热闹了，夏星死活不肯离开，还威胁他们呢。但夏家没一个人为他说话的，就连夏景洲那4兄弟都冷眼旁观。啧，夏家真是无情啊，好歹是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说赶走就赶走。林寒一边吃着披萨，一边跟夏优说着。一听说这件事，他马上就从家里打车过来找夏优了，饭都没顾得吃上。夏优赶忙给林寒递上了一杯果茶，慢慢说，别给自己呛到了。林寒接过果茶，喝了一口，看着夏优一脸淡定的样子，忍不住问，姐姐，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夏优搅动着面前的咖啡，平静的几秒之后，忽然夸张的震惊脸，哇，真的吗？林寒嘴角抽搐，还能再假一点吗？姐姐。夏优轻咳了一声，恢复了原样，淡定开口，你接着说。夏星被夏家赶出来，本来也在他意料之中，毕竟夏家的动向他也是很清楚的。吴秘书几乎每天都在给他汇报夏家的情况，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夏明长夫妻到处想要给夏星联姻的事，他也知情。林寒也接着说了起来，我圈子里好几个姐妹跟我说，前段时间夏家到处找人联姻呢，但对方一听说是夏星都跑老远了，而且好像夏明长夫妻还因为夏星被一些圈子里喜欢落井下石的人家羞辱了呢。原本吧，他们想赖上秦家，但是秦瑞说什么都不肯，秦家当然就更不肯让夏星这样的人进门了。对了，姐姐你知道吗？据说夏星还去拦过历城的车，被历城的保镖撵出去老远了，哈哈哈哈！他竟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嫁给历城呢。林寒摇摇头，啧，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疯了，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历城看得上他的？说的时候，林寒下意识瞥了一下夏优，发现夏优也没什么异样，淡定自若地喝着咖啡，心里忽然之间无比难受，因为他是磕的历城和姐姐的 CP 啊，怎么姐姐一点反应都没有呢？原本护夏星跟什么似的那4个哥哥，现在可是一个字都不吭了。哎，果然人心凉薄啊，以前还拼命营销什么团宠小公主、妹控哥哥什么的，现在呢，我看他们可没一个出面帮夏星的。不过也是夏星活该，这种人能占着姐姐你的身份活这么多年，都是他赚到的。林寒冷笑，真是看不清自己是人是狗了，每次还敢拍到你面前来挑衅。我看他被赶出夏家的样子也有够狼狈的，大家都等着看笑话呢。夏优勾了勾唇，放下咖啡杯。现在对夏家来说，夏星的存在就是一个麻烦，加上又不是亲生的，只要隔阂间隙一出来，切割开关系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不过我倒是好奇，他眯了眯眼睛，他们现在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夏家就不怕夏星鱼死网破吗？要是夏星爆出夏家的黑料，那谁都别想好过。除非现在只是做做样子，迫于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畜生，所以夏家其实还是会暗地里给夏星打点一下。夏星也不敢随意曝光，毁了自己的人生。毕竟夏星想要的是风光，是虚荣、金钱、名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是真的跟夏家撕破脸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好奇什么？林寒眨着一双眼，忽闪忽闪的好奇。夏优挑眉，好奇夏星以后住哪儿。林寒啊，应该回赵家。姐姐关心他住哪儿做什么？夏优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知道去哪儿打他一顿了。俩人正说着，忽然被一道尖利的嗓音打破了平静。贱人，是你找人告我们的吧？赵耀祖的身影在不远处出现在两人的视野里，只见他眼神怨毒，拿起一个玻璃瓶就冲着夏优恶狠狠地走了过来。夏优目光平静看着赵耀祖，面容扭曲怨毒地朝他走来，周围的人也都吓了一跳，看到这一幕也都赶紧站了起来躲开。林寒的脸色也变了，我去，姐姐你快跑！这个人一看就来者不善，林寒的心都紧张了起来。赵耀祖似乎是无意间闯入这家咖啡厅的，原本他也想买一杯咖啡尝尝过有钱人的嘴瘾，但却没想到一杯咖啡要几10块钱，而且咖啡店因为认出了他的身份还不卖给他，他当即就跟店员起了冲突，骂起了店员。正骂着呢，却看到了另外一边的夏优，他本来就愤怒的情绪瞬间就转向了夏优，愤怒红了眼，所以直接就去找夏优麻烦了。最近赵家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他们一家3口都被告了。起先他们还没觉得有什么，无所谓，告就告呗，他们又不怕。可是很快不知道怎么的，判决书就下来了，判决他们赔很多钱。原本陈芬夫妻根本没当回事儿，只要他们不给就行了。
直到他们银行卡里的钱直接没了，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因为夏优这个贱人。眼看着赵耀祖人都要冲上来了，手却忽然被另一只有力的手给擒住了。赵耀祖看清眼前这个人的时候，脸色也变了。是你。夏优和林寒也看向了这个出手的男人，俩人的眼神里都有点意外，似乎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会突然出现。那确实是挺意外的。夏优简直怀疑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了。夏锦州目光森寒，你想做什么？冰冷的几个字让赵耀祖也清醒了。他敢对夏优动手，无非是因为觉得夏优是女孩子，好欺负罢了。而在各方面都碾压他的夏锦州面前，他自然就怂了。他立马变了副嘴脸，大哥，我就是教训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你不是也讨厌他吗？这样，我教训他一顿，你给我一笔钱怎么样？在赵耀祖的认知里，夏家全家都是不喜欢夏优的，都是讨厌他的。从前夏家四兄弟可都是嫌恶又疏远他，只喜欢他的亲姐姐。而他们家最近又在吃官司，所以还不知道夏星被赶出来了。林寒瞄了一眼夏优，又看向了夏锦州。夏优掀了掀唇，搅了搅面前的咖啡。听到赵耀祖的话，夏锦州的脸色阴沉，手猛地用力将他推开。滚！只听到一声骨折的脆响，赵耀祖惨叫了一声，整个人都往后摔在了地上。赵耀祖痛得大喊大叫，盯着夏锦州，怒道：你什么意思？你这样对我就不怕我姐生气吗？对赵耀祖来说，夏星就是他的王牌。夏家都是蠢货，竟然都宠着一个养女，他们一家都笑夏家是傻子。明明有4个儿子，却还要宠一个不是亲生的。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只要夏星在夏家，那夏家的一切就是等于是他们的。林寒冷笑，你怕是不知道，你那个亲姐已经被赶出夏家了吧？赵耀祖听到这话，立刻看向了夏锦州，然后大声是说，不可能，夏家怎么可能赶我姐离开？他们可是对我姐宠的要命，你少在这里骗人。林寒抬了一下下巴，不信你问问喽。赵耀祖眼神发狠，盯着夏锦州，大哥你告诉他们，你们不可能赶走我姐的，我姐在夏家要什么有什么，夏家可对她有求必应。你以为是夏优那个贱人吗？就算是亲生的又怎么样，不一样被当成垃圾。我姐以后可是要继承夏家资产的。而他越是这么说，夏锦州的脸色就越冷，眼底也越来越阴沉，如凛冽的风暴，危险而致命。来人，把他扔出去。他目光和其中一个保镖交汇了一下，那名保镖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微点了下头。而后很快几个保镖上前，赵耀祖抓了起来带走。赵耀祖仿佛一下明白了什么，不，你们不可能把我姐赶，你们把我姐赶出去了，我怎么办？我的房子，我老婆本怎么办？他说过的，只要我们按照他说的做，就会给我买房。你们赔我房子。此时的赵耀祖宛如一个小丑，又蹦又跳，面容狰狞，直到他被带出了咖啡厅才安静下来。林寒故意笑着说，夏少爷，人家还等着他亲姐买房子呢，你们家可真有钱，做慈善呢，养女还不够，还得养他一大家子呢，也不知道以后你们家的财产到底姓什么。林寒这番话的嘲讽几乎拉满了，看夏锦州的表情也的确被林寒的话嘲讽得有些破防。夏优挑眉，依然没什么反应，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没看到过夏锦州出现一样。夏锦州转过头，淡淡的扫了眼林寒，我家的事情就不必劳烦林小姐操心了。林寒笑，我们这儿有2个林小姐呢，夏少爷说的是哪个啊？林寒本来就不喜欢夏家这家人，整个豪门里最爱营销的一家人没有之一，而且夏锦州给他的印象一直都不好，不只是夏锦州，应该说是夏家这4个兄弟都让他反感，都跟有病似的护着夏星。虽然护着妹妹本来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们简直是有些过分不带脑子了。更别说自从知道了夏优跟夏家的关系后，林寒就更讨厌这家人了。加上他对夏优的崇拜程度，现在都恨不得看到夏家就骂一次，为姐姐出气。夏锦州的脸色发青，但这个时候或许为了不激起矛盾，所以并没有和林寒争执，而是看向了夏优，语气带着一丝关切，你没事吧？眼看夏优没什么反应，夏锦州沉声开口，我碰巧路过这里，没想到竟然撞见赵耀祖对你不利。夏优看着眼前的咖啡，唇角也咧了咧。林寒看了一眼夏锦州，在这个年轻的总裁身上，他竟然看出了一丝局促感。夏锦州沉默了几秒，夏星已经离开夏家了。夏优笑着抬起眸，哦，关我什么事呢？他盯着夏锦州继续说，还有，夏总这么闲吗？碰巧路过，应该是碰巧让赵耀祖出现在我面前吧。夏锦州无缘无故真的碰巧出现在这里，谁信谁傻逼。他这种公子哥常去的地方，不是会所就是公司，要么就是一些高端俱乐部，没事儿能跑街上瞎溜达。而且他常去的地方以及平时的习惯，在他让吴秘书引导赵家一家3口去找4兄弟要钱的时候，他就十分清楚了。
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夏景舟是根本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的。夏景舟神色微变了一下，没打算解释这件事，而他的反应也让夏优明白他猜对了。他凉凉地笑了笑，还真是啊，这手段你不觉得 low 吗？他的话让夏景舟本来就不好看的脸色也变得更加难看了。不管你怎么想，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夏景舟淡淡道。夏优打了个冷静，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好意思，你恶心到我了。这话你对夏星说就行了，别往我身上套，怪恶心人的。夏优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嫌弃。林寒这个时候没说话，只是默默吃起了瓜。夏景舟看了眼林寒，但话却是对夏优说的，我们能好好聊聊吗？林寒知道夏景舟的意思是想赶他走腾位置，但他就是偏不走，而是看向了夏优。他只听姐姐的。能啊，我这不是好好坐在这儿吗？夏优笑，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就好了，我也好奇，你能吐出什么人言？毕竟在他看来，夏家那一窝都是畜生，畜生当然是不会说人话的。夏景舟也明夏优这话是拐着弯的在骂他，但是他除了皱了下眉头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反应。林寒是我妹妹，不是外人，这儿就你一个外人，你不会没点自知之明吧？见夏景舟没什么动作，夏优又补充了一句。夏景舟眸子沉了沉，夏星离开了，以前我们都被他所蒙蔽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以前的事情都是误会，爸妈也很后悔不该偏心夏星而忽略了你。如今你最讨厌的夏星已经走了，要不要回家看看？夏景舟的这番话明显的放低了自己的身段，说的话也带着讨好，尤其是他一个1.8米西装革履，一身精致奢侈品的男人站在这里，却像是被罚站一样。夏优稍稍意外了一下，因为他没想到夏景舟会这么快低头，甚至是讨好他。毕竟前不久他还一副高高在上傲慢的模样，但这种模样却只让夏优觉得恶心。你一句以前都是误会，就能接过你们所做的一切了吗？夏优冷笑，要不我现在打你一巴掌，再踹你几脚，然后我跟你说都是误会怎么样？不，这也太轻了。不如我现在把你打个半死，然后把你送去坐几年牢，完了我再跟你说误会怎么样？夏景舟身边的拳头紧了紧，面色也有些惨白。你说这话都没觉得离谱？夏优质问。还有，夏星离开你们家了，真不关我的事。我对你们一家人的内部事情真的不感兴趣。他现在只对怎么把这一家人送进牢里，而且怎么判重刑比较感兴趣。至于我讨厌的人，夏优嘴角冷勾，夏星倒是排其次，我最讨厌的是你们这一家助纣为虐的东西。夏星做的每一件猪狗不如的事情，可都离不开你们的帮忙。你们不会以为把夏星踢出去，你们就干净了吧？在夏优的话的质问下，夏景舟的眼神也越来越冷，越来越阴沉。事实上，虽然都是一个垃圾堆里的人，但你们可比夏星要脏多了。至少夏星一眼看过去就是脏垃圾，而你们却是裹着包装袋的腐烂品，一把摸下去得恶心一手，臭气熏天。你说是吧？夏优的话对得夏景舟一时竟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你们的脸上就该贴着惺惺作态和虚伪这几个字，在你们把一切都推给夏星的时候，也没好好审视过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吧？林寒简直都忍不住当场为夏优鼓掌叫好，舒服了，简直让人乳腺畅通。夏景舟眉头一直紧紧皱着，从夏优开口开始就一直没有舒展开过。所以即便是夏星被赶出去了，你也不打算原谅我们吗？他的声音也渐渐变得有几分凝了。夏优无语，说实话，你又不高兴，而且你看，我就说了几句话，你就本性暴露了吧？夏景舟声音冷沉，那如果夏星跟猪一起吃猪食呢？夏优挑了下眉，看着夏景舟片刻。这句话是他当初在宴会上对夏景舟说的。他问要怎么样他才能原谅他们，他就说了句，除非他们跟夏星一起就像以前的夏优一样吃猪食。现在夏景舟提起来，而且现在夏景舟的眼神让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应该说是对夏优来说的熟悉感。这种夏景舟看自己的眼神就像从前看夏星一样，或者说比之夏星更甚，有种疯癫的神经质和保护欲。这让他不禁怀疑，是不是他们将从前对夏星的那种保护欲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就像他之前说的，他认为夏家四兄弟有病，那是真有病，不是骂他们。能被控到那种程度，跟神经病有什么区别？那是明显有着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大概跟什么白骑士人格综合症差不多，习惯性的去过度并且是非不分的去保护一个人。而现在他好像把这种情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当然这只是夏优的理解，那我倒是能考虑考虑。他勾唇，当初我在夏家过的什么日子，夏少爷不会不知道吧？夏景舟领着的眉眼沉了沉。我明白了。夏景舟当然知道夏优在赵家过的什么日子，这些天关于赵家的爆料，还有赵家自己说出来那些，都能让他清楚的知道
夏优从前在赵家是怎么过来的。即便从前他们知道夏优在赵家过得并不好，但也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这段时日，他们所知道的完全颠覆了他们以前的想象。自己的亲妹妹受尽痛苦，替代那个满是心机的骗子过了10几年的苦日子。即便如此，他也依然成长为了一个耀眼的人。可夏星这个有着劣种基因的骗子，却一次次的欺骗他们，甚至连累他们和整个夏家都饱受非议，甚至要拖垮他们夏家。相比之而言，他们在夏星身上的感情也彻底被磨灭了。夏优眼底掠过一丝凉薄，明白就好。那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夏景舟又继续说了句。夏优抬眸，思安在什么地方？夏优唇角扯了一下，你真的想知道思安在什么地方？夏景舟盯着夏优，他在哪里？夏优眼神浮现出一丝玩味。这件事，我当然可以告诉你。片刻后，夏景舟迈着大步直接离开了，步子走得有点急，似乎赶着去什么地方。看他离开的样子，夏优觉得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夏景舟对思安的感情肯定不一般。贵圈真乱，姐姐，他不会真的让夏星去吃初食吧？林寒疑惑。夏优冷笑，谁知道呢？不过他微微思索了一下。不过什么？林寒追问。夏优认真的掰起手指头算了起来。不过他们要是掐起来，没准还能多判个几年，做假证，包庇凶手。要是再加上故意伤害、非法监禁、绑架、非法虐待，光是听着夏优掰手指头数，林寒就不禁打了个哆嗦。这得判多久啊？快了。夏优点了点头。林寒这管不住的八卦的嘴，什么快了？夏优，距离他们牢底坐穿的时间快了。林寒，他怎么觉得姐姐是在故意叠加他们坐牢的 buff 呢？难道他们真的会坐牢？夏优嘴角一咧，你猜？要不是夏优觉得坐牢太便宜他们了，也不会到现在还不收网。至少现在他手里的证据还是足够让夏家进去的，只是还不够。他要他们千疮百孔的走进去，再也无法像个人一样的活着。不然光进去吃牢饭跟进去提前退休享受老年生活有什么区别？夏优从一开始想要的就不仅仅是要让他们坐牢而已，以他们先前的所作所为，的确是足以判刑的。可是夏优死了，那点惩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让他们得到该有的惩罚，他还要帮原本的夏优拿回属于他的东西。谁让他占了人家的身体呢？即便这个身体跟他本人无关，这是另一个人的人生，在他进来之后，这就是属于他的人生，而不是前者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不用管。但是既然他得到了这个身体后续的使用权和生命，那么对他而言，他是得到的一方。他行医也向来讲究一个交易和报酬，那么对他来说，也没有理由不帮原本的夏优处理好他生前的事情。除了他本身对于原主的同情和怜惜之外，还有他作为医者习惯性的平恩。否则对他们来说，若所行之事若被天道伦常，他们自身也会受损。这种受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个人的气上，比如生气、死气，这都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或者老态龙钟，也是气受损的迹象。咖啡厅在经过刚刚的一个小插曲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只不过大家依然在议论着刚刚出现的夏景舟和那个臭名昭著的赵耀祖。就在这个时候，夏优接了个电话，电话是江城打来的。夏优勾了勾唇，我知道了，就按你说的办。挂断电话，夏优的心情也很不错。还喝吗？他问林寒。林寒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要，我还没说完呢。这个夏星被赶出去的时候简直了。江城挂断电话之后，在总裁椅上转了一圈，扬了扬眉，看着眼前桌上的方案，刺激。他嘴角扬起一抹邪肆和一种即将要干坏事的兴奋。夏家，要怪也只能怪你们惹上不该惹的人了吧。江总，秘书敲了敲门，有人邀约见您，是帝盛集团人事部 HR， 您见吗？江城皱眉，不见。这些人还真是没完没了。秘书，是。这段时间以来，找江城的世界顶级猎头2只手都数不过来。江城的手机和联系方式已经通过一些方式屏蔽了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只能登门来公司了。江城对这些人当然没什么兴趣，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他负责赚钱，老板负责花钱，而且他也只需要负责赚钱，其他任何事都不需要他管。夏优给了他足够的发挥空间，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当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如果没有夏优的话，他还不知道会如何。而且他也是他出狱后第一个收留他的人，即便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依然在等着他出狱。可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夏优跟他之间和那些人怀着目的等他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不会离开夏优。殊不知，现在国际上许多百强公司都在查江城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
虽然夏优跟江城和公司的关系并没有在明面上，但毕竟法定程序在那里，有点本事的人还是能查到一个叫林优的人才是这家娱乐公司的幕后老板。他们开始查林优的身份，当知道江城的老板才20岁的时候，几乎所有那些大公司的高层们都震惊了，纷纷感慨这个叫林优的何德何能啊。夏氏 A 国总部，林优是什么人？是救了江城的命吗？能让他这么死心塌地？夏明修皱着眉，听了下属电话的汇报，面色也有些难看。毕竟江城这个人才是他很早就注意上了的。曾经上学时期的江城就已经被大公司注意上了，但那个时候的江城心高气傲，拒绝了多家大厂和企业。那时候他就已经价值年薪1000万。后来业内知情者都知道，江城因为触犯了某国律法而去坐了牢，所以他们都在等他出狱。毕竟坐了牢的江城肯定磨了曾经的锐气，这个时候最容易收过来为己所用。但江城却跟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生，这不是打他们这些世界百强企业的脸吗？人事部经理夏总，根据我们调查，这个叫林优的是华国林氏的千金，不过不是亲生的，是现在林氏掌权人林思义的养女。至于到底为什么江城愿意跟着他，目前我们也不清楚。夏明修脸色更沉了，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难道跟一个还不足以掌权的千金小姐比年薪过亿还要有吸引力吗？别说了，夏明修纳闷，人事部经理也很纳闷。年薪过亿，全世界值得他们开出这个价的就没几个人，江城算是一个。这换做谁不赶着来啊？一个娱乐公司有什么好经营的？娱乐行业虽然暴利，但格局小。他们可是跨国公司、跨国企业，在他们面前，各国的娱乐业公司都不够看的。算了，江城你挖不过来，那何方又为什么挖不过来？夏明修冷冷道。人事部经理摸了摸鼻子，那也不是他一个人挖不过来啊。他去打听了，其他猎头也没挖过去啊。对他们这种大集团来说，官司几乎每天都在打官司，涉及的商业利益纠纷太多。一名知名且有能力的律师也是他们这种公司十分渴求的人才，何方战绩可查，且庭上犀利无比，早也是各方公司想要拉拢的人才。何律师也不愿意，我已经开出最好的条件了，但是他还是拒绝了。何律师目前也在华国，但他在江城所在的公司担任法务和法律顾问，他俩好像关系不错，是合作关系。夏明修脸色难看，他俩不会都在给那个叫林优的打工吧？人事部经理咳了一下，有点那么小心翼翼，也不是，没可能哈。沉默了半晌之后，夏明修想到，反正不止自己一个人吃瘪，心情才稍微舒服了点。夏氏近2年整体都有些低迷，比起巅峰时期，整体是呈下滑的趋势。即便是现在夏氏的掌权人夏明修也无法解决如今夏氏面临的困境，整个夏氏高层智囊团也给不出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每年的财报都下滑几个亿，所以现在他们才迫切的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最新一辈中也没有特别优秀出挑的，以至于夏氏继承人到现在都还没确定下来，所以夏明修才想要找到像江城这样的人，不惜开出高价递出橄榄枝。对了，还有一件事，人事部经理话有点想说又不敢说的。夏明修皱眉，什么事？有屁就放。王经理犹豫了一下，之前听说您似乎有个兄弟在华国那边经营着曾经被咱们夏氏斩断的前子公司。王经理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这次去华国的时候跟华国地区负责人聊天的时候听那边提起过，说是那边 Z 是夏家，其实和夏氏集团是本宗的关系，他们的上合国际的前身以前其实是夏氏集团在华国 Z 市的一个子公司，后来被剥离了出去，斩断了关系，所以已经跟夏氏集团无关了。不过已经是差不多20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他才犹豫要不要说。夏明修似乎是想了很久，才从脑子里翻找出来这样一件事。好像是吧，有个不成器的被本家赶了出去，后来就在 Z 市落脚了，为了不让他饿死，就把其中一家子公司砍给他了。算起来的话，那个人也是跟自己一辈的，不过不亲近，是他一个叔叔的儿子，现在家族里已经算是查无此人了。好像是因为他以前做了一件让家族损失惨重还丢人的事，被家族花了些钱保下来后就赶出家门了。怎么了？你提起这个做什么？夏明修疑惑。现在这个人已经跟我们夏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是生是死都跟我们无关。人事部经理听到这话，忙点头，明白了。就是我去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他们那个公司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并伴随大额负债，所以我才想着刚刚提一嘴。不过夏总您既然这么说的话，您就当我什么都没提过。他本来是以为夏总感兴趣才提的，既然夏总不感兴趣，他就不提了。夏明修听了一耳朵，也没什么反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知道了，下去吧。他本来现在就挺烦的，不过听到别人的公司出问题了，心情倒是好点了。人事部经理点了点头，就退了出去。夏明修放下茶杯，眉头紧紧拧了起来，疑惑不解，林氏到底给了
他俩什么好处，能让江澄和何方都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林氏千金？对夏明修来说，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孩当然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肯定是背后的林氏出了力，不然一个20岁的女孩子哪里来能力驾驭得了这2个人？这不纯扯淡吗？夏优跟林寒在咖啡厅聊完天之后，又在林寒的陪同下去拍了个杂志。小鹿早就等在了拍摄现场，看到夏优过来，立马就过来挤走了林寒，成为了夏优身边的小跟班。林寒冷哼了一声，抱着双臂，一脸的不高兴。反正他现在也没事干，不如去应聘当姐姐助理算了。反正爸妈说过，只要他和哥哥不创业，干什么都行。说创业就是败家，不如啃老。林小姐您好，这边请。负责人过来将夏优请了进去。对了，今天的拍摄计划是拍情侣主题的，衣服和妆造组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今天跟你拍摄的对象可能需要跟您提前互动一下，方便稍微的拍摄进行。拍摄对象？夏优对自己今天拍摄的内容其实不那么了解，他只是按照江澄的安排过来，所以听到拍摄对象好奇了一下。负责人笑着说，是呀，今天是拍摄的情侣主题吗？所以当然有一位跟您一起拍摄的。咦，您不知道吗？负责人还以为他们互相知道呢，而且他们不是很熟吗？还是热门的 CP 呢？夏优摇头，不知道。负责人微微有些诧异，眼底也流露出一丝失望。原本还期待能擦出什么火花，现场磕到点什么呢？是您老熟人哦。负责人故作神秘，卖了个关子。夏优见状也没问什么，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他直接跟着他们进了妆造间，完成了妆容和造型。林寒就一直在外面等着他，他今天就是特地陪夏优过来拍摄的，所以夏优在筹备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的休息区吃吃喝喝。毕竟林寒也是名媛千金，所以拍摄方对林寒也十分客气，还给林寒准备了下午茶和点心。当夏优完成妆造，来到拍摄现场，看到那一身银白色西装、身高颀长、英俊优雅的男人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这次的拍摄对象是谁。他微拢了下眉。聚光灯下的历程简直比男明星还要充满光环。他站在那里，身前的妆造师正在为他整理衣服。他微微昂着头，神态从容，整个人都散发一种贵公子出身所沉淀的波澜不惊。身边的助手给他说了什么，他才缓缓转过身看向了夏优。他唇线微勾，那种笑意任是谁都能看得出来，他对夏优的与众不同好熟人。夏优也笑了一下，打了个招呼，然后直接朝他走了过去，面上微笑，声音压着询问，我买珠宝你付款是什么意思？这件事夏优之前就想问了，但这2天他没想起来。虽然2个人有联系方式，但夏优不是经常聊天的人，而历程的活跃也只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和给他发个节日祝贺，再偶尔会问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有时候想起来回一下，没想起来就不回，所以导致有时候他都忘了好友里有历程这么个人。夏优问完这句话之后，历程故意垂了下脑袋，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这么明显的意思，林小姐还不懂吗？可是林小姐一点都不领情呢，她说话的语气和口吻依然和从前一样，但又不一样，充斥着一股侵略性的味道，就好像一直包裹着一层伪装的人突然之间撕破了这一层伪装，开始在他面前渐渐地探出了一点本来的面目。他抬眸看向历程，历程只是温文尔雅地冲着他浅笑，金丝边的眼镜镜片掩着那眼底的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真实情绪。他在助理的动作下稍微收回了俯下来的脑袋，可眼睛却没离开夏优。在助理准备上手为他整理领带的时候，抬起了手，助理立刻会意地放下了自己手，不敢再动作。夏优就这么看着历程自己接过了整理领带的动作，虽然动作简单，但在他的几个丝滑的动作下却显得格外好看，就跟电视剧里的特写一样，会让人反复拉回去重看的那种好看。夏优，搁这儿显摆手好看呢？他压着声音，我不懂你什么意思，但你要是实在钱多，可以重新写个赠语再给我，我不嫌钱多。历程整理领带的手一顿，眼尾微微抬了一下，千唇夸奖，林小姐真聪明。这语气就跟真心实意的夸奖一个小朋友似的。他打的算盘，他似乎一下就明白了。夏优挑眉，彼此。在2人低声交谈的时候，周围就已经摄影师在开始拍摄花絮了。所以今天是你跟我一起拍摄？夏优问。历程，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的。夏优皱眉，情侣主题？历程微笑，杂志设定的主题。夏优，这3瓜俩枣的钱你也看得上？历程低声悠悠道，林小姐，我跟陆思彻不一样，我的钱都是靠我一点一点挣来的。夏优，这是在说陆思彻就是吃老本的意思吗？要不他把人摇过来，2人直接打一架。你是在茶缸里泡大的吗？一身的茶味儿。历程，我很开心。夏优疑惑，开心什么？历程脸上燃起笑意，向夏优，目光幽深，缓缓道，很开心，今天我的合作对象是你。夏优，你闭嘴吧，受不了这些男人说话一套一套的。
历程现在跟他说话的口吻也有了变化，是受了什么刺激吗？历程挑了下眉，没接夏优的话，但唇角的笑意却深了深。当他将目光从夏优身上移开的时候，那副金贵优雅风度翩翩的模样又跟平时没什么区别。最近我们公司在筹拍一部短剧，夏优提起，里面有个斯文败类的角色，表面清风霁月，实则变态腹黑，你要不要去本色出演一下？历程神色微动了一下，没回答。两人的互动和夏优的这句话让身边的助理忍不住笑了一下，而一些互动的小动作和表情也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两人收拾好之后就开始准备拍摄了。然而就在准备开始拍摄的时候，却忽然被人打断。来的人跟摄影师和负责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几个人都走了过去，像是开了一个小会。紧接着历程的秘书也快步跑了过来，走到历程身边低声说了几句，历程的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不好意思，厉先生，今天的拍摄主题临时取消，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可能要更改主题，以后我们给您重新安排一期情侣主题的拍摄好吗？负责人赶紧过来小心翼翼地说。历程看向了夏优，一字一句，不可抗力因素。负责人尴尬地笑了一下，是啊，也是上面临时决定的，说为了补偿您，会特地为您安排一期杂志封面拍摄，说是这一期的主题有变，不拍男女主题了，我们也是刚刚才接到的通知。历程微笑，眼底微凉，是吗？那真巧啊，刚好我公司那边也出了点问题，急需我回去处理。虽然历程是在笑着，可是大家却感受不到那一点笑的意思，甚至从这微笑里感受到了一丝凉凉的寒意。负责人竟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话了。夏优对突然改变拍摄主题这件事虽然有点莫名其妙和意外，但对他本人来说没什么影响，所以他也不在意。不过他好奇问了句，这要求你公司那边也有急事？历程勾唇，别有意味地说，是啊，就是这要求。夏优也不想耽误时间，那你快回去吧，也别杵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对于夏优在历程面前这么肆无忌惮的说话，周遭的人多少都还是有点意外的。历程再怎么样也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真正厉家目前的话事人、掌权者。夏优即便再优秀，目前也只是林家的养女，目前在林家还没有任何实权，所以二人按理来说在地位上也是有着区别的。可他们的相处和在一起的时候，夏优完全没给历程任何一点优待，而历程对他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纵容。圈子里但凡跟历程接触过的人都知道，这位年轻的掌权者只是看起来好说话而已，一句不小心冒犯的话都有可能葬送这个人业内所有的门路。当然比起那位混不吝的陆家小祖宗来说，他们还是更愿意和这位小厉总打交道的。现在的历程当然也不可能再继续留下来拍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变得比刚刚要冷冽不少。临走前，历程刻意从夏优身前走过，他口吻带着3分凉薄，4分叹息，5分无奈。你真的觉得这是巧合吗？如果是我才不会用这种低劣的手段。话好像没说完，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夏优这才反应过来历程的意思，这是话外有话。你看，我早就说过，他是个不择手段的家伙。历程悠悠地说完这句，才带着人离开。他甚至没换身上的造型，直接穿走了本来准备拍摄的高定衣服。但并没有人敢置喙，也没人说什么，甚至一群人还簇拥着他，讨好的送他出去。夏优疑惑，难道历程觉得这一切是陆思彻干的？但这种事好像陆思彻还真干得出来。对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他不感兴趣，更何况人家俩还算是发小了，说不定自己都是他们 play 的一环。他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拍。他刚问完，林涵就出现了，漂亮的小脸满是激动。姐姐，刚刚有人通知我跟你一起拍杂志。负责人笑着对夏优说，我们今天拍摄的主题临时改成了姐妹档，所以邀请了林涵小姐跟您一起拍摄。在旁边当帮手的小鹿也很开心，那感情好，林涵小姐跟咱悠悠本来就是姐妹，可她们姐妹情深的可不比理由 CP 少呢。林涵忙点头，就是。夏优也笑了一下，也好。离开了拍摄现场的历程，直接在保镖们的护送下上了车，直奔 Z 市立市总部。而车上的历程冷抿着唇，目光冷冽地看着前方。半晌后，他摘下了鼻梁上的眼镜，缓缓合上了眼，动了动唇。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怎么没死在外面，回来做什么？禁欲好看的唇线优雅地说出了一句动听的国语。突如其来，拍摄方案更改，还有他公司出事，他几乎不用去调查就知道这一切是谁搞的鬼。他费了点心思拿到了这次的拍摄主题以及参与拍摄，却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不择手段。而这种时候他也不得不走了。Z 是靶场，顾廷峰目瞪口呆地看着打电话完成的一系列操作，然后继续当作没事发生一样开枪射靶的陆思彻。我的哥，你就这么就让历程乖乖走人了？陆思彻抬起下巴，
扣动扳机，一枚子弹直接命中10环。空气中淡淡的硝烟味刺激着在场的人们，肾上腺素飙升，兴奋又上头。不然呢？陆思彻冷笑，想挖墙脚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顾廷峰，貌似林幽现在跟陆思彻也没什么正当关系吧？厉成这哪算挖墙脚了？但他不敢说，以他对陆思彻的了解，他看上了就已经是他的了。厉成不管做什么都属于是小三行为，固执得很。那到时候你不在了呢？顾廷峰忍不住问。他知道陆思彻不可能一直在 Z 市，也不可能一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那到时候他不在了，林幽跟别人跑了呢？陆思彻一边上着子弹，一边淡淡道：你知道那些人是怎么遛狗的吗？顾廷峰：就这么遛呗，还能怎么遛？我跟你说，这个我可有经验，我京城那边的房子养了8只哈士奇，每次我去遛狗，那可拉风了。陆思彻牵起嘴角，遛狗得有遛狗绳，只要绳子在，狗就跑不了，主人也跑不了。顾廷峰大为震惊，你是把林幽当狗了？陆思彻扬眉，将装填好子弹的手枪重新举了起来，对准了另一边的移动靶。不，他可以把我当狗。话音刚落下，那一枚子弹瞬间就已经穿透了移动靶的红点部位。顾廷峰嘴角抽搐，他要是真把你当狗一样玩，你还喜欢他？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不是他挑拨离间，而是他真的忍不住想打击一下陆思彻，好看看他的脑子还正常不？陆思彻冷眼扫了顾廷峰一眼，他要是不喜欢我能玩我，他怎么不玩你呢？顾廷峰，陆思彻这话怎么听着还有点道理，他竟然无法反驳，但好像又有哪里不太对劲。在他想不明白的时候，陆思彻又是几枪连续命中移动靶。看到这一幕，他忽然想起了那天夏优打移动靶的样子。如果他们两个来比一场的话，恐怕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拍摄完成之后，大家对拍摄的效果简直满意的不得了。没想到姐妹主题竟然也这么出片，超好磕的好吗？光是现场就让大家激动不已。两个人的颜值还都是极高的，真正的富家千金的模样，和那些明星们完全不同，甚至都不需要怎么特意去摆造型都能出氛围感。他们也接触过不少世界级的豪门乃至王室贵族，但都没有他们两人这么赏心悦目。因为夏优还有一些后续的单人拍摄，所以林涵在拍摄完之后就下去休息等着了。等到夏优这边的单人拍摄完成后，才和小鹿一起过去休息间找林涵。刚走到休息间，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道响亮的巴掌声。小鹿愣了一下，跟着夏优停在原地。林涵委屈地摸着自己的脸，盯着眼前的年轻贵气的女孩：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打我？我妈都没打过我。而他眼前那名漂亮充斥着富贵气息的女生，正是上次在珠宝晚宴上故意找夏优麻烦的某位金圈大小姐谢玲。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见状也都纷纷不敢上前。谢玲趾高气扬地抬着头：那我今天就勉为其难地当你妈了，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礼貌。亏你还是林家的女儿，这种教养你不觉得给你们林家丢脸吗？不会是跟着那个叫林优的学的吧？明明是我之前先在这里的，这些东西也是准备给我的，我吃了你的东西吗？还有，跟我姐姐有是什么关系？你要针对我就针对我，关我姐姐什么事啊？林涵虽然愤怒，可也掩不住自己那委屈的哭腔，听得让人揪心。小鹿爱屋及乌，因为喜欢夏优，所以对林涵也十分有好感，满是担心。优姐，夏优喊了一个工作人员过来询问。工作人员小声说：林小姐是这样的，先前林涵小姐不是在这儿休息吗？然后我们给林涵小姐准备了下午茶，林涵小姐去拍摄的时候，谢小姐来了，看到了下午茶，就以为我们是给她准备的，所以自顾自吃了起来。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呢，刚刚林涵小姐回来了，恰巧谢小姐去了洗手间，她吃蛋糕的时候又被去完洗手间回来的谢小姐看到了，然后俩人就吵起来了。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述，夏优也明白了怎么回事。而这个时候，谢玲和林涵还在争执，但显然林涵处在了弱势，因为林涵的身份和谢玲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而她并不是林家掌权人的女儿，所以她也有些畏惧，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会给家族带来麻烦。谢玲的气焰自然是越来越嚣张。你还真把林优当你姐姐了呀？你这么大度，你爸要是有私生女也会接受吧？林涵，你什么身份，也敢在这里跟我抢？林涵双眼发红，愤怒地盯着谢玲。打回去！清冷有力的3个字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在无形中给了林涵支撑。他看向了夏优，那眼中的委屈也更甚了，可却也更加有了底气。夏优扬了一下头，命令性的开口：打回去！林涵这下什么都不怕了，抬起手一耳光扇向了谢玲的脸。啪！谢玲那嚣张的脸顿时被附上了红色的巴掌印，她怒目瞪视，妆容都变得扭曲。你敢打我？林涵憋在心里的一口气出的爽快极了。不知道为什么，有姐姐在，他整个人都感觉提起精神了，说话都大胆了。打你怎么了？本来就是你无理取闹还打，
你打我，我还不能还手了吗？夏优这才弯了弯嘴角，这才是他认识的林寒，哪能那么随便就被人欺负？谢灵捂着脸，愤怒地看了看林寒，而后又看向了夏优。林佑，你知道打我有什么下场吗？他厉声威胁，意味明显。这时候，其他的工作人员哪敢说话，都纷纷噤声，动作都不敢大动。夏优缓缓走了过来，谢家大小姐是挺厉害的，连别人吃剩的饭都要抢，完了还要打人，狗都不带这么抢食的。明天不如上个头条，让大家都看看谢家大小姐私底下是什么嘴脸，看丢脸的到底是你们谢家还是林家。他几步走到了林寒身边，无形的给了林寒一种支撑，腰杆都挺直了。听到夏优的话，刚刚被谢灵嚣张的气焰给唬到的林寒也立马反应过来了。不错，那明明是我去拍摄前吃剩下的东西，你要是喜欢他们，又不是不会给你安排，你吃了就算了还打人，我看你才没教养。谢灵脸色难看，你胡说八道。夏优勾唇，你没看到这个糕点本来应该8个的，都已经少了好几个吗？你怎么就这么自以为是，这是给你准备的呢？吃了别人的下午茶还在这发癫，谢小姐不觉得丢人吗？谢灵看向了夏优说的那一叠蛋糕盘子，顿时脸色也白了几分。他身边的跟着的一个小助理也立刻走了过来，低声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他神色也出现了好几种精彩的表情。他刚刚的气焰也被压了下去，似乎是知道了夏优刚刚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但他还是冲着夏优和林寒冷冷道，即便是我弄错了那又怎么样？你们一个林家旁支的小姐，一个林家的养女也敢打我，我看你们也是活得不耐烦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告诉你们，你们完了。在谢灵看来，林寒这种旁支的小姐见到他那都是要毕恭毕敬讨好的，至于林优这种假千金养女更上不得台面，只要他动嘴的功夫，就能立刻让林优在娱乐圈被封杀，在她们姐妹在豪门圈子里被孤立。夏优故作紧张，那我可太害怕了。林寒冷哼了一声，本来是要吵架的，但听到夏优说的话，也马上阴阳怪气，吓死我了。被俩人这么阴阳怪气一通，谢灵也被气得不轻，冲着他们狠狠地瞪了一眼，你们给我等着，转身带着人走了。谢灵今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杂志社有他的单人杂志页拍摄活动，接下来他还要去进行拍摄。这个谢灵，娱乐圈还立的是个人淡如菊的贵女的人设呢。姐姐，你看他哪点人淡如菊了？林寒吐槽了一句。谢灵因为是大越女孩的特殊身份，本身也是红3代，所以在圈子里几乎是畅通无阻，从来都是只有别人讨好他的份，所以长期以来习惯了在任何地方所有人都是让着他的，尤其是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他更是如鱼得水。拍的戏虽然不多，可几乎都是重要角色，哪怕是在一些综艺或者节目露面，出场费都是高价。也正因为他拍的戏不多，又不怎么买通告，所以才有人淡如菊的金圈真公主的称号。在夏优看来，这个谢灵无非就是个仗着自己的身份仗势欺人罢了。他自视甚高，所以不屑跟娱乐圈这些人争，但却不允许自己的地位受到一点影响。他不争，但所有人必须把他的位置放在顶上。假清高，真虚伪。夏优，人淡如菊，你信不信现在你说一句他假清高，他能马上变身成悍妇跟你大战300回合。林寒想笑又不敢笑的。夏优收回目光，看向了小鹿，都录下来了吗？小鹿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刚刚优姐过去的时候，就让他把手机偷偷拿出来录视频了。夏优嗯了一声，然后看向了周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工作人员，微笑，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相比谢灵，夏优和林寒姐妹俩明显让大家舒适多了。也有曾经谢灵的粉丝开始怀疑人生，没想到自己粉了这么久的金圈贵小姐竟然是这样的人，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哭得好大声。谢灵经常出席这些活动，跟这个杂志社拍摄方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可这些工作人员们却是第一次。虽然知道谢灵有大小姐脾气，可也没想到竟然这么恶劣。而现场原本推崇谢灵有大小姐脾气的粉丝，看到谢灵干了这么当丢人的事儿，也快要脱粉了。负责人也赶紧上前跟下优好林寒他们调解，这件事都怪我们没安排好，所以才会闹这个误会。谢小姐那边我们会给她解释的，这件事你们别放在心上，千万别生气。说着他还关心地问了一下林寒的脸，林寒小姐的脸没事吧？我马上给您喊个医生行吗？作为拍摄的负责人，当然不喜欢出现什么负面的事情，也知道夏优的行事作风，所以赶紧先安抚他们2人。毕竟他可是资深网络冲浪达人，深切的知道这俩人到底有多猛，他们可是不会怕谢灵的，不然刚刚也不会还手打他了。当然，谢灵那边他们也是派了人去安抚的。林寒摸了摸自己的脸，是有点疼，他摆摆手，不用了。夏优也看了看林寒的脸，红肿的巴掌印子让他半张脸都泛起了肿胀，目光也沉了几分。
在经过这个谢灵的插曲过后，夏优才带着小鹿和林寒离开了拍摄地。不过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一些属于夏优的粉丝们偷偷跑了出来。小优，你千万别回夏家啊！他们就是看你过得好，不想让你好过。就是，悠悠你就是你最好的，你可千万别回夏家，别被那些人的花言巧语骗了。高举林仲哥哥大旗，夏家他们都不配。咱们林寒妹妹也是极好的，你们姐妹俩也要好好的呀。因为夏星曾经故意让同学们孤立霸凌夏优和其他同学的事情发酵，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夏优曾经被欺负的真相，也知道了夏家对2个女儿的区别和偏心。因此大家现在都对夏家没什么好感，甚至还担心夏优重新回到火坑。加上夏优之前录制的综艺也已经播出，虽然是剪辑过的，但节目最看到夏家塌房，也没再特意去维护夏星的形象了。为了噱头，还把夏星的一些十分有争议的点也放了出来，反而为了维护夏优的形象，把他一些看起来容易产生负面和争议的地方给剪辑了。不过因为许多观众都是看过直播，所以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并没有人在意夏优被剪辑掉的部分，因为那几乎是微不足道没被人在意的点。这也就导致夏家兄妹的形象更加崩塌，在节目上都想要欺辱霸凌林优，作为一个假千金和亲生的哥哥，简直不是人，是人渣。小优，你有这样的原生家庭不是你的错，是他们不配拥有你的好。夏优对这些对他报以善意的人笑了笑，他想，如果原本的夏优还活着，看到还有人维护他，对他表露出的善意，应该也会很开心吧。一直到车子离开，这些支持他的粉丝们才渐渐远去。林寒也不禁感叹，这些粉丝们真可爱。夏优笑了一下，是很可爱。小鹿笑道，韩小姐，您不知道咱们优姐现在的粉丝增长有多可怕，而且2个月前咱账号底下还都是一片黑粉呢，这才多久就已经完全反转了。林寒，这不是应该的吗？那些人啊，明明就是罪有应得。小鹿一下想到了什么，重重的点头，您说的对，他们就是罪有应得。林寒正要说什么，脸颊却扯得疼。这时候夏优把手放到了林寒脸上，指腹轻柔，别动，给你活活血。不过手法只能让你不疼，等会儿你跟我回去一趟，拿点药回去擦10分钟就恢复的跟之前一样了。林寒顿时乖乖的一动不动了，而且神奇的是，真的一点都不疼了。不过我打他那一巴掌也不轻，估计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提起来林寒还觉得自己挺厉害，下次谁打了你别给自己找委屈，该打回去就打回去，错的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夏优俨然一副家长训斥的口吻。林寒抿了抿嘴，眼眶发红，轻轻点了点头。林寒虽然在并不缺爱的环境下长大，可是毕竟他在家族里也只是一个旁支的小姐，很多时候家里的人会教育他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千金小姐，怎么才能不为自己家惹麻烦。因为林家并不会因为一个非继承人的晚辈而得罪一些不该得罪的人，所以在遇到谢灵这种人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以家族脸面和利益为优先，怕得罪了谢灵给家里带来麻烦而受委屈。就算是哥哥，有时候维护他也会考虑一下大局。有什么事我给你担着。夏优淡声承诺。林寒本来就发红的眼眶立刻涌出了眼泪。呜，姐姐真好。夏优早就已经把林寒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自然是舍不得她受欺负。她也知道林寒总是护着自己，所以无论她遇到什么麻烦，她都会护着她。而且她看得出来，谢灵之所以针对林寒，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谢灵上次在珠宝晚宴上吃了瘪，本来记恨的人是他，但因为林寒和自己的关系，他也把林寒给记恨上了。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蠢去得罪林氏。即便林寒是林氏旁支的女儿，但也是林家的千金，林氏护犊子也是出了名。谢灵之所以会这么找林寒的麻烦，还是因为对夏优的不满牵连到了林寒身上。林寒从夏优家里取了药回家后，小鹿还留在别墅里跟夏优汇报一些公司里的事情和杂志拍摄的后续事宜。优姐，这个视频，小鹿询问夏优。夏优挑眉，视频传给何方，他知道后续怎么处理。小鹿点点头，明白。小鹿说完，转身小心地看了看窗外，小声说，优姐，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总有人跟着我们啊？夏优也瞄了一眼窗外，可能有人给我们请了保镖吧。这些人怎么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装都不装了，就搁他身边晃悠，故意找存在感吗？难怪陆思彻说他们这帮人会极其不要脸地缠着他。小鹿听夏优这么说就放心了，要真是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坏人呢。而别墅不远处，躲在巷子里一边吃盒饭一边交谈。哥们儿，咱不是应该暗中保护吗？怎么上面吩咐咱必须露脸，还得让他看见？谁知道呢，上面吩咐的，说的让他感受到咱们的关注。这孩子有什么厉害的？怎么上面对他这么看重？这你就别管了，别忘了境外还有不少黑道势力在盯着他，咱得注意点，
万一他嗝屁了，咱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俩人一边说一边扒拉盒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夏优泡了杯咖啡，正准备上楼，忽然接到个电话。喂，您好，是林优小姐吗？夏优，我是。是这样的，雪娜小姐是您的人吗？我们是国际医学科学院的，我希望能邀请雪娜小姐加入科学院，不知道您能否同意让雪娜小姐离开您的身边，给她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呢？夏优挂断电话，直接来到了雪娜的实验室。整个实验室里现在都是雪娜新培育出来的药植幼苗。雪娜自从按照夏优的提示培育出特殊的药植幼苗后，就着了魔，每天都沉浸在药田和实验室里。不过这样让夏优的药材质量越来越高，药效越来越好。其实这些药植夏优自己也能培育出来。当年为了培育自己想要的药植，他甚至还去进修了农学。但既然雪娜想要学，自愿当免费劳动力，他就把这些工作交给他了。甚至雪娜还培育出了一些新的品种出来，只是出乎他意料的。之前是某国跨国制药公司，现在又是国际医学科学院，你到底给多少人留了我的电话？夏优的语气带着几分无语。雪娜却根本没看他，只是在给眼前的幼苗浇水。不知道，反正找我的人我都留了你的号码。夏优，这是骚扰姐妹儿。雪娜，谁让你是我的主人呢？反正我说要挖，我要经过你的同意。夏优抚额，对于雪娜偶尔来一下的皮，他还真没办法。那行，下次再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你卖了。雪娜脸色一变，夏优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反正你不是说要我同意吗？我同意了。雪娜沉默了一会儿。我错了，我以后不留你的电话了。夏优继续输出，其实我也觉得我耽误你了，你值得更好的。顿了一下，不值得我这种最好的。雪娜，她真的错了，她就不该招惹夏优的。于是她机智地转移了个话题。我今天听到家里的阿姨说，那个贾千金被赶出家门了。夏优冷哼了一声，算是放过了雪娜。是被赶出去了，不过他们的牵连没这么容易断。别忘了，他们互捏着把柄呢。夏优站直了身子，朝一株幼苗走了过去。你知道什么叫羊骨吗？雪娜，听说过，苗疆人的特产。夏优摸了摸幼苗的叶子，很是满意。夏星就是骨。某公寓，你们来做什么？夏星看到找上门的赵家一家三口，面色也十分不好看。赵父上下打量着夏星，你真的被夏家赶出来了？赵耀祖也急着问，你还真被赶出来了？你这个废物，我还指望着你给我找女朋友呢，你怎么被赶出来了？赵母也一脸的不满和愤怒。你被赶出来了，我们可怎么办？你弟弟怎么办？你那里还有多少钱？你那4个哥哥还给你钱吧？没有你赶紧要去。赵耀祖直接撞开了夏星，进了他的公寓里。爸妈他骗人，你们看这里这么好，比我们住的地方好多了，我决定搬到这里来，我要住这里。现在他们住的地方，房东天天都在赶他们走，每天家门口都被人泼了油漆。他们现在又是老赖，被限制了多项消费，什么都干不了。赵耀祖也辍学了，现在在家里蹲啃老，但赵家又全靠夏星打发的钱，哪有什么钱养他？所以夫妻一家人全都寄希望于夏星。知道夏星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一家3口简直都快疯了，赶紧来找夏星。赵家夫妻也都跟着挤进了夏星的住所，原本凶恶刻薄的嘴脸里面变得慈祥了起来。哎呀，我就说嘛，夏家怎么可能把你赶走呢？这公寓不便宜吧？这房间刚好够我们住的。反正你都搬出来了，一家人当然要住一起了，明天我们就搬过来一起住。陈芬笑着说，刚好你弟弟插套婚房，我看这房子就不错。赵坤也直接走到了沙发上坐下来，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就是生个女儿也不亏。你都给夏家当了那么多年女儿了，也该好好回报回报我们。赵耀祖也笑了起来，说到了所当然，姐，你这房子我要了呀，反正夏家也不会缺你房子，到时候你再给咱爸妈要一套过来。而这一家人丝毫没有注意到夏星的脸色变化。这是我的房子，关你们什么事？他冷声怒道。他握紧了拳头，对这一家3口此时无比痛恨，他恨不得杀了他们。为什么这个他会有这样的亲生父母和弟弟？他们为什么要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凭什么认为他理所应当被他们吸血？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的不就是我们的吗？你一个女孩子还想翻天了不成？我告诉你，你可别有别的歪心思。你一个女的要钱要房子做什么？你能传宗接代吗？你得什么都为你的弟弟考虑，你能有现在的一切全靠我们生了你，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赵芬指责完开始威胁，你要是想着不管你弟弟不管我们，那我们就把你以前让我们到处去造谣夏优的事情说出去。夏星的眼眶里有种疯狂涌动的憎恶和恨意。你们从小又没养过我，欠你们的明明是夏优，你们为什么非要找我？他死死地盯着他们，你们该去找他拿钱，为什么一直死缠着我？要不是你们和夏优，我也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夏家虽然把他赶了出来，可是他很聪明，在那个时候他用了2年前的事情来威胁他们，所以夏家答应，虽然表面上赶了他出门，但还是会给他钱打点好他的住所。但这对他来说，跟以前的生活比起来，依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根本无法接受，他也无法接受身份的转变，无法接受哥哥们不爱他了，他都简直快要疯了。以前的那些想追他的男人也都一个个离他远去，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他们和夏优。如果没有他们，他还会跟以前一样是夏家的小公主，他会光芒璀璨，被无数人喜欢和追捧。现在赵家找上门来，更是让他崩溃。夏优又不是我们亲生的，找他当然不如找你啊，你可是流着我们赵家的血，咱才是自家人。陈芬又笑着讨好地说，他这不是找不到夏优吗？而且夏优那里根本搞不到钱，他有什么办法？赵耀祖呸了一声，还提他，这个贱人把我们家都告破产了，现在我们反而还欠他钱，这个贱货，当年我就应该把他给睡了，没准现在他还得求着老子喜欢他。身为父母，赵坤和陈芬也没觉得自己儿子说这话有什么不对，反而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当时要知道他不是你亲生的，老子早就让他给你当媳妇了，让他生个孩子，这女人只要当了妈就老实了。姐，我这辈子可就靠你了，你得多搞点钱，最好能把我搞进公司去当个高管什么的，到时候咱也有面子不是？赵耀祖这所应当让夏星为他做牛做马的态度，让夏星终于控制不住的歇斯底里的叫了一声啊！他叫的这一声把他们3个人都吓了一跳。赵耀祖，你干嘛？发什么神经？夏星恨恨地盯着他们，当初你们就该掐死他，你们为什么没掐死他？一家3口面面相觑。他忽然冷笑，你们现在想办法把他弄死，我就给你们一大笔钱。赵耀祖皱眉，杀人是犯法的，这我还是知道的，我才不干。赵坤和陈芬夫妻也相视了一眼，是啊，这个活儿我们可干不了，再说我们也杀不了啊。夏星看着他们3人，根本没把这话当回事儿，反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参观了起来，那张脸也变得越来越阴沉，眼里的恨意都快涌了出来。该死，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的？夏星当然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吴秘书早就派人查清楚了。为了贯彻之前夏优对吴秘书的命令，所以他在夏星搬家后就立马告诉了赵家夏星的住所，顺便在夏星住的隔壁安插了自己的眼线和户外监控。所以当夏优看到赵家一家3口上门找夏星的视频的时候，不得不给吴秘书回复2个字：牛逼。要不是吴秘书呢，这事儿办的，难怪干妈这么多年不肯换秘书了，有这本事干啥不能成功。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看着赵家从找到夏星到后面搬着锅碗瓢盆住进去，但门却被锁了。赵家恼羞成怒，找了个开锁师傅，证明了自己和夏星的血缘关系，让开锁师傅强行开了门。随后便听到这户人家里经常传来吵架和摔砸东西的声音。这时候小鹿打了个电话过来，他来过了。夏优勾唇，是吗？失魂落魄的走的。3怎么样了？小鹿，就像优姐你之前说的那样，不过在见到他的时候病情又复发了。夏优，没关系，吃下我留下的药就行，不会有事的，只要接下来让他不要受刺激就行。小鹿，挂断电话，夏优又看了一眼刚刚的视频，就直接把手机熄了，而是拿起了手里陆老爷子的血清样本，里面不只有陆老爷子的血清，还有他自己刚刚提取出来的。他明显的看到陆老爷子的血清混合进他的血清里后，开始渐渐的被同化，并升腾起了一缕淡淡的黑色的烟雾气体，被净化了。他眯了眯眸，这个身体的血液也能当药用了，不枉费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改造这具身体。他其实一直在研究陆老爷子的病，目前已经有了成效，彻底治愈已经没问题了。用自己的血清来尝试净化，也是他想试试这个身体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目前看来他还挺满意。2天后，你到底跟大哥说了什么？自从那天他找了你之后，回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夏之文站在夏优面前质问。夏优这时候刚从公司大楼出来，一出来就被夏之文给截胡了。他来公司的次数少，难得来一次视察，没想到还这么晦气。夏优上下打量了一眼夏之文，皱眉，怎么穿的人模狗样，不干一点人事。夏之文被夏优骂得脸色涨红，却没有吭声。夏优奇了怪了，要是以前，夏之文绝对得跳起来高高在上的指责他，怎么现在转性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弄清楚。夏之文低声说，公司一直都是大哥在打理，但最近他很消沉，本来公司就出了问题，现在越加严重了。夏优冷笑，那你应该去问他，问我干嘛？我是你们爹啊，还是你们妈呀？夏优正要走，夏之文却忽然上前一步拦住了他。小优，今天来找你，不只是大哥的事情。夏优停下脚步，看他能说出个什么1、2、3、4、5。
夏之文少见的用一脸歉意和表情看着他，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他竟然还真的冲着夏优充满歉意的微微颔首，他声音带着些许悔意，低声沉沉道：当初我不该那么做，是我脑子不清醒，才会犯下那样的错误，让自己的亲妹妹，现在我也受到了惩罚，因为她而名声扫地，在业内也被同行笑话，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愿意用我以后一生的来弥补。小优，你能不能原谅我？他目光定定地看着他，眼里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傲慢而高高在上。在以前夏优的记忆里，夏之文这样的态度只在夏星面前出现过，可眼前的夏之文的这副模样，就跟他觉得就跟有人故意在他面前拉了一坨一样，让他恶心。这种恶心还跟夏景舟的不一样，一个把自己的亲妹妹亲手送进监狱，知法犯法，可却当初被夏优当过救星，反而被背刺的贱人。表面冠冕堂皇，他甚至还在维护所谓的法律道义，却是泥泞里最烂的那一根。用你的后半生来弥补。夏优挑眉，用你在监狱里的后半生吗？你是打算裁缝机给我做衣服啊，还是打算拧点什么螺丝啊？夏之文被哽住，脸色也变了，神色里也闪过一丝心虚和难受。你是当律师的，应该能算出来自己能判多少年吧？夏优笑起来很漂亮，可夏之文却没有在夏优的脸上感受到半分笑意，更像是在看他的笑话，在嘲讽他。这种漂亮像是罂粟，美丽却致命。他身子也微微晃动了一下，深呼吸了一口气，才让自己平静。你知道的，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也承认，我是鬼迷心窍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我误会了你，也错看了夏星。如果早知道……夏优直接打断了夏之文的话。你误会什么？你误会？难道不是为了维护夏星而捏造证据让我顶罪吗？你在装什么？当年我将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叫你二哥，让你帮我澄清，还我清白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夏之文整个人怔住，脑海里也回忆起了当年的那一幕。拘留所里的夏优看起来就像个快要夭折的娃娃，破碎不堪，脸上都是害怕。直到看见他的时候，眼里才出现了一丝希望。他怯怯地喊了他一声，颤声说：二哥，帮帮我好吗？我没有做过，我是冤枉的。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夏优喊他二哥。第一次喊他的时候，他说：谁是你二哥？我可从没承认你是我妹妹。记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妹妹。第二次喊他是在拘留所，他在哭着求他，可他还是冷冰冰地说：谁允许你喊我二哥？你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吗？你老实在这里待着，我怎么说你怎么做。我是律师，你只要听我的就行。那时候的夏优还是选择了相信作为大律师的哥哥，他认为就算自己的哥哥们再怎么不喜欢自己，也不会让自己平白无故被冤枉去坐牢吧。再怎么说自己也是姓夏，不是吗？哪怕在家里他们从未相信过自己，可是这件事情他们是明明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呀。但他却想错了，他乖乖听话，按照夏之文所说的口供，得到的却是全家人的抛弃和2年的牢狱之灾。在法官宣判的那一刻，他浑身的血液冰冷，整个人都如堕入了黑暗一般无助绝望。当年我在法庭上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却在坐实我的罪名的时候，你看到过我的绝望吗？我哭着求你的时候，你冷漠的眼神是在让我去死啊！你知道那一刻你在亲手杀死我吗？夏优看着夏之文，一字一句质问：你的亲生妹妹是被你害死的，你就是最大的元凶。你看，我想让你死都应该不过分吧？夏之文原本还抱着一种希望和侥幸，可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脑海却发懵了。如果说本来他的悔意只有5分，在听到夏优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8、9分。他一直想要掩盖和忽略的事实，被血淋淋地撕开在了他的面前。你别说了。他身子颤了一下，往后退了2步，瞳孔的焦距也忽明忽灭。夏优千纯，你不是想找我说话吗？我不就在跟你说吗？你怎么还不想听了呢？怎么？现在发现自己的亲妹妹原来这么优秀，而自己却一直错将云木当珍珠，是不是觉得后悔死了呀？他说话的时候故意带入了一丝催眠的力量，所以当夏之文听到他的每个字的时候，都会像是一把刀刻进他的心脏。不，其实我来接你出监狱那天就已经想好了，我想以后我会补偿你的。夏之文低声说：等你回夏家，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夏优对此冷笑着评价了4个字：惺惺作态。不就是怕我出来后到处去说吗？想给点甜头让我闭嘴罢了，还说得这么好听。要我说，你们就应该跟夏星锁死别分开，你们真的都挺能装的，可能上辈子你们真是一个垃圾堆里的。夏优看到夏之文现在精神状态开始崩了，他才准备满意离开，但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旁边响起：跟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说话间那道身影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一脸恨铁不成钢：你他妈就不会动手吗？
人都还没过来，夏优就知道是谁来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转身就想跑。他怕这家伙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的又把夏之文打一顿，到时候他就丢人了。这里可是公司门口，人来人往的，被人看到影响不好。毕竟自己还是要混娱乐圈的。但他转身跑的速度没某人的手速快，人刚转身呢，就攥住了。陆思彻目光疑惑：“你跑什么？”夏优，我怕丢人。陆思彻是个没规矩的，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陆思彻简单的思考了一下，有我在，你不丢人。他一定是因为夏之文，所以觉得丢人。夏优轻咳了一声。事实证明，盲目自信也不是什么好事。逮住了夏优，陆思彻才看向了精神状态看起来不是很稳定的夏之文。看着挺眼熟，我是不是踹过？夏优，应该是吧。陆思彻皱眉，他们几个没一个好东西，你就多余跟他们废话。他很清楚夏家做了什么事，所以对夏家每一个人的厌恶感都是直接表露出来的，甚至很担心夏优跟他们接触，就怕夏优因为他们受到影响，再次被伤害。即便夏优所表现出并不在意，他也对这一家人十分警惕，甚至早就已经想处理他们。如果不是因为夏优并不喜欢别人插手他的事情，夏之文现在也不会是在这里，而是在监狱。不过虽然话这么说，陆思彻也察觉到了夏之文的状态不太对。他怎么了？他过来的时候就只听到夏优骂人了，虽然骂得比较难听，但也没想到这种人还能被骂自闭。夏优神情淡漠，谁知道可能上赶着犯贱之后发现自己真是个贱人吧。夏之文抬起眸，满是复杂的注视着夏优好一阵，最终还是垂下了眸。听到夏优的话，陆思彻忽然觉得其实有时候动嘴比动手的杀伤力大多了。难怪夏优能动嘴的时候一般不动手，他光靠自己那张不吃亏的嘴就已经够能打出成吨的伤害了。陆思彻看着夏之文就碍眼，招了招手，他的保镖立刻走过来，直接把夏之文架走了。一个挺高的大男人，但被那些保镖们就跟当踢小鸡似的。他现在不应该还在这里。陆思彻皱眉，那些证据已经够把他们送进去了。夏优眉梢轻挑，你什么时候这么仁慈了？这话问的陆思彻莫名的还愣了一下，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夏优的意思。他看向夏之文离开的方向，声音微沉，倒不是仁慈，我是有点。他是有点着急。有点什么？夏优追问。陆思彻唇角微咧，没什么。他说着转身看向了夏优，他就侧身站在夏优身边。这人即便穿着松柏的衬衫，可那板正而健硕的身材都能被衬得那么明显。明明出身富贵人家，一身金贵，却没有其他富家少爷那种金山银山堆积起来的那种纸醉金迷。他噙着笑意看他，弯起唇线，带着一股肆意的桀骜。老婆。夏优，你认错人了。陆思彻，没有。夏优面无表情，谁是你老婆？陆思彻，你呀。夏优不知道陆思彻突然又在发什么疯，有病去看病，别在我这儿发病。陆思彻瘪嘴，哦，那你不就是医生吗？夏优眼神冷漠。陆思彻立刻解释，是网上这么说的，追自己喜欢的人就直接就喊老婆吗？说喊多了就成功了。他自从那天对夏优表白了心意之后，就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查攻略了。陆思彻没追过谁，也没谈过恋爱，老爷子光给他瞎出主意。什么看电影啊，什么出去踏青啊，英雄救美啊，那都是老掉牙的套路了。他那沉寂许久的某个群也接到了这3年来的唯一一个任务，也是第一个任务，如何攻略喜欢的女孩子。这个问题出来后，整个群里都炸了，可没人敢八卦，也没人敢问什么，但所有人都纷纷英勇献策，激动不已。他们把这当成了多年来的第一个 S 级任务，执行的十分认真且激昂。可一群糙老爷们儿懂个屁，出的都是一些馊主意，所以陆思彻才会上网去搜。毕竟网络偏向年轻人，懂现在小女孩的心思，怎么追喜欢的女孩子，直接喊老婆啊，一次不行就喊2次，别矜持，喊多了对方就默认了。当年我追我老公就是这么追到的。虽然女追男隔层纱，但只要你够优秀，其实一样的兄弟爱。陆思彻信了，毕竟他觉得自己还是很优秀的。夏优忽然一时不知道该说陆思彻是单纯还是傻逼，但他确实也看到过相关的帖子。你准备去飞鱼娱乐？他直接转移了个话题。他现在是在飞鱼娱乐公司的大楼外面，陆思彻出现在之类，他自然就以为陆思彻是打算去飞鱼娱乐。陆思彻抬起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飞鱼娱乐的大楼，不是，其实本来是的，他过来是打算会江城。他知道江城是夏优的人，也查到了江城其实是在为夏优做事，但也正因为江城的优秀，所以他打算过来会他，顺便带过来一些合作。毕竟江城这小子长得不错，而且还这么得夏优的信任，他有点不爽，还有点危机感。那你来，找你的，我爷爷说他有点不舒服。
夏幽了然，算时间也的确到了复诊的时候，正好我一会儿没事，我过去看看。这也是最后一次复诊了，既然赶巧了，就他直接过去好了。陆思彻先唇，好的，老婆。夏幽抬眼，陆思彻已经转身吩咐后面的保镖把车开过来。夏幽皱眉，这嘴是管不好了。飞鱼娱乐，江总不好了，刚刚有人在楼下拍到林友好和陆思彻在一起的画面了，这可怎么办？助理快步走进办公室即说，江城手里正在看夏氏旗下的产业资料以及目前上合集团的财报，而他旁边放着的则是一个收购计划。哦，又拍到了吗？江城的语气很平静，好像见怪不怪了。夏幽虽然也是他们公司的签约艺人，但毕竟夏幽还有另一个身份，林氏大小姐，所以粉丝们对于他的期待度跟其他那靠粉丝们养活的艺人不一样。现在大家除了喜欢追真假千金这个连续剧吃瓜之外，还想看这些豪门少爷们跟他之间的恩怨情仇。江城做过调查，粉丝们的这种心态，一是来源于夏幽的身份，二是综艺的出圈让夏幽定下了一种谁惹老娘老娘爆杀的人设，所以根本不敢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三是他长得好看，三观跟着五官走。四是他优秀啊，完颜女神，游戏大神，演技过人，宠妹狂魔，天才学霸。上帝除了他小时候关门了，现在都已经把门给他开成窟窿了好吗？天才学霸也是最近传出来的，原本只是校园圈在传，但现在已经传出圈了。只是因为夏幽本人低调，加上最近大家都在追夏家的连续剧，江城也没故意的营销这件事，所以才没火得太离谱。但夏幽粉丝却是掌握了这一手料的，那就不管了吗？虽然优姐在网上目前也没什么负面，但还是有一些人黑粉的，我担心会有人对她进行造谣和说一些难听的话。江城忽然抬头，跟洞悉了什么似的，你也是他粉丝？助理害羞了低了低头，算是吧，优姐的周边我都买的。江城难怪呢，这么小堂三天两头的往自己这里跑汇报夏优的事。江城，照片给我看看。助理立马递了上去，照片上只有陆思彻的侧影，看不到脸，但那身形和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他。全网就没有一张陆思彻的正脸照，从前的时候甚至连侧面照都没有，最多赏个背影。但自从有了跟夏优的合照之后，才开始渐渐有了侧影。而深谙其道的狗仔们为了省事儿，怕自己的拍的照片莫名其妙消失，后面也都直接避开了陆思彻的正脸。江城琢磨了一下，去找营销部的同事编辑下文案，在各大平台分别放上陆思彻和历程俩人跟林优的照片，并发起投票，跟平台合作一下，最好是再弄个超话打榜什么的，跟他们谈一下这个方案，再通知业务部那边计算下利润和附加价值。记住，是跟平台合作，懂吗？助理立刻醒神，明白了。这该死的狗资本家啊，要不说该江总赚钱呢。江城想赚的可不是那些网友们的钱，他真正想赚的是那两位的。我马上就去办。秘书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有些兴奋。江城也把目光收了回来，看了眼陆思彻的侧影照，老蹭我们家夏优热度，我也该收点利息了吧。虽然夏优已经改了姓，但江城私底下还是习惯叫他以前的名字，因为他们在监狱里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名字了。这里两个字对他来说也并不是名字，而是意义非凡的两个字，所以除了公开场合，他还是会习惯的这么喊他。Z 是陆家。夏优将刚刚用过的银针开始一一消毒，而那原本泛着黑色污垢的银针也重新焕发出银色的冷芒。陆老爷子的后背也不断的在往外排着肉眼可见的浊气，随着这些浊气的派出，他整个人的气色也明显好起来了，就连脸色也红润了许多，整个人也不似从前那样，虽然浑如松柏，却力不从心。现在是整个人都显得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看起来整个人都有了力量，那种老将军的坚毅感也更为突出了。陆思彻懒洋洋的双手趴在夏优坐的沙发后边，歪着脑袋看着夏优的一举一动。我看你平时也在身上藏针，都藏哪儿了？哎，陆思彻早就好奇这个问题了。他知道平时夏优身上就藏了不少银针，用来自保或者用来治病，而且很多时候还是不回收的。之前他一直按耐住自己的好奇，直到现在才忍不住问出。他也是几乎见过世界上排名在前的那些暗杀武器的，也交手过不少，从前也研究过。类似于银针的杀气也见过，但却并不是这种看起来跟杀气沾不上一点关系的银针。作为杀气的银针，不管是硬度还是杀伤力都是极强的，但夏优手里的银针十分细软，更不会淬毒，属于扎进皮肉里也只跟蚂蚁挠差不多，没有一点杀伤力。但他很清楚，这种银针夏优是完全可以用来杀人的。陆思彻这么一问，陆老爷子也十分好奇。他也是见过不少奇人异事的人，算是见多识广，可却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丫头这样能把中医里的
针灸用的这样炉火纯青，甚至是可以说都有点让他这个原本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都开始动摇了。要不是入了党，说是封建迷信，他都相信。夏优对这个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我专用施针的一套针，和我平时携带在身上的那些针并不是一套。他一边收拾好这一套为陆老爷子施针过后的银针，一边解释，我平时身上带的那些银针是量产的，虽然也能用来施针救人，但多是用来防身，所以就算不回收也没什么可惜的。哦，这银针也有优劣之分吗？陆老爷子一直以为所有针灸所用的银针都是一样的。夏优扬唇，当然，这就跟玉一样，不一样品质的玉戴在人身上的温养程度也不一样，越是上好的玉，长期佩戴在人身上，对人身体能起到的温养作用越大，甚至是庇佑福泽。而我们所用的银针也是一样的，材质不同，淬炼的方法不同，程度不同，所能达到的效果也远远不同。所以他治陆老爷子的病是特地再淬炼过一次自己的施针的，因为最初让干妈给他治好的银针，要治陆老爷子的病还达不到自己所要的效果。陆老爷子了然，原来如此，受教了，也算是长了长见识。陆思彻的目光也深深落在夏优的侧脸。至于我藏针的地方，他看着陆老爷子笑，应该比你们藏枪好藏吧。相比起来，一支枪的体量堪比银针大多了，他藏银针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能一次藏上100枚。重要的也并不是藏针，而是发针。他手指上有一枚戒指，戒指连同银针的地方，而戒指上设有机关，他只要一扣，一枚银针就自动补上来藏在他的掌心。当然也可以多枚，就跟子弹上膛一样。戒指也是他在出狱之前就画好图让干妈给他定做的，用的都是顶级的材料，只不过戒指简单低调，所以不会被人注意。关于戒指的事他没说，毕竟这也算是他的一个自保的道具，莫必要说那么仔细。陆老爷子也很识趣，没追问具体的，只不过刚刚夏优那句话里的你们2个字，倒是让他别有意味的看了一眼陆思彻，似乎明白了什么。陆思彻眉稍扬了一下，看了一眼夏优右手中指上那一枚戒指，然后直接从沙发上长腿一抬，就翻身过来，丝滑地坐在了夏优的身边，一副邪气轻狂的痞样。陆老爷子直皱眉，他开始越来越为这个混小子感到担心了。以前他还觉得没什么女娃娃能配得上这小子的，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觉得这臭小子配不上夏优了。夏优倒是一个眼神都没给陆思彻，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你之前说这是最后一次治疗了？陆思彻问。老爷子彻底好了吗？夏优点头，老爷子身体里余毒已经彻底清除了，以后也不需要再靠药物来维持身体的机能，也不会再发病。也就是说，您的后半生会和一个正常的年长者一样，以正常的身体活下去。当他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陆老爷子神色激动的眼眶都红了。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夏优微笑，我从不欺骗病人。别说陆老爷子，陆思彻的眼中也浮现出了一丝震惊。他想过下优有这个可能性把爷爷的病治好，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才不过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将爷爷带了20多年的病连根拔出。而这个病可是世界难题，如今整个世界都无痊愈手段，甚至因为这个病损失了一大批国之栋梁，还活着的也都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却又只能如苟且偷生般的活着，病发时只有依靠药物才能支撑下去，就连最后的死都死得那么没尊严。原本陆老爷子已经准备好临死前直接进行安乐死，至少他要死得像是一个人，但却没想到会遇到夏优，更没想到有一天他会痊愈。陆老爷子这个时候觉得呼吸的空气都比以前香甜，他真正的能感受到身体的不同了，那一直捆缚在他身上的枷锁和将他紧紧缠绕着病魔也消失了，这是只有患病过的人才会有的感受。他浑身都觉得轻松了起来，这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站了起来，还特地活动了活动，往左走了10几步，又倒回来往右走了10几步，来回踱步来适应现在的这个新生的健康的身体。夏优也笑了起来，医嘱我都写下来了，以后您按照医嘱调养身体就行，后面我就不会再复诊了，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您可以给我打电话。除了陆老爷子，其实这半年时间夏优也接诊了一些其他病人，是通过吴秘书那边筛选过来的，只不过他基本那都是通过远程会诊，并没有露面。但如今其实圈子里都知道林家那边有个人脉，是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神医，虽然大家不说，可其实已经有人猜测这个神医就是林幽。当初的林氏晚宴，稍微上点心的人都还记得林幽可是陆老将军的救命恩人，他是会医术的，而且据说林老太太也对林幽十分喜爱，林氏所有人都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大小姐格外敬重。再联想到林老太太病情的康复，聪明的人自然会有所联想，所以夏优手里还有其他病人，
治好一个也少一个病人。陆老爷子目光灼灼地看着夏优，丫头，你可真是我老头子的救命恩人。你记住，日后你有任何事情，只要是我老头子能办到的，绝不含糊。老爷子的承诺掷地有声，就如同宣誓一般，每个字都铿锵有力。夏优微微一笑，我收了报酬了，所以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段时间接触下来，夏优对这位老爷子也颇有好感，对他也十分钦佩。因为有的治疗手段是需要老爷子忍受莫大的痛苦的，可是他却眼睛眨也不眨。他的有些治疗过程中的痛苦是必须承受的，因为只有你感觉到痛感了，才会分泌出一些身体里的毒素出来。人的感知本身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道保护伞。陆老爷子却摇了摇头，不管阿彻给了你多少报酬，在我这儿，你永远都是我的座上宾，是救了我命的人。说话间，陆老爷子也看了一眼对面眸光微凝、容色深沉的陆思彻。夏优也不再推脱什么，反正对他来说已经两清。至于对方非要给他允诺或者附加什么好处，便不属于交易之中了。反正对方付出了报酬，那么救人也就不会有损自己的气誉。如果还有像我爷爷这样的病症患者需要你的治疗呢？陆思彻忽然低声开口。这话问出来的时候，陆老爷子也目光定定地看向了夏优，似乎生怕夏优会拒绝。陆思彻也抬起了眸，看向已经站起了身准备离开的夏优，幽沉的眼底泛着一簇星光，而那星光里只是映着眼前这个女孩的模样。他的神情看不出什么，准确地说，看不出他明显的倾向，似乎是并不想让自己的这种倾向带给他压力。他就只是在很平静地询问。夏优没说话，和陆思彻对视了片刻。如果我不想治呢？夏优勾唇，他目光深沉。那我尊重你的意见，只是我会继续努力，希望你能做这件事。出于对夏优的尊重，他不会左右他的任何选择。可是作为他自己，他却不得不去努力做这件事。那些军人，他见过，每个人都曾是为国家出生入死之人，是最后一刻都在捍卫祖国尊严的英雄，都是和他爷爷一样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够体面而好好的活着，也希望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这样的事情。而他是唯一的希望，除了他，没有人再能治好这个病。陆老爷子也红着眼睛看着陆思彻，心里既有感动也有欣慰。他知道的，这个小子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一直将他们放在心里。那些一个个奉献了自己，甘愿成为不人不鬼活着的战士们。夏优沉默地看着陆思彻片刻，在爷孙俩都有些按耐不住准备开口的时候，你都不提给多少报酬，这让我很难办啊。夏优的话让二人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惊喜。陆思彻虽然没有过于表露，可也能肉眼看到他的欣喜，那双好看深邃的眼睛都明亮了起来。陆老爷子更是激动的手舞足蹈了，满脸都写着开心。丫头，我就知道你会的，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报酬不是问题，你要多少都是你该得的。这不管丫头要多少钱，哪怕是倾家荡产，陆老爷子都要把这件事给办了。但也根本轮不着他出钱，上边会出手。最关键的是这丫头，看他愿不愿意。他也不是给钱就会办的，要是他不想，以他这段时间接触对这丫头的了解，那是给什么报酬都不见得有戏的。夏优挑了下眉，反正疫苗和解毒血清他已经配出来了，救不救人纯看他心情。只不过解毒血清只能给轻症患者使用，重症患者还是需要他进行针灸治疗。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还是有点麻烦的。原本他打算只卖给他们解毒血清，治好老爷子就完事儿了。但刚刚他改主意了，那双明亮的狗狗眼如果变得暗淡而失落，就没那么好看了吧。离开陆家别墅，陆思彻一路送他出来。老婆，你真好。陆思彻黏在他身边轻轻说。夏优一个胳膊肘就捅向了身后。陆思彻捂住自己的肚子，敢怒不敢言。再乱喊，信不信我把你嘴巴毒哑了？陆思彻正色回答。好的，老婆。夏优停下脚步，看着陆思彻，气得一副想揍他又懒得动手的表情。他已经很久没这么无语过了，实在忍不住骂人。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能不能把你脑子给用起来？停在那儿长蘑菇吗？陆思彻听懂了，夏优这是在说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脑子。别上网学那些有的没的，你觉得合适吗？陆思彻只是看着夏优，眼神无辜。夏优，难道他有让人降智的本事？陆思彻平时在别人面前，在其他事面前也不这样。但是吧，等等，他的手在干嘛？怎么就摸上陆思彻的头了？他控制不住啊。于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摸到了陆思彻额前的刘海。这该死的下意识反应，难道他上辈子是个修狗控？陆思彻的目光就没离开过他，在他的手摸到自己额前的时候，也微微讶异了一下，原本还有一丝委屈，嘴角也掀起了弧度。
夏优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汪汪叫2声。夏优，很好，脑子还是在的。陆思彻思考了2秒，叫了能喊老婆。夏优，糟了，是个恋爱脑，快跑！夏优放下手，当真转身就跑了，都没打算坐陆思彻的专车回家，直接去外面扫了个共享单车就跑了。要不是嫌慢，怕是得扛着单车跑。陆思彻摸了摸下巴，想起了网上那些网友们说的话，你叫他老婆，他如果都不揍你了，那肯定是喜欢你啊。老婆老婆喊多了就是真老婆，记住，你喊的老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婆，只是一个代号，只是一个名词，但代号也可以变成真老婆，全看你行不行。长得丑的喊老婆那是猥琐，长得好看的喊老婆那是情趣，不能逼太紧，要时喊时喊的，喊多了还是有被打的风险的。陆思彻轻声嘀咕，刚刚没有动手揍我，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了？要说在别的方面，陆思彻也不至于这么犹犹豫豫，但怎么追女孩子他没经验。现在虎视眈眈觊觎夏优的人那么多，他不主动争取拿个名分，被人撬墙角了怎么办？看到早就有没影了的夏优，他嘴角也忍不住勾了起来，逃跑的样子怎么都这么可爱。陆老爷子见陆思彻自己回来了，你没送丫头？老爷子现在对夏优的喜欢已经直接称丫头了，就跟自己的孙女似的。陆思彻在沙发上坐下了下来，没来得及就跑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隐约带着几分笑意。陆老爷子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看得出陆思彻的心情不错。那个制药人也是丫头吧？陆思彻点头，军方那边很重视那种药，如果丫头答应了治疗其他的病人，那么势必也会跟军方那边接触，我担心他们。陆思彻目光微凛，沉声冷冷道，如果他答应了治病，那么整个军部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陆老爷子闻言也缓缓点了点头。片刻后，他看向了陆思彻，那么你呢？你在等什么？他知道陆思彻已经决定要回去了，不过这段时间他却一直没动静，所以他才问出这句话。其实他也猜得到他在等什么，不过还是亲自问出来比较有意思。人老了呀，没什么劲头，还是找点年轻人的事儿叨叨有趣点。陆思彻双手枕在脑后，靠向身后的沙发，仰头望着前方。他在等什么呢？在等着他彻底解决掉他心里的结呀，在等着他将那些人绳之以法，等着他为自己平冤昭雪，等着他的小女孩将邪恶的恶龙们打败，成为自己的英雄啊！陆老爷子见陆思彻根本不回答他，也懒得去八卦了，而是按照夏优的医嘱开始活动起了自己的老胳膊老腿儿。2天后，姐姐，你看到了吗？各大平台都在投你的 CP 啊！杀疯了，简直杀疯了！夏优刚起床就接到了林寒的电话，人都还没清醒过来呢，接完一句电话就是他的微信连环夺命 call。他眯着眼睛把林寒的微信暂时拉黑了。林寒发现自己发出去的消息变成红色感叹号之后，只觉得自己天都塌了。林仲拿杯咖啡路过客厅的时候，就看到林寒在嚎啕大哭。怎么了？林寒，呜呜，姐姐把我拉黑了。林仲走过来，我看看。看完之后，林仲沉默。是我也拉黑。这一会儿发了有快100条消息了吧？林寒瘪嘴，人家也是太激动了吗？林仲皱眉，有什么好激动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CP 给小优找事儿？而且这不就是割韭菜吗？他可不喜欢林优的什么 CP， 不管是陆思彻还是历程他都不喜欢，那是他妹妹，又不是什么人都能当他妹夫的。可是哥，还有一个投票是你哎！林仲闻言立马把手机拿过来仔细翻了一下，还真看到了有人组了自己和林优的 CP。他脸色微微变了一下，脸颊微红，轻咳了一声，妹妹，你还有多少钱？林寒，还有点吧，怎么了？林仲，借我点，我打榜。林寒，他怎么没发现自己身边还有这么大颗韭菜？刚刚是谁说别人是韭菜来着？林寒，不要，我要给我和姐姐的 CP 超话打榜。林仲，很好，豪门兄妹关系开始破裂。自从投票打榜出来，热衷磕 CP 的粉丝们都跟疯了一样，开始各种打榜和拉票，甚至夏优的几方 CP 粉都干了好几仗了。谢玲在看到夏优和陆思彻的私有 CP 火爆出圈，甚至还在跟历程的理由 CP 竞争互不相让的时候，脸色也变得难看极了。怎么什么女人都在往我彻哥哥身上蹭？疯了吧？谢玲看向经纪人，谁搞的这些东西？经纪人忐忑的回答，好像是平台和一些营销号发起的吧，不过也可能这个林优的公司故意搞的营销，想趁机吃流量吧。谢玲这种金圈大小姐，她是得罪不起的，虽然是经纪人，但她其实从没有安排过谢玲的任何工作，都是谢玲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她其实十分看不起娱乐圈的这些人和事情，认为自己对于他们是降维打击，所以一般的活动和节目都瞧不上，只有在某些高端节目和影视剧中才会露脸。
粉丝们和网友们都觉得谢玲是身份尊贵、洁身自好，但其实经纪人最清楚，谢玲是分明瞧不上他们。谢玲拿起手机冷笑，肯定是这个林优想要营销万人迷吧？这些女人的手段我见得多了，但她错就错在不该蹭上彻哥哥和历程，她怕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吧？恐怕她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经纪人没敢说话。谢玲对网上的很多东西不关注，因为她不信，所以看到一些传言也没当真过。可经纪人确实需要时刻关注这些网上的消息的，他也通过业内渠道知道的，有些传言可不是假的。谢玲瞥了一眼手机，就没再看了，只说了句：“以我的名义警告一下这些平台，让他们做事最好考虑下后果。有的人的流量不是他们能蹭的，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别怪我没提醒过他们。”经纪人是谢玲的经纪人，与其说是经纪人，倒不如说是大小姐的下属。做主的其实一直都是谢玲，经纪人只是给谢玲打工的。不只是经纪人，谢玲有个专门的团队，其中里面就包括经纪人，专门为她在娱乐圈制定路线和策划方案。谢玲想要做什么，他们就会立刻按照她的意思在娱乐圈进行铺路。而谢玲也的确在许多圈子里都是说得上话的人物，金圈大小姐、金圈公主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背景在那儿，谁的得给三分薄面。谢玲现在就等着夏优被陆家和厉家收拾看笑话。历程和陆思彻是什么人，他再清楚不过。任何一个敢跟他们蹭热度炒 CP 的，不管是女明星还是那些豪门里发浪的千金小姐，可都没什么好下场。尤其是陆思彻，最讨厌女人往他身上贴了。即便之前见到过他们对夏优的不一般，但谢玲依然认为，只要他们看到了夏优搞的这个投票来营销自己，就肯定会对他唾弃的。毕竟他们才是一个圈子的，林优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混得进他们的圈子。他又登录上自己的账号，特地发了一句话：前几天带着自己的妹妹跟本小姐抢东西，现在又开始捆绑我朋友炒 CP 了，没男人会死是吧？有的人本来就不配得到，难怪真的不如假的呢。谢玲本来就厌恶林优，之前没找到宣泄口，现在可算是有借口借题发挥了。而这句话信息量也十分大，网友们迅速就解读出来了：一、林优带着林涵得罪谢玲了，抢了大小姐什么东西；二、陆少和小丽总是谢玲的朋友；三、谢玲骂林优没男人会死，隐含意思就是骂他骚，倒贴男人；四、嘲讽林优跟夏家的关系，难怪夏家会偏爱一个假千金。当网友们解读出这几个意思之后，网上也开始炸开了锅。谢大小姐几个意思啊？难道她知道什么内情？不是吧，林优和林涵还能抢谢公主的东西？抢的什么？让我开开眼。大小姐从来不会轻易骂人，肯定是林优自己不干净，大家别被之前的一些事情洗脑了，说不定也是营销呢。就是大小姐可跟其他妖艳贱货不一样，她是不会参这些营销的，除非是有什么事实在是让她忍不了了。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林优被赵家和夏家这么对待，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问题吗？有些人别太跟风，我才不相信林优是这种人，让子弹飞一会儿。哼，这是受害者有罪论。谢大小姐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滤镜碎了，以前还觉得谢玲是娱乐圈最干净的人，可却连夏家发生的事实都不关注，就这么嘲讽林优。CP 是我们自己磕的，不管林优的事，冲着我来，我愿为了我的 CP 承受雷霆之怒。我就是私有 CP 的狗，谁骂我 CP 我就咬死他。因为谢玲的这一句话，夏优也很快陷入了负面的舆论之中。但因为夏优之前就圈了不少粉，所以也并没有呈现一面倒的趋势。只不过双方撕的激烈，其中还掺入了夏星的部分粉丝在里面颠倒黑白，导致了一片混乱。而原本看到网上夏优的 CP 这么火热，而且还是和两个这么大佬级别的帅哥组 CP 的时候，本来就又气又嫉妒。而且所有关于夏优的 CP 超话和社区榜单全都在上升，这让他更是眼红。凭什么这个贱人能和陆少和厉成炒 CP， 被这两个男人围着，而他想要见厉成一面都被赶了出来。看到谢玲出来骂夏优，他才舒服了一些。与此同时，夏星的账号也发了一条状态：夏星，没想到有姐姐能懂我。这一条茶里茶气的状态，是个人都看得出是什么意思。夏星难道跟谢玲认识？都被赶出家门的人了，怎么还来作妖啊？请问夏星能直播被赶出夏家后的生活吗？说真的，我挺好奇的，能不能说人话？这么装要死啊？我忽然想起来，既然夏星和夏家四兄弟不是亲生的，那以前他们那些亲密的举动是不是太暧昧了啊？这是可以说的吗？这种人的账号怎么还没被封杀呀？网警，快来干活了！自从上次曝光了夏星以前在学校里的校园霸凌之后，加上营销人设翻车，以及一个假千金对真千金的排挤和针对，包括暗中使坏让赵家造谣的事，他就已经彻底被网友们当成了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更别说他还被赶出了夏家，夏家公开跟他断绝了关系，
大家就更跟看笑话一样了。只不过夏星营销了这么多年，多少还是有点本事，虽然被赶出去了，却是到处卖惨，并且在自己的小号和其他账号上到处宣扬自己是冤枉的，是有人故意在害他。所以一部分死忠粉丝一直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并成为了夏优黑粉，到处为夏星打抱不平。只是对于以前的夏星的粉丝量来说，这点真爱粉的数量也的确算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在夏星发了这条状态后没多久，谢灵立马又在自己之前发的状态底下评论了一句：什么阿猫阿狗都来蹭了，我爸妈可就我一个女儿，没养女也没私生。这句话也立马被截图到冲上了热搜。大小姐对夏星的嫌弃通过屏幕我都感觉到了，哈哈哈哈！大小姐不愧是大小姐，对起人来人畜不分。谢灵向来是真性情，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喜欢她的就是这一点，从不跟娱乐圈的那些人同流合污，要不然是大小姐呢。夏星这是拍马屁拍屁股上了吧？人家可是真正的金圈公主，怎么瞧得上这种假千金啊？谢灵冷笑，什么档次也配叫她姐姐？她扔下手机，继续美美的准备妆造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特邀嘉宾。看到这些评论的夏星脸色铁青，愤怒地摔砸身边的东西。谢灵这个贱人，他想要看夏锦州他们有没有帮自己说话，可夏家的每个人都没吭声，也再没帮他公关和处理。这种落差和被抛弃的感觉更让他崩溃发疯。看到赖在他家里客厅看电视的赵耀祖，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手里的东西就朝赵耀祖砸了过去。看就知道看电视，没用的废物。而他这个举动也把赵耀祖惹恼了。妈的，你敢打老子！他正要过去打夏星，却被赵坤夫妻拦住了。儿子，你干嘛？他可是我们的摇钱树啊！你把他打了，咱去哪要钱去？赵耀祖这才停歇，冲着夏星咧嘴一笑，不好意思啊姐。然后转身就面容阴狠的故意说，要不到钱，看老子以后不打死你。夏星盯着眼前这一家人，眼眶发红，拳头也紧紧地握了起来，牙齿都快咬碎了。这根本不是他的家庭，这明明应该是夏优的家啊！而各大平台也很快收到了谢大小姐的警告，不过似乎无人在意，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真正打榜的大头根本不是粉丝，而是那两位大佬啊。两个大佬都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所有人里最高兴的莫属江澄了，这韭菜真好割啊！助理担心，江总，可现在已经有很多负面言论了，因为谢灵带起的节奏，现在不网友都觉得是咱们优姐故意炒作。江澄端起一杯咖啡，抿了一口，十分之淡定，不用管，这是不需要咱们自己出手，有人会帮忙的。助理不解，不知道谁会帮忙，但还是点了点头，是。不过很快，助理就知道是谁帮忙了。就在网上关于谢灵跟陆少和小丽总三人关系讨论的愈演愈烈，并认为谢灵的为人以及作为和陆少小丽总一个圈子里的人肯定不会冤枉林优的时候，陆氏的某个官方账号，我家少爷说，谢灵是谁啊？别捣乱，我正在跟我老婆的 CP 打榜，别碍事行不行？厉氏集团厉成的个人账号，跟谢小姐不熟，不过我一向拒绝跟是非不分的人相处，所以不熟也正常。这两条状态一发出来，让原本就热闹的场子更炸了。俩人不摆明了都跟谢灵不熟吗？那谢灵那句我朋友不就是自作多情了？而且两人都打脸了谢灵那句话里的每个字。什么林优倒贴男人，明明是这些大佬们自己上赶着的好吗？而且根本不只是这两个大佬，还有其他的一些稍微沾了点 CP 的豪门小姐和少爷们，也都被爆出都是他们自己在砸钱打榜。而这更让 CP 粉们跟过大年了一样激动。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比正主更磕 CP 还要令人激动的？老婆？什么情况啊？果然我才是小说里的 NPC， 这也太爽了！这是什么绝妙爱情？爸爸妈妈，我出生了，好甜啊！私有 CP 上大分，天呐，正主都在磕在打榜，我作为 CP 粉还有什么理由不冲的？怎么个事儿？怎么都喊上老婆了？好了姐妹们，我已证明林优没结婚，陆少的老婆是他幻想中的老婆，太过分了吧？怎么能喊老婆？看看我们小丽总多绅士，好男人就应该是我们丽总这样的，就是小丽总才是跟我宝贝女儿最配的好吗？心机男不许喊老婆。喊老婆怎么了？你喊老公的时候也没见你老公们真跟你结婚了呀。于是原本大家都在吃谢灵的反转瓜，很快就风向一变，变成了 CP 粉们之间的大战，就连谢灵的这个反转瓜都被压了下去。这对每一次只要发生就必热搜且被所有人瞩目的谢灵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且陆思彻的回应更让他气得要死。什么老婆？他不信，彻哥哥怎么可能还给他们的 CP 打榜？他根本不是这种人，也不可能看得上林优这种货色。很快又有人爆出了林涵和林优姐妹二人在杂志拍摄现场耍大牌，甚至林优还教唆了林涵打谢灵的事情。
这个瓜立马让谢灵的粉丝们开始疯狂反扑，攻击夏优和林寒。短短时间内，林寒的账号底下全都是辱骂攻击的评论。夏优哪里知道今天网上这么热闹，他直到自己睡够了，才慢悠悠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把被自己拉黑了的林寒从黑名单里放出来，才知道了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唱戏呢，这么热闹，一看到他，只要是关于他的 CP 全都上榜了，且到处都在投票。而且那些花钱打榜的大韭菜账号，一看全是熟人，夏优就明白了什么。江城这边刚接完某个老总的电话，就接到了夏优的电话。你干的吧？夏优开门见山。江城笑得合不拢嘴。你知道了？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这流量有多大。果然啊，还得是你。这娱乐圈的钱也太好挣了。夏优对江城怎么挣钱倒没什么意见，就是缺德了点。江城看着各大榜单上的后台金额，开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这钱不挣白不挣，也娱乐娱乐大家嘛。夏优对这事儿虽然觉得缺德，但也没什么智慧的，就跟江城说的，反正也是娱乐娱乐大家。他更想知道另一件事，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江城，快收网了，现在他们已经入不敷出了，估计迫切需要一个接盘的，否则的话，他们才是真的脱不了身。再等等，估计他们还想耗一耗。夏优嗯了一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有反扑的机会，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江城扬眉，信心满满，他们不会有机会的。夏优也扬了扬唇，他们也不会有退路，因为他会斩断他们的退路。对了，谢灵是不是跟你有仇？江城忽然问了句，这个女人有点背景，不少媒体和营销号都会偏向她，她舆论环境也挺好的。你要是惹上她的话，怕是有点麻烦。她这边也不是不能处理，但她处理的话，双方肯定以后也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变成对家了。夏优听到谢灵，就大概猜到了什么，是吧？可能是嫉妒我的优秀。夏优，之前小鹿给你发过一个视频，你还记得吗？江城这才想了起来，我知道了。夏优，去吧。江城，好嘞。挂完电话，江城才觉得刚刚两人的对话不太对劲。夏优最近是在训狗，而夏优挂完电话就下楼去吃饭了，顺便还抽空上了个网去转发了谢灵发的动态，并配文：谢小姐指的是你偷吃了我妹妹吃剩下的东西，于是恼羞成怒之下打了我妹妹的事情吗？你要是这么喜欢捡别人吃剩下的早说啊，以后我啃的骨头专门给你留着。嘲讽和陈述事件一句话全拉满了，原本去攻击林寒的谢灵的粉丝们却破防了。夏优转发完这个评论就关上了手机。今天干妈过来了，并早就已经让吴秘书做好一桌子的饭菜在楼下等她下去。她一下楼就看到了早就已经坐在了餐桌上的雪娜，捆着围巾跟执事一样站在旁边的吴秘书，以及坐在餐桌上冲着她招手的美丽干妈。闺女快来，今天专门做了你爱吃的。夏优笑着走了过去，赞叹吴秘书手艺这么好，光当个秘书真是可惜了。林思义也笑了笑，他呀以前可不会，是跟了我以后才会做菜的。吴秘书看了一眼林思义，不过片刻就收回了目光。夏优摸了摸鼻子，现在干妈和吴秘书在他面前是一点都不装了呀。原本地下情人的身份，在他面前跟正常情人没啥区别了。吴秘书平静地说，大小姐说也不错，要是以后不当秘书了，还有一技之长去当个厨子。林思义神色微动了一下，不过也笑了一下，这倒是个好去处。吴秘书抿了下嘴，没说什么。夏优和雪娜相视一眼，俩人都感觉到了干妈和吴秘书之间有点微妙的化学反应。好了，快吃饭吧，我听阿姨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随便吃点，尤其是雪娜不爱好好吃饭，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搞学术。林思义一边说一边给雪娜碗里夹菜。雪娜难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并没有拒绝，只是小声说了句谢谢阿姨。林思义笑意里也掩不住的对雪娜的喜欢，他知道雪娜也是医学生，而且还是天才级别的那种，并且也知道了雪娜发表的论文登上了世界数一数二的刊物，是被许多机构和公司争抢要的天才少女，因此对雪娜也更保护了起来。她何德何能啊，竟然身边能拥有两个这么令人骄傲的孩子，要是说出去不得羡慕死别人。不过雪娜哪里都不去，似乎就喜欢待在小优身边，帮她看着药田，搞搞学术。天才嘛，都有自己的想法，她就当自己养了两个女儿了。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林思义忽然缓缓放下筷子，看着夏优，闺女啊，你最近不去上学了？夏优点头，偶尔会去一次，不过最近没怎么上，主要是学校里对他太热情了，所以他去的就少了。他就不小心做了一套试卷，现在已经成为了高校知名学霸。他还收到了那几个联合出题的世界知名高校的入学邀请，不过邀请函被雪娜拿去垫桌子了。那就不上了吧，反正学籍挂着就行。你缺失了几年，的确容易跟不上进度，而且我听说现在大学生每年考试可多了，考不过就得补考。在林思义说的时候，
雪娜狐疑地看了一眼夏优，似乎想知道夏优是怎么让林思义相信他跟不上进度的。那既然你不上学了，你平时的时间就更多了吧？林思义微笑且瞳孔泛着光地盯着夏优。夏优，是多了吧？林思义，那你来妈妈公司吧，正好咱们公司也缺人手。到现在林思义还是没打消让夏优进入公司的念头。你是我的女儿，你进公司再正常不过了。见夏优不说话，林思义苦口婆心，闺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也是姓林，你也是咱们家的一份子。林氏有你的一份，只要你愿意进入林氏，以后这林氏必将有你一席之地。这样以后就算我没有再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才放心啊。他是知道夏优的能力的，不只是医术。吴秘书也经常在帮夏优做事，吴秘书都说过，他身上有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魅力，是能够育人的。而且他们知道，飞鱼娱乐其实就是夏优名下的，其他人不知道，但吴秘书也曾经帮夏优办过事，所以清楚。他清楚，林思义自然就清楚。所以林思义除了想要给夏优林氏的股份和地位，还想要他这个人才。夏优叹了口气，干妈，主要是我吧，也很忙的。雪娜这时候开口了，阿姨，谁告诉你夏优学习跟不上的？雪娜，您知道世界前5的高校全都寄录取邀请函来了吗？但他没想法，所以被我拿来垫桌子了。林思义，啊？雪娜，他还有不止一家公司，其实有好几家。他虽然不参与，但听说过。除了飞鱼娱乐，其实还有多家公司在运作。林思义瞪大眼睛，什么？雪娜，他制的一枚药能卖1000万。林思义手都颤抖了一下，我去。他知道闺女牛逼，但不知道闺女这妖牛啊。他还以为夏优名下就一家公司，平时再随便出公告，偶尔治病赚钱，没想到比他知道的还要厉害多了。吴秘书也震惊了一下。夏优轻咳了一声，雪娜才没有继续说，但林思义显然已经被这些信息量砸晕了。所以闺女，你到底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夏优暂时也应该没有了，他总不能说自己已经被黑白2道给盯上了吧，会吓死干妈的。林思义在知道夏优的隐藏资产后，也就不那么提让夏优去公司的事情了，但还是会有意无意的说起来，比如公司年轻人少啊，缺乏人才啊，最近公司又出问题了啊。夏优看得出来干妈是故意的，他知道林氏现在的状况好得很，干妈能这么多年把林氏发展的这么好，就不可能轻易让林氏出问题。不过他也顺势提起了林仲和林涵2个兄妹。其实林仲已经开始在帮家里打理公司了，林涵所选的专业也是跟企业管理相关的，并且还考了不少证。林思义知道的时候还有点意外，不过却也认真思量，重视起了这对兄妹。林氏到现在也的确可以开始培养继承人了，他总不能经营林氏一辈子，既然女儿不愿意，他也得另外培养2个备胎才行。而在夏优吃饭的功夫，网上才刚历经一场腥风血雨，这还得从夏优转发了谢玲的那条状态开始。谢玲的粉丝们破大防开始攻击夏优，但紧接着就有人放出了谢玲当天在拍摄现场辱骂林涵的视频。视频里的信息量除了谢玲骂林优和林涵之外，这下全世界都知道谢玲吃人剩下的东西还骂人，却被林优骂得落荒而逃的丢人的事了。这下让网友们可就热闹了。这就是谢大小姐吗？感觉好心人让我看到了真实的谢玲，滤镜碎了一地。我还以为真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呢，跟那些耍大牌的明星有什么区别？拜托，谢玲是什么身份？有点大小姐脾气也很正常好吧？这也太丢人了吧！大小姐怎么还要吃别人吃剩下的？吃剩下的就算了，还倒打一耙。谢大小姐不是人淡如菊吗？这气量可不敢恭维。原来谢玲说的抢她的东西是这么回事啊！感情一开始就没说实话，故意引导粉丝们去网暴别人吧？我们家姐姐本来就是真性情，这不更说明她从来不装不做作吗？倒是拍视频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用心。林涵在这个时候也跟着转发了谢玲的那条状态。下次我会让主办方准备双份的，希望下次姐姐别打我了。林涵这句话虽然一眼看出来阴阳怪气，但却只是让人对她共情和怜惜，因为事实就是林涵莫名其妙被欺负了。林涵转发了这句话之后，又在夏优的那条底下留言，姐姐 QAQ 都是我没用，每次都是姐姐保护我。这句话更惹人怜爱了，哪怕是装的都装得让人怜惜。而原本就磕姐妹情的网友们更是满腔热血燃起来了。大小姐就这么欺负人，这跟霸凌有什么区别？我们林涵小天使招你什么了？她只是去陪姐姐拍个杂志啊。林优果然是宠妹狂魔，我好爱林涵小天使抱抱，不委屈啊。所以谢大小姐带节奏网暴咱们林优和林涵的事情怎么说？不会是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林优姐姐太帅了，我为林优姐姐举大旗。
我们林寒小天使只是一个素人啊，他做错了什么？要被谢灵这么欺负？别的不说，打人也太过分了吧。于是谢灵的口碑在顷刻之间直线下降。之前的人但如局娱乐圈清流人设不保，因为有了视频最直观的证据，谢灵仗势欺人、嚣张跋扈的品性也被无限放大。而吃了林寒剩下下午茶却还倒打一耙的事情更是丢人好笑，立马被网友们玩成了梗。你是真饿了？狗都不带你这么抢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完了。这些出自视频里的词条被网友们玩出了花，甚至还用到了 CP 粉们之间的大战上。什么 CP 都磕，我看你是真饿了。你们没有别的 CP 能磕了吗？狗都不带你们这么抢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完了。而谢灵也没想到对方还有视频，当发现自己的口碑和名声都直线下降的时候，他也对自己的团队发了脾气。要你们有什么用？谢灵一直以来都是高在上的存在，从来也没什么黑粉，更没被这样嘲讽过。这对他而言，俨然在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而谢灵也一直不屑于去娱乐圈公关，所以团队其实几乎没怎么动用过公关。但这一次谢灵却忍不了了，让团队迅速公关掉对自己不利的所有负面舆论。以谢灵的身份，原本各大平台也会尤其注意对谢灵不利的言论，都会有监控的，自动会屏蔽掉一些对谢灵不利的东西。更是看在谢灵的家族背景影响下带来的绿色通道和好处。很快大家发现网上的那些视频都不见了，但也没过多久，那些视频又被放出来了。不管谢灵那边投了多少公关也没用，反而因为这一场公关让大家议论他的热情更高了。不会吧，不会吧，谢灵也公关了？有人记得视频突然消失了吗？不只是视频消失了，就连我的评论都消失了。这就是大小姐的威力吗？啊，不是说谢灵从不在意这些讨论吗？大小姐这是破防了吧？看来什么人淡如菊也是人设了，那就别老把自己当成什么独立的一世白莲了好吗？到底怎么回事？谢灵气得要死，以前这些平台哪个不想讨好他，现在怎么一个个跟死了一样？团队负责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他们只需要打个招呼就行，现在对方表面上答应了，却一会儿就变脸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打电话去问了，那边说接到上面的要求，不能剥夺网友们自由言论的权利。经纪人挂掉电话，小声说。谢灵深吸了一口气，挂断会议视频。一群废物。而他谢灵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形象和口碑的，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发酵，于是没过多久，谢灵之前发的那条状态删掉了。删掉之后，他又发了一条状态，没什么意思，一句话又把他那大小姐无所谓的人设给立了起来，什么也不解释，但却也招来了不少群嘲，让以前一直没什么负面黑料的谢灵也多了一些黑料。删了自己那句带节奏针对夏优的话之后，又私聊了夏优一句，够了吧？视频能删了？不过没一会儿，这个私聊就被夏优截图发了出来。夏优发图并带文，找错人了。网友们也纷纷评论，所以谢大小姐表面没什么意思，实际上暗地里视频能删了吗？完了，我竟然觉得谢灵跟林优有点好磕，朋友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请问谢大小姐，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不愧是我优姐，从来都没在怕的，谁往她身上插刀，她能捅死谁，哈哈哈哈哈！林优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哈哈哈哈哈！谢大小姐要被气死了。评论区一大片嘲讽谢灵，也有不少看凑热闹看笑话的。虽然事情并不大，但却让谢灵丢了个大脸，大家对她也再没了从前那种高岭之花的滤镜了，并且觉得她的行事作风有些太露，跟以前的人设完全不符，开始渐渐对她失去了从前的光环。谢灵看到夏优竟然把自己的私聊的图都截了出来，当时就在综艺后台气的直接罢录了。他没想到夏优竟然这么不要脸，竟然敢把他们的私聊记录都截图发出来，以前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更让他感到愤怒和不可思议的是，从前那些巴不得讨好自己的人，现在都跟死了一样，竟然就这么让其他人这么吵他。某平台老总，咱们真不管谢灵小姐的招呼吗？秘书再次询问。老总一边看飙升的数据，一边说，管什么？你不知道林幽灵大小姐可是陆老将军的救命恩人呢，谁敢动她，我可不当这炮灰。林幽是陆老将军救命恩人的事情，圈子里早有传闻，这风在最近几天更甚，吹到了不少大佬们的耳朵里。能听到这个风，他们就明白其中的含义。当然不可能因为谢灵去当得罪林幽的炮灰了。谢灵见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收场了，也保持了沉默，没有再发表什么言论了。但为了转移注意力，他的团队倒是把夏星拉出来挡枪了。于是夏星想要巴结谢灵的热搜一直挂在了榜单上，承受网友们的口诛笔伐，还顺便又翻出了夏星和夏家那些黑料和破烂事，包括夏星亲生父母和亲弟弟的那些黑料。于是好不容易摆脱了2天网友谩骂的夏家，又再次回到了舆论中心。
至于 CP 粉们，又继续热热闹闹的去刷榜单了。网友们辣评吵了一整天，只有姓夏的受伤的世界达成。当林涵把后续发给夏优看的时候，夏优正在医院探望陈欢。林涵姐，你看夏锦州账号打出的问号，好傻逼呀，哈哈哈哈。夏优看了一眼，夏锦州的账号的确发了个问号，好像不明白为什么网友们又忽然去骂他了。不只是夏锦州，夏家每个人的账号都没有幸免，夏星就更不用说，已经跟网友们吵起来了。夏优知道谢玲这种人跟夏星那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谢玲十分在意自己的口碑和她金圈大小姐的面子，并且她很不屑于多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跟娱乐圈的妖艳贱货一样，不愿意被大家拿来调侃和玩梗。所以在夏优这种毫不客气的攻击下，她表面上也没法做到歇斯底里的回击自己，只能打碎了往肚子里咽。她放下手机，看着床上的陈欢。陈欢的床头摆放了一束新鲜的玫瑰，有人来看过他，他来看过你了。夏优拿起一个苹果，开始削了起来。而原本应该是植物人的女孩，却缓缓睁开了眸子，那双死寂平淡的眼眸在渗入光亮之后，才渐渐有了点生气。女孩的声音还有些嘶哑，喉咙干涩，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夏优把苹果皮削完了，喂进自己嘴里，开始啃了起来。他知道你醒了吗？陈欢摇摇头，不知道。夏优，你现在醒了，你想做什么？夏优啃着苹果，嚼苹果的声音又甜又脆。陈欢转过脑袋看着他，目光却盯着他手里的苹果，轻轻说了声我想吃苹果。夏优愣了一下，然后把自己手里的苹果用小刀削了一小块，喂进了陈欢嘴里。陈欢吃着苹果，吃着吃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可却颤抖着声音说着好甜，谢谢你。虽然陈欢才刚苏醒没多久，可他在昏迷中是有意识的，他能听到感受到，只是看不到，所以他知道一直有个人每隔一段时间来看他，跟他说话，还会为他治病。他虽然不懂那些刺进自己身体里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好转，意识也越来越浓厚。当他睁开眼睛，他才知道原来是他，是那个叫夏优的女孩子。他印象里见过她的。夏优被欺负的时候，他还暗中帮过她呢。在他昏迷的时间里，他也知道了夏优被当成了推自己下楼的凶手，可明明推他下楼的人根本不是他。陈欢红着眼睛看着夏优，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他很想帮夏优，可却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他已经昏迷了2年多，跟外面的世界已经脱轨。他的亲生父母早就已经拿着夏家给的钱出国去了，他现在一个人无依无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夏优继续削了一块苹果递给陈欢，勾唇，不着急，咱们先看看戏呗。陈欢眨了下眼睛，不明白夏优说的戏是什么意思，但却还是点了点头。接下来2天，夏优又前后见到了夏木和夏树兄弟，都是一个流程，夏优谁也没放过，从言辞恳切到被夏优的话刺激的恼羞成怒。一顿输出之后，让他们离开的时候都跟失了智一样的自我怀疑。这对双胞胎兄弟虽然不像夏锦州和夏之文那样坏事做尽，可也因为他们年纪小，所以他们的恶劣对夏优曾经所造成的伤害更加痛苦。夏树和夏木从前跟夏星的狗没什么区别，夏优经常被他们俩当成玩具一样恶作剧逗弄。他们会把老鼠扔到他床上，还会故意把他关在地下室，看到他害怕、惶恐、失声尖叫的时候，他们就会哈哈大笑的跟夏星分享。所以夏优对待他们俩一点没客气，看到他们眼里充满了痛苦，才满意的让他们滚。3天后，夏优作为林氏大小姐出席一场慈善拍卖会，毫不意外，夏家也在。林氏大小姐林优如今在豪门圈里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新贵，大家纷纷前来结交攀附。而曾经也总是作为热闹中心的夏家，如今却无人问津。4个儿子同时出席，可4个人却都仿佛失去了生气一般，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直到他们看到了那光芒四射的夏优，4个人的眼里才浮现出了明亮的光泽。夏优如今已经是名流在身，稍微知道些内情的人更知道夏优就是那位林氏隐藏的神医。加上夏优已经为好几位大佬看过病，这些大佬们自然对夏优更加尊敬客气。作为夏优的母亲，林思义自然满脸都是开心，毫不客气地享受着大家的恭维。哎呀，我这个闺女就是这么优秀，哈哈哈哈，这话我爱听。夏优也陪着林思义游走在拍卖会的晚宴里，抬眼正好看到了夏明长夫妇望着自己。夏夫人擦了擦眼角的泪，目光悔恨地看着夏优，却被夏优直接笑着无视掉了，看向身边的林思义，微笑，干妈，我们去那边看看。被夏优无视的夏夫人更是难受不已。好了，她现在肯定也不会认我们的。夏明长叹了口气，说完他们就继续带着夏锦州他们去跟其他人打招呼了。林思义瞄了那边一眼，低声说，最近夏氏亏空严重，听说有很大的现金漏洞。
现在估计他们夫妻盘算着让这4个儿子去联姻来挽救夏家，所以才把4个人都带过来了。夏优挑眉，是吗？林思义带着夏优在一边坐下，是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夏家经营状况越来越差，夏锦州最近好像也无心在生意上，做了好多个错误的决定，导致公司问题越来越严重，目前负债累累，要是没有个冤大头给他们补了，怕不只是破产。林思义问题的看得长远，虽然目前夏家的问题还没彻底暴露在大众面前，但他已经能预见到了。说着，他招了个助理过来，你去打听打听那边什么情况。助理点头，立马过去了。夏优端起红酒杯，轻抿了一口，余光却忽然瞥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个服务员，不过却乔装了一下。他不动声色的是继续抿了一口红酒，唇角也勾起一抹弧度。没过一会儿，助理回来了，林总，夏家那边跟好几个有千金的老总介绍自己的儿子呢，不过那些千金立马就婉拒了，说妹控这种癖好他们害怕，还有的说不想跟他们的妹妹抢老公，还有的说夏家这种自己亲女儿都那么虐待的，儿媳妇就更不用说了，反正没有一个愿意跟他们家儿子接触的，话也说得难听。助理抿了抿嘴，现在他们还在不停的解释说夏欣跟他们家没关系呢，已经被赶出去了。林思义听完乐了，跟夏优说，你看，我就说跟干妈来参加这个拍卖会，能吃到瓜吧。他是知道夏优对夏家已经完全没感情了，所以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不过真可惜啊，以前的时候夏家这4个孩子在圈子里怎么也是炙手可热的优秀男青年啊，现在但凡是身家清白的小姐，已经没一个能瞧得上他们的了。林思义还有点感慨，拍卖会还没开始，所以母女俩就坐在这里稍事休息，一边吃点东西一边聊天。你看他们现在看你那眼神，估计都后悔死了吧。林思义叹了口气，但凡他们当年对你好一点。夏优淡淡笑了笑，干妈，有一种人，他们的后悔分文不值，而他们就是这种人，因为不管后不后悔，再来一次，他们都一样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中了恶因，当然要承受恶果，他们的后悔是建立在失去的基础上。夏优挑眉，如果他们现在照样好好的，您猜他们会不会后悔？林思义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对于夏优年纪轻轻就能看得这么透，林思义到底还是有点心疼的。听说现在夏欣和赵家人住在一起，恐怕也不会好过，他们现在也算是罪有应得。夏优抿了下嘴，眼底也泛起一丝冷意，是啊，罪有应得。不过没一会儿，忽然他们听到有人吵起来了，你这个贱人，我养你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夏夫人歇斯底里的嗓音带着怨恨和崩溃，俩人相视一眼，也立刻赶了过去围观。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围观了。原来是夏夫人来洗手间的时候，却捉奸到了自己老公和别的女人在洗手间偷情，而当她仔细看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偷情的女人竟然是她宠了20年的养女夏欣。这简直炸得所有人三观粉碎，螺旋上天，每个人的脸上都精彩纷呈。夏欣衣衫不整，躲在夏明长身后，害怕解释，妈，你误会我了。夏明长整个人也跟红的跟虾一样，但面色却是惨白，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我只是看到夏欣在这里，所以过来看一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没有女人能够忍受得了这种绿帽，更何况这绿帽子还是自己养大点，现在她根本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那你刚刚手在哪里？夏欣刚刚那副狐媚样是什么意思？好啊，你这个贱人，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勾引你的父亲，你还是个人吗？夏夫人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住了，有种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声的震撼好无力感。林思义也怔住了，三观花了好一阵的时间才重组回来。林思义看着夏优，他说的这还是中文吗？我怎么每个字的都听得懂，但组合在一起听起来怎么就不懂了呢？是我以为那意思吗？林思义这些年来大风大浪也是见过不少的了，豪门里的一些肮脏事也见了不少，但这么炸裂的还是头一回。夏优看着眼前夏欣扭捏的拉扯着自己衣服的模样，应该大概可能也许就是您以为那意思。说实话，他也有点被诧异到了。他虽然看到了乔装打扮成服务员的夏欣，但也只以为他想整点别的幺蛾子，找夏明长夫妻求情，找4个哥哥装可怜，想要重新回到夏家去，但没想到竟然直接跟夏明长搞上了。不过夏明长这个人他也知道，本身就不检点，在外面经常偷腥，但平时伪装的好，加上之前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都在他们兄妹身上，所以根本才没人去注意夏明长的私生活。在场的人不少都偷偷拿出了手机，开始偷拍了几张照片。都是有脸面的人，当然不会把手机举着让所有人的都看到自己在拍了，所以大家都十分有默契的偷拍。毕竟这种炸裂的事情可是难得一见。我靠，
你们这边的人都玩这么花？夏优抬头就看到了走过来穿的跟花蝴蝶似的顾廷峰。说话注意点，什么叫我们这边的人？夏优对了回去。顾廷峰这才嘿嘿笑了一声，然后礼貌地冲着林思义打了下招呼：林姨。林思义点了下头，就继续看热闹了。顾廷峰靠近夏优，低声说：这不是没见过吗？这假千金也太溜了。这个时候，夏夫人已经气得全身发抖，眼睛赤红，身上也毫无贵夫人的矜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些年我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我给你吃给你用的给你钱花，我的亲女儿都因为你受尽了委屈，我哪点对不起你？你要这样报复我，不要脸的贱货，你就跟你的亲生父母一样不要脸。夏三烂，我要打死你个贱人！夏明长一直想解释，可他的解释就像无用的挣扎，不管是他脖子上的吻痕，还是凌乱的裤腰带，都让他的解释毫无可信度。而夏夫人已经冲上去打人了，夏欣一边躲一边哭着喊妈，夏明长赶紧拉着：你做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夏夫人厉声道：我做什么？我要打死这个贱人！你个臭婊子，连养大自己的父亲都要勾引，贱不贱？亏我还对你那么好，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你哪点比得上我亲女儿？早知如此，当初我亲女儿回来的时候就该把你赶出去，不要脸的烂货！难怪别的男人都不要你。而夏欣从一开始哭着解释，再发现夏夫人越骂越难听，她也开始反击了。我怎么了？夏欣理直气壮，我本来就是夏家的人，我跟我爸又不是亲生的，怎么就不能发生关系了？他猩红着眼睛扫了一眼夏锦州他们四人，怒道：要不是他们，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明明是你们先变了的，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你们还好意思怪我？我跟你们20年的感情，还比不上你们那个所谓的亲女儿吗？明明我才是夏家的千金，一切本来就是我所拥有的，你们凭什么把我赶走？而现在夏欣的模样，让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赵家那一家三口在视频里撒泼的样子。顾廷峰一脸嫌弃：我怎么记得他以前不这样？这是疯了吧？顾廷峰以前还是看到过不少关于夏欣的营销的，在一些综艺里也见过夏欣，看着也是个正常人的样子吧。现在怎么跟个疯女人似的？夏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遗传也是一种病。夏欣这种心理倒是跟他亲生父母一家人一模一样。顾廷峰皱眉，没理解夏优的意思。而且大部分人在撕破脸的时候都是不要脸的。夏优淡淡道。这句话顾廷峰明白，他以前的女朋友闺蜜爬上他床之后，以前看着挺好的俩闺蜜撕的那叫个你死我活，他都看呆了好吗？平时看着乖乖女的女朋友，竟然跟疯了似的跟她闺蜜扯头发抓脸。不过夏欣发疯倒在夏优的意料之中，除了他本身的执念和不甘心作祟之外，赵家对他的压榨以及他粉丝们的回踩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肯定会让他精神崩溃。毕竟被娇养了20年的小公主，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赵家的重男轻女和他们的自私自利，能逼疯任何一个正常人，更不用说还是没吃过苦头的夏欣。现在双方越吵越激烈，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退远了一些，生怕打起来殃及池鱼。林思义都拉着夏优往后退了几步。奇怪，你说他们儿子怎么不去劝架呀？夏优也看向了夏锦州他们四兄弟。的确，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4个人都跟木头似的无动于衷，也没有一个人上去帮忙。而且从他们的目光里，他怎么觉得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诧异似的？并且夏优本来觉得夏欣要勾引也应该是勾引他们4个人吧。夏欣本来就对那4个男人有着强烈占有欲，还是胸控，估计巴不得和他们睡，怎么还越过他们去勾搭老的了呢？纳闷的也不止夏优一个人，在场围观的人其实心里都在疑惑这件事。很快，为了避免影响不好，慈善拍卖会的主办方立马派了保安过来。夏锦州这才往前走了2步，拉起夏欣就给了他2耳光，冷声道：丢人现眼。夏欣被打得摔倒在了地上，狼狈不堪，委屈又愤怒地看着夏锦州哥。很快，保安们也上前把他架了起来，连带着把夏家一起请出了拍卖会的宴场。双胞胎兄弟夏树和夏木是扶着夏夫人离开的。夏夫人一边哭一边懊悔，她想来见夏优，远远地哭着喊着夏优的名字，却被林思义的保镖们直接拦住，不允许他们靠近。夏优也冷漠地挪开了目光，而这让夏夫人更加崩溃难过，只是不断地念着对不起对不起，妈妈错了，对不起。夏锦州也深深地看了一眼夏优，最后才跟着他们离开。而夏家的这个丑闻一出来，立马就在圈子里传遍了。从前跟夏家有婚约的秦家，老天保佑，幸好断得早啊。秦瑞也出来发了个恶心的表情，落井下石。至于其他被夏家曾经动过联姻心思的千金小姐们，也都纷纷出来吃瓜吐槽。真乱，还好没答应他们，不然以后都没脸见人了。我现在严重怀疑，
夏星有没有跟四兄弟睡过了？难怪林幽不认他们，不愿意回夏家，太恶心了啊！就说以前那些说林幽不认自己亲生父母和哥哥的，换做你们认吗？做人怎么能做到像夏星这么贱的？所以我爸妈说我独生女太可怜了，想收养一个妹妹，我坚决不允许。谁知道收养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拍卖会表面上依然正常进行，可实际上私底下大家手机都刷疯了。林思义轻叹了一口气，拍了拍夏优的手背，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又像是什么都说了。夏优微微一笑，他知道干妈是心疼他，也怕他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对于夏星和夏家会出事，他是早有预料的，也乐意看到。看着他们逐渐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对于原本的夏优来说也是一种救赎。现在夏家失去了他们最在意的名声和地位，乃至金钱，夏星则失去了那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所有，父母的宠爱，哥哥们的偏宠，以及他千金小姐、团宠小公主的身份，并且他也将本该属于夏星的原生家庭还给了他。曾经夏优替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得还给他。只是他有点好奇，今天发生的事情，夏锦州他们4个人的态度让他有点捉摸不透，就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夏星跟夏明长有染一样，连他都诧异，他们4个竟然一点震惊都没有。夏优还在疑惑，身边顾廷峰却巴巴巴的，你说都是一个基因，怎么夏家就你一个正常人？夏优看向顾廷峰，眼神上下扫了他一眼。顾廷峰被看得怪不好意思的，怎么了？哎呀，你看我做什么？夏优，你没地方去吗？老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顾廷峰嘿嘿笑了2声，这不是在你身边能第一时间吃瓜吗？其实吧，他主要还是想要跟夏优多接触一下，搞好点关系。他想吃的瓜也当然不是夏家的瓜，而是那2位爷的瓜。林思义稍稍看了一眼顾廷峰，虽然没说什么，但在跟夏优走到一边的时候小声叮嘱，这小子是个风流成性的，你可别被骗了。林思义虽然并不会怎么智慧这些年轻人的私生活，但关系到自己的女儿，他就得在意了。顾廷峰这小子虽然平时的新闻里见不到他，但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顾廷峰玩的花，而且即便那些女孩子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依然会趋之若鹜。可以这么说，顾廷峰把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句话贯彻了个彻底。所以林思义看到顾廷峰接近夏优，马上就警铃大作了。夏优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啊，干妈又拉着他低声说，他不干净了，不如阿彻和小丽总。夏优眼神古怪地打量了一下顾廷峰，然后点了点头，您说的对。而此时拍卖会宴场外，夏夫人已经气晕了过去，被双胞胎扶上了车。夏星躲在夏明长后面，可眼神却露着万般委屈，在夏锦州和夏之文身上游移。夏明长也尴尬不已，小周。夏锦州勾唇，爸，您真可怜。您知道吗？前几天他还想爬我的床，不过没得逞，所以才找了您。夏之文扶了下眼镜，视线冷漠地扫过夏星，他也爬过我的床。闻言，夏明长脸色骤变，转身就给了夏星一耳光。你这个烂货！看到夏星被打到地上，夏锦州才转身上了车，不过他的人却立刻上去把夏星抓了起来，很快将他塞进了另一辆车里。夏之文没说什么，也转身上了车，只留下夏明长一个人在原地，神色羞愤和懊悔。夏星不知道的是，夏星被赶出去夏家之后，为了重新回到豪门，想方设法的勾引过不少富二代和有钱人，但夏星的名声已经太难听，他想嫁入豪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和夏家之间又有利益牵连，虽然能威胁夏家给他钱用，但比起他以前的生活已经是天差地别。身边还有个亲生父母和亲弟弟在吸他的血，逼他给钱，吵架打架。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迫切的需要改变现状，他一刻都忍受不了了。他本来想通过直播的方式赚钱，可却被许多网友举报封了直播间。他想当明星，用自己的流量签约经纪公司，可却没有经纪公司敢要他，生怕因为他而影响到了自己公司的名誉和利益。毕竟在他们看来，夏星的对家可是林氏，他们可不敢得罪林氏，所以他想到了一个留在夏家的办法，就是跟哥哥们发生关系。他认为他们心里其实都是爱他的，不然这么多年来不会那么宠爱自己。只要他们发生了关系，他们就一定还会跟以前一样喜欢他。曾经的夏星沉迷于团宠的角色里，而哥哥们宠爱他，绝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妹妹而已。他曾经就幻想过，他们妹控其实是因为爱他，不仅仅是妹妹，而是对女人的那种性上的喜欢。所以他其实最先勾引的是夏家4兄弟。夏锦州在车里点了根烟，看向车窗外，是你安排的吧？夏之文冷冷道。夏锦州面无表情，没有回答。你难道不知道这对我们夏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夏之文深吸了一口气。夏锦州冷笑，意味着什么？
你不觉得从2年前那件事开始，夏家其实就已经玩完了吗？夏之文静默了一阵，可神色却是肉眼可见的难受。只不过我也没想到他会在今天这种时候做这种事。夏景舟沉声道。夏之文摘下了眼镜，揉了揉眉心。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很恨他，可是你也别忘了，我们现在是一荣俱荣，一允俱允。那你呢？夏景舟淡淡道。你不是也在调查他当初在学校里欺负夏优的事情吗？夏之文目光微暗了下去。夏景舟恨夏星，除了夏优的事情，还有其他事情。可夏之文确实因为内心的煎熬，而这些煎熬和悔恨，所有的情绪都转移到了对夏星的恨上。他现在感觉得到，他们4个人都疯了似的。如果夏优从未回过夏家，或许他们不至于如此。可是他回到夏家那3年，他们是真切在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小心翼翼、颤颤巍巍，总是想和他们亲近的妹妹，在那个时候却被他们那样羞辱和排挤。现在清醒过来看，明明很多事情都是夏星在故意整蛊他，可当时他们却偏心的只信夏星。他们的亲妹妹也曾靠近过他们啊，可却被他们那样对待。现在夏优骂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像是用刀剖开了他们的心脏一样，血淋淋的让他们看到曾经自己所做过的混账事。可不管怎么样，当年的事情，夏之文闭着眼睛，再来一次，我们还是会那么做吧。现在我们夏家变成这样，也算是惩罚吧。夏景舟冷眼看着窗外，并没有说话。我只知道，他该死。他口中所说的这个他，夏之文知道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对于这个人，死活他已经不关心了。希望你还记得，如果夏家彻底破产，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夏之文最后只提醒了一句。夏景舟望着窗外，一言不发。夏家目前面临的困境，也是他现阶段无法解决的。在几个月前，上合国际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夏明长是公司董事，在夏景舟解决问题之前，夏明长就已经让公司的漏洞越加严重了，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公司负债上亿。其他企业的纷纷撤资，也让公司处在一个十分微妙而动荡的境地。但他很清楚，夏家到这种地步，其实跟夏优有很大的关系。其他公司不可能跟林氏、厉氏和陆家为敌，那么必然会放弃夏家。而他们都知道，这几家都是因为夏优的关系，所以才会刻意针对夏家。如果实在没办法，夏景舟冷声道，那就把上合国际卖掉。对于一家面临困境的企业来说，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夏景舟其实已经有这个打算，但夏明长一直不同意。不过经过今天的事情，恐怕他也不会不同意了。当病房里的陈欢刷到夏家曾经的假千金夏星和自己的养父有染，还被养母当场捉奸的八卦的时候，脸上也不禁露出了嘲讽的笑意。陈小姐，林小姐说您要注意自己的情绪，您现在身体各项机能在恢复，情绪的大起大落都会影响到器官的恢复程度的。护工小姐姐看到陈欢心情忽然变得愉悦，立马叮嘱。知道了，我会注意的。陈欢微笑着说。没想到睡了2年醒来后，他竟然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世上最痛快的报复，就是看着仇人一步步走入地狱。看到他们一家现在这个样子，他开心的甚至想要放鞭炮。虽然他不知道现在的夏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已经简直和他以前所知道的夏家完全是2个样子，可是现在他痛快极了。我以前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和夏树走得近一些，夏星就要那么针对我。明明我什么都没做，是夏树先动的心，先招惹的我，可夏星却那么恨我。陈欢冷笑，现在我知道了。他目光冰冷，因为夏星骨子里就是骚，恨不得所有男人都围着他转。他至今都记得那天夏星推他下楼的时候说的话，你这种贱人也配得到我哥的喜欢，这么喜欢发骚勾引我哥，那我倒要看看你死了怎么勾引。那时候的夏星简直就像是个魔鬼，他好像根本不需要顾及自己做了什么事有什么后果。不过事实也是如此，即便他做了这种事情，夏家也依然会为他开脱，甚至还让自己的另一个女儿为他顶罪。而另一边，小鹿也得知了拍卖会晚宴上发生的事情，他想告诉思安，却见思安只是淡淡的看着窗外，最后他还是没说。优姐说不需要思安做什么，只要让夏景舟看到思安就够了。他本来不太懂优姐是什么意思，可那天夏景舟来看思安时，见到思安发病不认识他，恐惧他，害怕他时，夏景舟那痛苦又后悔的表情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优姐要这么做。看到夏景舟那痛苦的模样，他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而当夏景舟离开后，发疯的思安忽然安静下来时，他也才知道思安原来是清醒的，他是故意那么做的。小鹿，思安忽然喊了一声。小鹿回过神，哎，他走到了思安身边，我在呢，怎么了？思安轻声说，他说过他们都会得到惩罚的，对吗？小鹿笑，当然，他们已经开始得到惩罚了。思安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浓烈的恨意，
声音却轻飘飘的像风。我想要亲眼看着他们，每个人都堕入地狱。小鹿握住他的手，沉沉开口：“会的。”Z 是靶场。夏优双手握起手枪，瞄向移动靶。紧接着是一阵连续的子弹打出，场内也接连响起一阵又一阵欢庆鼓乐。很多人自己没玩，都跑过来围观了，就让时间花钱烧着。俱乐部是按时间计费的，空闲的时间越多，当然就越烧钱。但为了看这位美少女神枪手，他们宁愿烧着。夏优的身份现在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位美少女神枪手就是林氏的大小姐林优，也是夏家的那位真千金。但现在已经很少人提起夏家了。夏优放下手枪，周遭立刻响起一阵口哨声和喝彩的声音。靶场的大老爷们儿多，所以连夸奖都是糙里糙气的。太他妈牛了！我要有这本事，我能吹一辈子。林优收徒弟不？把本少爷教会了，以后你说打谁，本少爷就打谁。我他妈谁都不服，就服林优。这准头没谁了。靠，双手都这么强吗？夏优来靶场的次数不多，只不过俱乐部老板太热情，又给了他免费会员，所以他才特地抽出了时间过来玩玩。正好他也需要练练枪法，虽然他准头不错，但太长时间不碰的话也会有点生疏。能在 Z 市靶场以打枪当玩票的，家庭背景都不会简单，而他们又对夏优都是抱着崇拜的心情，所以夏优其实一直以来在 Z 市的富二代圈子里就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千金小姐了。毕竟夏优早就是被一帮富二代纨绔子弟们捧着大佬。谢灵在网上带节奏的时候，其实这些富二代们也都暗中出手了的。夏优勾唇：“我不收徒弟，不过想学的话，给钱我可以教。我学，我要学，我多少钱我都学。美少女教学，哎，钱就是最不是问题的问题。谁不喜欢有香香软软、漂亮又技术的美女教学啊？”夏优也就是随便提一句，没想到竟然还真这么多人想学的。他能把话撤回吗？在旁边嗑瓜子的林涵猛地站起来，满脸不高兴：“不行，我姐都还没教我呢。”他一说，熟悉的人都调笑了起来。林涵就你那臭技术就算了吧，就是哈哈哈哈，还不如让你哥学。林涵妹妹，你那技术学了也没什么区别吧？应该。林涵可不高兴了，抱着夏优的手臂就开始撒娇：“姐，他们欺负我。”夏优知道他们认识，关系也挺熟，所以也只是笑着说了句：“那你不会欺负回去？”而那说了林涵的某少爷立马冲着林涵做了个鬼脸。也正因为夏优随意又不拘小节的性子，所以在这帮富二代里十分受欢迎。要是夏优再给他们来点武力值的震撼，高低他们得直接喊声老大。毕竟这些富二代们人傻钱多但热血，有城府点的也不会抗拒跟夏优打好关系。谁让夏优现在众所周知的牛逼人脉？那林优，你直接开价，你教教我呗，我愿意成为你的开门弟子。某位陈姓少爷举手。来俱乐部退会员的夏之文在这句话里听到林优2个字的时候，也转过身看了过来，刚好看到了一群人围在靶场那边。夏优拿起水喝的时候，回头也看到了夏之文。不用他问，已经有人主动告诉他：“优姐，刚那边有人过来跟我说了，夏之文是来退会员的。”夏优，退会员？是啊，俱乐部是自动续费，1年200万的会员费呢。如果不退会员的话，会自动扣款。陈少解释。他们现在对曾经的这位圈子里出名的年轻大律师也没什么兴趣，连看笑话的兴趣都没有。这世上有钱人不少，破产的、负债的、坐牢的，说不定隔几天就有一个，所以他们也司空见惯了。更何况他们以前就瞧不上夏家的那几个兄弟，整天跟自己妹妹捆绑在一起营销的男人，确实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但也有少数几个跟夏之文以前关系还可以的，有点看热闹的议论了起来。张少，听说最近上合国际资金链出问题了，据说是之前投了个项目，结果那个项目不但出事了，还砸得上合国际缓不过来。陈少，这事儿我也听我爸说了，原本漏洞就不小，在他们董事长的一番操作之下，漏洞就变得更大了。徐少，之前找过我们家帮忙，但是被拒绝了，我爸妈也不让我跟他们家的人玩。夏之文发现夏优在看他的时候，神色也微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尴尬，尤其是他身边围了一圈贵公子，这一幕更让他觉得刺眼。曾经他也是高高在上的贵公子，却从未将自己的亲妹妹放在眼里，而现在他们的位置兑换了。他很快办完了手续，转身就离开了。以前不是挺嚣张的吗？林涵讽刺，现在知道当耗子了。以前夏家那几个人在姐姐面前嚣张成什么样，他可是见过的。围在夏优身边的那些富二代们也相视了一眼。讲真，他们是无法理解夏家这家人的，能偏心眼养妹到不认自己亲妹妹。要是林优是他们的妹妹，卧槽，他们能秀到死好吗？别管他了，优姐，怎么说，教教我呗。为表诚意，
我这张银行卡现在就是你的了。陈少刚拿出那张银行卡，就被一只手夺了过去。陈少转身，我这是给优姐的，抢我卡干嘛？但当他看到厉成的脸时候，厉总，厉成唇角微扬，淡淡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出双倍的价钱，让林小姐先教我了。陈少撇嘴，你这是插队吧？林寒看了眼夏优，姐姐什么时候答应了？夏优也拢了下眉，她什么时候答应了？而且厉成的枪法还需要他教吗？不过厉成都说了，陈少也就不扭着夏优了。本来围观的人也都该散的散了，继续回去玩自己的。他们走了之后，厉成才对夏优说：难得见你过来。这话夏优能听得出来，厉成经常来这儿，是来的少。我不是闲人，平时我也是很忙的，我也要生活赚钱的。他除了一些通告之外，还要制药，研究这个世界的中药材，重新改良培育，还要对付那些盯上他的人，确实也不闲。虽然制药那边有雪娜的帮忙，但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很多，只有他自己才能弄得出来。他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所以还得多制一些药物，随时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厉成轻轻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上次本来是要跟你一起合作拍杂志的，结果却发生了突发状况，不得不离开。我很遗憾。他好像话里有话。林寒立马接话，没事呀，后面是我和姐姐拍的，我还得谢谢你呢。厉成看了一眼林寒，是吗？林寒，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吗？厉成唇角淡淡扬起，说起来也挺巧合的，就好像有人故意破坏一样。林小姐不觉得奇怪吗？夏优还没说话，林寒先说了，对，那可太巧了。夏优，林寒应该去说相声，多好的捧哏。靶场的另一边，全局监控室里面坐着陆老爷子和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一段时间不见，陆老看起来果真是精神多了，看来这 Z 是的确养人。说话的是军装中年男人，虽然二人跨越了年纪，是不同代的人，却都是背脊挺直，身形板正，只是两个背影站在那里就如松柏一般，难以撼动。陆老爷子淡淡笑道，确实养人，如果不来一趟 Z 市，你也见不到现在的我。中年男人看了陆老一眼，能见到您好起来，我也就放心了。他并不知道陆老爷子的病已经痊愈，陆老爷子只是将自己的病情报告了上面，但此事还没公开来。不过他是知道陆老爷子在接受一名医生的治疗的，只不过目前对于进展还尚不清楚。中年男人视线继续回到了监控上，厉家少爷一直在这儿，我倒是不好上去找这个孩子谈话了。他在这里一直守着，就是为了找机会去跟夏优聊聊。自从夏优在靶场第一次射击的视频传到他那里，他就已经注意上了这个女孩，但之前一直有人在干预，所以他暂停了一段时间对这个女孩子的观察。正好今天他约了陆老过来射击，没想到又见到了这个女孩子，甚至亲眼再次见到了她的枪法，那他自然坐不住了。这个女孩子他已经观察了一会儿，不管是对枪械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技术的掌握，都堪称如同教科书一般的存在。要知道每种枪械的握法和打法都不一样，但是他却十分熟悉，握枪的姿势也十分标准，就像是在部队里进行过特训一样，枪法的精准度更是令人惊叹。但历程一直在那儿，倒是让他不好过去了。陆老爷子笑了笑，这个简单，看我给你表演。傅青，陆老现在说话都这么潮吗？只见陆老爷子拿起手机冲着监控里拍了个照片，然后打开微信点击发送。傅青瞄了一眼，看到了上面的备注陆思彻，这难道陆老发照片的对象是他？而平时都不怎么回陆老消息的陆思彻几乎是秒回。陆思彻，地址陆老语音靶场。发完之后，陆老满意的把手机放下，等着呀。傅青，这是什么意思？但他还真就站在这里等着了，除了等着机会去找夏优之外，也想看看那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他也有点期待见到那位，毕竟3年了，关于他的一切也在这3年他不在的时间里成为了传奇一般的存在。果然10分钟的时间都不到，监控的画面里就已经出现了陆思彻的身影。他一身穿的休闲，颇有种世家公子的随性懒散，可快步往前走的步子却明显在说他急了。最近我听说陆思彻好像亲自在给他和你的什么 CP 打榜。厉成淡淡笑道，我对网上的这些东西不太清楚，不过听起来好像挺有趣。夏优狐疑，是吗？我不信，厉成可是跟他一起参加过综艺的，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夏优伸手，除非你把你的手机浏览记录给我看。他就不信厉成不上网，说不定还可能看点擦边啊，小电影啥的。林寒66666。厉成机智转移了话题，我只是觉得如果他连这种事都要亲自做的话，那我也知道那天破坏我们拍杂志的人是谁了。夏优这才明白厉成想表达什么。
历城想说的陆思彻在故意搞小动作，而且从他的话里听起来，陆思彻的行为确实有点小家子气。他十分客观点评了一下，那是有点小家子气。老婆，你信他不信我？陆思彻愠怒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还没去找人呢，他人就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在听到老婆两个字的时候，历城眼底也瞬间冷了几分。陆思彻冷冷道，历城，你就挑拨离间这点本事？历城拢了拢眉，目光却看向了夏优。我没有。夏优，不，你有。陆思彻冷笑，都是千年的狐狸，你搁这儿跟我玩什么聊斋呢？谁不知道你那些龌龊心思？表面君子堂堂，实则是个背地里下绊子的小人。历城的声音也冷了下来，沉声道，陆少说话未免双标了吧？我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反倒是你，莫非是心虚的恼羞成怒了？林寒看看夏优，又看看吵起来的火光四溢的两人，有点害怕的往后退了点。夏优觉得他们吵耳朵，要不你们去另一边。陆思彻从旁边拿起一把手枪，唇角勾起一抹冰冷，那边的靶场正好没人。历城声线清冷，也好。陆思彻走之前看向夏优，扬起唇，语调也变得温柔。老婆，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夏优，得寸进尺了是吧？林寒想说什么，但是又不敢说。历城没说一句话，直接迈步走向了靶场那边。陆思彻见他离开，也才迈步转身，冷笑着走了过去。等他们离开，林寒才敢开口。他们，他指了指陆思彻，又指了指历城。夏优朝补充弹药的地方走过去。其实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林寒小步跟上，那陆少他怎么喊你？夏优，他嘴贱。林寒，放眼不管是京都是 Z 市，敢这么说陆少的也就只有姐姐了吧。监控室，父亲看到画面里只剩下夏优和林寒二人的时候，忍不住朝着陆老竖起了的大拇指上。高明，他赞叹，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不过看到陆思彻这么快就出现，还是让他震惊了一把。这是飞过来的吧？速度也太快了。而且他还是第一次见陆思彻和历城俩人这种针锋相对的，就跟小学生吵架时的样子，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级的大人物竟然还有这一面。这要是不知道的，谁都怕以为只是个纨绔二世祖吧。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桀骜不驯的纨绔少爷，竟然能让一众最难搞的军中顽固分子俯首称臣，为他命是从。陆老，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陆老爷子有屁就放。父亲，我觉得陆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陆老瞥了他一眼，那你是没见打斗他3年前是什么样？父亲这点没接话，他没见过陆思彻3年前什么样，但是他知道能让上面那些老家伙愿意放他离开，那么他所遭遇的事情一定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今年之前这小子还戾气还重得很，这 Z 市只要是稍微行差踏错一步的人，落到他手里可都没个好的。陆老叹了口气，前3年这 Z 市的里里外外都被他肃清的差不多了。外人都觉得陆思彻只是单纯的手段凶狠，但实际上陆思彻处理的人几乎都是一些做了见不得勾当的人，而他本身就拥有这种处置特权。当然也有一些得罪了他的人恰好被殃及，被他踹几脚的。可以这么说，就连路过的狗经过他面前都得被扇2耳光。你之所以看到他现在这样，陆老忽的笑了一下，那是因为孔雀开屏了。父亲看了眼另一边的监控，监控里是陆思彻和历城同框的画面。八卦驱使着他的脑子，陆少他看上林幽了。陆老撇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看厉家那小子不也一样吗？父亲沉默了，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招人之路变得十分崎岖坎坷，于是他转身赶紧去找夏优了。夏优刚打完1弹匣的子弹，把枪收了起来，等着林寒打完就离开。不过在他打完之后，就一直听到广播里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鼓乐声，而且鼓乐声明显是在递进的，也就是说一次比一次宏大，一次比一次久。他看了一眼另外一边的靶场，正是陆思彻和历城去的那个，所以出现这样的场面也不出奇了。但是其他的客人们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啊？鼓乐声他们是听过不少，可这频繁而且还是不间断的还是第一次，就像是2个人在较劲一样，不相上下的在往上攀登比拼。可他们却又不敢去围观，因为那个靶场并不是开放式的，而是 VIP 中的 VIP 才能够使用的，并且那个靶场里可都是实弹，他们也不敢过去，怕万一一个子弹歪了，自己就去见上帝了。夏优把耳机给林寒戴上，练你自己的。林寒回过神，是姐姐。夏优开始矫正林寒的姿势，胳膊抬起来点，手臂软绵绵的，用点力，手掌包裹住整个握把，手腕内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稳，小腹挺出来点。林寒虽然在靶场里被专业的教练教过，但他本来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学得并不认真，教练也只当他们是玩咖，教得并不认真，并没有夏优这么严格。加上兄妹俩也经常央着夏优教他们，所以现在夏优有时间过来，就会顺便指点一下林寒。毕竟他们兄妹是花了钱办的会员，枪打得那么臭，属实是浪费钱了。小姑娘很专业啊。来人的声音带着笑，很随和的样子。虽然还没看到人，夏优就知道来人没什么恶意。他侧过头就看到了朝他走过来的男人。来人大概1.85米左右，年纪在35到40岁之间，身材魁梧精壮，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扎进了军绿色的裤子，军绿色裤子则扎进了一双军靴里，一种铁骨铮铮的硬朗和矫健。他是捅了军人的窝吗？怎么又来一个？虽然这个人有意的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深秋的天连外套都没穿，但这模样谁看不出来是个当兵的，就差把这几个字写脑门上了。每种行业的人都有一种特质，那是一眼能看出来的，而受了多年严苛训练的军人，这种职业素养更是明显。除非是军人出身的特工，特工大多时候想要隐藏身份，所以职业暴露的并不明显。你有事吗？夏优装作不知道问了句，他觉得这个人跟沈寒应该不认识，沈寒和他的人肯定是认识他的，不会这么称呼他。林寒想摘下耳机，夏优的话把林寒的动作打断，你继续练习。林寒委屈的继续戴上耳机，开始按照夏优刚刚的教导继续练习。父亲失笑，还是个挺严格的小姑娘，伸手不打笑脸人。夏优也笑道，既然都花了钱来这儿玩，不好好玩，那不是浪费钱吗？父亲目光注视着夏优，眼里很是欣赏，是这个道理。我看你似乎对枪法很有研究，刚好我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想和你聊聊。夏优想说自己没时间，1分钟1万块。夏优，那可太有时间了。父亲，陆老说的不错，没有什么比钱更打动人心。于是2分钟后，两人就已经坐在了休息的场地。夏优微笑，非常专业，您请说，一副专业陪聊的模样。父亲静默了2秒，然后才开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语言。你好，我姓傅，你可以叫我傅叔叔。从年纪来说，夏优确实可以喊他叔叔。我看你对枪械十分有研究，枪法也很准。像你这样的枪法，即便是相关行业里的人都是千里挑一。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拥有这样的本事却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很遗憾。夏优眼底了然，面上微笑，没有呢，亲亲。很多电视剧你看过吧，就是一些有着特殊本事的人才，最后都选择了为国家做贡献，或者进入了相关领域发光发热，实现人生价值。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他一边说还一边比划了比划，生怕夏优听不懂似的。夏优看着他比划，然后笑着摇头，没有呢，亲。父亲想怒却又不敢怒，于是他摊牌了。林佑，我的意思是你是个人才，就这样未免太埋没了，不如你考虑一下加入我们，我把你特招进部队怎么样？这是直接打直线球了。7拐8拐了半天，终于受不了了。说完之后，父亲终于舒服了，他开始等着夏优的答复。在等待的时候，还一边说，虽然部队里的神枪手不少，但是每一个合格的枪手的培养都是需要一定资源的。你的各方面资质都十分适合成为一名王牌狙击手，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将你培养成顶级狙击手。你要知道，一名顶级狙击手是足以被世界瞩目的。他观察了很久，夏优的各方面素质都是顶配，稍微培养一下，他一定能成为王牌狙击手。如果只是普通的神枪手，他不会特意来找他。正是因为他所表现出来各方面的素养，有时候简直就像是军人出身，像是受过特训一样。加上他的枪法确实是好的离谱，这种离谱已经不是可以用精准来形容，让他觉得就算他手里的不是枪，而是随便一种其他东西，也依然能被他精准地打穿敌人致命的地方。夏优沉吟片刻，然后说，是这样的，傅叔叔，前段时间也有个叔叔找过我，希望我加入他们。父亲顿时警惕，是谁？夏优一脸纠结，他说他叫沈寒，所以您这样，我说我很纠结，因为我本来想加入他们的。一提沈寒，父亲的脸色也变了。是他？他当然认识沈寒了，虽然同属军部，但他们所属系统还是不一样，上级也不一样，他们那里有什么好的？父亲皱眉，不用管他。夏优一脸惆怅，可是这样我很为难啊，不如傅叔叔您去找他商量一下，与其让他们来烦自己，不如让他们自己内部先折腾折腾，这样自己也能清静点。看到夏优这副小女孩为难又纠结的样子，父亲的态度也缓和了起来。到底他只是个20岁的没经历过什么事情的孩子，突然遇到他们这样的人，这么纠结和为难也是正常的。监控里的陆老则摸起了下巴，眯着眼睛，这小狐狸。陆老不是第一天认识夏优，知道她这丫头看着年纪小，实则800个心眼子。
不过若不是接触过，就凭他这清纯漂亮的外表，的确很容易被他迷惑。父亲思索片刻，你说的也对，对于你来说，这的确是很难抉择的事情。你放心，这件事我先去处理好，我去找沈寒谈，等妥当了，我再来找你。夏优笑得很是乖巧。好的，傅叔叔。父亲见夏优这么礼貌，对刚刚他敷衍的聊天态度倒也没什么不满了，只觉得可能是年轻小姑娘没什么经历，所以有点不知所措吧。父亲跟夏优聊完之后，按照之前说好的给夏优结算了陪聊的钱。结算钱的时候，父亲才觉得陆老是不是在诓他，让他用钱来打动这丫头。其实就算不用给钱，他这么好的性格也会很好说话吧，还害得他花了不少钱。唉，虽然他存起来的钱也没地方用，但也不代表他不心疼啊。夏优心情不错，目送父亲离开。真没想到平白无故的还有人给他送钱来，聊聊天就有10几万的收入，这样的好事能不能多来几次？这位傅叔叔可真是个好人，比沈寒好多了。父亲刚走没多久，广播里又响起了一阵鼓乐声，声音更长了。看来另一边的靶场现在也挺热闹，毕竟是作为靶场里唯二用实弹的2位大佬，也是第一次这2位在一起比试。光是听广播里接连响起的鼓乐声就足以让人震撼，甚至许多人自己都不玩了，光听鼓乐声去了。光听鼓乐声就足以判断他们已经几连发命中了。林寒取下射击耳机，看向刚刚父亲离开的方向。姐姐，他是谁啊？夏优，财神爷。林寒，啊，看着也不像财神爷啊。对于夏优的话，林寒是不会有一点怀疑的。别说财神爷了，就算夏优说他是神仙转世，估计林寒都能当场上香。这财神爷下凡还穿这么精神吗？林寒表示疑惑。不过难怪姐姐这么能赚钱，原来是因为有财神爷送钱啊。夏优对林寒的疑惑震惊了一下，但也没解释，因为他觉得自己真去解释了，反而显得林寒更傻了。这时候另一边的靶场依然在不间断地响起广播的鼓乐，他也走到了另外一边的独立的狙击枪射击区，这也是靶场里唯一一个狙击枪专区。这里常年是没有人在的，弹枪却保养得极好。就夏优来的这2次都没有看到过有人来这边射击，狙击枪太专业了，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大家都是来图的爽快，玩个面子的，没谁会特地来玩这个吓自己的脸。夏优走过去，王牌狙击手，他唇角勾了一下，旋即只见他手指在操作台上轻轻一划，前方的靶子自动切换，附近的10个靶道自动组合，并随机在这些靶道中的任何一个地点出现。按照狙击枪射击的规矩，时间只有短短的10秒，10秒之内没有开火，就算是落空了。而就在靶道整合的时候，其他附近的不少人都被惊动了。这玩意儿平时可根本没人动，也是全场难度最高的移动靶，所以一旦动起来，他们都不得不被惊动。夏优手指在枪身摩挲了一下，他记得前世被家族长辈们丢进部队里受训时，因为他从小练习飞针走穴，所以枪法也特别准。当时便被上面的一位师长拽到狙击手训练营里去了。后来离开部队的时候，这位师长还和他族中的长辈大吵了一架，还说以后再也不接他们家族的继承人去历练了，眼馋又不能留下的感觉太难受了。不过从那之后，他再没碰过狙击枪。夏优带上狙击枪专用瞄准镜，右腿后退一步，缩头他肩，从最开始的双脚分开，沉肩手臂持平。这一幕正好落入监控室里陆老的眼里，一瞬间陆老的瞳孔猛睁，嘴里差点冒出一句国骂了。要知道不同枪械的持枪姿势都是不同的，制式枪械都有标准的持枪动作，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枪支对身体的冲击力。可夏优的每一个步骤和姿势都可以说绝对的标准。靶场里被惊动了的那些富二代们也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来了！一声惊呼中，所有人都看向了移动靶道。随着一阵脆响，随机组合出来的第3把道里的一个人形靶瞬间被爆头，紧接着又是一阵声脆响，又是一个人形靶被爆头。林寒从夏优走到狙击枪操作台的那一刻就已经睁大了瞳孔了，此时更是张大了嘴。姐姐也太强了吧！不只是林寒，其他注意到这边的人也都只会说卧槽了。但夏优只打了2枪，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放下了枪，走回来收拾了一下东西，对还在震惊里的林寒说：“我们回去吧。”林寒顿时娇娇的扒拉上夏优的手臂：“姐姐，你要记住，我永远是最爱你的妹宝啊！这么厉害的姐姐，她一定要成为她唯一的妹妹。”夏优笑：“行了，去收拾吧，该回去了。”而这个时候，父亲也刚好回到监控室，发现陆老一动不动地盯着监控屏幕，问：“陆老，你在看什么呢？”陆老爷子转身看向才回来的父亲，一脸同情：“你不知道你刚刚错过了什么？”父亲一脸疑问和不解，但好像陆老爷子似乎并不打算告诉他。看他的眼神里，
却是充满了同情。父亲，陆老这是卖什么关子呢？夏优原本其实没打算打狙击枪的，但父亲的话一下让他想起来了，他还有这个技能，所以就去过了过瘾。这时候正好大部分人都被另一边靶场一直响起的鼓乐声吸引，所以其实看他使用狙击枪的人并不多，也能避免被围观的麻烦。林寒一边跟夏优贴，一边看向另一边的靶场，眼里流动着八卦的味道。咱就这么走了吗？姐姐，你不去看看吗？看2小时变日。夏优觉得自己去了只会让他们俩更上头，他还是不去比较好。那2个人每次见到他都能吵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对于陆思彻突然出现这件事，他还是有点好奇的。虽然陆思彻那天翻去了他的房间，对他表白了心意，但对夏优来说，知道也就只是知道而已。他很清楚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动心，他也知道自己是个凉薄之人，对于男女感情上的事情看得并不重，或者说他从未觉得感情这件事会在他生命里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的生命中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喜欢他的男人或许也会如过江之鲫，一个又一个从他身边路过。他只是对这个男人的接受度比其他人更高一些，所以允许他一些过分的举动。当然也有因为他长得好看身材完美的关系。至于历程，他看不懂这个人，也没打算看懂，所以他选择无视。见姐姐都走了，林寒也马上跟了上去，但眼神还是恋恋不舍地往那边的靶场看了一眼。好想去看看热闹啊。在他俩离开之后，另外一边靶场里此时依然是硝烟弥漫，两边的靶子最中间的那个洞就没歇下来过，可见这2个人的枪法到底有多准。最后一轮结束，陆思彻单手取下弹匣，冷笑，这么多年枪法倒是没落下。历程也把手枪放到了一边，淡声道，你也一样。陆思彻嘴角的笑意敛去，眼底如嵌着冰封寒刃，落下了。今天你见到的怕只会是我的尸体了，所以你输是天命所归。他又补充了一句，话里有话。历程没有说话。当年历程小时候也跟陆思彻一样，被家族扔到了部队里去历练，他的枪法很好，那个时候和陆思彻不相上下。可在最后离开部队的时候，他输给了陆思彻。那抱歉了，我从不信什么天命所归。历程声音清冽，即便戴着眼镜也能感觉到那眼镜之下那双眼睛之中的冷然。陆思彻，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转头看向历程，沉声冷冷道，别他妈装什么正人君子，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你可以觊觎他，但你最好别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你也最好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我不介意厉家后继无人。是提醒也是警告。对于陆思彻似乎知道什么，历程也一点不惊讶。你有你的路，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而我想做什么，我想也轮不到陆少来这智慧吧。历程嘴角淡淡掀起，我对谁有兴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2个人的对话里似乎隐藏着一些只有他们心知肚明的秘密。陆思彻手的枪忽然指向了历程，目光冰冷，吓得历程身边的助理冷汗直冒。车少，您别激动，这可是实弹啊，真打出来是要人命的。而历程却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嘴角掀起的弧度了多了一丝嘲弄。片刻之后，陆思彻才将手枪放下，扔到了一边，转身走人。你觉得你有这个本事，你就试试。桀骜不驯的狂妄。历程嘴角的弧度也渐渐消失，眼底随之变得越来越冷。他将眼镜缓缓摘下，逐渐裸露出的那双眼睛简直冰冷的骇人。一个一直活在阳光之下光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来审判他？夏优把林寒先送回了家，然后去了一趟公司的游戏直播间，出了夏静跟他们玩了2把才离开。公司的游戏直播间经常电竞选手们利用非训练时间过来直播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之前夏目所在的破风战队跳槽过来的。夏目和夏星的名声在电竞圈成为毒瘤，也有他们一部分的功劳，因为他们因为上次综艺被兄妹坑了跑路之后，一直对那件事有心理阴影，每次在直播间打游戏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吐槽。从夏目进入电竞战队到后面综艺上的一系列宠妹操作，全都吐槽了出来。之前是碍于一个战队，也有点畏惧夏家的权势，但自从离开破风来到了飞鱼之后，他们还怕个卵。所以听了他们这些知情人士的透露之后，夏目和夏星一度被称之为电竞毒瘤。自那以后，夏目的人气也直线下降，破风战队也不再任用夏目当队长，而是另外成立了一个战队，于是导致夏目成为了一个光杆司令。时间一久，也就自己退出了破风。现在的夏目已经彻底塌房了，原本的粉丝们也都脱粉回踩。跟破风解约后，夏目最后签了一家不怎么样的战队，因为战队需要流量和营销，正是看中了夏目黑红的流量。而夏优因为自己自带流量，
所以也经常去直播间给选手们和新人带热度。他自己本来玩游戏技术不错，因此很多选手们和电竞粉、游戏粉们的喜欢。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基本都是爆满的。别说粉丝们了，就连许多职业电竞选手也不少跑来在线观看的。江城看中了夏优的流量，所以让他有事儿没事儿去直播间露露脸。他现在在娱乐圈属于营业不多，也不算什么小花，但流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大明星，演技实力、综艺影响力以及本身小说传奇的美强惨身世，还有当前的大小姐身份，无疑都是叠加在他身上的星光，是和其他的女明星们完全不是一个赛道。并且因为夏优这边并没有专门组织粉丝，也不成立什么后援会之类的，这也就让网友们更爱了。夏优开车回到家门口，刚下车，一个女人就冲了过来，夏优差点就条件反射的动手了。女儿。夏优看着眼前的女人，皱眉，你喊谁呢？认错人了吧？夏夫人眼睛泛红，上前想要握夏优的手，却被夏优一步退开。小优，是妈妈呀。夏优面无表情，她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把别墅卖了，换一个地方住，现在这里是谁都能找来了。从前的夏夫人无论何时都是一脸精致的妆容，她记得从前夏优在家的时候，夏夫人就经常带着夏欣出去做医美，每次他们谈笑着各种医美项目和化妆品的时候，从未看过他一眼。不过其实一开始回到夏家的时候，夏夫人因为嫌弃夏优的土里土气的模样，倒是也动过带他去做造型和做医美的念头，但是却被夏欣故意诬陷了几次。夏优偷偷用他们化妆品之后，他的亲生母亲一气之下就不管他了，说反正也不带他出去见人，就这么在家里待着吧。现在他这亲妈比起从前脸上的皱纹多了不少，脸也垮了许多，看得出来最近过得并不好，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也是自己的养女勾引了自己的老公，也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过来的。我没有妈。夏优淡淡道，我一看就是没妈的人，你没看出来吗？夏夫人面上的表情也难受了一下，然后沉沉叹了口气，小优，你别这样，妈妈很难过。夏优微笑，那你这难过也挺廉价的。夏夫人擦了擦眼角的泪，我知道他们都找过你，也知道你现在根本不肯原谅我们。夏优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那你来干嘛？来找骂的，还是来找我报警的？夏夫人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好一会儿才嗫嚅着开口，小优，从前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不对，那个贱人我们也已经赶出家门了。我真是没想到，我养了这个贱人这么多年，他竟然就是这么报答我的，竟然连他的养父都要勾引。越说他情绪也越是激动，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养他这么多年，当年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该把他赶出去。夏优看他的模样便知道，估计那天回去之后，夏家发生的事情也很精彩。夏欣为了留在夏家真是疯了，他估计以为勾引了自己的养父就能和以前一样过上骄奢的生活，他怎么不勾引夏景舟他们呢？在他看来，以前他们也挺暧昧的吧，关系也多少有点逾越亲情了。夏欣又是将他们化为自己的男人，占有欲那么强，不可能不去勾引他的哥哥们。以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团宠行为，怕是巴不得把4个哥哥都睡了，然后被他们宠上天，竟然去勾引他养父了。突然好想吃瓜，这个贱人，我再不会给他1分钱，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女儿。他看着夏优，语气也柔和下来，带着一丝讨好。所以你能不能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帮妈妈个忙？夏优就知道无事不登3宝殿，夏家4个兄弟都来找过他了，全都被他骂了一顿，所以夏家的人是知道再找他说那些话纯粹是来找骂的，甚至有的还找了打。他这亲妈几次都没来找过他，这次上门来也不会只是来所谓什么道歉求原谅的。夏优只是冷笑了一下，没说话。夏夫人见状赶紧开口，妈妈也是没办法了，我们家前段时间项目出了点问题，欠了不少钱，如果这笔钱还不上的话，我们家就会被告上法庭，到时候夏家就破产了呀。这段时间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可是都没人愿意帮我们，妈妈只有找你了。她眼里有着祈求，妈妈知道你跟林氏关系好，跟厉氏和陆家关系都好，你能不能说说好话，让他们帮帮我们好吗？随便一家都行。他的声音在夏优冷漠的眼神下逐渐失去了底气，声音也越来越小。妈也知道，妈提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可是现在妈也是不得已才找你的，你就看在你也流着夏家的血的份上，帮帮我们好吗？你想想，你也是有继承权的，夏家的资产也有你的一部分，你要是不帮忙的话，我们家就真的破产了。林氏不缺钱，妈知道你跟林氏关系好，只要你说一句，林氏肯定会帮忙的。他苦口婆心的劝说，满脸上都是讨好。夏优在他说完后淡淡笑道，所以夏夫人，你们夏家破产了又关我什么事呢？我对你们的家务事不感兴趣，对你们家乱伦的事情更没兴趣。不过我看你们家这么乱，
我觉得你们还是死了比较好，别给社会增加负担。夏夫人脸色也变得难看极了。你也是我生的，你话说的这么难听，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当年你们为了夏欣不惜让我顶罪，在我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你难过了吗？夏优反问。夏夫人愣住，眼底也是一片难受和后悔。小优，夏优一脸嫌恶，别喊了，好像我们很熟一样。还有这是我家，你如果继续在这里，我就喊保安了。说完，夏优就直接转身走进了别墅大门。夏夫人想追上去，可却被大门给阻隔在了外面。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小优，你真的这么狠心不要妈妈吗？夏优眼里一片冰冷，眼里尽是嘲讽。总有的人做了错事流点眼泪说几句对不起，用这个微薄的代价就能换取掩埋过去的一切，就能将自己的错误彻底掩盖。可这点微薄的代价如果就能掩盖一起，那当年夏优所遭受的一切算什么？他们造成的一切难道都能被磨灭吗？当然不能，他们死也不能。他拿起手机给江城打了个电话，可以收网了。江城，好。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上河国际爆雷的消息瞬间铺天盖地，在这些消息里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的花边八卦，比如夏欣和夏家的桃色新闻。有传闻说夏欣把4个哥哥和自己的养父都勾引上床了，也有人说4个哥哥早就是夏欣的群下之臣。禁忌的关系还有桃色的八卦，最容易燃起人们的八卦吃瓜心态，所以这桩丑闻也被闹得沸沸扬扬，还被改编成了好几个版本。一旦点进跟夏家有关的热搜，底下几乎全是吃瓜加我 V， 夏家高清视频，兄妹激情，夏欣的世界加我 V， 高清无码视频，夏家点击 3w.567588。虽然都是假的，但这些黄哥们的出现也让夏家的名声彻底臭了。不过在这些事情发酵的期间，大家发现夏欣竟然没有露脸了，而且也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之前还有人扒出了夏欣现在的住所，知道夏欣现在和赵家一家3口在一起，但现在都没听到什么动静了。不过很快赵家一家3口就出现在了大众视野里，原来是赵家一家3口都被下了毒，赵耀祖更是被打断了子孙根，他们3个人都被送去医院里抢救了，最后3个人就倒是就回来了。但是赵坤在出院当天就被欠债的找上门，因为身体虚弱，长期喝酒，几下就被那些混混打死了。而陈芬也因为洗胃抢救搞得差点去了一条命。赵耀祖被抢救回来后半身不遂，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而当陈芬知道赵耀祖失去了生育能力后，在医院大吵大闹，把医生护士的祖宗都咒骂了一顿。后来医院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报警，最后把他们赶了出去。而陈芬母子被赶出去的时候，陈芬还在撒泼卖惨，痛骂医院是庸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坤被赌债的人打死了，没了老公，儿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陈芬崩溃不已，整个人如行尸走肉一般，带着瘫痪的儿子回了家。这件事闹得被很多人拍了照片，所以也被一些媒体报道了出来，并且跟进了赵家的情况。这一跟进可不得了，原来给他们下毒的人竟然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夏欣，毁了赵耀祖，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人也是夏欣。陈芬逢人就说是夏欣给他们下毒，一边咒骂夏欣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一边哭着喊着自己怎么这么命苦。因为赵耀祖的事情，陈芬恨极了夏欣，见到就说夏欣是个什么德行，把夏欣跟他们私底下联系的一些事情全都导了出来，用尽了最难听的脏话，骂得好像那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似的。还道出了夏欣买凶杀夏优的事情。买凶杀人这件事夏优知道，夏欣的确买凶想要杀了他，几个心狠手辣的地痞混混现在还在关着呢。因为下毒这件事还涉及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所以警方也介入了调查，但警方也找不到夏欣了。夏欣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失踪了一样。这件事涉及社会时事，充满了戏剧性，加上本来之前就一直被网友们关注追连续剧，突然这个连续剧爆出这个大的新闻，不出意外的立刻上了社会头条和热搜。天啊，这给我干哪儿来了？从狗血小说频道干到了法制频道？不是吧，这才多久，夏欣就毒杀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了？家人们，我看到的是真实的吗？杀我家门口来了。所以是夏欣被赶出夏家以后，回到了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和弟弟，然后因为受不了这个落差，所以毒杀全家。讲真，就赵家那个样子，夏欣回去肯定是被他们吸血的，加上他们重男轻女的恐怖程度，光是他们是那些发言都很难相信是个人类说出来的。要是你活在赵家，说不定你也会被逼杀人。笑死，那以前林优可是在赵家活了10几年呢，夏欣才几天就受不了了，都要杀人了，那是不是更能证明我们林优品性可贵啊？这说明劣质基因真的会遗传的，看他们的儿子就像个超雄，估计夏欣也是差不多的基因，不然怎么光做坏事？
求求帽子叔叔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吧，千万别留在这个世上危害社会了。夏优一边看着网上的讨论，一边听着电话那边吴秘书的汇报。我的人去确认过了，夏星在那天被捉奸之后就消失了。从时间来看的话，赵家被毒害的时间应该在捉奸之前，也就是说，夏星失踪应该是从那天开始的。赵坤的死亡的确是赌场的人干的，主要是赵坤因为才经历抢救洗胃，身体也十分虚弱，对方也下了狠手，所以才被打死了。至于他的儿子，半身瘫痪，生殖器也被，所以下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了。吴秘书说完之后，忍不住补充了一句话，还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大小姐，你也算报仇了。夏优淡淡笑了一下，我知道了，辛苦你了。不过报仇还是差了一些。吴秘书需要做点什么吗？现在这种状况可以做到毫无破绽。夏优打断，说什么呢？我们是良民。夏优，好了，再探再报。吴秘书，是。放下手机，夏优继续浏览网页。有时候网友们的信息比他的消息来源还要多还要快，说不定就又有什么新的进展被发到网上。他现在知道夏星那天为什么要去混进拍卖会找夏明长了。他毒杀了赵家人，按照他从前做了坏事的习惯，就是马上找到夏家的人，为他庇护，帮他解决麻烦，就像是找小混混强暴了思安，把陈欢推下楼，害得陈欢变成植物人。毒杀赵家的人也是如此，他希望找到夏明长，帮他解决掉这件事。他知道夏明长是什么人，或许在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亲女儿之后，夏明长也对他有过什么动作。不过赵家的人并没有被毒死，可能是他下的毒剂量不够，也可能被人发现的及时，他们被送去了医院抢救。夏优点了个视频进去，人去陈芬家里拍的他们目前的现状。视频开头是陈芬在镜头前不停控诉夏星，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啊，这让我儿子以后可怎么传宗接代啊？我儿子不能生育都是夏星这个贱人害的，他这个杀人犯一定要抓住他，我的儿子都是被他害的，我这以后可怎么办啊？我老赵家要绝后了，这个贱蹄子他就该去死。陈芬的脸在屏幕前简直像个骷髅，惨淡的不像话。就在他在镜头面前怒骂夏星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摔砸东西的声音。老母狗你在干嘛？对着别人发什么骚？没看到老子要吃饭吗？背后是赵耀祖暴怒的声音。听到赵耀祖的话，虽然陈芬满脸的尴尬和不情愿，但还是马上跑了过去。儿子来了来了，妈马上去给你做。赵耀祖不满的声音又传来，快点。镜头拍到陈芬端着一碗稀饭走到赵耀祖的床前。赵耀祖看到稀饭一巴掌把稀饭拍到了地上，赤红着眼睛，你是不是觉得我爸死了，现在动不了我就没人能打你，连你也欺负我是不是？我要吃肉，你做的这是什么猪食？陈芬讨好的说，儿子家里没钱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再怎么我也是你妈呀，你能不能不这么说我？你是我妈又怎么了？说的好听点，你是我妈，说白了你就是给我赵家生儿子的工具，你现在就是看老子没办法传宗接代，故意搞我是吧？陈芬哭着说，怎么会呢儿子，再怎么样你也是我生出来的儿子啊。镜头里接下来都是赵耀祖辱骂陈芬的片段，最后似乎拍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干脆不拍了。而这个视频在网上的转发量也极大，讨论的人也铺天盖地。夏优随便一拉都是对这一家人的讨论，关于重男轻女的话题更是刺得不少人怒不可遏的发言。这个陈芬也是咎由自取，都是他的溺爱造成了赵耀祖现在这种德行。我知道有重男轻女这回事，但没想到竟然能重男轻女成这样的，赵耀祖真是被当成皇帝养大的，他们家到底有什么皇位给他继承啊？我要是有这种儿子，生他出来的时候我就一屁股把他坐死。看到了吗？赵耀祖从小接受的就是重男轻女思想，父母都把他宠上天，所以他对女人丝毫没有尊重，就连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突然觉得夏星做了件好事，那就是让这个基因不会再延续。没有人觉得这个赵耀祖像超雄吗？快让那些重男轻女的父母来看看最后是什么下场。我这一生从未骂过人，但这个人我愿称之为畜生。林优真的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吗？光是想想我就想哭。我一直以为这种人都是电视上才看得到的，都是假的，没想到竟然真实存在，简直刷新我的三观。希望我那重男轻女从小把我当成血包的家庭，最后落得个跟赵家一样的下场。也因为这件事，夏优各大平台的账号也都被网友们涌入，有专门来告诉他这件事的，有来他面前跟哭坟似的同情他以前的遭遇的。卧槽，优姐你知道夏星毒害他亲生父母和亲弟弟吗？简直丧心病狂。优姐你太厉害了，以前听你说也只是听你说起，现在真正看到才知道你以前到底过得有多苦。呜呜呜。
能脱离2个家庭做到独自美丽，优姐你简直就是天选之人。自从你出现，我才知道我以前喜欢和崇拜的人是那么不堪，你才是自己的大女主，你今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在大家纷纷在他的评论区下面讨论起这些事的时候，夏优在万众期待中发了一条文：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他一发文，瞬间底下便被评论爆满，很快被点赞到最高的一条竟然何方的评论。何方律师版，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夏锦州、夏之文、夏树、夏木上和国际。看到这个评论，大家都纷纷好奇，是不是里还有什么瓜？难道是暗指最近上和国际股市崩盘，公司负债的事？夏优看完一圈之后，都没有在网上看到有关夏星现在的下落，看来是真没人再见过他了。他扫了一眼自己的微信，好友里全是红点，都是他列表好友给他发赵家的事情的链接和夏星毒杀亲生父母兄弟的公告，足以说明这件事影响力之大。之前的明星热搜都被压下去了，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关于夏家和赵家，可以说是全民参与了，跟追剧一样。从夏星小就开始营销的团宠人设，也是强行霸占了所有人的眼睛。大家跟追剧似的，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房。历经了真假千金事件，直到现在他彻底塌房，沦为法制咖，毒害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这一切简直比电视剧都精彩，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啊！警方也发布了通缉令，悬赏寻找夏星的消息。夏优因为之前算是跟夏星有过节，所以也被警方例行询问了。而就在被警方例行询问之前，夏家上和国际宣布正式被另一家名为斐玉公司收购，成为其附属公司。而夏家全部也全都退出了原上和的管理层，彻底斩断了联系。也就是说，从收购这一刻开始，夏家跟上和国际再没有一丝瓜葛。这个消息一出，几乎所有人都是一片哗然。豪门圈子倒是没什么动静，似乎这早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毕竟这种破产的事情他们见得多了。夏家那种情况，虽然外面的人不知道，他们这些人还是清楚的。都是做生意，而且各方面有牵连的，都知道夏家那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掉上河套现，否则漏洞只会越来越大，最后别说套现了，上河都是一个烂摊子，他们更是分文钱得不到。听圈里消息说，上河国际的卖价也很低，被对方狠狠压了价。但是除了那家公司，也没有其他公司愿意花更多的钱收购，所以最后只能咬牙贱卖。至少贱卖了他们还能拿到钱，再不卖的话，公司彻底拖垮，哪怕砍一半的价钱都不会有人来买了。夏家的败落也不禁让众人唏嘘，曾经也是 Z 市的一大豪门，如今却败落的连公司都贱卖了出去。不只是公司出问题，据说夏家内部那夫妻俩也在闹离婚。夏锦州彻底退出管理层，和上再没有一点关系。夏之文律师事务所也因为涉及多起纠纷而被迫关门。夏树的音乐才子之旅因夏家破产而无法再进行深造，之前营销起来的光环不在，大家才发现夏树的音乐造诣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夏木原先被众多年轻人追捧的电竞明星的身份也早就塌房。对于夏家这种一地鸡毛的夏家，豪门圈子里都不约而同的提了个醒，以后可千万别收养儿女，生孩子的时候千万看好自己的孩子，别被人抱错了。好的孩子是旺家族的，这种就是纯粹是扫把星。但谁知道你收养的到底是人还是狗呢？毕竟以前夏星营销起来的人设和伪装的模样，也的确让不少人都相信夏星也会是夏家的骄傲，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也就是在夏家被收购之后，警方才找到夏优例行问话。夏优好心提醒，夏星好像很喜欢夏家，即便是被赶出去了也总想回去，不知道会不会回夏家。我听说他的哥哥们跟他之间好像也有点恩怨事。帽子叔叔们对林优的话表示了感谢，也并没有对夏优多做为难。只不过他们走的时候，其中一位警官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夏优，我是不是在2年前见过你？夏优也看了一眼这位警官，笑了一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2年前是你把我带走的。这位警官似乎也想起来了，2年前有一位女孩涉嫌故意伤人被逮捕，她就是出警的人。如果不是他当警察的时候培训过，还真认不出来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就是之前他带走的那个。他至今都记得这个女孩当年眼里的恐惧和无助，孱弱瘦小的身体好像轻轻一拉就会碎掉，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那时他就觉得，为什么在那样有钱的家庭会有这样的孩子？他记得他当时极力的否认根本不是自己，他什么都不知道，可那一家人却都说他在撒谎，还对他们说那孩子撒谎成性，所以他们也是大义灭亲了。可他作为办案多年的警察，见过许多少年犯，这个孩子的模样分明不像是在撒谎。而且后来他听说他竟然在法庭上承认了，他当时是意外的，因为他虽然跟这个女孩子接触不多，
一眼也能看出来他是冤枉的。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判刑了。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如果判刑了的话，这一辈子可就毁了，那是抹不去的黑历史。他那时曾想再去调查，他不想冤枉那个孩子，可是那个案子却是草草结案，上面也不让他再继续查了，那个案卷也被封了起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掩盖这件事，而他也无法再去探查。但眼前的林幽却宛如脱胎换骨了一般，和2年前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更漂亮了，也更白润，整个人都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和活力。警官，您还有什么事吗？夏幽见他盯着自己看了半晌，笑着询问。他愣了愣，身边的同事拍了他一下，走了。他才回过神，摇了摇头，没什么。你现在很好。最后2个字里似乎带着祝福。夏幽也友善的一笑，他脸微微发红，点了一下头，才跟身边的同事离开了。夏幽看着那警官的背影，脑海中也浮现出了当年他被带走时候的景况。你放心，只要你是被冤枉的，就一定不会有事的，别害怕。这个是那位警官对夏幽所说的话，也是因为这句话，在夏之文诓骗他之前，他一直坚信自己不会有事。他看到那位警官身上正气凛然，身上没有一点病气缠身，看样子是个长命百岁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还是有好报的。小张，你刚刚怎么了？看美女看呆了。身边的同事调侃。不过也是，林大小姐确实貌美，比电视上还漂亮，跟仙女儿似的。刚刚那位警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哪有？他没说夏幽过去进过监狱的事情，怕影响同事对他的印象。回到警局之后，小张警官沉思许久，还似乎上了内部网，点击林幽输入了进去。不过一会儿就弹出了关于林幽的信息。林幽曾用名夏幽。看到后面，他脸色也微变了一下。奇怪，怎么没有关于他坐过牢的经历，也没有相关的记录？那2年就好像被抹去了一样。他诧异地睁大了眼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又想调当年的卷宗，可当年的卷宗他根本没有权限调取。小张警官坐在椅子上，神色恍然。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他在做梦？就好像2年前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小张警官这边已经不确定夏幽到底坐过牢没了，但另外一边却已经有人确认了夏幽进过监狱了。正在做美甲的谢灵猛地站了起来。所以夏星说的真的，他竟然真的坐过牢。之前夏星找过他，告诉他夏幽曾经坐过牢，但是他没信，怕夏星没安好心骗他，所以特地派了私家侦探去查。没想到还真有这件事，瞒得可真好啊。不错，我们去调查了一下，的确是有这件事。私家侦探回答。不过这件事好像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打听了很久才知道他进过监狱，但再想查的话就什么都查不到了。谢灵脸色难看，怎么林姨会认这种人当干女儿？肯定是被骗了吧。我就说他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诡计多端又有心机，能被抓去坐牢的肯定是品性恶劣的人，坐过牢竟然还在外面露脸，真是胆大包天。他嘴角勾起一抹冷意，这种下三滥的人也敢跟本小姐作对，真是自寻死路。哪怕他藏得再好，本小姐也能给他挖出来。他立刻把他经纪人喊了过来。现在不是正好夏家和赵家的事情挺热闹的，大家都在心疼他吗？给我把他坐过牢的事情放出去，多创建几个热搜，全都买到热搜前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谢灵笑道。经纪人点头，好，我这就去办。1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关于夏幽坐牢的热搜瞬间把爆了全网。网友们纷纷从震惊开始变得愤怒。林幽坐过牢，林幽塌房，林幽骗子，林幽坐牢的原因，林幽人设翻车，原来他才是恶人。一系列相关热搜纷纷占据榜单。这是怎么了？我是住在瓜田吗？赵家的瓜我还没缓过来呢，怎么又来了一波？没完了是吧？谁爆的料啊？真的假的？造谣是要坐牢的，别忘了何方律师可是林幽的人。林幽你这个骗子，欺骗我感情，违法犯罪的人怎么配我的喜欢啊？亏我还一直为你说话，原来你和夏星是一样的人，狗咬狗罢了。早就说林幽也是人设，你们不听，果然翻车了吧？这年头坐过牢出来的人也能被称为真性情了。麻烦封杀一下林幽，免得带坏青少年，这种人也配出来露脸。所以谢灵一早就看出来了林幽有问题，果然是娱乐圈纪检委员，谢灵才是最值得粉好吗？天哪，真看不出来林幽还坐过牢，太可怕了，不会是杀人吧？坐过牢怎么了？坐过牢就不能改过自新了？你犯错了，你是不是就必须死啊？林幽到现在为止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吗？拿过去的事情来说有什么意义？楼上真好笑，过去犯的错就不是错了。那夏星以前霸凌的事情怎么还拿出来说呢？林氏怎么说？收养了一个坐过牢的女儿，
林总是不是要气死了？对，林氏的人应该不知道吧？当初磕的 CP 的糖现在都成了毒药，网上的讨论也愈演愈烈，甚至许多不理智的粉丝们和网友都冲到了夏优的账号底下辱。而在所有人都愤慨激昂的时候，Z 是陆氏的公司账号和历程的个人号都先后发表了一条状态。陆氏的账号坐过牢我也爱，历程没什么可质疑的。显然，陆氏公司账号皮下一眼就知道是陆思彻发的，历程发的还算比较是理智。这俩人谁是恋爱脑，这不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俩人的发言又害的 CP 粉们也在痛苦中挣扎。这是我磕过最痛苦的 CP 了，真是实力找糖呜，我能说这事可真甜吗？太难了，以后再也不磕 CP 了。第一次磕到这样背德的啊！当江澄打电话给夏优的时候，夏优正在实验室里和雪娜一起研究新型药植的培育。我按照你的方法中和了一下土壤的酸碱性，并加入了你说的那种矿物质，果然生长出来的幼苗完全跟之前的不同，就是不知道药性如何。雪娜的语气有些激动，这种药植在目前的市面上也有卖的，可是通过他们改良培育出来的却完全不一样，药性也会完全不同。所以其实夏优所制药用的这些药材，其实全都是目前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我接个电话。夏优稍微往旁边走了一点，拿起手机，什么事？江澄的语气很愤怒是，卧槽，不知道是哪个贱人把你坐牢的事情捅出来了，现在网上全都在说这件事，你这2天别上网啊，骂得有点难听，等公关。虽然在别人面前是大方得体的江总，但在夏优面前，江澄向来是不怎么顾忌。谁捅出来的？夏优一问。江澄，我怀疑是谢玲，因为他是第一个转发爆料的人。哦，还艾特了林总。不过林氏这边倒没什么动静，挺奇怪的。很多人都在等林氏的回应。夏优，我知道了。江澄，行，为了避免麻烦你，暂时别露面就好打。等我公关。夏优，收购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吧？江澄，处理完了，资产也都已经转移到你名下了。夏优，好，不用公关了，半天时间这个闹剧就结束了。江澄，半天？夏优勾唇，半天。江澄，行。夏优笑了一下，不过作为公司，你倒是可以准备一小作文。江澄，哎。雪娜转过身就看到夏优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挂断电话后又打了2个电话出去。怎么了？雪娜好奇。夏优说完之后走了过来，和随意的口吻，没什么，就是一些做了坏事的人都快遭到报应了。雪娜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回见到像你这种报复心又强又没所谓的人，换作是谁，如果大仇得报，应该都会很激动吧，甚至是兴奋。可他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的平静，都看不出什么激动的情绪来。夏优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继续跟他说起了培养这些植物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的确是挺开心的。不过一切都在他的安排和意料之中，所以他的情绪也没什么太大的波澜。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会再去好好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的，也算是给曾经的夏优一个交代。而果然不出夏优所料，在他坐牢被爆料不过半天，就有一名叫陈欢的人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千字关于自己曾经如何被夏星欺负，被夏星推下楼变成植物人，结果害他的人却莫名变成了夏优被诬陷入狱，而夏星一点事情都没有。他不明白为什么凶手变成了别人而不是夏星，控诉夏家全家包庇凶手，伪造证据。同时何方律师迅速配合甩出了夏家当初诬陷夏优的证据，有夏锦州和某些人吃饭贿赂的照片，以及夏之文伪造证据的痕迹鉴定。同时还有当年监控画面拍到的夏优出现在监控里的一幕，实则有人证实当时夏优根本没有和陈欢在一起，而是在帮一个同学捡东西。有力的证据加上陈欢的证词，当年夏优坐牢是被冤枉，是被夏家全体诬陷进监狱的事情也迅速发酵。同一时间，一名名为夏家受害者思安的正好也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的女孩子戴着口罩，但是却讲述了她当年是如何被夏家兄妹欺负，并因为和夏家某位哥哥关系亲近而遭到夏星疯狂报复的事情，其中涉及到的不只是霸凌，还有绑架强暴等等。紧接着还爆料了那些年夏家兄弟为了保护夏星所做的一些列违法犯罪的事情，比如非法囚禁绑架，通过某些手段让人社死等等。随着这些爆料，这些年夏家所做的所有事情全都被捅了出来，许多受害者也都纷纷出现，控诉自己所遭受的待遇。除了他们因为夏星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和为了公司的利益也做了不少黑色地带的事情，也全都被曝光。而何方律师开始科普，细数夏家做的每一件事违反了律法第几条，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以及会如何判刑。一时间，关于夏优坐牢的黑料瞬间反转。之前在骂林优的人现在打不打脸？
没脑子不要紧，但不要跟风。1个小时前还在疯狂说林幽人品有问题的人呢，现在死了吗？出来说话啊！我就知道林幽是不会做什么坏事的，果然是被冤枉的。正主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假的吗？我的妈，夏家那几兄弟这么可怕吗？不，应该说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们这些年害了多少人啊！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难怪林幽怎么都不认他们，到底还是我们林幽出淤泥而不染啊！谢林大小姐，请以后别带节奏了好吗？什么都不知道瞎带节奏，现在脸疼吗？对谢林粉转黑了，害得我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快，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别再祸害别人了。偏心的爸妈，狠毒的哥哥，以及破碎的他，天呐，优宝这到底拿的是什么剧本啊？这场打脸又快又狠，即便有夏优坐过牢的事情被曝光，但很快就洗白了。所有人都开始声讨夏家，并纷纷了警方要求还林幽清白。所有证据披露之后，夏家也成为了罪犯窝点的代名词。警方出警也很迅速，立马带着人去了夏家。就在这一天即将结束之前，夏家所有人都逮捕归案。同时，警方还在夏家名下的某个别墅里找到了被囚禁起来、被虐得快半死不活的夏星，这属于是意外收获了。但为了怕影响大，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对外公开。不过夏优却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件事，是警方通知他的，因为是他提供的线索。当然，他自己也有人，很快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作为事情的关联人，夏优、陈欢以及思安都被例行传唤了。不过夏优到警局的时候，却发现陆思彻竟然也在。他好像在跟一个警官说着什么，看到他，陆思彻才停了下来，眼里似乎也有几分别的什么情绪，嘴角缓缓扬了起来，有种令人安心的力量。你怎么在这儿？夏优疑惑问。这要巧吗？陆思彻笑，刚好我公司底下有个管理以前跟夏家有非法往来，所以我过来为警方提供一些证据。林小姐，这边请。一位警官请他进去里面。陆思彻噙着笑意看着他，我在外面等你。夏优轻点了一下头，然后往里面走了进去。陆思彻站在原地，目送夏优进了里面。陆先生，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您可以离开了。警员对他说。陆思彻点了下头，然后对自己身边的助理招手，拿张椅子来，我在这里等他。警员愣了一下，陆先生，这不太好吧？陆思彻皱眉，有什么不好的？她是我老婆。警员，哦，一家人，那没毛病。警员拿着手里资料资历去整理了。有证吗？她就是你老婆了，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啊，陆先生？何方的声音冷冷地出现在陆思彻身后。陆思彻这才看见穿着一身西装拿着一袋文件的何方。这人他知道，网上挺活跃的，也帮夏优处理了不少案子，而且挺狠的，只要是能坐牢的一个都没放过，全都送进去了。就这段时间来说，官司胜率是100%，是他手底下的人也跟他关过同一所监狱。巧合的是，不仅仅是他，那个叫江城的也跟他们关押过同一所监狱。何方的话带着淡淡的嘲讽和不满，不过明显是在维护夏优。陆思彻勾唇，你什么时候见过只有正才能喊老婆？何方一脸冷漠，没正上什么岗，不要污蔑我家老板的名誉。在何方眼里，陆思彻就只是一个纨绔的二世祖，一个性格恶劣的追他老板的舔狗。陆思彻挑眉，视线这才看向何方，而就这一个视线却让何方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噤。他看着自己，嘴角似笑非笑，目光锐利的寒如针芒，那种气场和眼神让他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少爷，早晚持证上岗就不劳何虑担心了。何方皱了皱眉，吐槽了一句，还挺自信，就没再说话了。他是和夏优一起来的，所以当然在外面等他，而且他作为夏优的律师，也会和警方接洽之前的案子以及现在的一些涉及到夏优相关的案子。接待夏优的是级别更高的警官。他例行询问了几句之后就没再问什么，毕竟证据充足，他来只是走个过场。接下来你有什么需求吗？只要不是太过分，我们都可以满足。这位高级别的警官对夏优十分客气，也不提及关于他在监狱之中的事情。夏优好像记得出狱之前，监狱长曾经对他说过，他已经进入了特殊保护序列，关于他监狱中的事情，只有更高级别的人才有权限。他也不用担心自己坐牢的事情会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的资料里根本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位警官很有可能是你知道他被特殊保护了，所以才会亲自来问他，并且对他进监狱的事情也闭口不提。如果监狱长说的是真的，那么警方这边调他的资料也是需要一定权限的。夏优扬起嘴角，我想去见一下他们。按照规定来说是不允许的。警官略显犹豫，不过你可以，对于你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说完他也笑了一下，并且起身主动为夏优带路。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曾经的养父母家
也就是赵坤一家，也已经被公方起诉虐待幼女。公方已经在收集证据，并且通过邻里左右和一些证人以及他们本人的口述，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当年对你实施了虐待。起诉成功，他们依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说着，他微停顿了一下，只不过因为他们目前状况比较算得上是社会弱势群体一方了，所以也许制裁没有那么严格。赵家现在就剩下一对母子，而这俩人，一个伤残在床，下半辈子都下不了床了，一个也是身体半垮，穷困潦倒。所以就算起诉成功，在社会人道主义之下，也很难对实施严格的惩罚。他们现在穷困潦倒，也已经彻底失去了社会生存的能力。夏优淡淡笑道，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他们坐牢的话，岂不是还是好事？警官再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好像真是。他们现在痛苦的活着，报应不爽，自作孽不可活，甚至可以说是苟延残喘。可是如果进了监狱，监狱还得管他们吃住，对他们来说还真是好事。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警官点了点头，现在你养母也是受到了自己溺爱儿子的反噬，活在外面对他们来说反而是社会性死亡。这位警官显然也对赵家母子也失去了所谓的同情心。有时候监狱关进去来的犯人，实际上也不过是禁锢自由罢了。对于有些人来说，禁锢自由远远不如在外面社会上生存来的痛苦，因为至少在监狱里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而在外面所遭受的痛苦却能让他们更加生不如死。而且以他们目前的状况，也不会再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威胁，也不会祸害到其他人了。很快，夏优就被带到了看押夏星的地方。警官打了个招呼，就让其他人离开了。夏星整个人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地方，像是经历过电击、殴打以及精神上的刺激，短短时间内跟以前比，简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把自己瑟缩在角落，头发凌乱，眼神也带着一丝恐惧，不断的颤抖着。刚刚过来的时候，那位警官跟他说，夏星被找到的时候是跟猪关在一起的，整个屋子里除了猪粪就是猪草。他们赶到的时候，夏星已经饿了很多天了，神志不清的在跟猪抢吃食。说到这儿的时候，那位警官眉头都皱了起来，似乎不理解为何夏星会被这么虐待，甚至他在怀疑囚禁夏星的主犯夏锦州是个变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夏优也点诧异，没想到夏锦州还真让夏星吃猪食了。这说明警官说的没错，夏锦州的确是变态。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能是什么正常人？按照他的推论，夏锦州恐怕是因为受到了刺激，所以变得精神不正常。除了自己刺激他之外，让他真正崩溃的应该是思安的事情。看到你这么惨，我也就放心了。夏优开场就直奔主题。他和夏星之间隔着一道玻璃，但玻璃之间有一个窗口，所以他们能清晰的对话，但又可以避免身体接触。夏星抬起头，看到夏优的时候，那双眼睛也充斥着血光。是你？他嗓子都已经哑了，可却依然能听出那声音的恨意。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死？他口中不断的重复。都是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出现，我就不会变成这样，他们也不会这样对我。他像是疯癫了一样，狠狠地盯着夏优。如果不是你，嘎哥哥们都是我事，他们都不会这样对我的。都是你这个贱人。夏优勾唇冷笑，可是我出现了呀，你气不气？夏星神色恍然，我明明找了人去杀你的，怎么没杀死呢？不，大哥不要，不要这么对我。他抱住脑袋，疯狂的大喊大叫，我没有做，我没有啊。三哥、四哥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这么对我。他又哭了起来。夏优心道，果然夏锦州虽然是主谋，但另外几个人也都默契的见死不救了。他们都默认了夏锦州对夏星的伤害，他们可真诠释了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学聪明了。夏优开口，但夏星却依然在不断的重复着之前的话，好像并没有听到夏优说什么。想通过装精神病逃过法律的制裁，不得不说，你现在的脑子比之前好用一点。夏优的这句话才让夏星的神色变了一下，但依然没有什么动作。夏优往前缓缓走了2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当然，就算你是真的有精神病，我也不会让你那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糊里糊涂的活着，岂不是便宜你了？清醒的痛苦的活着，才应该是你该得的。夏星死死的盯着他，眼里也浮现出了一丝恐惧。片刻后，夏优从这里走了出去，而蜷缩在地上的夏星的头上隐约可见一枚银针，可很快那枚银针便消失了，彻底没入了他的头顶。夏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种恐惧在他的大脑里蔓延，让他害怕的爬到了角落。对他来说，那些痛苦的记忆和对他而言令他崩溃的画面和事情，一件一件宛如刀子一样扎进他的脑海。他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
他怎么没死呢？夏优，你凭什么抢走我的一切？不要赶我走，不要赶我走！为什么我同样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要这么对我？啊！夏优听着夏星崩溃的声音，唇角也勾了起来。从刚刚他看到夏星的时候，就知道他在装精神病。毕竟精神病是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的。那么他就让他真的变成精神病，只不过是那种不断梦魇的精神病，无论是睡觉还是清醒，他都会被梦魇缠绕。他会清醒的活着，清醒的感受着自己的痛苦，但医生却不会鉴定出他的精神有任何问题，所以他依然会接受律法制裁，即便是疯，也是在监狱里疯，这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夏优经历过的，无论是赵家还是监狱，夏星都应该全都体验一遍。这边结束了吗？刚刚那位警官来接夏优。结束了。夏优微笑，麻烦了。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警官看了一眼里面，他的精神看起来不太正常，没对你怎么样吧？夏优笑，隔着玻璃，他就算想对我怎么样也办不到。不过，他语气微顿了一下，他刚刚跟我说话的时候，看起来精神状态也没什么问题。我听说挺多人会故意用假装是精神病来逃脱法律的惩罚，所以你放心，这点我们一定会严加审查的。如果他真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我们也会送到相关的医院进行看押。在今年的时候，刑法就已经规定，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需转到专门的监狱医院。实际上那个地方跟监狱没什么区别，只是狱警是医护人员罢了。在那里，他们依然会被剥夺一切自由权利。夏优了然，那刑法还挺与时俱进的。警官笑了一下，听说是国会的时候，军部那边的一位长官提出来的，一经提出就90%的票通过了，今年才颁布下来。说起军部，夏优的脑子里莫名的就出现了陆思彻的脸。虽然这个提案的确不错，可他可不想夏星在监狱医院接受治疗。去下一个地方吧。他说，这边。夏优下一个要见的是夏家的人。原本夏家的人都是被分开关押的，但为了让夏优一次性见到他们，所以让夏家一家子都待在了一起。夏优见到他们的时候也跟夏星一样，但夏星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6个人。看到夏优，夏夫人和夏明长还以为他是来救他们出去的。夫妻俩激动地靠了过来，扒着玻璃的窗口，小优，你是救爸爸妈妈出去的对不对？夏夫人神情激动，我就知道你不会看着我们不管的。夏树和夏木眼底也都流露出一丝期待，而夏锦州和夏之文只是看着他，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明显他们并没有觉得夏优会来帮他们。夏优皱眉，你们在想什么？一句话把他们的期待直接打了回去。我就是过来看一下，别想太多。他目光从夏明长夫妻身上逐渐移向了他们兄弟4人，他们每个人都不复从前风光的模样，一个个形如枯槁，只不过兄弟4个人依然能看得出挑的模样。在长相上，夏家的却遗传得很好，否则也不会遗传出夏优的美貌。一直看着他没说话的夏锦州低声沉沉的开口，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我也为思安报仇了。夏之文和夏树夏木3个人神色各异，但谁也没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大哥做了什么。他们3个虽然不是主谋，但也是共犯。夏优挑眉，然后难道你还真指望我会原谅你们？他的目光事事冷漠，声音只是嘲讽，让夏锦州的脸色也变得越发的惨白难看。即便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可当听到夏优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难受。夏优这话不是替自己说的，而是帮原来的夏优说的。他在临死前脑海里所浮现出的全都是曾经在夏家受辱被欺负的画面。一般来说，人在临死前都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辈子最美好的画面，可夏优这前半生却从未出现过美好的画面。他从来没有幸福过，所以他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样的。他的死是充满怨恨的，他恨赵家，恨夏家的人。在进入监狱之前，即便承受了许多，可他内心却依然是温暖的，是活的。可在进监狱之后，他的心才彻底死了，冰冷的坠入了地狱。其实网友们说的没错，夏优的确是出淤泥而不染，不管是在2个家庭遭受了什么，他从未做害人之事，他只是蜷在那儿卑微的活着。可最后他们也没放过他，在监狱里他也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痛苦和屈辱，最后抑郁而死。他穿来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收拾了监狱里欺辱过他的所有人。我过来当然只是来看你们笑话的，顺便告诉你们一声，上河集团我还会好好打理的。夏优眼里的笑不达眼底，看得让夏家所有人浑身发冷。你说什么？夏明长立刻反应了过来，我们家是你搞破产的。他激动地冲了上来，重重地拍打着玻璃，但这玻璃很结实，他这么激动地拍打晃都不晃。夏家其他人也都震惊地盯着夏优。
从上河国际出事到他们卖掉上河，不过短短几个月，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一切竟然是夏优干的。夏优懒懒开口，要不是为了等着你们把上河国际卖掉，你们也不会现在才进来。毕竟一旦你们被抓，名下的财产也就没有了。我当然要趁着你们夏家出事之前，逼你们卖掉上河。至于你们卖掉上河所拿到的那一笔钱，就当作是为国家做贡献了。他曾答应过要把属于夏优的东西都拿回来。夏家的资产本就有夏优的一部分，这是他该得的。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全都被夏兴那个假千金所享受了20年。他当然要把夏家的资产转移过来，所以他等到上河卖掉，才曝光了夏家伪造证据以及一系列违法犯罪的事情，才让思安和陈欢在这个时候出面，彻底让他们再无翻身的机会，一棍子打死。而这一切，他和江城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他们特地挑选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诱导夏家和这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并被套进了数亿资产。而所引发的效应，连带让夏家的这个漏洞越来越大，并拖欠了好几家公司和银行的账款。最后，当夏家在难以承担这个损失的时候，以低价收购了上河集团。也正是为了等到资产转移过来，所以夏优才会等待到这个时候才曝光所有的一切。当然，这过程还可以叠他们坐牢的时间。这期间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足够他们再多吃几年牢饭了。你好狠的心！夏明长怒骂，你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你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夏夫人哭着说，即便我们对不起你，可你做的这些事又对得起我们吗？是，我们是欠了你，但你也是把我们往死里逼呀。现在你满意了吧？夏夫人看着夏优已经不复从前表现出来的温情。夏优歪了下脑袋，冷漠地看着他们，也算不上满意吧，但还行，毕竟这是你们应得的。闻言，夏夫人又大哭了起来。她缓缓站了起来，对了，你们应该感谢我，毕竟现在上河国际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还能存活下来。当然，以后这世上也不会再有上湖了，以后你们只需要享受监狱里的生活就好了。他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别说他这样子真像是个恶毒反派啊，难怪短剧里那么多人都争着抢着去演反派，原来演恶毒反派这么爽。等一下，夏树叫住了他，他语气带着一丝迟疑。陈欢他还好吗？夏优笑，挺好的，以后他会有自己更好的人生。那就好，夏树低声缓缓道。没有人知道，在陈欢出事以后，夏树其实一个人难过了很久，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只能选择相信自己的妹妹。他是无意的，他也一直这么催眠自己。后来当他们把罪责推给夏优之后，他又催眠自己，的确是夏优做的，他才将一切的恶意都留在了夏优身上。对不起，他声音嘶哑，仿佛很艰难才从喉咙里将这句话吐了出来。但夏优并没有理会他。在他快走出这里的时候，夏锦州也开口说了句话，可以帮我好好照顾思安吗？夏优只是嗤笑了一声，便迈步走了出去。身后玻璃另一边的夏家几个人，每个人的神色都如丧考妣，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可谁也没说话，都只是沉默着。只有夏夫人的哭泣声让整个空间里多了几分哀戚的味道。从里面走出来之后的夏优神清气爽。已经看完了吗？警官在外面等他，那眼神里似乎也带着几分怜惜，所以语气也很温柔。夏优点头微笑，已经看完了。警官也笑了笑，然后走近他，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上面说来了，你的档案里关于那2年早就已经被抹去了，不过那2年也是我们的失误，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尽管提。夏优轻点了点头，谢了，后面的事情你们找我律师就行，我律师全权代我处理。夏优冤枉坐牢这2年，除了夏家进去了，还有不少跟夏家有勾连的人都一起进去了。那些更深层次的证据是陆思彻交给他的，当时以何方的手段还真不好查到那些东西，但陆思彻却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明白，您放心，按照目前的证据链，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夏优轻嗯了一声，那位陆先生还在外面等你。警官笑着说，伸手为他引了一下路，随后便有其他的警员过来带他出去。当夏优回到接待大厅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自己陆思彻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休息，而何方正在一旁喝茶以及翻看着手里的资料。看到他回来，何方也立马站了起来。你回来了。陆思彻也缓缓睁开了眼睛，目光凝留在夏优的脸上。夏优先跟何方说了几句，这边我已经交代过了，到时候你直接和他们对接就行。何方点头，放心，这边交给我。不管是维护夏优的利益，还是起诉夏家，何方都已经准备妥当。他也把对方每个人要坐牢的年限全都算了一遍，基本不会意外发生。夏优又跟何方交代了几句，他才离开去跟警方那边的人交接。而夏优已经可以离开了。当他收回目光的时候，恰好对上了陆思彻的眼神。他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眉眼泛着温和，
嘴角扬着浅浅的笑意。他放下交叠在一起的大长腿，缓缓起身走到了他面前来。这下都处理好了。他微微弯了弯腰，用一种宠溺和他平视的视角来对话。陆思彻的身高至少在185以上，站在夏优面前的确要高好一截。而夏优也是这才发现，其实陆思彻每次在他面前和他说话的时候，都有意的在和他平视，而不是让他仰视。但这家伙每次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却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根本不屑于低头去看他们。他也如实回答，处理完了。关于这件事，关于夏优这个身体原本的一切，的确算是处理完了。听到他这么说，陆思彻才随之灿然一笑。一时间，阳光也照了进来，刚好倾洒在他的身上。在这一刻，他宛如光明之子，身上的那股恶劣和恶魔的因子也都悄然不见。那我接你回家。他说，用的是接，而不是送。可这个字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种感觉让他说不出来，却觉得那阳光似乎也洒在了自己身上，让他觉得身上也并不暖意。他没有拒绝，在陆思彻的陪同下一起离开的警局。其实今天干妈想陪他一起来的，但他并不想让自己的事情劳烦干妈跑一趟，甚至干妈还为他准备了一个律师团，准备把夏家这些人告到牢底坐穿。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有何方就够了。干妈一听何方，也就没让律师团参与了，但还是说了句，宝宝你有需要的一定要跟干妈说，说不定何律师一个人忙不过来呢，需要律师团的话随时开口。他说好，便带着何方直接来了警局，但回去却是和陆思彻一起回去。陆思彻一边开车，余光却偶尔瞥向夏优，唇角掀了掀，你的性子应该已经快忍不住了吧。他认识的夏优就是一个有仇当场就报的人，能拖这么久才让把夏家送进去，本就不像是他的行事作风。起先他不明白，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只是送进去太便宜他们了，他们还没感受到失去一切的痛苦，他在让那些人承受曾经他所受过的痛楚。他知道怎么诛心，也知道对于有的人来说，诛心对他们来说才是生不如死。在夏家人被抓走的时候，他见过一眼，那每个人的模样都仿佛遭受了重大打击一般，已经全然没有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气。他很清楚，当一个人遭受了一系列痛苦的事情之后，这些事将变成梦魇，纠缠他们一辈子，而这比起牢狱之灾更能彻底击垮一个人。连他们死都将带着这样的梦魇离去，能让他有这个耐心，说明曾经的他也许真的死了，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杀人凶手。夏优只是笑了笑，倒也还好，因为这是最适合他们的惩罚。不管是谁。陆思彻扬眉，好歹我也出过一份力，就不感谢我。夏优这回也如了陆思彻的意，满足了他一把，谢谢你。陆思彻嘴角的笑意飞扬得更高了，就这么一句就完了。他也是听出来了夏优的心情不错，所以话也开始得寸进尺了。不然呢？陆思彻，除非你同意我叫你老婆。夏优，滚！陆思彻被挨骂也没半点不高兴，而是咧着嘴乐。夏优不懂了，怎么骂他，还把他骂爽了？你笑什么？陆思彻还是笑，不知道。那张帅气分明的脸被他用得这么憨，却还是好看过分。果然有颜就是任性，什么傻样都能用颜值拯救。夏优也扬起了嘴角，怎么好像他也挺开心的？除了他自己觉得舒爽之外，遗留在他身体里的关于原主残存的意识似乎也在开心，而且他能感觉到那种开心让那些残留的意识越来越轻，也越来越少了。他好像正在离去，彻底的离开这个世界了。停留在记忆里那些深刻的恨和怨似乎也在消失，但他却在记忆里留下了感激。这种感激明明不在记忆的任何事里，但夏优却能感受得到。他知道这是留给他的。老婆，陆思彻两个字刚喊出来，看到夏优手里的银针才立马闭了嘴，然后话锋一转，声音也低了下来，我准备离开 Z 市了。他把车停下，目光定定地看着他，但我想要带你一起走。他认真地看着他，说的每个字都像是经过了仔细斟酌。夏优没说话，他回过头看向前方，但我说过，你的任何选择都是以你自己为主，你永远是自由的。他嘴角咧起笑意，没有人能够逼迫你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也一样。他想，但是他尊重夏优的想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去什么地方不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吗？夏优挑眉，所以去什么地方应该都无所谓吧。陆思彻不置可否，他当然知道不管去哪里都很方便，可是夏优的选择对他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表达他想，他当然希望时时刻刻都能见到他，但是他并不会干预他的选择。不管他做什么，他都会用其他方法去达到自己所想的目的，当然那就是他的事情了。虽然你想在哪里都好，但是
我想见到你。他轻声说。夏优微微愣了一下，片刻后才淡淡笑了笑，会见面的。别忘了，我答应了老爷子，我还有不少病人待诊呢。说完，夏优就打开了车门。我先回了。他绕过车头，走向是别墅大门的时候，林优，陆思彻的声音让他停下了脚步。而就在那声音响起的时候，他已经开了车门，朝他走了过来。本来就长的大长腿，几步就已经走到了他面前。夏优刚出声询问怎么了，他话还没问完，腰间就忽然被人紧紧搂住，往前一送。他猝不及防，整个人都被往前送到了陆思彻的身前，和他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人还没反应过来，唇齿已经是一片温热劲，缠绵而隐忍的吻让本就紧紧相贴的两个人周围温度不断升高，就连夏优的手心一时间都变得灼热无比。他本能的想要做什么，可这一次不同以往的那种温柔缱绻，却让他什么都没做。他说过，他对陆思彻的亲近并不反感的。他是医生，前世所活的时代比现在更加先进而开放，所以他对男女之间倒也没么老旧的那些保守观念。他只跟随自己心情的喜怒哀乐，觉得舒服就享受，觉得不高兴就动手。只不过前世的他对男人不感兴趣，对男女之事也不感兴趣。他是个卷王，他总喜欢把自己的对手定在自己当前赛道的顶端，然后去征服他，所以他才会那么多技能，甚至大部分都能达到经营的水准。就他这卷的程度，哪有功夫去关注男人？他眸子眨了眨，眼前的陆思彻微合着双眸，浓黑的睫毛在他眼帘上打着一层淡淡的阴影，完美好看的轮廓就像是精心画出来的。唇间的热意渐渐分开，可他的唇瓣上却还弥留着那属于他的味道。他的嘴角噙着满足，目光锁在他的脸上。现在的陆思彻那双眼睛有种看狗都深情的温柔。你说的要来找我。咔，随着一阵金属声，夏优忽然觉得手腕上一阵冰凉，他这才察觉到自己手腕上被陆思彻扣上了一个手环。这手环很漂亮，有种冷兵器的精致感，看得出来应该是精心设计过的，而且乍一眼看上去只会让人觉得是个漂亮有设计感的装饰手环。这是什么？如果不是夏优看了一眼，还以为自己也被铐上了。细看之下才看出来，这个手环不是一个普通的手环，似乎还有什么机关。陆思彻勾唇，送你的礼物，这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打造，里面可以藏30枚你常用的银针。他看向自己扣上他手腕上的手环，这里面还有一枚配套戒指，当你套在手指上，可随时通过力量的牵动而发射出银针到你手里，这样以后你就不必再将银针藏在身上，应该比以前要方便一些。上次在陆思彻问过夏优之后，他就去找人定制了，也是他亲自设计的，是按照现代杀伤力武器的品质制作的，所以不管材质还什么都是顶级，也不只能做藏针的手环，在必要时候也能当成武器防身。夏优在怔了片刻之后，抬起手好好打量了一下手上这个手环，虽然是金属，但是分量很轻，应该是用什么十分特殊的材质做成的，看来并不是常见的金属。设计的款式看起来让他跟寻常手镯没什么区别，只是设计的更得他心意。他拨动了一下机关试了一下，嘴角也弯了弯。喜欢吗？陆思彻见他的反应问。夏优轻点了下头，喜欢。其实他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去定制一个这样的手环，毕竟银针一直藏在衣服里是有点麻烦，前世他是家族那边为他量身定制的。不过现在看起来，陆思彻送他的这个手环竟然比他前世家族为他打造的手环还要讨他喜欢些，更精致轻便，也更好用。谢了。夏优少见的冲着陆思彻笑了笑，陆思彻也笑了起来，忍不住的抬起手宠溺的摸了摸夏优的头发，轻声再次重复了一遍，要来找我。别墅的天台上，虽然离别墅大门外距离挺远，但天台上的人还是能清楚的看到别墅门口的两个人。胜负已分。雪娜一边嗑瓜子一边说。林思义拿起望远镜又看了看，刚他们亲嘴了是吧？雪娜，林思义激动道，那就没跑了，肯定是谈上了。看来小优选择了阿彻这小子。雪娜，那不一定。林思义疑惑，怎么就不一定了？不是都亲上了吗？雪娜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吴秘书，有时候睡上了都不一定有名分。林思义，他怎么觉得雪娜在针对谁？在不远处的吴秘书当然也是听到的，但是面上并没有什么发应。不过那背在背后的拳头硬了。林思义摸了摸鼻子，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奇怪了，他怎么还感觉到了一股怨念？雪娜嗑了个瓜子继续说，世界上的规矩也束缚不了他，他不是正常人。林思义皱眉，这话说的。他看了一眼雪娜，娜娜还说小优不是正常人呢，他也不像是正常人啊。不过想到那个大医疗组织和机构对娜娜发来的邀请，大概天才都不是正常人吧。雪娜忽然想起来什么，对了阿姨，
那些世界名校寄给优的邀请函都堆满了门口的信箱了，我看没人去收，我拿到院子里去烤红薯了。林思义惨叫：什么？他还没拍照发朋友圈呢。他没发朋友圈，别人怎么能知道他到底有个多优秀的女儿？他还没炫耀呢。雪娜愣住，这些不是没用吗？我和优都默认这些是垃圾来着。林思义，这就是他的天才女儿和天才女儿的天才闺蜜吗？就一个都没有了。他还抱着一丝期待。雪娜摇摇头。林思义心死如灰。雪娜，不过应该过不了多久又有吧。他不敢留手机，他不能留自己的，也不能留下优的，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只留了一个地址。夏优也是一样，基本上是屏蔽了陌生人号码，所以信件什么的全都寄到了家里。这就导致经常门口的信箱里，别墅收快递的地方都会堆满一些邀请函之类的。林思义瞬间又活了。这样啊。他轻咳了一声。哪个？娜娜，不如以后你们把联系人手机号码都填成我的吧。雪娜看向林思义，眨了眨眼。好啊。于是2天后，林氏高管大会，林思义当着所有人的面接了一个电话。喂，菲尔斯大学啊，希望邀请我女儿入学是吗？呵呵，不好意思啊，我女儿说她要忙事业，就不去上学了。她微笑着挂断电话，看向所有高管。不好意思，我女儿太优秀了，所以就全球排名前3的名校都打电话来邀请她入学。哎，但我们家这孩子啊，不爱读书。高管们，他们问了吗？问了吗？什么叫不爱读书？不爱读书能优秀到让各大名校争先恐后来邀请？什么凡尔赛离谱发言？忽然林思义的手机又响了，他又接了个电话。M 国科学院啊，我是娜娜的阿姨。不好意思啊，娜娜现在一心跟着我女儿搞研究，她对其他组织机构没什么兴趣。挂断电话，她继续微笑看向大家。不好意思，我大侄女发表的论文上了4大医学期刊，所以这些许多科学院和医药公司也真是的，看到个人才想拉进去。高管们，他们也没问啊。林总就这么硬秀吗？他们发现了，自从林总收养了大小姐之后，以前的高冷女霸总也变得爱笑了，甚至现在还变得爱秀了，就跟他们那些好友列表里刚当妈天天晒娃的宝妈似的，就跟谁家没女儿似的。但他们也确实没这么优秀的女儿啊。林总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能收养到这么好的女儿？明明出身那么惨，却能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以前他们还有些人对这位收养的大小姐不以为意，但现在他们几乎都对这位大小姐有了不一样的认知了，也明白难怪不管是林总还是林氏都对大小姐宠爱的不得了。自从林思义开始接到这些名校以及各大机构的电话之后，朋友圈连那些公司上亿的合同项目都不晒了，直接开始了晒娃模式。于是基本上国内所有的有钱人家的圈子、豪门圈子基本都知道了林总有个优秀的天才女儿，还有个优秀的天才侄女。虽然对这个侄女大家不太清楚，但女儿大家还是很清楚的，都不禁感叹这夏家真是自作自受，不但损失了个这么优秀的女儿，甚至还损失了整个夏家。而现在不管是夏优的身份还是她的优秀，也让圈子里那些有适龄男孩的家庭不断的暗示想要跟林家联姻结亲了。虽然网上都在传林大小姐和陆少以及小厉总之间的绯闻，但林大小姐可从没承认过。而且有些人认为，因为林家跟这2家本来就关系不错，所以才会帮林大小姐。而林老太太似乎又特别热衷这件事。一开始林老太太还挺热心的帮这些喜欢夏优的人家牵线搭桥，但后来林思义跟她说了什么，她就再也不干这件事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叹息。林涵一边削苹果一边问：奶奶，你叹什么气啊？林老太太感慨：就是可惜了你林优姐姐。林涵竖起耳朵：什么？可惜什么了？林老太太又叹息了一声：可惜啊，年纪轻轻的还没谈几次恋爱呢。林老太太：女孩子就要多谈谈恋爱，多玩几个男人，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呀。林涵眼睛也亮了一下，豁然明朗。奶奶你说的对，既然这么说，那现在追她的男孩子，她是不是可以按照时间来排着队同意？这个谈完了，下一个。林老太太还在惆怅，她可想要为夏优介绍男孩子相亲了。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就让陆思彻那小子拱了。而在这次夏家事件里，也不少人都很庆幸，幸好没有和夏家继续合作，也幸亏有人提醒他们及时抽身，不然的话说不定他们自己都会被连累。也有人怀疑，说不定陆家、林家和厉家早就猜到了夏家会出事，所以才会态度明显的表示对夏家的孤立。但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夏家全家都已经进去了，并且已经被起诉，以后不管是国内还是 Z 市，都再没有上合国际夏家。随着夏家全体入狱，网上也掀起了一阵风波，激烈的讨论和热搜霸占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不过网友们的热情来得快去的也快，
当这件事被讨论的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快被新的目标所吸引。但这段时间里，靠夏家和赵家吃了一大波流量红利的人可不少，尤其是江澄。他看着眼前电脑里各大账号现在的运营情况和粉丝状况，十分满意。你倒是会吃流量。夏优吐槽了一句，这段时间的流量都被你吃了吧？江澄笑眯眯地说，你不懂，现在是流量时代，要想赚钱，一定要盯着各种流量的风口。幸亏我提前让他们注册了不少账号，在热度最大的时候蹭流量。你瞧瞧，哪个账号没超过10万粉丝？夏优也不否认，江澄的确对市场十分敏感，光是自己和夏家、赵家就足够让他吃流量是个爽了。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让别人吃流量，不如咱们自己接着。江澄开心的不得了，这种动动手指头就能得到大回报的事情可真爽。夏优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着他递给自己的营收报告。你不知道，这可是有史以来网上讨论度最大的一件事了。我听说都有团队打算改编成剧本了。哦对了，还有好像法制节目那边也打算做一期相关的节目，这几天正往赵家那边跑着去采访呢。一边说一边江澄直接把平板打开了，看，这还有个账号经常在报道赵家母子的现状，博取流量的。夏优放下手里的报告，瞥了一眼江澄递来的平板。自从赵耀祖母子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们的确一直在受到关注，不过这种关注都是想看看他们的下场的。还有人专门注册了账号，用来时不时的报道关于赵家母子的现状。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已经挺惨了，就别报道他们了吧。就是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有的人同情心别太泛滥，像这种人就已经钉在耻辱柱上，最好是永远被铭记，这样就不会再出现这种重男轻女又溺爱的家庭。不错，他们本来就是坏人，再可怜也是坏人。你现在泛滥的同情心，都会成为杀死以后每一个受害女孩的刀子。我就想看他们的结局怎么样。这就是溺爱孩子又不教好还重男轻女的下场。我点的是爽文结局，我当然要看到他们痛苦的过完这一辈子。你觉得他们有三观吗？能被称为人吗？这么圣母，不如你去给他们家传宗接代吧。而这个时候赵家的状态已经是只能靠社会保障体系每个月发点保底钱过日子了。陈芬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身体不好，加上还需要照顾自己的儿子，已经没办法再出去打工。本来陈芬就好吃懒做，之前的泼妇名声在外，即便是打工也没人要他。但即便他现在不工作，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赵耀祖自从瘫痪在床之后，脾气也是越来越暴躁，对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不是打就是骂，动辄拿东西砸，跟他父亲简直学了个10乘10，什么脏话都能骂得出来，似乎眼前的女人根本是不是他妈，在他眼里跟狗没什么区别。听说陈芬一开始每天都哄着他儿子，又是哭又是难过，但后来他发现其实自己的儿子根本不能动，也不能传宗接代，已经跟个废人没什么区别了，他的态度也就开始转变了。听江澄说起来，夏优不禁道，你也这么八卦了，连这都知道？江澄抬起双腿交叠在旁边的矮凳上，这哪里算八卦，这种极品的人这辈子都不见得能遇得到，我可不得好好研究研究。虽然江澄主要的兴趣在赚钱上，但对人性的探讨还是挺感兴趣的。对于江澄的话，他倒是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确实是极品。他也见过不少奇葩，但是赵家确实是罕见的那一批。江澄看着视频里继续解说，那个女人本来就是个重男轻女的，虽然溺爱他儿子，但现在他儿子已经不能传宗接代了，而且又天天被打骂，所以照顾赵耀祖的也没了之前的卑微，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后来有人拍到了陈芬跟隔壁的老光棍勾搭在了一起。夏优本来正在喝水，听到江澄后面这句话，一口水差点喷了出来。江澄提起这个就来劲了，不过这件事没多久就被赵耀祖发现了。赵耀祖哪里能容忍得了母亲有别的男人，破防的对母亲又打又骂。有了男人，陈芬可就腰杆硬了，从他们邻居那里打听到，后来他妈装都不装了，也不管他这个儿子了。他还扬言说要重新生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你说震撼不？夏优那是确实震撼，他给谁传宗接代？她老公都死了。江澄也很震撼，甚至不理解。夏优在他的脑子里给谁传宗接代就行，只要是个儿子。他这种已经彻底被腐坏思想浸透了的脑子，你是没办法用正常思维去思考的。江澄确实不理解，你说这对母子最后会怎么样？江澄摸了摸下巴。夏优看了眼平板里赵耀祖和他妈现状的照片和视频，他唇角淡淡勾了起来，当愤怒急剧膨胀，就是灭亡。江澄好像命明白夏优的意思，盯着平板上思索了片刻，他余光一瞥，看到了夏优手腕上的手环。你什么时候买了个手镯？
这材质没见过呀，挺漂亮的。夏优也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镯，脑海里也下意识地浮现出了陆思彻将这个东西扣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幕。别人送的，他轻声说。江澄挑眉，是吗？谁送的？夏优，正常来说不是应该道上一句话就点到为止了吗？江澄这种人精这么问，无非就是故意的。他嘴角一咧，你猜？江澄知道自己得不到答案了，也不追问了。收购过来的上合国际现在已经重新开始运营，不过现在已经更名了。我这边抽调了2个高管过去，那边目前没什么问题。虽然之前问题不小，不过毕竟底子在那儿，有我在，绝对会经营的比夏家那帮人要好。江澄说起了正事，但是有件事。夏优，什么事？他把平板还了回去。江澄皱了皱眉，就是前2天原上和国际那边来了2个人，询问公司的情况，还有打探夏家的情况，以及问了问你。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是夏家本家那边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好像也并不是想做什么，只是来问问情况，所以纠结要不要告诉你。夏家本家？夏优脑子里过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夏家那边是有个国外的本家，但跟这边基本是失联状态，而且这么多年来这边媒体都没提过夏家的本家，这次夏家公司出事，夏明长说不定也应该找了本家帮忙，但最后却依然只能卖公司来解决困境，说明本家的人根本不管他，也根本不在乎上合的存亡。当然上合在公司股权上也跟本家没有任何关系，可能只是好奇来问问吧。夏优这个倒是不怎么在意，既然本家完全不在乎夏明长死活，那就说明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牵连。江澄点点头，那边我也会跟进一下，查查本家那边的情况。夏优嗯了一声，那生意这边就交给你了，飞鱼这边后面的安排也给我取消了吧，通告也别接了。江澄愣住，姐姐，咱们现在火得很呢，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价吗？夏优皱眉反问，我缺这点钱，可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接一点吗？江澄的声音有些委屈。夏优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我有事，腾出空来我通知你。江澄不死心，1个月露面一次行不行？夏优一边走一边挥了挥手，我考虑考虑。江澄撇嘴，他还准备趁现在多接2个综艺和剧本呢。虽然现在不少艺人都跳槽过来了，不乏影后大咖，但夏优是独一档的热度，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可惜了，多好的流量圣体啊！夏优从江澄办公室离开之后，是乘坐专门的电梯下楼的，所以也不用和其他员工们打照面。但整个公司都知道他和江澄之间关系不一般，所以即便看到他有时候突然出现，也不会惊讶。回去的路上，夏优没有开车，他就这么走在路上，听着周围的喧嚷，感受着车水马龙的喧嚣，空气里也都弥漫着独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在这一刻，他好像才真正的融入了这个世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原本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这2天倒是没跟着他了，反而还让他有点不习惯。看到眼前出现的人影，夏优眉梢微微挑了一下。眼前的女孩子披着一头长长又柔顺的黑发，跟白皙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温柔浅浅笑着，你有空吗？看到她，夏优也笑了起来。当然。夏优的目光穿过眼前的女孩，在她后面看到了陪着她的小鹿。远远的小鹿冲着她开心的挥了挥手，但似乎明白思安想要单独找她，所以便没有上前。夏优和思安在附近找了个公园，眼前小朋友们偶尔追逐，或是专门跑过来远远的看看他们。姐姐好漂亮啊！他们由衷的称赞之后，才又不好意思的跑开了。我好像没有跟你说过我的故事。思安低声轻轻的说，虽然我之前发过一篇文章，但其实说他们的事情多一些。夏优只是当着一个倾听者，他知道思安现在有着很强烈的倾诉欲。至于为什么专门来找他，告诉他，估计是因为自己帮他完成了复仇吧。小鹿是我很重要的人，即便他知道我的过去，但其实对我的故事也知道的并不那么清楚。从我清醒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是个值得相信的人。我也很感激你将我从地狱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他看着夏优的眼睛，是毫不掩饰的对夏优的感激。看到思安现在的样子，夏优知道思安已经真正从过去里走了出来，他已经重新活了。说实话，他其实一直也很好奇，夏锦州对思安的感情似乎比所有人以为的还要热烈，否则他也不会因为思安而将夏星囚禁起来虐待。虽然其中也有自己的因素，但他知道真正刺激到夏锦州的是他见到了思安疯疯癫癫的时候，是他从小鹿口中得知了思安经历的时候。夏家那几兄弟都不是正常人，但能让夏锦州受到刺激这么变态，肯定对思安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一点他早有预感，从那天他故意在夏锦州面前提起思安时就已经察觉到了，才会故意让小鹿和思安在他面前演出那种模样。他是医生，
能一眼看出人生理上的病，自然也能一眼看出人心理上的病。病人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是病了，他都能感觉得到。因为这种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气息和精神状态是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的。而夏景舟，他当时就看出来了，在提起思安的时候，他身上那时候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的不同。说出来也是可笑，他竟然是我从前的岁月里唯一喜欢过的男人。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绝对不会喜欢他。他声音坚定，眼里也充满了厌恶感。他和夏星他们都应该下地狱。而接下来，夏优也静静地聆听起了关于思安的故事。我叫思安，在我的记忆里，我房子里就只有阿姨，照顾我的阿姨。而我的爸爸妈妈每个月只会从国外打钱回来，阿姨有时候会昧下一些钱，我也当作不知道，因为除了她，没有人陪我了。虽然阿姨经常从我手里要一些钱走，但是她人不坏，会给我做好吃的，也会抽时间带我出去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家隔壁搬来了一个邻居，他们有个女儿叫小鹿。我经常看到小鹿哭哭啼啼的，她的爸爸爱酗酒，经常喝醉了就打她。以后你爸爸打你，你就来我家吧，我家有吃有喝，我罩着你。我太需要朋友了，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没有爸爸妈妈要的人，所以我要强大，才不会让人觉得我软弱。我要阳光的开开心心，别人才不会觉得我是没人要的孩子。他呆愣了一下，然后眨了眨眼睛。从那以后，我也算是有朋友了。小鹿经常来我家，我们一起玩一起闹，阿姨做饭也变成了2份。虽然阿姨总会说一些不太高兴的话，但给小鹿做的饭却从没少过。有了小鹿的出现，我的世界也多了一些色彩，她也变得开心了起来。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我们晚上经常会睡在一起，聊着各自在学校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直到我们上高中，小鹿搬家了，他的爸爸因为被追债，所以去躲债了，还带走了小鹿。我从未有一刻这么痛恨过一个人，我恨他抢走了我的朋友，我甚至希望他爸爸去死，这样小鹿就能回来了。我上了爸妈给我安排的高中，就在 Z 市，是国内排名靠前的贵族学校。我接受了，我不敢去其他地方，我怕小鹿回来找不到我。那段时间，我有时候会跑去酒吧喝酒买醉，反正也没有人在乎我。我想，我大概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吧。但那天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混蛋。小妹妹，长得这么清纯，就是哥哥喜欢的这款，要不陪哥哥喝2杯？我愤怒地拒绝了他，可是对方却被激怒，扬起酒瓶子就要打我。就在我以为我会被这个人欺辱的时候，一只手紧紧攥住了他的手腕。他看都没看自己一眼，一个用力，那混混就已经被推出了很远。滚！他冷冷地说了一个字。你他妈！那个混混还没说完，就被人拖了下去。而这个男人也只是余光瞥了自己一眼，就转身走向了另外一边。那边似乎有他的同伴。我愣愣地看着那个男人，但只看到了他的侧脸。那一刻，我的心跳也加速了。他在我的世界里成为了神拯救我的生命。我看到他很快融入了他的同伴里。大哥，出手挺快啊！要不是小妹觉得那个女孩子可怜，大哥也不会出手多管闲事的。这可都是沾了我们小妹的光，也是为了小妹好。小妹好奇这个地方，这次是我们陪着一起来，下次万一我们不再遇到这种人怎么办？一个女孩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哥，我就是说说，你还真出手了。虽然我觉得那个女孩子刚刚挺可怜的，可我又觉得好女孩也没谁会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吧，她又不像我，有你们陪着。她隐隐约约听到了几句话，但却听不清，但大概明白了他们是一家人。看到他们在一起，我好羡慕，有家人在身边真好啊。后来在我的学校里看到了那个女孩，班里也很多人讨论她。其实我是知道她的，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喜欢上网。我在网上看到过好几次她的照片，喜欢她的人很多，学校也是。她是被家人爱着的，一家人都宠她宠得不得了。那时学校里有个叫夏优的转学生，甚至因为跟她同姓，和夏家兄弟长得有几分相似，还被许多其他同学认为是故意碰瓷夏星，纷纷排挤她，嘲笑她。这个女孩子她不了解，只是偶尔听到他们说的时候，自己会为她说几句话，因为她从来没见到夏优自己说什么，一直都是其他人在说。而且那个女孩子跟其他富二代们不一样，她总是畏畏缩缩的，看到人都会故意把自己隐藏起来，降低存在感。她的家庭重男轻女，所有人都知道，她那不讲道理又蛮横的父母也让大家都对她避之不及。在这个学校里，人人都不喜欢她。我偶尔见到她的时候会跟她说几句话，但她每次见到自己过去说话时候也会立刻躲开。多了几次时候，我也就不再主动了。一个偶然的契机，我看到了那天救我的那个男生来接她。他比我们看起来大几岁，但比起他的同龄人要成熟稳重多了。喂，你看上我大哥了呀？突然有一天，夏星出现在了我身边。我看到你好几次在盯着我大哥看了。他笑起来眯着眼睛，很可爱俏皮，一看就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追我大哥呀？他笑着说。我有点害羞，没答应他，
但却跟他莫名成为了朋友。其实我心里并没有承认他是我的朋友，只是他总是挂在嘴边这么说，而且见人就会说我喜欢他大哥，他要帮我追他哥哥。他这么说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羡慕我，羡慕得不得了。其实我不明白他这么说的意义，我有些尴尬，但想到他可能也没恶意，也就没说什么。我想他只是性格有些率真吧，所以偶尔他逃课的时候，我还会帮他撒点小谎。后来他鼓励我写情书给他大哥表白，有他在场，他哥哥就算是拒绝也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的。我同意了，我想着他这么热心，我也不能辜负他的期望，而且我本来也是个藏不住心意的人，所以我写了一封情书，在夏锦州来接他那天告白了。我其实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我并不害怕被拒绝，但我想表明我的心意，至少死也要死个痛快。但让我真正寒心的是，他当着我的面把那封情书撕了，甚至还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了我。我说了多少遍了，别什么人都带到我面前来。他冷冷出声，坐在车里满眼的冷淡。这种东西真让我感到恶心。我愤怒地骂了夏锦州，因为我无法忍受把别人心意当成恶心东西的人。他令我失望，也彻底让我对他的滤镜破碎。夏锦州看着我没说话，但肉眼可见的他脸色有些难看。夏星这个时候却并没有帮我说话，他只是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知道了大哥，哎呀，我也是想要个嫂嫂嘛。他说完之后看向我，我已经是帮你了，没办法，我哥就是这样。说完他就上车走了，跟他大哥一起扬长而去。从这时起，所有人都像是约定好了一样，开始嘲笑我，讽刺我，挖苦我。原本夏星身边那些羡慕我的人都变了，他们像是变成了一个个厉鬼，疯狂地践踏我的尊严。他们孤立我，就像他们排挤夏优一样。真有脸啊，竟敢真的给大哥写情书，啧骚死了。夏家哥哥们可都是妹控，看得上你，看你这个下贱的样子，难怪锦州哥哥看都不看你一眼。他开始被他们荡妇羞辱，被他们造谣，被他们用各种难听的语言攻击。他一开始还会还嘴，可这些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说的话也都全都被淹没。他去求夏星，希望他能帮帮自己，可他却只是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我会帮你说说的。他抱着希望，即便他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到了一丝讥讽。学校并不愉快的生活让他又开始去酒吧买醉，但却不想他又遇见了夏锦州。你在哭？他看着我平静地说。我没理他，可他却直接将我抱了起来，离开了那个地方。那天晚上他把我送回了家，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总是会在各种地方偶遇他。有时候他会帮我出头，有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自从上次他撕毁情书，当众羞辱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不喜欢他了。所以他如今做的这些事，对我来说，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波澜。而我越是不搭理他，他好像出现的就会越勤快。直到有一天，他为了我挡住了之前那个混混的报复，受了伤。我吓坏了，可他却不愿意去医院。我只能把他带回我住的地方，为他包扎伤口，还给他做了一顿饭吃。你爸爸妈妈呢？他问。在国外，没回来过。从小到大，只有阿姨和我。我风轻云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这件事了，说出来也没有任何难过。他却沉默了一下，然后把我做的那一顿饭都吃完了。很好吃，这是他的评价。他又说了一句，你不是喜欢我吗？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我允许你做我的女朋友。我愣了一下，不了，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他看到我说这句话时，他脸色肉眼的变得难看。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我现在既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妹妹。我已经知道了，学校里的所有孤立和排挤，都是夏星背后指使的。他从来没有拿我当过朋友，似乎他只是想看我的笑话。可此时我已经快要高考了，我并不想要因为这些事耽误复习，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和隐忍。我正准备继续说的时候，门口有人进来了。啊，我来了，今天我给你带了学校门口的煎饼果子和奶茶。进来的是邻校的一个男孩子，我在咖啡厅做兼职认识的。他喜欢我，在追我，每天来都会给我投喂一些小零食。他是谁？夏锦州声音冰冷。你就是因为他，所以才说不喜欢我？安安，他是谁啊？徐满好奇地询问。我说他是我同学的哥哥，受伤了，所以带我来了这里。今晚我也住在一起，和安安一起睡。他微笑看着徐满，徐满眼神闪过一丝受伤。安安，你和他？我脸色有点难看，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你别误会。我不喜欢年纪大的，哪怕我和徐满之间没什么，我也忍受不了夏锦州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这种话。明明我和他之间根本什么都没有。徐满这才开心地笑了起来。是吗？可我这时并没有注意到夏锦州眼底的冷意。当我准备起身的时候，
夏景舟却突然按住我的脑袋，强吻了下来。我拼命的想要躲开，口中的腥咸却充斥着我的口腔，血腥味让我一度感到恶心，疯狂的想要推开他。可我的力量哪里能抵得过他？我只听到了徐满的手里的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然后迅速过来将他推开，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他冷笑来了一声，看着我半晌之后，又看了一眼徐满。我怕他对徐满做什么，就叫他滚。听到没有？安安叫你滚。徐满冷冷道。他那时的眼神只有阴厉。思安嘴上说喜欢一个，可实际上却又在勾引另一个，你可真是贱啊。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本来以为我和他的故事会就此结束，可后来徐满出事了。徐满在放学的路上出了车祸，我不知道是不是夏景舟干的，我也害怕是他干的，我不敢想。我担心着徐满的情况，可学校的欺凌也越来越厉害，夏星也越来越不掩饰，而且我发现他对我更厌恶了，而我也在这样的欺凌中越来越抑郁。你这个贱人，竟敢真的勾引我大哥！他宛如恶魔，眼神里都充斥着对我的憎恶，仿佛我抢走了他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既然你这么想要男人，那我会好好满足你的。直到那些混混把我拖进了巷子，我才知道他想对我做什么。那一天对我而言宛如地狱，我不停地挣扎，想要挣脱，却一次又一次的溺死。那天之后，我活得宛如行尸走肉，像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去报警，可是他们要证据，我没有证据，只有个残缺的身体。于是做了笔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是啊，夏家可以只手遮天。我走投无路去找夏景舟，我说你妹妹犯罪了，可他却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拿出手机打开了相册。那相册里全是被拍下来的我的裸照。犯罪的人是你吧？聚众淫乱，思安真没看出来啊。他语气讽笑，污蔑我妹妹，你哪来的脸？没想到你会来找我，你不会真以为我看上你了吧？当时我就是故意玩玩你罢了，谁让你故意毁了小新送我的礼物呢？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此时我的眼睛里只有那些恶心的照片，他们像是一把又一把扎进我身体的刀子，一瞬间便让我千疮百孔，全身的血液仿佛都被抽干。我木然地转身离开了，身后的男人身子似乎动了一下，往前走了一步。他冷冷道，过来跪下求我，我就帮你解决这些照片。是啊，这些照片已经传遍学校了，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世界好脏啊，明明脏的不是我啊，我只是被他们弄脏了，可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是我本来就脏呢？我再说一遍，你跪下来求我，所有的事情我都能给你解决。我嘴角勾起一抹讽刺，拖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我走进了浴室，放满了水。当血液渐渐从身体里流出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我离另一个世界好近。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不是我就不会被抛弃？是不是那一个世界就干净一点呢？夏优看着眼前思安的神情，已经能感受到他那时的绝望。可是我活下来了，思安苦笑，只是活下来的我已经变成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样子。夏优估摸死亡的临界意识和他的大脑发生了碰撞，强烈的绝望让他醒来后，精神系统和大脑也紊乱了。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大脑的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化学反应产生的，心理不健康也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功能失调。当然，这些问题也会接连引起身体的问题。他能治的就是他的大脑和身体部分，毕竟他不是心理医生。这几年我都过得浑浑噩噩的，全靠小鹿照顾我，不然说不定我早就饿死了。他擦了擦眼泪，也幸亏遇见了你。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才能受到惩罚，我才能真正的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他哭着望向夏优，夏优也笑了起来。他好奇的问题今天也得到了答案。夏景舟和思安之间应该都是互相喜欢过的，只是一个先一个后。夏景舟事后喜欢上思安的，但他那种人在得知思安不喜欢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正常了。过度的自负和常年的傲慢造成了他这种在感情上根本无法去正常爱一个人。或许他知道思安在学校里被欺负，但他就是在等着思安去求他找他帮忙。或许最后他的话其实已经不在乎思安是否跟别人睡过，他要的只是思安低头。哪怕夏星已经在他面前说过不少思安的坏话，他哪怕相信了那些污蔑思安的谎言也不在乎。可是他分明也是思安不幸的根源之一，甚至最后还推了思安一把，把他逼上了绝路。所以夏景舟在知道思安本所遭受的一切之后，以及后来思安的风状之后，才会变得扭曲。他还记得思安疯疯癫癫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再也不敢喜欢你了，我不喜欢你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好不好。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会那么刺激夏景舟。我今天跟你说出来就是想真正的走出来，你也是我第一个倾诉的人。他抹了抹眼角的泪，谢谢你。这句谢谢夏优收下了。
看到眼前的女孩重新走进光明，他也算积累了功德。虽然他是一门中人，不是玄门的人，功德不能直接拿来当力量用，但好事多做了，他的精神也是能受到感染的。他笑，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会拒绝你的示好吗？思安摇了摇头，因为我当时被所有人报以恶意，我不希望有个对我好的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也遭受到跟我一样的恶意。这是当年夏优内心真正的想法。思安愣了愣，眼泪却不自觉地从眼角滑落，片刻后破涕为笑，仿佛拨开阴云出现的那一抹光亮，耀眼而明亮。原来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怀有恶意的呀，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脏啊。A 国夏氏家族会议，以上就是华国资义市那边关于夏明长一家的情况。作为去华国资义市特地调查走访的成员汇报完毕。听完之后，其他家族成员们也都交头接耳聊了起来。我去，没想到夏明长那一家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当年老爷子他们逐他出家门也是有道理的，不然让这种老鼠屎留在家族，不知道会把我们害成什么样呢？当初是因为什么把他赶出去来着？忘了，好像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事，差点害得家族被牵连，保下他这个人后，家族就直接把他给赶走了。对了，好像他本人的基因也有点问题，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跟自己的养女都能搞到一起，太炸裂了，比这边皇室的八卦都精彩。可惜了，那4个孩子也都跟着进去了。那4个孩子也有问题，估计全都被遗传了他们的父亲，所以才会全都进了监狱。说到底，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养女而起的。他们那个亲女儿呢？作为目前夏氏掌权人的夏明海目光也沉了沉。在夏家出事的时候，其实夏明常来找过本家，但本家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因为他们这边也已经查出了夏家那边有问题，所以他们的那个人不会出手。更何况夏明长一家跟他们本家早就断了关系，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和义务去帮他，在亲情和利益上一样都不占，本家当然会拒绝。他那个亲女儿，老爷子皱了皱眉，看向夏明海，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夏明海回答，目前来看的话，那边出事表面上是跟他们这个亲女儿没有关系的，但事实上从他正式活跃在大众视线中开始，他们家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我怀疑其实那边想出事和他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这次我们的人去资义市那边还有个重大的发现。夏明海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纠结要不要说。什么重大发现？老爷子疑惑询问。其他人也都被纷纷提起了兴趣，但夏明海却并没有当着他们说，而是笑着对各位说，这件事稍后我和爸单独再说一下，跟我们这次的会议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先说一下继承人的事情吧。提起继承人的事，大家直接就把夏明海刚刚说的话抛到了脑后。目前夏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新的继承人培养。作为这种大家族，继承人都是优者居之，而在场的人都是夏家的直系，而继承人其实也是利益的代表，他们当然都希望自己那一支能上位，所以这种家族分支里结婚生子的时间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进行，从而让自己的分支的子嗣能够不因为年纪过小而失去竞争的资格。对了，明妃，你家小子呢？怎么没看到他？老爷子沉声问。在场唯一缺席的就是夏明妃的儿子夏兰书。夏明妃一边补妆一边说，好像跑去华国了吧，听管家说网恋了个女朋友，估计是奔现去了。在场众人，但其实他们也松了口气，这种不着调的完全就没有继承人竞争力吗？老爷子也脸色有些难看，你也不管？嗨，我管他做什么，年轻人嘛，就该无拘无束。夏明妃心大的很，一点都不在意。当妈的这样，其他人就更不好说什么了。毕竟夏明妃自己私生活也挺乱的。在会议结束后，夏明海再单独找到了老爷子，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重大发现？老爷子缓缓坐下，夏人也特地为二人倒茶。虽然一直在国外，但夏家的根却是华国。即便在国外多年，夏老爷子一直都保持着喝茶的习惯，而且还必须原汁原味的华国茶。夏明海也坐了下来，沉吟了片刻之后才说，之前我专门派人去华国那边挖过2个人才，一个叫江城，曾经就读于世界顶尖商学院，并在校期间就已经创造了1000亿的价值，而且最快的时间内就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作室做成了横跨几个大洲板块的产业，是个十分不可多得商业奇才。但因为涉及到了一些非法产业和灰色地带的东西，所以被捕入狱。但这个人一直在被世界所有人关注。而另一个是胜率 99.9% 的最年轻的律师，曾为世界最知名的几个组织和机构服务过，其中包括 A 国皇室，熟悉各大国的律法，被业内称之为行走的法典。不过在几年前，因为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加上他在取证过程中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也被检方送进了监狱。不过据说是他自愿入狱的，不然以他的本事，
据说能把检方送进监狱。这2个人，老爷子也听说过，但不知道跟夏明长的亲女儿有什么关系。夏明海继续说，这2个人目前都服务于一家公司。之前我特地找人调查过，这家公司背后实际上真正的操控人叫林优，女生20岁出头，是华国林氏集团的千金。当时我们都以为这2个人实际上服务的是林氏，但在那边出事以后，我才知道这位林优其实就是夏家的那位被报错的千金，也就是夏明长的亲女儿。什么？竟然夏明长的女儿？老爷子的脸色也变了。显然夏明海说的事情超过了他的本来的接受范围。夏明海继续说，而上合集团被收购之后，背后真正的老板其实也是他。这时候的老爷子已经站起来了，满脸震惊，但他却没有说话，而是在思考。片刻说，他才沉沉开口，如果说是他暗中把夏明长一家人给送进去的。夏明海淡淡道，那也是他们活该，没做一件人事，本来也是他们应得的。关于林优被冤枉2年进监狱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所以对于这件事倒没什么对夏明长一家可同情的，只是让他们感觉到了林优这个人的可怕。而且我怀疑，其实那2个人真正卖命的主子也不是林氏，就是他。夏明海的这一句话更让老爷子脸色变得凝沉。他当然知道，如果说那2个人卖命的人是林优意味着什么。若是夏明海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个小姑娘的手段简直可怕。但他作为一个家族的家长，作为夏氏基业的奠基人，他所看到的是他的育人之力，看到的是他在这么大的漩涡里却能让自己隐形并得偿所愿的手段。这样的城府和手段，竟然只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所有的。夏家年轻一辈里，若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继承者候选人，他简直能高兴的原地跳几圈。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入狱，并且被本家除名赶了出去，可是您别忘了，他也流着我们夏家的血呢。夏明海话里有话，老爷子当然也听得出来。夏氏的传统，只要是夏家的血脉都可以参与继承人的竞争。在夏氏家族里，也只分掌权者和其他家族成员，家主会掌权者1倍，但掌权者也就是未来的家主，而继承人就是掌权者的唯一候选人。事实上，这3者都会是同一人，只不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份会发生变化罢了。比如现在的夏明海就是现一任掌权者，而上一任就是眼前的夏松泉。按照关系来说，夏松泉是夏明海的伯父。夏老爷子眸子也沉了沉，可是他那一支的父辈已经不属于夏家了，如果这么做的话，恐怕会引起家族其他人的不满。夏明海笑，眼睛闪烁着精明，什么满不满的，我们只是按家规办事。夏老爷子沉吟片刻，而后抬起头看着夏明海，你倒是一点不像着你儿子。夏明海淡淡笑道，我想您站在我的位置也会像我这么做的。他顿了一下，他虽然有野心，但能不能拿下这个位置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公平竞争。夏松泉思索片刻，也缓缓点了点头。你去办吧，正好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个孩子。注意跟林氏那边的沟通，林氏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豪门，对于华国来说，林家也算是皇城里的人物。我明白，不过照我看来，那孩子跟林氏似乎只是人际上的关系，除此之外，林氏和他还没有任何一点利益上的牵连，所以那孩子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夏明海是聪明人，自然能一眼看清楚本质。夏松泉轻轻点头，看着眼前平板上的林优的照片和资料，那双浑浊精明的眼里也微微泛起了一丝犀利的光。京城，别忘了呀，地址落霞山庄19号，2000的平的别墅，带个小山丘，按照你的要求购买的。你知不知道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多贵啊？也得亏是在郊区才能买到这种房子，但是郊区也很贵的好吧？江城满口怨念，都是对金钱的热爱。林优提着行李箱才机场出来，准备等车，这么激动干嘛？又不是没给你钱。江城哀嚎，你的钱我也心疼啊。你的钱难道就不是我的钱了？林优沉默2秒，放你 M 的屁，老子的钱什么时候是你的钱了？我没给你工资，而且他还给江城工资又涨了1倍，不仅仅是工资涨了1倍。江城，江城现在也是公司股东，他给了江城20%的股份，而且让他独立运营了一家投资公司，是属于听他送给江城自己玩的。但江城好像不想自己一个人玩，万一亏本了，一个人承担岂不是很惨？行，拉着他来承担风险呢。行了，不说了，我在等车。打了个网约车，他准备挂电话。江城，你不是才买了一架飞机吗？别墅那边有停机坪。林优低调，他刚挂断电话，林思义那边的电话无缝接了进来。宝宝，妈咪给你在市区那边买了一套房，你要是郊区住不习惯，就去市区住啊。知道了，谢谢妈。他笑着说。
自从夏家出事以后，林思义就直接让林优改口了，别喊干妈，直接喊妈咪。林优拗不过他，所以就只能改口了。其实改口倒是没所谓，就是妈咪2个字实在是让他有点难为情。飞机应该落地了吧？都跟你说了，那边有专车，咱们家也有专机，你非要坐客机，多累啊！没事儿，我就当旅游了。过段时间妈咪有个会议也要回京城，我也跟那边的人打好招呼了，有什么你直接找那边的联系人就行。林优笑着说是，又听了他的几句嘱咐才挂断了电话。他呼出了一口气，把帽子也理了理戴好。Z 市其实离京城也不算太远，飞机2个小时就落地了，又不是很久见不到面，他们自己也是经常全国或者国外到处飞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关心自己。刚挂完电话，身边就响起了车子的滴滴声。他侧过头一看，是他打的车的车牌号。再一看，等等，怎么是一辆玛莎拉蒂？他重新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车牌号没错啊，看到车牌号前面的那几个字，还真是玛莎拉蒂。他刚刚打到车就接电话了，所以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打的是什么车。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玩了吗？似乎他迟迟不上车，对方有点不耐烦了，又按了2下喇叭。他这才几步打开了车门，坐上了后驾驶位。车子里有股淡淡的熏香，很高级，他一闻就知道是价值不菲，成分昂贵稀有，当然成品就贵。再慢点上车，我就要被罚款了。驾驶位响起的声音意外的年轻，中气十足，大概在20岁到25岁之间。从他的视角能看到驾驶位上的年轻男人染着一头银色的头发，侧脸轮廓清俊分明。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戴的表他见过，300万。现在这些鬼火富二代都开始跑网约车了。林优挑眉，开个玛莎拉蒂跑网约车，我不得确认一下是不是骗子。年轻男人勾唇，少见多怪。俩人对话完之后，林优没接他的话，车里也就安静了下来。车子里放着爵士乐，林优拿着手机翻看着消息。唉，林优抬头看了那叹气的男人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手机。唉，开车的男人又叹了一口气。林优抬眸，中二病发作了。你说这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他继续说，我觉得我活着真是没劲，从我出生开始，好像除了钱就一无所有了。林优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来跑网约车了，是来炫富的。普通的炫富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你说啊，像我这种不缺钱的人，该怎么才能让别人对我真诚一点呢？林优嘴角抽了一下，忍住自己想抽他一耳光的冲动。他的声音带着3分叹息，3分惆怅。不瞒你说，我刚网恋奔现失败了。林优嘴里下意识，那恭喜哦，那真是悲哀啊。对方跟我第一次见面就想要我带他去买包，物质，太物质了。我都没开车，我都穿了我这一身最便宜的衣服去，哪里像个有钱人了？就这样还想榨干我的钱？唉，枉费我投入了那么多感情。林优，这一身衣服很便宜吗？不是每个配件上面都有 logo 吗？他真是忍不了了，要不是看在他失恋了的份上。你们这种富二代也网恋？他忍着抽他的冲动问。听他终于说话了，他说话音调都调高了。网恋怎么了？你歧视网恋？林优，那倒是没有，挺好的，挺好的。他叹口气，唉，就是见光死了。林优，没事，你还有钱，有钱又有什么用？我这辈子就想体验一下爱。林优，他没搭话吧，但是对方却主动说了起来。我爸是入赘的，你知道吧？林优，我不知道，但我爸跟我妈结婚没多久就出轨了，跟他的白月光初恋搞到了一起，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林优沉默了一下，适当的表示了一下同情节哀。不过我妈也包养了几个男大，最新的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我妈告诉我，人活着就要及时行乐。我爸告诉我，千万别错过眼前人，但也别错过钱。林优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家伙会是这副德行了。我爸那边还搞了个私生子出来，不过还好，他私生子分不到我家1分钱，因为他是入赘，他的私生子跟不了我妈姓。林优倒也不必什么都告诉他。A 国那边的婚姻法跟国内不一样，而且我爸不会离婚的，因为他还要拿着我妈给他的钱养着他的白月光初恋。林优沉默不了了，你妈就不管？我妈说我爸年纪大了，颜值和各种能力都下降了，他已经看不上我爸了，所以我爸去找个能给点安慰的人也没什么。而且那个小三经常来讨好我妈，对我妈比对我爸都还好。林优，他已经接不上话了，也无力吐槽了。他叹息一声，临出来前我被我爸拉黑了。为什么？林优已经是完全下意识的反应询问了。这特么他不八卦都对不起自己听了这么久。他说，前段时间我看我爸有点惨，就开始带我爸炒股，刚好那段时间股市大涨，我俩都投进去了。林优，你带你爸赔了？我赚了2000万，我爸赔了2000万。
他啧了一声，老头玩不起。这时候，机械女声响起，订单已到达目的地。听到这个声音，林幽觉得自己竟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鬼东西？啊，你到了呀！那银发少年转过头看向了林幽，眼里也倏地闪过一丝惊艳。哎，我是不是在电视上见过你？林幽立马打开车门。不，你没有。你叫什么名字？银发少年看着下车的林幽，探出脑袋，一双眼睛锃亮无比。你还是第一个听我说这么久的人呢。林幽扬了扬唇，你跑几单了呀？银发少年笑着说，明亮的眼里闪烁着星星。其实你是第一单，因为其他人看到我就马上把订单取消了。林幽了然，难怪呢，他倾诉的欲望这么强烈。我叫夏兰舒，你叫什么？他继续追问。林幽笑着转身，挥了挥手，林幽。边说已经边向着别墅区走了进去。夏兰舒嘴里再次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林幽。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好听？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连对自己那个网恋了半年的女朋友，不，前女友都没这么强烈的倾诉欲。可是当他一上车，跟自己说了第一句话之后，他的倾诉欲就是开始涌上来了。似乎他对这个女孩子有种莫名的亲近感。林幽走到别墅大门口的时候，才停了一下脚步，皱眉轻声嘀咕：夏兰舒，怎么也是姓夏？他这辈子是捅了姓夏的窝了吗？对今天打网约车打了个豪车，而且还听了一系列的震惊八卦，林幽表示还是很震撼的。虽然他见过有钱人会玩的不少，但能这么会玩的还是第一次见。这个银毛少年在这样的家庭里还没长歪，不得不说还是挺难得的。而且貌似还有点纯情，估计突然开网约车也是因为想找个人说说话罢了。毕竟陌生人总是什么都能聊，但是跟熟悉的人却什么都不想说，不然他应该也不会选择网恋。就是可惜了，遇人不淑。他抬头看着眼前的庄园，高大的铁门横宽该有10米，全庄园都是 AI 智能管家。在来之前，他的脸和信息都被录入了系统，所以他一到门口，大门就自动打开了。欢迎主人回家。好听的机械女声有种跟 AI 不符的娇媚。整个庄园里有3栋别墅，其中1栋已经被改造成了实验室。雪娜后面也会跟着搬过来，所以整个庄园都是以生态园的形式而改造过的。这也是为什么林幽没有把地址选在城区，而是在城郊，并且庄园有专门的反卫星器，即便是卫星也无法拍摄到这个庄园的景貌。在卫星图里，这个地方只有几栋别墅建筑的模型，同时也是无人机禁飞区域，无人机飞入这里的范围就会自动被干扰。这一点他也跟陆老爷子那边打了招呼，陆老爷子能直接跟军方那边交涉，他也就不用再和那2拨人打照面了。而且现在父亲和沈寒那2边的人还没争出个结果来，他也乐得清闲。他刚进庄园没多久，陆老爷子的电话就来了。丫头啊，怎么样，来京城了吗？到哪儿了？光听声音都能听得出来，陆老爷子笑眯眯的。林幽也笑了一下，刚落地才到家。他继续往里面走，入大门2侧是一条林荫道，郁郁葱葱的树影打在他的脸上，隐隐绰绰的，清冷的脸也多了一种朦胧的美感。别说，走着走着他有点难受了。房子太大了，也有点毛病。他改天得在整个庄园里到处都投放一些观光车了，这样不管去哪儿都不用走路了。唉，我都说住阿彻小子家了，他家大，又常年没人，再没人气啊，就要荒废了。这样你还能省钱，不用去买房子。老爷子叹息。林幽听着听着，总感觉老爷子那边总有些其他声音，就跟好几个老头儿搁那儿去似的，但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所以搞得他以为老爷子是在看电视。谢谢陆爷爷，不过还是自己的地方住起来舒服一些。林幽说着已经进了别墅。陆老爷子，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也顺便看看我的战友们。这句话问的多少有那么点小心翼翼了，就跟生怕林幽会拒绝似的。等2天吧，等我安顿好。闻言，陆老爷子立马笑了。好好好，那就等你安顿好，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林幽沉默了2秒，还是我来找您吧，让长辈来接自己也太不尊老了。好好行，最近京城降温了呀，丫头注意保暖啊。他笑了笑，谢谢陆爷爷。京城中庭大院，4、5个差不多年逾花甲的老头围着陆老爷子，都是一脸的稀奇。这就是给你治好病的那姑娘？真的假的？听起来声音很年轻啊。她真能给咱们治好吗？你那便宜大孙子的未来媳妇儿。陆老爷子听到这里，一脸神秘的笑了起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这小丫头可不一般啊。要知道，父亲和沈寒2人为了林幽吵架，可是吵到互相打小报告的程度了。2人不属于同一个领导管辖，抢起人来也没顾忌。现在上边正头疼呢，不过他们头疼他们的，又不关他的事情。别的我都信，
但你那便宜大孙子的媳妇儿，我可不信。一位老爷子摆了摆手，那小子能有女孩子瞧得上他？野蛮又粗暴，男人都不定拿得下他，别说女人了。陆老爷子这话他没法反驳，因为俩人确实八字还没一撇呢。但他已经把林幽当成了自己的孙媳妇儿看待了。挂断电话之后，他才看到刚刚网络不好导致延迟弹出的微信消息。林涵姐姐，过几天我就去京城找你了。林仲在那边需要帮忙就给哥打电话，我最近公司有点忙，走不开了，等我有空就来看你。雪娜，给我留个大点的房间。江城，给你安排的人今天下午就到。林幽挑了江城的消息回复，什么人？江城几分钟后回，看门的人。林幽，他也没要求找人看门啊。江城，庄园大小姐的规格，不然太没排面了。很快他就知道江城说的所谓的排面是什么意思了。他看着眼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4个人，两男两女，年纪不大，各自身上都能看出来一种属于各自领域的某种特质。他也说不出那是什么，但是吧，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大小姐您好，我叫乔，我是您雇佣的管家，以后将会为您和宅子服务。来之前我已经在 AI 和机器人训练营进行过培训了，能够熟练掌握 AI 运用，甚至能够自己编程控制 AI 对宅子的安排。乔长得很方正帅气，穿着一身燕尾服，手里拿着平板，态度谦恭。林幽坐在沙发上翻看着乔的资料，好家伙，全技能管家，连散打都会。江城从哪儿捡来的？这在市面上雇佣也不便宜吧？林家也有这样的官家，负责调度整个大宅的人力资源和安排好一切宅内活动。他又看了一眼另一个男人，年纪稍大点，留着胡子。你呢？这个男人嘿嘿笑了笑，我叫阿强，是给大小姐做饭的。林幽看了眼资料，是个做饭的，但做饭的怎么还有近身搏击的技能啊？徒手撕人又是什么变态技能？他又看向另外2个年轻女人，我叫小米，是大小姐的女仆。小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害羞的自我介绍。林幽皱眉，这就是资料上说的在三角洲手认了7个杀人犯的狂魔。我叫西西，是花匠，也是管家的助手。另一名看起来十分知性的漂亮女人开口说道，如果大小姐需要的话，我也可以随时成为护员。林幽打量了一眼西西，对了下资料，能够利用任何一种植物成为杀人的武器，这么强？他嘴角不禁抽了抽，江城这是给他找了4个杀手吧？还是潜伏在各行各业里的杀手？你们是怎么被弄过来的？他比较好奇这个。管家乔和他们3人相视一眼，然后说，我们4个在国外被追杀，被一名叫查尔斯的掮客找到了，说有份很安全的工作，问我们要不要干。但是请大小姐放心，如果违背对大小姐的忠诚契约，我们会自己处决自己。乔认真的说。林幽嘴角抽搐，倒也不必，咱们国家杀人犯法的，自杀也不行，不管忠心不忠心吧。就这架势来看，看起来也都挺有用的。既然是江城和查尔斯找来的人，他也就先用着，有问题再说。跟他们交代了几句之后，他们4个人就各司其职去了。他也没追问他们4个为什么在国外会被追杀，反正自己不也在被境外势力追杀吗？都是天涯沦落人，也不用揭人家短。没多久，江城就给他打电话过来了。怎么样，满意吧？我可是让查尔斯挑选了好久，才选上这么合格的看门人。我看那些电视剧里一般牛逼的庄园大小姐，都会配备几个隐藏高手护院，别的大小姐有的，你也得有。我考虑的周到吧？听着江城那得意的声音，林幽忽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感动。他一边上楼一边吐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我搞了几个杀手，你也可以当他们是杀手啊，必要的时候你就用。反正找你麻烦的人是境外的，就算动了手也有人帮你处理，要是出境了，那就更无所畏惧了。江城话还没说完，林幽就挂了。难怪江城说什么庄园大小姐的牌面，原来是电视剧看多了。不过既然这4个人都身怀本领，来个给他看房子也是再适合不过的。而且人聘都聘了，总不能赶人家走吧。林幽上楼回房洗了个澡，洗完之后躺在床上好好睡了一觉，没有人打扰，庄园里也很清幽安静。他这一睡就是2天，睡眠中在林幽的身上竟然附上了一层淡淡的流光，这一层流光包裹着他，像是蛋壳一样将他笼在了其中。在他睡了24个小时的时候，管家呼叫了一次，但没有人应答。乔原本有点担心，但看到床体上的心率检测为正常，才放心继续去做自己的事情，以为林幽只是单纯的嗜睡，或是太累了，醒了又睡着了。当林幽醒来后，看到旁边面板上的日期和时间，神色也微微诧异了一下。他竟然睡了2天，而且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好像跟之前又有点不一样了。他看向自己掌心的纹路，目光也疑惑了起来，但他也没多想，估计是最近离开 Z 市之前，他又制了一批药所导致的。他制药也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
如果产量过多，的确会导致精神不济。他撑了个懒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了窗边。他从落地窗看下去，便看到庄园里各司其职的4个人。小米在整理东西，西西在修剪花枝，乔在庄园里巡逻。阿强拖了一车的肉菜进厨房，他挑了下眉，别说，有了人气是不一样。他活动了活动肩颈，房间里也响起了乔的声音：“小姐睡醒了吗？”每个房间里都有传音器，所以他们能够在每个房间都呼到对方进行对话。刚醒。他扭了扭腰，听到手机的提示声，把手机拿了过来。需要准备餐点吗？林优睡了2天，也的确是饿了，随便吃点，别太油腻。说起来，他今天还得去找陆老爷子。乔明白了。他看了眼手机里的消息，发现好几个人都给自己转发了同一条新闻。他随便点了一个打开，看到标题，神色也微微诧异了一下。母亲不堪瘫痪，儿子拖累，选择杀子碎尸，人间惨剧。在这个标题底下，竟然是陈芬和赵耀祖2个人的照片。原来在林优离开 Z 市之前，陈芬怀孕了，而赵耀祖知道这件事之后，气红了眼睛。有了孩子，陈芬当然就更不管赵耀祖了。赵耀祖哪能忍受得了自己被这么对待，于是直接扔了个东西，把自己母亲给砸得差点小产。这陈芬可就忍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肚子里的那个儿子，为了让自己这个健康的儿子生下来，他趁赵耀祖睡觉的时候勒死了他，又怕被人发现，所以就把赵耀祖给碎了。但刚好就在前2天，也就是林优离开 Z 市那天，被人发现了端倪，报了警。警方这才查到了赵耀祖死亡的真相。可陈芬却因为是孕妇，没办法判处死刑。原本出于人道主义，陈芬是极有可能逃脱法律惩罚的，但没想到有个人故意把陈芬给撞得流产了。孩子没了，陈芬也不想活了，直接就从医院楼上跳了下去，当场毙命。赵家母子本来就被社会所关注，他们本身一言一行都带着和这个社会脱节的愚昧和无知，加上他们之前做过许多恶事，所以许多人都想看到他们最后到底会如何。因此这件事一事发，很快就人尽皆知了，几乎全网都是关于他们母子的消息。加上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过炸裂，到现在都还高高的挂在热搜上。他扫了一眼评论，无疑都是唏嘘，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松了一口气。这样的人活着让其他人害怕，真不如死了。是啊，这种犯罪基因的一家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好都死了，不然谁知道下次杀谁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陈芬一生都被父子俩压迫，所以最后拿起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儿子，可他自己走到这一步也属实是自找的，真吓人。幸好我之前从他们家附近搬走了，不然房价都不知道跌成什么样呢。赵耀祖就是超雄儿吧，不然要把一个孩子教育成这样，难度也太大了吧。赵家和夏家要么死了，要么进去了，谁沾上这2家谁倒霉。天哪，光是想想都替林优感到后怕，还好他跑得快离开了赵家。林优随便翻了翻评论，就把手机关上了。陈芬母子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其实早有预料，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种方式，有些极端了。赵耀祖的性格其实从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确实是超雄基因，天生就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和暴力倾向。在这种基因的情况下，又被父母溺爱，灌输了许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从小在家里就是皇帝，为所欲为，所以才会变成赵耀祖现在这副模样。用现在有的人的话来说，甚至赵耀祖现在的人设看起来都像是智障、没脑子的，就跟演出来似的。现实中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呢？但事实就是赵耀祖确实是没脑子，但他的没脑子是家里养出来的。一棵树会长成什么样，除了本身的品种问题，就是养护它的人的浇灌问题。同样，夏星也是一样。其实夏家也不是什么正常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夏星的溺爱和赵坤夫妻没什么区别，所以这对流着同样的血的亲姐弟，最后的结局都是殊途同归。不过一家人嘛，总要整整齐齐的，死的也都一起死了，坐牢的也都一起去坐牢了。他随便收拾了一下，将洗澡时取下来的手环重新戴在了手上，然后下楼去吃饭了。他刚来到餐厅，就闻到了一股馋人的香味。餐桌上摆着几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式，都是他喜欢吃的口味。看来江城应该早就把自己的口味和菜单发给了阿强。他打量了一下周围，不过2天时间，这别墅内的景象好像也变了一个样。他刚来的时候其实看了一圈，跟现在明显不一样。现在别墅里似乎多了一些摆设，还有一些绿植，每一样都十分有品味，陈列的也都很有设计感。不过东西并不多，只是恰到好处的点缀，也很符合他的个人喜好。这些东西是？小米笑着说，都是管家吩咐的。林优了然，果然啊，专业的就是不一样。他回头看向乖乖站在旁边穿着女仆装的小米。小米本来就是娃娃脸，
穿个女仆装，可爱的就跟个手办似的。这衣服下次换个颜色，黑白色的女仆衣服总让她感觉怪怪的。小米看了眼自己的打扮，小姐您喜欢什么颜色的？林优想了想，小女孩不都喜欢粉色吗？粉色吧。好的，小姐。小米甜甜答应。林优用完餐后就出门了。他没自己开车，他的车还没送过来，要晚几天才到。他刚离开庄园，还没走上主干道，余光就瞥到旁边停着一辆看起来有点熟悉的车。玛莎拉蒂。他皱眉，他刚认出这辆车，车窗就已经降了下去，一只手伸了出来，冲着他挥：“是我啊，我们又见面了。”那只手后面是一个咧着嘴龇牙笑的银发少年。林优，这家伙怎么还在这里？你怎么在这儿？夏兰叔笑着说：“我在等你啊。”等我做什么？林优疑问。夏兰说：“我知道你会出门，所以就在这里等你啊。但我等了2天，没想到你现在才出门。你都不知道这2天我是怎么过的，吃东西都得点外卖，就怕碰不到你。”林优表情不解。夏兰叔继续说：“你要用车吧？嘿嘿，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啊。”林优疑惑：“你在这儿等我，就是为了送我出门？”夏兰叔眼神清澈：“是啊。”他又继续说：“反正我也没事做，不知道做什么，不如就给你当司机好了，这样还能有人跟我说说话。”林优懂了，这货就是想找他说话，估计是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能跟自己说话的人，所以才黏着他不放。毕竟听他口中所说出来的，估计这傻孩子是个缺爱的，所以从小到大估计也没什么人听他说话。先前能听他说话的网恋女友也掰了，反正他也没车，顺便带着一点吃瓜听八卦的心情，朝他走过去，打开了车门，坐上了后座。看到他上车，夏兰叔的心情也明显的好了起来，满脸都是笑意，马上就发动起了车子。你要去哪儿啊？他一边开车一边问。林优报了个地名：中庭大院。听到这个名字，夏兰叔愣了愣，这地方好像是住的人都挺了不起的。虽然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但其实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华国，算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华国定居，而且在京城住的时间稍微会久一点，所以也听说过中庭大院。这地方怎么了？林优看他话没说完。夏兰叔摇头：没什么，你去这儿做什么？我听说那里住的人好像都是什么大人物。林优淡淡拢了下眉，这孩子怎么心里藏不住事儿？一般人也不会问这么多吧？当然是有事了。他回答。夏兰叔：哦，不愿意告诉我呗？林优：不然呢？夏兰叔撇了撇嘴：小气鬼。林优懒得回答他，看向了窗外的景色。虽然 Z 市也是1线城市，而且是个十分富饶的城市，但跟京城比起来，的确欠缺了几分繁荣。京城这边海外人士也明显多了许多，而且周遭的治安似乎更严。虽然林优不想搭理夏兰叔，但是他的嘴巴就叭叭叭个没停的。林优，你那么大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吗？他眼皮都懒得抬。你爸妈呢？林优：死了。夏兰叔沉默了片刻。对不起。林优：没事。那你其他亲戚呢？比如说什么兄弟姐妹啥的？夏兰叔实在是对林优太好奇了。林优也死了。夏兰叔没想到竟然还有比自己还惨的人。那你全家死绝了，你一定很难过吧？他感慨。林优沉默住了，他突然不知道该说这个家伙是抽象还是傻逼了。亲的死了，不是亲的都活得好好的。他干脆补充了一句。夏兰叔以为林优是故意这么说的，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难过。你不用难过，要不你跟我当家人吧，这样你以后就有家人了。他大胆提议。林优皱眉一问：怎么，你要当我儿子？夏兰叔：俊脸苦瓜相，就非得是儿子吗？其实没亲戚挺好的，我家里有不少兄弟姐妹的，都是什么堂的表的，但是他们关系都不好，有时候还会暗中使绊子，跟眼宫斗剧似的。他吐槽了一句。林优这才瞥了一眼后视镜里的那个少年，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眉眼里明显有了一丝厌恶。看来这小子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在车子经过一家靶场俱乐部的时候，他忽然开口：停一下。夏兰叔来了个急刹。怎么了？林优抬了下头，看向窗外的射击俱乐部，进去玩玩。来之前 Z 试靶场那边的经理特地给他引荐到了京城这边的射击俱乐部，让他来了的话记得去刷个脸，刷了脸之后他后面再去玩就能直接免费了。本来他没想起这件事，刚好经过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反正时间还早，他去刷个脸也行。夏兰叔诧异：你会射击？他问的时候林优已经开门下车了，他也赶紧把车靠边停好，下车跟上了林优。你跟着我做什么？他疑惑。反正我也没地方去，就跟着你呗。夏兰叔就跟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林优的身后，但一靠近他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药香味。他嗅了嗅鼻子，
这药香怎么还挺好闻的？一般这种俱乐部进大门就有门槛了，需要识别会员身份。林幽的脸是早就被录入进去了。不过除了 Z 市那边的经理走的关系之外，其实似乎还有军方那边打了招呼。个中具体的他不清楚，但反正是免费的他也就来之不拒。但夏兰书是没有会员的，所以看见林幽能进去，自己进不去的时候，当场就办了一个，然后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跟着林幽进去了。你别说啊，这靶场可真大，我虽然经过了好几次，但从没进来过。夏兰书好奇的四下打量，因为夏兰书染着一头银色头发的缘故，所以她一出现也惹了不少回头率。林幽之前听林寒和林仲说过，京城的俱乐部大多都是军门和官家子弟，而且枪法比起其他各地的靶场都要强上不少，高手如林，可以说是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地方。林幽随便逛了一下，的确光是看每个公共靶场里那些人的握枪姿势和命中的环数，都比之前在 Z 市的强不少。之前 Z 市的确只能算是玩咖，不过在靶场里他倒是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以前他在 Z 市靶场里见过的，其中有个还一直想要拜他为师来着。我还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林幽你会吗？夏兰书疑问。林幽看向跟在他们身边的裴氏，你不会的话可以让他们教你。其实他们俩人身后是跟着裴氏专门服务他们的，这些裴氏也都是经过培训的，会基本的射击，如果客人不会的话可以进行教学。只不过裴氏一般都没什么技术，只是会基本的操作学习，而且没有客人的允许是不能够进行持枪射击的，也不能使用实弹。是的先生，如果您不会的话，我们可以对你进行1对1教学的。裴氏热情的微笑。夏兰书眼珠子转了一下，立马凑到林幽身边，你会的话，那你教我不就行了吗？虽然夏兰书出身富贵，但他本身对射击没兴趣，也没碰过枪，国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靶场，因为国外到处都是枪，根本没什么管制。只要你想，国外处处是靶场，你不会你办会员做什么？林幽忍不住说，你钱多。京城的靶场会员比 Z 市还贵，但夏兰书眼睛也不眨就办了。他挠了挠头，其实也不多，他零花钱也花的差不多了。林幽现在十分怀疑，按照夏兰书这种败家程度，加上他这傻逼兮兮的样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出身在大家族里的人，钱有多少都是看实力说话的。像陆思彻和厉成那种钱多，那是因为他们有挣钱的本事。林寒家里虽然有钱，但他零花钱的额度并不多。同样，林仲在没进入公司之前，零花钱也达不到夏兰书这种程度。两人正说话，一个穿着西装的精神抖擞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客气的询问，您好，请问您是林幽林小姐吗？经理脸上都是堆着笑意，我是这个俱乐部的经理，我刚刚看到您来的消息，就马上过来了，有所怠慢，还请林小姐别见怪。乖乖，这可是个狙击大佬啊，之前他们就知道了 Z 是出了个美少女神枪手，今儿可算是见着了。在他来京城之前，就有人给上面打了招呼，这位是贵客，在场内随便玩，没有任何限制，且免费。加上这位还是林氏大小姐，林家在京城也是上层圈子里的贵族之流，他当然得好好对待了。但对于夏兰书来说，多少还是有些震惊的，不禁有些怀疑林幽到底是什么身份了。毕竟京城的这家射击俱乐部可不是什么普通会所，在许多二代们的面前都不见得能这样的热情，全家死绝，而且还有那么大一家庄园的大小姐，在京城这段时间他也没听说过。林幽是过来转一圈就准备走的，毕竟他今天还有事情要办，所以他也只是跟这位经理打了个招呼，我也是刚到，顺便过来刷个脸，马上就走。他话刚说完，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林幽。林幽顺着声音看向喊他的人，谢灵。谢灵穿着一身十分紧身的迷彩服，是经过特地改良过的，十分姣好的显露出谢灵前凸后翘的身材，性感之中又不乏干练和帅气，配上他那一头漂亮的大波浪卷发，在这里十分吸睛。从他出现，周围不少人都看了过来，当然目光都落在了谢灵身上。林幽今天戴着一顶鸭舌帽，隔远了看不清容貌，但一身休闲装和鸭舌帽都充满了青春洋溢的气息。跟谢灵比起来，林幽反而更像一个清纯女大。你来这儿做什么？谢灵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讽刺，你也会射击？林幽淡淡瞥了谢灵一眼，谢小姐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说人话。谢灵本来就是京城的人，常年都是在京城待着，听厉成说，之前谢灵去 Z 市的原因是为了陆思彻，陆思彻离开了 Z 市，谢灵自然也就不在 Z 市待着了。他也不是全职艺人，所以十分自由，除了偶尔接几个戏拍和综艺录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安排，也不需要像其他艺人一样世界到处飞，所以以他的背景在这里见到他也不奇怪。你们认识？夏兰书疑问。林幽不熟。夏兰书，你还骂他了？林幽也不必你来翻译。而这个时候的谢灵已经被林幽的话气得发狠，你什么意思？你骂我？
林优觉得这个谢灵可能也是个脑子有问题的，这么明显的答案还问他，而且刚刚夏兰叔还特地翻译了一下。是啊，你没听出来吗？没听出来，我给你翻译一下。夏兰叔冲着谢灵说。林优，谢灵的脸色顿时变得更难看了。他准备开口，可夏兰叔却直接转向了林优，问他：你跟他有仇啊？林优嗯了一声，背后阴过我几次。他虽然没跟谢灵正面交锋，但不代表他不知道夏家出事之前，网上那些事情是谁弄出来的。不管是带节奏黑他，还是爆料他坐过牢，都有谢灵的手笔。但网友们对他的回馈也快，所以现在谢灵也算是声名狼藉了。从前里的所谓人淡如菊的贵门大小姐，人设不保，大家都把她当成了喜欢乱带节奏的搅屎棍。如果不是谢灵靠着自己的背景和手段保了下名声，按照娱乐圈的明星翻车案例，他早就已经在网上查无此人了。夏兰叔诧异，这么脏？旋即看向谢灵，那眼神赤裸裸的写着你好脏啊。谢灵见这两个人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说自己坏话，终于忍不住了，你说谁脏呢？什么叫阴了你？明明是你自己人有问题，我不过是把你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而已。你们算什么东西，竟敢挡着我的面骂我？谢灵本来就恨林优，如果不是因为林优，他也不会名声现在这么难听。还因为在网络上乱带节奏的事情被家里的痛骂了一顿，说他给家族抹黑，对他的限制也更多了。他这么多年都是顺风顺水，被所有人都捧在天上，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现在他本想来找林优出口气，却一来就被他和这个银发男人骂了一顿。夏兰叔往前一步，有了一种男人的担当感，他不能让林优被欺负，所以他正准备开口，我算你爹，我算什么东西？你要是认他，也能算你个干爹。林优淡淡道。夏兰叔，他震惊脸看向林优，就这么骂？不是这么直接吗？这么不委婉吗？怎么就这么喜欢给人当爹呢？谢灵十分愤怒，但面对林优这种嘴巴淬了毒的人，他根本没办法回击。他往前冲去，扬起手就要打林优，可手刚抬起来就被夏兰叔也抓住了。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夏兰叔劝说，他也不是说真要当你爹，你懂吗？这是一种虚空爹，不存在的爹。林优补充，他说的对，就跟我说你 M 没了一样，难道你 M 真没了吗？夏兰叔后悔了，他就不该说这句话的，后悔的都快哭出来了。这个林优就真的毫无顾忌了是吗？这女人一看就不简单啊。谢灵怒道，双眼通红，这个贱人，彻哥哥知道你是这种人吗？你们这对狗男女，我看你就是个到处勾引男人的扫货。他要是知道你是什么人，根本不会喜欢你的。林优懒得跟谢灵扯，骂了句弱智就转身准备走了。他只是讨厌谢灵，毕竟没哪个人会对第一次见面就针对自己的人有好感吧。更不用说他还在网上故意搞了自己几次，只是无关痛痒罢了，所以还没到他想对付他的地步，所以只是骂骂他，过过嘴瘾。旁边的经理简直看得目瞪口呆，一句话都不敢插。夏兰叔也不敢插嘴啊，现在以前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现在他怕自己说一句话能引出林优更猛的话。林优骂人是真没素质啊，但是好爽啊。是谁欺负了我们小公主啊？看把我们小公主给气的。一阵带着隐隐质问的男人声音从后面响起。看到来人，谢灵也立马委屈了起来，声音委屈又愤怒，陈二哥，就是他，他就是那个林优。自从谢灵一回京城，就在京圈这堆小姐少爷们里把 Z 市和网上关于林优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个遍，所以京圈这边的少爷小姐们都认为林优是个水性杨花，还仅会用些下作手段找水军的绿茶婊。即便很多事情网上都有，但毕竟他们都不是当事人，虽然吃瓜，但他们也不知真假，所以大多都选择了相信熟悉的人口中的所谓真相。也是因此，林优在京圈的风评极差。站住！陈烨面色阴郁，冷冷道，我说让你站住。林优根本没搭理他，但在陈烨再次喊的时候，他倒是停下了脚步，看向发愣的夏兰叔，愣着干嘛？你准备留下来跟他们吃饭？夏兰叔这才回过神，连忙跟了上去。完全没被放在眼里的陈烨脸色也越发难看。给我按下他！他发出指令。经理赶紧开口，别，有话好好说啊，陈少。他原本想先劝一下，可保镖已经冲着林优去了，这一下就算是经理想叫保安过来，时间都来不及了。两个牛高马大的保镖直接冲向了林优。夏兰叔正要上去帮忙，只见那保镖刚快碰到林优的肩膀的时候，林优的手却更快，反手便擒住了他的手腕。咔！一阵脆骨断裂的声音伴随着那个保镖的惨叫，让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而他们目不暇接的时候，另一个保镖也忽然惨叫了起来，整个人都痛苦地跪在了地上。他捂着自己身上的某个位置，似乎疼痛之极，而这种疼痛让他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被扼断了手腕的那保镖见到同伴的样子，满脸骇然。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出手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咬牙再次想要对林幽发起攻击，他另一拳头挥出时，林幽一个侧身便躲开了他的攻击。啊！他惨叫一声，也跟另一个保镖一样骤然痛苦地跪在了地上。林幽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痛苦惨叫的二人，忘了告诉你们，对我出手是要付出代价的。夏兰叔整个人都惊呆了，林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对他们做了什么？陈烨既震惊又愤怒，谢林也被吓到了。他们，林幽淡淡道：你猜？他不过是攻击了他们的穴位，让他们失去行动力和痛上半个小时而已。陈烨盯着林幽半晌，似乎是在打量他。林氏大小姐林幽是吧？即便有林家护着你，可有些事情也不是林家能管得了的。他的话里赤裸裸的有着威胁。这里是京城，不是你嚣张的地盘。他沉声冷冷道：在这里找事，你会知道后果的。此时陈烨的几个兄弟也都走了过来，但他们看起来也更好奇林幽刚刚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过来的时候都在冲着林幽审夺打量。京城又怎么了？不好意思，林幽也是我们朋友，他可不是一个人。随着一道嘹亮的男人声音响起，几个男生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并直接站在了林幽的身边。这几个人就是林幽觉得眼熟的人，曾经在 Z 试靶场的见过的那几个富二代们。他们后来关系不错，林幽还指导过他们打靶。林幽有点意外他们会站出来，唇角也噙起了笑意。没想到这帮小子还挺讲义气。就是林幽的人品我们知道，连他这么好的人都能被你们找茬，别太过分了吧。其中一个男生冷冷道：想欺负他，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一样。几个男生直接站在了林幽面前，将他护在了身后，呈双方对峙的模样。谢林不可思议，满脸嘲讽：你们帮他？怎么他也勾引你们了？林幽，你可真有本事啊！夏兰叔也立马站到了林幽旁边去，暗中观察。陈烨眯着眸子护着这么个绿茶，你们 Z 市的圈子可真有意思。怎么，你们要为了这么个女人跟我们宣战？他话停下半秒，冷笑：你们配吗？这话让那几个男生脸色也都冷了下来。谢林也笑着说：不错，你们也配。似乎终于扳回一局，他心情也很不错，看林幽他们的眼神都是鄙夷。林幽原本一直在外面的步子又往靶场里面走了回来。原来京城的狗咬人这么难听啊！他的话一下就将陈烨他们所有人都激怒了。可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不打女人。京城少爷打女人，传出去那脸不都丢光了？所以对林幽的这种嚣张反而无可奈何。而林幽这句话也让他这边的这帮 Z 市圈的少爷们爽到了。陈烨狠狠咬牙：林幽，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林幽问身边的王姓少爷：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王姓少爷挠了挠头：还行吧，反正你教了我之后比之前稍微进步了那么一点点。林幽点头看向陈烨：老规矩，既然这里是靶场，那就比射击，输的喊赢的爹，怎么样？他自己就算了，既然把小王他们都骂进去了，那他就要找回场子了。毕竟他总不能让小王他们后面被这些人欺压。有的人只有脸被狠狠打了才会知道疼。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不比射击，我们比拳头。林幽看着对面这些人，不过这样的话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很嚣张，很鄙视，完全没把对方这群金二代放在眼里。他完全可以直接动手，但怕小王他们没有参与感。夏兰叔和 Z 市的几个富二代们都忍不住抽了下嘴角。林幽还是这么喜欢给人当爹啊。陈烨和身边的几个二代们都笑了。就凭你们呢？认识得到自己几斤几两吗？他们对于 Z 市出了个美少女神枪手这件事也都略有耳闻，但没见过，谁也不会相信是真的。那更大可能是那边靶场做的噱头表演而已。而他们这些有的官二代或者军门子弟都是被从小训练过或者丢进过部队的，对他们来说当然看不上这些野路子了。技术水平比起他们怎么可能比得上？至于动手也一样，他们这里几个军门二代们即便没参军，那也是训练过格斗的，大多都身手不错。林幽的话每句都踩在他们的长处上，所以他们听到都有些发笑。有人嘲讽起哄：小妹妹这么狂啊，是不是没被毒打过啊？你知道咱哥几个平时练的是啥吗？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这么不知天高地厚？谢林也出言讽刺：你以为这里是 Z 市？你可真没见过世面，说话也不怕闪了自己的大舌头。他可乐的看好戏，就等着林幽被狠狠收拾一顿。林幽身边的那几个少年却都往前走了一步，和林幽站在了一起。每个人的神色都十分坚定，但已经摆明了要和林幽并肩作战。哪能让女孩子动手？要来也是我们。没错，你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来。如果说刚刚他们出来护着林幽只是因为当初在靶场的交情，但刚刚林幽的话却已经点燃了他们心里的那团火。一个女孩子什么都不怕，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看到他们这些人全都这么护着林幽，谢灵的脸色也十分难看。真不知道林幽是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汤了。他这种人还有这么多人护着。夏兰书此时的神色也有些被感染，他根本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一步，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可看到林幽的身影，他却莫名的格外坚定的要保护他。当他也准备走上前的时候，林幽却忽然看了一下时间，比射击估计来不及了，我还有事。然后他抬眸看向眼前的以陈烨为首的那帮二代们，那就动手吧。陈烨他们的脸上一瞬间都是诧异和可笑的嘲讽，可此时林幽已经冲着他们过去了。喂！有个男人刚出声，位字还没完全落地，可就这么会儿的功夫，林幽那几步的速度陡然加快，跟叠加了残影特效一般。他单掌变拳，狠狠砸向了其中一个人的胸口，那人瞬间便往后倒飞，砸落在地。同时他转身借力旋踢，将身后要动手的男人一脚踹飞，其爆发力简直惊人。在他的速度和力量之下，其他人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哪怕他们都是学过格斗，但在绝对的身手面前却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即便有2个人逮住了机会，可转瞬就被林幽摔在了地上。一阵阵咔咔的骨头碎裂或是断裂的声音，听得夏兰书他们后背生寒，光是听都觉得痛，一张张脸都变成了痛苦的表情，好像自己的幻肢也在痛似的。当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陈烨包括那帮京城二代们已经歪歪扭扭的倒在了地上，他们疼痛的地方都不能动，明显断了骨头。残暴，太残暴了。Z 市的几个少爷和夏兰书显然都愣住了，林幽还是人吗？而这个时候林幽已经走向了谢灵，谢灵害怕的不断往后退。你想干嘛？林幽没有丝毫犹豫，大步直接进到谢灵面前，然后一脚踹向了他胸口。随着砰一阵闷响，谢灵也跟其他人一样直接往后倒飞了几米，摔砸在地上。他痛苦的在地上叫喊着，爬都爬不起来。对于谢灵，林幽还是收了点力道的，毕竟这女人一看就不经打，但养10天半个月是跑不了的。这一幕引起了远处的2个人的注意，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2个人都是穿着的是军靴，虽然年轻，可却都有一种和年纪不符的老辣感。他的身手你们看到了吗？怎么这么快？其中一个秀气点的男人有些震惊，身边的男人五官更为凌厉，沉声道，而且看不出是哪家的路子，招式都是很平常的，但身法太快了，而且却能精确命中，也能发挥出恰到好处的力道和爆发力，即便是咱们跟他动手也不一定能赢。秀气的男人眸子微沉，其实他的力量并不算大，但是他能运用好自身能发挥出的力量。而且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对那2个保镖动手的时候，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单风叹了口气，果然是高手在民间。他俩今天休息，但平时训练习惯了，所以就来了靶场。没想到还能看到这样的高手，一个女生能打到这么多个老爷们儿，简直难以置信。而且这帮家伙他们可清楚，大多都是经过训练的，竟然在这个女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此时林幽站在原地，目光跟看垃圾一样看着地上的那些人，挺菜的。这句话配上暗中眼神，顿时让地上的那些京城少爷们破防了。他们狠狠地盯着林幽，但却根本动不了。有本事单挑！有个少爷怒声喊道。一时间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他，那眼神分明写着人怎么能有种成这样。那少爷忽然就闭嘴了，好像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林幽睨了他们一眼，要报仇找我一个人。留下这句话，他就转身走人了。时间差不多了，他还要去中庭大院。只有经理率先反应过来，赶紧打电话给救护车。人他没拦，他怕自己也被一拳打飞。C 市这边的少爷们也都下意识为林幽让开了路，他们也没想过林幽的战斗力这么强啊，既有种震惊，又有种按耐不住的爽。一个个看向林幽的眼里都是灼灼发热的崇拜，恨不得当场跪下喊大佬。夏兰书见林幽离开，也马上屁颠屁颠的跟着跑了，打了人就跑。但现在也没人说啥，因为就没人打得过他啊，谁敢去拦？而林幽还是俱乐部的贵宾，经理知道林幽上边是有人的，还是军方，也不知道这帮少爷们是怎么跟他结仇了，所以经理这时候也没什么举动，还是决定他们自己的恩怨自己解决比较妥当，所以他只喊了几个救护车过来。林幽，你是怎么做到的？也太厉害了，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吧？夏兰书简直跟小迷弟一样跟在林幽身后。林幽一边说一边走，死不了，但能让他们痛好几天，再躺个10天半个月的。夏兰书赶忙跟上，我去，你是怎么能办到的？林幽，我学医的。夏兰书，学医的人打架都这么厉害吗？只要人不死，就能往死里打。所以林幽是十分清楚他们会怎么样。
你不怕他们找你麻烦吗？这帮人都不简单。夏兰叔的背景在国外，要是他想帮林幽，还真帮不上。这些家伙可都是京城富二代啊，一个个的都有十分厉害的背景，家里不是从政就是从军的。林幽满不在乎，无所屌味，反正我也有背景。夏兰叔沉默了，即便这个时候他很想大声呐喊，什么背景？你说啊，你说啊！走到玛莎拉蒂面前，是你送我去中庭大院，还是我再打个车？夏兰叔里面上去给林幽打开车门，生怕林幽改变主意。那当然是我送了。于是林幽从靶场出来后，再次坐上了夏兰叔的车，前往目的地。而也是从今天开始，林幽彻底被金圈的少爷们拉入黑名单，也成为了这几个人再也不招惹的人物。至少在每180个保镖的时候，不能当面招惹。夏兰叔很快将林幽送到了中庭大院，虽名为中庭大院，可在外面却是携枪的军人站岗。夏兰叔的车也不能进去，所以林幽只能在大门口下车。可以看出，这个大院里面是多个中式庭院所组成的院落群。夏兰叔不禁询问：你能进去吗？这里面住的基本都是军政大佬们的家属，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也是整个京城治安最严的地区之一了。夏兰叔自然是进不去的，他还不知道林幽的身份，所以也不知道林幽能不能进去。林幽直接下车走了过去，去问问不就得了。夏兰叔，对了，车费我就不给你了。林幽说完就直接走到了大门口。你好，我找陆勤陆老先生。他走过去报了名字，执勤的人直接就放行了。您好，陆老先生有吩咐，如果是您到了的话，直接带您过去就行。这边请。不仅放行，而且还有人专门来迎接。看到这一幕的夏兰叔更好奇林幽的身份了。他靠着身后的玛莎拉蒂车身，一边摸了摸下巴。林幽到底是谁啊？他嘀咕了几句，然后开始掏出手机上网搜。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看能不能搜到林幽的身份，毕竟也没哪个人随便在网上一搜名字就能搜出来是谁的。但这一搜还真让他搜出来了。于是原本只是想随便搜一下，结果夏兰叔硬生生被搜出来的八卦硬控在原地吃瓜，吃了几乎1个小时。我去，这要牛还能这样？也太惨了吧！啊，还有这种反转？而林幽此时已经来到了陆老爷子家里，他一到，管家就十分热情的把他迎了进去。陆老爷子也直接站了起来，笑得合不拢嘴：丫头啊，你来了。林幽也笑着走过来打招呼：陆爷爷。他刚打这个招呼，眼前沙发又接连站起了4个老爷子。突然起来的4个老爷子把林幽给吓了一跳，以至于他打招呼的话都没说完。陆老爷子笑眯眯的介绍：这是你陈爷爷，这是你赵爷爷，这是你徐爷爷，这是你唐爷爷。林幽礼貌性的微笑了一下，然后冲着他们点了点头。这4位爷爷也都满脸好奇的打量着他，然后互相交换一下眼神。4老都穿着一身中山装，不过比起陆老爷子，他们4个显然脸色呈现出了一种不健康的黑黄，但依然保持着一股精气神，只是这精气神看起来也快耗尽了。这4位啊，都是爷爷的战友。陆老爷子笑着说：4位爷爷好。林幽乖巧打招呼。4老或许从陆老爷子这里听了不少关于他的事，在打量完林幽之后，也表现出了对林幽的好奇，而见到林幽的乖巧，也更多了一种对眼前小丫头的喜欢。你好你好，林幽丫头啊，来快坐。陈爷爷热情地说。赵老爷跟着问：听说你治好了陆老的病，那你还能治好别人的吗？是啊，这病可不简单，你能再给咱们看看吗？徐老试探性地问。听陆老说啊，你可会一手别人都不会的医术，丫头啊，这是真的假的？唐老也好奇询问。4老跟陆老爷子一样，都是那种罕见病的受害者，并且这些年一直在受这种病的折磨，其中陈老更是重症患者，比起他们几个还要严重一些。医生在几个月前已经下达了通知，陈老恐怕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即便痛苦已经成为了习惯，可现在林幽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都像是启明星一样，充满了希望。尤其还有陆老这个已经治愈了的案例。陆老爷子一脸不高兴：你们别吓着他了，孩子还小呢。4老者才克制了不少，但都排排坐似的瞪大着铜铃似的眼睛，像小朋友齐齐整整的盯着林幽。林幽丫头啊，4老和我一样，我们5个啊，当初都在那个地方经历了一场战役，所以他们和我一样都感染了那种病毒。你看看能不能像我们之前说好的那样。看林幽不说话，他以为林幽是因为一下子人太多了，可以一个一个来，没关系的，慢慢来。但能不能先治疗陈老？陈老比我们都严重，前几天医生说他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了。陆老爷子说着眼眶都发红了。另外3老爷都纷纷附和：是啊，能不能先给陈老看看？我们没关系，能把陈老先治好，我们做什么都行。我无所谓，不治都行，只要能给陈老减轻些痛苦，
哪怕死也不能那么难受的死去啊！几个铁骨铮铮的老爷们儿，此时却全然没了那铁血的模样，一个个的都眼泪汪汪的。林幽抿了下嘴，也不是不能一起治。他说完这句话后，所有人都看向了他。但是吧，我刚打了架，需要休息一会儿。他刚了动手，身上的各种神经和肌肉都是活络的，他需要他们安静下来，然后再进行治疗。打架？跟谁打架？陆老爷子疑惑。林幽挠了挠头，不知道，有7、8个吧。陆老爷子冷冷道：什么人，竟然连你都招惹？说在哪儿遇到的，我打电话去问问。林幽，京城射击俱乐部靶场。陆老爷子安排好林幽休息之后，然后立马就给俱乐部那边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后回到客厅，四老爷也都好奇询问，且义愤填膺，怎么还有人找女孩子打架？太过分了吧！靶场是吧？谁家的孩子？就是，得好好批评批评。我也是好久没批评过谁了。过分了，女孩子都欺负。陆老爷子沉默了片刻，他们说对方的人里面有2个是陈老和赵老的孙子，另外2个军门的孩子，还有几个政圈那边的。陈老和赵老？什么？陆老？是林幽一个人单挑了他们所有人。四老？什么？陆老一脸同情地看着陈老和赵老，全被林幽打趴下了。对于林幽的单挑事件，四老花了好一会儿的时间去消化，然后给家那个不成器的孙子打了个电话去痛骂了一顿，顺便再打了个招呼，相当于给林幽摆平了这件事。开什么玩笑，这可是陆老爷子的救命恩人，哪个家伙敢去动林幽的话，那简直就是作死。不仅仅是自己作死，还连带着自己的家族作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幽已经跟国之重臣没什么区别了，更何况他即将不仅仅成为陆老爷子一个人的救命恩人。不过即便是他们不打招呼，林幽的背后也有军方护着，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林幽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会为他善后。所以林幽说的自己有背景，说的也是实话。虽然现在关于那2边的人还没得出个什么结果，不过对林幽的保护却一直都是在进行的。他从 Z 市过来，也有人在暗中保护他，毕竟境外势力还盯着他呢。不过自从他进入京城之后，暗中盯着他的人就少了，大概是因为京城是皇城，这边本来就有足够强大的治安系统。当林幽休息好了之后，就看到5个老头儿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并且好奇地从上到下的再次打量他。林幽忍不住道：你们看着我干啥？这也没看出哪是个练武奇才啊。是啊，这小胳膊小腿的。5个老头儿绕着林幽好奇地看，别说，就连跟林幽熟悉的陆老爷子都很好奇，因为那几个小子都是练过的。林幽一个女孩子，竟然能把他们打成这样。林幽，她当然不是练武奇才了，她只是什么都卷一点而已。当然最主要的是，身体经过她的改造，对各方面的感知力都达到了一种普通人所达不到的高度和强度。当对方出拳的时候，在她的感知里是被放慢了好几倍的，所以她能做出最快的反应。至于她打别人，那就是属于医生下刀，能刀成什么样都在她一念之间。不过她本身也对身体进行过训练，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足够强的体魄，也无法达到她想要的爆发力量和速度。只是这个身体所达到的上限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尤其是这段时间，她越发感觉身体里似乎有一股充沛的力量，这股力量让她能发挥出的实力上限也在增高，甚至现在她都摸不准自己的天花板在什么地方了。嗨嗨，你们还治不治病了？林幽眉眼一横，要治病就都做好。他这话还真管用，除了陆老爷子之外的4个老头儿立马乖巧做好，动作之迅速，做的就跟等老师训话似的。做好之后，4个人看起来还有点紧张。陈老，要不还是一个一个治，4个一起可以吗？陆老爷子也试探性的询问。是啊，丫头，你之前给我治病就花费了不少时间，这一次治4个是不是太勉强了？林幽把自己带来的医药箱打开，双手也开始消毒。之前给您治病花费时间久，是因为我需要时间研究，而且我还未治疗过这种疾病，加上那段时间我身体不是太好，他之前那段时间的身体的确没法支撑他进行太过深入的治疗，但现在可以了。对于这种死气重的病，消耗他的精神力也会更重。不过经过原石的能量输入，加上自己对身体的改造，现在他已经可以完全无压力进行治疗了。而且他也在一边治疗一边研究这种罕见病，所以进度当然慢。现在除了身体不会再消耗之外，他还研制出了特效药。陆老爷子听林幽这么说，也放心下来。他熟练挥手让人去准备热水，以便备用。林幽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排银针，整齐排列，而后看向4老。此时4老都已经将上衣脱下，虽然4个人都是军人体魄，可此时他们的身体也依然能够看出被病毒蚕食的痕迹，仿佛被腐蚀了一般，露出森森白骨。
陆老爷子不忍看得别过头。林幽手腕一动，一排银针直接被打进了陈老的体内。陈老是最为严重的，而其他3人，他则直接选择了药敷，将每一贴药敷在了他们身体上的几个穴位之处。这是他所研究出的最便捷也是最快的方法。他之前便从陆老爷子口中得知了这种名为 SA 的罕见病的病情分类，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手段让人在病毒源头做过调查。这种病分为重症和轻症。重症患者就陈老一样，命不久矣，身体腐败的极快，如行尸走肉一样，不但要承受比死还要难受的痛苦，死时还会病魔发作疯狂和撕咬和攻击周围的人。陆老爷子其实当时就已经是重症临界，他不可能对这个病的所有患者都进行针灸治疗，这种针灸之术只有他一人会，哪怕是教别人，没有天赋极高的人，一时半会儿也根本学不会，哪怕是学会了，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支撑他们行针。如果不是一门的行针之术本身就有门槛，他们也不会自成一派了。所以他对轻症研制出了专门的药物进行治疗，内服外敷，再加上长时间的药浴，就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而重症就只能通过他的行针之术，先将病情缓住，再进行治疗。重症特效药他也在研制中，还差一味药引，雪娜那边正在培育。陆老爷子左瞧瞧右看看，怎么都感觉林幽给他们治疗比起之前给自己治疗简单了许多。见林幽行针之后，就坐了下来玩手机游戏。就不管了。林幽打开手机游戏，接下来等3个小时就行。陆老爷子，怎么他就没赶上这么个好时候？看着那边已经陷入深眠的4楼，还有拿出手机打游戏的林幽，陆老爷子选择了默默坐下来，也拿出了手机开始静音刷短视频。看着这一幕的管家，真是莫名的和谐呢，但却怎么都感觉有点怪怪的。林幽一边打游戏，偶尔抬起眼睛看他们一眼，见没什么异样，就继续打游戏。3个小时后，陆老爷子的瞌睡猛地一下被闹钟被吓醒了，立马正襟危坐地看向眼前的4老。当看到他们身体里有着一股黑气顺着内敷药的地方和银针刺进去的地方缓缓往外排出的时候，眼睛都瞪大了。说是震撼也不为过，他之前每次治疗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所以并不知道被治疗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今日看到他们才这般震惊。随着那些黑烟的冒出，4老的身体上所呈现出的颜色都比之前看起来明显正常多了，像是身体里被洗去了一层杂质和污秽，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而他们身上那些腐烂的地方也肉眼可见的在生出新的血肉。3个小时之前，陈老的身体都已经被侵蚀的不像样了，可现在却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身体是在好转。时间一到，他们4个人都在渐渐转醒，睁开的眼睛里都有一丝迷茫，但身体状态所带来的久违的舒适让他们脸色都欣喜了起来。林幽开始取针，他的手甚至只是按了一下陈老上身的某个穴位，他身体里埋进去的银针一瞬如破土而出一般从他身体里抽离出来。林幽手一动，那些银针便全都进了消毒盆里。取下银针的陈老整个人顿时便轻松了起来。紧接着林幽继续将另外3老身上的药贴取下。陈老惊喜无比，我好久没感觉到身体这么轻松了。赵老，我也是，就跟好好睡了一觉，睡醒又回到了20年前的感觉似的。唐老，好神奇，难以想象，刚刚我还觉得身体快承受不住了，现在我觉得我能起来打一套军体拳。徐老摸了摸自己身体，忍不住爆了句粗，他奶奶的，好久没这种感觉了。4个人都沉浸在接受新身体的惊喜中，甚至忍不住的站起来到处走了走。有俩老头儿还当场开始打拳了。林幽，算了，他也不拦着，大把年纪了，也难得燃一把。接下来你们只需要内服一段时间我调制的药，还有泡2个月的药浴就可以了。林幽一边收拾一边说，我今天带过来的药不太够，明天我喊个跑腿给你们送过来。陈老的剂量会重一点，我会单独写下注意事项，你们到时候只需要按照医嘱做就行。陆老爷子也十分激动，明天我派人去拿，不用你专门喊个跑腿。林幽点头，也行。陈老到现在还有些难以置信，就这样就能好了？林幽眨了下眼睛，是啊。几个老头这个时候看林幽的眼神就跟看什么宝贝似的，没想到这个病真的能治好，我以前想都不敢想。陈老哽咽地说，林幽丫头，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是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我们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这样的医术我还是第一次见，难怪陆老对你赞不绝口。林幽丫头，真是太感谢了你了。林幽只当他们4个是陆老爷子的战友，他的病人，他还不知道这4老的含金量。要知道这4位都曾是降级的人物，哪怕现在都退下来了，都被尊称为10老，而他们5个正是10老中的5老，哪怕不在其位，他们的影响力依然是足够大的。林幽实在是受不了老头们煽情，没什么，
这是我答应了陆爷爷的。陆老爷子连忙问：那丫头，其他人呢？是的，感染这个病毒的人不只是他们，还有一些老兵。林幽思考了一下，等2天到时候我把药送过来，具体怎么用我会说明。重症的特效药也快好了，到时候也不需要我亲自过来，用药就够了。陈老立刻询问：这种药能规模生产吗？陆老皱眉：这是林幽丫头的专利吧？虽然这种东西如果真能通过国家普及下去，进行规模生产是造福国家和世界的事情，但这毕竟是林幽自己的专利，所以他们不好让他将这个技术贡献出来。林幽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也回答得干脆：暂时不行，因为除了我其他人没法能制出这种药，不是配方的问题，而是所有药材都是我亲自培育，目前我还没有研究出能让其他人来平替的办法。当然，如果能用平替的办法将这个技术复制出去，我可以考虑将它卖出去。他倒是不吝啬这种事，造福社会的事情做了也是积攒功德，这对他们一门中人来说也是好事。只不过大部分的独属于一门的绝学是其他人怎么都复制不了的，因为大部分绝学是看医者本身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药在黑市上能卖出天价，却无一家公司能够复刻出来。只有少数一部分成药的技术，通过一些平替复刻的方法能够达到基本的药效，但即便如此，依然比不上由他亲手制出来的，只是于治病是足够了。所以他曾经卖专利也卖了不少钱，哪怕对他来说只是残次品。陆老爷子点点头，明白了，也是。如果真那么容易，全世界又怎么会只有林幽丫头一个人能治？陈老爷很抱歉，是老头子我冒昧了。是啊，国际罕见病研究中心一直在研究 SA，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研究出任何有效的治疗办法。说到这里，他们对眼前的这个女孩更加刮目相看。林幽也轻点了点头，既然今天的治疗结束，我就先走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陆老爷子立刻叫住林幽：丫头。林幽停下转身走的脚步：还有什么事吗，陆爷爷？陆老爷子犹豫了一下：你就没什么别的想问的？比如阿彻？林幽微微一笑：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承诺。陆老爷子皱了皱眉：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想了解的时候我会去了解的。林幽淡笑着说完这句话，便提着自己的医药箱转身走了。陆老爷子还想说什么，但话还是咽在了喉咙。走出宅子大门时，他才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银色手镯，片刻后他才移开了目光，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走出了中庭大院。京城某基地，偌大的基地被一层透明玻璃罩所覆盖，而这一层玻璃罩正是隔绝任意空中飞行物和干扰信号的存在。基地外围更是极高的植物所包围，让人根本无法靠近。在外围时不时便有一辆携带武器的巡逻车经过，无数的摄像头更是覆盖了基地的每个角落。而就在基地的教场里，一个个穿着军装制服的男人站满了教场，只不过这些人明显的似乎分了好几个派系，都各自站在一边，彼此之间更有着一股浓烈的战斗意识，互相攀比着傲气和实力，每个眼神都带着股浓浓的挑衅感，好似随时都有可能疯狂扑打在一起。尤其是几个看起来像是头儿的家伙，没有一个脸上没纱布的。这里是第6军区龙陵部队训练基地，最特殊的军区里所孕育出的最特殊的部队。这一支部队的人是最好勇斗狠，也是身份背景最强大的士兵。这几个为首的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背后都是出身军门世家，背后有着庞大的家族支撑，同时他们本身也都具备极强的军事素质，都是在十分年轻的时候都上过战场，立过赫赫战功的人。他们不受军队制度所管制，有自己部队的独一无二的制度。他们是一把利刃，而上面正是为了更好的用好这一把利刃，让他们发挥出最强的实力，所以特地给了这一支军队独一无二的自由。但这也就造就了这帮家伙狂妄且目中无人的性格，整个军部没有一个人能拿下这支部队，直到他被调入第6军区接管龙陵，成为了这帮人唯一心服口服并甘愿臣服的人。那几年里，龙陵对 S 级的任务执行完成率是100%，更是成为了一支让境外势力畏惧不已的恐怖存在。可3年前，他暂时离开了第6军区，离开了龙陵。这3年里，无人敢派龙陵在执行任务，生怕途中出现意外，他们也怕自己无法掌控龙陵。龙陵像是被圈养起来的野狼，他们盘踞在这里，没有了那个人，加上圈养再次的不满、无聊和本性使然，他们就开始了分派斗狠。几乎每天教场都是一场乱斗，基地里的医护人员实在是有些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强度智商，换了一批又一批。对于一些简单的外伤，甚至都熬得一些科学院研究出了专门外伤治理机器人。他们不畏惧惩罚，惩罚完了又是干。明明是把好刀，却根本无法用。
这让上面的人头疼不已。而终于就在前段时间，能够统治他们的男人终于回来了，这不禁让整个军方都松了口气。教场最瞩目之地，一身军装的男人一步一步走到了高台之上，黑金配色的军装充满了冷峻和军人杀伐感。他往那里一站，颀长的身躯挺拔如松，周遭的一切都仿佛被他凝固，透出一股毋庸置疑的霸气。他尚未开口，只是站在那里。高台之下，教场内的所有人全都对他航向注目礼。那些歪歪扭扭站着的人在顷刻间站直，傲慢之人脸上也都涌现出了激动之色。他好似他们所仰望的神，每个人的眼里全都是狂热。好久不见。他嗓音低沉硬朗，明明没有用力嘶吼，可那声音却能够传到教场的每一个角落。他唇角微微上扬，我的战友们，军部高层，他已经回来了，各位现在不需要担心了吧？说话的男人是笑着的，一边说一边将手里的烟头碾吸在旁边的特制烟灰缸里。他的肩上闪烁着金色的松枝和三星，而底下会议桌上的所有人肩上的勋章都在2道杠以上，说明在场的与会人员军衔都不低。因为是内部会议，大家都是军人，一帮铁血汉子，所以大家开会也并没有格外正式，跟正方那些坐得规规整整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有的坐在椅子翘着二郎腿，有的坐得歪七扭八，整个会议室内都充斥着烟雾缭绕的味道。会议桌上的烟灰缸里更是堆满了烟灰。帝国对于军方这边的会议室是专门设置了吸收烟雾的系统，所以就算整个会议室里的军人都在抽烟，会议室内也不会感觉到闷。而也就是这帮坐得歪七扭八的男人，却是整个帝国军方系统里的中枢。其中父亲和沈寒也在这里，不过2个人都坐在下位，而且这俩人明显互看不顺，坐的位置都隔得老远。这种军方高层会议本来也没他们参加的份，但因为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而这2个人又跟这个重要人物有接触，所以才被拉了过来。这小子回来了，我们当然不担心了。不过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喜欢参加会议，说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别喊他，现在正去基地里收拾那帮臭小子呢。另外一位同级的长官接了话，虽然有对某人的不满，但显然某人的回归更让他高兴。如果他来会议的话，主位右手第一个就是他的位置，也是最年轻最让人仰望的位置。另一位长官拿着保温杯抿了一口茶，也该被收拾了。这3年那小子不在，京城都快被这帮家伙搞翻了天，光是他们军区暴动都好几次，全他妈是内斗。关键那帮家伙他们真管不了，在外面猎食的野狼根本不服他们的管教，他们只会听头狼的话，也只臣服于他们的王。这些人大部分还都是一些军门世家子弟，从小就被扔进部队，而且还是通过层层选拔和考核的。可以这么说，除了性格哪儿都优秀，但是就不听话这点就足够让人头疼的了。果然恶人还得靠恶人磨。自从那个男人接管第6军区和龙陵，那帮家伙就被狠狠给摁死了。行了，既然他回来了，那么第6军区依然由他接管，之前的代管都把权放回去，别再去沾边。坐在主位的长官用力地敲了敲桌子，底下的人交流，谁想碰啊，早就交出去了。就是第6军区可是个烫手山芋，要不是这3年实在是没人接管，也没人想去沾边。第6军区的确是个烫手山芋，而本身军方是没有第6军区的，是军部为了境外作战和执行特殊任务而成立的战区。第6军区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所谓的第6军区的辖地，境外任何人能踏足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接这个军区的缘故。有位长官颇为幸灾乐祸，现在估计那帮完犊子玩意儿正在被收拾。那感情好，最好帮我多揍几顿，我这3年可没少被这帮孙子气。这小子能回来是好事，我还差点以为他不回来了呢。那长官嘀咕了一声，要是再不回来，怕是龙陵就要被打散了。行了，下一个流程。主位的长官敲了敲桌子，目光看向父亲和沈寒，说说那个女孩子的事。最高级别长官一敲桌，所有人也都噤声，目光也移向了坐在末尾的父亲和沈寒身上。虽然双方都是属于军方，但系统不同，而沈寒那边主要是基于人才吸纳和保护，至于父亲，那就是纯军部的人了，是直接上战场的。沈寒直接通过投影先把林幽的资料投了出来，于是整个军部的高层都能看到林幽的资料。这个女孩的资料大家看一下，在8个月前，黑市上出现了一批极高级别的创伤药，并接着不断出现一些其他品类的药，这些药功效极强，而且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研制出来的。这些药后来每出一批，都在黑市上被拍卖出天价。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位名为药师的制药人就在 Z 市，最后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个女孩身上。沈寒继续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她也被境外势力所盯上，虽然她本身并没有承认，但我们却见识到了她的本事。这一点我想在场应该不少长官们都听说了。石老之一陆老这些年一直都被 SA 病毒所折磨，但他治好了。
他手里掌握着全世界里最先进的制药技术，也有着顶尖的医术。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暗中派人保护他，也想吸纳他进到我们人才局里。但是吧，他眼神瞥了一眼父亲，有人一直跟我抢人，想把这孩子吸纳进部队上前线呢。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都看向了父亲。父亲猛地一下站起来，你知道他枪法有多准吗？王牌狙击手的含金量你懂不懂？不懂你说个屁。沈寒指着父亲，他是个医生，你 TM 知道他对于帝国的含金量吗？对于会议上出现这种互喷的场面，大家都见怪不怪，尤其是军方内部会议更是常态。形势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医生怎么了？医生就不能上战场了？父亲冷冷道，那不挺好，又是军医又是王牌狙击手，都能少带一个军医上战场了。沈寒懒得跟你这个傻逼说。他看向各位长官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是否将他加入军方保护序列，作为国之重宝进行保护。一旦列入军方保护序列，那么以他的身份就不应该进行任何危险的活动，没错吧，各位长官？会议桌上的各位长官们纷纷互相看了一眼，小声交谈了几句。这确实是这个道理。主位上的长官点头，他很聪明地打了个太极，以林幽的身份和能力被纳入军方保护序列，应该毋庸置疑。我想大家应该都没什么意见，不过这个孩子的去处我们就管不了了。纳入军方保护序列，也就意味着林幽将正式以编号的形式进入军方保护的人群之中，不管是他的资料还是他的生命安全，都会被军方列在首位。而能够进入保护序列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宝级，并且对国家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沈寒和父亲都知道老长官的意思，这是让他们自己斗呢，他们并不决策林幽该去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也的确管不着。林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摸不准林幽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是自从陆老的病被治好之后，我们军方就一直在关注他。他能治好 SA 病毒，对于我们军部来说，实在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我们军方的大恩人。所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老长官看向所有人，最后落在沈寒的身上，一字一句地说，他不能出事。简洁利落的几个字，既是要求也是命令。所有人瞬间正襟危坐。明白。沈寒重重点头，父亲也点了点头，然后皱着眉看了沈寒一眼。让林幽进部队也不一定会出事吧？他是不是还可以争一争？刚回到家门口的林幽突然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怎么感觉有人在惦记他，而且还是没什么好的那种。对于有人惦记自己这种事，林幽好像也习以为常了。他这性格得罪的人也不少，估计经常有人背地里骂他。对此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不过这不重要，他一边往里走一边打了个电话给 Z 市的江城。我让你注册的医药公司弄好了吗？江城已经弄好了。怎么？你要卖药啊？林幽，顺便卖专利，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江城了然，明白了，交给我吧。你只管出技术，其他不用管。林幽勾唇，好。果然有个是能搞定一切的会做生意的人，就是省心。其实他之前就在考虑这件事了。医门的经营模式其实也是如此，医门会制出一些能够平替的、足以批量生产的药物，只是这些药物的药性远没有医门自己制出药那么强，就跟普品和精品一个意思。而即便是普品，对当前的医药行业和医学行业来说，都是他们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医门就会卖一部分专利，自己名下也会开医药公司。虽然专利卖出去了，但是如果想要药效最好的，当然还是医门名下自己的医药公司了。不过最好的精品中的精品，比如林幽挂在黑市里卖的那些药，都是公司不出售的。那些药是只能通过药师本人制作才会有那种药效，专利很值钱，所以医门通过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专利，就足以养活整个医门。而这一笔钱，他们又拿出去投资了医院等各行各业，这也是为什么他上辈子从没缺钱过的原因。虽然医门是个古老的门派，但也是与时俱进的。小姐回来了。他一进门，家里的管家就十分恭敬地打了个招呼。小姐，山上的大棚都已经盖好了，你要验收吗？管家拿出平板，直接调出了监控。监控覆盖了整个庄园，而尤其是用来当药植基地的地方，每一块地都在监控画面里，甚至能通过放大画面清晰地看到土壤里的小石头。他看了一眼，有些诧异，这么快就弄好了？他以为搞这些东西怎么都要好几天，乔竟然一天就搞定了。乔微笑，以最快的效率让雇主满意，是我们应该做的。他眯着眼睛笑着说。林幽很满意，很好，辛苦你了。过2天雪娜过来看到应该会高兴，也不用他自己去刨土了。乔也很开心。小姐还有其他吩咐吗？林幽摇了摇头，没什么，庄园里安排好就行，也别老在这些地方杵着，想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虽然都是他雇佣的人，
但他也不想看到他们一个个跟机器人似的。乔嘴角微咧了咧，好，这个笑跟乔之前的笑好像有些不一样。跟乔交代了几句，林幽就准备明天他们要来取的药了。看着林幽离开，乔的眼里也多了一丝别的什么，跟以前他服侍过的雇主完全不一样啊。谢家，你跟那个叫林幽的有什么矛盾？谢府冷冷道，为什么要找他麻烦？谢灵皱着眉，我哪有找他麻烦，明明是他招惹我，你都不知道他骂我有多难听。谢府深吸了一口气，我不管你跟他有什么矛盾，以后不许再招惹他。谢灵不解，凭什么？她不过就是一个林家的养女吗？爸，怕她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她打了我啊？她一个林家的养女而已，竟然敢打我！他本来想回来诉苦的，可没想到一提起林幽，他爸的态度跟他所想的完全不同。他的话还没说完，谢府已经一耳光扇到了他脸上。谢灵满脸不可置信，爸！谢父盯着他，不管他是谁的养女，从跟现在开始都别给我招惹他。你爷爷那边也打了招呼，只要他没对你做太过分的事情，都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爷爷不是那么宠我吗？谢灵一脸迷惑，是他先打我啊，你们为什么不帮我还帮他？谢府深吸了一口气，这你就别管了，总是他不是你能惹的，我打你是让你长个记性。咱们谢家是什么门楣你应该很清楚，别给我们家族抹上不该有的污脏。之前的事情我都给你压下去了，这个林幽不准再招惹，如果以后确实是他先惹你，我会去跟那边打报告，我这是为了你好。谢灵紧紧咬牙，眼泪在眼里翻滚。当然最好你能跟他化敌为友。谢父叮嘱。谢灵垂着眸，心中恨意滋生。化敌为友？凭什么？他要跟那种人化敌为友？那种水性杨花还品行恶劣的女人，出身更是低贱，凭什么要他去讨好？他算个什么东西？他面上没说话，谢夫人却是心疼的不得了。好好说话不就行了？你打他做什么？谢父也叹了口气，我也是不想让他做出对家族不利的事情。你女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清楚，今天在家里挨打的人不只是谢灵，还有在靶场跟林幽发生冲突的其他人。在靶场里挨了林幽一顿打，回去又回家挨了一顿打。几个少爷莫名其妙都不知道自己回家为什么挨打了，直到提起林幽的名字，他们才知道原因。家长们都特意嘱咐不要去招惹林幽，但这些少爷们怎么可能是个听话的？在京城里这么多年，除了那俩人，什么时候有过他们怕的人？凭什么要他们不去招惹？于是少爷们的微信群这天晚上也响个不停。陈少，林幽什么来路？害得老子回家也挨了一顿打。徐少，我也是，他妈的老爷子按住我就是一顿揍，凭啥啊？林少，还让我别去招惹他，我都挨打了，谁招惹谁啊？不是，这林幽就没人能管管吗？上官，他难道是去找我们家里人告状了？徐少，这个小绿茶太可恶了，我非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林少，长得挺漂亮的，怎么办事这么恶心呢？还告状，见不见？陈少，老子除了那两个还没在京城怕过谁，不让老子招惹，老子偏要招惹。徐少，加一，我最讨厌小绿茶了，求问怎么教训，我不打女人的。林少，你他妈也打不过啊，咱们家一起都打不过。一时间微信群沉默了。是啊，打也打不过，骂好像也骂不过，他们怎么收拾这个小绿茶呢？这让尊贵的金圈少爷们陷入了沉思。陈少，都给老子想想办法，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当天晚上，林幽又打了好几个喷嚏，他莫名的看向窗外，第几个喷嚏了，自己明明也没感冒啊。第二天，陆老爷子果然派了人来取药，林幽把配置好的药都给了他们，而他的银行卡里也如约多了一笔钱款。这是来京城的时候，陆思彻早就已经答应过他的，不过这笔钱他要的并不多，比起之前说好的少了一半。毕竟除了陆老爷子之外，其他人的病症也不太用得着他自己花费精力去诊治，只有重症患者需要他特殊关照一下。林幽将这些事处理好之后，就准备去京城逛一逛。他来了2天还没出去走走，既然他会有一段时间或者长时间住在这里，他也得熟悉熟悉这个地方才行。在出门前，他接到了历城的电话。已经在京城了吗？林幽嗯了一声。你回国了？历城那边的声音听得出几分笑意。回了。那你给我介绍的病人，等我到京城，我带你去见他。好，等我。林幽虽然不解为什么历城非要多说这么一句，但还是回答好。林幽，他又轻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林幽疑惑，还有事吗？历城停顿了片刻，而后说没事。好的。林幽直接挂了电话。他这次来京城之前，历城找过他，还给他介绍了一位病人。他正好对这个病人的病症比较感兴趣，所以他接下了。
而且他总觉得那个病人的病让他有些熟悉，所以来京城他还得出诊。历程挂断电话，看向身后，而他的身后是一片的血腥之色。此时他脸上的神情和刚刚打电话时所表现出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他淡漠的眼睛里似乎对一切都已经麻木，可有的东西却只能沉在地底之下，永远见不得光。就像他这双麻木淡漠的眼睛一样，只能被那一副眼镜遮掩，永远不能见光明。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架，收拾干净，留下这句话之后，他才迈步走出了这里。京城。林幽皱眉，怎么又是你？夏兰书又出现了。他就想出去逛个街，怎么都能遇到这个家伙，这是死皮赖脸的缠上他了。夏兰书立刻讨好的把手里的另一杯奶茶递到林幽手里，嘿嘿，反正我也没地方去，而且上次跟你一起得罪了这帮金圈子弟，我怕被打，还是跟着你安全。夏兰书现在已经知道了林幽的过去，也知道了 Z 时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对林幽还格外的好。在他眼里，林幽就跟他一样，从小就是缺爱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林幽不知道夏兰书的想法，只觉得这家伙好像粘上他了。网约车也不去跑了，就搁这儿跟着他身边瞎转悠。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少年也没多大的排斥感，反而还有种亲近。那天在靶场也挺有男子气概，不畏强权的站在了他这一边。虽然对他来说，或许强权不强权的根本不重要，一看他的家族企业就是在国外的，否则他父母也不会都在国外了。你不是要跑网约车吗？现在不跑了。他接过奶茶，喝了一口。夏兰书立马跟在了他身边，不跑了。本来之前跑网约车也是无聊。林幽疑惑，现在不无聊了。夏兰书嘿嘿笑了两声，也不说话。反正他觉得跟在林幽身边更好玩一些。夏兰书也不管自己的车，就抱着奶茶陪在林幽身边逛街。俩人俊男美女，不管走在哪里都很容易引起大家的瞩目。尤其林幽现在整个人身上有股让人移不开眼的气质，不是那种惊艳感，而是那种像是会发光一样。夏兰书一头银发，加上一张算得上帅气漂亮的脸蛋，一样惹人注意，还以为是什么明星偶像呢，导致许多人都忍不住远远的拿起手机开拍。于是林幽赶紧拉着夏兰书去了一家店面，买了顶帽子戴上。戴上帽子后，俩人的关注度才被降低。但林幽刚刚被拍的照片已经有人传到网上了，而这照片一被曝光，立马网友们就炸了。这不是林幽吗？这个男人是谁？哪个明星？这么帅啊！马上秘书给我拿到这个男人的全部信息，我不允许我优姐身边还有我不知道的男人。这男生是偶像吗？以前怎么没见过？难怪林幽最近取消了所有活动，也不怎么露面了，是去谈恋爱了吗？不，我不允许除了陆总和小丽总之外的人成为优宝的男人。凉了，我磕的 CP 凉了，呜呜呜！林幽和夏兰书对此事网络上的反响一无所知，二人戴上帽子后也低调了不少。夏兰书是个很好的陪玩，带着林幽吃逛逛，还不忘给林幽买些小玩意儿。虽然我在京城住的不久，但这里好玩的地方我都知道。夏兰书挺骄傲，你以后想去哪儿玩都可以跟我说。林幽也扬了扬嘴角，好啊。刚好这时候夏兰书接了个电话，电话是从国外打过来的。他皱眉，妈。然后林幽见他听了一会儿手机，就把电话给挂断了。不过林幽却发现夏兰书情绪好像不是太好，都不用林幽问，他自己就一咕噜把话跟豆子一样全倒出来了。我妈跟我说，我二舅要回国了，让我注意点。夏兰书淡淡道，别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被我二舅抓住，回去告状。林幽，你二舅？夏兰书，就是我们家现在做主的人。奇了怪了，不知道他回国来干嘛？一般有什么事都是这边地区负责人解决的，他亲自回国，他一琢磨，不会也在华国养了什么情人吧？林幽，难道这家人有养情人的传统？你妈没问你在做什么？林幽忽然问了句。夏兰书一愣，然后说没有。林幽看向身边的蛋糕店，忽然笑了一下，吃蛋糕吗？夏兰书呆了片刻，然后看向了蛋糕店，眼里也划过一丝不明的情绪。而此时林幽已经朝着蛋糕店里走了进去，夏兰书见状也跟了进去。林幽点了个生日蛋糕，现成的，选的还是男孩喜欢的奥特曼的款。看到林幽端着一个奥特曼蛋糕过来的时候，夏兰书心里既有激动，又有一种紧张。虽然不大，但是够2个人吃。林幽一边说一边坐下。今年多大了？夏兰书看着林幽往蛋糕上插蜡烛，下意识的回答21。那就插3根吧。21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3。林幽往蛋糕上插了3根蜡烛。夏兰书，还能这么算吗？插好蜡烛后，林幽看向他，微笑，该你许愿了，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夏兰书浑身一怔，
仿佛浑身像是过了电一样，酥酥麻麻的，让他眼里也涌出了一丝温热。你怎么知道的？夏兰舒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惊喜和感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情绪让他说话都有点不太利索。我好像没说过我的生日吧？他盯着眼前的蛋糕轻声说。林幽淡淡笑了一下，之前在俱乐部你办会员的时候不是出示了身份证吗？我瞄了一眼，当时他就看到了夏兰舒的出生日期，因为离现在的时间挺近的，所以有点印象。今天初遇到夏兰舒也是意外，刚刚听到他跟他妈妈打电话时，从最初的欣喜到最后的失落，他就大概猜到了什么。既然刚好路过一家蛋糕店，就给他过个生日好了，就当是这小子免费给自己当了一次司机，今天还陪他逛街的报答。夏兰舒有点意外，然后笑了起来，看着眼前的蛋糕怔怔发神。你是这些年来第一个记得我生日还给我过生日的人。林幽略微有些诧异，差点脱口而出，这么惨吗？我爸妈自从外面都各自有人以后，已经很久不记得我的生日了，每次都是在生日过了之后才想起来，然后给我打一笔钱过来。夏兰舒轻笑着说，就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生日的时候都是自己喊一群朋友过的，要是没有就不过，反正跟朋友过的肯定比跟家人过起来舒服。虽然夏兰舒每次说家里的事情的时候都乐观的不像话，没心没肺的就跟毫不在意似的，但林幽还是察觉到了他的一丝落寞，只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落寞并不重要，就跟开心和不开心一样，只是一种情绪而已。他已经在这种家庭里成长的有了自己的一种活法和处事态度。不得不说，林幽现在觉得夏兰舒这小东西还挺别致的。不过你能记住我的生日，还请我吃生日蛋糕，是我所有生日里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他笑得很开心，是发自内心的笑，也毫不掩饰的擦了擦眼角不小心流出的眼泪。林幽挑眉，行了，快吃吧。夏兰舒用纸巾再擦了一下，然后才认真的吃起了蛋糕。林幽也挑了一块，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倒是他前面的这家伙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嘴巴里面塞，就跟有人抢似的。夏兰舒正要吃下一口，可眼前的蛋糕却忽然被人端走了。他看向眼前的人，怒了，不是你有病啊？林幽也眨了下眼睛看向眼前的人，顾廷峰。顾廷峰端着蛋糕看了看林幽，又看了看夏兰舒。不是吧，林幽，你品味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顾廷峰皱着眉，你跟这个人约会，确定不会被陆思彻发现吗？看在咱俩认识这么久的份上，我告诉你，陆思彻要是知道了，后果很严重的。林幽吃蛋糕的动作愣住，什么？顾廷峰在这里叭叭叭说什么？他怎么就约会了？夏兰舒脸色难看，品味怎么了？你的意思是说本少爷很差吗？顾廷峰打量了一下夏兰舒，十分毒舌且精准地得出结论，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吧。夏兰舒想打人，但怕蛋糕没了，你先把蛋糕还给我。顾廷峰本来不想还给夏兰舒的，但看到林幽那似笑非笑的模样，他立马将蛋糕还给了夏兰舒，然后举起双手还了。林幽这才收回目光，你怎么也在这儿？夏兰舒赶紧把蛋糕护了过来，一脸狐疑，你们认识？顾廷峰皱着眉看了一眼夏兰舒，而后看向林幽，我家就在京城啊，现在 Z 市那边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就回来喽。而且你也在京城，那肯定彻少和厉成会过来的。顾廷峰说着就一脸看好戏的味道，还故意看了一眼夏兰舒，那眼神就好像在说，他俩要是在你小子就死定了。林幽淡淡道，那你挺闲啊。顾廷峰看了一眼对面，我是在对面看到你们的，对面有一家俱乐部，我正在里面玩呢。林幽抬眼看了一眼，对面的确有一家挺豪华的俱乐部。顾廷峰是个爱玩的人，也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旁门左道的消息。在 Z 市的时候，黑市就是顾廷峰带自己去的。不过顾廷峰再次好心提醒，不是我没提醒你啊，林幽。彻少虽然经常神出鬼没的，但是他现在应该还没离开京城吧？你这么光明正大的，当心这小子出事啊。陆思彻那人的性子，他再了解不过了。他不担心林幽有什么事，而是这个小子竟敢敲陆思彻的墙角，怕不是活腻歪了。林幽声音皱了皱眉，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而夏兰舒也已经被激怒的开火了，冷笑，本少爷还没怕过谁？怎么不服单挑啊？林幽虽然他觉得顾廷峰的确说话难听了待你，但也不得不告诉夏兰舒一个事实，你打不过他，谢谢吧。顾廷峰是有身手的富二代，只是身手一般，但夏兰舒明显是没经过训练的，所以他不会是顾廷峰的对手。夏兰舒看向林幽的嘴角抿着一丝委屈。顾廷峰看了看夏兰舒，又看了一眼林幽，别说，你俩长得还有点像啊，不会又是什么私生子的戏码吧？林幽给了顾廷峰一个眼神，顾廷峰立刻坐了下来，挤在了夏兰舒身边。夏兰舒，滚！但顾廷峰一动不动，还吃了一口蛋糕。夏兰舒虽然很想动手，但碍于是林幽的朋友，而且刚刚他也说了自己打不过，就懒得理了。林幽闻言看了一眼夏兰舒，
难怪他觉得跟夏兰书觉得亲切，原来是因为他跟自己长得有点相似。他叫顾廷峰，林幽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他叫夏兰书。俩人听到对方名字的时候，都互相看了一眼。夏兰书疑惑，顾廷峰，这名字好耳熟。不是吧，他也姓夏？顾廷峰实在忍不住说，你跟夏家还真是纠缠不清。夏兰书也知道林幽跟夏家的事情，不禁皱了下眉，同一个姓怎么了？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林幽诧异的看了一眼夏兰书，你也知道？夏兰书拿起手机，乖乖的说，搜了一下。因为关系到林幽从前的身世，所以夏兰书也十分乖巧，怕说到让他不开心的话。林幽了然，他差点忘了，他还是个明星来着。夏家和赵家的事情不小，估计余热还未散呢。尤其前几天赵家母子的事情，足以让先前的一系列事情再一次挂上热搜了。顾廷峰虽然以为夏兰书是林幽现在的小白脸，但有林幽在，他也不敢说太过分的话。而且他还等着看戏呢。他就不信陆思彻知道林幽跟别的小白脸约会了，会沉得住不露头。不过顾廷峰其实还挺好奇，历程跑哪儿去了？现在这种陆思彻不在的时候，历程不得应该加紧挖墙脚吗？这多好的机会啊，结果被这小白脸给占了。夏兰书解释，我当时就是随便一搜，没想到还真的搜到你了。他也因此得知了许多关于林幽过去的事情。也很巧合，他以前也姓夏。你才刚来京城吧？顾廷峰转了个话题问林幽。是啊，才来没几天。这不是出来熟悉熟悉？林幽扬起下巴看向眼前的夏兰书，他正带我四处转转。顾廷峰这下来劲了，你来京城找我啊？我土著，整个京城就没我不知道的地儿。他指向对面的俱乐部，要不要去玩玩？我开的。林幽也看向了对面的俱乐部，那俱乐部几乎占据了一个园区的大小，乍一看像一个占地面积极广的大酒店。在京城内能拿下这么大的地开娱乐场所，不得不说顾廷峰有点东西。夏兰书诧异了一下，更加警惕地看向了顾廷峰。京城这些有钱的富二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吧？也行。林幽点了点头，反正也是闲逛。他也挺好奇，能开在京城的这么大的俱乐部里面是什么东西。在林幽说了这两个字之后，夏兰书更快地把蛋糕吃完了，然后直接跟了过去。顾廷峰一脸不满，你跟来做什么？他对这种什么银毛啊、黄毛鬼火少年都没什么好感。他们这些金圈子弟很少染这种乱七八糟的头发的，因为看起来比较露，所以他也不喜欢这种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傻逼。我想跟就跟，关你什么事？夏兰书扬起下巴，还往前一步，故意走到了林幽身边。别嘴，姐姐，他凶我。林幽皱眉，你凶他干嘛？顾廷峰，这逼还是个绿茶赛道的，陆思彻能不能搞得定啊？夏兰书见林幽帮自己得意的冲着顾廷峰挑了挑眉。进入俱乐部后，林幽也被小小的震撼了一下。俱乐部内部十分豪华，中间的大厅更是近10米的挑高。1楼是接待区，随处可见有钱人来来去去。忽然有人走了过来，跟顾廷峰说了几句什么。顾廷峰微微拢了下眉头，然后对林幽他们说，你们先四处逛逛，我突然有点事要去处理，等会儿就来找你们。林幽微笑，行。夏兰书当然是求之不得。顾廷峰，你带着林小姐他们四处转转，有什么需求第一时间满足，我等会儿再过来。那位经理恭敬道，是。交代完之后，顾廷峰才迈着长腿走了。林幽挑眉，旋即和夏兰书在经理的带领下，在俱乐部里到处逛了起来。林幽知道顾廷峰家有钱，不顾顾廷峰这平时看着不着调的模样，竟然能经营下这么大一家俱乐部，说明他有些本事。这家伙挺能耐啊，没想到这家俱乐部是他开的，每次我回京城都会来玩玩的。夏兰书一边走一边说，这里面真是什么都有，马术、赛车、桌球，还有高尔夫滑雪场。我跟你说，来这儿消费的常客不仅仅是京中的这些贵族子弟，还有很多国外的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爷。林幽淡淡勾唇，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怎么人家能开这么大个俱乐部？你啥也不是。夏兰书委屈，我怎么就啥也不是了？经理将他们引进了一个偌大的场内，这里是我们的赛车俱乐部，也是许多年轻点的客人们最喜欢玩的地方。经理笑着介绍，不过今天这边已经被包场了，不过2位贵客要玩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安排特殊的贵宾场地。走进这个场内，一个大型的赛车场就出现在了林幽他们的面前。夏兰书对这里倒是轻车熟路，他正准备给林幽说说这个赛车场的时候，却意外看到了一群熟悉的人，而对方也都目光冰冷地看着他们。是你们？拿着头盔正准备上车的陈烨咬牙出声。林幽勾唇，笑得跟魔王似的，这要巧啊。林幽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又活蹦乱跳了，果然年轻的身体就是经得铸造，早知道他应该下手在重点的。不过今天这里的熟面孔只有3个，其他的估计还没下来床吧。夏兰书目光也眯了起来，又是你们，
这不是在靶场遇到的那群富二代吗？不，用富二代也不太准确，应该说是军政二代了。经理见他们认识，也识趣的没说话，而是往后退到了一边。毕竟这种场合，自己的身份就不便掺和。神仙打架殃及池鱼，他还是明白的。只不过这二位可是老板的贵客，一旦出什么事，他必然是会出面维护老板的贵客的。还真是阴魂不散，哪里都有你们。陈烨皱眉，林有点头，我也是这么觉得。不过倒也正常，因为这个地方就不是普通人会来消费的，在这里就算碰到哪国的皇室子弟都不奇怪。这种高端大型俱乐部国内并不多，京城也是独一家。这帮富二代当然也会聚集在这里。其他那几个人也都围了过来，站在了陈烨的身边。其中一个少年冷笑，死丫头，没想到你还敢告状，打了人还告状，你可真要脸。死绿茶，你真以为在京城你能无法无天了？你做的那些破烂事，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人品败坏成这样还好意思去告状？他们本来就因为被家里人教训了还一肚子气呢，打架就算了，竟然还告状，这简直是无耻不要脸。他们几个打不过夏优，就想要用语言来攻击他，正好他们都憋着一股气呢，又爱营销，又喜欢买水军，还喜欢倒打一耙是吧？陈烨扯了扯嘴角，不过能把金义室那帮小子骗得都帮你说话，你也是有点本事。因为谢灵的缘故，所以林幽在他们眼里一直都是个不入流，喜欢搞些下作手段的女生。尤其是在谢灵的描述里，林幽还勾引了陆思彻和厉成。这两位是什么人，他们很清楚，连他俩都敢勾引，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虽然网上的事情他们也有听说，可有了谢灵的话，他们也不会相信那是真的。林幽蹙眉，这帮家伙好像很讨厌他啊。不过很快他就想明白了，谢灵在你们耳边逼逼了我什么坏话？他问的直接，反而让他们几个人都愣了一下。他们的反应也让林幽确认了这件事。他淡淡道，你们是沙比吗？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这话又激怒了这帮少爷们。没长脑子，你们妈生你们剪脐带的时候不会把你们脑子也剪掉了吧？林幽一脸认真的怀疑。夏兰叔没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哈哈！不行了，林幽骂人怎么这么好笑啊？哈哈哈哈哈哈！陈烨咬牙，林幽放 NM 的屁，你脑子才被剪了呢。此时骂人的陈烨还不知道未来他会因为这些话被某人揍得有多惨。林幽淡定，没有啊，你看我这么机智的样子像吗？反而你们弱智的样子比较像，不信你们去照照镜子。夏兰叔，操，怎么有人骂人这么难听还这么淡定啊？陈烨那帮少爷们也被气坏了，尤其是林幽这种淡定的样子更让他们窝火。其中一个少爷想冲上去动手，但想到什么又马上退了回去。好了，这下更窝火了。林幽不想跟这帮沙比计较，看向了场内的赛车，有点跃跃欲试。好久没开赛车了。陈烨忽然冷笑，林幽，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林幽准备喊经理过来给他安排一辆赛车，没兴趣。陈烨才不死心，你害怕了？其他几个被林幽揍过的少爷们也都跟着纷纷附和。就是你怕了？不会吧，不会吧，这么害怕叫声爸爸就放过你？啧，不如现在磕头认个错。爷不欺负女生，但你是例外，因为你是绿茶。林幽转过头看向他们，蹙眉，还没说话，他们人已经全都下意识往后退了一点，生怕林幽冲上去给他们一人一个大耳刮子。上次林幽揍他们的惨状现在还历历在目，所以对林幽的身手他们还是有些畏惧的。现在他们的伤都还没好全，甚至有的还打着石膏，伤得严重点的现在还没下来床，还在床上躺着。我见过犯贱的，没见过你们这种上赶着犯贱的。林幽冷冷道，怎么非要在我面前来找存在感？他本来懒得搭理他们，但他们非要上赶着来找事，那就别怪他了。陈烨往前一步，冷冷盯着他，敢比赛车吗？要是赛车你赢了，我们就再也不找你麻烦；要是我们赢了，你就给我们每个人道歉，绕着这个赛车场跑10圈说你自己是死绿茶，怎么样？敢不敢？夏兰叔反驳，凭什么？你说比就比。林幽把他拦了下来，看着陈烨淡淡道，条件不对等。什么不对等？陈烨冷声问。林幽勾唇，眼里释放出一丝杀气，要是我赢了，你们就给我跪在地上给我道歉，说爷有错了，并且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一句，林幽是我爷爷，我是林幽孙子，怎么样？夏兰叔忍不住了，你不当爸爸了？林幽瞥了夏兰叔一眼，他们只配当孙子。虽然林幽说的条件让这帮少爷们脸色都难看了不少，可想到林幽只是个女生，女生在赛车上天生就弱，更何况陈烨可是玩车高手，在比赛中都是拿过奖的，
所以他们根本不虚。他根本不知道陈烨的实力，这个游戏是陈烨发起的，现在到这个份儿上了，他当然也不可能拒绝。好，一言为定。林幽嘴角冷冷地牵了牵，给我安排一辆车。他说。经理立马招手找来了负责人。夏兰叔，那我也。林幽，你老实待着。夏兰叔本来想反驳，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听话了。不是，他也会玩赛车啊。可是林幽已经朝着赛车走了过去，根本没给他机会。他赶紧喊经理，给我也准备一辆，我也要比。经理看了一眼前面已经在起始线停好的赛车，满满的挤满了赛道，然后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这位少爷，赛道不够了。夏兰叔，林幽甚至没戴头盔，也没全副武装，就这么直接上了赛车。他这样的举动看得其他人都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们只是想争一口气，可不想闹出人命。他们可不想见到林幽在赛场上真出什么事。陈烨看向旁边赛道里的林幽，不想死的话就把头盔戴上。林幽微微活动了一下脖子，淡声道，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陈烨决定不再管这个找死的家伙，随便你。随着倒计时音效响起，所有的车都轰足了马力。一时间，所有赛车都如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有的车猛地超到了前方，立刻甩到了林幽的前面去。在赛车大军里，林幽只是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而陈烨却是一举冲到了最前方，超过了所有的赛车。陈烨看向后视镜，嘴角勾起一抹讽刺，他输定了。林幽嘴角同样也噙着笑意，依然保持在中游的位置。陈烨直接卯足马力，想直接甩开林幽一圈。当他以为林幽已经被甩开的时候，却发现林幽依然和刚刚一样保持着和自己一样的距离位置。这怎么可能？不只是他，其他同样在比赛的人也都震惊不已。陈烨没看到，可是他们刚刚却看到了。在陈烨过弯加速的时候，原本平稳夹杂在他们这些车中间的林幽却忽然猛地提速冲了出去，一个漂亮的漂移直接过弯，那速度快得惊人，连地面上都被摩擦出了火星子。而他在漂移过弯后就一直跟陈烨的车子保持着相同的距离。不错，是相同的距离。陈烨再快都没被甩掉过。靠！他会漂移，你们没看到他每次过弯从不减速吗？那漂移帅惨了好吗？他真的不是职业赛车手吗？就连夏兰叔都愣住了，这也太牛了吧！会玩赛车的当然都会学漂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的这么稳的。而且林幽那种速度的漂移，哪怕是职业赛车手都很难达到。那速度，正常人漂移过去早就出事故了好吧。这个时候正好顾廷峰回来了，一过来就看到激情四射的赛场，一圈又一圈的赛车轰鸣声刺激的人肾上腺素飙升。尤其第一第二的两辆赛车一直紧紧咬着，一丝松懈都没有。他走过来询问林幽呢？夏兰叔扬了扬下巴，那儿呢？他本来还打算如果林幽输了就自己上，要是自己也输了就不认账，但没想到林幽的车技竟然这么好，可他怎么一直没超车呢？什么？顾廷峰诧异地看向赛车场，追问谁是林幽。经理立马指向了目前排名第二的那辆赛车，少爷，那辆。顾廷峰刚看过去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漂移，我靠！他没忍住，那第一是谁？是陈烨，陈少。于是经理把刚刚他们打赌的事情简明扼要的说给了顾廷峰听。顾廷峰立刻用胳膊撞了一下看得津津有味的夏兰叔，他们惹林幽了。夏兰叔机械的点头，是啊，前几天在靶场林幽把他们揍了一顿。顾廷峰，林幽才刚到京城就惹了这么多事吗？奇怪了，这件事他怎么不知道？一般情况下，京城圈子里发生的事情顾廷峰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的，但这件事就发生在头几天，而且顾廷峰才刚到京城不久，忙着处理公司里的事情，加上陈烨他们觉得丢脸，并没有到处说。Z 市的那帮少爷们也怕给林幽带来麻烦，也默契的没有宣扬，以至于这件事圈子还没怎么传开，只知道有个能一挑 N 的高手在京城靶场俱乐部把陈烨那帮富二代们给揍得伤筋动骨的。不过因为太夸张，所以还没传满圈子里就中断了，语音里的少爷们都吵翻了。陈烨自然也听得到，他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跟在自己后面的林幽，他会漂移？你们在开什么玩笑？没开玩笑，不信你自己看。陈烨立刻看向了后视镜，而此时的林幽正好在急速过一个弯，他都忍不住爆粗口骂了出来，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吗？那么快的速度肯定要冲出去啊，这种速度怎么可能完成漂移？可当他刚骂完，那辆车顷刻180度打了个转，火花四溅。因为速度太快，由于惯性，即便车子转了过来也翻了起来，但即便是侧翻了起来，也依然在往前跑，直到那侧翻的轮胎重新回到地面。
由于惯性，车子甚至摆了摆，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稳定和速度。车尾一甩，已经伴随着轰鸣冲到了只距离它半个车身的位置，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电石火花间，快的简直就跟在看加速的视频一样。他心中惊骇，这是需要对车子多强的控制能力才能办到，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强烈的胜负欲。他不能输，他速度也加快了，甚至因为林优一直跟着他，心态也变得越来越着急。顾廷峰皱了皱眉，这么厉害，没见过啊。他只知道林优会开车，但却没见过林优开赛车啊，这都已经堪比职业水准了吧？我去，漂亮，好！耳边响起一阵阵的激动叫好声，他回头看，见经理都跑到前面去了，激动的在前面大喊大叫。顾廷峰，这经理就不能像自己一样稳重点吗？而这个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圈了，两辆车已经咬到了一起，难舍难分。就在最后一个弯道之前，两辆车都不减速，反而猛地提速。陈烨，你疯了吧？陈烨，快停下，你的技术过不去的。耳麦里也炸了，陈烨却扔掉了耳麦，紧紧地盯着前方，紧握方向盘。他一定能过去，他如果减速，那就一定输了。林优瞥了他一眼，脚下油门一轰，直接超车。只见林优在超车后的瞬间便直接漂移过了弯道，当车子摆正便直冲向终点站。而同一时间，陈烨的车子却在漂移过弯时失控，车子直接侧翻了2圈，砸在了地上。一时间，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陈少，顾廷峰也立刻道：“快，通知急救中心！”经理马上打电话，救援人员也立马冲了过去。但当他们过时，却发现一道身影更快地赶到了，是林优。他一点防护措施都没做，直接走到了侧翻的车边。此时那辆车已经开始起火，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林优，你回来，危险！夏兰叔脸都白了，顾廷峰的脸色也十分难看。如果此时那辆车子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林优蹲下身子，拿起一把锤子，便车门给砸断。当看到里面的脸上都是血难受的陈烨时，他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和手臂，将他拽了出来。陈烨还没昏迷，神志是清醒的，除了看到林优时神色恍然了一下，很快就十分配合的抓住了林优的手，开始往外爬。一出来，林优搀扶着他一瘸一拐的快速往外走。嗨嗨，谢你。陈烨用尽了力气，他根本没想到林优会来救他。在刚刚的那一刻，他真正的感觉到了死亡的临近。在那时他是如此害怕，害怕自己真的死了。以前从没感觉到死亡可怕的他，在刚刚却害怕的手脚冰凉，脑海里满是对车祸之前那一刻的后悔。他不想就这样死了，他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他想爬出来，可车门变形了，凭借他在里面的力气根本出不来。他寄希望于救援人员，可没想到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林优。他从车子里面卡到他拿起锤子就把门砸断了，看到他朝自己伸出了手，在那一刻他才真正感觉到了死神从自己身边离开了。没这个本事就别学我。林优淡淡道，姐很强，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陈烨没有说话，可那眼神却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感动。就在救援人员赶到的瞬间，砰，身后的车子也爆炸了，浓烟滚滚，四散五裂，后方的热浪扑来，但对他们现在的距离来说已经是安全距离了。林优看了身后一眼，好心提醒，看，差点你就跟他们一样裂开了。陈烨，你礼貌吗？但他还是打了个冷静，一阵后怕。救援人员们现在才赶到，也就是说，如果刚刚不是林优，他真的已经……不只是他，其他人也是一阵后怕，尤其是夏兰叔和顾廷峰赶紧跑了过来。你们怎么样？没事吧？顾廷峰先看了一眼陈烨，然后看向了林优，显然他更关心林优有没有事。陈烨要是出了问题，可以说是意外，自己作死；要是林优在自己的地方出了问题，那陆思彻得把自己弄死。林优，你怎么样？刚刚也太危险了，你去救他做什么？夏兰叔急死了，他又不是你亲戚。对夏兰叔来说，就只认识林优，林优在他心里的占比可比其他人高多了，他宁愿其他人死，也不愿意林优涉险。林优看到人来了，才松开了扶陈烨的手。于是本来重力全靠在林优身上的陈烨，顿时整个身体都被推到了救援人员身上。救援人员们立刻把他抬上了担架，直接抬走去检查了。但陈烨好像很不愿意，一直在吵着说要下来。顾廷峰立马冲着那边吼了句：“给我按死他！检查完了再放出来。”于是陈烨直接被救援人们直接给按住，不许动了，就跟按住了王八壳似的。说完他之后，顾廷峰才继续看向林优：“你要不要也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夏兰叔也跟着附和：“对啊，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林优摇头：“我没什么事，
而且，难道你们忘了，我自己也是医生？他当然没事了，你救他做什么？差点搭上自己，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夏兰叔还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林幽扬了扬嘴角，不会搭上我自己，而且他本身就可以不用死。他是行医之人，虽然见惯了生死，但既然这个人本身不用死，那他也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救一救。他虽然不爱不行善，但是会积德。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伙也没到该死的地步。从上赛车他恼怒自己什么安全措施都不做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本性不坏，即便他们吵闹的再凶，也没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对他动手，来来去去也就是骂他那些难听的话。所以救了就救了呗。林幽发现有不少双目光在注视自己，这才看向陈烨的那几个兄弟，他们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十分复杂，似乎在纠结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明显的是，此时他们的眼里都没了先前看林幽的敌意。顾廷峰也看了那几个人一眼，看到他们脸上还有没消肿的地方，以及有一个腿上还打着石膏的，不禁怀疑，难道是被林幽揍的？林幽，其中一个少爷忍不住开口，那个，他犹犹豫豫，先喊一声爷爷吧。林幽直接开口。顾廷峰，夏兰叔也愣了一下，这么直接吗？他们不可能喊吧？可谁知道，陈烨这三个兄弟竟然站得整整齐齐，然后冲着林幽鞠躬，爷爷。三个男人的声音叠加起来，穿透力还是十分强的。林幽都被吓了一跳，嘴角抽了抽，你们仨这样我会觉得我好像去世了。这鞠躬又喊爷爷的样子就跟吊唁似的。不过他也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干脆。其中一位少爷跟豁出去了似的，认真的说，林幽，愿赌服输，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孙子。我也是。你不计前嫌救了陈烨，你是个好人，以前说的话你就当个屁放了吧。不管怎么样，你赢了，还救了陈少，以后你就是我们大佬，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金圈子弟虽然向来自傲，但都是输得起的人。要是跟女孩子打赌不认账，说出去岂不是笑死人了？对他们来说，面子重要，但言而有信同样重要。顾廷峰小声对在林幽耳边说，这几个早年都是跟着陆思彻混的，所以虽然性格恶劣了一些，但品性问题倒是不大，至少是能输得起的。夏兰叔也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认输得这么爽快，他还以为他们要赖账呢。林幽挑眉看了他们一眼，按照约定更好的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们吧。几个人相视一眼，都不太自然地咳了一下。还是说你们还想比别的什么？趁着我有时间随时奉陪。林幽加了一句。三个人连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林幽点头笑，那就行。三个人相视一眼，怎么感觉好像林幽跟谢林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他不但很正常，而且完全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武力值又高，又是赛车高手，还能在危急时刻不计前嫌救人性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谢林口中所说的人品有问题的下作绿茶？从此时开始，他们的心里已经对林幽开始放下了偏见。他们也正式跟林幽介绍起了自己的名字。我姓许，叫许明浩。幽姐，你以后叫我浩子就行。我叫上官宇，他们都喊我上官。我也姓林，我叫林奇。三个人站在林幽面前，认真介绍着自己的名字。顾廷峰和夏兰叔相视一眼，两个人的眼里都有一抹诧异。夏兰叔没想到他们这几个家伙不那么恶心人的时候还挺正常的，而他在看向林幽的眼神里更多了一丝崇拜感。如果说之前只是对他的好感和亲近，那么现在这种情感已经更上升了一种台阶。顾廷峰则是想起来，这帮小子竟然这么就被林幽给收服了。这帮家伙在金圈里也说得上是刺头了，平时横行霸道起来也没少惹是生非。自从陆思彻离开之后，就没人能压得住他们。他们唯一还会有点惧怕的就是回京的历程，但是历程已经去了 Z10多年，很少回京，所以这帮家伙就越来越无法无天。没想到竟然就这么被林幽给搞定了。以陈烨为首的这帮金圈子弟想要收服他们可不容易，看来林幽没少给他们苦头吃。经过这个赛车的插曲之后，林幽跑了几圈也过了瘾，顾廷峰也继续带着他们在俱乐部里参观了起来，而这三个家伙也都自告奋勇地跟着。今天认了个新鲜的大佬，他们一个个的都还挺兴奋，想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林幽待在一起，多了解了解这位大佬。一撇开偏见后，其实林幽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就高大了起来。要知道林幽可是一个人干翻了他们全部人哎，超能打的。今天赛车的技术更是让他们望尘莫及，赛场救人就不说了，人品更是好的没话说，所以他们现在对林幽稀奇极了，以至于在医务室的陈烨都被他们抛到了脑后。所以他们继续参观俱乐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全都跟在了后面。
也就导致了他们见到了更牛逼的林优。桌球厅，林优要不要玩2把？顾廷峰邀请。林优，好啊。然后从林优一拿上球杆、架杆，就没有其他人上桌的份了。什么叫一杆清台？他们这是见识到了。马场，上官不信林优马术也那么牛逼。骑马吗？跑2圈？一个人可以牛逼，但不能样样都这样牛逼吧？林优，随便。看着一上马就侧奔腾的林优，以及在林优的马屁股后面狂追却怎么都追不上的上官，徐少和林少忍不住感慨，他怎么什么都会，马术也这样牛。而且林优从不在他们面前炫耀，也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要不是他们自己邀请他玩，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林优的实力到底有多强。震撼住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夏兰书。他对林优的了解并不多，但现在每了解一些，他都越觉得他身上的光芒不断的在增加。顾廷峰虽然也没见过林优会的这些技能，但还是装作一副过来人的样子，笑道：你们见过他玩枪吗？几人摇摇头。虽然上次在靶场，可他们并没有见到林优玩枪。顾廷峰挑眉：我见过，跟咱玩的不是一个档次，等下次你们见到了就知道了。他也不明说，而是卖了个关子，说出来多没意思，等这帮小子见到了才知道现场的震撼。虽然陆思彻和历城的枪法也很厉害，但没有林优这么有观赏性。听到顾廷峰的话，几个人都提起了好奇心。不会吧？难道林优还是个玩枪高手？一种对林优崇拜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陈烨在知道林优和他们几个逛完了俱乐部，甚至上官他们还看到了林优其他技能的时候，脸上不爽极了。当晚就在他们的微信区群里开骂了：你们跟他去玩不喊我，凭什么就我没见到？我伤有那么重吗？不能喊一下我？一帮混蛋，说话啊！有了林优不理我了，说你们是不是偷偷在跟林优聊天？你们有自己的群了？陈烨在群里发了好一会儿疯，大家才纷纷出来安慰。上官，不是啊，那不是因为你当时受伤了吗？徐少，就是。林少，我们没有自己的群，没有，咱就这个群。徐少，是啊，陈少，咱们怎么可能有别的群？陈烨，我不信，除非把林优拉进我们这个群来。几个人不带一点犹豫的，马上全都双手表示了同意。而且经过今天过后，他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陈烨尤其担心他们把自己给孤立了，所以强烈要求把林优拉进群。林优正吃饭呢，手机就收到了进群的提示。一看群里那些的头像，挺自恋的，都是用的自己的帅照，一看就知道谁是谁。他们拉他进群做什么？而他一进群里就开始撒花，纷纷欢迎他的加入。紧接着每个人都往群里发了一个链接：陈烨爷爷请查收。紧接着底下全是一溜的复制。看到这几个字，林优没忍住笑出声。虽然之前他挺讨厌这几个人，但不得不说这几个家伙挺玩得起，比当初他在 Z 市的时候跟夏之文他们打赌要爽快多了。而且当时夏之文他们因为输给了自己还破防了，而这些家伙即便输了也输得起。他故意发了句：爷爷我不是绿茶吗？陈烨，我错了姐。哦不，爷爷，现在我是你孙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这条命都是你的。徐少，语音翻译文字，我们错了，我才是绿茶。以前我们也是听人说的，优姐你别当回事，嘿嘿，你怎么可能是绿茶呢？上官，呜，我错了姐姐，以后我再也不说了，你下次再打我一顿呗。林少，下次谁再骂你，我第一个上去揍他。他们现在哪里还会觉得林优是绿茶？这种牛逼的人怎么可能是？那别人都是对他有偏见，故意抹黑他好吗？所以他们全都把谢灵拉黑了。都怪谢灵，害得他们误会了一个这么好的人。看到他们一个个滑跪的这么快，林优才满意的挑了下眉。不然的话，之前他们几个找他麻烦骂他的事，他说不定还得收拾他们一顿。他们还在群里滑跪道歉，打字的速度飞快，很快就刷屏了。他没理他们，而是点开了刚刚他们发来的链接，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刚发布的状态。这几个家伙也算是知名人物，虽然普通粉丝不多，但互相关注的都是一些圈内的人，互相认识。而当他们几个全都发布了同一条状态，林优是我爷爷林优之后，整个圈子都炸了。京城小王林优，是我的以为的那个林优吗？万千少女的梦，你们集体发什么疯呢？哥只有钱，求解释。拼爹第一人发生什么事了？上次在俱乐部把你们打了一顿的，不会就是他吧？谢灵为什么拉黑我？谢灵在他们每个人的社交账号底下全都留了言，甚至还打了电话过去，却发现电话也拉黑了。谢灵一脸懵，又去他们账号底下对了他们一句：是林优让你们拉黑我的吗？你们有病吧？但是谢灵的回复
无人在意，只有少数1-2个人在他的评论后面打了个问号。不过很快，谢林的回复就被删了，不仅被删了，还被拉黑了。这气的谢林在家里直跳脚。虽然这帮金圈富二代们并不是什么明星，粉丝也不多，但是这么多金圈少爷们同时艾特林优，还纷纷发了这样的状态，还是引起了整个2代圈子里的波动。Z 是那边圈子里少爷们也都闻着味儿来了，全都发出一个个问号，并且带着引战的回复。别站我们林优，谢谢。林优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就来蹭蹭蹭。默哀我们林优，林优是你们爷爷，那不好意思，你们比我们矮1头，我们是他儿子，叫爸爸。林家兄妹也都跟着纷纷下场。林仲，别搞，我马上就来京城了。要是让我知道我妹被欺负了，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林涵，优姐是你们爷爷，那你们是不是辈分也得喊我一声姑奶奶啊？陈烨他们几个也只回了林仲和林涵，毕竟这俩人跟林优是兄妹，所以他们都还比较客气。陈烨，开玩笑，我们能欺负得了他？林涵妹妹，你跟你优姐不是一个杀伤力级别的。圈子里热闹的不得了，还没接触过林优的富二代们不禁都对林优好奇了起来。林家这个养女什么本事啊？竟然能把这帮金圈富二代们都吃下？难道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林优真有那么优秀？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对于网上出现的东西，基本都默认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一些人设之类的东西。他们常年混在这些圈子里，甚至就是其中许多营销背后的操控者，对网上暴露出来的这些更不会轻易相信。在他们看来，也就只有网友蠢会被牵着走。因此，即便林优的事情之前那么热闹，他们也是半信半疑。可他们没想到，林家的一个养女竟然连金圈2代圈子都混进去了。那帮眼高于顶的家伙还承认是他孙子。不过在上流社会的2代圈子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谢林却直接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阴阳怪气的状态。有的人真的挺过分的，一忍再忍，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一条模棱两可的状态立刻引起了许多网友们的讨论。谢林和他们不一样，谢林还有着明星的身份，所以他发了这条动态之后，无论是粉丝还是黑粉，亦或是网友们都纷纷搬运。怎么回事啊？姐姐说谁呢？对啊，姐姐还需要阴阳吗？直接爆料，什么人这么恶心啊？看把我姐给气的。姐你这种身份，直接开骂就得了。也有经历过前面谢林塌房的网友阴阳怪气，谢大小姐又整什么幺蛾子呢？又开始演上了，才翻车没多久吧？又出来营销人设了，故意这么模棱两可的，不把话说明白，不就是想引起网友讨论吗？紧接着谢林又发了一条，没什么，就是有人挑拨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关系，我有点生气。然后在这条状态底下自己回复自己，就算我之前有不对的地方，但也不是故意的。但你这种做法也挺没意思的吧？让我朋友拉黑我，这是什么恶心行为？于是很快粉丝们便猜测到了谢林所说的人是林优，因为只有林优跟谢林之前有过矛盾，并且谢林还误会了林优，带了一波节奏。也是因为这波节奏让谢林塌房了，人设崩塌，所以大家都在这个时候猜测出了谢林口中说的人是林优了。于是关于林优挑拨离间谢林朋友的热搜也很快爬了上去，许多粉丝们纷纷要求林优出来解释。只不过林优先前圈的粉丝就不少，所以反而谢林的粉丝们没闹得太厉害。林优刚出门就接到了江城的电话，这个谢林怎么死咬着你不放，又在搞事了。林优目光在家门口周围四处扫了一眼，短短的几天时间，他家附近就多了一些人，比如突然出现的小摊贩，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出现来搞些手工艺品的，就连摊煎饼的都有了。乔告诉过他，这些人就是这几天陆续出现的，而且他们手艺极差，摊的煎饼还难吃的要命，一看就有问题，还问要不要报警把他们抓起来。别人发病你问我原因做什么？林优回了句，他又在网上发癫了。江城嗯了一声，这个女人我不敢动，不然已经把她封杀了。她背景有点大，不过舆论讨伐没什么问题，加上她之前本来塌房，但他那边背后的人可能会插手，不会让他有太多负面舆论。林优走到那个卖煎饼的档口，你看着处理，我这里不用管。江城，行，不过你到底又对他做了什么？林优想了想，可能因为我打了他。江城，你可真是我祖宗。林优勾唇 ，Z 市那边都还好吧？面前摊煎饼的老板手都不太利索了，也没敢看林优。江城，挺好的，现在的上河也已经完全运营起来了。不过查尔斯给我来了消息教父，说提醒你一下，现在国外黑白两道都在找你，让你小心点。尤其是西部那边维克多家族的掌权人洛文发布了10个亿的悬赏令，越说他声音压得越低，这段时间你可以低调点，尽量别出国。林优看向面前的老板，知道了。跟江城交代完，他挂断电话，皱着眉，你们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
他又看向做的七零八落的煎饼，也不去进修一下，这么菜的手艺，是生怕别人看不出来吗？这个老板脸色变了一下，有点尴尬。刚学呢，看到你有点紧张。老熟人了，这不是？之前在 Z 市的时候，监视和保护林幽的人也有他，而且被当成杀手被林幽收拾过。那枚银针扎进来，他身上肿了整整3天。林幽扫了周围的人一眼，他们呢？他压低了声音，都是来执行任务的。最近咱们上面收到风声，你被悬赏了，所以咱们要求务必保护好你。林幽从煎饼的这些材料里拿了根火腿肠，直接就掀开吃了起来。但我家这附近，你看有人吗？在这儿摆个摊，你们眼都不眼了是吧？林幽皱着眉，这么明显，在他家门口开小吃街，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有问题。他不好意思的笑，那也没办法，上面安排的嘛。而且，您看你这也挺方便的不是？买个东西小吃也不用喊外卖。林幽，其实如果他们不在的话，他这里应该更隐秘，毕竟卫星都搜索不到。对了，咱们老大问你时间什么时候有空，要跟你聊一聊。林幽咬了一截火腿肠，我今天有点事，明天吧。今天他答应了陈烨他们要去一趟靶场，原本他是不想去的，但这帮家伙一直在刷屏喊他爷爷，一个个跟葫芦娃似的，给他吵得不耐烦了，所以才答应过去一趟。好嘞，他马上给上面回消息。京城靶场，陈烨他们恐惧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一步步走近，黑色的军靴踩踏在地上，每一步都充满了压迫感。眼前的男人忽然拎起他的衣领，一拳挥砸了过来。绿茶婊是吧？一拳过后又是一拳，贱人是吧？陆哥，我们错了，你们他妈还敢骂他是吧？随着声音过来的是一脚猛踹，他们几个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揍得七零八落，不断求饶。他们一个个不断求饶，但被揍的话都没办法吐出一整句的。他们哪里知道今天竟然会在这里遇到陆老大，而且一看到他们没二话过来就是一顿揍。他们的伤都还没好呢，这一下又得负伤了。旁边的顾廷峰一边个嗑瓜子儿，一边看一边笑。他听说监控里看到陆思彻来了饭都没赶上吃，就跑来凑热闹了。果然能看到热闹。虽然陆思彻下手狠，但也是看着地方下手的。那种狠能让他们痛得不得了，但却又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身体损害。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就跟林幽似的，他听陈烨他们吐槽，林幽揍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当时的林幽揍他们可没陆思彻这么狠。这下手的，哎呦，光是看着都疼。陆哥，我们错了，我们跟林幽老大可好了。对，咱们还在一个群呢，你别打了。咱也不知道你们真认识啊。他们在那天赛车之前一直以为网传是假的，谢林给他们说的也是林幽自己主动去勾引陆思彻和历程的。在他们的认知里，能去勾引这俩人的女人也不可能是什么好人，更认不清自己的身份，是带着鄙视和嘲笑的。这些偏见直到赛车事件后才彻底消失。这2天他们可在网上把林幽的过去东拼西凑了一下，他们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网上的实锤那么多，他们竟然信了谢林的话。知道了林幽的真实过去后，半夜醒来他们都得给自己2耳光，质问自己到底对林幽干了什么。所以今天他们特地将林幽叫过来，想要再次对他好好道个歉。他们还准备好了礼物呢。可谁知道还没在这里等多久呢，就等到了陆思彻，一过来就是几拳头，给他们人都打懵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冷疑惑的声音响起：你们在干嘛？听到这个声音，那快要落下的拳头才凝滞在了空中。他身子也缓缓站直，看向出现在眼前的林幽。陈烨他们几个人也都跟着看了过去，那眼神就跟看到了救世主似的，满眼都是激动。林幽蹙眉，在他看来，陈烨他们的眼里就只写了2个字：救命。难道他们叫自己过来就是让自己来看他们挨揍的？陆思彻唇角忽然扬起，原本乖戾的眉眼里也染上了欣喜。他把拎在手里的人也直接扔了下来，迈开步子直接就朝着林幽走了过去。步伐之快，林幽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他刚张嘴，陆后面的字都还没喊出来，他整个人便被拥在了他怀里。宽阔的胸膛传来一阵温热，从他的身体传到了他的肌肤，扩散向他全身的每一处。他愣了愣，可身前的男人拥抱着的他的力气却又更紧了一些。他只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快被嵌了进去。他全身没有任何的细胞有抵抗的意识，只是随着他的力气被他紧紧抱住，这种全然的放松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是如此娇小，在这个男人面前好似能被轻易蹂躏碾碎一般。而此刻其他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嘴巴都张大了。陈烨说话都不利索，一脸震惊，还真，他们其他几个兄弟也都呆愣住。传闻是真的啊？完了，搁这儿叠 buff 呢，咱不会被混合双打吧？
林幽推了推把自己抱得紧紧的男人，推不动，一双铁臂像是焊在了他的身上。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他灼热的呼吸扫过他的颈肩，每个字都是毫不掩饰的喜悦。林幽本来在喉咙里准备吐出的话，也被这句话给噎住了，像是有什么情绪在身体里缓缓炸开，然后蔓延至他的四肢百骸。他忽地愣了一下，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老婆，他欣喜的声音竟然能让人听出一丝软浓。我好想你。林幽皱眉，喊什么呢你？陆思彻偏偏故意笑着重复，老婆老婆老婆。林幽。而另一边的顾廷峰嗑瓜子的动作都愣住了，他忍不住撞了一下旁边的人，这人你们认识吗？旁边的人，这不是陆少吗？他又问另一边的人，你们老大没来错人吧？而这边的两个人正是那天在靶场练射击并目睹了林幽单挑一帮富二代的士兵单峰和任木。他们今天都是便装，但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其实都能知道大概对方在哪里混。顾廷峰虽然知道他们军人这个身份，却并不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就跟他知道陆思彻也在军部，但却不知道陆思彻到底是什么职衔什么身份一样。所以他之前知道陆思彻竟然出现在了资议室，而且在资议室当了3年霸总，是相当炸裂的。二话没说就跑去资议室了。单峰也愣住了，陆老大是不是魂穿了？任木也点了点头，表情很是扭曲复杂，应该是。陆老大怎么可能会撒娇呢？他们俩今天是陪老大出来放风的。不过就几天的功夫，基地那边已经老实的跟什么似的一样。而在基地里凶神恶煞，跟恶魔修罗转世似的陆老大，现在竟然在发嗲。原来上次在这里动手的这么彪悍，震惊到他们的女孩，竟然是陆老大的媳妇儿。如果是陆老大的媳妇的话，好像就合理了。毕竟陆老大那么残暴，他的媳妇儿不残暴也止不住他吧。陆思彻是个没羞耻心的，在他的字典里也没有这几个字。他从来都是随性而为，他想做什么，没人能拦得住。就像哪怕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也毫不在意。但林幽还是有羞耻心的，所以他冷冷道：“你闭嘴。”陆思彻脖子在他的颈窝蹭了蹭，乖乖回了句：“哦。”林幽好像小狗，怎么突然也没那么生气了？他对陆思彻的容忍性是不是过高了？不过不可否认，他今天突然见到陆思彻是开心的。林幽推了他2把，推不开，皱着眉：“我不是你老婆，别乱喊。”陆思彻唇角微咧：“你是，反正早晚都是一样的，早喊早享受。”林幽，他对陆思彻有时候的固执也有些无可奈何，反正也不会少块肉，就随便他了。但是一直这么抱着他，他很难受的。再不放开，我就动手了啊！陆思彻虽然还没抱够，但还是缓缓放松了手。这还是他第一次抱到这么软绵绵的林幽，所以才抱了这么久，舍不得放。以前他每次想抱林幽的时候，他身体总是有些紧绷和防备，可这次他浑身都是软软的，像是融化在了他的怀里，抱得他骨头都快酥软了。林幽终于能正常呼吸了，差点被勒死。陆思彻抱他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这人真是抱得不顾他的死活。其实陆思彻并不知道林幽会不舒服，因为在他看来，林幽若是不舒服一定会打他的，根本没想到林幽竟然能忍着他。若是知道，恐怕是不知道得意成什么样子。你怎么在这里？林幽问着，看了一眼后面又被揍了一顿的陈烨他们，疑惑：你打他们做什么？陆思彻勾着唇，那双眼睛满满的倒映在其中的全是他。我来找你，我听说你跟他们约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就直接过来了。说着他又皱了眉头，可你怎么也不找我，留言都没有一条。林幽摸了摸鼻子，你要是不在的话，给你发消息不是也没人回吗？他根本就没想起这茬。而且陆思彻从 Z 市离开也就2个月，并没有多长时间，但是他知道要是就这么说，陆思彻估计会闹。有时候他的心挺大的，但是有时候他就跟炸毛的狗一样，突然就开始咬人了。陆思彻很是不高兴，那你可以留言啊，我看到了就会第一时间回你。你给我发消息留言，我才知道你在找我。他离开基地后，第一时间就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林幽的消息。看到林幽一条消息都没发给他，他当时心都凉了。但看到爷爷那边的留言，才知道林幽已经到了京城，他才放心。可想到他都来京城了，竟然都没给他留言，又不高兴了。就不能给他发个消息告诉他来了吗？或者跟爷爷问他？但是老爷子说林幽问都没问他，所以陆思彻直接就来找人了。单峰和任木在基地的时候跟他提起过靶场里发生过的事，说有个女孩子路数奇特，直接就把那帮练过的家伙揍得满地找牙。他当时便猜到了这个人就是林幽。对于陆思彻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这种幼稚的行为、幼稚的话，林幽沉默了一下，然后给了一个承诺，下次一定。得到了这个保证，陆思彻眼角才得意地往上挑了一下。这还差不多，
周围的其他所有人，天塌了！他们看到陆老大对女人撒娇了，就连一直热衷于吃瓜的顾廷峰，此时都以为自己在做梦。而且他还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历程这方面根本比不过陆少，他可没陆少这么不要脸。更可怕的是，林幽真吃这一套啊！历程啊，历程，你再不上点强度，可就彻底没希望了。说起历程，怎么去了国外还没回来？你还没说，你们刚刚在做什么？林幽一眼就看出，虽然看起来好像不严重，只是一点皮外伤，但陆思彻下手向来没个轻的。虽然伤得不重，但苦头不会少吃。陆思彻这才看了陈烨那边一眼，哦，过来的时候看他们挺欠揍的，就一人赏了他们几拳。刚刚被揍了的一干人等集体沉默。林幽微皱了皱眉，他们没人，你打人做什么？林幽过来的时候就看到陆思彻在揍人，但并不清楚情况。在他看来，目前陈烨这帮小子还挺招他喜欢的，既然都喊他爷爷了，那他肯定要扶照一下孙子，总不能莫名其妙的挨顿打吧。此时陈烨他们十分上道，一个个的争抢着说，幽姐，咱们习惯了。对啊，我们都习惯了，一天不被陆哥打一天不舒服。唉，被陆哥打了可真爽啊。是啊是啊，又是神清气爽的一天呢。是我们自己找的，跟陆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啊，我们就是自己想挨揍了凑上去的。喝水的顾廷峰一口水全都喷了出来。噗！单峰和任木俩人相视一眼，早就已经对这种场面见怪不怪了。林幽看他们一个个既然都这么说，点了点头，虽然不理解，但尊重。然后从自己兜里拿出了一个小药品，直接扔到了陈烨手里。这是化瘀活血止痛的伤药，可以直接内服。陈烨他们相视了一眼，都有点诧异。陆思彻却是紧紧盯着那瓶药，皱眉：“你的药就这么随意的给他们了？”林幽疑惑：“怎么了？不然呢？他的药用来自己用也用不完啊。本来那是自己拿来应付突发状况用的，但既然他们需要，就给他们了。反正他自己手里还有不少。”陆思彻语气微冷，带了一丝小情绪：“你的药都没给过我。”在陆思彻看来，林幽的药是算得上很金贵的，他都没找林幽要过药，现在他却把这么一瓶就随便给了陈烨他们，都没给他呢，心里当然不平衡了。听到这个话，陈烨他们直摆手，都不敢要，想要还给林幽，就怕现在拿了药，等会儿又挨一顿打。林幽想了一下，对酸味都快溢出来的陆思彻说：“那等会儿我再给你一些。”这种外伤的药他倒是做了不少，还有存货。虽然黑市上他都是限量卖的，但私底下给人他倒不怎么讲究。毕竟这种药在黑市上如果泛滥了，那就不值钱了，而且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的药药效太强，是这个社会目前所无法达到的医疗高度。如果大面积被投入使用，会影响平衡。就像大规模的派发了无敌模式的药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平衡就一定会打破，破坏了本该有的生态。所以它都是控制一定的量去投入市场的。不过这种私底下给人的也不会影响生态和市场平衡，所以他就不会太讲究。听他这么说，陆思彻皱了皱眉，显然还是不太满意，但是脸色比起刚刚还是好了不少。他在意的是给他吗？在意的是林幽没给过他，就先给其他人了。眼见陈烨他们拿着药不敢用，陆思彻没好气的冷冷道：“给你们的还不快吃！”几个人这才跟得了恩赦似的，立马从药瓶里把药倒了出来，一人一颗喂进了嘴里，丝毫不怀疑自己吃的是不是毒药。林幽嘴角也扬了扬，吃完了，剩下的药你们也留着吧，下次用。陆思彻皱了皱眉，会不会太奢侈了？林幽：无所谓，这种药我多的是。陆思彻：可是明明黑市上卖的那么贵，现在给这群小王八崽子吃也太浪费了吧。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嘴里吃的是黑市上几乎千万一枚的药，也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陆思彻不管他们，看向林幽：玩枪吗？林幽：陆思彻弯唇：我在这里有专门的射击房，你想要什么枪都有。林幽还没说话，陆思彻就已经牵起了林幽的手，带着他朝另一边走去。他的手将他手掌整个都包握进了掌心，生怕他走掉似的，一路紧紧握住。林幽也没拒绝，就这么被他带走了。见状，顾廷峰立刻站起来跟着跑了过去，但却被单峰俩人抓住。你去干嘛？单峰和任木一脸的你不识趣。顾廷峰拍打着他俩的手，我说你俩放手啊！但是这俩人的手臂就跟铁臂一样，抓着他不放。顾廷峰也是有点身手的，但是比起这种特别训练过的家伙，那就根本不够看了。去看看啊，林幽枪法牛死了，你们不想看看吗？没准儿比你们老大都厉害。单峰和任木这才松开手。真的？要是这样，他俩也很想看。我还听说林幽会玩狙击呢。顾廷峰主要也是想亲眼看看，不然也不会冒着挨揍的危险跟过去。单峰和任木相视一眼，
然后放开了手。于是3个电灯泡就这么狗狗碎碎的跟在了后面。听到这俩人的对话，陈烨他们几个也提起了好奇心。不是，林幽还真会玩枪啊？咦，完全不痛了。徐少震惊，徐少的声音让大家都反应了过来。对啊，他们身上完全不痛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再一看身上的伤，靠，这就愈合了。他们活动了一下身体，甚至还做了一下广播体操，跟刚刚比起来，完全就跟没事的时候一样啊。这是什么神药啊？陈烨不可思议，竟然见效这么快。徐少，是啊，难怪陆少一脸不高兴，这种药肯定很金贵吧？林少，我从来没听过能恢复的这么快的药，这不是药，是神仙丸吧？陈烨忽然想到什么，不，黑市里倒是有一种这种药。他看着手里的小白瓶，可是那种药一枚就要上千万。那种药，陈烨也只是听说过，因为那种药问世之后，豪门圈子里也有不少人在找渠道购买那种药，但是本身按照药发售的量就十分稀少，黑市里更是一药难求。毕竟对一些刀尖上舔血的人来说，一枚药相当于一次生命，跟套上了复活甲没什么区别，所以价格也炒得十分昂贵。不可能吧？林幽这瓶子里的跟 豆似的，陈烨有些怀疑，要真是，岂不是这里就价值几个亿了？正常人随手能把几个亿的东西给他们，而且这种难求的药，林幽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他哪来的渠道啊？其他人都惊喜自己身体的变化，只有陈烨看着药瓶陷入了沉思。走吧，快去看看幽姐打枪，我刚听说了，她还会玩狙击呢。几个人拉着陈烨就往他们走的方向追了过去。这个时候，陆思彻专属的射击场内，林幽和陆思彻两人并排而站，紧握手枪，瞄准着前方轨道里的移动靶。陆思彻看了一眼身边的林幽，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他持枪射击。准确的来说，他只在视频里见到过林幽射击，可那时只是视频就已经让他心动不已。现在真正见到他握枪的样子，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发热，那是一种不同于寻常的吸引力。顾廷峰他们赶到的人根本不敢说话。他们刚刚过来的时候，陆思彻看他们的眼神已经带了不爽了。陆思彻勾唇，开始。林幽眉眼也漾起笑意，直接开枪射击。陆思彻紧接其后，两个人的枪声不断在场内响起，像是密密麻麻的弹雨，没有停歇。单峰他们都不禁站了起来，吃惊地看着那些被命中红心的移动靶，而那两个人的射击还在继续，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连换子弹和装子弹的速度都快得惊人，而且还保持着几乎惊人的一致。怎么可能？真的有人能跟得上老大的速度？单峰完全不敢相信。任木也满是吃惊，是啊，这种速度，基地里没有人能跟得上老大吧？别家吧，是根本没有。单峰肯定地说，不仅仅是速度跟上了，就连命中率都跟得紧紧的。到现在为止，两个人的命中率也几乎接近，林幽跟陆思彻的命中率只差一点点，但这种一点点，整个基地都没有人能达到啊！因为陆老大就已经是神了，谁能跟神相比？这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认真的观摩了起来。林幽也是第一次玩枪玩兴奋了，他之前都是随便玩玩，还从没这种让他身体毛孔像是打开了的时候。但这一次看到陆思彻的表现和他在射击时所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的张力，让他全身上下彻底舒展了开来。两人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磁场在二人之间流动着，这种磁场所带来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独属于他们之间的魅力吸引，而这种独有的魅力穿过子弹的弹道，笼罩向他们，正击向陆思彻的心脏，让他的眼里心里都只盛满了那一道身影。于是这一次，顾廷峰他们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场视觉盛宴。而更让他们震撼的是，林幽全都会就算了，竟然命中率都高得可怕，百发百中。手枪已经给足他们震撼的时候，当他们拿起步枪，他步枪也会。我去，这姿势专业的！天哪，他真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吗？不可能，这专业的姿势和技巧怎么可能不是专业的？最后当他们拿起狙击枪的时候，每个人都坐不住了，全体起立。当看到林幽玩狙击枪都如此熟练，动作帅气标准，还百发百中，陈烨他们在这个时候彻底沦为林幽的死忠粉了。陆思彻让他们更多的是怕，可林幽却不一样，他不仅仅牛逼强大，还能一次次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动。加上之前从谢林嘴里听到的林幽，这种反差让他们对林幽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顾廷峰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陆思彻和林幽，得，看样子林幽这是把陆思彻以前的小弟们都拐跑了。我决定了。陈烨心情激动，盯着林幽瞄准的姿势，以后林幽就是我的神。于是当天晚上，陈烨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状态，遇到了心软的神。这条状态下全都是打问号的。
圈内好友一脸懵逼，纷纷好奇陈烨心软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金圈炸了一次又一次，就是不知道这群二代们在发什么疯。这帮小子，你少搭理他们。陆思彻语气冷淡，但显然是针对他们的。多大年纪了，还没点自我判断力。此时，陆思彻的车正停在林优的家门口。林优笑了一下，我倒是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比如这个时候，他们的微信小群里那帮家伙正在刷屏。陆思彻皱眉，有什么可爱的？林优还没回答。你真觉得他们可爱？陆思彻追问。你怎么不说话？你是喜欢他们？陆思彻语气急了，但面上依然假装淡定。林优，他想想怎么说。陆思彻，你是什么意思？你承认了？见林优沉默了，他好像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偏过头看向前面。我不是在吃醋，我知道我也没资格吃醋。你都没给我名分，我哪有资格吃醋？我知道我喊你老婆你也没当真，我亲了你也没放在心上，我抱你也不在意。他看着前方，仿佛越说越委屈了。发现林优没回应，陆思彻一副投降的样子。好吧，我承认我就是吃醋了。林优，他转过头的时候，林优的手掌正好摸向他的额头。他愣了一下，没发烧啊？林优看着他一脸疑惑，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呢？陆思彻一把抓住了林优的手，就跟龇牙咧嘴的小狗，一脸愤恨。林优另一只手轻轻挠着陆思彻的下巴，扑哧笑了出来。生气了？这个亲昵的动作一下撞进了陆思彻的心脏，整个人仿如在一瞬间变软化了。他嘴角咧开，有着止不住的笑意，虽然面部在极力控制着，但实在是没控制住。他声音都低了几分，否认3连。没有，我没有生气，我才不会生气。明明是几句否认的话，却听出了一丝温柔缱绻的味道，但这无赖的却让林优嘴角笑意更深。你怎么这么好笑？他见过不少人，陆思彻是第一个让他经常觉得有种毛茸茸可爱的男人，而这种可爱还跟平时的他有明显的反差，这种反差更戳到了他的点上。陆思彻也明显感觉到林优现在对待他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向他靠近，是亲近，这让他原本的醋意也消失了，但还是故意皱眉嘀咕了句：有什么好笑的？林优看了一眼还在自己别墅外面坚守着的小吃摊，忽然开口：你真的喜欢我？陆思彻这次却抿嘴了，从喉咙发出一声林优故意逗他：那要是我有别的喜欢的人了，你愿意当小三吗？陆思彻脸色沉黑，咬牙：老子是纯爱。然后泄气地说：当就当吧。林优回过头，意外地看向陆思彻：小三你也当？陆思彻一脸自信，淡定道：那必然是我上位，有什么不能当的？男人就是要能屈能伸。林优本来是随口一句逗陆思彻玩的，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没下限。陆思彻从小到大都没追过女生，也从没跟女生怎么接触过，估计唯一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谢灵，而谢灵的烦人也让他对女孩子这种生物避之不及。虽然基地里也有女生，但身份不一样，是兄弟是战友的，自然接触的方法也不一样。只有在林优面前，生涩的情感和狂热而疯狂滋长的占有欲，让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像是一头凶狠的小狼，疯狂地再圈自己的领地，并且将他占为己有，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林优摸了摸鼻梁，沉吟了片刻，其实陆思彻却在这时候转移了话题，似乎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话。他们在这里多久了？他看向外面的小吃摊问。林优目光在陆思彻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也跟着看了出去。有2天了，是父亲的人。陆思彻皱眉，他们没脑子吗？林优勾唇，这里偏僻，他们也是没办法，藏在暗处也太累了。而且，如果说我的敌人能找到这里，那么他们明不明面其实也没什么关系。陆思彻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或者他们就是在这里震慑对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被华国军方保护，动你就等于跟华国军方作对。林优微愣了一下，旋即勾了勾唇，你说的对，我听说了军方那边的会议讨论，你现在已经被列入了重点保护序列，以后你的安全会由军方全权负责，所以免不了以后你身边会一直出现他们的人。陆思彻沉声道。林优皱眉，这么麻烦，要不你跟他们说一声，我不需要他们保护，我自己能行。陆思彻笑，这得你自己跟他们商量，现在你可是国宝，我听老爷子说你给的药已经下发给其他病人了，目前大家的病症都在好转，就凭这一点，军方就不可能让你出事。陆思彻说着，语气也逐渐变得凝沉。不过得这种病的人不只有我们华国军方，所以现在境外黑白2道都在找你，他们对你上心点也是应该的。陆思彻兀自思索，要不我去申请给你配把狙吧，反正你也用得顺手。林优嘴角抽搐，倒也不必，我用银针方便多了。见林优这样说，陆思彻下意识看了一眼他的手腕，看到他手腕上戴着自己送他的银手镯，嘴角也咧了咧。
也好。林优打开车门，好了，我该回去了。陆思彻看着他的身影，目光一刻都未曾离开，深邃的眼底噙满一种仿佛足以湮灭一切的情绪。而林优能感受得到那种情绪自背后向自己笼罩而来，想要将他卷入其中，却又试探着小心翼翼。林优忽然停下脚步，背对着他举起了左手，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我很喜欢。陆思彻眼底亮了些许，他嘴角微扬，又继续开口，就跟你这个人一样，我也挺喜欢。他声音不大不小，却让陆思彻每个字都能听得分明，仿佛是溅了一颗石子在池水里荡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陆思彻整个人仿如触电了一般，愣了许久许久，直到林优往庄园里走了进去，人在他眼前消失，他才回过神来。光影之下，他的嘴角根本无法抑制地扬了起来，眼睛里的欣喜和明亮都如此浓烈，那想要冲上去拥抱他的情绪现在已经大过了一切，那曾经覆满了他心脏的阴霾也全然从他的身体里消失了。原来自己的喜欢被回馈一点，竟然是这么开心的事情，难怪那么多人一谈恋爱就变成了恋爱脑。陆思彻觉得自己还没谈，怎么也变成恋爱脑了呢？满脑子都是这句话的陆思彻差点忘了车都怎么开了，档都挂错了。当把前进档挂成倒档才反应过来，然后重新挂好档，一个油门就踩了下去。门口的小吃摊弹了个脑袋，摊煎饼的问了旁边那个卖烧烤的同事，查到了吗？是什么人？卖烧烤的同事现在资料才刷出来，看到那车牌刷出来的资料和拥有者全是加密信息，是大佬。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这车子的拥有者应该是京城陆家的。卖烧烤的说安全，不会对任务目标造成威胁。摊煎饼也瞄了一眼，疑惑，不会是陆少的车吧？之前在 Z 市的时候他就老喜欢接近目标，要真是他都用不着咱们了。卖烧烤的看了一眼摊煎饼的工具，别说了，我饿了，给我整个煎饼。摊煎饼的也幸好林优住的地方够偏，就算他们在这里搞成了个小吃街，都没几个人过来，只会偶尔有人走错路闯入这里，震惊的不得了，这里竟然有卖小吃的，还以为是什么网红打卡地，马上来这里吃了一圈，结果一次主动换来终生自闭。这难吃的口味和乱七八糟的煎饼果子，他们觉得自己上都比这些老板弄得好。本来他们还奇怪为什么这些人怎么生意还做得下去，当看到旁边那十分气派的庄园的时候，他们懂了，专门骗有钱人来了。有钱人真是人傻钱多。而当林优回到别墅的时候，却见到了早就在客厅等自己的雪娜。雪娜看着林优，一脸幽怨，门口那些人卖的东西很难吃，还花了我很多钱。林优，幸好他们卖东西难吃，这里又偏僻，不然怕是成了网红打卡地了。不过他知道周遭也是有人在控制人流的，尽量不让更多的人靠近这里，毕竟这里还有他的基地。他忍住笑轻咳了一声，那以后别买了，让阿强给你做。雪娜闻言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名字这么土，做的好吃吗？当然。林优笑，他什么都会做。听乔说阿强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酷，所以用了这个中文名。后来他才知道，阿强之所以叫阿强，就跟国内大部分取名叫杰克一样。雪娜皱起来的眉头这才疏散了开，他站起来走向林优。林优以为他有什么事，正要问，雪娜却忽然给了他一个拥抱。一个人在 Z 是挺无聊的，但是我的实验没做完，只能等到实验结束再过来。他声音有点闷闷的，大概是因为出狱之后就习惯了和林优待在一起，就连很多实验林优都会跟他一起参与讨论和帮忙，所以林优离开 Z 市之后，他反而觉得孤独了。现在见到林优，他才难得的有点小情绪的爆发，不过他只是抱了一下就松开了手，然后脸上也恢复了从前的面瘫臭脸。我来的时候已经看过后院的基地了，我很满意，明天我就下地去。他撩了下头发，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我先去洗澡了。对了，林阿姨让我跟你说，她 Z 市那边暂时走不开，有几个大项目要跟进，让你没事儿去京城林家和林氏的企业转一圈。林优挑眉笑，知道了。这个家伙对自己还真是用完就丢啊，说个渣女不过分吧？听到林优的回答，雪娜也扬了扬嘴角，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了。这时候乔也走了过来，大小姐，按照您的吩咐，雪娜小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后山的基地也全都同步给了雪娜小姐，以后雪娜小姐可随时控制任何一片区域的灌溉系统和光照系统。林优点了点头，以后雪娜有什么要求都满足她，她跟我没什么区别。乔，好的大小姐。对了，她平时做实验的时候离她远点。林优提醒了一句，不然她一生气就要找我麻烦。乔，是。雪娜过来，林优还是很高兴的。不过雪娜最近也有点麻烦，因为她这段时间发表的顶刊在学术界的震撼，让一些正道的人注意到了她之后，
也让一些国外不那么正当的生物科技公司注意到了他。所以现在找雪娜的人其实也不少，只不过自己在暗中保护她，所以雪娜目前还没遭遇什么。江城那边特地聘请了一批保镖，是经过职业训练的，单人作战能力不输特种兵。他让这批人一直在 Z 市暗中保护雪娜，直到他过来自己身边。为了让雪娜有自保能力，他特地教会了雪娜制毒素，并让她随身携带。对了，门外那些小吃摊，乔，需要赶走吗？林幽，不用，没事的时候让阿强去教一下他们吧。就那水平，怕是他们自己都吃不下去，免得他们挨饿，不如让阿强教一下他们算了。也当作是做善事。乔诧异，但也点了点头。好，我去安排。林幽跟乔交代完之后，也跟着上了楼。第一，他打开微信，最上面是陆思彻的红点。陆思彻，还能再说一遍吗？林幽看到这几个字，没忍住扬起了嘴角。他没回，但很快陆思彻又发了一遍。再说一遍吗？林幽，完蛋了。他发现这个家伙现在还挺会拿捏他了。当初那个第一次见面，在他面前极其拽又嚣张的二世祖呢？林幽这次回了一句：闭嘴。陆思彻，哦，虽然就这么一个字，但林幽怎么感觉这家伙在笑？林幽猜得不错，这时候的陆思彻的确在笑，而且还在陆老爷子面前肆无忌惮的笑。什么是这么高兴？林幽答应当你女朋友了？陆老爷子皱眉，也不怪他这么想。陆思彻目前除了这件事，应该也没什么事能高兴成这样吧？陆思彻嘴角上扬，笑，还没。陆老爷子，那你高兴个什么劲？陆思彻，你年纪大了，你不懂。陆老爷子，臭小子，我有什么不懂的？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的。陆思彻看向陆老爷子，上下打量了，身体好了，果然生气都有劲儿了。陆老爷冷哼了一声，看样子你今天见过林幽丫头了。陆思彻咧着嘴角，见过了。他说喜欢我。陆老爷子试探性的问，有没有可能他是开玩笑的？陆思彻脸冷了下来，不可能。看到陆思彻这副模样，陆老爷子忍不住起了几分恶趣味的心思。这有什么不可能的？陆老爷子故意说，我听说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都很高的，你看就像林幽丫头那种女孩子，肯定喜欢她的男孩子一大把，人家就估计随口一说。陆思彻脸这下更冷了，话都没几分尊敬了。您可闭嘴吧，没一句我爱听的。陆老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你这小子，以前还以为陆思彻是个不开花的铁树，没想到这铁树还真能开花。行了，不逗你玩了。刚回去感觉怎么样？陆思彻淡淡道，没什么感觉，跟之前一样，就是一个两个的欠收拾。此时的陆思彻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场也与刚刚截然不同，凌厉而带着锋芒。虽然声音是淡淡的，但显然更具一种令人生畏的气息。不过好在这3年都没耽误下来，否则就不只是收拾他们这么简单了。他说这话时，冰冷的声音如犹如阎罗，让陆老爷子竟然都生出了为龙鳞部队感到庆幸的想法。难怪第6军区的人都称他为十殿阎罗，不是说他是10殿阎罗之一的意思，而是说他一个人就足以抵10殿阎罗。可见他到底给第6军区的战士们造成了多大的心灵创伤。但偏偏这些家伙又只有他能降得住，要不然他在 Z 市这几年上面也不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来了。果然恶人只要恶人磨，而且一旦磨听话了，还就只听这个恶人的话。你能回来，上面都挺高兴，就怕4年前的那件事给你影响太大。你不想回去了？陆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陆思彻眸紫微不可见，闪过一丝什么。不过那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对整个军部来说都是一件不可磨灭的印记。陆老爷子叹息着缓缓道，你要知道你的决策是对的，你没有做错任何决定。行了。陆思彻打断了他的话，淡淡道，这些话就不用说了，安慰人的话当年我就听腻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那个宛如地狱一样的地方，他总有一天会再次回去。我明天军部那边还有会，今天过来主要是来看看您身体怎么样了。看到您已经完全恢复，我就放心了。陆老爷子也识趣的没再多说，林幽丫头这边石老那边都打过招呼了，京城这边没有人会为难他，至于他其他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陆思彻点了下头，我出来一趟的时间比较少，林幽在京城人生地不熟，您就当自己亲孙女一样多照看一下。陆老爷子撇嘴，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想认他当亲孙女的人可多得很呢。陆思彻扬了扬唇，一副与有容焉的样子。没办法，我未来老婆就是这么招人喜欢。陆老爷子，人家同意了吗？就未来老婆？这小子还真是。林幽第2天如约去见了沈寒。林幽啊，
之前让你考虑的事情，你想好了吗？沈寒面容和善，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的人才，我说过，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林幽坐在对面喝了口奶茶，没回答。现在你已经被军方保护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部门，我们部门很开明的，十分弹性，只要你关系转移到我们部门就行。沈寒的话就跟诱哄似的，现在军部要跟他抢人，他必须要先下手为强。不管怎么样，先把林幽搞到自己部门再说，这样以后其他各部门要用林幽，可都要通过他来跟他借人了。而且有工资啊，工资不低，每个月都发，如果有任务还有奖金，高额保险。嘿嘿，我知道你不缺钱，那你缺男人吗？我们部队里的都是高颜值，185，6块腹肌，身强力壮的，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林幽喝奶茶的动作顿住，眼神上下打量了一番沈寒，忍不住开口，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不知道的还以为沈寒打算给他介绍男模呢，能想出这个点子也是没谁了。沈寒倒是面无改色，谢谢夸奖。所以你有兴趣吗？他又问。林幽挑了下眉，倒是有那么一点。沈寒正准备说话，却看到林幽面前的奶茶竟然在毫无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动了起来，就像是被转动了的水在那里缓缓动荡了起来。你，沈寒盯着他手里的奶茶，他动了。林幽也看向了自己面前的奶茶，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好像能用意念去控制一些东西。他在制药和种植以及治病的时候，都发现自己的精神力量变得更强大了。你是不是有那种力量？沈寒的语气都变得紧张和兴奋了一些。林幽没回答，而是反问，什么力量？沈寒盯着他眼前的奶茶，半天没说话。林幽干脆直接喝了2口，让那种意念消失。沈寒，我也不好说，这种力量我们目前还在研究，还没有结果。暂时猜测是跟大气浓度和这个世界本身所泄露的某些能量有关系。你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有一些奇人，他们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的原因，也可能是掌握了某种特殊跟这个世界能量交流的办法，从而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看着林幽的，显然他认为林幽也是这种人，但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十分罕见稀少。近年来我们发现这些人奇人身上的能力开始有了别的变化。他盯着林幽的奶茶，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力量，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连那特殊的能力都会发生改变。我们部门有几个这样的人，所以我才会发现林幽本身对这个部门不感兴趣的，现在他开始对这个部门感兴趣了。一门的确有自己的基因和传承，并且他们从小就会有专门的方法训练自己的精神力，从而将精神力融入进医术之中。医术也有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有时候近似于一种媒介，有时候还需遵守物质交换定律，甚至在玄学的角度还有功德和罪孽一说，但并没有这种意念控制除了医术和银针以外的力量。比如他现在这种力量也不仅仅局限于医术之中了，他甚至可以通过意念去控制别的东西。他在这个世界里还没见到过这样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所以开始产生了好奇。我对你说的话可都是最高机密，如果不是因为是我看到了，我是不会说的。目前就算是军部也不知道我们部门的具体情况。沈寒低声说，所以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林幽这次没怎么考虑，行，我加入。正端起白开水喝一口的沈寒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愣住，惊喜道，真的？他以为林幽还要好好考虑考虑，没想到就这么就同意了。林幽点头，记得给我买高额保险。沈寒，当然。他激动的不得了，还有男人，我下次就带过来给你挑。林幽嘴角抽了抽，这就不用了。哎呀，小女孩哪个不喜欢185、6块腹肌的大帅哥？你放心，我懂。我以后啊就带在身边，你看上哪个跟我说就行。你放心，你这么漂亮，要是这帮小子知道，估计高兴做梦都要笑醒。林幽，真不用。他主要怕陆思彻那家伙知道了之后，连这个沈寒都要挨踹。但沈寒还以为林幽矜持，所以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毕竟在他看来，要是林幽真能跟自己的兵谈恋爱了，那林幽不就跟自己锁死了。在林幽答应加入这个部门之后，才知道这个部门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737。在其他人眼里，737支是一个吸纳特殊人才的部门。对这个部门的内里其实并不太清楚，也是这次跟沈寒的谈话让林幽对这个部门多了一层了解。加入这个部门，在享受丰厚待遇的同时，他所要做的就是完成部门所派遣的任务。任务不多，都会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而定，所以林幽倒是无所谓，反正一样都是治病挣钱，普通的病症他也没兴趣治。离开之前，林幽又叮嘱了一句，对了，我家门口那些人可以撤了。那不行，我看着碍眼，不走的话
我就让我的人动手了。林幽威胁，主要那些人在家门口实在是看着碍眼，就跟家门口放着几袋子垃圾似的，总想丢掉。说完了，林幽就走了。而在林幽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金圈里那心软的神的代名词了。圈内的富二代们通过各种打听，才得知陈烨口中那心软的神竟然是林幽。每个人的震惊程度无异于彗星撞地球。陈烨是什么人，他们是知道的。有人问，这是在表白？陈烨，你懂个屁！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男女关系了吗？那人，不然那是啥？陈烨，还有神与我的关系。被拉黑了的谢灵只能看到他们发的，却不能评论，气得不得了。后来干脆开了小号去质问他们，但刚发出来，发现自己小号也被拉黑了。谢灵气得发抖，见人就控诉陈烨那帮人被林幽给欺骗了，但已经没多少人信他了。大家都会上网，加上陈烨他们口中对林幽的夸奖，也让金圈其他人对林幽的偏见消失了。而且现在圈子里还有一条规矩，不能招惹林幽。这规矩还是长辈们定的，不懂但害怕。而谢灵原本网上那些故意对林幽阴阳怪气的话，已经被江城安排的水军淹没。怕谢家怕谢灵闹出什么事，账号都被家里没收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招惹他，你为什么不听？谢父怒道。谢母赶紧拉过谢灵，你有话好好说，冲着孩子吼什么？上面早就有人打过招呼了，不要去招惹林幽，谁家惹了林幽都不会有好下场。你说你非要去惹他干嘛？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是事情闹大了，你以为我们谢家有什么好果子？谢父冷冷道，我们谢家是你祖父打下的江山，这点家底这点名声，你要是败坏了，我就把你赶出谢家。谢灵不懂，爸，她只是林家的一个养女啊，怎么可能会威胁到我们谢家？我不是你的女儿了吗？你的女儿被人欺负，被人羞辱，被人打，你都毫不在意吗？谢灵愤怒又不解。谢父已经不想跟谢灵说话了，记住我说的话，你的账号我已经让人接管，你带来的负面言论已经够多了，还想跟陆家联姻？你以为陆思彻瞧得上你吗？这话彻底刺激到了谢灵，一贯端庄的大小姐做派现在也无法再维持。明明她才是这个圈子身份地位最高的千金小姐，她从来对那些豪门千金不屑一顾，因为她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可现在冒出来的这个林幽却处处跟她作对，不仅这样，现在连陈烨他们都站在了她那边。她不服也不甘心。自从陆思彻那天出现之后，林幽就没见过陆思彻了。在消失之前，他倒是报备过要忙一段时间。正好林幽准备巡视一趟林氏在京城的产业，以及飞鱼在京城的分公司。据说整个电竞俱乐部也都搬到京城来了。江城要求他每个月必须有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给他带流量。自从林幽之前抽空拍的那几部戏上荧幕之后，他的流量和讨论度更是一度高涨。因为他后续也没有再参加什么综艺和活动，所以就连他第一次参加的电竞综艺都已经被粉丝们盘包浆了。本身就自带流量的林幽，以人美毒舌的天才千金大小姐的标签，一直在网上有着十分高的讨论度。哪怕林幽都不出席活动了，账号也没更新了，也依然许多人都在缅怀林幽在网上骂人的日子。粉丝们称林幽是刚出道就被怀念的大明星，所以林幽偶尔还得去出席一些活动，完成江城交代给他的任务。就在他巡视林氏的产业的时候，倒是历程回京了。飞机落地的时候，历程给自己发了个消息，历程，我回来了。林幽，好。他回答的简单，不过很快历程又回了一条消息，林幽。看到这两个字，林幽疑惑的回了个问号。历程，没事。林幽，等你那边安排好了，联系我就行。过了好一会儿，历程才回了一个好字。历程关上手机，看向车窗外，熟悉的京城街道让他那冷冰冰的镜片玻璃上也多了一丝温度。他忽然将眼镜取了下来，发现了镜架上沾的没有擦干净的血迹，从兜里抽出一方丝帕，将眼镜上的血迹一点一点重新擦拭干净。回来了，总要干干净净的才是。最近京城怎么样？他问，声音带着几分倦怠的慵懒。前面的助理恭敬的回答，其他没别的什么变化，就是林幽小姐来了之后，跟陈烨他们发生了冲突，闹得挺大的。不过很快，他们又好像和好了。现在陈烨他们反倒是老缠着林幽小姐了。历程面无表情，是吗？姓陆的呢？没听到陆少的消息。ZE 是陆氏的产业已经换了人接管了，是陆家分支的人。自从2个月前陆少从 ZE 市离开了，就根本打探不到关于他的一点消息了。此时历程手里的眼镜已经彻底擦干净了，重新戴回了鼻梁之上。那就不用去查了，他淡淡道。是。助理点了点头。重新戴好眼镜的历程看起来儒雅又斯文。他知道如果查不到陆思彻了，
那么就说明他回去了。他回去了属于自己的地方，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都查不到的。不过有一点，他倒是不得不佩服他，这几年他还真能在商场上闯出一席之地。那个家伙的确是不简单，好像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他认真了，总能做得很好。这一点让他很嫉妒。先回宅子吧。好的。最近外面的小吃摊好像都收走了。乔拉开窗帘看着庄园外，林优正坐在客厅里看书，听到乔的话，抬眼看了外面一眼，收走了挺好，每天看着他们我也累。小米和西西俩人在旁边插花，听到林优的话也都接了句。小米，难怪雪娜小姐说他们卖的东西难吃呢，我昨天去买了点烧烤回来，难吃就算了，还害得我昨晚上拉了好久的肚子呢。西西也微微一笑，我看他们不像是来卖吃的，倒像是来监视我们庄园的。西西虽然是花匠，但插花艺术却堪比大师。自从他来了以后，整个庄园到处都能看到十分漂亮的植物装饰。乔说猜测他们是来保护小姐的。小米笑嘻嘻地说，可是我们也能保护小姐啊。现在他们跟林优已经熟悉了不少，已经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拘谨，甚至有时候还会跟林优开玩笑。他们也的确每个人都是专业的，不仅仅专业，事情都做得很漂亮。林优对他们也没那么苛责，有时候带他们也没分什么主仆。看得出来，不管是乔还会是小米西西他们，现在对林优都有着跟初次见面时不一样的忠心。先前的忠心是出于身份和契约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对他这个人。尤其是女仆小米，现在总是开口闭口都是小姐了。虽然雪娜的到来也让他们多了一个主子，但只有林优才是真正能够命令他们某些事情的主子。林优挑了下眉，倒也没怀疑小米说的话的真实性，因为这几个家伙的确拥有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能在边境逃命，身上都多少都背了命案的，能是什么简单的角色？雪娜已经去后山种苗了，她到了之后，将那些培育好药植都开始移栽了过来，每天都忙活得见不到人影。就在这个时候，林优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好。你好，是夏优吗？我是。片刻后，林优挂断电话，眉头也皱了起来。是他们。其实江城已经跟他提过，但是他并不想跟那边的人有什么来往，没想到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翌日一大早，林优就接到了夏兰叔的电话。林优，你这里2天干嘛呢？怎么都不出来玩了？林优无奈，少爷，你当我跟你一样闲？夏兰叔语气委屈，我还以为你不跟我玩了，这几天你都没找我。夏兰叔，我都知道了，你偷偷背着我跟陈烨他们玩了。林优上车，点燃发动机，我什么时候背着你了？夏兰叔，我都看到他们发朋友圈了，他说你是心软的神。林优沉默，都什么玩意儿？我不管，你背着我跟他们玩，你不跟我玩，你偏心。夏兰叔就跟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其实这2天夏兰叔也有给他发微信，但是他懒得搭理，因为发的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图片或者感叹词。神经病吗？这不是？你要补偿我一次，多跟我玩一次。夏兰叔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目的。你出生的时候是把脑袋给当胎盘扔了吗？他忍不住了，而夏兰叔显然没反应过来林优说的话。啊，林优，没事我就挂了。等等，我有事，很大的事。我跟你说，我怀疑我舅舅包养了一个情人。林优直接挂电话了，然后调成了勿扰模式。虽然他并不讨厌夏兰叔，相反经过前2次的相处，他对夏兰叔这傻小子还颇有好感，但他也不能放纵这个家伙跟小孩似的太黏他。不过这2天在他和陈烨他们的那个微信小群里，他得知了最近夏兰叔跟他们也打成了一片，关系好像也还不错。不得不说，这个人还真是个社恐，社交恐怖分子。他驱车来到了一家高级私家菜馆，刚从电梯出来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一头银发的中二少年不是夏兰叔还是谁？见到林优，夏兰叔满脸都是惊喜。林优？林优也很惊讶，这夏兰叔不会在自己身上装定位了吧？怎么每次都能撞见他？他还没开口问，夏兰叔一把就将他拉到了另一边。看夏兰叔这么一脸认真和急切的样子，林优也没拒绝，直到他把自己带到了一处卡座坐了下来，然后拿起菜单竖起来，故意挡住了他们2人的脸。卡座前面还有一道稀疏的绿植墙，能很清楚地看到前面不远处的位子坐了一位穿着西装，胸前别着钢笔，五官十分周正的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好像在等什么人，偶尔会回头看一眼门口。林优不禁问，你这是在干嘛？夏兰叔叫来服务员给林优点了杯饮料。你看到了吗？那个男人。林优点头，看到了，一身奢侈限量名牌，有钱人，光是手上那块表应该就价值个1000万。这人吧，是我舅舅。夏兰叔低声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说养了情人的那个舅舅。
林幽，我跟你说，我这舅舅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爱老婆，从来没有过绯闻，没想到啊，这次被我逮着了吧？林幽，你怎么知道他包养了情人？夏兰叔这就来劲了，前2天我不是不在吗？就是因为我舅舅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司机说，他来京城是为了一个女孩，还是个年轻女孩。我偷听过舅舅打电话，还真是，这就是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你看着，等会儿我就给他拍下来，回去给我舅妈看，让他们知道我这个舅舅的真面目。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忽然拿起了手机，打了个电话。夏兰叔冷笑，肯定是在给自己的小情人打呢。呜，林幽的手机震动了起来，他拿起手机接起电话。喂，我到了。夏兰叔愣住，看了看林幽，又看了看自己舅舅。你！林幽挂断电话，看着夏兰叔的眼睛。没错，我就是你舅舅的小情人。林幽已经起身朝夏明海的方向走了过去。夏兰叔见状，立马跟了过去。林幽，什么情况？你真跟我舅舅有事儿啊？不是，你怎么看上我舅舅了？我不行吗？我不比我舅舅年轻帅气？夏明海听到声音，就看到了屁颠跟在林幽身后的夏兰叔。听到他说的话，一张脸都变得铁青。这臭小子说什么呢？还有他怎么跟林幽搞到一块儿去了？这俩人很熟。林幽无视掉了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夏兰叔，走到夏明海面前。你找我？夏明海整理了一下衣服，微笑，是夏幽吧？请坐。林幽坐了下来，不过纠正了他一句，我早就不姓夏了，现在姓林。我叫林幽，你也可以叫我林小姐。夏兰叔直接从另外一边拖了一根凳子。你们不给我解释一下吗？舅舅，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怎么就看上林幽了呢？人家还是个小姑娘，你到底还有没有点良心？你这对吗？我问你这对吗？夏明海被质问的莫名其妙，你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他又看向了正在笑的林幽一眼，瞬间悟了，你小子是把你姐当成我养的情人了？什么我姐？夏兰叔脑子猛然清醒，你说什么？夏明海深吸了一口气，你没发现咱们都姓夏吗？夏兰叔皱眉，不对，他姓林。他一愣，是姓夏哈。林幽瞥了一眼夏兰叔，闭嘴。夏兰叔立刻乖乖闭嘴，这倒是让夏明海震惊了一下。夏兰叔这小子平时那是天不怕地不怕，谁都管不住，连他妈都不管的玩意儿，竟然能这么乖乖听林幽的话，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夏明海轻咳了一声，介绍了起来，这是你远方表姐林幽。林幽其实在刚刚就知道了夏兰叔的身份了，所以现在夏明海的介绍一点也不意外。夏兰叔，哪个表姐？他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网上所查到的跟林幽相关的资料。知道 Z 是夏家吧？夏明海深吸了一口气，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也算是国内的大新闻了。那个夏家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夏家的分支，他的亲生父亲跟我同辈，他跟你同辈。不过他的父亲在20几年前就已经被逐出家门了，在夏家出事的时候也曾打过电话到本家来求援，但是他做的那些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插手？夏明海口吻冷淡，显然对于这个同辈的兄弟没有丝毫感情。夏兰叔当然也知道 Z 是夏家的事，也知道林幽曾经被抱错过，被养父养母虐待过，还被亲生父母和亲生哥哥们欺辱过，所以导致他现在特别想对林幽好。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姐弟，是有亲缘关系的。他心里既有高兴又有失落，但此时那种高兴的程度又是远远大于了那种失落的。夏明海看着林幽，叹息道，你姐姐吃了不少苦，但还能有如今的成就，你应该感到敬佩。林幽勾唇，没说话，冷漠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看得夏明海这种久经商场的人都有些发怵。我有什么成就？我就是普通人。林幽开口，我倒是比较想知道，像我这种已经跟你们本家断绝来往的人，夏先生来找我是何用意？夏兰叔这个时候根本不敢开口，但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总想开口，所以干脆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憋着看着林幽，就等着林幽什么时候给他解禁，能开口说话。夏明海也笑了一下，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他知道在聪明人面前不需要耍小聪明，也不用拐弯抹角。最近声名鹊起的飞鱼娱乐，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成为国内顶尖的娱乐公司，而且控股多家知名产业，以及精灵投资的幕后老板都是你吧？林幽端起眼前的饮料，喝了一口，然后呢？夏明海继续说，那位江城，他的背景你我都心知肚明，还有专门为你工作的那位叫做何方的律师，这两个人都是国际猎头拼了命想要挖的人才，但这两个人都在为你做事，我说的对吗？他冲着林幽微微一笑，在等着他的回答。林幽也不意外，他们的身份又不是什么保密信息，有心去查的人总能查得到。还有，
据说最近动荡医学界的一名天才少女，也是你身边的人。夏明海每说一句话，夏兰书的瞳孔就越是震惊几分。我还知道，他们几个人都坐过牢，都跟你待过同一所监狱。夏明海盯着林幽，一字一句地说。林幽放下饮料，唇角微裂，你说的不错，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夏明海轻咳了一声。林幽的回答全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啊，他哪能想到对方这么直接。虽然有想过林幽能有这个本事跟其他年轻人不一样，但也没想过这么不一样。关于你和你家人的事情，我们也有听说。你放心，你父亲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打算牵连到你，所以你依然是我们夏家的人，我们本家是承认你的存在的。说到这里，他特地停顿了一下，但你那4个哥哥，我们是不承认的。林幽笑，这话说的有意思，不就是说自己是夏家这一脉，他们就只承认自己呗？也是，夏家那一家人，任何一个人被承认回去，对他们来说都是丢脸的。毕竟那几个人都在牢里待着呢，判的最低的没个5年都出不来。说起这件事，夏兰书也想到了林幽还有4个哥哥，但那4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去宠那个养女去了。我能好奇一个问题吗？林幽问。什么问题？夏明长是因为什么被赶出去的？林幽问这个纯属八卦，只是好奇夏明长被赶出夏家，能被夏家完全当成弃子，是犯了什么事？夏明海沉默了一下，似乎也是在回忆。这倒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但事情过去的太久，我也只是隐约有点印象。他是勾结了外面的人，动了家族利益，害得2家子公司的负责人都进了监狱。家族花了钱把他保下来后，就把他放逐出去了。从此以后，夏家本部也不再接济他，所以这些年他跟我们本家一直没有联系，因为他知道我们本部是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帮助的，除非他想进牢里。林幽心道，难怪夏家这一家子除了原本的夏幽都是坐牢的命，原来是遗传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夏明海笑着看林幽的眼里是毫不掩饰的欣赏，所以态度也有种长辈的宠溺。林幽耸耸肩，没什么了，就剩下最开始的问题，你们找我做什么？说着，林幽发现是夏兰书的模样，都快憋死了，满脸通红，想说什么就说，没让你把自己憋死。夏兰书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就是想说，舅舅你赶紧说吧，你到底找他做什么的？可憋死我了。林幽，你还是把嘴闭上吧。夏明海微微一笑，看了一眼夏兰书，我这个外甥是个反骨子，就连他父母都管不了他，没想到你能让他这么听话。夏兰书脸上有些发红，有些不那么自在的看向了别的方向。林幽喝了一口饮料，淡淡道，是他父母就没想过管他吧？夏明海微微一愣，倒也没再接林幽的话。夏兰书的爸妈他也很清楚是什么样，确实不是合格的父母。上合国际你也合并到你的公司旗下了，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就让这么一个漏洞百出亏损的公司重新运行了起来。夏明海看着夏幽，不会你们是来找我要上合国际的吧？林幽笑，可以打官司吧？对方查过他，那么也会猜得到上合国际是被他设计让夏家低价贱卖的。当然不会。夏明海微笑，我是来邀请你回本部的。这一句话直接道出了夏明海的目的。林幽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就连夏兰书都意想不到，邀请我回本部？林幽狐疑质问。夏明海点头，不错，林幽，你很厉害，你有聪明的大脑和驭人之术，在年轻一辈中无出其右，你也是我们夏家这一代的年轻人里最有能力的一个，我们承认你，并邀请你回本部，成为夏氏集团候选人之一。夏明海盯着他，认真的说完了每个字。林幽皱眉，候选人？没错，夏氏集团的继承人都是从每一代的年轻人里选拔，优胜劣汰，走到这个位置上的人，最后必然是最优秀的夏氏血脉。我们是家族企业，也要保证我们家族企业的传承。你很优秀，我已经跟老爷子请示过了，希望能让你也参加这一场角逐。如果你成为了最后的赢家，那么你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夏氏集团最后的家主和掌权者。林幽大概明白他们什么意思了，夏兰书也明白了，这是来挖人呗。看到林幽优秀，所以来把林幽认回去当继承人候选人。这夏兰书倒是没什么意见，相反还挺希望林幽回到夏家本部的。一家人他不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粘着林幽了吗？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目的？林幽反问。夏明海点了点头，不错，这就是我来找你真正的原因。我知道你现在跟林家关系不错，也是林总任的干女儿，可是你毕竟不是林家的血脉，他们不会真正让你成为林家的继承人。我也知道你手里有其他的产业，可是夏家产业遍布世界各地，其影响力不是林氏能比的。林幽勾了勾唇，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夏明海看着他片刻，轻摇了摇头，没有了。林幽站了起来，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夏明海和夏兰书二人相视一眼。等等，夏明海叫住了他，你就这么走了？我还没听你的想法。林幽，我没什么想法，我不打算跟你们夏家有什么牵连，也没打算回什么本部。你们夏家的产业对我来说也不过如此，没有任何欲望。所以你说了，我知道了就可以了，也没什么多余的话说。他不缺钱，他相信由江城经营起来的产业和投资，未来资产并不会比夏氏少。更何况他跟夏家本部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联系，无需去趟这趟浑水。本来就不熟，还整这一出做什么？林幽，这一次是夏兰书开的口，那你也不回本家吗？林幽看向夏兰书，那乖乖看自己的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几分可怜。他嘴角淡淡扬起几分，那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完这句话后，林幽就直接走了。林幽的话让夏兰书愣了愣，脑海里也回想着他的这句话，那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林幽留下这句话之后就直接走了，没有丝毫留恋。用夏明海的话来说，他甚至没问问夏家本家的情况，他丝毫不关心，也毫无兴趣。他有些挫败，夏家的继承人，这个诱惑应该来说可比林家的继承人大多了，更何况他还是夏家的血脉，是名正言顺的。可惜了，他明明那么有能力，在夏家现在的这一辈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他这样的实力。即便他只是挂个名，让自己手底下的人去做，都比同辈里的那些人强上100倍1000倍不止。他指的自然是江城。林幽如果回了本家，那么江城也会成为夏氏的人，哪怕林幽不亲自出面，江城就足够稳定局面。他看好江城，同样也想要何方那样的律师。可是比起这两个人，他明白更重要的人其实是林幽，只有把他搞定了，才能搞得到这两个人，或者还不止这两个人，说不定他的手底下还有许多别的能人是不在明面上的。夏兰书皱了皱眉，他这么厉害也没必要回本家吧？夏家也没有吸引他的东西，他说的对，你们跟他本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关系。夏明海看向这个不成器的，没好气，你懂什么？他有我们夏家的血脉，如果回归了我们夏家，能让我们夏家带来多少利益，你懂吗？算了，跟你这小子说也不懂。夏兰书不知道什么利益不利益的，但他知道一个人不能去勉强另一个人做不喜欢的事，而且林幽有本事有能力，凭什么去夏家干活啊？对了，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俩关系怎么样？夏明海忽然问。夏兰书回过神，我跑网约车的时候认识的。夏明海真想抽这个侄儿一巴掌，夏家的大少爷去跑网约车，说出去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笑死。那你们关系还不错吧？夏明兰扬了扬下巴，当然了，那你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你想啊，要是他回了本家，以后你不就一回家就能见到他吗？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你也有面子，以后你直接跟你姐混啊。夏明海是懂拿捏人心的，这个话已经让夏明兰开始有点动摇了。不对，他不回去，我也可以跟他混啊。夏兰书眼睛一下就亮了，正好以后我就不用回去了，要是我妈问起，您就说我投奔我姐了。夏明海这臭小子什么时候不开窍，偏偏这个时候开窍了。他看向林幽离开的方向，轻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是个难啃的骨头啊。他当然不会就这么容易放弃，只是可能要改变策略。这段时间你就留在京城，跟你姐多联络感情，告诉他你外公很想见他一面，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看看。夏氏的大门将一直为他敞开。夏明海这个任务夏兰书很喜欢，立马就答应下来了。跟着你姐可以，但是你别去搞别的有的没的，咱们夏氏的根基不在华国，如果你在这边出了什么事，夏氏那边也是鞭长莫及，而且京城这边全是扎堆。夏兰书不服了，那有什么？不少二代们家庭背景都跟军政圈子有关，要是得罪了会有点麻烦。夏明海他们全家的根基虽然在国外，但本质上却还是流着华国的血，所以也并不希望跟华国这边的圈子起什么冲突。夏兰书这小子从小就不着调，他尤其担心他会在京城惹什么事。夏兰书口出狂言，哦，我姐前几天才把他们打了一顿。夏兰书一脸骄傲，他们现在都认我姐当老大了。夏明海，不是林幽他这么猛的吗？京圈那帮二代们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名声就连在国外的他们都听说过。林幽竟然把他们都拿下了。737部门，他同意了。沈寒点头，是，他应该是对部门比较感兴趣，所以谈得很顺利。眼前穿着一身军装的男人是沈寒的直接领导，在军衔上来说跟元帅一个级别。这个人的名字叫苏启，是737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这些有能力的人脾气都不怎么样，所以想要让他们加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有一部分人甚至是根本没有任何家国的意识，但能够吸纳进来就是一件好事。苏启抽了一口烟，一边看着林优的资料，马上把林优的归属划到我们部门来，免得其他部门惦记。放心，这件事已经在办了，我还怕军方军集团军那边抢人呢。沈寒笑了笑，对了，他在监狱里的资料都已经调过来了吗？苏启问。沈寒点头，调过来了，您可以随时查看。这个林优跟别的737成员不一样，其他人只是有特殊能力，但林优有能收服人心的能力，而且能够在恶劣环境下很快将这种恶劣环境作为自己的跳板。他有头脑，还有驭人之术。苏启在烟灰缸里掸了掸烟灰，你看这几个人，他指了指资料里的几张照片，都是数一数二难搞定的家伙，在其业内都是天才，但都最后以他为中心而聚集到了一起。当初和他在同一所监狱待过的人，说起他的时候大多是害怕的，还有一部分是喜欢他的。他曾经被典狱长下放到最混乱的一个监狱场，那里面关押的都是一些特殊的重刑犯，但又罪不至死，所以这些人十分猖狂。但他进去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些家伙收拾得服服帖帖，不甘放肆，所以他也得到了典狱长的重用。他的医术在这个时候渐渐展露了出来，在那时就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了，并且给他开辟了独有的绿色通道。只不过那个时候是另一个部门在负责进行人才保护，还没传到我们这边来。不久前我们才把林优这个人接到了我们部门。苏启眯起了眼睛，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一个人很像？沈寒看着眼前林优的资料，还有围绕着林优的那几个跟他在同一所监狱待过的人，他缓缓开口说出了那个相似的人，第6军区统帅陆统领。苏启笑，是啊，他俩是不是挺像的？但他是自由的。沈寒忽然开口，他的灵魂是不受拘束的，是绝对的自由，这一点也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苏启这一点是赞同的，但刚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而且你认为林优身边难道只有这3个人吗？沈寒看着那3张照片，分别是江澄、何芳、雪娜，为他做事的，愿意追随他的肯定不止这3个人，暗地里啊，说不定还有人。苏启眯起了眼睛，这个丫头不简单的很啊。那关于她的能力，沈寒询问。苏启，好好观察观察就行，至于他要做什么不用管，只要我们有需要他的时候，他能按照约定完成任务就行。苏启很明白，像林优这样的人保持愉快的合作关系比给他洗脑有用更多了，这种人用心去对待比什么都管用。是，我明白了。从苏启的话，沈寒也明白了上面对林优的重视，他有着和其他所有异能之人所不一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能够让他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的。林优从私房菜馆出来后，干脆驱车去了一趟飞鱼在京城的分公司。他其实本来以为夏家的人找他，有可能是为了上合国际，也可能是因为夏明长那一家人的事情，毕竟把那一家子送进监狱里，自己也算是功不可没。甚至他还特地设计了圈套，让他们往里面钻，把上合国际套了出来。夏家本家找他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利益，但没想到他找他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让他回夏氏本部。他对夏氏本部还真没什么兴趣，但自从他们在开始打听自己之后，他就让江澄查了一下 A 国夏氏。A 国夏氏原本是华国人，但在几百年前因为战乱而迁居到了 A 国，从此在 A 国落地生根。他们是以家族为传承的家族企业，因为做的都是跨国生意，所以体量极大。夏家的家族成员会分布在每个区域担当负责人，家族生意主要是以军工业的原材料为主，同时涉猎其他各个行业，包括飞机制造、智能机械制造等等。这种行业经过几次战争的洗礼，水涨船高，也正是几次战争让夏氏积累了原始资本，从而在新时代飞升跨越，成为了世界100强企业。而据他所知，之前陆思彻所经营的公司跟夏氏的生意倒是十分相似，只不过陆家的产业除了军工业之外，还涉及到了能源和动力。他有一次听陆思彻提了一嘴，陆家有一个专门的科研院，里面养的都是各个行业里的专家教授，专门出专利的那种，所以陆家必须低调。而陆思彻虽然不是按照陆家生意上的继承人培养的，但是他在陆家有着绝对的地位，这倒是他在顾廷峰口中听说的。话说回来，夏家想要他回本部，无非是看上了他所能给夏家带来的巨大利益，自己手底下有公司、有人、有钱，他如果回到夏氏，那么对他们来说也就意味着他的所有也都归了夏氏，算盘珠子都崩他脸上来了。目前夏氏对他来说唯一有点好感的人可能只有夏兰书了，因为这家伙简单，没有满肚子的算计。至于夏明海，人看得出来是个正常人，但对他多了几分算计，而且即便没有，
他也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老老实实卖药不好吗？你要直播就要舍得会擦，知道吗？现在都这样，你不擦别人也会擦的。可是我不是想做这样的工作。谁说直播就非得擦边？我家安安要正正经经的直播。说的好听，你以为直播这么容易吗？我可是你们领导挖过来的，你们难道有我懂流量？林优被直播间房间里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助理客客气气地说：优姐，这里是公司的直播间，这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直播方格，这个直播间里是刚来的新人，咱们直播部的经理在调教新人呢。林优听着那两道声音很耳熟，他透过玻璃窗看向了那个起争执的直播间，是他们。小鹿也是飞鱼的经纪人，在他离开自己室之前，小鹿说想试试把思安带到社会里去，因为思安自从患病以后就几乎一直在家里，跟社会脱节了。在他离开 Z 市时，他收到了小鹿发来的消息，小鹿告诉他，他准备把思安签到自己手下，当思安的经纪人。林优是赞同的，反正小鹿已经是娱乐圈的老人了，能够带着思安也不错。思安长得很漂亮，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要稍微营销一下，就能够他下半辈子过活了。但没想到，小鹿和思安竟然来了京城。小鹿不是公司的老人了吗？为什么会带着自己的艺人来这里直播？他问。助理回答，听小鹿姐说，是个叫思安的新人，自己想试试直播，正好目前京城公司这边缺人，所以他们就过来了。而这个时候，里面还在争执，思安似乎有些紧张，开始躲在了小鹿身后。他皱眉，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小鹿气得要死，明明他已经是这个公司的老人了，这个经理仗着是公司这边刚挖来的，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甚至还非要思安去当擦边女主播。这么喜欢擦边，你怎么不去擦？他怒了。唐经理冷笑，爱干不干，不干就滚，有的是人干。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说得不错，你的位置的确是有的是人干。熟悉的声音让小鹿儿后思安都诧异地看向了林优，当看到他时，二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喜。优姐。唐经理看到林优，当然也一眼认出了他。虽然林优不在江湖，但江湖一直都有他的传说。面对林优，唐经理可不敢惹，毕竟林优不仅仅是飞鱼的顶流，还是林氏大小姐，那背后还有陆家和厉家罩着。最近听说连金圈的那帮二代们都被林优收拾了，他哪里敢惹？他立马讨好的打招呼，优姐，你怎么来了？我路过这里，看到你们这里起了争执，就进来看看。他挑眉，听起来唐经理很喜欢擦边。唐经理脸色尴尬了一下，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吗？这样起流量最快了。优姐，我带安安过来试的明明是才艺主播。小鹿愤怒道，可他非要安安擦边，恶心死了。林优皱眉，既然唐经理这么喜欢擦边，那就让唐经理表演吧。去，单独开个直播间，守着唐经理擦。助理抬眼看了一眼唐经理，然后点头，是。说完，助理就开始打电话了。毕竟公司高管们都知道，优姐的地位跟江总差不多，甚至江总都得捧着优姐，所以助理根本不带犹豫的。唐经理勉强的维持着脸上的笑，优姐，您这不好吧？我怎么说也是负责直播部门的经理，这里的事情也应该我说了算，您这样让我以后不好工作啊。唐经理以为林优跟飞鱼也只是合作的关系，而自己又是挖来的人，所以多少还有点拖大。小鹿冷笑，看来这个唐经理是分不清大小王了，不知道飞鱼谁是老大呢。林优扬眉，不好工作啊，那就不工作了。他突然微笑，恭喜你，你被解雇了。优姐，您没资格解雇我吧？他尬笑着说。助理询问，唐经理，请问你是现在跟我去办离职手续，还是晚点再办？唐经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解雇我？你们凭什么解雇我？知道外面多少人抢着挖我吗？他恼羞成怒。林优抬了一下手，保安立刻出来带人了，记得让他在办理离职前去擦一下。他提醒。唐经理骂骂咧咧的被带走。助理忍不住说，优姐，他擦会被举报吧？太恶心了，他都无法想象的有多恶心。林优勾唇，喜欢的事情总要自己多做才行。助理摸了摸鼻子，就是得恶心一下刷到的观众了。唐经理被带走以后，直播间也清静了。助理见林优跟小鹿思安是熟人，就十分识趣的忙自己的去了。优姐，还好有你，不然我们就要被那个唐经理欺负了。小鹿一副委屈脸。小鹿问，他会那么乖乖听话？我看他这个人可自以为是了。思安也点了点头，放心，我跟小韩打过招呼了，他如果不直播的话，我会跟业内打个招呼，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相关行业和公司会录用他。小韩就是刚刚的助理，他是分公司的得力干将，也知道林优的地位，所以林优只需要打个招呼他就知道该怎么办。闻言，
小鹿和思安也开心的笑了起来。林优找了个位置坐下，看向他俩：“你们怎么来京城了？”思安现在有些腼腆，毕竟才重新出来接触社会，所以还有些不太适应。不过这次是他主动说，是我让小鹿带我来的，我想要试试直播。正好飞鱼在京城开的分公司有直播部，需要人，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而且，他后面的话还没好意思说出来，却被小鹿抢了话。而且，优姐你也来京城了，所以安安想来这里能离你近点。小鹿嘿嘿的笑着。林优微诧异的看向思安，现在的思安气色很好，看起来已经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身上的那股死气也已经完全消失，或者说他更像是破茧成蝶，重新绽放出了新的生命。他微微一笑，看来这段时间你也有在好好生活。思安有些不好意思，你给我开的药我一直都在吃的，也听了你说的多出来走走，但是我生病了这么多年，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我想试试直播。小鹿立刻说，安安以前的时候会拉小提琴，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拿了国际赛事的大奖的，生病以后虽然其他生活能力都没有了，但还是会拉小提琴，所以我本来打算让安安进行才艺直播，但这个唐经理不同意。林优思索了一下，虽然他不怎么管公司的事情，但不代表他对现在的风向一无所知。江城每段时间都会给他汇报一些现在公司的情况和市场调研，他也会跟着一起做参考和建议。他倒是想当甩手掌柜，但江城不让啊，非要让他也跟着他一起卷，偶尔还要跑来抽查。所以即便没管公司，林优也对现在的市场环境和风向是十分了解的。直播这一块，如果是新人想要起流量来非常不容易，但他去帮思安安排不合适，毕竟他目前在公司没有实际职务。他拿起手机给江城打了个电话，是我的姐，您终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正好帮我看看海外投资，之前投的几个公司赚妈了，我准备直接在海外开一个。打住！林优马上先把江城的话给打断，免得一说起来就没完了。我在京城公司直播部，你这边新挖的直播部门经理被我解雇了。哦，那就解雇了吧。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中了一个项目。闭嘴！给思安定制一个直播内容，音乐类的，才艺表演，小提琴为主。江城，思安。哦，是他啊。行，交给我吧。林优说完就马上把电话给挂了，生怕江城又继续跟他聊海外的投资。江城，喂，人呢？江城放下手机，皱眉，这个女人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是他们约法三章了，说不定他几个月都找不到他。他立马打了个电话，喊了个秘书过来，给京城那边直播部一个叫思安的女孩定制一下直播方案，先让老人带带，再找几个时下比较出名的音乐博主连麦，打 PK， 内容以小提琴才艺为主。对了，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给她量身定制一下妆造，清纯白月光挂的。是，江总，马上去安排。还有，那个唐经理被解雇了，让那边重新招个人，注意一下风评和素质。林优不会随便解雇人的，除非是那个人有问题。所以江城根本不在意这个事，人解雇了再招就是了。但是吧，他要不还是给林优安排个职务好了，一个是方便他有时候做事，一个是这样他就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了。他勾了勾唇，立马开始起草一份任职文件。此时的林优还不知道，她即将成为飞鱼的女总裁。接下来小鹿你就带着思安就行，江城那边很快会安排。小鹿笑着点头，谢谢优姐。思安还是有些局促，我怕我做不好。林优，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够了，包装出来的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大家喜欢的样子，你真实的模样大家也不一定不喜欢。他的这句话给了思安鼓舞，他也开心的笑了起来。我会努力的。安排好这件事后，他也跟小鹿和思安寒暄聊了几句近况。自从夏家被抓之后，思安也重获新生。他的照片当初并没有在网上公开，林优也打了个招呼，不允许他的隐私泄露，所以他被保护得很好，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现在即便是从事网络工作，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去监狱里看过他们。思安忽然说。林优并不意外。然后呢？或许是因为提起了讨厌的人，所以思安的语气也变得冷淡。那个男人竟然还想求我原谅他。他说爱我，说从前他性格的缺陷让他很难承认对我的感情，说他不会爱人，所以才纵容他妹妹那样对我。他就是想让我去求他，去爱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丝感情，就像是个念白的机器，说的也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冷笑，他说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他知道错了。我告诉他，其实我本来是爱他的，是他亲手打碎了这一切，所以我永远也不可能原谅他，是他自己亲手摧毁了所有，是他让我不爱他了，并且我希望他去死。
林幽想起前2天 Z 市监狱那边给他传话说夏锦州忽然变得精神失常，原来原因在这里。其实我根本没爱过他，只是年少时心动过，但那心动就跟风一样，吹过就没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故意想让他知道他本来可以拥有的美好是被他亲手破坏的，让他痛苦，让他这辈子都活在煎熬之中。思安淡淡道，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下半辈子在自我折磨和痛苦里度过。还有他的妹妹夏星。思安笑了起来，看到他歇斯底里一无所有的样子，真庆幸他也有这一天。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小鹿安慰，以后我们的世界里再也没有这些人。林幽点了点头，笑道，小鹿说的不错，迎接新生命吧。思安也笑了起来，我知道的，我不会辜负你的，也不会辜负小鹿。难得见面，林幽干脆跟他们俩约了一顿饭。正好旁边有一家商场，林幽带着他俩选了一家高档餐厅，点了一桌子的菜。俩人从一开始的局促不好意思，渐渐变得放开随便。幽姐你太好了。对了，幽姐你真不接通告了吗？小鹿一边吃一边问。林幽，暂时没打算，后面再说吧，最近有些事情忙不开。小鹿乖乖点了点头，就没再问。思安乖乖巧巧的吃饭，对林幽的事情也没多问。其实您不接通告太可惜了，之前的综艺大爆，你参加的几个客串演出物料，现在都被粉丝们供起来了，盘包浆了都。现在好多粉丝都在等着你继续参加节目或者拍戏呢。林幽挑眉，等着我做事的人多着呢。正说话呢，他就听到了一阵吵架的声音。我说你烦不烦？拉黑就拉黑了，有的事情我是给你脸，所以才不把话说的那么难听。陈烨语气疏冷，你不会连我吃饭都要骚扰吧？堂堂谢大小姐什么时候这么 low 了？陈烨今天在餐厅见一个项目上的合作伙伴，谈一笔投资，没想竟然碰到了谢玲也和小姐妹在这里吃饭。遇见就算了，他还过来质问自己为什么拉黑他，这不是有病吗？谢玲怒道，什么骚扰？我们认识多少年了，还比不过你跟林幽刚认识几天，凭什么他说什么你就信？我说你就不信？他给你们灌迷魂汤了，还心软的神你幼不幼稚？恶心谁呢？陈烨皱眉，面前谈项目的合作伙伴识趣的当作没看到，但耳朵却是尖尖的，生怕漏听了什么。陈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这么多朋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谢玲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份委屈。谢玲咬着唇，语气也带上了委屈的哭腔。小鹿和思安俩人都默契地看向了林幽。小鹿小声说，幽姐，那位您新的绯闻男友吗？林幽轻咳了一声，朋友。陈烨之前跟他提过一句，说他们把谢玲拉黑了，但他也没多问。在微信小群里，他们偶尔提过烦谢玲老骚扰他们，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说别的什么，所以他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想到谢玲还跑到这种地方来找陈烨麻烦。他看了一眼陈烨对面的那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啊，怎么好像江城开高管会的时候见过？不是飞鱼娱乐的高管会，而是投资集团那边的高管会议。陈烨眉头越听皱巴的越近，我说你就不能别惹林幽吗？人家招你惹你了？你一个女人怎么那么喜欢背后嚼舌根？亏我以前还把你当成妹妹看待，什么都帮你，没想到你竟然是那种我最讨厌的女人。谢玲愣住，你说什么？我怎么了？陈烨淡淡看着他，你还好意思问？在京城散播林幽坏话的人是不是你？你把他一个好端端的人都说成什么了？害得我之前错信你，以为林幽真是的是个坏女人，差点就害得老子跟他做不上朋友了，知道吗？说着他语气也没办法淡定了，他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遭受过那么多不好的事情，你却到处带节奏说他的不好，你还是个人？谢玲怒道，他最会在男人面前装，不然也不会让陆思彻都对他那样。陆少怎么就没揍你？陈烨说起这事儿就来气，他就应该把你也一起给揍了，让你脑子清醒清醒。我警告你谢玲，别让我再看见你说林幽的坏话，要是再被我看到，我饶不了你。陈烨冷声道，你家里应该也有人提醒你这件事吧？到时候恐怕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是你们整个谢家的事。谢玲小脸煞白，她只是林家的养女，她有什么背景？她凭什么？陈烨对面的男人扶了一下眼镜，淡淡笑了一下，没说话。陈烨冷声道，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已经说了，可以滚了。谢玲气的胸膛不断起伏，眼里满是委屈。所以我们从小长大的情分还比不上林幽是吗？陈烨很不耐烦。是，行了吧，能走了。林幽抿了抿嘴，忍住笑。难怪顾廷峰说陈烨那几个以前小时候都是跟着陆思彻混的，果然连说话的语气有时候都差不多，怕不都是跟陆思彻学的。思安和小鹿也憋住了笑意。谢玲气得抓狂，但碍于自己千金小姐的身份，却又什么都不能做。好，
好，你们给我记着。谢灵愤怒地扔下这句话，转身就准备走。可就在转身的时候，却正好看到了林幽他们这一桌。林幽，他正生林幽气呢，没想到转身就看到了他，那股火气立刻就到达了顶峰。林幽，完了！小鹿和思安疑惑。林幽皱眉，今天出门没打狂犬疫苗。刚说完，谢灵就直接气冲冲地朝他走了过来。而陈烨他们也发现了林幽的存在，脸上都有些意外。林幽？陈烨好奇，你也认识？对面的合作伙伴尴尬地笑了一下，怎么不认识呢？大名人吗？还是江总都客客气气的大 boss 呢？陈烨见谢灵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猛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您这是？小陈总不会是要去帮忙打架吧？陈烨拿起手机，打开相机，开始录视频。我录个视频，发给他爸。陈烨当然不止发给谢灵他爸，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到了让不能动林幽的人是谁，是军方退下来的那几位老爷子，而其中有1-2个爷爷跟他也认识，虽然不熟，但给他们那边发个视频过去什么的还是很简单的。显然对面被陈烨的操作给嗅住了。你就不怕他们打起来啊？陈烨摆了摆手，你不懂，林幽的战斗力可谓是斗宗强者，恐怖如斯。而陈烨口中的斗宗强者现在正在原地淡定地坐着。我没找你，你反倒自己撞上来了，你这个贱人！谢灵一边骂着一耳光，便想打林幽脸上去，可还没靠近，谢灵就整个人膝盖一弯，直接原地摔了个狗吃屎。啊！名媛大美女猛地一下扑倒在地，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尤其是这姿势还很羞耻，更让不少人都偷偷笑话了起来。虽然谢灵戴了墨镜，但也有人远远地认出了她来。那不是谢灵吗？就是那个金圈大小姐啊！哦，被称为金圈明珠，谁也不敢得罪的那位是吧？她不是翻车了吗？我也听说了，好像因为乱带节奏，冤枉人翻车了。餐厅里吃饭的客人们小声议论。林幽挑眉，看着地上摔了一跤的谢灵，还没过年呢，谢大小姐不用行这么大礼吧？小鹿和思安两人相视一眼，思安对谢灵不熟悉，但小鹿可太知道了，也跟着说，这不是谢灵小姐吗？找我们优姐怎么还磕头呢？谢灵因为穿的高跟鞋，所以这么一摔，好艰难才爬起来，而这一摔也让他冷静了下来，回忆起了上次林幽揍人的画面，也一下变得有些害怕。他看向自己隐隐作痛的膝盖，上面正有一根不知何时刺了进去的银针，他拔出来，怒瞪着林幽，是你干的吧？林幽淡淡道，是啊。面对林幽坦荡，谢灵竟忽然一时无话可说。他回过神，冷声怒道，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你不知道我们认识多久了？就因为你在其中挑拨，害得我们关系破裂，反目成仇。林幽，你除了勾搭男人还有别的本事吗？勾搭了1个2个还不够，连陈烨他们也被你耍得团团转。除了男人，你脑子里没别的东西了吧？你装什么啊你？谢灵现在歇斯底里的全然忘了自己的教养，他恨死了林幽，觉得是林幽毁坏了他所有的一切，也是林幽抢走了他的所有。如果不是林幽，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他的事业还有风评，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但你是我最恶心的一个，低劣下贱的货色也配来京城混我们的圈子。林幽淡淡看着他，勾唇，你骂完了？小鹿眉头紧皱，大姐你也太能颠倒黑白了吧。小鹿年纪本来就不大，但喊谢灵大姐却能让谢灵直接破防。你说什么？他刚吼完这句话，林幽已经把手里的饮料泼向了谢灵，脸上沾满黏腻的饮料让谢灵脸色也顿时变得难看极了。现在才对你动手，算是我对你家长辈的尊重。林幽淡淡道，而你只是个垃圾。就在这个时候，店里已经冲进来了好几个保镖，二话没说直接将谢灵拖着带走了。谢灵见是自家的保镖，震惊又愤怒，你们干嘛？给我教训他啊！你们干什么吃的？林幽，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其中一个像是领头的保镖走上前，十分客气地冲着林幽鞠躬，林小姐抱歉，我家大小姐最近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给您添麻烦了。他马上从衣服里抽出一张支票，这是我们家老爷给您赔礼道歉的心意，请您收下。林幽沉没接，对方就一直躬身等着。好一会儿之后，林幽才伸手接了过来，东西我收下了，但是你们家大小姐实在家教堪忧的话，这个钱我就当是教育费用了。当他把支票接过来的时候，保镖才算终于松了口气。林小姐放心，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会看好大小姐。我们家先生说，如果以后您有什么需要的话，直接给他打声招呼就是，这是他的名片。他说着递出了谢灵父亲的名片。林幽给了他面子，将名片接了过来。看在谢家长辈态度还算不错的份上，他也没有为难这个人，话也没说得太难听。
我知道了。保镖微笑着点了点头。那我们就不打扰您和您的朋友们用餐了。然后去叫来了这个餐厅的经理，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经理立刻点头如蒜道：您放心，今天的监控我们会处理干净的。保镖点了一下头，然后才跟林幽又打了一声招呼，才转身走。不过却走向了陈烨的方向。今天的事情多谢陈少爷及时告知。陈烨笑了笑，不客气。跟陈烨道谢结束后，这位处理事务的保镖才离开。陈烨冲着林幽挥了挥手，一副邀功的模样，还挥了挥自己的手机。林幽这才明白，难怪谢林家族的人会来得这么快，原来陈烨告状了。不过他也没想到，谢家的人处理这件事也干净利落，也丝毫没有护短谢林，还给他赔了一大笔钱。难怪谢家能在京城屹立不倒这么多年，能让谢林在娱乐圈一路顺风顺水，还能让主流媒体和各大公司都为这位谢大小姐留脸面。谢家家族在办事上是个有能耐的，这样的家族养出了谢林这种不知轻重的女儿，也算是一种基因变异吧。他扫了一眼周围的餐厅客人们，好几个人拿手机拍下了刚刚的一幕，估计现在正兴奋的想要发给自己的朋友。不过以他对这种家族办事的了解，很快他们的这些视频就会从手机里消失，更不用说发表在网络上的视频。林幽冲着陈烨点了下头，陈烨笑了笑，然后才继续跟眼前的合作伙伴聊了起来。咱们刚聊到哪儿了？彭经理。彭经理还在看林幽。陈烨，彭经理，咱继续聊。彭经理回过神，尬笑了一下，继续。不愧是江总都害怕的女人，真猛啊！竟然连谢家都对他毕恭毕敬，他可得好好保住自己的工作，以后就能稳稳抱住大佬大腿了。林幽知道陈烨有正事，所以打了个招呼后就没再跟看他。虽然陈烨这小子平时里看着跟个纨绔败家子似的，但这帮人其实没一个是真正的败家子，只不过没事儿就聚在一起玩乐而已。有时候玩乐的时候顺便都能谈成一个项目，只是平时看起来确实有那么吊儿郎当。顾廷峰也是这种人，只是顾廷峰比他们确实还是要靠谱不少。思安和小鹿到现在都是惊讶的脸。小鹿终于忍不住开口：幽姐啊，谢林家的人对你这么恭敬的吗？思安虽然对这些家族不了解，但也能看得出刚刚出现的不是什么普通人。林幽沉默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给了个比较靠谱的答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家里人也觉得谢林脑子有问题，所以给我的精神补偿？小鹿，要不是他跟幽姐认识了一段时间，知道幽姐有时候说话比较随心所欲，他就信了。幽姐有时候说话很正经，但有时候说话就完全看心情了。虽然林幽话是这么说，但其实心里明白，谢家之所以对他这么客气，估计有那几个老爷子的原因。从昨天他收到的病历数据来看，目前吃了他的药的病人轻症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陆老爷子给他发了微信语音，很激动。还有当时他治病的其他几个老爷子，抢着在语音里说绝不会让他在京城受欺负。他当时忙着看重症病历，随口回了他们几句。今天见到谢家的人对他的态度，他便隐约猜测到，估摸是老头们打了招呼，否则以他现在所公开出来的身份，谢家这种家族必不会对他这么客气。这种红色背景的家族底气硬得很，即便是跟林氏这种百年家族也根本不会害怕硬碰硬，能让他们服软便只有这么一种可能。加上谢林的爷爷也是10老之一，不过这些便没必要跟小鹿他们说了。陪小鹿和思安吃了一顿饭后，他们走出商场分道扬镳的时候，林幽忽然看向了某个方向，是一个路过的男人。他轻轻拢眉，那个人身上的气息。幽姐，我们就先回公司了。小鹿笑眯眯地跟林幽打招呼。林幽回过神，点了点头。小鹿这才跟思安一起回了公司。林幽的心绪却还是在刚刚那个人的身上，但当他回过头继续去寻那个人的身影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他蹙了蹙眉，转身准备离开。一辆黑色轿车却忽然停在了他的面前，车窗降下来，看到驾驶位上的男人，他眉头也微微舒展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问。陆思彻勾唇，我想知道你在哪里还不简单？老婆，你太小看我了。对于陆思彻现在动不动就叫老婆的这种行为，林幽现在已经免疫了，可能也的确是听多了就懒得骂了。陆思彻好像还真懂得如何拿捏他。以前他不信什么好女怕缠郎，他甚至不屑一顾，如今自己倒是有那么点感觉了。他看了一眼另一边，我今天开了车过来。咦，他车呢？陆思彻挑眉，我已经找人给你开回去了。然后眼神示意了一下自己身边的副驾驶位置，这眼神示意有点勾人的犯规了。林幽走上前，打开副驾，直接坐了上去。车子发动，直接朝着林幽家的地方开了过去。你今天很闲？林幽好奇问。陆思彻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把眼睛好好的放在了林幽身上，看着他的脸，刚开完会，距离回基地还有点时间。
今天军部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好不容易结束，他趁着这个时间来见林幽了。林幽瞄了一眼他的衣服，才发现他的外衣里面穿的竟然是军装，看来是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来找他了。这种制服的颜色他见过，跟父亲的一样，但又好像不同，陆思彻的制服颜色会更深一些。莫名的，他忽然也很想扒开陆思彻外面的衣服，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糟糕，他也不正经了。陆思彻炽热又赤裸的眼神盯得林幽有点不太自然。你停车做什么？陆思彻扬起嘴角，开心的像一只萨摩耶。开车不好看你，停下车就可以好好看你了。林幽，看我做什么？这种直白的话反而让他别开了眼睛，看向了别处。不做什么，但是好看。陆思彻笑着说，看到就高兴。林幽轻咳了一声，说人话。陆思彻眉眼弯弯，我喜欢你。林幽，你。陆思彻，我喜欢你。扑面而来的情感表达让林幽有点无所适从。他自己本身其实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对于陆思彻的这种直线球，他一下不知道该回什么。陆思彻本来在情感方面就是个心思简单的人，他觉得心里有什么满满的都快溢出来了，必须要说出一些话来，好让自己这些情绪能够释放，让林幽能够明白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便怎么说，根本不考虑其他，所以说出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更何况他知道自己并不能每天和他粘在一起，所以他只能趁在有限的时间里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话，让林幽明白自己在想什么。陆思彻问，那你那天晚上说的话呢？林幽蹙眉，什么话？陆思彻追问，语气有点生怕林幽不承认似的。你说你喜欢我的话。林幽本来说出那话的时候没什么，但被陆思彻这么追问起来，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见林幽抿唇不语，陆思彻一副委屈模样，我就知道你那天晚上就是随便说的，你根本就不喜欢我，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当陆思彻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林幽就知道自己是真的完蛋了。他好像真的被陆思彻给拿捏了，因为他真的想解释，并且已经解释了，没有随便说，我说的是真的，没有骗你。在林幽说完这几句话的时候，没注意到陆思彻现在的嘴角已经完全压不住了，那双眼睛都变得亮晶晶的，看他的眼神也好似要将他整个人都吸入其中。林幽觉得自己上当了，人还没反应过来，陆思彻已经轻身过来，在他唇瓣上落下了一个吻，湿热的触感将他的气息也侵入了他的领域。我也是，他轻声说，每个字的触碰的那一下都在他的唇瓣上撕磨一阵，弄得他口干舌燥，有点难受，想张嘴，于是他张了。而这个信号似乎对于陆思彻来说无异于战场上的冲锋号，顷刻之间便如风卷残云席卷而来。这一瞬好似难以呼吸了一半，却又只能通过唇齿的交缠来汲取氧气。在这时候，林幽真正明白，原来接吻的确是有爽感的，人体分泌出的激素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刺激。当陆思彻恋恋不舍地分开之后，目光里已经满是诗意。想。林幽挑眉，想什么？看出来了，肝火旺盛，旺得很离谱，整个人都像是吹胀了的气球一样，再不泄点气就快要爆掉。陆思彻紧紧地盯着他，眼神都已经往他身上瞄了800遍。自制力这么差，这些年你怎么过的？林幽疑惑。陆思彻苦着脸，只对你没有自制力。林幽，要不我给你扎2针？那浓郁的火瞬间熄了一半。林幽现在倒是不排斥肉体关系，问题是现在不是发生关系的时候。陆思彻吞咽了一下口水，好不容易才让自己躁动的心沉静下来。陆思彻也不是个被欲望控制的男人，但问题他是个被林幽控制的男人，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根本忍不住，那根本不是自己身体能控制的。他对林幽不只是心理上的喜欢，还是生理上的喜欢，一闻到他的味道他就难以自制。但是他可不想因为控制不住而被林幽扎伤2针，那也太丢人了。林幽笑了一下，然后想起什么，问他最近京城治安怎么样。陆思彻疑惑，治安这种事应该去问警察吧，不过京城治安一向很好，就算有人潜入进来也不敢在这个地方生事。怎么了？林幽想到刚刚见到的那个男人。没什么，就是看到一个人，应该不是国内的，而且陆思彻，而且什么？林幽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就是觉得怪怪的，不是普通人。每个人生长的地方不同，那么他的骨骼和行为方式都会有区别。虽然看着都是人，但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所不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能一眼看出每个地域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人身上他感觉到了那种力量，就是他能够用意念控制的那种力量。从沈寒口中他知道了737部门的存在，那个人是杀过人的，身上有杀气，而且是那种很重的杀气。不可能是737部门，
沈寒不会收一个杀人狂魔进737，那么就可能是境外来的，所以他才会顺便问一嘴陆思彻。陆思彻点了点头，我会跟安全部门那边提一下，让他们注意。倒是你，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就最好别掺和，本来盯着你的人就不少了。说到最后一句，陆思彻的语气也染上了一丝担心。这次去军部开会，林优的事情被特意提了出来。林优如今已经被列入军方保护序列，所以开会的时候对于林优也有提及。尤其是目前林优应该是被盯得最狠的一个，黑白两道都在找他，而且还是要完好无损的找他，尤其是一双手不能被损坏一丁点儿。好在现在林优在京城，没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敢来京城动他。但林优现在提起有这种奇怪的人，就不得不让他多个心。回去他就跟那边打个招呼，好好盯着点京城。见林优兀自在思索着什么，陆思彻才继续发动起了车子，朝着他住处的地方开去。你知道737部门是做什么的吗？林优问。陆思彻知道，但也不完全知道，因为这个部门是对外保密的，就算是军方也对这个部门了解不多。他们有单独行动的权利，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看了一眼林优，似乎已经知道什么，但默契的没有提起。林优点了下头，他把林优送到庄园门口的时候，发现林优家门口的摊贩都走了，都撤了。陆思彻皱眉。林优点头，我让他们撤了，一直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看着怪碍眼的，做的东西也难吃，雪娜都难吃的哭了。雪娜怎么老跟着你？陆思彻的语气听着有点泛酸。林优，可能因为我这里包吃包住。陆思彻沉默。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没事也可以来跟老婆住？那辆车是林优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男人，夜色下眼镜的玻璃镜片有点反光，但也让他英俊的轮廓变得清晰。历城。林优疑惑了一声，想起历城找自己可能有事，所以他准备开门直接下车，但却忽然被身边的男人攥住。怎么？林优刚问出声，脖子上就被啃了一口。陆思彻松开口，看到林优脖子上的印记，才勾了勾唇。林优虽然不痛，但是被猛地被这么啃一下也有点不舒服。你做什么？陆思彻笑得乖巧，没什么，就是想亲你一下。林优受不了陆思彻这黏糊劲儿，打开门就下车了。历城就站在前方车身前，看到林优从陆思彻车上下来，历城的镜片下的眸子也凝了起来，而陆思彻却慢条斯理的从车上下来，也没跟上来，而是跟在林优身后不远处缓缓走来，很从容，也很嚣张。林优还没走过去，历城已经朝着他走了过来。你怎么来了？历城目光从陆思彻身上收了回来，看向眼前的林优，脸也带上了一丝微笑。过来看看你，你来京城，我还没来跟你打过招呼。林优嗅了一下，眉心也轻拢了起来。历城的身上怎么那么重的死气？在林优疑惑的时候，历城的目光却落在了他的脖子上，在看到那红色印记的瞬间，眼底也似有一道冷光划过。你杀人了？林优开口就问。历城眸色微正，看着林优片刻，然后笑了一下，国外遇到了点麻烦，所以动了手。林优点了点头，就没再问。他本来只是疑惑，所以就随口问了一下，毕竟之前的历城身上的死气他没感觉有这么重，也可能因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多了那种意念之力，连感知力也增强了。看到林优没什么反应，历城眸光反而微微动了一下。你不觉得有什么？他问。这倒轮到林优奇怪了，这有什么？遇到麻烦解决掉很正常吗？更何况还是在国外，而且像历城这种身份的人，好像在很多国家都是拥有持枪自卫权的，甚至豢养自己的卫队，所以也没觉得什么奇怪的，只是觉得历城看着挺干净的一个人，身上死气却这么重，才有点奇怪，说明是他亲自动手的。对了，你跟我说的那个病人是你什么人？林优好奇问。我带你去见他你就知道了。历城是看着陆思彻说的，似乎并不想当着陆思彻的面回答这个问题。林优见历城不提，也就没在这个时候多问。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吗？没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林优询问。历城微看向他，语气里似乎有一丝深意。我今天只是过来看看你，不过没想懂啊，他也在。林优现在对自己跟陆思彻的关系也还没到承认关系的那一步，所以也没说什么。看来陆少很闲。他嘴角挂起微笑，我还以为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陆少又消失了呢。陆思彻扬眉，陪老婆总是有时间的。一句话，历城脸上的笑意也果然僵住，只是那僵住的笑容一闪而逝，只在眼底留下一抹冰冷。林优蹙眉，陆思彻怎么一看到历城就全身警戒似的？那你们聊，我就先回去了。林优打了个招呼就转身准备走，但却被历城忽然攥住了胳膊。林优，历城的力气有点大。林优疑惑，怎么了？
陆思彻的面色也在瞬间被一层寒霜覆盖。厉成很快松开了手，轻笑：“没什么，还是下一次再跟你说吧。”林幽虽然觉得厉成这个举动有些奇怪，但也没多想什么，点了点头，目光看了一眼陆思彻后，就转身朝大门的方向走了过去。厉成手里有个病人，那个病人似乎对厉成很重要，所以他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林幽也不觉得奇怪，他认为厉成今晚来找他，本来应该是想来跟他商量治病的事情，但却见到了陆思彻，这俩人本来就不太对付，所以这件事就没提起来。说起厉成手里的那个病人，他很感兴趣，他看过点病情特征，也通过视频看了一下那个病人的状态，那不是一般的罕见疾病，那种病里似乎还含有一种别的东西，要不然对于治病他也没这么大的兴趣。厉成是在他来京城之前就联系过他的，圈子稍微有点能力的人想查到自己会医术，还是治好林老太太和陆老爷子的医生并不难，毕竟自己在林家，而且高层圈子里也有不少通过林家找自己治病的。只是关于自己会医术这件事，他们似乎都保持着默契的缄口，虽然知道，但不会到处说，也没传这件事。可一旦有难治之症，也会通过林家来找到自己。因此，如今的林幽在整个豪门圈子里，地位早已超越了他现在的本身的身份地位。林家也因此而更加处处受人尊敬。毕竟救命之恩，犹如再生父母。林幽虽然年轻，但林思义说，他已经是不少人的在世活爹了。在庄园别墅大楼上，雪娜转个望远镜筒，看了看庄园外面的两个男人，又看向了已经进庄园去的林幽。这俩男人怎么还不打起来？他有点急。厉成收回目光，看了一眼陆思彻，似乎并不打算跟他说话，转身就要走。耍这些小聪明挺没意思的。厉成，陆思彻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嘲弄。厉成刚刚那个动作明显是在针对他的挑衅，故意做给他看的。陆思彻是男人，男人懂男人。厉成冷站定在原地，声音吃冷：“那你的那点伎俩就有意思。”陆思彻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否认：“我觉得挺有意思。”他笑，有种胜利者的愉悦。陆思彻觉得自己有时候也真不是个东西，但是那又怎么样？至少他已经离自己的目的越来越近。在这种对自己喜欢的女人虎视眈眈的人面前，他更不可能会有丝毫的让步。让他明白，他不会有任何的机会了。早点死心，否则自己在部队里都不安稳，时刻担心自己被偷家。厉成推了一下眼镜，那张清润的脸廓冷硬的有种冰凌凌的寒意。还没到最后，你又怎么会知道你是赢家？陆思彻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会一直是赢家。”厉成勾唇回了一下头：“你配得上他？在他面前只会用小学生手段，你不觉得太无耻了吗？”陆思彻眸光微冷：“老子配得很。”两人的视线想冲突，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毫不相让的挑衅。陆思彻，你不能一直这么幸运的。他声音阴郁地留下这句话，转身便走向了自己的车。陆思彻目光冰凉，直到厉成离开，才收回目光看向了庄园。这个家伙是真的盯上林幽了。他跟厉成虽然少年时期就不和，但他不喜欢这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和，而是因为厉成这个人的表里不一。但即便如此，他对厉成也向来秉承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他知道厉家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即便没人告诉他，但这些年他也隐约知道了一些事情。而正是因为这样，厉成对林幽的觊觎才让他很是不安。他不可能给他任何一丝机会。林幽刚回到家不久，手机就收到了厉成发来的消息，约的是出诊的时间。抱歉，不想被别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刚刚我没提。林幽猜到了，出于病人的隐私，他表示理解。他回了一个表情包，就准备把手机放下。但陆思彻的消息在这个时候一下弹了出来：“老婆，到房间了吗？你在做什么？厉成家里有人生病了吗？”林幽看了一眼，还没回，准备先换身衣服。他换了一身居家服过来看的时候，陆思彻的消息已经10加了。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不是吃醋。你不高兴了？老婆不会因为别的男人生我的气对吧？好吧，我只是有点酸。你胳膊被抓疼了吗？这种男人很没素质，下次你扎他2针。你别误会，我没有因为他抓了你的手就吃醋。人呢？林幽。陆思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话还这么多了？很难想象他在军队里是什么样子。在陆思彻10几条信息的轰炸下，林幽回了句准备洗澡。回了这个消息后，对方倒是很久没回消息了。等林幽都准备扔下手机去洗澡的时候，忽然手机滴滴了2声。下次一起。林幽看着陆思彻发来的消息，沉默了1秒。回，好啊。陆思彻，那我有名分了吗？看到这句话，
林优打字的手停了一下。回，没有。陆思彻，被雨淋湿的小狗点 JPG。林优笑了一下，准备在黑市上看看药品的售卖情况。过了会儿，陆思彻发来一张照片，林优点开一瞧，嚯，是一张对镜子拍。撩起衣服，露出8块腹肌，裤子还拉倒了，都快人鱼三角区了。整个线条拉起来，性张力和荷尔蒙都拉满了，让人肾上腺素直线飙升。完美的身体，肌肉的厚实度都是恰到好处，完全符合美学的状态。学擦边了？林优回了个问号之后，陆思彻就马上撤回了。陆思彻不小心发错了。陆思彻，我也刚洗了个澡。林优觉得陆思彻在勾引自己，而且有证据。他虽然不爱看擦边，但挺喜欢看陆思彻的身体。他早说过了，自己挺喜欢陆思彻的身体。要是死了，也是一具完美的尸体。林优，再来几张。他发了过后，就点开了黑市。现在黑市上他的药品几乎每次上架就会秒空，有人专门盯着他的药秒抢。他觉得对方甚至应该开了挂，但无所谓，他只管卖出去。至于谁买到，他不操心。黑市的用户也是被加密受保护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是谁买的。他新上架的一批药已经售罄，款项也都汇到了账户里。黑网的账户钱款是直接转到国际银行里，再从国际银行转入自己账户，而这一批药售罄又是几个亿到账。当售出后，他的药会通过黑网里货物售卖流程集中运送到一个地点，然后买家到达指定地点，通过口令密码自行提货。当然，光是国内转的这几手，以及国外转运的图，就已经将他本身隐藏得一干二净了。这些也并不需要他去操作，他只要将货物固定放到一个地方，自然会有人去转运。这就是黑市物流的厉害之处，不过问货物，只负责转送，密钥验货，还不会有任何阻碍和阻拦，能深入到各个国家和边境地区，哪怕是战乱地区，他们都能把东西送达。别说普通物品，枪支弹药、军火装备都能送。他有时候都怀疑这黑市网站物流是不是给每个国家好处了，不然怎么能这么畅通无阻。他刚看完自己账户清空的货架，就听到了手机不停传来的震动。他一打开，竟然是陆思彻发来的不同角度的擦边照片，好看，但背德。林优也没想到这家伙还真发了，他就是随口调戏一句。他一张一张划过，这不比网图好看。他好笑的回了一句，又发错了。陆思彻这次只回了个小狗表情包。林优，勾引我。陆思彻，没有，我不是。过了几秒，陆思彻，勾引到了吗？林优说话也不考虑后果，勾引到了。然后陆思彻半天没回复。林优知道陆思彻能给他发消息的时间并不多，所以也没嫌他吵。今天能给他耳边吵，说不定过了今晚又要消失一段时间，所以林优也由得他。不过这次林优回了消息后，发现陆思彻很久没回，也就没看消息了，直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陆思彻后来的回复。看照片多没意思，下次看本人。林优现在确定了，这货就是在勾引自己。正好这时候他看到了查尔斯给自己发来的消息。看到消息的一瞬间，林优的眉心也轻拢了起来。乌鸦之眼。他轻声念了一遍这几个字。这几个字他偶尔在黑市网站论坛上刷到过，有一小部分匿名者会提起这几个字，但他并不关注。洛文雇佣了这个集团来京城，目的似乎是为了京城博物馆里刚出土不久的一件古物，其中一个目标应该还有你。在这段话之后，就是查尔斯发来的关于乌鸦之眼的信息。乌鸦是在3年之内崛起的一个雇佣集团，在世界横行，雇佣费用极其昂贵，而且他们做事几乎没有痕迹，军队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一旦雇佣他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不过价格太高昂，而且这个集团的人十分危险，所以用这个胆子雇佣他们的人也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人似乎都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但根据我的调查，可以确认，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如果遇到危险，建议你寻求军方的保护。林优挑眉，看得出来查尔斯很担心他，毕竟以前查尔斯从来不会说让他寻求保护的话。知道了，他回了一句。很快，查尔斯发了几个乌鸦的成员过来，只收集到其中几个人的资料，但不详，将就看吧。当林优看到其中一个人的照片的时候，眼神立刻变了。这个人，他昨天刚见过。对了，还有一件事，乌鸦里有一个用毒的，被杀的人尸体心脏会长出腐烂的植物，将尸体作为养分蚕食，现在大医学组织都没研究出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用毒的到底是谁。这人可能会克你，你小心点。林优皱眉，有办法帮我拿到样本吗？查尔斯，这些尸体都有组织专门存留保护，没那么容易拿到。不过我会想想办法。林优，
查尔斯，大佬，我在国外给你累死累活，你就一个你知道我在境外一个消息多值钱吗？林优，查尔斯，哼。林优，新药给你邮一份。查尔斯，这还差不多。虽然不知道林优的新药会是什么，但肯定是好东西，所以查尔斯当然不会拒绝。回完查尔斯的消息后，林优又往下翻下资料，里面有一张很高清的照片，是被毒杀的人的尸体。看到这个照片，他不得不佩服查尔斯的能力，连这种高清照都能搞到。毕竟一般这种照片都不可能外泄的。果然如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尸体心脏的位置长出了植物，像是糜烂的食人花一样向外伸展开。尸体腐烂的如同植物的肥料被吸干，身体被植物的根系穿透，面容如厉鬼般可怖，四周都弥漫着毒液，就连地板都被毒液侵蚀烧灼。蓦地，林幽眼神也变了，不是毒，是无。这个世界也有无。在他曾经的那个世界，除了有一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留存于现世的术门，无就是其中一个术门。而但凡是术，便有正反两面。比如他虽然学的是医，但也同样可以用来杀人。但习巫者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害人为主，因为巫的强大一定程度取决于吞噬的生命数量。有一部分习巫者为了走捷径，就会专门杀人，所以他对习巫的人大多没什么好感。但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世界也见到用巫术的人。他脑海里想到了历城的那个病人，他立刻给历城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接到他的电话时候似乎有些意外，我今天就来找你，地址发给我。历城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就发给了林幽地址。接到地址，林幽就直接去找历城了。不过刚出门就碰到了夏兰叔，那明晃晃的劳斯莱斯生怕被人看不见似的。瞧见林幽开了车出来，连忙朝他挥了挥手。姐！银发少年笑得跟个大傻哥似的，但刚一挥手，林幽的车子就已经从他身边飙走了。夏兰叔的手还停在空中，笑脸也收了起来。姐！他又冲着后面喊了一声，但林幽的车已经离开了，车速很快，他追不上。夏兰叔皱眉，跑这么快做什么？他现在开始有舅舅的任务在的，那就是跟林幽搞好关系，成为他最亲爱的弟弟。虽然这个关系让他心情十分复杂，毕竟他一开始对林幽也抱了点别的心思，但他很快就接受了，因为姐弟的关系比其他关系更牢固，这样他以后就可以用这个身份死乞白赖的跟着林幽了。所以他对这个身份接受的相当快，对舅舅的这个任务更是接得爽快。今天就来找姐姐联络感情了，认识这么多天了，他都还没去姐姐家里坐坐。这次来本来是想串门的，没想到刚来林幽就出门了。他寻思，他出门了，自己能去他家里等吧。于是他下车去门口按响了门铃。林幽虽然看到了夏兰叔，但没工夫理他。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找他，他也不会在门口磨蹭。林幽车子直接开到了历城发来的地址，就在京城，倒是不远，20分钟就到了。抵达厉宅的时候，林幽不禁感叹，厉家是真有钱。他的庄园大主要目的是为了开辟一片的出来种药，但厉家的房子就跟中世纪的古堡一般豪华，随处可见名贵的建材，光是门口的罗马柱都能看出造价极高。林小姐这边请，我家少爷已经在等着您了。管家十分谦恭，客客气气的将林幽带了进去。当花园里的下人见到林幽的时候，都微微有点诧异，因为厉宅这么多年来，林幽算是第一个进来的年轻女孩，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不由得让他们也多看了一眼。不会咱少爷也跟小说里的霸总一样了吧？第一个来的年轻女孩，那少爷等会儿是不是会笑？管家会说台词吗？不行，让我去，最近短剧刷多了，我很有经验的。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但是林幽最近耳朵听力特别好，一点细微的动静都能听得分明。明明隔得很远，但他却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不是吧？这么远都能听得到？他什么时候听力变得这么好了？但他们说的话倒是让他嘴角抽了一下。不会每个大户人家里都被短剧荼毒的仆人吧？听说林小姐要来，我们家少爷一早就让人准备了点心和饮品。管家笑着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少爷这么开心过呢。刚好管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刚的仆人从旁边路过，顿时仆人表情仿佛捶胸顿足，他怎么没抢到这台词呢？林幽看到这个人的表情和动作，好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不禁摸了摸鼻子。历城家里的这些仆人还挺有意思。你家少爷在这里住的久吗？林幽问。管家一边走一边说，住的不久，少爷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公司的事情，不过每个月少爷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回来探望小姐的。林幽皱眉，小姐。管家笑了笑，便没再多说，而是将林幽引了进去。林幽本来以为过来历城会直接带自己去见病人，但没想到管家带自己去的地方
是历城布置好的一个厅，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桌子，摆满了鲜花和一些小吃水果。看得出来，无论是鲜花还是食物，都是经过专业的摆盘和设计的。如果不是知道自己来的是什么地方，林幽可能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宴会场。不过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布置得很简洁。林小姐，您如果饿了的话，随便吃，少爷马上就来。管家笑着说。林幽疑惑，你不是说他早就在等我了吗？人呢？不会放他鸽子吧？管家，少爷听说您到的时候就去安排了，不过因为小姐比较麻烦，所以可能会稍微等一下。林幽点了点头，知道了。管家交代好之后便下躬身告退下去了。林幽看着这一桌子的东西也不客气，随手拿了根香蕉剥开就开始吃。他今天没吃早餐，是有点饿了。这香蕉吃起来的口感都跟他平时买的不一样，吃起来更甜，口感更好。哪儿种的？他忽然有种想要在庄子里开一块地出来种水果的冲动。正好小米和西西最近在庄子里弄了个一块地来种菜，再给他们多交代一个种水果的任务算了。反正庄子里的灌溉系统都铺满了，不用白不用。他在这稍微等了会儿，香蕉吃到第二根的时候，历城才出现。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历城的声音带着一丝歉意。林幽顺着他的声音看过去，便见到历城牵着一个13、14岁的女孩从旋转楼梯上走了下来。女孩怯生生的，如果不是林幽一眼看出骨龄，估计要以为这个女孩实际上只有10岁左右。她发育的比同龄的年纪要晚，或者说要更矮小一些。她的小脸很苍白，本身的五官明显看到发生了一些改变，已经有点脱离了原本的样子，但并不丑，反而是一种更漂亮的模样，像是芭比娃娃。她的瞳孔是绿色的，不是正常所见的绿色，也不是美瞳，而是一种毒绿。之前林幽看过她的视频，还以为她只是个小孩，今天看到本人才知道她应该是少女。林幽的目光落在这个女孩身上，病人，是你妹妹。如果是正常状态下，她是能看出来亲属关系的，但这个女孩模样都改变了，所以跟历城还真看不出几分相似。历城牵着女孩走了过来，目光先在林幽身上落了一下，而后看向身边的女孩。是，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这个妹妹我们厉家并没有对外公开，想在你来的时候再告诉你。她叫思思，思思，这是林幽姐姐。历城这时候跟思思说话的口吻也明显放温柔了不少。思思眼睛好奇地盯着林幽，但却没说话，像是一只小幼兽一样的打量着他。历城走上前，绅士地为林幽拉开了一张椅子，示意林幽坐下慢慢说。林幽也从善如流地走了过去坐下，而历城也坐到了他的对面。思思像个尾巴一样跟着他挨在他身边。思思，你也坐下。他说。思思没有坐在他身边，在旁边另外找了个位置坐在了地上，开始玩耍。而他也一早准备好了思思玩的芭比娃娃。林幽笑了一下，你还挺细心的，主要是觉得一个大男人给小女孩准备芭比娃娃有点难得，颇有些反差感。对于林幽的夸奖，历城很是受用，英俊的脸廓流淌着柔和，整个人看起来竟有了种神性的明媚。多谢夸奖。他轻笑，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妹妹，亲的。历城点头，他是在3岁的时候得的这个怪病，从那之后他就被我们厉家藏了起来，所以外界并不知道厉家还有一个小姐。你爸妈呢？林幽询问。历城平静地说，我爸在负责国外的产业，而我母亲已经在冷冻仓沉睡了许多年了。母亲也是思思这个怪病的第一个受害者。林幽蹙眉，他之前只在历城给的视频里看过思思的发病状态，还有他这个人平时的状态，其他的历程并没有透露过多。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思思的病好像比你给我描述的症状更加严重，也多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林幽淡声道。他看向厉思思，他的心智也有问题。目光打量思思时落到了他手臂上，却见到他的手臂手腕以上近乎是完全溃烂的，溃烂的血肉里有着腐烂的植物根系，而那些根系似乎已经生长在了那些腐烂的肉里，正在不断汲取着血肉里的营养。他眸子也冷冷了起来。历城也看向了思思，点点头。你说的没错，他的心智也一直保留在3岁的时候。今天我就把思思的一切都告诉你，除了你是医生之外。他唇角含笑，也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林幽一愣，怎么就成他唯一相信的人了？但他的确对厉思思的病很感兴趣。历城开始娓娓说了起来，思思是怎么得这个病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在他3岁那天，我们为他举办了一个生日宴会，在宴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晕倒，并发了一场高烧，高烧高达45度，怎么都降不下来。你应该知道，一个孩子高烧45度不可能不出事，但是很神奇的是，他的高烧退了，不仅退了，退烧的同时，他的身体也开始溃烂，就像你看到的这样。而他的面容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古怪的植物根系开始在他的身体里肆意生长，却又很神奇地停留在了他的体内，
靠它来汲取着养分。厉成说着，语气也越来越沉。不只是这样，他触碰过的人会马上被他身体里那些腐烂植物根系所喷射出的毒素杀死。我母亲在咽气后，立刻就被我父亲放进了冷冻舱。我父亲比较幸运，在思思醒来之后，没有机会碰他，而我是唯一不会被他身体里的毒素毒死的人。当时被毒死的人，我们都用特殊的方式处理了，所幸不多，也给了他们家中人一大笔补偿款，足够他们及几辈人生活。但思思，我不敢再让他跟任何人接触，只能将他锁在这栋庄园里。外面仆人虽然多，但如果我没有回来，思思是不允许离开他的房间的。他缓缓道，他只能通过房间里的视频和其他人对话。林幽，他的这种病，后来你们也没再找过医生？厉成平静地说，找过，但是没用。而且这种病，我们也不敢大张旗鼓的求医，一旦被人知道我们厉家有这么一个危险的人，那么无论是思思还是我们厉家，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至于那些人，说不定更会把思思当成怪物一样抓进研究所，对他开膛破肚。所以这些年，我一面在查这种病的来源，一面也在暗中求医。他说这话时，目光也看向了林幽。林幽此时正在看厉思思，那你查到什么了吗？他知道厉成口中所说的那些人，指的应该是类似于737部门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的人，所以才把厉思思藏在家里。厉成回答，近些年有个叫乌鸦的雇佣集团里，好像就有一个用这种毒的人。林幽抬起头看向厉成，你怀疑是那个人？厉成摇头，不知道，但我查过监控，那天晚上是家宴，没有外人出入，所以应该跟他有关，但下毒的人不是他。林幽疑惑，按理来说，伤害一个小孩子对所有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思思年幼，又不是厉家的继承人。说到这里，他同眸蓦地冷了起来。其实本来应该中毒的人是你。思思是误打误撞。